请你帮我照顾好慧慧他们。邻居郝大个朝农小道笑了笑，从33层高的天台一跃而下，看傻了农小道，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漂亮性感的老婆，聪明可爱的女儿，轻轻松松却有100万年薪的工作，可以说是爱情家庭事业群丰收，干嘛要想不开呢？农小道有些想不明白。葬礼农小道帮着跑前跑后，邻居郝大哥的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来了，从孤儿寡母手里分走了大半财产，走的时候脸上看不出悲痛，只有眼底掩饰的不是太好的欣喜。葬礼结束以后，小农，你过来一下。农小道望着30岁出头，一身黑色紧身旗袍，性感迷人的王嫂龚应元，稍微愣了愣，心肝扑通扑通跳得很快，跟着他走进卧室。龚应元从床头柜上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东西，这是你王哥留给你的，说你会用得到。农小道瞪大眼睛，吃惊地问：嫂子，你知道王哥会跳楼？知道。农小道气得跺了跺脚，知道你怎么不拦着他啊？龚应元抬头看着农小道，原本冷漠坚强的脸上眼眶瞬间红了。怎么拦？胃癌晚期，为公司背负了巨额债务，如果被抓进去，我和慧慧都会变得一无所有，他家人的嘴脸你也都看到了。农小道目瞪口呆，就算如此，或许死亡也是最无奈的选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蝼蚁尚且偷生，但凡有一线希望也会不走这条路。隔壁你租住的房子，房东已经挂到中介公司去了，准备出售卖掉，估计很快就会通知你，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日常也好有个照应。龚应元说这话的时候面色极为平静冷漠。搬过来一起住？龙小道暗地里打量着对方妖娆的身材，没忍住诱惑，点点头同意了。去吧。龚应元挥了挥手，示意农小道可以走了。等农小道转身出去以后，龚应元坐到床边叹了口气，红着眼抹泪，这一幕也被没走远的农小道透过门缝瞧得一清二楚。唉，这也不是个冷血无情的女人啊。回到隔壁，一室一厅的小格局，60平米左右，合适单人居住生活。农小道居住的是顶层，赠送了个小阳台，一梯2户。隔壁王哥夫妇居住的是大户型，有小200平米，并且还附赠有大阁楼。如果王哥自杀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临终前为什么要选择自己这个不太熟悉的陌生人托付妻女呢？龙小道目光闪烁着，他虽然年轻，可不代表着没有脑子。名牌大学毕业，硕士学位，能拿100万年薪，做到企业高管位子的人，会随随便便就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一个陌生人吗？显然可能性不大，除非另有隐情。龙小道低头朝手里的密封袋看去，迟疑了下，把密封袋打开了。一封信，一块古玉造型的脑机接口连接器，除此之外就是一块黑色智能手表样的东西，但是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看着像是年代比较久远，款式早就不流行了。脑机接口连接器，龙小道并不陌生，这东西几年前已经开始普及，是第4代互联网的入口，也是从那个时候虚拟游戏开始盛行。伴随着科技发展，技术提升，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模拟全真虚拟现实的地步。龙小道把那封信拿过来打开，里面只写着几行字。第一行，供应源可以给你，但是你要把慧慧当自己亲女儿看。看着这行字，龙小道难忍心中的躁动，这也太直白了点，直击要害啊。换句话说，等于是说到他心坎上去了。强忍着心里那份激动，目光开始看向第2行字。全民领主时代即将到来，不要把它当成游戏，在未来不久它会影响覆盖现实，并且那一天来临的不会太晚。龙小道愣住了，全民领主他知道是最近宣传最猛的一款虚拟游戏，号称可以达到100%真实，并且是全球同步运行，听说背后是国际上有名的大财团，国内运营商基本上也都参与了进去。只要年满18周岁，有脑机接口连接设备，谁都可以进入。开服时间好像就在明天。难不成隔壁王哥的死跟这款全民领主虚拟游戏还有关系？影响覆盖现实？一款游戏影响现实或许有可能，但是它怎么覆盖现实呢？难不成像电影科幻大片里演的那样，游戏入侵现实？龙小道苦笑着摇了摇头，感觉可能性不大。要真是那般，不就等于世界末日要开始了吗？目光往下，又看到了第3行字：保护好服务器，永远不要让它离开你身边。服务器？难道说是那块10几年前老款的智能腕表？龙小道把目光看向那块黑色的智能手表，犹豫了下，拿过来戴在了手腕上。好歹是王哥留给自己的东西，人家把妻女都托付给了自己，带着吧，全当个念想。戴上黑色智能腕表后，龙小道的目光看向了纸张上最后一排字：等你有能力以后复活我。龙小道看着最后这行字眼，忍不住抬手摸了摸鼻子，下意识地嘟囔了句：不可能，人死了怎么可能再复活？假设就真能再让死去的人活过来，龙小道觉得自己也不想干这种费力不到讨好的事情。王哥，您就安心的去吧，除了复活你以外，前面那几条
我应该都能做到，尤其是第一条，我一定会照顾好嫂子，然后把慧慧当成自己亲闺女看待。龙小道嘴里念叨完，直接把信撕成了碎片。全民领主，它不就是一款虚拟游戏吗？能影响现实？龙小道皱着眉头，脑海里浮现出全民领主在各大媒体上投放的宣传短片，各色各样的兵种、异兽、飞艇、大炮、骷髅、猛兽，做的都真实无比。这个游戏主要体系就是占领资源、升级兵种、扩大领地，然后也可以把自己手头富裕的各种物资出售卖出去，可以换成游戏里面的能量金币，也可以直接换成现实中的货币金钱。第二章，经验虚拟。龙小道这几天没怎么休息好，想着邻居王哥的事情，依靠着沙发迷迷糊糊睡着，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他到了个说不出的地方，身后是璀璨的黄金王座，殿下是形态各异的将军臣子，低头娇柔的公应员竟然匍匐跪在脚下帮他，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嘿嘿，从梦中笑醒了过来。龙小道，你特奶奶的还想不想干了？经理打电话过来，对着龙小道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通臭骂。他已经几天没去过公司里。龙小道皱眉，不是请假了吗？你请假有个屁用，不知道今天全民领主上线，老板会亲自过来吗？经理叫王大宝，他嘴里的老板叫紫金眼，所在的公司叫金眼虚拟创投工作室。龙小道犹豫了下，无奈道，知道了，一会过去。王大宝高声叫道，还一会过去，立刻马上给我滚过来，老板到之前你不到，老子就炒你鱿鱼。拿着手机，龙小道嘟囔了句，屁股佬。王大宝很胖，200多斤，其中有一半都长在了屁股上，所以公司里人背后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不过说心里话，王大宝还是挺不错的，以前对公司里的人也都挺照顾。算上龙小道，公司里就8个人。保洁阿姨是王大宝的母亲，保安大叔是王大宝的亲爹，每天只知道刷剧人活不干的同事叫王英英，是王大宝堂妹，另外2个同事财务牛姐是兼职，每个月就来公司一天搞账，剩下那个好像是老板的大学室友，兼职公司合伙人，但是从龙小道来公司就没见着过。这么算起来，干活的就龙小道自己。他姓王的要再不对龙小道好一点，人早跑没了。起床洗漱完，赶往公司。经验虚拟创投工作室办公地点在乾坤大学后门对面的居民楼里，顶层3室全部打通，大概有500多平米，并且还有一个超大露台。露台改建成了休息区，可以在上面吹吹风、晒晒太阳、喝喝茶，甚至上面办公都行。下面健身房、职工餐厅、茶吧、休息室，办公场地倒是蛮大的，就是人不多。老板听说是富家女，不但肤白貌美，还是个学霸，今年读大3，创办公司的时候才读大1。龙小道也是乾坤大学的学生，今年大4，正处在实习写论文的阶段。宝哥，不好意思晚了。王大宝见到龙小道，反倒是没有急头白脸的，而是揽着他肩膀先去了休息室，递了支烟。小道啊，以后我父母、我妹他们就都托付给你照顾了。龙小道听完这话，满脸大惊，宝哥，你也要跳楼啊？王大宝愣住了，眼珠子直勾勾瞪着他，好一会才咬牙切齿地说，什么我也要跳楼？是咱们老板让我去分公司当主管，那边要招聘300名员工进军全民领主打金。龙小道松了口气，他听着王大宝要托孤的语气，还以为他也想学隔壁好大哥要跳楼呢。分公司？咱们这么边才几个人，怎么又要搞分公司？招300人进全民领主，咱们要转型成游戏工作室啊？王大宝摇头，具体的我暂时也不太清楚，不过这边距离乾坤大学近，好像老板他们要自己用这边办公。龙小道，他打工的能说什么？指定是老板说干啥咱就干啥，让咋干就咋干呗。紫金眼一身紧身风衣，很飒，一头披肩长发，狗不言笑的脸色很高冷，身后跟着个可爱风，嘴里叼着个棒棒糖的女孩，模样跟陶瓷娃娃似的，童颜很萌，但是奶凶奶凶的，犹如泰山压顶。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童颜辟邪巨乳啊，名副其实的儒将。二姐，你这地方不错哦，西西就是人员配置不咋地。龙小道暗地里翻了翻白眼，这话还让他说的，人员配置怎么就不咋地了？大家都到齐了吧？紫金眼面色冷漠，坐在会议室主位上，沉稳说道，今天下午2点，全民领主全球同步运营，接下来公司的核心业务也将会是以这款虚拟游戏为主。前些天公司融资了10个亿，正式改名为金眼虚拟公司，我在创业中心那边买了一栋9层高的写字楼，作为金眼虚拟的办公地点。王经理会去总公司那边任职金眼虚拟中心负责人，这边的人员配置暂时不变，不过接下来我们会每天来这里办公。说完，朝着王永福、李菊香道，王叔、王婶，这段时间就要辛苦你们了。王叔负责治安，协助王婶采购买菜，王婶你要负责我们这些人的餐饮伙食，基本上1日3餐，兴许都要归你管。楼下3套房子我也都租了下来，
往后做员工宿舍，你们夫妻可以选择一间，有问题吗？李菊香站起来拍着胸脯子，老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1日3餐保证给大家安排低妥妥的，养胖胖低，绝对不会给你掉链子。王永福跟着起来，急忙说俺也没问题。紫金眼嘴角笑容一闪而过，然后转头看向吊儿郎当的王英英，道：英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到你效犬马之劳的时候喽。王英英迟疑了下，坐直起来，公司游戏里开荒的任务包在我身上。龙小刀看呆了，难道王英英不是公司里吃闲饭的？威尔，傻小子，你要去金眼虚拟中心那边，还是留在这里啊？颜如玉朝着龙小道眨了眨眼睛，嬉笑着问：傻小子？龙小道表示对这个称呼很不满，自己堂堂阳光少年郎，怎么就成傻小子了？真不会说话。还莫等龙小道开口，一旁坐着的紫金也面色平淡的说道：让他留在这里吧，说不定日常有个搬搬扛扛的活，总要人来做，算是养个壮丁。颜如玉吐了吐舌头，嬉笑着，这个壮丁看着傻乎乎的，有点笨哦。壮丁？龙小刀目瞪口呆，自己不应该是公司的顶梁柱吗？合着在美女老板眼里自己就是个壮丁。第3章7级风潮。接下来公司将会全力进军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至于其他业务暂时全部砍掉。紫金眼的话斩钉截铁，没有半点的犹豫，显然是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龙小道内心是极为震惊的，全民领主到底有什么魅力，竟然让自己白富美老板死了心往里面干，并且脑海里不由浮现出昨天隔壁王哥留下的那封绝笔信。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会影响现实吗？现在看来，貌似好像真的在影响了，可以说他已经影响到了龙小道的工作与生活。会议很简单，主要是把王大宝调到金眼虚拟中心那边和动员王英英的，至于龙小道并没有要求他必须做什么。中午公司管饭，王婶李菊花做的土豆炖牛腩，味道十分哇塞。好不容易熬到下午1点45分，全民领主虚拟游戏正式全球开启登录注册。有那么大魅力吗？龙小道嘴里嘟囔着，使用脑机接口连接器，闭上眼睛进入虚拟世界。第3代互联网被称之为全真互联网，也被称之为元宇宙，这时候已经初见雏形。欢迎来到领主世界，您将成为一名领主，或是务农，或是制器，或是贸易，或是征战天下，这里有一切您想要的。龙小道并不知道，在他进入虚拟世界以后，手腕上那枚老古董智能腕表开始释放出蓝色电弧，滋滋的轻微声响中钻入他皮肤中，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您可以创建自己的领主角色。龙小道问：怎么创建？我可以选择什么？出生地，还是携带兵种，还是所属技能？您可以选择一个好听的名字。龙小道：好听的名字无非就是倪大爷，但是显得有些野蛮，要不然就叫稻花香。恭喜稻花香大人，您即将前往自己的领地，请做好准备。龙小道目瞪口呆，等一会，稻花香这个名字我只是在脑子里想了一下，你怎么就给我确定了呢？不行，我要重新选择。抱歉，领主只有一次命名权。下一秒，龙小道只觉得天旋地转，人被踢进了全民领主的世界。荒山、寒地，四周环海。龙小道忍不住来了句国骂：曹妮娘优，这不就是一座孤岛吗？还是一座看似资源不怎么丰富的孤岛。岛屿面积最多25公里，椭圆形。请到花香大人安放自己的领地呗。龙小道反正没把全民领主当回事，索性破罐子破摔，直接把领地牌放到了脚底下。他不知道的是，这时候外面才过去3分钟，也就是时间处在下午1点48分钟的时候。领主世界需要到下午2点钟才会正式开服。因为手腕黑色老款智能腕表的原因，龙小道提前12分钟进入到领主世界。有些东西提早1分钟就代表着拔高了一个境界。丁，恭喜稻花香成为领主世界首位艺人领主。丁，首位降生的艺人领主将会得到一座7级风潮。丁，恭喜稻花香领主，您暂列领主排行榜世界第1。如果您能保持1分钟，奖励青铜幸运轮盘1次；如果您能保持10分钟，奖励青铜幸运轮盘10次，白银幸运轮盘1次；如果您能保持60分钟，奖励青铜幸运轮盘60次，白银幸运轮盘6次，黄金幸运轮盘1次。那你？龙小道眼珠子差点没给瞪出来，自己这就世界第1了？好像他什么都没干啊。7级风潮，因为是领主世界里的系统奖励，所以不需要材料，也不需要建造时间，只要有场地，拿出来扔过去，吧嗒，瞬间就能完成建筑物建造。7级风潮拿在手里，大小就跟个松塔似的。丁，请问是否在营地内搭建该建筑？龙小道道：搭建。下一秒，一栋7层楼高、100米大小的建筑赫然出现在身前。丁，恭喜您建造了7级风潮。丁，
作为第一位建造7级兵种营地的一人领主，奖励您幸运钻1枚。龙小道脑瓜子那叫一个嗡嗡的，他有种感觉，这个全民领主游戏是不是有点傻了吧唧？自己啥也没干，就出来了一座7级兵营，还成了世界第一。迟疑了下，龙小道朝着7级蜂巢里面走去。哎呦，我的领主大人，您可算是来了，都想死奴家了呢。刚进入蜂巢内部，一位身材妖娆火爆的成熟美女冒出来，紧紧抱着龙小道的胳膊，好像生怕他跑了似的。这衣着也太不堪入目了点吧。龙小道咽着口水，纳闷地问：你是何人？哥哥，奴家是领主大人您的封后呀。封后？7级蜂巢是一座7级兵种的营地，这里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封后，而7级蜂巢内所有出产的士兵都是封后的臣民。龙小道咽了咽口水，感觉浑身有点僵硬。那个，有话咱可以慢慢说，能不能别抱这么紧？有点热。封后含笑道：您是领主大人，奴家都听你的哦。嘴上说着都听龙小道的，可手非但没有松开，半边身子都压到他身上。这里是7级蜂巢内部，你是封后，那你都能干什么？龙小道也没有再强制要求他，而是岔开话题，打听起蜂巢的情况。封后含笑道：作为7级蜂巢，这里最高可以出产7级兵种，不过需要海量的资源才能给领主您培养出来哦。除此之外，这也能出产1到6级的其他兵种，比如说1级兵种刀锋战士，2级兵种风枪战士，3级兵种虎风兵，4级兵种风江战旗，5级兵种蜂王护卫军，6级兵种蜂王。龙小道好奇问：7级兵种呢？7级兵种是什么？封后娇笑着贴在龙小道耳边说道：7级兵种蜂皇。第4章奖励宝箱。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资源十分重要，不管是搭建建筑、招募兵种，还是雇佣英雄，都需要使用到资源。每位领主起始资源：石头100方，木材100方，粮食100个单位，铜钱100枚。我能从蜂巢里雇佣多少士兵？龙小道问。封后紧贴着他，妖娆娇笑道：我的领主大人，您是这座7级蜂巢的实际控制者，只要资源足够，雇佣多少士兵都可以哦。略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但是领主地是分等级的，您现在使用的是0级领主地，只能容纳100个单位的士兵数量哦。除非你扩建营地，或者是提升领主的等级，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将领。100个单位的士兵数量，简单理解就是1级兵种可以招募100人，2级兵种能招募50人，3级兵种能招募25人，以此类推。就算不提升领主的等级，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营地，也可以提升士兵数量。招募一位刀锋战士需要多少资源？龙小道算计了下问道。现在可是黄金时间，需要争分夺秒。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提前进入游戏，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在游戏里有了一定的领先权利。一不先，步步先，抢先别人出兵，抢先别人占领资源点，就能抢先别人率先提升营地、兵营，乃至是领主地的等级。招募1级刀锋战士，每一名需要耗费25枚铜币，以及10个单位的粮食。招募1级兵种相对要容易，只要有钱和粮食就能做到。龙小道算计了下，以他手里的起始资金，暂时只能招募4名刀锋战士。不过不要紧，一会还可以开宝箱。打开领主排行榜，现在只有领主到花香孤零零1个人挂在上面。10分钟后将会得到10个青铜宝箱，1个白银宝箱。宝箱可以开出建筑图纸、各类资源，适用于兵种或者是英雄的秘籍、装备、宠兽等，这些东西都是随机分配的，具体能开出什么，全凭运气。对于宝箱的介绍是来自全民领主官方。除了系统奖励以外，攻打资源点、敌对领主营地、战役获胜等等，也都有几率掉落宝箱。先建造4个单位的刀锋战士。龙小道没有犹豫了，直接开始出兵。封后不是兵种，他有点类似于7级蜂巢的智能管理者或者是 NPC， 不过人工智能度很高，跟他交流的时候，感觉他的智商相比玩家半点都不差。封后娇笑道：遵命，我的领主大人，蜂巢招募刀锋战士需要 2.5 小时，7级蜂巢作为蜂巢系列最高等级兵营，对1级兵种招募有时间加成，招募时间只需3分钟。龙小道打开7级蜂巢的管理页面，4名刀锋战士已经开始招募，招募完成时间也只剩下3分钟。强大！别人如果拥有蜂巢，想要招募刀锋战士，至少需要2个半小时才能出来一个。龙小道的7级蜂巢则只需要3分钟。封后妖娆的走到龙小道身后，从背后贴到他耳边，魅惑着说道：我的领主大人，您可以借助招募士兵的时间做点别什么事情哦，比如说与奴家好好交流一番，这是完全可以的哦，奴家也不会反对。龙小道有些口干舌燥，皱眉问道：你不是虚拟 NPC 吗？哥哥，您觉得奴家是什么，奴家就是什么。现在奴家只能告诉你，在这个世界，其实跟您所在的那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哦。龙小道稍微愣了下，
不解地反问：“什么意思？”风后娇笑说：“感官是一样的，现实中你想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在领主世界里实现。”龙小道皱眉，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带到现实中去。哥哥，风后娇笑道：“这个奴家说不好，只能说暂时还不可以哦，除非你有神器辅助。”神器辅助？龙小道突然想到，隔壁邻居好大哥给自己遗留下来的3样东西，一个是古玉脑机接口，一个是古董黑色腕表，一个是书信。书信上的内容龙小道已经记在心里，销毁掉了，剩下2件物品。古董黑色腕表他戴在手腕上，自己能提前15分钟进入全民领主世界，十有八九也跟这腕表脱不开关系。那枚古玉脑机会不会是虚拟世界的反向设备？丁，恭喜稻花香，你已经在艺人玩家排行榜首第1的位置保持了10分钟，特此奖励白银宝箱1枚，青铜宝箱10枚，期待您再创佳绩。丁，您收获白银宝箱1枚。丁，您收获青铜宝箱10枚。龙小道依靠着丰厚，喜出望外，他已经进入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面11分钟了，也就是说，再有3分钟，其他艺人玩家领主就要都进来了。艺人玩家是全民领主世界对他们的一种称呼，既然有艺人领主，那这个领主世界就一定有原著领主存在。打开背包页面，内部所有的物品都以透明形态出现在龙小道眼前。资源：石头100方，木材100方，食物60个单位，铜币0，幸运钻1枚，白银宝箱1枚，青铜宝箱10枚。幸运钻，这东西应该挺值钱吧？丰厚点头，很认真地回道：“很值钱。”具体有多值钱，他没有说，龙小道也没有问。开启青铜宝箱。丁，恭喜您获得1只山地犬。龙小道皱了下眉头，山地犬名字是普通灰白色的，由此证明这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果然，山地犬只是兽类1级兵种，还是那种战斗力比较差的，跟1级刀锋战士完全没办法比，更偏向于辅助类兵种，可以在野外搜寻物资。龙小道心里略显失望，调整心态口后，继续开宝箱。第5章传奇英雄查尔斯。开启青铜宝箱。开启青铜宝箱。开启青铜宝箱。丁，恭喜你获得铜币50枚。丁，恭喜你获得食物50个单位。丁，恭喜你获得鸟铳兵营建造图纸。丁，10个青铜宝箱里，大部分给的都是资源，建筑图纸只给了1张，装备1件没给。只能说青铜宝箱9成9出的都是垃圾。不过想想也是，最低级的宝箱，难道你还想让他爆神装？不切实际。鸟铳兵营是兵营的进阶建筑图纸，在领主地内，兵营可以随便建设，只要领地放得下就行。但是想要升级兵营，就需要相应的建筑图纸。升级建筑除了能增加士兵容量以外，还是升级领主地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说，现在龙小道的领主地是0级，想要升级为黑铁级领地，就必须要有10座升级建筑，把领主地内的繁荣度打上去才行。兵营可以升级鸟铳兵营、战士兵营、枪兵兵营等，兵营是0级建筑，鸟铳、战士、枪兵等属于名称点缀。兵营升级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只有在兵营从0级建筑跨越到高级建筑之后，才会有等级提升。比如说龙小道手里这张鸟铳兵营，再次升级之后将会得到1级鸟铳兵营、2级鸟铳兵营等，就像是7级蜂巢，它就是7级兵营建筑。不过每个兵种是有一定上限的，比如说蜂巢，它最多只能出7级兵种，像鸟铳兵营反而可以升到9级，出9级鸟铳兵。但是鸟铳兵营只能出兵，是没办法产生英雄的，也就是说没办法出将领。蜂巢虽然只能升到7级，可蜂巢可以出英雄，最高可以出7级蜂皇，而每一位蜂皇都是一名独立英雄，拥有不次于玩家的智慧。所以蜂巢图纸是紫色的，而鸟铳兵营图纸只是绿色。图纸的颜色代表着建筑物未来的潜力等级，橙色最强，紫色次之，然后依次是蓝色、绿色、白色，总计5种。龙小道看着眼前仅剩下的1枚白银宝箱，深吸了口气，祈祷着开出件装备出来吧。哪怕是白装，以眼下这种物品爆率，也应该值老鼻子钱了吧。开启白银宝箱。丁，恭喜您获得英雄查尔斯。英雄？龙小道眼神里爆发出炙热。英雄？要知道，这玩意可比装备更加有价值，尤其是前期，哪怕是一位最普通的英雄，价格也不会低于100万。发财了！龙小道小心脏忍不住扑通扑通加速跳动起来。哪怕是系统奖励7级蜂巢、奖励青铜宝箱、白银宝箱，暂时位列艺人领主排行榜榜首，他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激动过。7级蜂巢，没有足够的营地，根本就容纳不了高级兵种出世，就算有足够的营地，没有足够的资源，你也无法招募，只能先让你眼馋着。可英雄不一样啊，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英雄是特色，
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士兵再强，也是兵，在没有领主带领的时候，是无法胜任远途征战等事宜的。但是英雄可以，英雄是将领，他有自己的智慧，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领主做任何事情。不仅仅是长途征战、出谋划策、内政管理等任何事务，他们都可以胜任。英雄只有3个等级：精英、传奇、史诗。初始英雄跟玩家是一样的，都是从0级开始进行升级，可以修炼各种技能，使用装备。除此之外，英雄还有自己初始技能。英雄查尔斯，传奇级，等级0，战力80，初始技能航海。他是一名出色的海军统领，是附近海域的活地图，可以掌控庞大的船队，为您征战四方。尊敬的领主大人，查尔斯向您报道，很荣幸为您服务。查尔斯身着中世纪燕尾服，朝农小道行礼，年纪莫约40岁出头，鹰钩鼻浓眉大眼，像极了传说中的绅士。欢迎查尔斯加入我的领地，有你的加入，咱们领主地会更加强大。强忍着心中激动，农小道走过去，用力拍了拍查尔斯的肩膀，以资鼓励。查尔斯抬头，目光在风后身上停留了2秒钟，才若无其事地移开。领主大人，领地现在进程有些缓慢，营地内大部分设施都没有兴建，要不您把权限转移给属下吧。查尔斯说道。龙小道没有半点犹豫，直接任命查尔斯为领主地执政长，负责领地临时建设。感谢您的信任。查尔斯朝龙小道微微躬身行礼，转身朝风朝外面走去。哥哥。等查尔斯走后，风后才又重新娇笑着贴回到龙小道身边。领主大人好福气，刚进来就收获了英雄查尔斯。你认识他？龙小道稍微愣了下，好奇问。风后娇笑着摇头，听说过，但不认识。稍微停顿，又解释说道，整个全民领主中，初始的精英级英雄大概有100万人，传说级英雄大概有1万人，史诗级英雄大概有1000人，所以任何一位传说级英雄以前都是这个世界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哦。龙小道目光闪烁着，那查尔斯身价不是最少要值几千万现金？他可是传说级英雄，整个全民领主里面只有1万个传说级英雄。不要觉得多，全球有多少人口？超过100亿，这么多人均分获取1万名英雄，还觉得数量多吗？这只是初始英雄的数量，未来升级兵营也可以大量招募到英雄。不过那时候招募的英雄里，基本上都是普通级的，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培养升级，才能获得相应的知名度。想要直接晋级精英、传说或者是史诗，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第6章占据金矿。卧槽！一人领主榜首竟然已经有人了，这个叫稻花香的人是何方神圣？全民领主正式开服，大量玩家涌入，并没有让服务器产生丝毫卡顿现象。来自全球各地的玩家把目光都聚焦到了领主排行榜上面。第1名创建领地并且登录榜首的玩家名为稻花香，国籍未知，性别未知，所在区域未知。这些信息只有稻花香主动暴露以后才会进行更新，但是通过名字不难看出来，这应该是一名华夏级玩家。八嘎，是谁竟然敢抢我大蛇军领主榜首之位？这名稻花香领主必然是我们高丽古国的子民，否则断然不会成为领主榜首的。5分钟之后，领主排行榜开始更新。一人领主榜是全民领主世界中针对一人玩家设置的最权威榜单，综合评估玩家的领地、兵种、英雄等所有方面，换算成战斗力进行排名。排名前10名，排名前100名，排名前1000名，排名前10000名，排名前10万名，排名前100万名等都有不同的等级的奖励。也就是说，能进入一人领主榜排名前100万的，都算是精英玩家了。龙小道也盯着一人领主榜看了会，虽然前面几十个名字轮番更换，速度很快，但是榜1的位置始终牢牢被稻花香占据着，从来没有更换过。也就是说，领主稻花香的综合战力独占鳌头，稳居世界第1。领主大人，查尔斯来到龙小道身前，微微欠身，在领地附近发现了几个资源点。龙小道眼神一亮，资源点关系到领主能不能快速崛起，不管是修筑建筑物还是招募兵种，都离不开资源。能打得下来吗？查尔斯道，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亲自带领士兵过去攻打，成功率很好。我跟你们一起去。龙小道当机立断，现在手头上可用的兵种只有1级刀锋战士7名，山地犬1只。0级领主地修建兵营需要2个小时，兵营升级鸟铳兵营需要6个小时，所以龙小道想要雇佣招募鸟铳兵，至少要等8个小时以后才行。龙小道领着英雄查尔斯、1只山地犬、7名刀锋战士出了领地，这已经是他全部的家当了。距离稻花香领地2公里，就看到了查尔斯所说的资源点金矿。龙小道看清楚资源点全貌后，嘴角差点没流下哈喇子来。金矿在眼下而言，绝对是最优秀的资源点之一，
采集金矿可以换到任何资源，这是个通用货。查尔斯面色沉稳，点头道：“对，是一座金矿，不过暂时被一窝白地精矮人占据着。白地精矮人，地精族分支，身高普遍在1米以下，擅长挖矿、盗墓、夜袭，战斗力中等偏下。白色的皮肤，尖尖的耳朵，圆滚且凸起的血红眼珠子，有点瘆人。手脚细长，且有尖锐锋利的指甲。白地精矮人战士6名，白地精矮人矿工12名。数量比农小道带来的士兵多，不过没有地精矮人英雄存在，所以计算起来，应该还是稻花乡领地这边战斗力更加强悍些。农小道第一次战斗，手心里难免有些冒汗，转头看向英雄查尔斯，低声询问道：“有把握吗？”查尔斯沉稳点头：“领主大人放心。山地犬掩护，刀锋战士前行，目标前方金矿资源点，进攻！”查尔斯组织人员借着夜色朝不远处的金矿资源点摸了过去，手中细剑出鞘，一举干掉了一名白地精矮人战士。紧接着，刀锋战士与白地精矮人战士、矿工厮杀到了一起。整场战争持续了大概7分钟，以3名刀锋战士牺牲为代价，拿下了这个被白地精矮人占据的金矿。丁，恭喜稻花乡领主战胜了白地精矮人，成功夺取金矿。丁，您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奖励青铜宝箱1枚。丁，您可以升级了。丁，您的英雄可以升级。龙小道把提到嗓子眼里，心脏放了下去，高兴地走出来。领主大人，不负众望。查尔斯脸上也多出丝笑容来，恭敬行礼。很厉害。龙小道大笑着称赞，有了金矿，就代表着稻花乡领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你们4个先去开采金矿，暂时先让4名刀锋战士充当起了临时矿工，虽然他们不是专业采矿人员，但也可以进行采集，只不过工作效率与专业矿工相比要差上很多。龙小道要等到2个小时以后，兵营建造完成，再建造出营地，然后再把营地升级为矿工营地后，才能招募矿工，所以眼前也只能先让刀锋战士充当一下采矿人员。采集到金矿以后卖掉，可以招募更多的兵种，眼下稻花乡领地很缺钱。领主大人，我也去帮忙采集金矿。查尔斯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英雄就抗拒劳动，反而自告奋勇地加入了采矿队伍。争分夺秒，只有攒足了资源，领主地才能开始建设，才能招募更多士兵。见此，龙小道更是极为满意。略作犹豫，他也朝金矿资源点走去。多个人就多份力。在龙小道领着英雄战士在资源点挖金矿的时候，外面世界消息吵翻了天。这稻花乡到底是谁啊？老子运气好，已经招募到了一只3级土甲龙，战斗力竟然还没有他高。土甲龙算个屁，我已经招募到了一队阴兵，只能勉强挤进前10，不，已经掉出前100名了。运气好，直接招募到了一位精英级英雄，嘿嘿，一人排行榜第3不才，正是小弟我。卧槽，精英级英雄，卖不卖？200万现金，卖的话直接打包发过来。我们大田株式会愿意出资500万购买阁下手里的英雄，请您卖给我们吧。800万，支持线上交易。Y 国黑虎会出价1200万。F 国黑手套帮出价2000万。第7章伤害转移铠甲。丁，恭喜您成功占据一人领主排行榜60分钟，奖励青铜宝箱50个，白银宝箱5个，黄金宝箱1个。丁，一人领主排行榜奖励下次发放时间24小时后。第一次发放排行榜奖励是10分钟，第2次是60分钟，第3次是24小时以后。或许下次是3天或者7天了吧。全民领主刚开服，所有玩家现在正处在新手状态，系统直接发放奖励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人领主排行榜登上排名，占据足够多的时间，就会有相应的宝箱奖励。初始阶段，哪怕就算是比较垃圾的青铜宝箱，估计也能卖个几百上千块钱，想要搏一把的人大有人在。望着背包里50只青铜宝箱，龙小道知道这些宝箱10有8九开出来的都是少量资源或者些垃圾图纸，跟现在宝箱的现金价格极为不匹配。一只宝箱卖1000块钱，50只能卖5万块钱啊！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道：“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自身功能非常强大，甚至不用你去线下找人交易，直接匿名挂在游戏里就能帮你把宝箱装备乃是英雄卖掉。不过系统会收取10%的交易税。卖掉。”龙小道决定先用游戏里奖励的青铜宝箱改善现实生活。虽然隔壁王哥说全民领主会影响现实，甚至是覆盖现实，问题是那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啊？1天、2天还是10年？在没发生之前，吃喝拉撒还有衣食住行不都的需要钱吗？1200吧，去掉交易税，还能剩下1008块钱。龙小道往一人商城交易系统里挂了10个青铜宝箱，设置的价格是1200块钱。现在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人挂宝箱卖，
龙小道这算是蝎子巴巴独一份。金眼，交易所里有人挂宝箱了。隔壁房间游戏里的颜如玉这时候正巧打开一人交易所，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人在卖宝箱，并且还不是一个两个。当机立断，一边呼叫紫金眼，一边用最快的手速买到了一个青铜宝箱。要知道这玩意只有登上艺人领主排行榜的人才会有呀，这可是宝箱。紫金眼也在第一时间打开了艺人交易所，一边盯着刷新一边问道：买到了几个？颜如玉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可快了，兴奋道：抢到了一个，剩下的几个不知道被谁给买走了。毕竟艺人交易所不是针对哪一个区域玩家开设的，它是面向全球玩家搭建的一个交易系统。什么价格买到的？1200。紫金眼听完价格后忍不住小声嘟囔了句：狗屎运真好。青铜宝箱1200的价格绝对很低，他预计再过几个小时，哪怕就算是青铜宝箱，价格也会被炒到1万元以上。因为这东西现阶段数量很少，而那些有钱的财团少爷小姐们想要短时间内收集物资，也只有开宝箱一条途径。叮，您交易所内的青铜宝箱已出售。叮，您交易所内的青铜宝箱已出售。叮，您交易所内的青铜宝箱已出售。龙小道吓了一跳，自己刚挂上去的青铜宝箱不到1秒钟就被抢光，这速度也太快了吧。犹豫了下，又往交易所里挂了10个宝箱，但是这次出售价格改成了5000块钱。他觉得这已经是天价了，除非有那种凯子钱多到没地方去花，否则谁会花这么高的价格买几只垃圾宝箱呢？不过龙小道还是小瞧了全民领主玩家们的疯狂程度。1秒空，这也行？龙小道望着钱包里5万多的余额，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操，我还就不信邪了。龙小道也是比较轴，直接改价，把青铜宝箱挂到了1万元，依然是10个。下一秒，售罄！龙小道都傻眼了，望着剩下的20个青铜宝箱，愣是没敢再往交易所里挂。有人在甩卖宝箱？现阶段怎么可能手里有这么多宝箱？这不科学啊！除非是排名领主榜第1的稻花香。世界论坛上当即炸开了锅。稻花香，你手里还有多少青铜宝箱？一个3万，打包发给我。一个5万，我们小犬组收了。天使联盟愿意出价10万一个，打包收购稻花香领主手里的所有宝箱。龙小道目瞪口呆，心说这些瘪犊子们都是哪冒出来的？真他妈拿钱不当钱啊！对于那些世界顶级财团而言，这些钱还真就是9牛1毛。亏了。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了句，早知道一只青铜宝箱能卖10万的天价，他怎么可能就挂1200块钱往外卖？不过现在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再往外卖，留着就是不卖，愁死你们这群有钱没地方花的瘪犊子们。龙小道骂完以后，感觉心情好了不少，目光又转向背包里5只白银宝箱以及那只黄金宝箱。青铜宝箱都能卖10万块钱，那白银宝箱扔出去还不得抢破外面那些人的狗头啊！但是老子就是不卖，这些可是他往后在领主世界里安身立命的东西，不能为了眼前鸡皮蒜毛的小钱就葬送了未来之大前途。开！叮！开启白银宝箱，恭喜您获得伤害转移铠甲1件。看着空包里那件紫色点缀的装备，龙小道直接没控制住，蹦了个高，牛逼大发了！神装！紫色装备在眼下阶段可不就是神装吗？基本上扔出去几千万都有人舍得买。伤害转移铠甲可以让领主与名下英雄进行绑定，最多绑定3位，伤害转移至英雄承受。解释简单粗暴，这是一件可以转移伤害的装备。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领主是可以无限复活的，但是每次复活，领地战斗力会被削减 10%。惩罚相对来说是让领主们很肉疼的，所以领主首先是保全自己小命，能不挂尽量不让自己挂掉。10%的战力听起来不多，可提升起来，尤其是到后期，难得要死啊！第8章神器战争号角。白银宝箱是真不错，第1只白银宝箱出了英雄查尔斯，第2只白银宝箱出了伤害转移铠甲。查尔斯是传奇级英雄，伤害转移铠甲是紫装，貌似比青铜宝箱那种垃圾稳妥多了。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道，看着背包里剩下的3个白银宝箱，卖肯定是不能卖的，现在说不定总共也没几只，而黄金宝箱或许只有自己背包里这一个。先开黄金，开启黄金宝箱。叮，恭喜您获得战争号角。战争号角橙色，安装在领主地内，领主地范围内的英雄、士兵以及各类防御攻击建筑，战斗力增加 300%， 拥有无限斗志。当领地被攻破时，英雄士兵战斗力翻倍，当领地内英雄士兵只剩下 20% 时，英雄士兵燃烧斗志，战斗力翻10倍，以抵御外敌入侵。拥有战争号角的领主地，出兵作战时，英雄士兵及其旗下各类兵种战斗力增加 100%。
当攻破敌方城墙或者击杀敌对势力兵种 50% 时，英雄士兵战斗力翻倍；当击杀敌对势力兵种 80% 时，燃烧斗志，战斗力增加10倍。卧槽！当看完对战争号角的介绍以后，龙小道当即忍不住叫出了声：马德，这玩意是神器啊！不是堪比神器，就他妈的是神器啊！第一只黄金宝箱竟然特么开出了神器！丁，领主世界诞生出第一件神级装备，建筑类，开启一人神器榜。战争号角赫然排在第1位，虽然没有介绍，但是橙黄色的名字已经代表了他牛逼的程度。在下面分别是大天使雕像、防御之锤、鹰击弩炮击、伤害转移铠甲、祈祷之刃、大日剑、能量护臂。上榜的装备里，只有战争号角是橙色装备，其余皆是紫色，也就是传奇级别的装备。而龙小道的另外一件装备伤害转移铠甲，赫然排在了第5位。除了有神器排行榜，应该还会有英雄排行榜吧？只是没有出现神级英雄，所以排行榜还没有出来呢。龙小道嘟囔道：除了领主排行榜有奖励以外，其他神器排行榜与英雄排行榜都是没有任何奖励的。神器与英雄也只是有个名字，说白了就是能有个牛逼炫耀的地方。不管是神器还是英雄，所属领主都可以公布自己的名字，选择公布后，神器排行榜或者是英雄排行榜内末尾会点缀出现领主的名字。战争号角全服第1神器，不知道在谁手里，肯定是在稻花香手里。没看见他世界领主第1的排名一直都没有下去吗？那也不一定，战争号角是建筑类神器，是需要建造在领主地内的，如果拥有者没有安置建造，放在背包里也不会产生战斗力。世界论坛里众说纷纭，龙小道没有关注，直接把战争号角安放到了7级蜂巢旁边。一只金色独角形建筑，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因为是宝箱奖励，所以也不用去建造，用的时候直接从背包里拿出来，放置到想要安放的地点即可，想要收起来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收回背包里。战争号角不是建筑，它只是建筑类的神器，是属于装备类的产物。安置完战争号角后，不管是查尔斯还是几名刀锋战士都显得更加精神自信，就连采矿的速度都快了1倍。牛逼！龙小道嘿嘿一笑，目光再次盯上那3个白银宝箱。他算看出来了，像宝箱这种东西就得趁早开，越早开越能开出好东西来。开启白银宝箱。丁，恭喜您获得了一对半人马战士3级。丁，开启白银宝箱。丁，恭喜您获得1000方木材、1000方石料、1000单位食物、200方铁矿石、200方铜矿石头。开启白银宝箱。丁，恭喜您获得不限类时间加速器3个，可加速8小时。剩下的3只白银宝箱开出来的不能说是垃圾，但是也肯定比不过英雄查尔斯以及伤害转移铠甲。不过这东西也是要凭运气的。龙小道摸了摸鼻子，苦笑着嘟囔了句：做人咱得知足。半人马战士，半兽人族，兵种等级3级，一队为12人。半人马是那种半人半马的模样，手持长枪，善于冲锋。3级兵种，并且是一队12人，这时候能做很多事情。查尔斯，龙小道没有犹豫，直接把查尔斯以及4名刀锋战士召集了回来，领兵去扫平附近几个资源点。查尔斯恭敬行礼，愿意为领主大人效劳。说完，带领着12名半人马战士、4名刀锋战士离开了领主地，前往附近资源点征战。3个时间加速器也算是解决了龙小道的燃眉之急。建造营地，营地升级为矿工营地，使用掉1个8小时时间加速器。丁，矿工营地建造完成，您增加了领地的综合战力。矿工是分等级的，等级越高，挖矿效率也就越高。矿工营地最高可以升至9级，也就是最高可以招募9级矿工。1级矿工，价格35铜币，10个单位食物，招募时间2小时1位。龙小道没有墨迹，直接使用时间加速器招募了8名1级矿工，前往领地外1号资源点采集金矿。8名矿工转身扛着工具，朝着领主外大步跑去。龙小道松了口气，嘴角洋溢出喜悦笑容。简单来说，领主的已经步入正轨了，接下来按部就班的发展即可。矿工的采矿速度是士兵或者英雄采矿速度10倍，这个呢就叫专业。1级矿工每24小时大概可以采集1个单位的金矿。第9章，做人要低调。丁，您的军团占领采石场。丁，您的英雄可以升级。丁，尊敬的领主大人，您的等级有所提升。龙小道在离开游戏之前，查尔斯率领军团已经成功拿下2个资源点，一座采石场，一座伐木场。稻花香，等级3，职业未转职，领主地0级，拥有装备伤害转移铠甲传奇，战争号角神器。英雄阵容查尔斯传奇，军团阵容山地犬数量
一支1级兵种；刀锋战士数量12 1级兵种；半人马战士数量12 3级兵种。领主的建筑：7级蜂巢矿工营地1级，伐木工营地建造中，木质围栏建造中，鸟铳兵营建造中。刀锋战士农小道直接扩充到了1队12名，所以领主地内可以支配的小队已经有了2支。下线前，农小道把领地管理权移交给查尔斯，让其负责内政、建筑等事宜。脱离全民领主虚拟游戏，农小道回归现实，看着周围的环境，稍微愣了会神。他以前也玩过不少虚拟游戏，但是绝对都没有全民领主里面那么真实，以至于让农小道都有点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抬头看了眼墙壁上的时间，下午17点20，2点钟游戏开服，也就是我在全民领主里面待了3小时20分钟，不对，是3小时35分钟。农小道自言自语嘟囔道。从人体工程座椅上起来，懒洋洋伸了伸腰，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不过今天下午的收获比以往几个月累死累活带来的回报都多。想到银行卡里的余额，心里面美滋滋。走出房间，跟菊香阿姨闲聊了会，因为听说晚上公司从今天开始管饭，但是要等到6点半以后才开始。今晚上做了辣子鸡、红烧羊排、冬瓜丸子汤等不少硬菜，所以农小道准备磨蹭到6点半，吃完晚饭再下班。您老也在玩？农小道当听到李菊香说自己也在全民领主里开建了账号，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李菊香笑呵呵说道：如玉那丫头说玩游戏可以赚点小钱，让我随便玩玩，卖卖资源什么的，说是弄不好还可以贴补家用。不仅我在玩，你王叔也开了账号，听说好像还招募到了个小兵。农小道，难怪叫全民领主，看这意思弄不好所有人或许都会进入到这款虚拟游戏里面去。哟，你小子怎么从游戏里面出来这么早呀？颜如玉推开房门走出来，看到和菊香阿姨聊天的农小道时，稍微愣了下，歪头好奇地问道。农小道耸了耸肩，故意苦笑道：要兵没兵，要资源没资源，待在里面做什么？颜如玉走过来，坐到2人旁边的沙发上，眨了眨眼睛，听着你这意思是想要做全职领主呀？要不然呢？农小道反问。颜如玉嬉笑着说：去打猎啊，可以提供少量经验值，猎物还能转化为食物，等着兵营建造出来还要好久，何况你又没有升级兵营的图纸。领主自己也能外出战斗，并且学习各种技能，进行专职，并不是所有的领主都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获得英雄。领主本身就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时候要学会带兵打仗，有英雄的时候大型战役也需要领主领兵出任主帅，所以领主也是需要打怪升级的。不过如果领主地内的兵多将广，那自然就不用领主亲自冒着生命危险去狩猎。农小刀看着他好奇问道：你几级了？已经2级了。说这话时，颜如玉不由露出得意之色。现在游戏里领主们普遍还都是1级，能升到2级的少之又少，而能升到3级的绝对是凤毛麟角。领主等级并没有单独的排行榜，因为有英雄排行榜，反而领主的等级就相对鸡肋了些，系统并没有拿出来进行排名。紫金眼与王英英这时候也从各自房间里走了出来，大概是定了傍晚6点钟的闹钟。紫金眼接声道：已经2级了，不错。颜如玉望着出来的紫金眼跟王英英歪头，好奇问：你们2个都几级了？紫金眼道：2级。王英英面色淡然，若无其事地说了声3级。瞬间空气里的气氛安静下来，大家目光都朝他望过去。颜如玉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奇问：你怎么升得那么快？王英英嘴角微微上翘了翘，运气好，开局弄到了1队兵，直接打下了个资源点。1队兵？我去，你现在领主榜排在多少名啊？颜如玉急忙问。紫金眼也在望着王英英，显然对这事情极为上心。王英英轻描淡写的说了句9万多名，待会兴许还会往下降一点。9万多名？颜如玉声音顿时尖锐了几分，跳起来叫着说道：你已经冲入领主榜10万名以内了。农小道暗地里翻了翻白眼，甚至觉得有点好笑，排个9万多名有什么好臭屁的，自己到花乡可排在领主榜第1的好吧？你见我嚣张得意了吗？奖励了几只宝箱？紫金眼接声问道。王英英道：前10分钟奖励了一个青铜宝箱，第1个小时又奖励了一个青铜宝箱，估计能在前10万里待满24小时，会奖励一个白银宝箱，一个青铜宝箱。听到此，农小道忍不住插嘴道：青铜宝箱数量这么少吗？当然少了，现在市场上青铜宝箱2万块钱一个，挂上去就没的。颜如玉撇嘴：2万一个？那白银宝箱什么价格？农小道好奇问。24小时后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还有一个黄金宝箱，24个白银宝箱，以及最少144个青铜宝箱。领主排行榜第1要站满7天，
或许才会奖励更高级的宝箱，当然，也或许只有黄金宝箱。这个系统暂时还没有更新，不知道结果。第10章，亲妈真不靠谱。前24小时，领主排行榜前100万名最少都会奖励1枚青铜宝箱，前10万名都会奖励1枚白银宝箱。不过黄金宝箱只奖励给前10名，其余的都是白银宝箱、青铜宝箱。由此可见，系统对于高级宝箱是很抠门的，尤其是黄金以上等级的宝箱。领主排行榜前100名的都没有，没有价格，外面有格局的大财团开出100万的价格都买不到。紫金眼接声，面色平静地说道：“100万？不过想想也是，这时候白银宝箱有可能开出装备，甚至是英雄来，谁会往外卖？现在随随便便一名英雄，甭管你精英级还是普通级，价格都不会掉下千万来。等发放24小时排行榜奖励的时候，宝箱价格或许会降下来吧。”龙小道点头，笑着说道。紫金眼摇头，青铜宝箱或许会降点价，但是白银宝箱依然不会降价。龙小道皱眉，有点不信邪地说：“一次发放10多万白银宝箱，价格还能维持在100万？”紫金眼看他眼，平静说：“全球几乎所有知名财团、公司、门阀都入驻了全民领主，白银宝箱就那么多，你觉得降得下去吗？”颜如玉眨了眨眼睛，嬉笑着说道：“那些财团大佬们不会放任白银宝箱落入普通玩家手里去的，只要在领主世界站稳脚跟，那就能垄断资源，并且持续输出。也就是现在，普通人还有机会挤入领主排行榜，越往后，普通领主越难超越那些有钱的玩家。”王英英皱了下眉头，低声说道：“因为现实中的资本可以无限转化进入全民领主游戏中去，虽然暂时只能购买宝箱，但是7天以后肯定会开放资源买卖的，到时候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想买什么买什么。当然，前提是舍得砸钱。而对普通人而言，能把游戏里的资源换成现实中的利益，也会让人趋之若鹜。全民领主的桥梁就是现实中的金钱，至少现在是这种情况。”龙小道抓了抓头，氪金玩家什么游戏里都有，并且这些氪金玩家越多，游戏也就越繁荣。那些富豪有钱人们也都不是傻子吧？全民领主不过是一款虚拟游戏而已，他们肯不惜一切代价花血本往里面砸钱，图什么呢？紫金眼看着龙小道，图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得到的消息是不惜一切代价壮大在领主世界里面的实力，并且尽可能的进入领主排行榜。说完，转头对着王英英道：“24小时后不调出排行榜10万名，奖励现金10万；不调出100万名，奖励现金3万；杀入1万名以内，奖励现金100万。”卧槽！龙小道听完都瞪大了眼睛，差点忍不住叫出来：“我也要！”不过最终还是理智让他忍了下来。领主到花香的身份暂时还不能暴露，要低调啊，装逼容易遭雷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王英英脸上多出丝笑意，平淡点了点头，尽力。走，去吃饭吧。至于龙小道在领主世界里面的情况，紫金眼连问都没问，在这里他就是个壮丁。菊香婶，你做的红烧羊排真好吃，咱们明天能再搞个酱香大棒骨不？龙小道一边吃着一边称赞。李菊香先朝紫金眼等人看了眼，见对方没有什么反应，才笑呵呵地说道：“行，明天早上让你王叔出去采购的时候买一点大棒骨回来。”紫金眼吃完就回了自己房间，他们晚上都住在这里，除了龙小道之外，别人都不准备回去。毕竟全民领主刚开服，前面24小时是发展黄金时期，领主的也离不开人盯着。菊香婶，帮我把剩下饭菜每样打包一份。龙小道磨蹭到所有人都离开餐厅，进了自己房间后，才对李菊香嬉皮笑脸地说道。李菊香稍微愣了下，还没吃饱。龙小道笑着摇头：“您做的味道太好了，给家里人带一份。”李菊香和蔼笑着，也没多说什么，偷偷给他盛了一份。打车回了租住的小区。要是24小时以后宝箱价格还是这高，要不要卖几个？龙小道心里暗自想着，今天卖了30个青铜宝箱，入账10几万，他已经动了自己买辆车的心思，有辆车出行也方便不是？如果24小时以后白银宝箱价格还居高不下的话，那就卖2个。供应员不说自己租住的这套房子，房东想要出手卖掉吗？价格应该也就在200多万。龙小道倒不是不想搬过去跟供应员一起住，他是想有个自己的私人空间，并且这层楼只有他们一家子住，也更加隐私安全不是？想是这么想的，但是明天什么情况谁知道呢？先等到明天看看再说吧。按电梯上了顶楼，龙小道低头看着手里的饭菜，犹豫了下，径直朝对面王哥家里走了过去。叮咚，按响门铃。时间大概7点半，并不是很晚，这个时间供应员应该在家里，不会出去。咯吱，门打开，慧慧探出头来：“小道蝈蝈。”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疑惑问道：“你妈妈呢？”
慧慧眨了眨眼睛，妈妈出去了，出去了。龙小道脸色稍微变了变，把一个5、6岁大的孩子自己扔在家里，公引员这个亲妈是怎么当的？就不怕出什么意外吗？生气归生气，可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发作呀。勉强笑了笑，把慧慧抱起来，一边朝房间里走一边问道：“晚上吃饭了吗？”“还没有哦。”慧慧摇头，对龙小道她很喜欢，并不是很抗拒。龙小道苦笑，这个亲妈也真不靠谱，饿不？慧慧用力点了点头，有点子饿了。龙小道忍不住一笑，还好让菊香神打包了份饭菜回来。供应员回来的时候，龙小道已经把饭菜加热好，慧慧啃羊排，吃得正香呢。见此，供应员也稍微松了口气。回来了，正好一起吃吧。龙小道起身去厨房，给他拿了双碗筷。第11章，白地精矮人与海盗军团。供应员并没有解释自己出去做什么了，等慧慧吃完饭，跟龙小道打闹完了会，就有点犯困，沙发上依靠着龙小道迷迷糊糊睡着了。供应员把慧慧抱进房间，出来跟与龙小道一同坐在沙发上，轻声问道：“注册全民领主的账号了吗？”龙小道嗯了声，不确定昨天供应员给自己的密封袋他有没有打开过。你王哥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款游戏非比寻常，会影响这个世界以及未来。供应员轻声说道。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转过头来看着他，下次能不能别把慧慧自己留在家里出门？他还是个孩子，你就不怕他出什么意外？真有事情，肠子都得给你悔青了。供应员皱了下眉头，自己说的话他非但没听，反而还对自己说教起来。慧慧懂得照顾自己。供应员给自己狡辩了句。龙小道板着脸，那也不行，他才多大？反正以后再也不许让他自己待在家里。一身大男子主义，压根就不给女人反驳的权利。供应员感觉又好气又好笑，迟疑片刻，还是嗯了声。龙小道打了个哈欠，看了下黑色腕表上的时间，不早了，我回去睡觉，你也早点休息吧。供应员盯着他起身，并没有出声阻止，直到龙小道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才轻声说道：“你不想留下来睡吗？”龙小道身形略微停顿了下，但是装作没听见，走了出去。供应员面色露出些许苦涩，又微微叹息了一声。这其实是他对龙小道的试探，但是从他内心里而言，也是真希望身边有个人陪着自己。黑夜漫长，他觉得很孤独很无助。站在门外，龙小道差点就忍不住转身走回去，人家都对自己发出邀请了，你装个什么劲啊？龙小道在心里骂着自己不争气。回到自己房间里，龙小道先去卫生间里冲了个凉，把心里那股子邪火给浇灭下去，然后打开电脑查了下关于全民领主的资料。这款虚拟游戏的运营商叫黎明科技，是一家神秘公司，背景查不到，但是出道即巅峰，上来就搞出了全民领主这样的大制作。隔壁王哥以前所在公司好像叫壁垒科技公司吧。国内3代互联网崛起的新势力也比较神秘。龙小道搜索了下壁垒科技，顺藤摸瓜只找到了公司创始人的名字，叫韩玉斌，其他的竟然都搜不到，奇奇怪怪的。龙小道嘟囔了句，既然搜不到，那干脆就不搜了。犹豫了下，起身从柜子里把那款古玉造型的脑机接口找了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作用。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了句，既然他可以提前进入全民领主，那就说明隔壁王哥确实是掌握了些东西。风后说领主世界里的东西可以拿到现实中去，如果他没撒谎，那龙小道手里这块古玉脑机接口就是巨献的钥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龙小道使用古玉脑机接口连接网络，进入了全民领主。跟用公司的脑机接口第一次进来时并没有差异，没有效果。龙小道试着想要把装备伤害转移铠甲带离领主世界，结果却没有半点反应，心中略显失望，不过好像又在意料之中。龙小道自言自语苦笑道，我就说嘛，游戏里的东西怎么能带到现实中去，这不扯淡的吗？什么游戏入侵现实，覆盖现实，糊弄鬼的瞎话也能信？领主世界里的东西带离不出去，反倒是让龙小道放松下来，真要能带离出去，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房间里古玉脑机接口闪烁着阳绿柔光，不断闪烁着，正在持续不断地改造着龙小道的身体。伤害转移护甲是紫色传奇装备，离开领主世界，龙小道的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住，何况龙小道现在的力量也没办法局限那种高等级的装备。只是这些事情龙小道根本就不知道。领主大人，您没在的这段时间，我粗略地勘探了下周围的环境。我们的领主地处在一座岛屿上，这座岛屿面积并不是很大，长约28公里，宽约12公里，有一个天然的深水港湾，可以建造大型船坞。我们附近大概有10个各类资源点，不过暂时都被白地精矮人以及异火海盗军团占据着。听着查尔斯的话，龙小道皱眉说道，也就是说这座岛屿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2股势力？查尔斯点头，是的，白地精矮人的领地在岛屿的中央地带，那火海盗在岛屿东面，
而我们的领地处在岛屿的西端。龙小刀看着他，打得过他们吗？查尔斯摇头，至少现在开战，我们没有胜算。白地精矮人的领地里大概有3到500名白地精矮人战士，其中白地精矮人驯化的独角地龙兽是3级兵种，至少有2队以上。而白地精矮人还有陆地战车，至少6辆。这种东西对3级以下的兵种几乎可以展开一面倒的屠杀。所以末将推断白地精矮人的营地至少是黑铁级别。陆地战车属于兵种吗？查尔斯点头，陆地战车属于机械类装备。装备？也就是说陆地战车不属于兵种，是属机械类装备。那群海盗呢？龙小道犹豫了下问道。查尔斯摇头，岛屿东面的海盗军团距离咱们有些远，还没有探明详细情况，但实力应该不会比白地精矮人领地差。龙小道苦笑着说，就是说咱们想要在这个岛上站稳脚跟，至少要扛住白地精矮人以及那支海盗团，才有机会活下去。查尔斯点头，没错。略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并且因为我们攻打下来的3个资源点原本都是属于白地精矮人占据的，所以他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咱们的存在。所以我推断，最多2天之内，白地精矮人领地应该就会派遣军队来攻打我方领地。2天？龙小道瞪大眼睛。查尔斯点头，最好的情况是2天，也许还会提前一些。第12章史诗丰厚，密尼安。龙小道迅速查看了下领地的情况。鸟铳兵营大概还需要2个半小时才能建造完成，完成之后可以招募1队鸟铳兵。虽然鸟铳兵只是1级兵种，却拥有远程攻击的能力。除了鸟铳兵营以外，还需要建造更多的营地，以增加军团容量，并且还需要建造配套的伐木工营地，才能高效快捷地采集木材资源。矿工营地招募1名采矿工，大概需要2个小时。以0级领主地的人员容量，在不增加矿工营地的前提下，采矿工最高容量也就只有1队，也就是12名。营地招募与营地等级、领主的等级有关系，营地等级越高，可招募成队士兵越多。例如1级营地可以招募1队士兵12人，那2级营地则可招募2队士兵，以此类推。领主地升级则在原有招募数额上可以进行翻倍招募。0级领主的招募没有加成。现在我们领地里已经有了战争号角、建筑类装备、7级蜂巢、矿工营地1级、鸟铳兵营1级建造中，伐木工营地1级建造中，指挥所建造中，居民区建造中，贸易中心建造中，木质围墙建造中等建筑。龙小道皱眉嘟囔道，战争号角属于装备类建筑，是不占建筑数量的。0级营地有一定建筑数量限制。木质围栏属于城墙，也不算在建筑数量内。我们手头上拥有1队半人马战士3级12人，1队刀锋战士1级12人，以及1队采矿工12人。龙小道知道能在短时间内扩建招募的兵种也就只有刀锋战士，想要招募2级枪锋战士需要白银矿石，暂时手头上没有这种资源，也招募不了。粮食还有900个单位，铜币还剩下1300枚铜币。招募刀锋战士1级只需要有粮食与铜币就可以。7级蜂巢可以招募7队刀锋战士，招募1队刀锋战士需要300枚铜币，120个单位粮食。招募6队刀锋战士则需要1800枚铜币，720个单位粮食。粮食够了，但是铜币方面还欠缺500枚。龙小道把目光望向了背包里剩下的20个青铜宝箱，这东西大概率可以开出少量资源，有可能是木头，有可能是石头，有可能是铜币，也有可能是普通图纸。领主，招募1名刀锋战士需要3分钟，招募1队刀锋战士则需要36分钟。我们可以暂时先招募4队，再加上现有的1队，5队刀锋战士已经够用了。查尔斯提醒龙小道。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看着他异样问道，你能猜到我的想法？查尔斯微微笑道，尊敬的领主大人，我是一名英雄，传奇英雄，曾经纵横四海，阅人无数，并且我对这个世界也稍微有些了解。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青铜宝箱只是最普通的宝箱，里面开出来的资源对我们的帮助不是很大，所以我建议你卖掉，改善下现实中的生活。说实话，听到查尔斯说这话，龙小道震惊不已。他竟然能区分领主世界与现实，这怎么可能呢？他只是个虚拟角色呀。领主大人，您不应该把这里当成游戏，它可以影响你所在的世界。说完，微微欠身，转身去领地忙碌了。龙小道心里骇然，领主世界可以影响现实吗？连里面的英雄都知道。丰厚，你有名字吗？来到7级蜂巢。蜂巢是个很大的建筑，它上下有10几层，又分为孵化中心、招募管理处之类的，分得很细。而龙小道并不用关注里面的情况，他只需要给丰厚下达招募指令即可。丰厚稍微愣了下，含笑着道，领主大人，我叫安东尼·密尼安，你可以叫我密尼安。蜂巢指挥室里有张丰厚座椅，
很大很宽敞，两个人躺在上面都不至于觉得拥挤。龙小道依靠着丰厚丰满柔软的身体，这种感觉非常真实，跟现实中完全是一致的。肌肤触碰、神经触觉等根本就分辨感觉不出哪个是虚拟世界，哪个是现实。密尼安，你也是一名英雄吗？丰厚妖娆笑道。现在还不是，需要等待您的召唤。龙小道皱眉，不解地反问，什么意思？丰厚手指划过他脸颊，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奴家现在只是7级蜂巢的管理者，等到你手里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召唤蜂皇为自己效力的时候，那我就能成为英雄。龙小道明白过未来，也就是说，这座7级蜂巢能召唤出来的英雄就是你。可以这么说，但我并不是你唯一可以从7级蜂巢里面召唤出去的英雄哦。6级蜂王也是英雄，虽然只是普通级英雄，但是培养的好也可以进阶升级哦。丰厚密尼安娇笑着解释说道。龙小道歪头打量着他，好奇问，那你属于什么等级的英雄？精英还是传奇？哥哥，丰厚密尼安娇笑道，等你有能力召唤我出去的那一天，不就知道了。龙小道瞬间瞪大了眼睛，你难道是史诗级英雄？安东尼·密尼安正是史册里的史诗丰厚。不能说哦。密尼安妖娆娇笑着，既没有反驳，也没有承认。可这一刻，龙小道内心里却难掩激动，原来7级蜂巢并不是真正的最强奖励，里面这位丰厚才是啊！史诗英雄，查尔斯不过是传奇级英雄就已经够强大了，那作为史诗级英雄丰厚安东尼·密尼安德有多强呢？要知道，整个全民领主世界里，开局土生土长的史诗级英雄可就1000名啊！任何一名都是有名有姓、名扬史册的存在。第13章，入侵现实。这个稻花香具体是什么来路？查清楚了吗？听着面前年轻女人的询问，身后4名中年人低着头，就跟受训的小学生似的，丝毫不敢动弹出声。身穿管家服饰、满头银发的老者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放到女孩身后桌子上，才开口，摇头说道：“陨石内传输回馈的数据全都是进行加密过的，我们的人还在破解。”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不过小姐，时间已经不多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陨石的能量最多只能再支撑3年。如果3年之内没有寻找到可代替能源，那陨石将会熄灭，任何数据都将无法再传输回来。”女人没有回答，沉默片刻后，冰冷说道：“不惜一切代价破解信息，另外想办法锁定这个叫稻花香的领主，或许他身上有我们想要得到的秘密。”是。龙小道睁开眼睛，在被子里扭摆着伸了伸懒腰，自己身体好像比昨天的时候更强了。小丁兄弟竟然擎天一柱，半点没有要妥协的意思。嘿嘿，幸福的一天开始了。翻身起来，光着进了卫生间。刚洗漱完，门外传来敲门声，让龙小道愣了下。这时候谁会来敲门？尹媛姐。龙小道打开门，看着身穿居家睡衣的龚尹媛，抓了抓头。龚尹媛面色淡然道：“我做好了早饭。”说完，转身朝对门走回去。早饭？龚尹媛是过来喊自己吃早饭的。龙小道内心里有些高兴，多贤惠的一个女人啊！犹豫了下，也没换衣服，直接就跟着他朝对面屋子走去。反正整个顶楼就他们2户人家。小道蝈蝈，慧慧已经穿戴好，坐在餐桌上吃着呢。龙小道苦笑着纠正：“是哥哥，不要老是蝈蝈蝈蝈的叫。”嘻嘻，小丫头嬉笑着，就是不改口。龚尹媛帮龙小道盛好粥，吃饭的时候问道：“晚上几点回来？”龙小道笑着说：“5点半就能下班，不过6点半公司食堂开饭，可以吃完再回来，还能趁机给你们打包带回来一份。”龚尹媛摇头：“以后不要从公司往家里带饭了，让人家知道背后议论你。”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以的话早点回来吧，一起在家里吃个饭。”生日？龙小道急忙道：“行，那我今天下班就回来。”龚尹媛点头，没再多说什么，叫慧慧快点吃，一会要先送她去学校。从小区里走出来，公交站台等车。天天打车多奢侈啊，也浪费，所以龙小道日常出行还是以公交地铁为主。今天是龚尹媛的生日，送她点什么做礼物好呢？龙小道嘴里嘟囔着。大概5分钟后，公交车进站。龙小道上车，走到车厢末尾第2排，刚好有个座位，里面是个穿黑色衣服的年轻女孩，戴着耳机正在刷手机。龙小道坐下后，公交车启动，前面是几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年轻人。你们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在澳洲出现了一种怪兽，模样长得跟蜘蛛差不多，但是个头比普通汽车还大。听说东海岸也出现了一种变种蟹，只不过新闻刚报道就被人删掉了。这算什么？来，你们看这个。龙小道所在的位置正好能看到前面男生拿着手机上播放的画面。只见黑夜里，一只白地精矮人正蹲在雪地里，在啃食一名金发胖女人的面部，身后是茂密的丛林，
拍摄地点应该是在国外。龙小道心里忍不住震颤起来，白地精矮人他见过，所以从视频画面上第一眼就认出了这种类人族生物，心里骇然，这不是全民领主里面的种族吗？怎么会出现在现实中？视频没有丝毫合成的痕迹，并且拍摄时间就在昨天晚上，听说这是拍摄者临死之前上传到视频网站的画面。听着前面两人小声交谈，龙小道感觉背后汗毛都炸立竖直起来。虚拟入侵现实？难道说隔壁王哥说的事情真会应验？卧槽，视频被屏蔽了，估计是有关部门介入了。放心，在咱们国内还是很安全的，只要咱们不出去乱跑，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在咱们身上，至少眼下是不会。龙小道深吸了口气，刚想活动活动脖子，但是下一秒又被身边女孩手机里的画面吸引住了。骷髅兵，谁能救救我呀？我家被骷髅兵军团包围了，我家在山城下面一个地极线，坐标。可以看到一片山坳里白骨嶙峋的骷髅兵密密麻麻，基本上一眼望不到头，很像是电影里的画面。可听着视频拍摄者小声哭泣声又是那么的真实。黑衣女孩扭头看了龙小道一眼，面色平静说道：骷髅兵是坟场营地内可以召唤出来的最低等级的兵种。龙小道干笑两声，勉强道：你不觉得视频是假的吗？假的？黑衣女孩嗤之以鼻，从昨晚开始，全球各地纷纷爆料出这种假视频，一个两个或许是假的，但是上百起神秘怪异事件同时出现，难道都是假的？想开一点，或许末日世界已经离咱们不远了。黑衣女孩起身，从龙小道身前跨过去，在前面一站地下了公交车。龙小道感觉内心里拔凉拔凉的，他可不想体验什么末日世界。不会的，兴许就是几个恶搞视频，虚拟怎么可能入侵现实？龙小道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走下公交车，来到公司，发现又多了几个人。壮丁来了。颜如玉嬉笑着跟龙小道打招呼，然后顺手介绍道：大姐头柳寒烟，那个是刺头江小柯，都是我们宿舍的室友，往后大多时候要集体泡在这里。柳寒烟是那种一眼很哇塞的美女，不过气质方面跟老板紫金眼差上那么点，优点是屁股够大够火辣。短发江小柯一看就是那种哥们儿型女孩，很有个性。第14章攻打先锋营地。怎么这里他妈的还有男人？公司卫生间的门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寸头帅哥，见到龙小道之后，第一时间就表示出自己的不满。颜如玉朝着龙小道吐了吐舌头，讨厌鬼王如霜。从外号上就能看出来，他跟对方不是很合拍。女的？龙小道试探着问。颜如玉小声道：雌雄难分，不知道男女。说完，自己转身哼着小曲，一蹦一跳朝着自己房间走去。王如霜大声呵斥道：问你们话呢，怎么这里还他妈的有男人？菊香婶哭笑不得，而王叔则被吓得缩了缩脖子，小声嘟囔了句：我去采购，转身朝外面快步走去。龙小道皱了皱眉头，刚想出声，紫金眼就从楼上走了下来，面无表情地说道：吵什么吵，赶紧进游戏。王如霜瞪着龙小道，临走的时候还抬手指了指他，那意思好像是在威胁，又好像是在警告。别看这家伙脑子不正常，但是很厉害，听说全民领主里面的排名已经挤进了前3万名。王英英等王如霜走进房间后才出来，板着脸说道。龙小道转了转眼珠子，拱火道：比你还厉害。王英英皱了下眉头，白眼斜睨了他眼，也进了自己的房间。小道不要怕，菊香神很看好你的。李菊香跟龙小道开了句玩笑，转身朝厨房走去，今天要多做好几个人的饭菜。龙小道，公司里突然多出几个人来，反倒是让他想找个能商量事情的人都没有。进到自己房间，龙小道戴上脑机接口头盔，进入虚拟世界。大人，领主地内的资源已经用光了。查尔斯走到龙小道身后，恭敬说道。领主地内的资源除了开服进来赠送的，就是开各种宝箱给的，好几处建筑都在开工，资源耗费的快在意料之中。采矿工在金矿里的开采进度怎么样？龙小道想了想问。查尔斯道：金矿采集地已经开采出9个单位的金矿石，不过交易所没有建造好，卖不掉。交易所也就是贸易中心，只有建造完成之后，领地内的资源才能与外界进行交易兑换。交易所建造时间需要最久，完成需要总计7天时间。金矿石可以提炼成金矿，也可以直接用于招募兵种，算是一种比较重稀有的资源。龙小道知道交易所的事情，急不得，打开交易所，那玩家就可以直接用现金购置资源。资源类物资只能在领主的交易所中出售，但是宝箱、装备、图纸、英雄、宠兽等这些东西可以在系统交易所中出售，是2种交易体系。伐木工营地建造完成了吗？龙小道问。查尔斯点头，伐木工营地已经建造完工，不过现在只招募出了1位伐木工。招募伐木工需要2个小时，1级伐木工营地最多也只能招募出1队伐木工人。龙小道想了想说，
把金矿资源点内的采矿工分出6个人，派往攻打下来的那座采石场。木材、石头是眼下最重要的资源，领主地内所有建筑升级都要用到2种材料。查尔斯点头，明白了。坐以待毙也不行，农小道需要保证等级不掉队，并且查尔斯也需要升级。2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去攻打山狼领地，领主地北方 4.5 公里处有一个山狼族群，山狼数量大概有300来只。另一种方案是去攻打白地精矮人的先锋营地，那个营地是为了守卫资源点设立的，里面大概有上百名白地精矮人战士，距离我们大概有5公里远。农小道皱眉，朝着西方海边指了指，问道：“海边探查过了吗？”查尔斯皱了下眉头，点头说道：“岸边发现了残暴鱼人的踪影，残暴鱼人是2级兵种，也就是说，在那片海域下面至少有一座鱼人族的黑铁级领主地，短时间之内我们没办法前往海岸边。白地精矮人族营地与对面海盗军团暂时都属于0级领主地，0级领主地升级之后才是黑铁级领主地，黑铁往上是白银、黄金、传奇3个等级的领主地。再往上，全民领主游戏资料片里没有公布，不过传奇级领主的绝对不是终点。行吧。”龙小道想了想，询问道：“以咱们手头上的兵力，攻打山狼领地更有把握，还是攻击白地精矮人先锋营地更有把握？”查尔斯苦笑着道：“把握都不是很大，不过可以拼一下。如果现在不打，等到明天的时候，白地精矮人营地的人也会来攻打咱们的。”龙小道脑海里下意识浮现出公交车上那段国外白地精矮人啃食金发胖女人的画面。白地精矮人是一种生活在地底下、讨厌阳光且嗜血残暴的类人型种族，它是地精族与矮人的杂交产物。龙小道迟疑了下，咬牙说道：“那就攻打白地精矮人先锋营地。”查尔斯点头，脸上并没有丝毫惧怕之意。绑定查尔斯。龙小道把伤害转移铠甲与传奇英雄查尔斯进行绑定，然后把伤害转移铠甲穿戴在了自己身上。英雄查尔斯已经升到了6级，血量是龙小道的5倍，由此可以看出英雄的基础属性值要远远高于玩家。60名刀锋战士1级，12名半人马战士3级，1只山地犬1级，是稻花香领地的所有战力。有领主稻花香，传奇英雄查尔斯率领离开了领主地，趁着夜色朝着白地精矮人先锋营地奔袭而去。夜里战斗是会利于白地精矮人作战的，因为白地精矮人不喜欢阳光。但是没有办法，龙小道不想拖到明天攻打下这座先锋营地，才有资源继续升级建筑，尤其是比较重要的木质围墙。否则明天或者后天，白地精矮人营地的大军开过来，照样抵抗不住。勇士们，冲锋！叮，战争号角属性开启，您麾下的部队被战争之神光光芒所笼罩，战力加倍。第15章，领主及战争。白地精矮人先锋营地是处在洼地小谷内，并且表面上只有10几张帐篷，帐篷下是提前挖建好的洞穴。谷口简易木质的巨马可以有效阻挡骑兵长驱直入。先锋营地规模并不是很大。龙小道居高临下打量着，轻声说道。查尔斯点头，这座先锋营地内只有大概80到100名白地精矮人族战士。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或许会有驯养的独角地龙兽。”龙小道犹豫了下，命令仅有的那只山地犬下去诱敌，但愿能奏效。山地犬虽然感觉恐惧，但是并不胆怯，依然从山坡上跑下去。汪汪汪汪！犬吠声果然吸引了几名白地精矮人战士的注意，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什么。5名白地精矮人战士从营地里出来，朝着山地犬冲去。山地犬转头就跑。等到5名白地精矮人战士刚从洼地小谷内出来，早就埋伏在一旁的半马人战士直接冲了出来，瞬间截杀了5名白地精矮人战士。叮，您赢得了一场局域性小战役。叮，您获得了1枚青铜宝箱奖励。叮，您的等级可以提升。叮，您的麾下军团从战场上缴获了一本技能书。龙小道稍微一愣，技能书？听到系统提示，第一时间打开背包，军团打扫战场缴获后的物品，例如装备秘籍技能书，会直接出现在领主背包内。聚火术，魔法攻击类技能，领主英雄可以学习。聚集一束火光，攻击正前方直线距离100米内的生物，造成有效性伤害，每15秒可使用1次，提升技能等级，可改变发射频率，增加伤害属性。很普通的一个技能，白色技能书应该不算稀有，不过在眼下来说，那肯定是意外之喜。未转职的英雄或者领主只能学习4种技能，转职后会拥有专属转职技能，可学习技能也会增加到7种。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技能，还可以使用技能槽扩展宝石，不过这是一种稀有宝石，获得难度不低，主要是后期使用。给你用。龙小道看完对聚火术的介绍后，把技能书朝查尔斯递过去，试探说道。查尔斯略微扫了眼技能书，摇头笑道：“我是清水属性，不合适修炼这种技能，
还是领主大人自己学习吧。从话里不难听出来，其实人家是看不上这种白色技能书，只是不好明说。龙小道翻了翻白眼，嘟囔了句：“不学习拉倒，我自己学。”直接打开技能书，转换为了技能。如果有更好的技能，技能槽又满了的话，可以选择遗忘，但是技能书就没有了，等于是舍弃了一种技能。聚火术，等级0，经验0 100，可升级。学习完技能，龙小道有些跃跃欲试，让山地犬再次去诱敌。哇啦哇啦呼！但是这次整个白地精矮人先锋营地都沸腾了，直接所有的白地精矮人战士都杀了出来。诱敌之术只能用一次，白地精矮人也不是没脑子。查尔斯对于这种结果显然是在意料之中。准备战斗，半人马军团开始冲锋，刀锋战士随我杀敌。查尔斯拔出自身佩剑，朝着下面白地精矮人战士冲了过去。没有什么打法，只有硬碰硬。龙小道脑海里却在重复想着查尔斯刚才说的话，白地精矮人不是白痴，难道说他们也有自己的智慧？可他们不就是些全民领主里面的低级怪物军团吗？砰！地底裂开，一只几米长的独角瞬间击杀了3、4名刀锋战士。从地下钻出一只4、50米长的庞然大物，模样就跟蚯蚓差不多，但是周身布满鳞甲，没有眼睛，却有张布满锯齿类似菊花似的大嘴。独角地龙兽，3级兵种，聚火兽。龙小道聚集火焰，朝着前面几十米的地龙兽扑哧射了过去。嗷！火焰打在独角地龙兽身上，碎裂成火星，也发出了声惨叫。但是貌似伤害并不高。半人马军团，目标地龙兽。查尔斯一剑解决掉面前的白地精矮人战士，转头大声命令道：“半人马战士对上白地精矮人战士，基本上是一面倒屠杀。同样，3级独角地龙兽对上刀锋战士，也是碾压式的屠杀，很悲壮，也很惨烈。但是这就是领主世界的现实，强者碾压弱者，高级兵种屠杀低级兵种。虽然半人马战士也是3级兵种，不过半人马战士特性是速度、冲击以及远途奔袭，所以单兵对上独角地龙兽，在独角地龙兽庞大的体型下，根本就没有胜算。好在龙小道手底下这是一队杀！丁，您麾下的军团数量阵亡过半，战争号角启动。丁，您麾下的军团战士燃烧斗志，战斗力翻倍。都，扑哧！半人马战士手里长达4米的长枪，瞬间多了一抹锋利，戳入独角地龙兽的身体里。1枪、2枪、3枪。丁，您麾下的半人马军团斩杀敌方独角地龙兽。丁，您麾下军团消灭敌方过半军团，战争号角启动。丁，您麾下的军团燃烧斗志，战斗力翻倍。丁，您麾下的军团斩杀敌对军团80%战力，战争号角启动。丁，您麾下的军团燃烧斗志，战斗力翻10倍。丁，恭喜稻花香领主，您获得本次战争的胜利。龙小道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脸上浮现出喜悦，忍不住自言自语嘟囔了句：“真牛逼！神器就是他妈是神器啊！这方面不服是真不行。”如果不是拥有战争号角，龙小道觉得这场战争自己的军团未必会赢。那头独角地龙兽差点就把整队半人马战士给拖住，还好触发了战争号角的效果。丁，恭喜您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世界系统提示：恭喜稻花香领主赢得了第1次领主级战争。第16章打扫战场，清点物资。卧槽！世界通报，稻花香打赢了一场领主级战争。怎么可能？这才开服多久？还叫人活不啊？极度死个人！全世界玩家都被这则公告给震惊到了。开服还不到24小时就已经开始领主战。问题是，老子兵营还没建造完成，别说是领主战，就是家门口的野生资源点都在遥望流哈喇子。龙小道也没想到，攻打白地精矮人先锋营地会被定义为领主级战争。丁，恭喜您赢得了全民世界第1场由1人玩家发起的领主级战役，特此奖励黄金宝箱1枚。世界频道，领主稻花香获得了1枚黄金宝箱奖励。神鹰领地愿意出价2000万收购稻花香领主手里的黄金宝箱。小气巴拉的我们父神联盟公会愿意出价5000万收购稻花香领主手里的黄金宝箱。另外，私下可以提供全球伴游服务，接受私人定制。大日照神盟出价1个亿美金。对于世界频道里的声音，龙小道嫌吵闹，直接给关了，所以就算他们喊破喉咙，他也听不见。1亿美金，要听到的话，龙小道保不准一激动一哆嗦，再一咬牙就卖了。查尔斯解释道：先锋营地虽然只是白地精矮人营地的一个分支机构，不过它已经有0级领主地的规模，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也都超过了50个单位数量，伤亡人数超过100人，
所以才会评定为领主级战争。或许是怕农小道没听太明白，又简要说道：领主级战争也没有想象中那般史诗，一般双方共同投入超过100名士兵就可以算是领主级战役。但是领主级与领主级是有差别的，零级领主地能和传奇级领主地规模一样吗？零级领主之间的战争能和传奇级领主之间的战争一样吗？虽然都是领主级战争，可规模是有区别的。不过以农小道所代表的异人玩家与领主世界原住民领主开始的第一场战争，依然还是被系统记录进了史册，以供后人瞻仰铭记。其实对于领主而言，这绝对是一场小战役，可这场小战役发生在全民领主开服24小时之内，那可就不小喽。打扫战场。很快查尔斯把这场战争的情况就总结汇报给了农小道。半人马战士3级，伤亡4人，剩余8人。刀锋战士1级，伤亡42人，剩下18人。总计折损半人马战士、刀锋战士在内各类兵种数量46人。斩杀白地精矮人族战士96名，独角地龙兽1只。缴获物资：金矿石80枚，银矿石350枚，铁矿石600枚，石头3000方，木材3000方，粮食2500单位，铜币2000枚。白地精矮人战士营地图纸1张，地龙兽巢穴图纸1张，完好陆地战车1辆。战争胜利奖励白银宝箱 X3。英雄查尔斯等级提升至9级，半人马战士等级提升6级，剩余18名刀锋战士等级提升至5级。领主稻花香等级提升至6级。农小道听说死了4名半人马战士，心窝窝感觉肉疼，这可是3级兵种，眼下来说损失1名，那可就少1名，没有地方去补充。至于刀锋战士，差点被杀光，要不是有神器战争号角，或许战争结局就不是眼下这个情况。农小道皱眉，不解地问道：普通兵种也可以升级吗？我记得游戏资料写的是没有等级的。查尔斯看着农小道，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个世界，不管是英雄还是士兵，都已经不再是领主您所了解的游戏，请不要把它当成游戏看待。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在您赢得第一场一人领主级战役之后，系统升级了，所以往后不仅士兵可以提升进化自己，农民、矿工、野兽等都可以修炼升级。农小道目瞪口呆，那士兵可以进化成英雄吗？查尔斯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成为兵王，或许也可以。突然农小道留意到那只山地犬。山地犬1级兵种，等级8，体型个头整整比以前大了1圈，眼神更加犀利，见到农小道瞅向自己，又高兴地摇起了尾巴。它还可以进化吗？农小道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山地犬的狗头。以前除了查尔斯，其他兵种农小道都把他们当成是一种工具人，制造出来就是为了领地牺牲的。因为只要有战争，就要拼杀死掉一批又一批的兵种。可这一刻农小道才意识到，或许这些招募回来的兵种战士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只是他们属于这个领主世界而已。回去吧。农小道深吸了口气，转身领着军团朝领主的走去。回到领地之后，农小道第一时间给7级蜂巢下达了招募指令，招募66名刀锋战士，耗费铜币1650枚，粮食660个单位。因为招募刀锋战士耗费时间最短，只需要3分钟即可招募1位。大概3个多小时后，领主地将会拥有7支刀锋战士1级小队，总计84名。农小道询问，木质围墙大概还需要多久才能完工？查尔斯道：至少12小时。需要加速建造吗？农小道想想问，他手头上还有2张不限类8小时加速卡。查尔斯考虑了下摇头，暂时还不需要，但是在白地精矮人攻打过来之前，城墙一定要修建好才行。那2张加速卡给你拿着，看情况使用。农小道没有犹豫，直接把2张不限类8小时加速卡交给了查尔斯。白地精矮人战士营地和地龙兽巢穴2张图纸，我们可以使用吗？农小道问道。第17章，滚犊子，可以建造，但是不建议领主大人建造白地精矮人营地。查尔斯看着农小道说道。农小道问，理由呢？查尔斯道，白地精矮人这个种族不喜欢阳光，阴险、贪婪、狡诈，并且战斗力不出众。领主地内已经有7级蜂巢鸟虫营地，再建造白地精矮人营地会降低领地的发展速度。至于地龙兽巢穴，如果资源允许的话，赞成领主修建，毕竟独角地龙兽属于3级兵种。农小道皱了下眉头，多个兵营不是多支队伍吗？查尔斯道，但是招募士兵也是需要资源的，在同等的条件下，招募白地精矮人战士不如招募刀锋战士划算。犹豫了下，又继续说道，只是眼下不建议领主修建，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集中资源，扛住白地精矮人领地的进攻。好吧，听你的。农小道点头，选择接受查尔斯的建议。
那辆陆地战车是什么情况？战役中，从白地金矮人先锋营地缴获了一辆陆地战车。陆地战车需要能源类宝石才能驱动，我们手头上没有这种宝石。陆地战车是完好的，并且在战争中，陆地战车这种机械武器绝对是一大杀器。高15米，宽8米，长多有32米，可搭载至少1队士兵。装甲厚度 1.5 公分，可以抵御免疫3级以下兵种的攻击，并且拥有一座轻型能量机关炮台，最远射程850米，每分钟可发射1500枚能量炮弹，最高时速45公里每小时。望着高大威猛的陆地战车，龙小道口水差点没流出来。这种大杀器竟然只能看不能用，你说他着急不着急？能源类宝石，龙小道咬牙打开了系统交易所，不过让他很失望，上面并没有能源类宝石出售。世界频道，宝箱换能源类宝石，换的联系我。系统聊天频道发言，谁都可以看到，但是刷新速度很快，特别提示需要另外加钱。卧槽，是稻花香大神，活的第一领主稻花香竟然出现在了世界频道。哪呢？稻花香老娘是你的铁粉，看到请回关我，关注加好友，出身归你了。署名铁臂女王。而恰好这条消息，龙小道在世界频道众多发言里还看到了。铁臂女王，龙小道苦笑着摇头，自言自语嘟囔了句不堪入目啊。当然也没有要关注对方加好友的意思，他暂时没想跟其他领主接触，更没有什么闲心交野朋友。神鹰领地低级能量宝石置换黄金宝箱，字体加重，消息顶置，1秒钟收费100枚铜币。眼下铜币很珍贵，不是重要的事情，舍不得这般糟蹋。龙小道快速回复了3个字：滚犊子！哈哈，世界第一领主曝光是华夏人无疑。我就说嘛，稻花香这3个字就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人。这个神鹰领地是哪里的？龙小道滚犊子3个字瞬间引爆了世界频道，同时发言速度超过上万条，不加钱根本就看不到。神鹰领地的主人不知道看到滚犊子3个字作何感想，要知道他可是领主排行榜第7的大领主啊！稻花香竟然让自己滚犊子，马德！龙小道全球关注人数一下子暴增到3000万人，但是他却一个领主都没在世界频道回关，包括被他骂滚犊子，领主排行榜第7的神鹰都没有点个关注。10个青铜宝箱置换1块低级能量宝石，换的直接发邮件传送过来。龙小道咬牙花了100枚铜币顶这1秒钟信息，但是多少人能瞧见，这个就不知道喽。这时候让龙小道用黄金宝箱置换能量宝石，还是块低级能量宝石，他自然是舍不得的。别说是黄金宝箱，就是让龙小道用白银宝箱置换，他都舍不得。白银宝箱市场价上100万1枚，世界第一领主稻花香10枚青铜宝箱置换能量宝石，换的先发快递，请楼下帮忙转递。接下来许多玩家都帮忙转发了广告，也让龙小道感慨了句还是好人多啊。请到花香领主阁下回关加一下好友，我们手里有能量宝石。不过这回龙小道已经从世界频道里退了出去，就算看到也不会主动回关。他的要求很简单，先发货，收到以后再给对方回复邮寄物品，至于其他的方式不接受。能量宝石以后会有的。龙小道恋恋不舍地从陆地战车上收回目光来，真不知道白地金矮人领地里从哪里搞来的这种战争大杀器。领主，我们手里现在有白银矿石，可以招募枪锋战士。查尔斯提醒龙小道，招募枪锋战士需要铁矿10石，银矿15分，铜币50枚，粮食20个单位。招募时间8分钟，原3.5小时招募1名。龙小道没有迟疑，直接给7级蜂巢里的蜂后密尼安下令，招募1队枪锋战士2级。招募需要时间，如果不是拥有7级蜂巢，大大缩减了招募时长，否则估摸明天白地金矮人领地攻打过来的时候，也招募不出来几名。丁，恭喜领主，鸟铳兵营建造完毕。龙小道听着耳边提示，忍不住大喜，急忙给鸟铳兵营下达了招募命令。鸟铳兵1级兵种，所需资源铁矿15枚，铜币25枚，粮食10个单位。招募时间2.5小时1名。战争来临之前，能招募多少人算多少人吧，多个人就多份力量。鸟铳兵属于远程射击类兵种，守城是有一定先天优势的。龙小道把领主地内的临时管理权限移交给英雄查尔斯，自己选择了下线。第18章铁臂女王。摘下脑机接口连接器，龙小道皱眉，这玩意好像跟家里那个有点区别，没有那种舒爽的感觉，或者说舒爽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是因为古玉脑域接口的原因吗？龙小道不敢相信，他昨晚上也查过，虽然壁垒公司是家科技公司，隔壁王哥也是公司里的高管，可问题是这家公司貌似也没有多牛逼啊。
那隔壁王哥手里这些东西又是来自哪里？从房间里出去，凑到厨房里。菊香婶，今天中午吃什么？你昨晚上不说想吃酱骨头吗？李菊香压低声音，做了个小点声的手势。毕竟现在老板在公司，他们也不好表现得太明显。嘿嘿，菊香你神真好，来香一个木马。李菊香笑骂着推开他，去，叫你王叔瞧见，看不打断你兔崽子的小狗腿。龙小道笑着，王叔还能吃我的醋咋的？说笑几句，转身朝外面走去。距离中午开饭还有段时间，他准备下楼去给供应员买个礼物。小区对面就是本市最牛的学府，外面一条街，吃喝玩乐做什么生意的都有。龙小道直接走进了一家珠宝商行。美女，现在黄金多少钱一克？680。龙小道点头，走到柜台，选择了一条光秃秃没有任何花纹的传世金镯。帅哥真有眼光，这个镯子别看不是很粗，却是纯金实心打造的。龙小道笑了笑，他本身就是个俗人，所以不知道该送女孩子什么礼物好。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可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黄金都是一种有价值的贵金属，具有一定抗风险、保值属性。龙小道问：这枚镯子多少克？58.8克，总价39999块钱。就它吧。龙小道点头，爽快到柜台结账，把手镯买了下来。昨天卖宝箱，一天收入15万多，所以花起钱来也就有点大手大脚，没有什么顾忌。回来的时候，颜如玉、王茵茵他们已经从房间里出来，正在客厅里聊天，等着开饭。龙小道，你几级了？颜如玉眨了眨眼睛问。龙小道干笑两声，3级。才3级？王如霜从身后走过来，冷着脸接声道：公司招聘你是让你来创造价值的，才3级，你还玩个屁啊，干脆自己撞墙死掉算了。龙小道皱眉，转头看着他，无奈摇头嘟囔了句：吃狗屎长大的呀。王如霜瞬间炸毛，怒瞪着龙小道：王八蛋，你说什么？有本事再给老娘说一遍。龙小道刚想张嘴呛他两句，紫金眼从房间里走出来，打断道：吵什么？你们每天都很闲是不是？说完瞪了龙小道一眼，男孩子不懂得大度些，跟他吵很有意思吗？龙小道耸了耸肩，哭笑不得，是自己想要跟他吵的吗？难怪颜如玉叫他讨厌鬼。开饭了。李菊香从厨房里出来，含笑着打圆场。哼。王如霜冷哼了一声，抬手做枪，朝着龙小道指了指，那意思好像在说：你小子给老娘等着，早晚有你好受的。柳寒烟笑盈盈道：今天招募了一队2级兵种，已经打下来了2个资源点，真厉害啊，我才招募一队1级兵种。江小柯吐了吐舌头，嬉笑着说道。两人一唱一和，大家把话题又转移到了全民领主上去。龙小道，你跟我来一趟。紫金眼叫上龙小道，朝自己办公室里走去。坐吧。龙小道也没客气，直接坐到了会客沙发上。以他现在的身价，就算不在公司里待，回家专心在全民领主里面发展，应该也饿不死自己。何况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是来上班的，又不是来演孙子的。那个王如霜是真叫人不痛快。如霜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跟他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也有关系，别跟他一般见识。紫金眼的话让龙小道稍微愣了下，干笑两声，老老实实点了点头，反倒不好再说什么。紫金眼看着龙小道，平静道：游戏里有困难吗？慢慢来，大家现在各自为政，但是等领地级别提升起来，就能互相扶持，到时候公司也会给予大家相应的资源支持，所以就算现在有困难，也要多克服一下。龙小道点头，想了想，目光闪烁着道：多谢老板关心，其实在游戏里还好。另外我可以给公司提供一只青铜宝箱，今天上午运气好，打赢了一场小战役。人家老板娘话说的敞亮，咱也不能太过小气不是？一枚青铜宝箱，龙小道还能舍得？紫金眼有些意外，打量着龙小道，半晌之后才平静说道：自己用了吧，眼下暂时先以个人领地发展为主。龙小道是公司办公人员，并不是游戏里的专业打金人员，所以全民领主里面的装备物品什么的也都属于他自己所有，没必要上缴公司。紫金也没要，龙小道也没硬塞，就算青铜宝箱价格降低不少，那也值好几千块钱。聊了会儿，紫金眼示意龙小道去吃午饭，谈话结束。吃完的时候，颜如玉坐到龙小道身边，一边吃着一边挤眉弄眼，小声问道：紫金眼跟你说什么了？龙小道笑着摇头：能说什么，团结队友，不要起内讧之类的呗。颜如玉听完，朝着不远处背着他们坐着的王如霜努了努嘴，这个讨厌鬼最不合群了。稍微停顿，又嬉笑着压低声音说：你知道他在全民领主里面叫什么吗？叫什么？龙小道笑着假装好奇地问。颜如玉眨了眨眼睛：铁臂女王。啥？龙小道差点没把舌头给咬了，因为这个名字他知道啊。
可不就是那位在世界频道朝自己隔空喊话的假儿吗？嘘，这么大声干嘛？被他听到又要过来喷你了。颜如玉嬉笑着说，也不知道他脑袋里是不是有泡，竟然起了这么二的一个名字，嘻嘻。龙小道暗道名字确实有点小二，看着颜如玉好奇问，你在游戏里叫什么？颜如玉挺了挺巨阔的胸膛，暴熊萝莉。龙小道下意识地朝他胸前看过去，点头说，果然是名副其实。颜如玉脸上一红，呸了声，想什么呢？是暴熊，你这家伙。嘿嘿。龙小道干笑了2声，眼神忍不住继续朝他胸前瞟。颜如玉红着脸抬手做事要打，还看。第19章发放奖励。吃完午饭，休息了会，回到房间里，又带上脑机接口连接器，进入了全民领主游戏。铁臂女王。龙小道忍不住笑了下，目光闪烁着，开启世界频道，找到铁臂女王的名字，通过了她的好友申请。王如霜听到耳边系统提示音，整个人都呆住，紧接着兴奋地蹦了个高。稻花香通过老娘的好友申请了，耶！王如霜并不知道稻花香现实中的身份，知道以后又不知道会作何感想。龙小道并没有联系他，互关成为好友以后，开始忙碌起领主地内的事情。查尔斯，领主大人。查尔斯走到龙小道身旁，行礼恭敬说道，欢迎回归领主世界。对此，龙小道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从他内心里已经逐渐不再拿这些英雄 NPC 之类的完全当虚拟游戏人物。说句实话，他们的智商并不在人类玩家之下。龙小道看着背包里的宝箱，赢得第1次领主级战争，系统奖励了1枚黄金宝箱，3枚白银宝箱，至于青铜宝箱还有22个。不过青铜宝箱龙小道已经没有兴趣开了，他选择直接卖掉。交易所市场上，青铜宝箱的价格已经掉到3000块钱一个，还在持续掉价，或许一会领主排行榜24小时排名奖励发放的时候，价格还会再降。这跟紫金眼昨晚推断的不会掉价事实不相符。22个青铜宝箱以3000块钱的价格刚挂到市场上就被人买走，去掉交易税，龙小道到手6万块钱。青铜宝箱开出的东西不会好到哪里去，3000块钱的价格并不低，何况龙小道在领主排行榜上的名次并没有降低，依然排在第1位。待会发放奖励的时候，仅是青铜宝箱都会至少发放144个，所以并不算什么珍稀物品。开启黄金宝箱，叮，您从黄金宝箱里获得无畏号船坞建造图纸，紫色。无畏号船坞建造条件所需3级以上港口，拥有船坞后可生产无畏级战舰。无畏级战舰，传奇级。龙小道看着手里的无畏级船坞建造图纸，口水差点没流出来。只要搞出了这玩意，就代表着能搞一支海军出来啊！要知道，龙小道的领主地是在一座孤岛上，长远来看，搞定白地精矮人领地以及对面那群海盗军团，未来一定要打出去的。这等于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给稻花香领地指明了方向。虽然建造条件比较复杂，可至少有个盼头不是？好东西！龙小道由衷感慨道。虽然无畏号船坞建造图纸现在用不上，但是它的作用却来得一点不差。开启白银宝箱，叮，您从白银宝箱里获得了翼龙巢穴建造图纸1张。开启白银宝箱，叮，您从白银宝箱中获得1张建筑类12小时加速卡1张。开启白银宝箱，叮，您从白银宝箱里获得黑铁矿石1000方，石头5000方。龙小道皱了下眉头，也不能说好坏，只能说白银宝箱现在里面好东西并不是很多。翼龙巢穴，兵营类建筑，可升级。龙小道把2张图纸递给查尔斯，翼龙巢穴和地龙兽巢穴，你觉得先建造哪个好点？以领主地内现有的资源，只能先建造一种巢穴。地龙兽巢穴建造条件：石头需要6000方，铁矿石需要1000方，银矿石需要50枚，木材需要1000方。翼龙巢穴建造条件：石头需要8000方，铁矿石需要300方，银矿石50枚，木材需要1000方。刚才白银宝箱里出了资源，否则短时间之内也不可能建造2种巢穴。查尔斯考虑了下说道，2种巢穴都是非常好的兵种募集营地，但是我认为应该先建造翼龙巢穴，因为有了翼龙，领主地内就有了空中战力，并且翼龙还可以作为坐骑，与其他兵种进行组合，形成翼龙骑兵。龙小道听完后点头，那就先建造翼龙巢穴。翼龙巢穴的建造时间是36小时，估计白地精矮人攻打过来之前是指望不上了。交代完领地里的事情，龙小道去了7级蜂巢。密尼安火辣的身材也确实有点让人流连忘返。下午2点，系统一人领主榜公布排名，发放奖励。榜首稻花香获得黄金宝箱3枚，白银宝箱24枚，青铜宝箱144枚。每8小时奖励黄金宝箱1枚，每小时奖励白银宝箱1枚，青铜宝箱6枚。前10排名奖励黄金宝箱1枚，白银宝箱12枚，青铜宝箱72枚。
24小时奖励黄金宝箱1枚，每2小时奖励白银宝箱1枚，每小时奖励青铜宝箱3枚。排名前100位领主获得白银宝箱3枚，青铜宝箱72枚，8小时奖励白银宝箱1枚，每小时奖励青铜宝箱3枚。排名前1000名领主获得白银宝箱1枚，青铜宝箱48枚。24小时奖励白银宝箱1枚，每小时奖励青铜宝箱2枚。排名前10000名领主奖励白银宝箱1枚或者青铜宝箱若干，24小时奖励白银宝箱1枚，每小时奖励青铜宝箱1枚。排名前10万名领主奖励青铜宝箱，每小时奖励青铜宝箱1枚。排名前100万名领主奖励青铜宝箱，每6个小时奖励青铜宝箱1枚。奖励已经发放完毕，请各位入榜领主查收背包。领主排行榜奖励并不是按照排名截取发放奖励的，它是按照你占据排名的时间来发放奖励的。比如说，在领主榜前时，你只待了2个小时，那也是没有黄金宝箱的，按登榜时间最多只能给1个白银宝箱以及青铜宝箱若干。另外，3种宝箱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登榜时间够长，以时间论取可以获得黄金宝箱、白银宝箱、青铜宝箱，那3种宝箱都会发放，每一种宝箱是单独计算是时长，并且是不占用其他等级宝箱时长的。第20章，海奴蒂安娜与暴熊王幼崽。我去，稻花香又发财了！青铜宝箱现在市场价格过万，白银宝箱价格更是高达100万，黄金宝箱才是重头戏，卖一个下半辈子就已经吃穿不愁了呀！目光短浅，现在任何一枚宝箱都是战略资源，谁卖谁是傻子。你懂个屁啊！人家已经傲视群雄，无敌天下了，还需要这点战略资源吗？游戏才刚开始，时间还长着呢，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对啊，指不定谁能笑到最后。世界系统，丁，下次领主世界排名奖励发放时间7天之后，敬请期待。龙小道抓了抓头，他没想到世界排名奖励发放完以后，平台上青铜宝箱的价格非但没降，反而又涨了上去。马德，气得龙小道直骂娘，以现在上万一个青铜宝箱的价格计算，他整整少卖了10多万。青铜宝箱144个，300万打包出售。世界频道里一旦激起千层浪，野生到花香出没，闲杂鱼等退让。300万，这他娘的想钱想疯了吧？大日照联盟愿意出价500万购买到花香手里的144枚宝箱，救世军团可以出价1000万，父神联盟工会出价2000万，钱不是问题，请到花香点关注加好友商议具体详情。龙小道望着世界频道被顶置是回复，忍不住抓了抓头，嘟囔了句：土财主这么多吗？这时候一条回复消息吸引了他的注意，金眼工会愿意出价1500万收购到花香领主手里的青铜宝箱，署名金眼。龙小刀目瞪口呆道：这不就是自己的老板娘吗？1500万，按144枚青铜宝箱计算，单个的价格高达10万以上啊！犹豫了下，龙小道关注了金眼，两人成为全民领主里面的好友。好友与好友之间是可以发私信联系的。龙小道的好友栏里只有2个人，一个是铁臂女王，一个就是刚添加的金眼。铁臂女王未读消息多达999加条，其中里面大部分都是表达爱慕之意，对稻花香发起求爱的内容。那字里行间是真花痴。龙小道照例没理会铁臂女王，直接给金眼发了一条消息过去，转账1500万。下一秒，叮咚，1500万瞬间到账。龙小道忍不住嘟囔了句：这傻婆娘就不怕我是个骗子？收了钱不发货吗？犹豫了下，把144枚青铜宝箱打包给他发了过去，另外又打包了1枚白银宝箱，算是赠送的。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是。万一以后紫金眼知道龙小道就是道花香，也不会生出杀人灭口的心思。何况这个价格，就算送他1枚白银宝箱也不算亏。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算是肥水流了外人田。紫金眼看到道花香发过来的物品，整个人呆住了。要知道，虽然白银宝箱价格在100万左右，可市场上没有货，仅是有个虚无的价格。迟疑了下，给龙小道回复了条消息：多谢。对于道花香的好意并没有拒绝，并且他现在也确实需要白银宝箱，但还是明事理的支付了300万过去。龙小道对于紫金眼的转账并没有收，而是带有调戏的回了句：钱就不收了，以身相许吧。他也没想着老板娘能回复，可下一秒对方回复的消息让龙小道大跌眼镜。可虽然简简单单一个字，却好像有无穷的诱惑与挑逗似的。龙小道脑海里想到紫金眼的模样身段，又想到他日常苟不言笑的表情，逐渐变得妩媚，就忍不住打了个激灵，大呼了一声：扛不住扛不住！密尼安，我手里的宝箱是留着还是打开？龙小道依靠在丰厚的怀里，舒舒服服躺着，有些犹豫不决地问道。密尼安对于龙小道好像并不排斥，
也不介意他开油占自己便宜。哥哥娇笑道：“留着干嘛？拆了，这东西以后会越来越多，越晚开也就越发不值钱。”开！龙小道目光闪烁着，咬牙道：“行，那就听你的。”开启黄金宝箱。叮，您从黄金宝箱里获得了一名传奇英雄海奴蒂安娜。开启黄金宝箱。叮，您从黄金宝箱里获得金色宠兽暴熊王幼崽。开启黄金宝箱。叮，您从黄金宝箱里获得史诗级战舰英灵号。神器榜排行第2的勇士战斧瞬间就被英灵号战舰挤到了第3位。龙小道看着黄金宝箱里面开出来的3件物品，顿时有了种口干舌燥的感觉。海奴蒂安娜，见过领主大人。身穿银质铠甲、小麦色肌肤的闭眼金发美女朝着龙小道行礼致敬，漂亮、性感，身上充斥着那种大海的野性之美。蒂安娜目光停留在龙小道身后依靠着的密尼安身上，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打招呼。海奴蒂安娜，传奇级英雄，她是海神波塞冬的奴隶，黑海之女，在海水中战斗力增倍，统领的军团战士战力增加100%，又是一名传奇级英雄。那个，你们认识吗？龙小道望着两女，好奇地问道。海奴蒂安娜摇头，并不认识，但是听说过史诗丰厚的大名。龙小道摸了摸鼻子，看样子背后这个女人才是王牌中的王牌啊。宠兽是领主的宠物，也是领主的守护兽，与英雄相同，都可以进阶培养。暴熊王幼崽，金色史诗级宠兽，它很强大。安东尼·密尼安见到暴熊王时，收起了脸上的笑容，非常认真地说道：“暴熊王现在只是个幼崽，模样就跟刚出生的熊猫似的，并且外表还是粉嫩色，大眼睛蠢萌蠢萌地望着龙小道，好像对四周的一切都感觉十分好奇。它是公的还是母的？”龙小道问。密尼安苦笑着说：“应该是母的。”龙小道笑着把暴熊王抱过来，抬手在他脑袋瓜上揉了揉：“那他以后就叫妞妞吧。”第21章，不损战舰英灵号。暴熊王貌似并不反感自己有些娘的名字，反而奶声奶气朝龙小道喵了一声：“领主大人，您可千万不要小瞧了他。”在传说中，暴熊王曾经说到这里的时候，风后密尼安停住了，好像想起了什么，苦笑着摇头嘟囔了句：“不过那毕竟已经是从前的传说了。”龙小道又不傻，岂能不明白风后的意思？好歹妞妞可是一只金色史诗级的宠兽啊，从名字上就不难听出来，暴熊王绝对是一只非常牛逼的战宠。整个领主地上，除了神器战争号角和还没有召唤的风后安东尼密尼安以外，他可是第3只金色史诗。风后安东尼密尼安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召唤，可暴熊王已经是龙小道的战宠，也就是说，暴熊王的潜力堪比神器战争号角，前提是能成长起来。以前白银宝箱就能开出传奇英雄来，查尔斯就是出自白银宝箱，但现在看来，或许往后再想开出传奇英雄，就必须要黄金级别以上的宝箱才行了。第一个黄金宝箱，龙小道开出战争号角，雄霸神器榜第1的位置，至今无人能撼动。接下来3只黄金宝箱分别开出传奇英雄海奴蒂安娜、金色史诗级战宠暴熊王以及史诗战舰英灵号。现在看来，黄金宝箱出传奇史诗的几率非常高。龙小道猜测，或许神器榜上排名前10的武器装备都是出自黄金宝箱。史诗战舰英灵号，龙小道望着背包里袖珍版战舰模型，嘴角差点没咧到脸上去。这可是装备，牛逼到极致的装备啊！战争号角是一种建筑类装备，而英灵号则是战舰类装备。英灵号史诗级战舰，始建于上古大航海时代，曾经伴随当时的王者纵横四海，所向无敌，拥有不损之身，任何武器装备都不能对船身造成伤害。逆风航行，在逆风状态下速度增加10倍，随风暴行，在顺风状态下风速有多快，船能行驶多快。英灵之剑，以天下英灵之力聚集成剑，可对敌方战舰造成致命打击，24小时可施展1次。英灵火炮，以天下英灵之力凝聚成炮弹，攻击船身4周1000米之内的敌人，所向披靡。英灵号长约40米，宽12米，拥有9帆，是传说中的海灵王座驾，可携带兵力数量80个单位，牛逼啊！打不坏，也就是说，只要躲在英灵号战舰上，基本上就没办法被杀死，并且速度贼快。顺风的时候，风有多快，它能跑多快；逆风的时候，它的速度能提高10倍，那绝对是嗖嗖嗖的跑啊！携带的武器虽然不多，可有火炮，有大招，基本上单挑无敌。唯一缺点就是个头小了点，能携带士兵数量少了点，别的还真没啥大毛病。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道：“至少眼下而言，英灵号确实足够牛逼，打不死打不坏，要防御有防御，要速度有速度。不实用。”风后
安东尼、密尼安含笑着嘟囔了句：“你说啥？”龙小道扭头朝他看过去，密尼安娇笑着摇头：“领主大人，您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奴家可什么都没有说过哦。”抬手朝海奴蒂安娜指了指，眨着眼睛道：“不信你问他。”蒂安娜面无表情的摇头，好像是在赞同密尼安的话，又像是在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英灵号很牛逼，龙小道一本正经的说道：“这话是说给他们听的，也是说给自己的听的。神器榜排行第2的装备，能不厉害？”哥哥，密尼安娇笑着岔开话题说道：“领主大人不是还有许多白银宝箱，不如都打开喽。”都打开？龙小道心里多少有些舍不得，交易所市场上白银宝箱上百万一个呀，他还做不到视金钱为粪土。不开了，留着。龙小道摇头，表示剩下的23枚白银宝箱先不开，等看看再说。密尼安见他这种小民思想，含笑着也没再多说什么。蒂安娜，你以后不要叫海奴了，不是很好听。龙小道看着海奴蒂安娜，一本正经的说道：“既然你现在已经是稻花乡领主地内的英雄，也不再是海神的奴隶，你以后就叫香奴吧。奴字也不好听，干脆你以后就叫香妃吧。”海奴蒂安娜，自己这不明摆着被占了便宜吗？丰后密尼安咯咯娇笑着道：“还不快谢过领主夫君，往后你就是香妃喽。”一句话让龙小道也颇为尴尬，他还真不是这个意思。不过蒂安娜这身材，这气质，这股子大海的野性味道，要真收入房中，那也真是可以的。多谢夫君。蒂安娜的话让龙小道彻底傻眼，虽然说话的时候比较冷淡，可问题是这回答很让人勾魂。丰后密尼安从旁含笑着说道：“在领主世界里，领主拥有3妻4妾，3000后宫佳丽，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您在现实中可以做的事情，在这里也都能做。放心，他们既然是你的英雄，那就是属于您的人，您想做什么就做，他们是不会抗拒反对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反抗的权利。”龙小道听的那叫一个口干舌燥，这意思可不就是让自己为所欲为吗？难怪古时候会有那么多昏君啊，这种考验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昏君好啊，荒淫无道的日子我也想体验体验。龙小道突然哈哈笑起来，转头看着丰后密尼安，这个世界真的会与现实中重合？密尼安含笑着摇头：“领主大人说的，奴家不是很懂，但是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哦。”叮，您的领主地木质城墙修筑完毕。系统提示音把龙小道的思绪拉了回来，之所以这么快完成，是因为查尔斯使用了一张8小时加速卡。木质城墙防御力并不强，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城墙可以增加领地的整体性防御力。升级需要3000方木材，时间24小时。木质城墙有3个等级，只有升级3级后才可以使用石头继续升级为10强。第22章疯狂开宝箱，资源又使用空了。龙小道瞪着眼睛嘟囔出声：“这用的也太快了点吧！”打赢白地金矮人先锋营地，给了一部分资源，另外开白银宝箱又开出了一次资源，他还以为能用上几天呢。领主的内暂时拥有最多的资源就是粮食，还是有4000个单位，其次铁矿石是还有800块，银矿石300块，黄金矿石88块。值得说的是，黄金矿石是一种重要的稀有资源，升级高级建筑、招募高级兵种都会用到。1级矿工营地内招募的矿工，每24小时才能从金矿资源点采集1块金矿石。领主的内现在有2座1级矿工营地，以及16名采矿工。因为招募采矿工也需要时间，除金矿资源点分配了8名采矿工人以外，采石场资源点也有8名矿工在采集。1级矿工每24小时可以采集出100方石头。1级伐木工营地有1座，但是只招募出了8名伐木工。资源配比方面，石头、木材以及铁矿石等都属于基础物资，使用比重非常高。在建中的营地一共有5座，其中2座矿工营地、2座伐木工营地以及1座农民营地。矿工是通用的，可以开采石头、铁矿、金矿等在内的任何矿场型资源点。伐木工则是木材资源点必不可少的配套人员。农民营地可以招募种植人员、畜牧人员、养殖人员，是粮食供应基础保障单位。除了各类资源型人员招募营地以外，领主地内还有大量基础建筑在开工，其中指挥所是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也很重要，其次才是科研塔。3种建筑是升级领地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指挥所建造完成还需要2天时间，贸易中心建造完成还需要6天时间，科研塔建造完成还需要14天时间。木质围墙在升级中，升级完成后，普通木质围墙会升级为1级实木城墙。龙小道把目光看向密尼安与蒂安娜，沉声询问道：“面对领主地内资源耗费的问题，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丰后安东尼密尼安耸了耸肩，娇笑着说：“开宝箱喽，可以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的资源，
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案。龙小道皱眉，他知道白银宝箱内有几率开出资源来，问题是他不是舍不得吗？就算100万一个，23个白银宝箱卖掉也不是小钱啊。你说？龙小道把目光看向蒂安娜，蒂安娜面色平淡地说道：建造营地，开启战争，短时间内占据岛内所有资源点。略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不过这些都需要时间，眼下最快点的办法无疑就是丰厚说的开宝箱。哥哥，咱们的领主大人是舍不得，他想把宝箱卖调换成货币，现实中的货币。丰厚娇笑道。蒂安娜抬头看着龙小道，领主大人，现实与领主世界势力是互通的，在这边有钱，你所在的世界也就不会贫穷。龙小道往后倒去，依靠在丰厚密尼安柔软的身躯上，苦笑着说道：你们说的话我怎么确定是真假呢？笨蛋！密尼安贴在他耳边娇笑道：还用验证吗？现实中那些有钱人为什么都在不计成本的往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里面投入？难道它就仅仅是一款游戏吗？那些有钱人的智慧会看不破这些吗？龙小道愣住了，现实世界里的财富可以让所有玩家趋之若鹜，但是有钱人不是慈善家，世界各地的财团、门阀、企业难道会免费养着这些现实玩家们吗？他们最擅长的是收割财富，而不是救济穷人。开启白银宝箱，叮，您从白银宝箱中获得了一对半人马战士。开启白银宝箱，叮，你从白银宝箱中获得2万个单位粮食。开启白银宝箱，叮，您从白银宝箱中获得一对圣城骑士。开启白银宝箱，叮，您从白银宝箱中获得了建筑类图纸。龙小道听从丰厚密尼安与蒂安娜的建议，直接把剩下的23枚白银宝箱都打了开。23枚白银宝箱，建筑类图纸有6张，有价值的只有酒馆与客栈。建造好的酒馆可以吸引侠客型英雄过来，从而可以进行招募。客栈和酒馆功能差不多，也有吸引野生英雄的作用。剩下的马车厂、兵器厂、铠甲作坊、兽医馆就比较普通，暂时而言也有些鸡肋。往后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配备建筑，一个领地内想要繁荣也离不开这些东西。丰厚密尼安笑着善意提醒道。龙小道点了点头，毕竟是白银宝箱里面开出来的，哪怕就算是普通建筑，价值也超过100万。除了建筑类图纸以外，还给了2件武器类图纸，一张名为青龙长枪，一张名为灵犀 K 型冲锋枪。青龙长枪是冷兵器，可以配置给步兵类、骑兵类等兵种，也可以给英雄使用，精英级。灵犀 K 型冲锋枪属于热武器，配置使用兵种虽然不限制，但是使用冷兵器的英雄或者兵种一般都不会用它，也是一种精英级武器图纸。图纸也分为普通级、精英级、传奇级与神级4个等级，但是有些时候普通级图纸未必就比精英级差，得需要看什么时候用它们。剩下的宝箱技能书给了2本，一本普通级，一本精英级。精英级技能书名为神圣护甲术，修炼以后可以在周身形成一面护盾旋转，抵挡外来攻击。普通级技能书名为热武器基础枪术，不过修炼这技术至少需要有把枪才行。有7枚白银宝箱开出来了资源，剩下6枚宝箱开出的都是兵种，不过都是3级兵种，没有给更高等级的。或许现在白银宝箱里面最多也就给3级兵种，数量也只有1对，图纸、秘籍、技能书、资源等也都有等级数量限制，没有精英级以上的出现。资源类数量除了粮食以外，其余资源每只白银宝箱里只有8000左右的数量。装备与英雄、宠兽等一件都没有开出来。第23章一鼓作气，率先出兵。领主，一鼓作气。龙小道望着蒂安娜，愣了下，问道：什么意思？蒂安娜冷声道：与其等白地金矮人营地来攻打我们，不如趁着现在领地内兵强马壮，直接偷袭过去。白银宝箱开出来了6支3级兵种，再加上8名半马人战士，3级兵种数量高达80个作战单位。除此之外，1级兵种鸟铳兵1队，刀锋战士7队，数量有96个作战单位。2级兵种枪锋战士也有7队，数量有84个作战单位。1、2、3级兵种总数量高达260个作战单位。所以到花乡领地内的兵种数量并不差。除此之外，还有2名英雄。趁着夜色偷袭白地金矮人族营地，不一定没有胜算。就算在领地内防守，也不过是多增加了一道木质围墙，防御力也并不会提升太多。龙小道目光闪烁着，问：有几成胜算？蒂安娜面色淡然，摇头说：只有打完才知道。胜算这东西，没打这前谁也说不准。你觉得呢？龙小道转头朝丰厚密尼安看过去，询问道。密尼安含笑着道：打。龙小道站起身来：那就打。领主，您不用亲自前往，有查尔斯与蒂安娜率领军团，足够了。
封后安东尼·密尼安拉住农小道，含笑着柔声说道：“如果2名传奇英雄领兵都不能攻打下白地金矮人族的领地，那李长生去了也是白搭。”农小道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沉声命令道：“由查尔斯统领，蒂安娜任副帅，出兵白地金矮人领地，期待你2人凯旋。”是。查尔斯、蒂安娜2人领命离去。封后密尼安咯咯娇笑着道：“很担心。”农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说：“那是自然，这一战可关系到领主帝的生死存亡。领主大人放心吧，由查尔斯与蒂安娜领兵，再加上战争号角的作用，输不了的。”密尼安娇笑着说道。他并不担心，主要是战争号角这玩意实在是太强大了，人死的越多，后期小兵都能当大将用，动不动就爆发10倍战力，谁抗得住？咱们领地内现在欠缺的只是时间以及您的雄心壮志。封后密尼安笑着轻声说道。雄心壮志？农小道有些无语，自己要那玩意干嘛？他喜欢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典型小农思想。攻打白地金矮人族领地，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拥有英雄的好处，不用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往往不管是征战沙场还是管理领地内政，英雄能力都要强过领主本人。今天是公引员的生日，晚上答应过他早回去。走了。龙小道从封后密尼安怀里出来，退出了领主世界。真实，感觉就跟旅游差不多，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都是真实的。时间跟昨天差不多，也都是下午5点左右。你给我站住！龙小道转头看着王如霜，忍不住抓了抓头，干笑着问：干什么？其实这个女人，或者说女孩，长得并不丑，还有点小漂亮，身材也不赖，主要就是性格有点问题，像是长大的时候脑袋被夹住了，所以有点扁平凹。脑海里忍不住想到游戏里铁臂女王那种蠢萌花痴的聊天留言。龙小道看着对自己吹胡子瞪眼睛的王如霜，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忍不住想笑。废物，老娘在跟你说话呢！王如霜愤怒的手指都快要戳到龙小道鼻子上来了。龙小道苦笑道：君子动口不动手，那个，你先把手指放下去。哼！王如霜冷哼着，把手指放了下去。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没？龙小道笑着摇头，刚才走神了，没听见。你说什么？王如霜气得直翻白眼，没好气的说道：老娘明天让你去家里接我。龙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道：老娘，我没车啊，你明天早上自己打个车过来不就完了吗？王如霜道：废话，早高峰能打到车，我还用得着要你去接？没等龙小道开口，又继续说道：我有车。说完扔给他了一串车钥匙，扭头边走边说道：车在楼道口对面的车棚里。电动自行车啊！龙小道哭笑不得，其实想想，这王如霜如果不跟他置气，还是蛮有意思的，跟个小豆比差不咧。龙小道先去跟菊香神打了个招呼，晚上不在公司吃饭，才下楼，在对面车棚里找到了王如霜的粉色电动车。那顶粉红色卡通头盔，在回来的路上也是极为惹人注目。买辆电动自行车来骑，好像感觉也不错。把电动车停到楼下，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了句：不用担心会堵车，方圆30公里之内，想去哪里也都挺方便。虽然今天卖给紫金眼了144枚青铜宝箱，1枚白银宝箱到手了1500万，龙小道也不觉得自己算是什么有钱人。小道蝈蝈到家时才不过傍晚6点半，不过公引员和小慧慧已经回来了，并且公引员还准备了一大桌子丰盛菜肴。龙小道揉了揉小慧慧丸子头，惊讶地看着公引员问道：这些都是你做的呀？公引员面色微红，小声说：大部分都是餐馆打包回来的，他会做的菜式有限。弄这么一大桌子菜，龙小道以为还有其他朋友要来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就他们3个人。要喝一点吗？公引员问道。龙小道稍微愣了下，干笑着说：要不就喝一点。公引员嗯了声，转身去酒柜里拿了2瓶酒过来，1瓶红酒，1瓶白酒。喝哪个？公引员站在龙小道身前试探着问。龙小道有点小尴尬，想了想说道：要不喝红酒吧。好。公引员脸色微红着，把那瓶红酒放到桌子上，打开了那瓶白酒。他嘴上说着好，但是他今天想喝点白酒。龙小道第24章路面塌陷。生日快乐！桌子上的小蛋糕是龙小道带回来的，他就猜到公引员不会给自己准备。蜡烛插了3根，象征着公引员今年30岁。吹蜡烛之前许个愿吧。龙小道拦住公引员，笑着说道。公引员看他了眼，迟疑了下，缓缓闭上眼睛许愿。许什么愿不知道，但是眼眶有些泛红。吹灭蜡烛，切了蛋糕，每人吃了1小块，然后开始吃晚饭。小慧慧很乖巧，自己吃饱后就跑去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去了。龙小道陪着公引员喝酒。你在全民领主里叫什么名字？公引员突然开口问道。
龙小道抬手摸了摸鼻子，目光闪烁望着他，迟疑了下，轻声说道：“稻花香。”龚引元听完以后，整个人愣了下，抬起头来，难以置信地望着龙小道，显然对于稻花香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你是稻花香？”龙小道干笑着耸了耸肩，“运气好。”“可不就是运气好吗？要不是有王哥给自己留的那些东西，怎么可能成为领主榜世界排名第一的领主？没有什么本事，纯靠的是运气。要是王哥没有跳楼，或许这个领主榜首就是他的。”龚引元低头轻声说了句：“运气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呀。”举杯示意龙小道陪他喝酒。以前龙小道不知道，原来龚引元竟然这么能喝。随着时间推移，两个人竟然喝光了一整瓶白酒，又把那瓶红酒打开，喝了个底朝天。小慧慧自己看电视，困了以后就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你晚上留下吧。”龙小道心中颤抖，他虽然喝得有点头晕，但是并没有断片。字面意思还能理解，但是深层次的意思就有点暧昧。龚引元或许是喝多了吧，半推半就，心中其实算是乐开了花，但是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龚引元有没有喝醉，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些时候糊涂点未必是什么坏事。躺在床上，两人都很紧张。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身旁龚引元衣衫不整，睡得正香，但是可以看出来并没有发生什么。龙小道咽了咽口水，把他搭在自己身上的腿搬下去，下床轻手轻脚朝卧室外走去。“早啊！”还没走出去，身后就响起了龚引元的声音。龙小道犹豫了下，转过身去，看着慵懒躺着的龚引元，咬牙又折返了回去。“男人要勇敢一点。”“呜！”龚引元没想到这个臭小子还挺大胆，用力推开他，红着脸道：“别被慧慧撞见。”他还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丝克制。现在已经是早上，估摸着隔壁的小慧慧也该醒了。龙小道目光闪烁着，低声问：“那等晚上？”龚引元红着脸，火辣辣隐隐发烫，轻声嗯了下，这才把他推下去。他现在反而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主动了点。“今天我去送慧慧上学吧。”也许是昨晚上酒后劲很大，吃完早饭，龚引元还觉得有点头晕。龙小道笑着理所当然地说道。龚引元对此也并没有反对，有些小女人的羞涩，眼神又不敢跟龙小道对视，这种异样的感觉既让人心里舒服，又觉得痒痒。把小慧慧送到学校，龙小道才想起来还要去接王如霜。问题是他压根就不知道王如霜家住在哪里啊！无奈只能给紫金岩打过去，问了王如霜的手机号码，再打给王如霜，问清楚了地址。小电动摩托车一路风驰电掣，还是蛮舒服的。直到来到中心街口，路堵了有2公里，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车肯定是过不去，但是电动小摩托可以走人行道，硬挤了过去。大哥，前面出了什么大事故吗？怎么堵这么多车啊？不知道，听说是发生了塌陷，路都陷进去了个大窟窿，里面还有鬼哭狼嚎的声音传出来。龙小道稍微一愣，塌陷？还有鬼哭狼嚎的声音？没等他过去，前面就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有武警士兵过来维持治安。龙小道骑着电动小摩托刚过来没多远，就听到身后中心街口方向响起密集枪声，心里咯噔下子，知道怕是出了大事。如果不是极为特殊的情况，武警不会开枪的。怎么来这么晚？到王如霜家里筒子楼下，见到龙小道时，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很是不乐意，埋怨他来晚了。这里是老城区，人员密集情况已经不如大学城以及新城区那边，居民小区也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小区。龙小道没理会他的埋怨，示意他赶紧上车。电动小摩托启动，不过这次龙小道换了另外一条路，对身后的王如霜皱眉说道：“用手机查查中心街口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我来的时候，听人说有段路地面塌陷进去了，没告诉他自己听到了枪声，怕他做幺蛾子，非让自己回去瞅瞅。路面塌陷？”王如霜皱眉，拿起手机来上网搜索了下。我去！龙小道听到身后王如霜惊叫，忍不住回头望了眼，问道：“怎么了？”王如霜道：“骑你的车。”气得龙小道牙根直痒痒，无奈问道：“到底怎么了？”王如霜没有回答，手机上有清晰图片，是俯空拍摄的，在中心街口正中央，他陷进去了30-40米，并且里面有幽蓝色火光以及黑色雾气。这还不算，后面更有人直接爆料出了视频，一只只腐烂的怪物试图从坑里爬出来，周围守卫着的武警士兵们开火了。怪物虽然被打了回去，但是从视频里不能确定有没有被消灭。视频长度不短，以他对中心街口周围环境的了解，知道不可能是剪辑制作的结果，那只能说中心街口那边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怪兽，那些想要爬出来的东西，怎么像是全民领主里面的兵种腐蚀鬼啊？卧槽！网络上流传的东西，不会是要成真了吧？王如霜低声骂着说道。龙小道好奇问：网络上流传的什么东西要成真了？第25章。
战胜白地精矮人领主地。网上有人流传说，全民领主游戏里面那些怪物兵种，将来有一天都会跑到现实中里来。听着王如霜的话，龙小道心里咯噔一下子，好像越来越多的事件矛头都指向了虚拟覆盖现实这个内容。龙小道轻声问：“你相信网上说的那些？”王如霜好一会儿才开口反问：“不相信？那今天中心街口路面塌陷的事情又该怎么解释？”龙小道苦笑着问：“你到底从网上看到了什么啊？总的告诉我吧。”王如霜冰冷说道：“有人拍摄到腐蚀鬼从塌陷路面底下爬出来，又被打了回去。”腐蚀鬼？来到公司，龙小道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去。以前发生的事情最多是网上流传的视频，道听途说，谁也不能确定真假。可今天的事情却是龙小道亲眼看到的。人都到齐了，都别进游戏，先去会议室里开个会。紫金眼从楼上拿下着手机走下来，面无表情地说道。会议室里，颜如玉、柳如烟、江小柯、王英英、王如霜，还有龙小道，再加上紫金眼，正好7个人。王永福、李菊香夫妇是后勤采购人员，不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由紫金眼主持。今天中心街口的新闻，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紫金眼扫视在座众人一眼，皱眉说道：“事件是真实的，发现的怪物就是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的腐蚀鬼。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有关部门已经发出了警告，并且希望加大对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的探索。”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只有这一起，可从前天全民领主游戏开始运行以来，全球陆陆续续至少发生了3000起类似的事件。”3000起？龙小道忍不住瞪大眼睛，惊呼出声：“那为什么不把全民领主这款游戏关停掉？”紫金眼看着龙小道，其他人目光也都在望着他。好一会儿，紫金眼才摇头，重新开口说道：“具体为什么没有把全民领主关停掉，我也不知道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这款游戏与现实产生了某种真实的交集，或许以后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还会增加。”目光从龙小道身上移开，平静说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在领主世界里强大自己。从今天开始，公司会加大力度收购游戏里面的宝箱，青铜宝箱12万一个，白银宝箱120万一个，黄金宝箱市场价现在是1200万一个。”散会以后，龙小道还觉得脑瓜子在嗡嗡的。他可以确定以及相信的事情就是，虚拟覆盖现实是真的已经在开始了。这事情不仅他知道，某些高层领导，那些国外的大财团知道的内部消息或许会更多。具体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他能获取到的信息有限。但是从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运行开始，事情已经无法改变。龙小道深吸了口气，低声骂了句：“怕个球！就算天塌下来，也是有高个子的在顶着。”进入全民领主。丁，恭喜您赢得了一次领主级战争的胜利。丁，恭喜领主大人，您的军团战胜了白地精矮人族领地。丁，战争胜利，您获得了黄金宝箱1个。丁，战胜胜利，您获得了白银宝箱8个。丁，战争胜利，您获得了青铜宝箱32个。丁，您的部将摧毁了白地精矮人族领地，获得各类资源27万个单位。丁，恭喜您成功摧毁了一个白地精矮人族领地，缴获0级领主地勋章1枚。丁，恭喜您成功摧毁了一个白地精矮人族领地，获得陆地战车场建造图纸1张。丁，恭喜您！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让龙小道原本还有些阴霾的心情一扫而空，急忙打开战争日志查看了一下。1级兵种刀锋战士，死亡人数84人；2级兵种枪锋战士，死亡人数；3级兵种死亡人数。龙小道当时挺美的心情顿时又沉入了谷底，将近7支3级兵种竟然只剩下了半支，差一点就全军覆没。其他1、2级兵种基本上死光了，唯一幸存下来的就有那只山地犬。惨胜啊！估计要不是有神器战争号角属性加成，根本就打不下来白地精矮人这块领地。领主大人，不负使命。查尔斯与蒂安娜走了过来，朝着龙小道抱拳行礼，面色平淡说道：“辛苦了。”龙小道点头，深吸了口气。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中无法避免的事情就是死亡。陆地战车工厂可以建造吗？查尔斯点头。陆地战车工厂需要黄金矿石150块，白银矿石1000块，铁矿石8000块，石头3万方，木头3万方，以及1枚0级领主的勋章。我们手头上的资源可以修建。陆地战车工厂属于工厂级建筑，它是生产装备的，所以需要领主地勋章。也就是说，这些工厂是跟领主地同级的，内部各类进阶功能也需要资源去研发。建造。龙小道没有丝毫犹豫，陆地战车是一种强大的装备，有了它，许多兵种的战斗力都会成倍增长，并且陆地战车工厂未来还有进阶升级的空间。领主地级别的工厂都是可以随着所在领主地一起升级进化的。是。
战胜白地精矮人族领地，稻花乡领地获得了大量资源，不过损失也很大，并且需要升级的建筑也极多。短时间之内，龙小道也没有攻打岛屿西面海盗军团领地的打算，得先休养生息几天才行。招募虎风兵，哪怕稻花乡领地有7级蜂巢加成，招募3级虎风兵也需要2个小时，并且作为3级兵种，招募虎风兵需要黄金矿石1块、白银矿石10块、铁矿石300块，以及300个单位粮食。3级兵种的招募难度相比1、2级兵种已经呈几何倍数增长。第26章学习技能书。领主大人，你有没有发觉到什么异常？蜂巢内，密尼安笑盈盈地问道。龙小道总觉得他像是知道些什么似的，盯着他，直截了当地问：你指的是领主世界内，还是我所在的那个世界？密尼安含笑道：自然是领主大人所在的世界喽。发现了。龙小道皱眉说：为什么领主世界里的兵种会出现在我们那个世界里？你们那个世界里？密尼安把龙小道的话又给重复了一遍，笑盈盈地说道：你怎么就能笃定那是你们的世界呢？龙小道稍微一愣，不解地看着他，什么意思？密尼安耸了耸肩，咯咯娇笑着说：如果2个世界打通了，还会存在你所说的你的或者我的吗？稍微停顿，没等龙小道说话，又继续说道：据我所知，在你们的神话里是有天庭、地狱的，也就是天界、人间、阴界，对吧？虽然很多东西都是传闻中，但是如果有一天3界再次连通，你会有什么感觉？你的意思是，原本领主世界和现实世界就是一体的？这怎么可能呢？全民领主只是一款虚拟游戏啊！龙小道心中震惊不已。密尼安咯咯娇笑着说：只是在你们的世界观里，全民领主是一款虚拟游戏，但是你有办法证明现实中几十万几百万年前发生过什么吗？收起笑容，正色道：不过对你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那都是以前的事情，那段历史你也没必要去了解。你要知道的是，要积存实力，不断强大自己，短时间内现实也不要惹事情，低调发展。然后任凭龙小道在问什么，密尼安都不肯再说。对了，领主大人应该把手上适合自己的技能书学习掉。密尼安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笑盈盈地说道：合适自己的技能书？龙小道看着他问：你是说那本神圣护盾术？攻打白地精矮人族领地胜利并没有获得技能书，秘籍类书籍好像也挺珍贵的，到现在为止龙小道也只弄到了3本。巨火术、神圣护甲术以及枪术基础3本技能书，查尔斯、蒂安娜他们好像都有点看不上。多一种技能就多一分自保的能力，尤其是在现实中，不但要低调，短时间之内最好不要让人发觉你就是传说中的稻香村领主，因为我们过不去，没有办法在你所在的世界很好的保护你。说这话的时候，密尼安说得很认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龙小道瞪大眼睛：你是说我在全民领主虚拟世界里学习到的技能书到现实中去也能使用？密尼安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想了几秒钟后才开口说道：就算现在不能，过段时间也应该可以的，反正早点学，多学几种不是什么坏事。龙小道苦笑着道：领主和英雄不是最多学习4种技能书吗？技能凹槽满了，那不是浪费吗？密尼安妩媚娇笑道：那你也要先学会4种才行呀，并且转职以后还会有转职技能，还有技能槽扩增宝石，以后这些东西都好弄到，不打紧的。龙小道哭笑不得，可现在他也不知道该听信谁的，反正7级蜂巢就在领地内，密尼安也走不出去，兴许不会坑自己吧？就算坑，那也就坑了，还能怎么着？他一个身无分文的普通人，还特娘的怕人坑？丁，恭喜您学会神圣护甲术。神圣护甲术可以凝聚出一枚18×9厘米弧度能量盾牌，抵挡外界的攻击伤害。凝聚一次需要耗费5秒钟，持续时间3分钟。随着等级提升，护盾数量、持续时间、防御强度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等级0，经验01000。神圣护甲！龙小道聚集精力，伴随着一声轻吟，身前半米的地方出现了一枚小光盾牌，围着周身4周快速旋转。这个技能练到最后还是蛮强大的，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练习练习。密尼安含笑着道：蓄力5秒钟，持续3分钟，感觉还不错。当然，盾牌数量要是能再多点就更完美了。不要盯着姐姐看哦，想吃就去碰蒂安娜，她应该不会反对你的。密尼安感觉到龙小道的眼神盯着自己背后在看，笑盈盈的开口说道。龙小道下意识的说：不是说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吗？哥哥。密尼安娇笑着并没有生气，而是娇媚白他眼，似埋怨又似在勾引的说道：那至少在你想做什么之前，也需要先把我从蜂巢里召唤出去才行，对不？召唤出去才行。那平常自己躺着靠一靠，手脚不老实下的，也没见你多说什么呀。姐姐现在还算是个野生女皇，在不确定你有能力召唤我之前，身子是不能给你的哦。密尼安笑着把话说得很直白明了，想要动他，
至少要成为他的主人，这是个前提条。为什么你还要帮我出谋划策？龙小道皱眉问。密尼安娇笑着摇头，如果姐姐对你冷巴巴的，平常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那多无聊。至于帮你出谋划策，反正又不需要我做什么，支个招的事情，最终拿决定的人还是你自己呢。这个女人话里话外可都是钩子，姐姐是不会骗你的，哥哥，至少眼下你还没有让姐姐欺骗你的资本，所以以后还是要乖乖听话哦。密尼安走到农小道身后，两手抱着他肩膀，在他脸蛋上轻轻捏了捏。农小道，这让他觉得自己的领主威严有点受损，等翻身想要反击的时候，却发现与密尼安之间好像被一堵无形的气墙给隔了开，根本就触碰不到他身体。密尼安咯咯娇笑着道，都跟你说了，不行呢，想要姐姐就要先长本事才行哦。第27章，鹰王产崽要变天了。丁，恭喜小天使西蒙成功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特此奖励黄金宝箱1枚。世界频道突如其来的系统声音把农小道的心思拉了过去。伟大的胜利，什么样的战争才能算得上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要知道，农小道攻打下白地精矮人族领地，系统都没有给全球通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系统不会随随便便就给你名扬世界的。从这一秒，小天使西蒙算是全球名人了。有谁认识这位小天使的吗？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请大雕出来科普一下。孤陋寡闻了吧？小天使西蒙之前在世界领主榜排行第8769位，是一名万名之内的领主。世界频道内，玩家们炸开了锅，纷纷对这位小天使西蒙展开讨论。我去，快去看领主排行榜，小天使西蒙爬升的好快啊，已经进入前10名了。为什么会如此？草，这还用问吗？指定是奖励的那枚黄金宝箱里开出了牛逼东西，又涨了，已经挤进全球前3了，真是走了狗屎运。狗屎运？哼，吃不着葡萄，有本事你也去走个狗屎运给大家瞧瞧。就是嘛，万名之内已经是绝对的精英领主了，你说人家走狗屎运，那你出来报个号，自己排在多少位？龙小道没理会世界频道里的争吵，推测大概率是战争胜利之后还有其他什么奖励。系统奖励是系统奖励，战争胜利本身也会有奖励的，能被系统评价为一次伟大胜利的战争，至少会有一个黄金宝箱奖励，再加上系统奖励的，那就是2个黄金宝箱，一下子直接从8000多名晋升到领主榜前10，至少开出了一队高级兵种，或者是传奇，甚至是史诗级英雄。而第2个黄金宝箱开出来的物品绝对不会比第1个宝箱奖励差多少，不然也不可能直接挤入领主榜前3。世界领主榜现在排在第1位的是稻花香，排在第2位的是一名叫远古猛象的玩家。刚刚挤上来的这位小天使西蒙刚好排在第3位。劲爆消息，传闻小天使西蒙是新世界财团的继承人，名副其实的小公主。新世界财团？这真的假的？听到这个消息，龙小道也忍不住皱了下眉头。新世界财团是趁着第3代全真互联网崛起的一家公司，它的总部在欧洲，10年之间可统计资产至少过万亿，手底下有超过100家以上的上市分公司，进展之迅猛，让许多人都望洋兴叹，感觉遥不可攀。这也是一家极为神秘的财团，有人传闻，他们至少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了数千年，只不过这10年才浮出水面，被世人所熟知罢了。新世界财团的小公主，龙小道知道，如果消息属实，那人家扩张的速度绝不是自己可比的。在资本的加持下，小天使西蒙的领主地也将会在短时间内壮大起来，并且距离开服1星期已经没有几天了。全民领主开服第7天会开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货币兑换率，虚拟世界的资源也将会与现实货币进行对接。那时候各大财团的介入步伐也会加剧，到时候普通人要再想翻身更加难上加难。把火铳营升级到3级。龙小道临下线之前吩咐蒂安娜，之前已经升级过火铳营，再升级火铳营就可以达到3级，不过时间好像需要7天。如果速度够快，火铳营应该会成为到花香领地内第1座升级到3级的营地。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聊全民领主里面的事情。颜如玉大眼睛闪烁着问道，你们对那个小天使西蒙怎么看？王英英皱了下眉头，面无表情地嘟囔了句，走了狗屎运。切！颜如玉白眼以对，说人家走狗屎运，有本事你去走一个呀。王英英皱了下眉头，也不跟他争辩，而是自顾说道，有人说他是被一群荒原狼追赶到了一个悬崖上面，脚下没注意滑落下去，好巧不巧的是，一只山鹰王正在崖下窝里产崽，一下连人带窝都给砸落掉地上，他砸死了山鹰王，山鹰王幼崽正好出生，睁开眼睛看到他，认其为主。颜如玉瞪大眼睛珠子，真嘟假嘟？王英英看着他，
不答反问道：“如此，是不是走了狗屎运？”颜如玉使劲点了点头：“没错，狗屎运，妥妥的狗屎运。”声音里不难听出酸不溜秋的味道来。噗嗤，农小道忍不住笑出声来。颜如玉转头看着他，质问：“你笑什么吗？难道我说错了呀？”农小道耸了耸肩，笑着说：“鹰王不应该是产蛋的吗？你见过刚生下来的鹰王蛋就自己孵化的吗？所以说他在忽悠你呢。这小蠢货还什么都消息都信。”王茵茵面色淡然道：“少见多怪，谁告诉你山鹰王一定是产卵的？又是谁告诉你山鹰王刚生产出来的蛋不能立即就孵化？”农小道稍微愣了下子，心说这不都是常识吗？就跟母女奶供牛奶是一个样的道理啊。以前的观念，未来或许要更新一下才行。记住，从现在开始，所有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事情，没准都会发生，要学会接受现实。王茵茵说这话的时候，一本正经的模样，丝毫没有要开玩笑的意思。王如霜端着自己的餐盘走过来，坐到对面，接声说道：“他说的没错，往后的日子怕是要变天了。”变天了？农小道稍微愣了下，抓着头看着他：“有什么内部消息吗？”王如霜冷着脸道：“新世界财团宣布，将会以公主西蒙为核心，打造领主联盟，名字就定义为新世界联盟。小公主西蒙出任新世界联盟工会会长，并且会拿出1000亿美金来打造新世界联盟工会，欢迎全球任何国家内有实力的领主联系加入。”第28章，现实中可用的技能书。现在世界级的财团要组建联盟工会，还是那种不限地域、不限国籍的收人，让普通玩家怎么活？柳如烟气急败坏地说道。江小柯也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道：“这其实还都是次要的，你们没听说吗？已经有人可以把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面的物品带回到现实里来了哦。”听到这话，农小道脸色忍不住大变。王如霜摇头：“那些暂时还是在传闻阶段，有没有人能做到，还处在验证阶段。不过，领主世界里的兵种生物出现在现实中，却已经成为了事实。有消息说，领主转职以后学习到转职技能，是可以在现实中使用的。”王茵茵面无表情地说道。一句话让所有的人目光都瞅向他。真嘟假嘟？颜如玉挺了挺傲人的胸膛，水汪汪大眼睛闪烁着：“12级就可以转职呀？转职并不困难，普通领主12级就可以转职，但是转职成什么职业，这个是要看运气。一个就是需要转职宝石，转职宝石是一种固定转职媒介体，比如说可以转职成亡灵法师的亡灵法师转职宝石，有了宝石就可以直接转职成亡灵法师。转职宝石一般出现在野外怪物身上，从领地内的集市交易所，运气好也有可能买到。如果没有转职宝石，领主英雄升到10级也可以转职，但只能依靠转职轮盘进行随机，运气好可以转职成战斗职业，运气不好或许会获得一个生活职业，比如说种植师、裁缝、厨师、铁匠等等。倒不是说生活职业就差，至少在前期，生活职业肯定是没有战斗职业吃香。你们手里有转职宝石吗？江小柯问道。颜如玉、柳如烟摇头，王茵茵面无表情地开口说道：“我手里有2枚转职宝石，一枚魔法师转职宝石，一枚剑术师转职宝石。”一句话顿时惹来周围人羡慕的目光。王如霜却不是很合群地说道：“都是普通战斗类职业，没什么好稀罕的。”王茵茵皱眉，2块转职宝石确实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但是在眼下僧多肉少的情况下，有1枚转职宝石可以确定可以转职成战斗类职业，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如果是随机搏运气，那辅助职业与战斗职业可是各占半数的。紫金眼端着饭盘走过来，接声说道：“转职宝石公司可以回收战斗类转职宝石1枚60万，非战斗转职宝石1枚40万。辅助类转职宝石有什么用处啊？”农小道不解地问。紫金眼看他了眼，坐下以后才说道：“公司规模不小，以后肯定会培养一批属于自己的辅助类转职英雄的，基本上这也是现在外面市场中转职宝石的基础价格。”农小道犹豫了下，忍不住问道：“转职以后学会的技能真能带回到现实中来使用？”紫金眼抬起头来盯着他看了2秒钟后才说道：“谁告诉你的？”农小道尴尬一笑，抬手朝着王茵茵指了指：“他说的。”紫金眼摇头，一本正经地说道：“非转职技能也能带回到现实中来使用，主要是现在技能书数量较少，能获得技能书的领主玩家凤毛麟角。”农小道把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非转职类技能也能在现实中使用？紫金眼抬起头来看着他问道：“你手里有技能类书籍？”农小道干笑2声，急忙摇头：“没有，我手里怎么会有那玩意？”紫金眼眼神里闪烁着疑惑，但是并没有刨根问底，哦了声说道：“战斗类技能书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大概是2亿1本。”多少？农小道瞪着眼睛，声音瞬间飙升高了8度。这下周围的人都看出不对劲来了。
颜如玉朝着龙小道眨了眨眼睛，羡慕地问道：“老实说，你手里是不是有技能书？”龙小道知道自己表现太过，已经不太好掩饰，这时候要不交代，估摸着就得被这群女人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往后还能不能成为一家人都两说。眼下，龙小道觉得金眼虚拟的环境还不错，每天有菊香阿姨做饭，想吃什么有什么，水镜楼台先得月，还能从这些女人嘴里套点内幕消息，所以短时间内还不是太想离开。干笑两声，朝着紫金眼诚恳地说道：“老板娘，那个不好意思，刚才我撒谎了，我手里确实一本技能书。”紫金眼眼神里的炙热一闪而过，却装作面色平静地问道：“什么类型的？”龙小道干笑着道：“战斗类技能书是一本枪法基础，不过是白色的普通类秘籍。”紫金眼皱了下眉，枪法指的是热武器还是冷兵器？热武器。紫金眼目光闪烁着说道：“热武器的话，就算你学习了，在现实中估计短时间也用不上，想不想卖掉？如果出手的话，我帮你联系买主，价格应该不会低于5000万。”龙小道抓了抓头，干笑着说：“刚才你不说值2个亿吗？”嘻嘻。颜如玉嬉笑着在一旁接声：“炸你的喽，不过有些技能书确实值2个亿，你这是热武器技能书，价值就没有那么高喽，一般也就2-3千万左右。老板能给你搞回5000万来，你不吃亏，这点我可以作证。”旁边的王英英跟着点头：“5000万不少，过几天大概帅会掉价，没坑你。热武器技能书不值钱，等过几天大家都转职以后，它价格会更低，卖掉吧。”王如霜给出了建议。柳如烟与江小柯都没有说话，他们不喜欢掺和这种事情，并且觉得自己跟龙小道之间也不是那么熟。行，怎么交易？龙小道目光闪烁着问。紫金眼面色平静地说道：“你集中精神，试着看看能不能把技能书具现出来。”具现出来？龙小道再次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惊呼道：“现在就已经可以了吗？”第29章，灵气值强度。龙小道集中精神，脑海里想着那本枪法基础，微弱的光亮在手中闪烁。不过多时，滋啦啦的电弧开始增多。下一秒，一本古朴书籍出现在龙小道手上。龙小道难以置信地说道：“真可以啊！”紫金眼顺手把技能书拿了过去，放到自己旁边，面色虽然平淡，却难掩眼神里的激动。现在灵气还不是那么多，过些日子会更加容易。龙小道看着他，眼巴巴地问：“那领主世界里的兵种能不能具现到现实中来？”紫金眼摇头，至少现在还不能，除了技能书得到了验证以外，其他东西都具现不过来。技能书为什么就可以呢？龙小道不解地问。紫金眼道：“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答案，或许在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吧。”未来，一切皆有可能。龙小道摇了摇头，小声嘟囔了句：“未来有多远，谁能说得准？”抬起头来，看着紫金眼说道：“老板娘，能不能把我现在租住的那套房子买下来？另外，再给我弄辆好点的车，我指的是够结实，发生意外的情况，能尽可能保证自身安全。”紫金眼平淡道：“可以。”龙小道想了想说：“我住的那栋楼是顶层，剩下的钱能不能把楼下2层也买下来？”可以。对于紫金眼而言都不算什么，在现有房价的基础上再多支付些钱就能做到。现在或许还不是太明显，但是未来某些地段的房价一定会大跌的，尤其是那些市区中的高层建筑。你小子傻呀，几千万买个独栋别墅，它不香啊！颜如玉心直口快地说道。龙小道嘿嘿一笑，摇头：“我这人喜欢住高层，站得高看得远，发生意外跑不掉。”王如霜冷哼着说到了句。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这倒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暂时还好，以后说不准。紫金眼说完，看着龙小道：“一切以你的意见为主，要钱要物都可以。”龙小道想了想说：“还是先买下来吧。”紫金眼点了点头，并没有再说什么。吃过午饭，龙小道跑到楼顶花园里晒了晒太阳。紫金眼办公室里，颜如玉坐在老板椅上，舒舒服服地转了2圈，目光闪烁着嬉笑说道：“龙小道那小子不简单哦，竟然能搞到一本技能书。”向来苟不言笑的紫金眼，这时候嘴角也浮现出丝笑容，确实是个意外之喜。技能书你准备转卖出去，还是自己学？颜如玉看着他问。金眼虚拟公司本身就是依靠着《全民领主》这款游戏融到的资金，低买高卖，也算是公司主营的业务。当然，紫金眼能把枪法基础卖到更高的价格，是因为金眼虚拟有自己的人脉关系。龙小道想要以高出5000万的价格卖出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紫金眼想了想说：“现阶段技能书很难得，并且现实中也要有点自保手段，自己学习。”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要不你去试探试探他，看看他手里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颜如玉撇嘴，不悦地说道：“想要本小姐牺牲色相，你想的倒是美，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哦。”紫金眼笑了笑，
真不去？你要不去，那我去叫柳如烟或者江小柯去了。颜如玉迟疑了下，改口道：这个事情过2天再说。你在游戏里跟稻花香接触的怎么样了？人家对你这颗大白菜感不感兴趣啊？紫金眼皱眉摇头，后面发的消息都没有回复。嘻嘻，颜如玉目光闪烁着，嬉笑说道：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主动一点，直接上大招，果片发过去，就你那身材，妥妥够娇够嫩，一株水灵灵大白菜，就不信他能不动心。紫金眼脸色微红，低声呸了声：可以发你的。嘻嘻，也可以哦，到时候到花香相中了本小姐，哭死你。颜如玉嬉笑着，丝毫不介意。在他们眼里，领主榜首那就是妥妥的金龟婿，谁能吊着，至少可以少奋斗10年。稻花香能在领主榜首待那么久，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以后会不会被人追赶上，都是以后的事情，眼下还是挺让人眼馋的。紫金眼岔开话题，新世界财团起了个头，估计用不了2天，国内外大小财团都会纷纷跟进，组成领主联盟。颜如玉皱了下眉头，跟那些大财团，咱们肯定是比不了的，但是他们想跨地域收人，估计也不容易做到吧。紫金眼摇头，现在世界格局还不是很乱，灵气值刚到地级别，只要把人接过去就可以，暂时各国都不会闭关锁国，控制人员流动性的。以现在灵气增长速度，全民领主世界里的兵种需要多久才能召唤到现实中来？颜如玉问。紫金眼摇头说，很难，有关部门的检测报告是，哪怕灵气值达到 A 加，想要批量从领主世界召唤巨献兵种过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颜如玉瞪着大眼睛， A 加的强度都不行啊。紫金眼点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或许会以转职技能对付领主生物为主，当然这种事情是有变化的，在没发生之前谁也说不准。颜如玉目光闪烁着，低声问道，那颗陨石的能量还能支撑多久？紫金眼摇头，黎明科技不肯再过多的往外透露详情，根据有关数据推测，最多还能支撑3年。这么说，3年以后，领主世界里的生物就能丝毫不受制约的往咱们这个世界里进入喽？紫金眼苦笑着道，最好的可能是3年以后，或许那颗陨石维持不了那么久，2个世界交界处已经相当薄弱了，随时都有碎裂的风险。现在才开服第3天，但是全球已经发生超过5000起领主世界生物入侵事件，往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发的。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这还是咱们能看到的地方，像那些无人区、大洋海底、湖泊、河流下面到底进来了多少生物，没人能说得清楚。第30章幸运钻隐藏职业。老妈，那个你跟老爸身体还好吧？龙小道坐在天台小花园秋千上，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拿起手机来给父母打了过去。他老家并不在这座城市，而是在一个距离这里300多公里、风景秀丽的小镇上。因为前些年镇上大力发展旅游业，趁着那场东风，在农家老爷子的带领下，搞起了度假村、农家乐。发展几年后，还成立了家族公司，资产虽然没有多少，但也算得上小康之家，挺好的，不用你惦记。对了，有没有玩全民领主那款游戏？老妈向东红笑着问道。龙小道稍微愣了下，抬手摸了摸鼻子，貌似跟自己想的不是太一样啊。没等龙小道开口，向东红又继续说道，我跟你爸爸现在都在玩，你老爸现在领主榜排在9700多位，老妈我虽然比他差点，但也在3万名里面，等再过些日子，兵营建造起来，到时候把2个领地迁移到一个地方去，强联盟，多养点兵马，再搞点。根本就没等龙小道开口说话，老妈把未来就给规划了一遍。行了，家里不用你操心，我们也不用你惦记，你现在主要的事情就是多交2个女朋友，咱家人丁不旺，是眼下最大的劣势。你爸说了，回头把他那些老兄弟们都聚起来，等时机成熟以后一起打天下。先不跟你说了，要上线打资源点去。一通电话，龙小道只开口问了声好，然后到最后说了句再见，通话结束。老爸杀进全民领主排行榜10000名之内，自己老妈也排在3万名里面。龙小道突然无声笑起来，看样子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老爸老妈确实不用自己太惦记着。下午进入领主世界，龙小道领着已经升级到15级的山地犬以及一队刀锋战士走出领地，前往野外狩猎。神圣护盾，巨火。面对一头山狼，龙小道发起了攻击。既然游戏里的技能能用到现实中去，那就得好好锻炼锻炼才行，光有技能不行，还得有经验，否则遇见危险，还没等想起来怎么使用技能，自己先给下懵逼，等反应过来，脑瓜子都给怪物咬下来了。从中午一路杀到天黑，龙小道从刚开始被一头山狼搞得手忙脚乱，需要山地犬帮忙解围，到后来应对2头山狼都能做到游刃有余，算是有了明显进步。神圣护甲术等级0，经验值3691000。巨火术等级2，经验值14/500。巨火术只是白色普通等级的技能书，升级经验比较少，
0级只需要100点经验值，1级只需要300点经验值，所以升级比较快。龙小道看了下自身等级，刚才升级以后已经到12级了，可以转职了。走，回领主地。龙小道高兴地领着人朝领主的方向走去。查尔斯，你们需要转职吗？领地里龙小道把查尔斯叫过来，询问道。查尔斯恭敬摇头，领主，我们这类英雄职业是固化的，不需要转职，只要升级即可。但是您自己培养或者招募的白板英雄是需要转职的。查尔斯是传奇英雄，并且是有名有姓、有侧重点的英雄，像他们这类英雄不用转职。全民领主开服的时候，已经固化了1000名史诗级英雄、1万名传奇英雄、100万名精英级英雄，以及3000万名普通英雄。这些英雄都不算是白板英雄，都有自己的名声、职业，不过获取难度比较高。龙小道点头，试探着问：“那你知道我该怎么转职吗？”查尔斯微笑着说道：“简单，只要领主去领主碑前申请转职即可。领主碑是一座领主地的基石，也被称之为领主碑石、领主石。领主石被摧毁，也就代表着一座领主地被灭掉了。”龙小道问：“那你知道什么职业比较好吗？”查尔斯道：“领主，您是想询问该怎么转职成隐藏职业吧？”啪！龙小道用力一拍大腿，高兴笑道：“对，就是该怎么转职成隐藏职业。”查尔斯笑道：“这种事情封后应该懂得比较多，领主大人不妨去询问一下封后。”说完，转身去巡视领地了。自从上午被密尼安拒绝之后，龙小道就感觉有点丢面子。不过转职是个大事，龙小道也只能厚着脸皮，再次朝7级蜂巢内走去。哥哥，小气的男人，不生气了？密尼安见到龙小道后，故意调侃他。龙小道哼了声，抬手朝他屁股打了过去。本来以为这巴掌是打不到的，却没想巴掌到肉，打得还挺响的。密尼安娇点白他眼，娇笑着说：“下手还挺狠的嘛，这下不生气了吧？”龙小道有点不好意思，脸上一红，小声嘟囔了：“你挡下来不就好了？”密尼安娇笑着，没再多说，而是岔开话题道：“12级了，还是蛮快的。现在其他1人玩家领主等级普遍在6、7级左右。龙小道之所以升级这么快，是因为领地灭掉了白地精矮人族领地，给他增长了许多经验，再加上查尔斯、蒂安娜接连领着士兵剿灭了附近数个资源点，还灭杀了一个山狼族群，所以龙小道等级才会增长这么快。有没有想好要转职成什么职业？”密尼安娇笑着问道。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有没有办法让我转职成隐藏职业？”“有。”封后密尼安笑着肯定地说道。龙小道愣了下，抓头说：“不会很困难吧？”“困难？”“哥哥。”密尼安娇笑着说道，“对别的1人领主来说，想转职成隐藏职业自然是非常困难，可对你而言，那就再简单不过喽。”龙小道好奇问：“怎么个简单法？”密尼安笑着说：“你背包里不是有一颗幸运钻，转职的时候使用它，100%可以出隐藏职业，并且你应该是第1位转职的1人领主，估摸着在幸运钻的加成下，还有些特殊的奖励。”第31章，亡灵系死灵法师与机械系铁甲师。封后安东尼密尼安在没有被龙小道召唤出来之前，是没办法离开7级蜂巢的。龙小道自己来到领主碑石前，叮，恭喜领主，你已经达到12级，可以进行转职。叮，是否启动转职轮盘？一扇巨大超过1000米的庞大古铜轮盘出现在龙小道面前虚空之中，这就是转职轮盘。拥有转职宝石的人可以直接使用转职宝石转职成宝石上的职业，而没有转职宝石的人就只能使用转职轮盘。运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有没有只有自身才能感觉到。使用幸运钻。龙小道把幸运钻从背包里拿出来，好家伙，这颗钻石足有小孩子拳头那么大，光彩夺目，让人一眼看过去就有点移不开。叮，您使用了幸运钻，运气值爆棚。幸运钻也从龙小道手里飞走，融入了虚空青铜轮盘之中，给青铜轮盘增加了抹七彩霞光。叮，是否启动转职轮盘？龙小道道：“启动。”随着声音，青铜色轮盘开始转动。这时候才发现，它内部构造极为精细，竟然有上百层轮盘在同时旋转，有快有慢。叮，恭喜您转职成为隐藏职业亡灵系亡灵法师。叮，作为1人世界首位转职的玩家，系统奖励您双职业，您可以再次转动转职乱盘。叮，请问是否启动转职轮盘？龙小道眼神里冒火星，兴奋的差点没熬，一下子蹦起来。双职业，卧槽，这下牛逼老了！启动。龙小道深吸了口气，再次旋转转职轮盘。叮，恭喜您成功转职隐藏职业机械系铁甲师。2大隐藏职业齐聚一身。龙小道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属性栏查看起来。亡灵系
亡灵法师。技能方向：亡灵法师，亡灵召唤。亡灵法师可向法师系攻击方向进阶，亡灵召唤可向召唤系暴兵方向进阶。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精力，可以修炼全系技能法术，但是耗费经验值极大。机械系铁甲师。技能方向：单兵操控技能，群攻操控技能，可制造升级单一特色铁甲，进行不断升级改造，使之变得更强。进化方向：机甲之王。群攻方向：可制造数量庞大的机械群，攻击单个或者多个目标。进化方向：机械之皇。当然，如果你经验足够，也可以修炼铁甲师全系技能。叮，恭喜您成功转职，转职以后，人物经验与技能经验进行同步。叮，您的转职技能已经开启。亡灵系不死法师拥有2个起始技能，一个是亡灵之火，一个是召唤骷髅。机械系铁甲师拥有的2个起始技能，一个是铁甲之躯，一个是铁甲之车。亡灵之火聚集一团地狱火焰，攻击周围方圆150米之内的敌人。召唤骷髅集中精力，可召唤拥有基础兵种战斗力的初级骷髅为其作战。铁甲之躯凝聚一身铁甲，抵抗来自周围的攻击，铁甲可升级。铁甲之车凝聚制造一辆铁甲之车，铁甲之车拥有自带武器，可攻击敌人，铁甲之车可进行升级。之所以称之为隐藏职业，是因为不管是横向成长值还是纵向成长值，都远远高于普通职业。虽然起始阶段或许相差不大，但是越往后区别也就越大。别人能有一个隐藏职业都能做梦笑醒，而农小道却一下子得到了2个双职，不仅仅是双职，并且还是双隐藏职业。机械系与亡灵系虽然不是很搭边，但是不妨碍他们的成长属性够强啊。2个起始阶段的职业技能都需要修炼一定等级，才能修炼下一阶段技能。普通转职者起始技能要修炼到7级才会显现点亮进阶技能，但是隐藏职业起始技能需要修炼到9级，并且修炼技能所需要的经验值比普通技能升级所需的经验值还多 30%。 机械系与亡灵系双技能。龙小道回到7级蜂巢，封后密尼安眼神就亮了起来，忍不住惊讶地说道：第一个转职的艺人领主竟然奖励了一系技能，真让人想不到。双职业者很强吗？龙小道试探着问。密尼安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说道：未来一个隐藏职业领主可打10个甚至是100个普通职业领主，你身上有2个隐藏职业，那就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喽。你说他强不强？龙小道目光闪烁着笑道：领主又不是依靠自己打天下，再强也比不过手底下领地里兵强马壮牛逼吧。密尼安笑道：话是如此，但是你别忘了，领主自身首先就是一名英雄，并且是塑造性很强的英雄。龙小道稍微愣了下，这话让他忍不住皱了下眉头。如果每一个玩家都看作一名英雄的话，那些财团网罗下的联盟工会岂不是有成百上千的英雄？隐藏职业者拥有逆风翻盘的资格，任何一个隐藏职业都不容小视，而你已经有了2次逆风翻盘的资格，胜算会更高。密尼安收起笑容来，正色说道：听姐姐的，脚踏实地的发展下去，不要急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未来世界必定会有你一席之地。虽然现在到花乡是艺人领主榜榜首，却不算是已经成长起来了，时间还太短，变数太多，任何风浪都有可能把他从神坛上拍下去。龙小道眯着眼睛，脸上露出灿烂笑容。行，按部就班的走下去，不急不躁，一切听风后姐姐的安排。弟弟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劝。密尼安稍微愣了下，然后咯咯娇笑起来。记住，现实中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至少短时间之内不能暴露自己。听着密尼安的话，龙小道脑海里不由想到了公隐员，现实中只有他知道自己到花乡的身份。第32章，不气盛能叫年生人。明天还用去接你不？龙小道从领主世界里出来，公司里吃晚饭的时候，朝王如霜问道。王如霜稍微一愣，板着脸摇头：以后我住在公司里，那小电动摩托车给我骑骑呗。龙小道嬉皮笑脸的说道。不给。王如霜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龙小道嬉皮笑脸的说：别这么小气嘛，咱俩关系不一般，骑骑你小电动又不是要让你牺牲点啥，关系咋不一般？你给老娘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车就给你骑。王如霜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可眼神里倒没什么生气的表现。经过2天相处，他也感觉龙小道这个白丁给自己的印象还不错。秘密说不得，尤其是当着众人的面更是说不得。龙小道嘿嘿一笑，心说要是把你铁臂女王在游戏里发给自己的那些肉麻情话讲出来，那你还能让自己活着？说是情话也不合适，有些简直太露骨，比如说给你生猴子，自己初吻还在，这些还算好的，更污秽不堪的都让人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个女孩子嘴里。颜如玉歪了歪头，疑惑打量着2人，诧异问道：你们2个不是挺犯冲的吗？在大家眼皮子底下
这就勾搭一块去了。王如霜看着他，冷冰冰的说道：“小贱货，想找骂是吧？信不信老娘大巴掌朝你那张圆鼓鼓的小圆脸蛋上抽？”噗嗤！龙小道忍不住笑出了声，明明是骂人的话，怎么听着都像是在打情骂俏。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到一块就掐架，跟斗鸡似的。柳如烟含笑着说完，朝龙小道抛了记媚眼：“要不你骑我的车回去吧。”一句话不断开，那就是非常正经的一句话，可分成两段，拉着长音来说，就像是在勾引。龙小道急忙摆手说道：“打住！我可告诉你们，别以为小哥我是什么正人君子，背地里很渣，并且意志薄弱，谁敢勾引我，我就敢顺杆子往上爬，到时候真吃了亏，可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们。”柳如烟掩嘴一笑，娇滴滴白了他眼：“谁想勾引你？既然那种美事，你不就是运气好，打到了一本技能书，卖了5000万，有什么值得我们眼馋去勾引的呀？”江小柯在一旁接声，说完之后，义正言辞的说道：“你这个思想，这个态度就不可取。这样吧，一会晚餐结束以后，你来我房间里面，姐姐给你上政治课。”“哥哥，这课怕不是得躺着上吧？”柳如烟娇笑调侃说。龙小道哭笑不得，他讲的是实话，这群女人的开放指数远在他预料之上，嘟囔了句：“你们就这么着戏弄我吧，早晚有一天都得要吃大亏不可。”吃完晚饭，龙小道骑着王如霜那辆粉红小电动车离开了公司。小区楼下，供应员和一名中年男人站在辆豪车前面，正在说着什么。男人年纪30几岁，一身昂贵西装，眼神看着供应员的时候，那股欲望与贪婪丝毫不加以掩饰。“小公啊，我跟你说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你看你现在自己带着个孩子，并且还要早出晚归的工作赚钱，也怪辛苦不容易的。过来跟着我做个助理，每天想几点来上班都可以，打个卡就能下班，每个月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不是很好吗？”供应员眼底深处闪过丝厌恶，勉强笑着摇头：“谢谢黄总的好意，我在这家公司干得挺好，暂时还没有要跳槽的打算。”黄世强皱了下眉，假装若无其事的说道：“我跟你们公司李总私下里是好哥们，这事情我已经跟他提过了，对此他也没什么意见，所以你不用有什么顾虑，过来吧。”说着伸胳膊就想去拉供应员的手。赶巧的是，这时候正好农小道骑着小电动车回来，撞见了这一幕。干啥呢？骑着小粉电动车朝着西装男人就撞了过去，还好黄世强躲得快，刹车也好用。农小道把电动车停到了供应员与男人中间，摘下头盔来，黑着脸质问道。见到农小道，供应员心里松了口气，嘴角上的笑容一闪而过：“你谁啊？活腻歪了吧？”黄世强阴沉着脸，目光冒火的盯着农小道，不知道这小子打哪冒出来的。供应员上前拉住农小道的胳膊，搂抱着示意他别说话，朝黄世强陪笑道：“黄总实在不好意，这是我弟弟，年纪轻不懂事，有什么冲撞您的地方，还请多担待。”“弟弟？”黄世强稍微一愣，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勉强笑着说：“你还有个弟弟？我怎么没听人说起过？”供应员搂抱着农小道的胳膊，背地里轻轻掐了掐他，示意他别冲动，微笑着说：“表弟，姑妈家的，在市里上大学，知道我这边出事了，家人叫他过来陪我们母女住段时间。”说完，抬手又轻轻拍了下农小道肩膀：“年纪不大，怎么做事这么冲动？这位是黄总，姐所在公司的合作伙伴。”农小道看着对方，板着脸说道：“别对我姐动手动脚的，我可不管你是什么黄总李总的，再让我见到，见一次削你一次。”转头对着供应员沉声命令道：“合作伙伴用得着领家里来，在楼下拉拉扯扯的，被邻居瞧见了，像怎么回事啊？瞅我干啥？说错你了，赶紧给我回家。”供应员含笑着给他了个小白眼，酸不溜秋的都快能积酸菜了。还有，明天去公司把工作辞了，专心在家里带孩子，天天的，家里指望着你赚那几个钱过日子吗？竟让人操心，还在这里杵着，回家去。供应员倒是乖巧，给了黄世强个抱歉的眼神，转身朝楼道内走去。农小道回过头来，看着黄世强皱眉道：“你怎么还不走啊？”黄世强眯着眼睛笑了笑：“年轻人不要这么气盛嘛。”农小道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说：“不气盛还能叫年轻人吗？赶紧走，赶紧走。”第33章暖阳诀。黄世强上车以后，对着前面驾车的司机阴沉着脸道：“查一下，看看这小子跟供应员到底有没有关系。”是。豪车驶离小区，农小道目送他离开，眉头忍不住皱了下。这家伙外表看着人模狗样的，但是身上那股渣仔味道，他离着老远就能闻到。你还笑？上楼以后，发现供应员靠在电梯口，正在等着他。农小道翻了翻白眼，一本正经地说道：“把工作辞掉，专心在家里带孩子。”供应员稍微愣了下，笑了笑，若无其事地说道：“不去工作，你养我呀？”“我养你？”农小道板着脸冷哼了一声：“
回头给你卡里打转1000万，够用了吧？说完，朝自己租住的房子走过去，人脸识别，推开了门。供应员瞪着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追了过来。龙小道进到客厅里，直接坐到沙发上，他心里那股邪火还没发泄出去呢。对于供应员领着男人回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非常生气。1000万！供应员从沙发后面趴在龙小道肩膀上，好奇地问道：“这么多钱，你去抢银行了？”怒火之下，本来是应该把他推开的，但是没舍得。没抢。龙小道摇头。供应员眨了眨眼睛，好奇问：“没抢银行，你怎么来这么多钱？卖了几个宝箱？”钱是昨天龙小道卖青铜宝箱的那1500万，卖技能书那5000万，让紫金眼帮忙去买车和房子了，最终能不能剩下，他也不清楚。供应员听后脸上没有喜悦，反而笑容消失，皱了下眉头。谁叫你卖宝箱的？你不知道，现在宝箱就等于资源啊，在起始阶段，资源有多珍贵，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目光短浅，鼠目寸光呀你！龙小道直接让供应员给气乐了，再加上肚子里的邪火翻涌上来，转身就把背后数落自己的供应员给拉过来，按到大腿上，朝着他屁股抬手，狠狠的一巴掌打了下去。你还真打呀！供应员疼得打了个激灵，转头幽怨眼神望着龙小道，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这个臭小子竟然真下手打自己，还那么用力。龙小道打完后，其实心里也有点后悔，但是他绷住了，反正都打完了，板着脸说：“你还教训我，带个男人回家算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你没人管了呢。昨晚上把小慧慧自己扔在家里，我都没说你什么，今天反而变本加厉。”供应员趴在龙小道大腿上，轻微扭动了2下，小声道：“这能怪我吗？是他非要自己送我回来，推脱不掉，我跟他之间真没什么关系。那昨晚上你去哪了？把小慧慧自己一个人丢在家里，多危险！”龙小道板着脸继续训斥。供应员幽怨说道：“我下楼去拿了个快递，里外加起来也没超过10分钟，就被你撞到了。”龙小道哼了声：“你还有理了？我没理，你有理行了吧？这么用力打我，你就是故意的。”供应员撒娇似的扭动起来。龙小道被他弄得有点扬帆起航要升帆，急忙按住他：“老实点，别跟我耍无赖。”好巧不巧，按得很不是地方。一时间，房间里确实安静了，只剩下2人喘息的声音。那个，刚才不好意思，打疼你了吧？来，我帮你擦点药酒吧。龙小道目光闪烁着，突然小声说道。蹭愣！供应员自己爬了起来，微红着脸盯着他摇头：“不用，谢谢你的好意。”呵呵，龙小道被他给逗笑了。很好笑吗？供应员有点不好意思的白他了眼，岔开话题：“领主世界我也在玩，里面想要保持住领先优势，非常不容易。还有，稻花香的身份，你最好不要轻易透露出去。”龙小道缓缓凑头他耳边，供应员红着脸想躲，最后还是强忍住没动。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是稻花香。贴在他耳边，龙小道轻声说道，然后把卖青铜宝箱的经过给他讲述了一遍，诚恳的说道：“所以我现在真能养得起你跟慧慧，听话，明天去把工作给辞了。”供应员红着脸微微点了点头。真乖。看着他满脸娇羞模样，龙小道忍不住想要下手，却被供应员红着脸抢先一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龙小道瞪着眼睛看着他：“早上你不说了，晚上可以吗？”供应员红着脸装傻充愣的反问：“可以什么呀？”“好你还学会耍无赖了。”龙小道翻身就想起来，直接动用武力解决。供应员急忙挥手，怕他真乱来，轻声解释说道：“这几天不方便。”龙小道愣了下，干笑着抓了抓头，试探着问：“亲戚来了？”供应员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点头嗯了声：“不会是在骗我吧？”龙小道疑惑看着他：“早上的时候还没有来，晚上亲戚就来了。”供应员娇羞的跺了跺脚：“谁骗你？”转身朝外面走去。嘿嘿，龙小道笑着也没追，这事情要不是你情我愿，咱也不能逼着人家来不是？对了，供应员走到门口，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停住脚步，转头看着龙小道问：“我在全民领主游戏里面打到了一本技能书，给你邮寄过去吧。”技能书？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瞪大眼睛，好奇问：“什么技能书？白色普通级还是绿色精英级？”白色普通级技能书是一本内功心法，叫暖阳诀，学习以后可以增加周身抗打力，还可以增加体力、血气、精神力，能附加的属性很多。听着供应员的话，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这本技能书最少价值5000万，这么贵？”供应员稍微愣了下，然后微微一笑：“你学习了吧？要不学的话，就找人卖掉换成钱。”龙小道想了想摇头：“我不学，咱也不卖。你学，并且现在就具现出来，直接学习。”具现出来？怎么具现出来？
公引员忍不住问道。龙小道招手示意他过来，然后教他如何集中精力，把领主世界里技能书具现到现实中来。第34章神级技能书。集中精力，想着那本技能书，跟龙小道今天初次尝试具现物品表情是一样的。公引员也是满脸不可思议之色，看着手里古朴书籍，瞪着眼睛张开嘴，惊讶道：全民领主里面的物品能携带到现实中里来？龙小道点头，可以，不过现在还只有技能书才能带过来。公引员好一会才把心情平复下去，笑着说：真让人难以置信。说完，把手里的暖阳诀递到龙小道手边。龙小道摇头没有接，而是用命令的语气说道：你学。公引员迟疑了下，摇头说：这东西太贵了，我学习它用处也不大，你不学的话就找人卖掉吧。龙小道道：作用怎么不大？恰恰相反，你学了以后才能把它的作用最大化。公引员皱眉，有些不舍得说：价值5000万呀，我学它有什么用处？遇见特殊情况可以自保，也可以保护慧慧。龙小道认真说道：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降临，听我的，你把暖阳诀学了，增加自保能力，这才是最大的物尽其用。公引员看着龙小道问：你怎么不学？龙小道干笑了2声，他不是不想学，而是有点看不上这本暖阳诀。我已经学习了2种技能，并且也已经转职了，所以现在身上并不缺技能。公引员瞪大眼睛惊呼道：游戏里你已经升到12级了，升级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啊？我才6级，整整比我等级高了1倍。龙小道耸了耸肩，语气里略带几分自豪地说道：别忘了，你男人我可是领主世界现在最强大的一人领主玩家。一句你男人把公引员弄了个大红脸，恨不得找个地缝扎进去。低声呸了下，看着手里的技能书，脸上带着几分心疼的轻声说道：5000万呀，真的要学吗？学。龙小道收起笑容来，一本正经地说道：现在就学。公引员抬头看了龙小道眼，深吸了口气，直接把手里的技能书打开，撕碎了。古朴书籍化为璀璨光斑，融入公引员身体里。学会了吗？龙小道好奇问。公引员点头，兴奋地说：学会了，我现在身体里暖洋洋的，好像有一条细线暖流在奔走，它每次在我身体里游走一圈，脑海里好像都会有一个人声音提示一声经验+1，很神奇哦。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瞪大眼睛，自主运行的功法。姐，你确定它是一本普通级别的技能书？好像不是。公引员皱了下眉头，轻微摇了摇头，回味了下子说道：好像是白色史诗集。龙小道目瞪口呆，白色史诗集？公引员抬起头来，肯定地说：没错，就是白色史诗集。龙小道只知道技能书有4个等级，分别是白色普通级、绿色精英级，也是俗称的珍稀级，然后紫色传奇级，也就是宝典级，金色史诗级也被称之为神级。但是不知道史诗级还有等级区分。白色史诗级那也是史诗级啊，属于神级技能书的范畴之列。技能书是怎么得到的？龙小道忍不住好奇问。公引员目光闪烁着说道：在一座古镇上接了个寻宝任务，按照藏宝图寻宝挖到的呀。寻宝挖到的？这要是被传出去，估摸着个大古镇城池都要被1人玩家给挤爆了吧。不管暖阳诀属于什么等级的技能书，暂时都不要说出去，低调为王，太过高调容易被人阴死。龙小道轻声说道。公引员焦点白他眼：我懂的。龙小道好奇问：暖阳诀在你体内多久运转一圈？36秒运转一圈，每运转一圈，我的身体素质都会变好一点。抽象的形容就是精神、力量、气血、耐力都加了一个属性点。公引员笑着道：36秒，那不是一天什么也不干，暖阳诀都能运行2400周天。龙小道瞪大眼睛：这也太强了点吧？往后公引员不就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吗？时间越久，他就会越牛逼啊，并且还是全方面增长。女皇陛下，请容许小的抱着你弟大腿，舔你弟脚趾头。龙小道故意怪声怪气的做了个跪倒的动作。公引员微红着脸，轻声嘟囔了句：准了，正好本女皇3天没洗脚。呵呵，龙小道和公引员都忍不住笑起来。暖阳诀听着不像什么高深功法，可确确实实比龙小道现在已知的任何技能书都浑厚。这不是一本爆发型的秘籍，是那种厚积薄发，越往后越吃香型。这样的秘籍，公引员学习远好过龙小道学，不用去涉险修炼，随着时间就能增长功力，也不用他能力有多强，只要遇见事的时候能抵挡一下就行。我托人把现在租的这套房子以及楼下2层都买下来，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把它们连起来。龙小道把托子经验购买房产的事情告诉了公引员。公引员稍微愣了下，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询问龙小道哪里来的钱，为什么要把楼下2层也买下来。
当然，我还是得搬到对面那套房子里面去住。龙小道挤眉弄眼，笑着说。供应员脸色娇羞微红，故意装作无所谓的说道：房子都买下来了，还去对面做什么呀？你就在这套住喽。龙小道笑着说：不行，真碰见什么变故，我都来不及救你们，咱们晚上得睡一起才行。供应员红着脸白他，低声嘟囔了句：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眼，冤枉啊！嬉闹了会，龙小道继续说道：等楼下那2层过完户以后，主要是储存一些应急物资、食物、药品、水之类的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供应员很温柔，大有现在龙小道说什么他就应什么的意思，跟个小鸟依人似的可人。第35章，不只有一本。龙小道跟供应员之间的关系算得上一日千里，许多关卡都是过关斩将，轻松异常。为什么会如此得意？龙小道懒得去想，只要他觉得舒服就够了。晚上把小慧慧哄睡后，两人一起花前月下，一起畅想未来。长夜漫漫，但是并不安稳平静。小区外的街道上时常响起经过的救援车辆，预示着市区里发生了许多状况，必须辞职，不行就直接打个电话过去。去公司之前，龙小道叮嘱道。供应员温柔笑了笑，老老实实点头，表示自己肯定会照着去做。骑着小粉电动车，一路风驰电掣来到公司楼下。小心点！坐电梯上到顶楼，刚走出来就见到了王如霜，这丫头靠着楼道墙边正在抽烟，看着龙小道走出来，板着张脸提醒道。龙小道稍微愣了下，抓了抓头，诧异地问：小心什么？王如霜没有说话，而是抬头朝公司里面抬了抬下巴。什么啊，搞得神神秘秘的。龙小道走进公司，客厅里发现颜如玉、王茵茵、柳如烟、江小柯几人都在。老板在楼顶上会客，让你来了后上去见他。颜如玉眨了眨眼睛说道。紫金眼在楼顶上会客，还要见自己？龙小道抓了抓头，从几个女人眼神里就能看出来，怕是楼顶上的人不简单，尽量别跟他们起冲突。王茵茵犹豫了下，还是忍不住低声开口提醒道。她跟龙小道接触的时间最长，虽然以前在公司里两人互相瞅着都不怎么顺眼。龙小道咧嘴阳光一笑，小跑着朝楼上走去。来到公司露台，嚯，人还真不少，周围至少有10名以上身穿黑西装、头戴黑墨镜的护卫人员。紫金岩与一名年岁相仿的年轻人坐在茶台前，而在年轻人身后还站着一位身穿黑色唐装的中年人，像是位管家。就是他。年轻人目光看向龙小道，似笑非笑地问道。紫金眼皱了下眉头，沉声道：左玉泉，在我的地盘别乱来。呵呵。左玉泉从硬木椅子上站了起来，对于紫金眼的话却不充耳闻，而是朝龙小道走了过去。距离5、6米远才停下来，歪头打量着龙小道，以审问的语气说道：金眼那本枪法基础技能书是你提供的？你在领主世界里叫什么名字？手里还有没有其他的技能书？这本技能书又是怎么得到的？对方油头粉面的，让龙小道感觉有些娘。你一个大老爷们家的，往脸上抹个这儿的粉啊！而且说话的语气让人很不舒服，所以龙小道没想搭理他，让过他朝着紫金眼走过去，笑着问：老板娘你喊我有事？紫金眼眉头不展，没有回答龙小道，而是对着不远处的左玉泉沉声说道：不要在我的地盘上闹事，这话我不想再重复。呵呵。左玉泉笑容里多了几分阴霾，目光闪烁着凌厉，打量着龙小道与紫金眼两人，似笑非笑的说道：不过是个普通的小人物而已，这么维护他，你们之间不会有一腿吧？啧啧，这事情要是传到你那位未婚夫耳朵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紫金眼脸色一变，沉声道：别血口喷人，要是敢往我身上泼脏水，让你下半辈子都躲在左家当缩头乌龟，不敢再出来，不信你就试试。左玉泉耸了耸肩，似笑非笑地说：这么大反应，说没一腿谁信？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开个玩笑嘛，没必要动手。见紫金眼起身，从背后拿出2把白色银质手枪，左玉泉急忙笑着摆手。哼。紫金眼冷哼了一声，看对方服软，这才把手里的银枪收了回去。左玉泉眼珠子转转，似笑非笑地说道：既然你跟这小子没关系，那就要把他交给我。凭什么？这是我公司里的员工，还有世道还没乱，你们左家做不到一手遮天。紫金眼板着脸道。左玉泉玩味笑道：我怀疑他身上还有其他技能书，没跟你说实话。没等紫金眼开口，龙小道不乐意地翻了翻白眼：我手里还有没有技能书，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啊？就算有，也不会给你。此话一出口，紫金眼脸色一变，左玉泉脸色也是一变。呵呵。左玉泉冷笑着道：你手里果然还有技能书，是不是已经自己学了？你管我？龙小道没给他好脸色。紫金眼皱眉道：龙小道他是……还没等紫金眼把话说完，左玉泉把他给打断了，冷笑着道：那可不就得要我管？不过没关系，
技能书学没学，试试不就知道了。说完，也不等周围人反应，直接抬手，瞬息之间，空中多了一根冰箭。冰箭，嗖，朝着农小道身体就射了过来。技能冰箭术，农小道脸色有点难看，这个粉头油面的男人竟然不由分说，直接对自己动手。如果他是个普通人，这一下子就算不死，也得丢半条命。神圣护甲，砰！一面金光护盾挡在农小道前面，与冰剑碰撞之后，冰剑震成粉碎。左玉泉不怒反喜，冷笑着说：“你手里果然还有其他技能书。”紫金眼皱眉，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农小道冷漠盯着他，哼了声，道：“爷爷手里不但有技能书，还不只有一本呢。冰剑术很了不起吗？那你也接我一招试试呗。”巨火，去！一团燃烧着火焰朝着左玉泉飞了过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紫金眼以及后面上来的颜如玉几人下巴都惊掉了。巨火术，黑色唐装中年管家挡在左玉泉身前，一把软剑如同毒蛇吐信，把前面的火焰劈碎。你竟然手里还有2本技能书，谁他娘的让你都学了的？左玉泉怒瞪着农小道，气得破口大骂道，那模样就好像农小道学的技能书原本是属于他的一样。第36章，一棵水灵的大树，老子乐意都学，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农小道冷着脸，抬手又是一记巨火术。穿黑色唐装的中年管家脸色微变，沉声道：“小哥，不要太得寸进尺。”农小道差点没给气乐了，你们搞偷袭在先，反过来还说自己得寸进尺，今天我还就得寸进尺了。农小道冷着脸看着火焰再次被中年人打散，哼了声，抬手3朵火焰朝着对方射过去。这是在游戏里总结出来的经验，以他2级巨火术，最多也就聚集3枚火焰同时发射。找死！唐装中年管家终于动怒，手中软剑挥舞，脚踏蛇形步，一边击散火焰，一边朝着农小道冲了过来。因为距离并不远，对于高手而言，也就是几个箭步的事情。神圣护甲！农小道知道这中年人是个高手，他用的招式应该不是来自领主世界，但是杀伤力同样不容小视。当一声脆响，挡在农小道身前的光盾护甲竟然被剑尖给击碎了。农小道心里咯噔一下子，弯腰下身，顺势一个懒驴打滚，险险躲过去之后，又一枚火焰聚集在掌心之中。神圣护甲术发动需要5秒聚能时间，但是巨火术只需要3秒钟。都住手！紫金眼啪啪啪朝着空中开了几枪，枪声让唐装中年人停下来，没再朝农小道进攻。在我的地盘上大打出手，是想把这栋楼拆了吗？紫金眼铁青着脸。左玉泉没管他，而对着农小道咬牙切齿地质问道：“是谁让你把技能书都自己给学了的？”农小道从地上爬起来，扭头呸了声，吊儿郎当地反问道：“老子乐意，跟你有个屁的关系啊！”左玉泉咬牙切齿地说道：“以前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有关系了。老实交代，你手里还有没有技能书？”农小道翻了翻白眼，微昂着下巴，朝着对方比划了根中指：“你算个球啊！”左玉泉阴沉着脸道：“老孙，废了他，出了事情我兜着。”农小道眼神冰冷，要知道他身上可不仅仅只有2种技能，所以面对对面的人，他并不胆怯。你兜得住吗？紫金眼走过来，挡在农小道面前，冰冷说道：“你们左家还没有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并且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过，不要在我的地盘上闹事。我是本市新成立的异人所综合管理科科长，有权对本市内所有因为全民领主发生异变的玩家进行管制约束，以防他们为非作歹。”左玉泉阴沉着脸说。农小道顺嘴接了声：“你连个貂毛都算不上，有个屁能力约束别人？”左玉泉阴沉着脸道：“你也听到了，这小子对我这个异人管理科科长充满了不敬，应该多加管控，所以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找事，让开。”紫金眼皱眉，冷声道：“据我所知，市里确实成立了异人所，但是异人所现在并没有执法权，只有吸纳成员的权利，尊不尊重你得看你够不够格，少拿异人所在这里耀武扬威。”左玉泉目光闪烁着，阴森说道：“紫金眼，为了你这小子，你诚心要跟我过不去，是吧？”紫金眼面无表情地说道：“他是我公司里的员工，是我非要跟你过不去，还是你不给我面子？”好！左玉泉抬手朝着紫金眼以及他身后的农小道指了指：“你们给我等着！”走！领着人转身朝楼下走去。紫金眼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皱了下眉头，手中银枪收归到了背后枪套里，转身朝着农小道道：“从今天开始，本市户籍人员但凡从领主世界带回物品、技能、转职等拥有了新能力的人员，都需要到市局异人所进行报备登记。”农小道稍微愣了下，抬手摸了摸下巴，反问道：“如果不去登记会怎么样？”紫金眼摇头，暂时还没有出台具体规定，不过
现在去登记的人都会成为本市注册在籍的首批艺人领主玩家，并且有优先加入艺人所的权利。相应的义务就是要协助军警武装守护本市其他市民们的安全。龙小道忍不住问：刚才那个家伙就是艺人所的人？紫金岩点头，对，他不但是艺人所的人，并且在家族势力的扶持下，作为首批响应加入艺人所的玩家，获得了个官职。龙小道皱了下眉头，看着紫金眼问：你没加入艺人所？紫金眼平淡道：加入了，但是我没接受艺人所授予的官职。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我建议你也加入。首批加入艺人所的玩家，代表了一座城市最早得到领主世界反馈的人，拥有诸多特权。刚才那个家伙会不会给我穿小鞋？龙小道眨了眨眼睛问。会。紫金眼肯定的点头，然后又继续说道：但是左家还做不到一手遮天。紫金眼迟疑了下，说道：如果你愿意正式加盟金眼联盟，那你以后就是我的人，有我在，没人敢动你。龙小道目光闪烁着，成为紫金眼的男人，这个他勉为其难还能接受。加入金眼联盟有没有什么条件？比如说强制征收领地、上交领主地内物资之类的？龙小道试探着问道。紫金眼摇头，暂时没有。不过现实中如果出现异常生物，艺人所需要我们协助出手的时候，你要上阵帮忙。成交。龙小道眯着眼睛笑着一口答应下来。他现在需要棵大树，虽然紫金眼这棵树不见得能遮风挡雨，但是长得够水灵啊，况且短时间内他也没有挪窝的打算，并且也确实需要时间发展。有紫金眼在前面挡着，多少能避免些不必要的麻烦。至于他能给自己挡多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好，紫金眼道，下去先去艺人所管理局虚拟线上营业厅登记一下，只要登记完，左玉泉就不敢再随意找你麻烦。第37章，艺人所副所长。进入指定的虚拟营业厅，登记个人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以及现在拥有的技能和数量。紫金眼领着农小道来到他的房间里。你先用我的设备吧，安全系数更加高一些，不会被左玉泉的权限拦截。龙小道摸了摸鼻子，过程还是比较顺当的。艺人所用的虚拟空间是原市政办公用的虚拟空间，并且人流量很少，并不拥堵，都没用排队。等录入神圣护甲术和聚火术双技能以后，系统表示在短时间内会有艺人所的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农小道。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技能书？紫金眼看着农小道摘下头上的脑机连接器，皱眉问道。农小道干笑两声，目光闪烁着说道：或许是运气好吧。运气好？紫金眼被他的话给逗笑了，摇头说道：技能书是眼下最为热门的物品，它的价值甚至已经超过了各类宝箱，知道为什么吗？莫等农小道开口，又继续说道：是因为技能书可以带回到现实中里来，并且学会的技能还可以在现实中使用。他话音刚落，农小道身上的手机就响了。农小道尴尬笑了笑，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紫金眼面容平淡的点头，示意他可以接。你好，我是农小道。我是艺人所张天笑。一个中年人洪亮又不失威严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农小道摸了摸鼻子，干笑道：你好。张天笑道：刚才艺人所虚拟服务室收到了你的登记报告，现在我跟你核实一下。张天笑问：你从全民领主里面学会了2项技能，一项是聚火术，一项是神圣护甲术，并且神圣护甲术还是绿色精英级，也就是珍稀级技能书，是否属实？说实话，长这么大农小道都没经历过这么严肃的问话，多少有那么丁点不适应。农小道干笑着说：属实。手机那头叫张天笑的男人沉默了2秒钟后，瞬间换了上一副笑脸：小道啊，你可愿意加入我们艺人所？农小道一愣，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看向紫金眼，迟疑了下说道：那个张先生，是这样，刚才我已经加入了金眼工会。金眼工会？张天笑想了想，朗爽笑着说道：你说的金眼工会是紫金眼侄女创建的那家公司吧？不要紧，加入工会跟加入我们艺人所并不冲突。莫等农小道开口，又继续说道：是这样的，我们艺人所是今天刚成立的部门，并且紫金眼侄女也是所里面的人员，现在也正是缺少人手的时候。如果你答应加入艺人所，我可以帮你争取到一个艺人所综合管理科科长的职位，你看怎么样？艺人所综合管理科科长？刚才露台那个姓左的小子不也是什么艺人所综合管理科的科长吗？听着电话里威严男人的意思，这艺人所内综合管理科可不是一个科长。龙小道眼神闪烁着，试探的讨价还价问道：那个，你能不能给我搞个艺人所副所长之类的官职当当？或许是觉得自己有点唐突，毕竟艺人所是市里正规部门，属于公务员编制呢。急忙又说道：也不用当什么实权副所长，哪怕挂个名也行。听着农小道的话，紫金眼珠子都瞪大起来，他纳闷这小子是在跟谁通话呢？
张天笑沉默少许，笑呵呵说道：“行，副所长就副所长。那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叫人把你的证件送过去。”龙小刀目瞪口呆，真行，连讨价还价都没讲一个。那个什么，叔，您是谁啊？张天笑大笑道：“我是艺人所筹备处的处长，登天市艺人所临时所长。”登天市艺人所临时所长。龙小道把公司地址告诉对方，电话就挂断了。抬起头来，眼巴巴地看着紫金眼，询问道：“老板娘，你认识张天笑吗？”紫金眼同样瞪着眼睛，点头说：“认识，登天市艺人管理局局长，艺人所筹备处处长，艺人所临时所长，可以说暂时统领登天市所有跟异常生物、艺人有关的事务。怎么了？”龙小道抓了抓头，干笑着道：“他给我打电话，询问刚才虚拟营业厅登记表真伪，然后说让我当艺人所副所长。”紫金眼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一张表格能直接惊动张天笑，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小子在表上填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紫金眼盯着龙小道问：“你那2项技能都是什么等级的？”聚火术是白色普通级，神圣护甲术是绿色珍稀级，咋了？龙小道不解地问。咋啦？紫金眼被他给气乐了，这不就破案了吗？无奈说道：“没什么，你的运气是真好。恭喜你成功当上登天市艺人所副所长一职。”龙小刀又不蠢，他能不知道咋了吗？艺人所今天才开始筹备，直接让他当副所长，这里面寻常吗？唯一能解释通的地方，估计也就在技能书上面，因为他填写的登记表格上是写了2种技能书的名称与等级的。刚才那小子不说自己是什么艺人所综合管理科科长吗？现在我这个副所长牛逼一点，还是他那个综合管理科科长牛逼一点？龙小道笑着试探问道。紫金眼苦笑着摇头，论职位，肯定是你这个艺人所副所长更高些，但是你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左玉泉背后却站着整个左家。左家很牛逼吗？龙小道吊儿郎当笑着反问道。紫金眼皱了下眉头，说道：“尽量不要跟左玉泉交恶结仇，左家确实很难缠。”龙小道差点没气乐了，是自己要跟左玉泉交恶结仇吗？这是小王八蛋主动看自己不顺眼好吧？艺人所的事情我会帮你询问一下的，时间不早了，先进游戏吧。紫金眼挥手示意龙小道可以出去了。第38章，以领地升级为重。没事吧？龙小道稍微愣了下，有点意外地看着王如霜，其他人都进了游戏里，只有他还在客厅沙发上等自己。虽然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情，足以看出这个女人并不是冷血，反而比谁都重情义。没事。龙小道摇头，似笑非笑地说：“这么关心我，不会是真看上我了吧？”王如霜翻了翻白眼，想得美，老娘是稻花香的女人，早已名花有主。说完从沙发上站起来，留下愕然的龙小道回了自己房间。龙小道抬手抓了抓头，哭笑不得，真不知道当他知道自己就是领主稻花香会是个什么样的反应。进到自己工作室，带上脑机接口连接器，欢迎稻花香回到领主世界。丁，您的部队摧毁了山狼族群。丁，您获得了狼窝建造图纸1张。丁，您获得了白银宝箱1枚，青铜宝箱7枚。龙小道下线的这段时间，查尔斯与蒂安娜并没有闲着，而是带着领地里的士兵接连挑了数个资源点以及一个山狼族群营地。这就是有英雄的好处，因为英雄智慧足够高，很多事情都不用领主亲自去吩咐。大黑，领主地里那头唯一的山地犬被龙小道起名为大黑，它已经14级，眼看着就要15级。山地犬本身只是1级兵种，按照全民领主公布的资料里介绍，兵种是没有等级的，不管是1级兵种还是9级兵种，级别就代表了固化能力，而任何等级的兵种都是战争中损耗的对象。可现在任何兵种都有了自己的等级，身经百战之后，或许1级小兵也可以挑战神级英雄，让一切转变为了可能。小兵也可以升级，可以进化，这也正符合规律，因为哪怕是1级兵种，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存在。他们懂得恐惧，私下里有自己的喜好，有崇拜的对象，有些好酒，有些好赌，有些懂得不断学习。小兵能不能转职，龙小道不知道，包括丰后密尼安都数不清楚，只能慢慢研究。14级的山地犬个头长得跟个小牛犊子似的，一爪下去能把一头山狼拍飞。虽然没有转职提示，但战力是直线上升。根据查尔斯分析，大黑已经有了3级兵种的战力，所以哪怕是1级小兵也是可以培养的，就是培养的难度比较大，战力跟培养成本有时候是不相符的。大黑飞奔出来，见到龙小道，兴奋地围着他打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眼神很灵动。领主，我陪着您一起去狩猎吧。蒂安娜走过来，淡然说道。龙小道看了下，查尔斯已经16级，蒂安娜也有13级，他们这些传奇英雄升级速度都很快，
并且还不用带领，自己就可以做到。不过升到30级以后就需要破镜石，不仅英雄升到30级需要破镜石，领主升到30级同样也需要破镜石，没有破镜石，等级就会被卡住。按照正常计算，普通领主玩家想要升到30级，至少需要3到5年的时间。等级越往后，越是难提升。所以，对于破镜石的需求并不强烈，暂时官方也没公布用什么的法子或者办法能打到破镜石。唯一有可能提前获取到的途径就是开宝箱。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笑着说：“有大黑陪着我还不够。”蒂安娜摇头，淡然道：“我们领地极有可能被西边那个鱼人族领地给盯上了，所以您出门要小心些才行。”鱼人族领地？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目光闪烁着问：“那个谁底下的鱼人族领地？”蒂安娜点头：“对，根据查尔斯与我的推测，那个鱼人族领地至少是黑铁级的领主地，拥有战力不是咱们现在能比的。”龙小道好奇问：“黑铁级领主地有多强？”蒂安娜稍微皱了下眉头，考虑了下说：“大概有10到15个白地精矮人族领地那么强吧。”龙小道瞪大眼睛：“黑铁级领地比零级领地强那么多？”蒂安娜耸了耸肩，并没有多说什么，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黑铁级比零级领地整整强了一个等级，实力自然相差悬殊。鱼人族领地盯上咱们，为什么没有打过来？龙小道疑惑问道。蒂安娜摇头：“或许是咱们还太弱小，人家看不上；或许是鱼人族不习惯在陆地上生活；或许是被海底下其他种族领地牵绊，暂时无暇顾及咱们。可能性很多，具体是因为哪一点，我也不能确定。”得儿，说了跟没说一样。龙小道想了想问：“以咱们现在的规划，大概多久能出兵东面，把那群海盗军团打垮？”蒂安娜平静说道：“除非领主大人您在一次性开出10支以上的3级兵种，否则短时间之内，我们还是要稳步发展，至少要等领地营地、兵营、建制都搞齐全以后，再说出兵事宜。话外之音，你连兵都没有，拿什么去打人家海盗军团的领地？人家不出兵过来削你，已经是偷着乐的事情了。要不是西岸有鱼人族出没，海盗军团领地的人会不过来骚扰稻花香领地？”龙小道干笑2声，用力点头道：“你说的对，高筑墙，广纳粮，缓称王，眼下一切以领地升级为重。走，狩猎去！”龙小道率领着一队虎锋卫，搂着蒂安娜，带着山地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领地。既然知道被鱼人族领地盯上了，那肯定要为安全着想，多带点人手。3级虎锋卫眼下已经是稻花香领地内最强的兵种。出来狩猎，除想升级打经验以外，龙小道还想试试双隐藏职业技能厉不厉害。6种技能也需要磨练整合，才能成为自己的战斗力。亡灵之火、召唤骷髅、铁甲之躯、铁甲战车在没有升级到9级之前，不会拥有新的职业技能。第39章逆风翻盘的能力。铁甲之躯。随着龙小道聚集能量，一个高5-6米的巨型铁甲把龙小道包裹在中间。这是龙小道懵逼的不行，这外表就是个机甲啊！原来铁甲之躯就是召唤出一具机甲出来，关键是这具钢铁之躯是可以升级的。铁甲战车。随着龙小道再次发动技能，一辆跟小巴车大小差不离的轻型机甲车出现龙小道身前。最重要的是，轻型机甲车里自带武器不说，它里面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机械士兵。牛逼！龙小道咽了口唾沫，忍不住兴奋地感慨了一声。机械系隐藏职业铁甲师怎么会是稀疏平常的技能？最重要的是，这些技能只要在领主世界里能使用，那在现实里同样也能使用。召唤出来的铁甲之躯可以直接收入体内，想要使用时可以随时出现。而铁甲战车在没有损坏之前也是可以长久存在的，并且可以收入识海里的铁甲空间里面。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分别对应单兵与群体2个进阶方向，同时2个技能机甲车辆是可以升级的。技能等级越高，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的能力也就越强。而转职以后，升级是能直接使用经验值转化的。我在现实中召唤一具铁甲之躯与一辆铁甲战车，那在领主世界里还可以再次召唤出来一辆吗？龙小道朝着蒂安娜问道。蒂安娜皱了下眉头，想了想摇头：“可不可以使用，我不是很清楚，需要领主大人亲自去尝试。”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大概率是可以通用，但是假设你把铁甲之车放在了现实世界中，想要在领主世界里使用它们，就需要把铁甲战车再召唤过来才行，大概率不会让您在现实与领主世界里面各召唤一辆铁甲战车。”龙小道皱眉说道：“你的意思是，虽然不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技能具现出来的铁甲战车或者铁甲之躯只能在一个空间里存在？”蒂安娜点头，大概率是如此。其实对龙小道而言，如果是自身使用，并不会受什么影响，不管是现实中还是游戏里，只要他需要铁甲之躯或是铁甲战车，都可以瞬间出现在自己身边，用于战斗。但是如果他想把铁甲战车布置到现实中，那领主世界里面
就没办法再使用。如果在领主世界里使用，就没办法部署在现实中。铁甲战车里面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机器人战士，这等于说是龙小道可以间接把一堆兵种带到现实世界里面去。走，去试试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的威力。龙小道点头，那些事情不着急，可以等以后研究。他想试试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的作战力。先说作战力，铁甲之躯自带一柄重剑，然后剩下的就是铁甲拳脚常规性攻击。重剑可以一剑劈死一头山狼，穿上铁甲之躯，龙小道可以单挑一对山狼，尚有还手之力。铁甲战车攻击性相对铁甲之躯更强一点，剿灭一对山狼所用的时间更短，因为除铁甲战车以外，那对全副武装的机器人也可以投入作战。论防御力、个体攻击力，肯定是铁甲之躯更加强悍一些。论分散攻击、杀敌速度，那指定是铁甲战车更加强悍。总之，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两项技能优点都很明显。至于缺点，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在作战中被山狼攻击也会受到损伤。不过就算如此，以龙小道推断，隐形职业的技能至少要比普通职业的技能强上10倍，哪怕就算是在初期阶段，优越性也极为明显。亡灵之火，一团绿色火焰出现在龙小道面前，它的个头很大，直径至少有3米以上。发动攻击的时候，并不是火焰直接飞出去攻击敌人，而是亡灵之火漂浮起来，盘旋在龙小道头顶上，化身一座移动炮台，嗖嗖嗖往外发射拳头大小的亡灵之火。卧槽！龙小道忍不住口吐芬芳，这特么也简直太变 T 了点吧！使用亡灵之火，不就等于架设起了一个移动炮台吗？并且还是需要龙小道指挥的时候，可以针对单一目标；不需要龙小道指挥的时候，可以对四周360度无死角攻击。至于威力，每一枚小亡灵之火都跟聚火树凝聚的火焰威力差不多。这个灵魂之火移动炮台可以最长存在36个小时，可以跟随龙小道移动，也可以把它安放在一个固定地点。果然，任何一个隐藏职业都不容小视啊！龙小道感慨道：“难怪风后密尼安会说，任何一个隐藏职业都有逆风翻盘的能力。”再试试召唤骷髅。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道。随着他咏诵咒语，面前的土堆松动，缓慢地从里面爬出一只白色骨头架子，并且手里还拿着一只巨大的骨刀。跟亡灵之火移动炮台一比，好像召唤骷髅就较为普通了点。就这，龙小道有些失望，感觉有点给隐藏职业丢面。骷髅战士出来以后，活动了活动骨兜架子，拿着大刀朝着不远处一只山狼冲了过去。霹雳哐啷，3大刀下去，把山狼解决掉，然后骨头架子好像多了一抹亮光。龙小道摸着下巴评价道：“战斗力还不错。”蒂安娜目光闪烁着异样，说道：“传说中的死灵法师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职业，他们可以复活死去的尸体为其作战，往往可以做到以1敌100。”犹豫了下，提醒道：“领主大人，你试着看还能不能召唤出来更多的骷髅？能不能召唤出更多的骷髅？”龙小道愣了下，难道召唤骷髅没有数量限制？如果是如此，那就牛逼了。伴随着龙小道咏诵咒语，又一只骷髅战士从泥土里爬了出来。龙小道眼神里刷刷放光，一口气召唤出了12具骷髅战士。原来召唤骷髅战士的数量是与我自身等级有关系的，我升到多少级就能召唤多少具骷髅战士。好一会，龙小道才研究明白过来。第40章，美女群的头领。蒂安娜，你们还有以前的记忆吗？龙小道坐在空旷草地上，背后依靠着蒂安娜，远程操控铁甲战车猎杀山狼以及周围的精怪。蒂安娜对于龙小道是非常纵容的，基本上任何要求他都不会反对。有。蒂安娜说完，迟疑了下，又摇头说道：“但是又好像没有。我们之前许多记忆是都在脑海中的，却没办法去回忆，处在被封印状态，只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想到。”龙小道皱眉，好奇问：“那你们知道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吗？”蒂安娜摇头：“领主世界存在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我们只是这个世界某一个时间节点片段上的过客，而且我们脑海里的记忆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时间节点。”龙小道闭上眼睛，嘟囔道：“也就是说，你们对现在的世界也都极为陌生，就跟我一样，需要时间去了解认知它，是不是？”蒂安娜点头：“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很美，而迎接它的却是黑暗。龙小道不知道未来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5点20准时下线。回到现实中，每一次脱离领主世界回到现实中来，龙小道都感觉很不真实，因为不管是在全民领主里面还是在现实中，那种真实的感觉都是100%相似的。问题是有一个是虚拟空间啊。出来了，今天婶子炖的牛奶老好吃了。菊香婶子看龙小道从自己工作室房间里走出来，笑着说道：“他和王叔每天也会进游戏里去玩会，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以服务公司人员为主。”
在客厅沙发上坐着跟菊香婶聊了会天，王茵茵、柳如烟、江小柯、王如霜、颜如玉等人也纷纷下线，从自己房间里走了出来。公司规定，手头没有重要的事情，一般都是5点半下线吃晚饭。听说了吗？新世界联盟全球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0人，其中领主榜排行前10万名内的领主玩家，至少有5000人已经加入了新世界联盟。颜如玉神秘兮兮地说道。柳如烟点头，接声说道：听说了，新世界联盟背靠新世界财团，财大气粗，开出的价码是，不管任何国家的玩家，只要进入了领主榜前10万名，都有加入新世界联盟的资格。加入新世界联盟后，可以选择移民新世界联盟伦敦总部，过去给安排房子住所。如果有子女，还可以就读高校，并且年薪高达100万美金，妥妥的精英级待遇。听说排行领主榜10000名之内的玩家加入，年薪高达1000万美金不说，还给分配美女，等于是一步登天。车子、房子、票子、美女，想要什么有什么哦。江小柯也是满眼羡慕的说道。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问道：如果是女人选择加入呢？江小柯朝着他眨了眨眼睛，自然是给分配男人喽。想要帅哥有帅哥，想要猛男有猛男，一条龙服务到家哦。那你怎么不去？龙小道笑着问。江小柯咯咯一笑，从坐的沙发上挪到龙小道身边，满脸花痴的眼神望着他问：都跟你说了来我房间里上课，你怎么不来啊？凑到龙小道耳边娇媚道：姐姐可以教给你很多姿势哦。知识。龙小道把最后2个字纠正了下，挤眉弄眼道：吃完晚饭就去，别急，不来是小狗哦。江小柯嬉笑着。龙小道笑着张嘴，汪汪。江小柯抬起胳膊，手指在他脑袋上轻轻点了点，嬉笑着说：没胆鬼。龙小道笑着耸了耸肩，轻声嘟囔了句：我怕你叫得太惨，大家误会。江小柯撇了撇嘴，看着紫金眼从房间里出来，身体离开龙小道，坐远了些。他们都不是傻白甜，龙小道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白丁，这可是个金龟婿，已经掌握了2种技能，并且还有一种是珍稀级，这样的小伙吸引力可比新世界联盟开出的条件大得多。你的证件。紫金岩把一个黑色巴掌大的小本本扔给龙小道，这是证件事务，电子版已经与你的身份绑定好了，网络上可以查到。证件是张天笑下午派人送过来的。龙小道打开看了眼，里面不但有自己的免冠照片，还有些基础信息，比如说老家的住址。稍微皱了下眉头，不过转头一想，张天笑是干什么的，能查到自己这些底子不足为奇，他能查到，那个叫左玉泉的小子应该也能查到。眼神凌厉一闪而过，不管是谁，这些人最好不要去找自己家里人的麻烦，否则不管是谁都是个大梁子。谢谢。紫金眼拍了拍手，宣布说道：正好大家都在，从现在开始，我宣布龙小道正式加入金眼联盟工会，并且出任工会副会长。龙小道稍微愣了下，急忙起身，苦笑着说道：老板娘，使不得呀，小的何德何能，能当金眼工会的副会长？那个，我当个普通成员就行。树大招风，他留在公司里，可没想当什么工会副会长，他想低调啊。紫金眼对着他突然笑起来，摇头道：你现在是登天市艺人所副所长，在咱们工会内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不让你这种有才能的人来当副会长，我要让谁来当？没等龙小道开口说话，挥手说道：事情就这么决定了，除了任命你为金眼工会副会长以外，如果我有事外出不在公司里，他们都统一归你管理。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就算我在公司里，他们也属于你组内管辖成员。龙小道目瞪口呆，不但给自己升官，还给自己配了组织构架成员。嘻嘻，恭喜恭喜，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的头了，还想着给你上课呢，现在看来只能闲暇的时候去副会长房间里取取经喽。江小柯朝着龙小道挤眉弄眼的嬉笑着说道。龙小道，他能管得了这群漂亮的小娘们？这不是开玩笑呢吗？第41章，老瓜子给你打放屁。黄总，查清楚了，那个小子跟龚颖元之间并没有关系，也不是像他说的是表弟。黄世强眼神里的怒火一闪而过，冷笑着道：好一对奸夫淫妇，哼，臭婊子竟然敢骗我，老子非得让这对狗男女付出点代价不可。手下迟疑了下，继续说道：黄总，今天龚颖元刚从李总所在的公司辞职了。辞职了？黄世强稍微皱了下眉头，冷笑道：臭婊子以为能逃得出老子的手掌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能逃到哪里去？抬起手来看了眼手腕劳力士上的时间，备车去龚颖元家里，今天老子说什么也要把这个臭娘们拿下，好好过过瘾。是。龙小道没在公司里吃晚饭，但是从公司里打包了2个菜，其中就有菊香婶极力推荐的西红柿炖牛腩。以前做这事情还得偷偷摸摸的，现在好了，除了紫金岩以外，龙小道在公司里一人独大，压根就不怕人看见，所以这金眼工会副会长的身份还是有点作用的。晚上没再骑王如霜的小粉电动车，而是直接在偏僻监控盲区地段直接把铁甲战车召唤了出来。
初级铁甲战车，外表模样就跟小巴士差不多，涂了吧唧的，并不是十分显眼。当然，前提是不把配置的重机枪亮出来。龙小道开着铁甲战车回了小区。这不是昨天那个姓黄的车吗？龙小道见到楼底下停着的豪车，忍不住皱了下眉头，自言自语嘟囔了声：“这姓黄的什么意思啊？昨晚上不是警告过他了吗？还来，真当自己没脾气。”龙小道肚子里带着怒火，走进了电梯。顶楼，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上来的。龙小道从电梯里走出来，发现对面公隐员住的那套房子门是虚掩着的，皱了下眉头，快步走了过去。客厅里，小慧慧乖巧地坐在沙发上，吃着棒棒糖，手里捧着平板电脑在看动画片。公隐员陪着黄世强坐着，不知道在聊什么，脸上的笑容很牵强。黄总，很抱歉，最近我没有要工作的打算。你也看到了，慧慧还小，也需要有人在家里照顾她。公隐员歉意说道。黄世强似笑非笑地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去公司里挂个名，工资照开，奖金照拿，就算没事情去公司打卡都没问题，有我呢不是？”公隐员苦笑着摇头：“多谢黄总的好意，真不用了。姓龚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黄总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不知道好歹。”黄世强旁边站着的手下忍不住出声骂道：“老张，怎么跟隐员说话呢？”黄世强装模作样的数落了一句，转头看着公隐员，笑呵呵说道：“隐员啊，哥哥是真挺喜欢你的。你看，现在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也不容易，跟了我不也是挺好的吗？我能给你们母女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你女儿还这么小，现在世道又不安稳，万一出个什么岔子，是不是后悔都来不及？”公隐员脸色一变，他听得出来，黄世强是想拿女儿慧慧威胁自己。黄总，我们的安全不会出问题，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也要休息了，您请离开吧。公隐员收起笑容，平淡着开口要赶人。呵呵，黄世强脸上露出抹阴险笑容来，若无其事地说道：“你真当自己是金镶玉啊？跟你说这么多，已经够给你脸面的，做人得识大体，懂进退。说句不好听的，像你这样的臭娘们，我想搞多少没有。就是装什么装，也就是我们黄总喜欢这种调调，换成是我，早就2个大耳光抽过去，扛房间里去享受了。”手下冷笑着骂道：“你们！”公隐员脸上变了颜色。黄世强阴森冷笑道：“我们怎么？别逼着我们当着你女儿的面用强，今天你就是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正好这时候，龙小道从外面开门走进来。“不乐意？你是不是就要动手抢，想来个霸王硬上弓啊？”龙小道板着脸问道。黄世强看着龙小道进来，并不惊慌，反而脸上露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臭小子，知道我为什么没动手吗？就是在等你回来，我要当着你的面好好收拾这个臭婊子。哼，你们这对狗男女，谁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老张，黄世强给手下使用了个眼色，示意他动手。5大3粗的手下朝龙小道大步走过来，不过看着挺猛的，实力却不怎么样。龙小道一记撩阴腿，踢得对方嗷的一声，扑通跪到地上，失去了战斗力，叫都没叫，直接疼晕了过去。但疼确实是一种很疼的疼法，一般人极难忍耐得住。黄世强脸色大变，怒瞪着龙小道：“臭小子，你还敢动手！”龙小道气乐了，耸了耸肩摊手，合着只许你们放火，还不许我们点灯呗？好，好哈！黄世强阴沉着脸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咬牙切齿地说道：“小杂种，想必你还不知道全民领主里面的技能是可以在现实中使用的吧？哼，不过现在知道也已经晚了。”说完，双手聚力，拳头上多一层黄色光晕。土元素之重拳。龙小道皱了下眉头，他没想到姓黄的身上竟然还有技能，低声骂了句：“走狗屎运的家伙！像这种人渣，竟然能从领主世界搞到技能书，不是走狗屎运又是什么？”抬起手来，一柄灵犀兵工厂出产的 ZR-148型短款霰弹枪对准了黄世仁的脑瓜子。“孙子，我劝你最好还是别显摆你那狗屁土元素不土元素的拳头，老老实实跪下服软，要不然老子把你脑瓜子给打放屁了。”枪是全副武装机器战士身上的装备，龙小道借过来用，或者说原本是想着拿他吓唬吓唬姓黄的，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黄世强脸色大变，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你手里怎么会有枪？私藏枪支可是重罪，你不想活了？”第42章惨淡人生。害怕了。龙小道吊儿郎当的看着他，笑着道：“有种你再把刚才说的话给我重复一遍。”黄世强脸色极为难看，没想到自己没放在眼里的小杂种竟然会这么难缠，勉强尴尬笑着，缓缓抬起手来，劝说道：“小兄弟，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千万别误入歧途。打到了技能书，自己又有俩臭钱，是不是就觉得自己牛逼开花了？”龙小道把手里的家伙朝地面上点了点：“都跟你说了，跪地上跟我说话，耳朵聋了吗？赶紧的！”
黄世强黑着脸，眼神闪烁不定，突然开口冷笑起来：“小杂种，你手里这把破东西，不会是个玩具吧？国内枪支管控这么严格，并且这枪造型还花里胡哨的，看着不像是真的，反倒像是科幻影视剧里的道具。玩具？”龙小道耸了耸肩，似笑非笑地说：“要不朝你脑瓜子上来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他打放屁了。”黄世强目光闪躲着，杀人可是重罪，打死我你也跑不了吧？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对了，忘记告诉你，登天市已经成立了异人所，有能力的领主玩家都会被吸收加入到异人所里去，并且异人所也有对领主玩家管控的权利。你杀了我，不但是重罪，异人所也不会放过你的。那异人所的人欺男霸女就没有个说法吗？”龙小道皱了下眉头问道。黄世强突然笑起来：“说法？有什么说法？现在世道已经乱了，这2天的新闻你们也都能了解到，时不时就会有领主世界的异常生物出现到现实中来，到头来还不是得靠我们异人所的人保护你们吗？我们为你们这些普通人赴汤蹈火，你们伺候我们又有什么错？”啧。龙小道摇着头气笑道：“照你这么说，异人所里都是一群垃圾，臭名昭著喽。先有左家左玉泉那个小子，现在又冒出来的黄世强，龙小道心里已经开始对这个所谓的异人所有点失望了，都招收的什么人啊？简直就是垃圾集中营。我劝你最好嘴巴还是放干净点，异人所是正式的官方组织，不管是对你们普通人，还是对从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中获得技能的领主玩家，都是拥有执法权的。”黄世强觉得自己已经把这小杂种给唬住了，收起怂样，强势起来，怒声说道：“现在我以异人所执法者的身份，命令你把手里的武器放下，难道你想暴力抗法不成？”呸！龙小道举起武器对着他脑瓜子跪下：“再说一句废话，脑瓜子打爆你的！不提异人所还好，提了今天更要好好收拾他才行。”你！黄世强脸色难看地瞪着龙小道，心里想着自己要不要赌一把，这小杂种万一要是再忽悠自己呢？就这么给他跪了，传出去自己的脸面往哪里搁？带小慧慧先回房间里去。龙小道给公应员使了个眼色，接下来的画面小孩子不适合观看。龙小道盯着他：“我就数3个数，不跪就给你脑瓜子打放屁。1！”黄世强铁青着脸咬牙说道：“我黄世强活这么大也不是被吓大的，你这把武器10有8九不是真家伙，退一步说，就算是真家伙，老子也不信你敢打死我。”龙小道突然嘿嘿一笑，把手里的西河兵工厂 Z2-148霰弹枪扛到了肩膀上：“没错，让你给猜对了，这就是把玩具，吓唬你的，真可惜没把你吓唬尿裤子，不好玩。”黄世强脸上怒气闪现，面露狰狞，双拳之上再次覆盖上了一层土元素：“小杂种，老子今天要把你全身的骨头砸碎，在你没断气之前，在你面前好好折磨折磨公应员那个臭娘们，让你死不瞑目。异人所的人可以随随便便屠杀普通人吗？”龙小道目光闪烁着，沉声道：“你不会是被能力冲昏了头脑吧？既然你是执法者，难道不知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吗？”黄世强满面狰狞，阴森笑道：“老子要钱有钱，有权有权，不过是打死个小杂种，谁会自讨没趣来找我的麻烦？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吗？乱世之下，没能力的，你们就是一群蝼蚁而已。”说完，朝着龙小道冲过来，挥手就是一记土元素之拳。咣当！土元素之拳像是打到了厚重的钢板上，发出沉闷撞击声，被打的龙小道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一面小金光盾牌挡住了黄世强的土元素之拳。“你说的没错，乱世之下没有实力就是蝼蚁，但你有没有想过，就你那点能力，算得上有实力吗？”龙小道伸手在黄世强脸蛋上重重地拍了2下。黄世强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嘟囔道：“你也有技能？怎么可能？”龙小道似笑非笑地说：“怎么不可能？只许你走狗屎运，能获取到技能书，别人就不能获得吗？”说完，扛在肩膀上的 Z2-148霰弹枪化身棒球棍，朝着黄世强的脸颊挥了过去。被打倒的黄世强还想反抗，被龙小道箭步上前，朝着他面上没头没脸就是一通猛踹。“你敢打我？我是异人所的人，执法者，殴打执法者，罪不可恕。”黄世强被打得呜呼哀嚎，无奈只能又把自己异人所的身份给搬了出来。“你算个毛的执法者，异人所的人难道就能为所欲为？你不是要把我全身骨头都打碎，让我眼睁睁看着折磨我的女人，还要让我死不瞑目吗？今天我就成全你，看看你的软硬还是我的鞋硬。”龙小道让他深刻体会了一下什么叫惨淡人生。初期就算有技能书，从把领主世界的技能带到现实中来，能力也不会有多强悍。何况龙小道本身就不是吃素的呀，他不但拥有2本技能书，同时还已经转职成了隐藏职业，身体素质比普通人强了10倍不止。
第43章，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呀，嗷呜！黄世强痛苦哀嚎惨叫着，却没有疼晕过去。供应员从房间里出来，脸色惨白的过来拉住农小道：“别打了，再打就要出人命了。”农小道回头给他了个灿烂的笑容，摇头：“这种人打死也活该。放心，我心里有谱。”拍了拍他冰凉的胳膊：“回房间去照顾小慧慧，这里我来解决。”供应员咬着嘴唇，最终还是没再多说什么。等供应员离开以后，农小道踩着黄世强脸蹲下来：“孙子，刚才你那股子牛逼劲呢？怎么不牛逼了？”黄世强紫青红肿跟大白杏似的眼睛望着他，咬牙切齿，喃喃道：“一人所不会放过你的。”呵呵。农小道眯着眼睛笑起来，嘟囔了句：“不会放过我，还能怎么样？”起身坐到沙发上，平静说道：“不说乱世还没来，就是在乱世之下，有点实力也不能嘚瑟。世道在变，人心不能变。还有就是，登天市什么时候成了你们这些无法无天跳梁小丑的聚集地了？”说完，拿着手机拨通了艺人所的电话：“有什么事情吗？”手机那头传来一个甜美女孩的声音。这时候知道艺人所电话的人估计还不是很多。龙小道平淡说道：“麻烦你帮我转接一下张天笑。”手机那头的女孩明显愣了下，紧接着好奇问道：“你是谁啊？”龙小道道：“我现在气不顺，最好别跟我废话，让你转接就转接，不然把怒火撒在你身上，回头可别在背地里骂我不是人。”女孩好像第一次遇见这种霸道的电话，指名道姓要找艺人所大 boss 不说，还敢凶自己。犹豫了下，回了句：“您稍等哦。”大概过了半分钟，一个沉稳威严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我是张天笑。”龙小道翻了翻白眼，问道：“张老头，咱们艺人所收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啊？早上遇见一个左玉泉，晚上又碰见一个黄世强，难道说艺人所是登天市的垃圾桶不成？要真是这样，那我可不在艺人所里待着了，整天跟一群垃圾在一起，老子嫌味道大。”张天笑稍微愣下，非但没怒，反而笑了起来，眯着眼睛问道：“是小道啊？你也知道咱们艺人所今天才刚成立，招贤纳士，人员方面难免会参差不齐，是出了什么事情吗？”“出了什么事情？”龙小道冷笑着道：“左玉泉的事情先不说，黄世强今天闯到我家里，想要把我全身骨头打散架子，当着我的面侮辱折磨我的女人，让我死不瞑目，并且告诉我他是艺人所的人，拥有执法权，乱世之下普通人就是蝼蚁，他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好一个艺人所呀！早上左玉泉那个小王八犊子，为了试探我是不是拥有技能，直接对我出手，现在又冒出来一个黄世强，这些垃圾可当真都够牛逼的哦。”张天笑听完以后，声音立马严肃起来：“有这种事情，你先不要动怒，我现在就派人过去，今天这事情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说完挂断了电话。龙小道目光闪烁着，把手机收了起来，给张天笑打这个电话，确实是因为他不能把黄世强直接干掉。虽然他是个垃圾，不是人，是个畜生不如的东西，可毕竟是艺人所的人，也是条狗命。你怎么知道艺人所的电话？黄世强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这小杂种竟然能联系到张天笑，怎么可能呢？自己已经叫人查过他的底细，并没有什么背景啊。龙小道耸了耸肩，站起来似笑非笑地说：“因为老子也加入了艺人所呀。”黄世强眼神里带着惊恐，一边往后缩着，一边颤抖哆嗦道：“你别过来，别过来！”龙小道把他拎起来，朝房间外面拖去。张天笑会派人过来，在趁着人没来之前，他得再好好调教他。他不说要打碎自己全身的骨头吗？那这种滋味也得让他自己好好享受才成啊。龙小道不是心狠手辣之辈，但是人有逆鳞啊。艺人所的人过来时，黄世强只剩下了一口气，全身的骨头能断的都给他疏通了一遍。下手没必要这么狠吧？30岁的短发女人，眉目间有抹英气，很飒，目光如电，让人看之就联想到巾帼须眉4字。莫秋霜看完黄世强身上的伤势，忍不住皱眉，冰冷地望着龙小道问道。龙小道耸了耸肩，嬉皮笑脸地反问道：“狠吗？这个男人可是想要让我死不瞑目的。”走到他身边，笑望着他：“你有没有听说过那句话，叫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笑容戛然而止，滚！莫秋双肺差点没气炸了，明明就是这人下手过于毒辣，还敢对自己大呼小叫，怒瞪着他，半晌之后才转身朝楼梯内走去。等艺人所的人都走以后，龙小道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嘟囔了句：“下手狠吗？如果今天换成了是黄世强站着，那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明天的太阳，怕是都两说了吧。况且遭殃的不仅是龙小道，还有龚应元。”龙小道目光冰冷凛然，自言自语道：“想要我命，敢打我亲人主意的，就别怪我下手狠。”乱世之下，他不想当什么救世主，但是至少要保证自己身边的亲人女人不被人当成蝼蚁，
随意蹂躏虐杀。人呢？公引员从房间里出来，农小道正在打扫客厅里的卫生，满地的血渍，太脏了，不收拾都得干在地板砖上。被带异人所的人带走了。农小道抬起头来，拿着拖布朝公引员笑了笑，说：“不用担心，我也是异人所的人，并且还是异人所的副所长，所以论条件，咱们不比他们差。”公引员突然冲过来，一把抱住了农小道。农小道一愣，抬起头来，在他背后轻轻拍了拍，笑着说：“以后这种事情不会让他再发生了。”第44章自检稽查科。异人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农小道没想到自己也会被请过来。左玉泉见到农小道，眼神阴狠，一闪而过。对于农小道加入异人所，他已经通过关系知道了，所以并不感觉意外。张天笑是个很严肃、苟不言笑的中年人，会议室里一屋子人，唯独农小道进来的时候露出了丝笑容。人应该差不多都到齐了，异人所今天的会议由我主持。张天笑挥手示意，把会议室门从里面关上，目光凌厉扫视过每个人，威严说道：“在座的各位都是刚进入异人所的骨干成员，同时也是登天市第一批从领主世界获取技能的精英，在这里，我代表异人所欢迎各位的加入。”稍作停顿，又继续说道：“今天会议召开的有些仓促，在会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件事情。关于黄世强，因为个人品性的原因，即日起开除异人所，永不再录用。”农小道打了个哈欠，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凌晨12点半，快后半夜了呢。他品得出来，这是张天笑给自己的交代，虽然不痛不痒，可能做到如此，也没什么好说的。会议正式开始。张天笑沉声道：“虽然异人所刚刚组建完成，它也是登天市与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有关系的唯一正式组织，但是同样也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首先，不管是谁，从领主世界学到了什么技能，有了什么样的能力，都不应该把自己凌驾到普通人之上，不遵循法律约束。有人说乱世将至，天下大变在即，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国家还存在，乱世还没有降临。同时，我们也应该选择相信国家，有信心抵抗住这个乱世的降临。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不管是谁，不管有什么样的能力，都不能恃强凌弱，以身试法。任何胆敢破坏社会秩序的人，都将会受到严惩。你们是异人所的执法者，同样也是登天市的守护神，以身作则是你们义不容辞的事情。今天有人跟我说，异人所是个垃圾桶，什么样的垃圾都往里面装，对得我哑口无言。偏偏异人所内某些人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可耻至极，把自己凌驾到普通人之上，视普通人为蝼蚁，还说什么想杀就杀，无人能奈何你们。啪！说到这里，张天笑拍了桌子，怒声道：“你们想做什么？是土匪还是强盗？无法无天，真以为自己获得了些许能力，就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我告诉你们，不行！有我老头子在一天，这条路就行不通。从今天开始，异人所成立自检稽查科，主抓异人所纪律问题，但凡发现有谁打着异人所的名号作奸犯科，严惩不贷。自检稽查科暂时由农小道副所长主管，成员可以从所内配置。”前面的话大家都不当意，可后面最后这句话等同于是人事任命。农小道稍微愣了下，没想到自己这个挂名异人所副所长还有甜头可捞。左玉泉脸色一变，阴声说道：“张老，此举有些不妥吧？”农小道何德何能，刚进到异人所就能升任异人所副所长，他又有何本事能领导所内自检稽查科？局长，我们也觉得不妥。农小道太年轻，又是刚加入异人所，怎么可能挑得起这种重担呢？就是嘛，还有，凭什么他加入异人所就能成为副所长，而我加入就只能是个普通成员？随着左玉泉发难，不少人都随之附和起来。异人所今天才成立，成员也不过就20几人，其中有不少已经被左家收买。之所以加入异人所，完全是被公务员身份吸引的，抱着有个身份总比没有强的想法。张天笑沉声道：“农小道学会了2种技能，并且有一种是珍稀级技能，能力强弱就不用再让我说了吧。如果你们谁有能力，可以自荐，只要合格，都可以给你们配置合适的职位。”一句话，顿时半数人不再言语。全民领主里面技能书是眼下最难获取的物品，别说是珍稀级技能书，就算是白色普通级技能书，都已经被炒到了天价。在没有升到12级，开启转职，学会转职技能之前，技能书热度很难降低下来。牛气什么？转职以后谁强谁弱还是个未知数呢？有人私底下冷哼道。龙小道低着头，也不接声言语。话是如此说，可问题是升级到12级，以现在玩家的速度，快的至少要7天，不错的也要半个月。玩家大面积升到12级，要1个月以后。这么长时间，变数肯定不少。不管是现实中还是领主世界里面，许多事情都很难预料。估计等那个时候，半数人都转职，成功学到了转职技能，异人所这批人会更强。而且那个时候再想加入异人所，
怕是没点牛逼性是进不来的。张天笑看向左玉泉，沉声道：“龙小道是刚加入一人所，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一人算一人，难道不都是今天刚加入的吗？他没有资格成为一人所副所长，兼任自检稽查科科长。你们谁有资格吗？觉得自己有能力的人可以站出来，我不反对一人所内有人竞争，但是需要拿出实力来辩证。”龙小道低着头，表面上看张老头是在向着自己说话，可实际上这老头子坏低狠，是在给自己挖坑呢。一人所虽然现在只有20来人，可接下来人员数量肯定也会越来越多的。他们能走狗屎运，提前从领主世界获取到技能书，别人也可以啊。龙小道凭借着2种技能可以升任一人所副所长一职，那是不是等以后有能力比他强的人加入进来，这个副所长的职位就必须要让出去？那这样一人所的职位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要依靠自身实力去争取，强者上，弱者下。所以能不能一直身居高位，一直掌控一人所权柄，全都是未知数。换句话说，今天你上来的快，那明天等到你实力不能服众的时候，下去的也快。第45章道祭宝石。一人所里的领导职位全都是临时的，包括你这位综合执法科的科长。张天笑一语双关，话外之意是在点他能成为综合执法科科长。左玉泉也是因为左家的帮衬，仅是靠着他那个兵剑术未必能上位。莫秋霜面无表情地坐在位子上，他可不是征召进入一人所的素人，本身他就是登天市武警支队的副队长，这次是被平调过一人所的。紫金岩也在，对于张天笑的话，明眼人都能听得懂。一人所刚刚组建，也是招贤纳士的时候，举贤不避亲，只要有本事，愿意为保护登天市出一份力，都可以加入一人所，并且获得相应的职位。还有谁有异议吗？张天笑目光再次看向众人，沉声问道。等了半分钟后才点头，继续说道：“那就先这样，自检稽查科由农小道兼任临时科长。会议从凌晨12点一直开到后半夜2点。怎么来的？”紫金眼跟在农小道身后走出会议室，轻声问道。农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说：“被车接来的。”紫金眼平静说道：“我送你回去吧，正好有点事情要跟你说。”农小道灿烂一笑：“行啊。”左玉泉如同条毒蛇似的盯着往外走的两人，眼神里闪烁着阴冷。哼，就先让你得意2天，有你哭的时候。左玉泉看农小道的眼神更像是在看自己的猎物。紫金眼的车子是辆改装的越野车，里面非常豪华，并且很霸道，估计车身玻璃地盘都是防爆的。听说你把黄世强给打废了？紫金眼开车回程的路上含笑着问道。农小道歪头好奇问：“你也认识黄世强？”紫金眼微笑着说：“他在市里也算小有名气，再加上运气不错，开局获得了一本技能书，只是没想到会跟你扯上关系。”农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说：“可不是我想招惹人家的，打废黄世强，其实他一点都不冤枉。”紫金眼并没有在黄世强身上多谈，淡然说道：“听说有人开宝箱，获得到了一种名为道祭宝石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科研组织发现的第2种可以具现到现实中的物品。”道祭宝石？农小道愣了下。紫金眼若无其事地说道：“听说使用道祭宝石可以从别人身上抽取技能，重新把技能变成技能书。”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不过道祭宝石只对技能书类秘籍有作用，对于转职以后的职业技能有没有作用还无法验证。”龙小道皱眉，道祭宝石的出现就代表着不管是在全民领主游戏世界里，还是在现实中，自身技能都有被掠夺走的风险。卧槽！龙小道猛地惊醒过来，瞪大眼睛看着紫金眼，那个姓左的手里不会有道祭宝石吧？紫金眼面色淡然道：“有没有，这个我也说不好。总之平常时候多长个心眼，要多加小心，别着了别人的道。”龙小道知道紫金眼提醒自己是好意，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左家在登天市有着不小的势力，你跟左玉泉之间的冲突，我尽量试着找人去调解一下，看看能不能先偏过去。紫金眼平静说道。龙小道目光闪烁着，张嘴刚想说不用，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示弱于人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何况龙小道暂时也处在发展阶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那就拜托老板娘了。紫金眼嘴角上翘着笑容一闪而过，问道：“公司几个姑娘有没有相中的？有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撮合撮合。”龙小道嘿嘿腼腆笑起来，摇头：“多谢老板娘的好意，小的暂时还没有找女朋友的想法。”紫金眼含笑着问：“是因为家里那个俏寡妇？”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道：“算是吧。”紫金眼摇头说：“她年纪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你父母知道后应该不会赞成你们在一起吧？”听着像是在为了农小道考虑，但是农小道却不怎么喜欢听，笑着道：“小的这点私事就不劳老板娘费心了。跟公引员之间的关系，家里赞不赞成是他自己的事情。”紫金眼明显管得有点宽。紫金眼把农小道放到小区门口，认真说道：“
住在公司安全系数更高，并且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现在只有你没选择在公司留宿。他的意思是希望龙小道能搬到公司里面去，吃住都在公司里面。一方面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能随时掌控他的动向。龙小道眯着眼睛笑着说：“咱公司里一群大姑娘，我住公司明显不合适。”紫金眼含笑道：“有一群美女陪着你还不高兴？先别忙着拒绝，多考虑2天也没事。”说完自己开车走了。龙小道看着车子离去的影子，皱了下眉头。他肯定是不会住公司的，自己是安全了，但是供应员小慧慧母女怎么办？看样子还是得多布局才行。现实中的情况远比全民领主世界里更复杂。龙小道自言自语道：“回来了。”打开电梯，刚走出来，本来龙小道是想回自己房间，不想打扰供应员休息的，毕竟已经挺晚了。可供应员竟然一直在等着他。龙小道灿烂笑了笑：“没什么事情，黄世强的事情也处理好了，不会再有人找咱们的麻烦。”供应员把龙小道拉到屋子里，犹豫了下，轻声说道：“时间很晚了，你在我这里先凑合一晚上吧。”然后不由分说就把他给拉进卧室房间里。小慧慧已经睡着了，并且小丫头是自己睡一个房间，所以供应员的卧室就只有他自己。不许乱想，睡吧。供应员红着脸，吧嗒把卧室里的灯给关了。黑灯瞎火，两个人并排躺在一张床上，犹豫了好久，龙小道还是忍不住把手伸了过去。供应员被龙小道抱着，并没有挣扎，龙小道也就是伸手在抱着他，毕竟这几天很多事情想做也做不了。感觉有水珠滴落在肩膀上，龙小道知道是供应员在流泪，原因嘛，太困了，他也不想去询问。女人的眼泪就跟女人的心情一样，难以捉摸。第46章，火车航班停运。醒啦！早上，龙小道睁开眼睛，供应员已经起来了，从房间里走出去，对方已经把早饭准备好。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刚才手机上收到电信公司的短信，提醒大家观看早间新闻。供应员说着，走过去把客厅里的液晶电视打开。最新消息，米国黄石公园已经被一群自称鸟羽人部落所占领。现在全球至少有49个地点被疑似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的种族所占据，并且数量还在增加之中。国内的神农架出现神农族，禁止任何外人进入。根据可靠消息，全球49个地点除了被未知部落或是族群占据以外，这些地点无一例外内部的面积都有所扩大。国内神农架内山林面积甚至增加了几千平方公里。除此之外，天上的卫星与地面之间好像被某种能量阻隔，数据传输回来原本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却需要几天，让人一度以为卫星与地面接收塔台之间失去了联系。所有证明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论证着地球在发生着某种未知的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是无法用现有科学去解释的。有关部门发出提醒，在没有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前，希望所有人都待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尽量不要离开，也请减少外出次数，以防发生意外。即日起，长途客运汽车站暂时停止营运，火车航班数量减少，出行之前请务必确定航线车次是否正常运行。龙小道转头与供应员相互对视了眼，从彼此脸上都看到了震惊的神色。竟然要切断交通运输？供应员瞪大眼睛，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这等于是让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完全变成一座孤岛呀。龙小道沉思着说道：“新闻里其实有2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供应员回想着道：“你是说被领主世界种族占领的地域面积有所扩大，和卫星与地面之间的信号联系时间延长？”龙小道点头：“没错，虽然新闻上说全球只有49个地点被未知部落种族占领，可实际上全球绝非只有这49个地点发生了异变，并且像这种地域被放大的现象，或许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上述这些地方而已，其他地方或许也在被放大，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又或者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恐慌，没有报道出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汽车、火车停运，飞机减少班次，乃至是停飞，也就不难解释了。外面的公路、铁路都有可能是因为这种神秘未知的变化而发生了破坏。飞机起飞以后，如果没有信号，联系不上塔台，就等于是上天撞大运，上去就不一定能下来。供应员点头，有些想不明白的说道：“地球各地的面积为什么会被变大呢？这明显是不符合物理规律的啊。”龙小道苦笑着说：“物理规律是在人类以认知的基础上寻找到的，科学也只是人类的科学。”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有可能是领主世界正在吞并，或者是融入进现实中来。”猛然之间，龙小道脑海里蹦出一句话来：虚拟覆盖现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就不难解释现在地球上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改变了。食物、饮用水、各类物资，估计就要变成居民们争相抢购的物品。要是再晚2天，等楼下2层过户完，咱们就有地方大量储备物资了，
可是时间不等人啊。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道。供应员轻声说，昨天我去超市的时候已经采买了不少东西，盐、食用油、大米白面、午餐肉罐头、方便面什么的，足够咱们吃上3个月的。龙小道笑了笑，3个人食用3个月的量其实是真不多。正吃早饭的时候，供应员接到了小慧慧幼儿园班主任打过来的电话，说临时通知暂时先停课3天，什么时候恢复上课再另行通知。供应员道，市里学校中小学校已经停课了。龙小道点头，正常，有关部门大早起发布新闻，说明很多事态已经超出掌控。下一秒，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也响了，紧急通知，一人所全体成员待命，登天市需要各位来维持秩序。龙小道副所长，你负责的片区是以你为中心原点，方圆3公里内出现的恶性治安事件，有事情可以随时给一人所打电话。说完，女通话员就把电话挂断了。听得出来，不管是打电话的语气，还是布置的任务，都十分急促。昨晚上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么大变故，或者说还没收到消息，今天一早就全部爆发了出来。龙小道拿着手机，目光闪烁着，自言自语道：事态已经很严峻，但是登天市内的信息信号网络好像并没有受到影响，手机依然能打通，电脑依然能上网，有线电视都没受到影响，这说明地面的通讯还是畅通的。你待在家里陪着小慧慧，不要轻易外出，外面有人敲门也不要去开门回应。龙小道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去看看外面的情况。供应员跟着起来，柔声道：注意安全。龙小道嘿嘿笑了笑，走到慧慧身边，伸手在她小鼻子轻轻刮了下，在家里陪着妈妈，乖乖的哦。小慧慧用力点了点头，蝈蝈放心吧，家里有我。一副小大人的模样，让人感觉非常懂事，真棒。龙小道揉了揉她小脑袋，直起身朝外面走去。电梯里卡在楼下10几层，估计里面也都是人，龙小道直接选择了走楼梯。楼梯间里也都往下走的邻居们，大家纷纷讨论着新闻里说的事情。世界变天了，听我儿子说，在那个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上线以后，这个世界就跟以前不再一样。那个虚拟游戏里的东西能入侵到现实中来，不知道是不是末日要降临了。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跟在人群后面，一边往楼梯下面走，一边听着。总的来说，在恐慌的同时，年轻人的情绪反而是比较兴奋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以前的世界被彻底掀翻，秩序都将会被重置。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末日降临，乱世之下，对社会底层被压榨的普通人，又未尝不是一次翻身的机会。第47章地狱阵营。楼下小区里面都乱了套，不要说外面的街道上。老张，你从哪里买到的方便面？东边家乐福超市刚开门，快去，兴许还能抢到。大家一听，纷纷朝外面跑去。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这时候超市开门营业，肯定会有大量人群涌入，抢购潮道还是次要的，万一发生拥挤踩踏事件，就不好办了。等他来到东边家乐福超市，发现担心有点多余，除了有超市组织的安保人员，还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都保持着克制，所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骚乱。请大家有序排队，超市内储备物资充沛，尤其是米面粮油这些日常物资，有关部门已经下发了文件，务必保证普通居民的日常所需。今天超市实行限购，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都可以买到1份物资包，价格是128块钱。没有拿证件的用户可以使用临时身份证或者扫码进行登记。物资包里有个人3日所需的生活物资，价格不算便宜，但也算不上贵。去排队。一名中年警察见龙小道朝物资卡车这边走过来，沉声阻止说道。龙小道耸了耸肩，笑着说：叔，别紧张，我就是过来瞅一眼，那个我是一人所的。一人所？中年警察稍微愣了下，询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龙小道。哦，你就是龙小道啊，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了。中年警察听完立马就笑了。龙小道走过去，看着后面的物资卡车，笑着问：您贵姓？中年警察笑着道：我叫陈小辉，你叫我老陈就行。陈叔。龙小道很客气，对方年纪跟自己父亲差不多，喊声叔不为过。下巴朝物资卡车抬了下，试探着问：储备物资还跟得上吧？陈小辉嗯了声，其实这些东西暂时都不缺，就是今早上的新闻搞得人心惶惶，市里面有储备粮仓库，粮食、肉品足够登天市市民们吃3年的。龙小道苦笑着道：是啊，一下子放出这么大消息出来，把人心都给搞乱了。陈队，东边有人闹事。对讲机里传来急促声音。陈小辉脸色一变，对身边几名同事叮嘱2句，大步朝着东边小跑过去。龙小道也跟了过去。我们家有5口人，我老婆刚生完孩子，父亲中风，母亲已经80岁，下个楼都费劲，让他们自己来领物资包，这不是难为人吗？就是
我父母都70多岁，自己走路都摇晃，你让他们怎么出门跟年轻人争抢物资包？陈小辉大步上前，沉声道：“规矩如此，每个人只能凭身份信息购买一个物资包。”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你们说的这种情况，回去反映给居委会，会另有安排的。安排你奶奶的腿，今天不管是谁都不行，老子有钱就要买5份物资包。”对啊，我们又不是不给钱，何必难为我们呢？大早起就过来排队，就让我们拿这点东西回去，你们糊弄谁呢？我提议超市解除限购，不然大家就把他们给抢了。龙小道皱眉，迟疑了下，直接爬到了一辆做隔挡墙的货车顶上，沉声道：“抢？你长了个几个脑袋，敢抢？”噗！一团火焰出现在拖着的手掌上，哪怕是在白天也极为显眼。顿时，下面鸦雀无声，大家都或惊恐或兴奋地盯着龙小道。想想家里等着你们回去的亲人、老婆、孩子、父母，别给自己找麻烦，先按照超市指定的规矩来，其他的由居委会联系帮忙解决。大家都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但要是有人非觉得想闹点乱子才肯甘心的话，可以来找我。龙小道不是想耍帅，是这个事情不能有人开头。或许他们说的都是实情，问题是大家都这样就没有秩序可言了，被人带头闹起来会一发不可收拾。能来这里采购的人10有8九都是附近小区里的居民，都是邻居，龙小道也不希望他们出事，平平安安的出来，平平安安的回去。放心，天下再乱，咱们登天市不会乱。龙小道突然怒吼了一声：“小哥说的没错，小李，别跟自己找麻烦，先回家再想其他办法解决。二愣子，你特娘的就知道起哄添乱，赶紧给我滚回去！”对啊，大家不要乱，要相信组织，相信势力。龙小道心里松了口气，同时脸上却没有露出什么笑容来。虽然眼下的状况是平息了，可方圆3公里之内并不是只有家乐福一家超市，附近还有2处物资包购买处。陈叔，这边就先交给你了，我去青美生鲜和多多超市那边看看。龙小道从车顶上跳下来，朝陈小辉说道。陈小辉点头，行，你去吧，家乐福超市这边有我们呢，不用你担心。好，有急事给我打电话。说完，龙小道快步朝外面小跑出去。3个物资购买点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小事故发生，还好最终没酿成什么大乱。中午，全城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同时手机上也都收到了来自登天市的提醒，全市暂时进入静默状态，实施临时管制，市民需要在半小时之内回到家中住所，回不去的就近联系警察。砰！不多时，市郊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响，同时伴随有蘑菇云升起。登天市发射了数枚地对空防空拦截导弹。怎么回事？不清楚，大家赶紧回家，不要在外面停留。龙小道铁青着脸，看着市郊区方向，拿起手机给一人所打了过去。有什么事情？快讲！接话员还是那个女孩的清脆声音。龙小道诧异问：郊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现大量地狱鬼妖符攻击普通平民，发现地狱3头犬攻击普通平民，发现地狱腐尸攻击普通平民，防卫军区组织有效力量进行反击。龙小道，地狱阵营出现在了登天市外。第48章，霸气侧漏的老爹。知道了。龙小道挂断了通话，过去支援。他又不是救世主，再说他走了，龚颖元和小慧慧怎么办？普通人的生命跟自己女人的安全比，龙小道果断选择后者。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那么不爱的心，他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物。妈，家里没事吧？龙小道拿着手机再次给向东红打了过去。现在地面通讯并没有受到影响，不但是国内的通讯，包括全球的网络都没有受到影响，唯一受影响的就是外太空的卫星、空间站、探测器等。现在使用的通讯手段，除了有通讯卫星，还有光纤通信、网络通信、微波通信等。就算卫星通信有故障，其他几大通信手段也可以支撑起全球通讯来。向东红声音里没有上次通话时候那么轻松，偏向于严肃正式。我跟你爸都没事，家里也不用你担心。儿子，你爸已经打到了技能书，现在是镇上防护队的队长，要不你找个机会回来。龙小道一愣，抬手抓了抓头，忍不住笑起来。老爸这么生猛？嘿嘿，你们没事就行，我家市里待惯了，不想回家里那种小地方窝着，没意思。手机给我。龙康虎把手机从老婆向东红手里接了过去，霸道的声音传过来：儿子，回青龙镇来，别多问，这回听爹的，收拾收拾东西，立马回来。声音里充斥着那股子不容拒绝的霸道，也有那么丝匪气侧漏，但是不难听出里面字里行间对儿子浓郁的爱意。呵呵，龙小道嘿嘿笑道：老爹，你行啊，听得出来这是在家里顶梁柱的地位支棱起来了。儿子，不用你们担心，你在家里把老妈和爷爷他们照顾好了就行。莫等龙康虎说话，又继续说道：儿子现在双技能，
游戏里的领地发展的也不错，你们就放心吧。向东红把手机抢过去，小道：现在可不跟以前一样了，青龙山的面积比以前扩大了1倍，以前镇上距离登天市只有300来公里的距离，但是现在你爹推算着最少变成了500公里以上。山区面积增长最快，但是很快平原地带也会逐渐跟上，世界会变成多大，谁也说不准，这才是我跟你爹担心的事情。世界变得越大，回去也就越麻烦。龙小道皱了下眉头，向东红说的确实在理，但是他短时间还没有回去的打算。他回去了，龚隐元与小慧慧母女怎么办？老爹老妈要知道他带着个领孩子的寡妇回家，那在数百长辈面前还能抬起头来，非批给他扒了不可。老妈，你就放心吧，儿子想回去一定就能回去。龙小道笑着说。怕向东红与农康虎非要他回去，龙小道找个借口说有事就把电话给挂了。确定家里老爸老妈没事就行，老家不用惦记，那就让龙小道少了个顾虑。开门，我知道里面有人。龙小道敲了敲路边一家农贸产品超市的防盗门，低声说道：有什么事情说。声音从防盗门里面传出来。龙小道笑着道：给我弄点牛肉卷、羊肉卷，再弄点涮锅的食材底料，有啤酒的话也给我拿2提。莫等对方说话，又继续说道：我是一人所的人，就住小区里面，以前经常来你们家买东西，以后这片地方大概率也归我管。半晌之后，嘎啦，防盗门拉上去了1米来高，里面老板看了眼门口台阶上坐着的龙小道，开门推出2个大袋子来。龙小道笑了笑，这时候刚巧一辆巡视车辆开过来，怎么还不回家啊？车上喇叭声响起，龙小道抬手打了个手势，一人所。刚停住的车子又立马开走了，人都没下来。龙小道拿着手机直接往他家会员群里发了个定向红包，笑着说道：多谢老板，钱给你发群里了。说完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提着2大包东西朝着小区里面走去。小区门口已经被封住，有人在值班把守，不许进不许出。龙小道亮了下证件，对方打了2个电话才放心龙小道进去。小区封了。龚隐元见龙小道回来才松了口气，皱眉问道。龙小道点头，把手里的东西给他说道：不过我推断着这种管控不会持续太久。龚隐元好奇问：袋子里装的什么呀？火锅食材，一会涮锅吃。龙小道笑了笑。龚隐元好奇说道：现在还能买到羊肉片、牛肉片这些东西吗？龙小道笑道：别人肯定轻易买不到，但是我不一样，农贸产超市的老板觉得我够帅，心甘情愿的卖给我。龚隐元含笑着白他了眼，不解的说道：市里面这种风控状态为什么不会持续太久？龙小道说道：市区外面发现了大量地域阵营的生物，连导弹、武装直升机都动用了，其次就是用不了多久，普通市民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也会进行转职，从而获得到相应的职业技能，拥有能力后再想要这么管控制约着就不容易了。龚隐元点头轻声说道：大家都有了能力以后会不会比现在更乱呀？龙小道摇头苦笑着说：那可就说不准喽，或许会或许不会，如果大家不团结起来，乱倒是其次，大量领主世界的种族阵营入侵现实，能不能活下去怕都是个未知数。有组织绝对比无组织各自为营的好，至少对普通人而言，在一个有序的社会里生活远要好过活在乱世之中。下午龙小道没出去，不过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有紫金岩打过来的，也有一人所打过来的，甚至有一个自称是一人所调度的人员打电话过来征求龙小道的意见，希望他去前线与跟郊区的地域阵营生物作战，被龙小道给直接拒绝了，理由是能力有限。既然是征求意见，那就不去，出头也得分时候自己几斤斤两，龙小道自己还能捏拿得清楚。第49章市局2处。左手，那小子没咬钩。一人所调度员其实就是左玉泉叫人安排的，目的就是想把龙小道忽悠到城郊边缘，好找个机会动手。哪成想这小子贼尖溜滑得很，根本就不上钩。哼，这2天张老头子盯得比较紧，先等等再说，那小子跑不了。左玉泉冷哼着说完，想到什么轻声问道：那小子家好像是在青龙镇对吧？对，不过现在登天市与外界的路径基本上已经被掐断，咱们的人想要去青龙镇再完好无损的回来都不是很容易，出不去了。登天市外已经被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给围困住，其他地方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对登天市而言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知道了，老张，现在咱们市里的压力很大，你看看一人所的人能不能派上用场。面对跟自己年纪相仿的中年男人，张天笑沉声反问：怎么派？这群臭小子年纪都不大，其次也刚加入一人所没2天，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归属感，换成是你，我给你画大饼叫你去拼命，你肯干吗？他们不是傻子，都是有一群贼尖溜滑的家伙，与其让他们去涉险，
还不如让他们先发展发展，以后这批人说不定就是咱们登天市的坚实后盾。中年人苦笑着道：“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市里都快扛不住了，万一外面那些地狱阵营的生物闯入市里，后果不堪设想。”张天笑沉声道：“我动员不了，并且我这张老脸也没有那么大面子，扛不住也要扛。想指望异人所这群人去前线送死，趁早断了这个念想，基本上没有可能。”中年人收起笑容，沉声道：“直接下死命令呢？”张天笑皱起川子眉：“他们凭什么听你的死命令？你王定川算老几？我张天笑又算是老几？”末了又忍不住冷哼了声，还下死命令，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要真那么搞，异人所里的人一个也留不下。说完，起身朝外面走去。登天市市长王定川望着张天笑的背影，苦笑着嘟囔道：“我这不也是没有法子了吗？驻守部队已经快扛不住郊外地狱阵营的生物入侵，真打进来，死的可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单方面一面倒的屠戮啊！”他知道张天笑很宝贝异人所那20几个精英，可他王定川要替整个登天市将近2000万市民考虑啊！傍晚的时候，郊区前线传来好消息：“市长，地狱阵营的怪物暂时退去了。”秘书长李永琪快步走进来，满脸喜悦地说道：“退了。”王定川松了口气，问道：“摸清楚对方是从哪里来的了没有？”今天进攻登天市的地狱阵营生物数量不在少数，这么多异常生物不会是凭空出现的，指定是在登天市周边出现了一条连接领主世界的空间裂缝。李永琪苦笑着摇头，暂时还不清楚。登天市的人被堵在市里，出都出不去，去哪里调查？王定川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老张说异人所的人咱们调动不了，也无法下达死命令。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法子，再弄一批这种已经学会技能书的人出来？登天市有2000万人，不会只有异人所这几个人学了技能书，肯定还有些其他人。”李永琪稍微愣了下，点头说道：“可以用登天市的名义对外发布一个征召信息，组建一个编队，不过职能方面或许会跟老张的异人所那边有所冲突。”王定川眯着眼睛道：“无碍，咱们要掌控一支可以命令指挥的人员，以应对像今天这种突发状况。”秘书长李永琪想了想说：“再过7天左右，本市至少有1%到5%的玩家可以在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里升到12级，并且进行转职。转职以后都会出现职业技能，哪怕本市只有1%的市民转职成功，也会有20万人。假设这20万人里有半数转职成了战斗职业，那可用的战斗人才也有10万之数。那时候再要动员征召有战斗技能的人员，就相对容易多了。半个月之后，本市至少有30%以上的玩家会转职，而1个月后，基本上90%玩家都会完成转职。所以说，越往后，这种拥有战斗技能的人反而越不稀缺。”听着秘书长李永琪的话，王定川点头：“组织名称暂时就先定名为市局2处，暂时就由你负责组织，直接向我汇报。编制待遇方面，跟异人所持平。”是。秘书长李永琪稍微犹豫了下，试探着询问道：“不需要再召开班子会议讨论一下？”“事态紧急，一切从简。”王定川闭上眼睛，挥了挥手。李永琪转头朝外面走去。市局2处在这种情形下正式成立。市里下达征召令。龙小道刚在卫生间洗澡，出来后，供应员拿着手机快步走过来说道：“征召令。”一怔，龙小道把手机接过去，认真看起来。短信消息是市委秘书长发布的，大致内容是：登天市正式成立市局2处，用来对付市郊区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条件是学会技能的玩家给编制，有奖金，并且加入市局2处后可以自由在市区内行走活动，不再受现在静默封禁管控。报名可以登入市政处虚拟办公室。供应员等龙小道看完以后，才不解地问道：“登天市不是已经成立了异人所吗？怎么现在又成了个市局2处呢？”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并且我怎么觉得这个市局2处听起来反而比异人所好像更正规一点似的呢？”龙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道：“我也不知道，权力这种东西，咱们琢磨不明白。”看着供应员，正色说道：“引员姐，家里有我，你暂时先不要暴露自己。”供应员笑起来，了声：“我明白的。”第50章，当机立断。通过脑机接口连接器进入全民领主游戏，身边突然发生这么多事情，龙小道早已经明白，现实中的财富貌似是真不怎么重要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而领主世界里的实力才是安身立命的资本。领主，愚人族派遣了一支先锋队登岸，驻扎到了距离我们领主地只有1公里远的地方。查尔斯快步走过来，沉声说道。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皱眉：“愚人族的先锋队有多少人？”查尔斯说：“愚人战士大概有96名，8队左右；愚人法师大概有48人，4队左右。除此之外，
巨甲蟹3只，残暴嗜血龟1只，战斗力很强。鱼人战士是2级兵种，鱼人法师是3级兵种，而巨甲蟹是3级战兽，残暴嗜血龟则更是4级战兽。鱼人领主的这支先锋队的实力，足以碾压一座普通0级领主地。龙小道满脸疑惑地问道：“西边海底下那个鱼人族领地，这妖牛逼吗？派人过来想干啥？咱们近期不是没过去惊扰他们吗？”查尔斯摇头，具体目的不太清楚，但是对方驻扎的地方正好切断了咱们领地前往后面山地的路径。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在西边山地里有4座林场，2处采石场，一个银矿资源点，以及1座金矿。最重要的是，还有1处黑水晶矿场。”黑水晶矿场？龙小道好奇问：“黑水晶是干什么用的？”查尔斯道：“黑水晶是一种能量晶石，可以作为各类机械战车、魔法战车或是武器的动力能源使用。”动力能源？龙小道瞪大眼睛：“可以用在陆地战车上，当能源来用？”查尔斯点头：“没错。”龙小道目光闪烁起来，抬手摸着下巴，自言自语道：“这么说，鱼人领地这支先锋队，咱们是必须除掉不可喽。但是动了鱼人族的先锋队，领地就等于和鱼人族部落开战。以咱们领主地现在的实力，本根就没办法打赢鱼人族部落领地。”蒂安娜走过来，面无表情地说道。龙小道突然笑了下，反问道：“外面那支鱼人族先锋队，能把咱们灭掉吗？”蒂安娜摇头：“灭不掉。到花香领主地虽然打不过鱼人族部落领地，但就拿外面这支先锋队的实力而言，虽然很强，但是想打下到花香领主地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首先，到花香领主地有神器战争之角，打到后面，小兵可以当大将来用。其次，传奇级英雄都有2位，一尊史诗级战宠暴熊王，还有神器不损战舰英灵号，想要灭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到花香领地现在欠缺的就是时间，只要把时间线延长，就算龙小道什么都不做，领地内的建筑兵种都够他横扫这座孤岛以及这片海域的。那我们能把这支鱼人族部落先锋队吃掉的可能性有多大？”龙小道再次询问。蒂安娜皱眉，目光朝查尔斯看过去。查尔斯面色平淡且从容地说道：“尊敬的领主大人，我有70%把握能吃掉鱼人族部落的先锋队。”蒂安娜冷着脸说道：“就算能吃掉鱼人族部落的先锋队，以我们手里现有的资源，以及从鱼人族部落这支先锋队身上的收获，也很难能在短时间内恢复领地里的兵员数量。”龙小道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仔细研究起了领主地里各种开工中的建筑。鸟铳兵营马上就要升级完成，升级完成以后可以召唤3级鸟铳兵。独角地龙兽巢穴大概还有2天时间可以建造完成。翼龙巢穴只剩下了6个小时，建造完成以后，翼龙巢穴就可以招募1对白翼翼龙，到时候到花香岭的就有了空中打击的能力。陆地战车工厂这个还需要36个小时，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林林总总加起来，到花香领地内能拿出手的兵种大概只有7级蜂巢内招募的1级刀锋战士7队，2级枪锋战士7队，3级虎锋卫3队半，1级鸟铳兵3队，2级鸟铳兵3队，3级鸟铳兵1队半，其他各系3级兵种4队，皆是开宝箱获得。所以能拿出手的3级兵种有9队，2级兵种有10队，1级兵种也有10队，整体数量并不少。吃下于人族部落的先锋队。计算完以后，龙小道斩钉截铁地说道，抬起头来看着查尔斯、蒂安娜，沉声道：“查尔斯任职主帅，蒂安娜协助，即刻出兵剿灭于人族部落先遣队。”说完，把战宠暴熊王召唤出来：“妞妞，你跟着一同前往参战，今夜就把他给拿下来。”查尔斯与蒂安娜互相看了眼，同时领命。蒂安娜也没有再说什么沮丧的话。其实龙小道能有这种果敢与勇气，对查尔斯与蒂安娜而言都是比较欣慰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时候就是考验一位领主魄力的时候。龙小道没有跟着前往，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2位传奇级英雄领兵，外加1只史诗级战宠暴熊王跟随，又有领地的神器战争号角加持，要是拿不下于人族领地的先锋队，他去了也白搭。大黑，龙小道把大黑喊过来，这次并没有让山地犬跟着出兵。哦，龙小道抚摸着大黑的狗头，他想做个实验，看看能不能通过古玉连接器，把领主世界里的兵种具现到现实中去。虽然有关研究部门分析出只有技能书与道祭宝石可以具现到现实中去，但是龙小道却觉得兵种应该也能，只是没找对方式。要不然现实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领主世界里的部落种族？既然他们能过去，就说明领主世界里的兵种也是能被具现过去的。根据龙小道的推测，古玉脑机接口就是个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放大器。现实中之所以不能具现领主世界里的兵种，完全就是因为现实中灵气浓郁值不够，而古玉脑机接口恰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第51章宝典级技能书。
走！下一秒，山地犬大黑从龙小道面前消失不见。龙小道眼睛一亮，也立即从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中脱离出去，摘下脑机接口链接器。大黑就在房间里。成了！龙小道喜出望外，看着半人高、小牛犊子似的山地犬，忍不住抬手在他狗头上拍了拍。古玉脑机接口真的有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知道能领先多久，至少眼下全球各地都没有玩家能把全民领主游戏里的兵种具现到现实中里来。龙小道这是蝎子巴巴独一份。经过多次实验，龙小道得出结论，古玉脑机接口也不是随时有效，它需要一定的蓄能时间，而且暂时只能转移一级兵种。有点鸡肋，但也不是没用。龙小道拍了拍大黑的头，至少可以让大黑留在家里陪着公引员小慧慧，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黑还是能顶得住个的。山地犬是一级兵种不假，但是大黑等级高达16级，战斗力可以媲美3级兵种啊！大黑，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外面那个小家伙以及那个女人就是你要守护的对象，明白不？龙小道抱着山地犬脑袋，一本正经地说道。本身大黑就不傻，超过10级以后越发灵气十足，这会普通交流他基本上都能听得明白。打开门，龙小道领着大黑走了出去。哇，蝈蝈好，好大的狗狗！小慧慧见到大黑，眼睛都给瞪溜圆，张开小嘴吃惊，大声叫着。公引员听到动静走出来，见到大黑时也给吓了一跳。没办法，大黑个头实在太大。这是山地犬大黑，我从领主世界里面带回来的，往后就是家里的一员。龙小道笑着说完，拍了拍大黑的狗头。大黑很灵性的走过去，拿头轻轻撞了撞小主人，把小慧慧逗得咯咯直笑。公引员稍微一愣，他知道现阶段没有人是能从领主世界召唤出任何兵种，但是他并没有问龙小道为什么可以做到。晚饭过后，龙小道下楼去转悠了圈，郊区方向已经安静下来，不知道是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被打退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眼前的危机应该算已经解除了。出去吗？龙小道朝着居委会的大妈笑着点了点头。转一圈，没什么事情吧？居委会大妈摇头，都是老街坊，能有什么事情？别走太远，早点回来。龙小道笑着应是，街道上只有淅淅沥沥几辆车，路灯下连个人影都没有，也不知道能安稳几天。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着，突然停下脚步。他看到远方有一辆共享单车，单车上坐着个大胖子，至少200多公斤的大胖子，忍不住嘟囔了句：共享单车质量是真好啊。大胖子由远及近，他骑得不快。谁让你出来的？不知道天黑了吗？赶紧回家，别等着找挨打。大胖子把共享单车岔停到龙小道身前2-3米远的地方，瓮声瓮气地说道，声音很大，显得中气十足。练家子。龙小道歪头打量着他，好奇问，你学了什么技能书？大胖子愣了下，反应过来，你是异能所的人还是视觉二处的？异人所。龙小道笑着自报家门。哦，我叫蓝小胖，是视觉二处的人员。对方看着龙小道，好奇问，你这是要去哪儿？要不我骑车驮着你？龙小道差点没笑喷出来，心说就你这大块头还想驮着我？你往共享单车上一坐，共享单车就勉强能看到个前轱辘，我骑你脖梗子上。不过对方也是一番好意，笑着摇头，多谢，我家就在附近。嘿嘿。蓝小胖嘿嘿一笑，给人的感觉还挺阳光的。早点回家，听说夜里市区内也不是太安全，我转悠一圈，把巡视任务做完也就回家了。说完朝龙小道挥了挥胖乎乎跟蒲扇似的手，一边朝前面骑着，一边憨厚回道，我的技能书是古武技金钟罩。看着他敦实的背影，龙小道笑着转身朝小区里面走回去。家里多了个大黑，让龙小道心里踏实多了，至少外面有人闯上来能有个警示动静。我又打到一本技能书。龙小道刚回来，公引员就从房间里小跑出来，兴奋地说道，又打到一本。龙小道先是一愣，然后瞪大眼睛，要知道现在市场上的技能书已经不仅仅是光有钱就能买到的了，难道是爆率调高了？龙小道心里犯嘀咕，看着公引员好奇问，这次是什么技能书？大力神诀。龙小道点了点头，笑着说，运气真够好的，什么等级的？公引员眨了眨眼睛，含笑着说道，紫色传奇。不错。啥？紫色传奇？宝典级技能书？龙小道瞪大眼睛，下巴差点没掉下来。就算技能书爆率在游戏里调高了，像这种宝典级技能书也不大可能会随随便便就掉出来啊。你确定？龙小道感觉有些难以置信。公引员没有解释，而是抬手把大力神诀给具现了出来。你看吗？龙小道望着散发紫色光亮的技能书，忍不住感叹了一声，人比人的气死人，公引员这运气简直就是逆天了。学了吧。龙小道脸上重新露出笑容，运气好也是一种实力，
并且还是别人没办法羡慕的实力。宫引元摇头，我有暖阳诀，暂时就够用了吧，所以这本技能书你学了吧。大力神诀是一本传承系技能书，获取此功法的人将会成为大力神在人世间唯一的代言人。大力神诀被动运行，每分钟增加1点力量属性，并且可持续增长，永无上限。大力神诀主动运行，可瞬间提升100倍力量，在短时间内力量达到巅峰状态，力大无穷，可力毁山河。看完大力神诀的介绍，龙小道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宝典级技能书是真他娘的变态啊！第52章，眼下很强，以后会更强。怎么说呢？大力神诀虽然是一种宝典级技能书，并且具有唯一性，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你的暖阳诀主打的就是个中庸全面，正好可以与大力神诀之间进行互补。龙小道抬头看宫引元，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已经学了2本技能书，并且已经转职，拥有了职业技能。技能书凹槽已经不多，眼下又不是很缺技能，就算我学了大力神诀，它也给我起不到太大的互补作用。宫引元迟疑了下，轻声问道：能不能给慧慧学？龙小道愣了下，然后朝着宫引元眨了眨眼睛，把一本宝典级技能书交给一个5、6岁的小孩子学习，会不会有点浪费？但转念又一想，自己人学能叫浪费吗？反之拿出去被外人学了，那才叫浪费。小孩子也有长大的一天，像这种可以自主运行的技能书，学习修炼的时间越长，那威力也就越大。行，既然你不想学，那就给慧慧学了吧。龙小道点头笑道。宫引元也就是随便一说，没想到龙小道竟然真的同意了，他自己反倒是又有点舍不得了，低声嘟囔着说道：要不还是你学了吧，慧慧还小。龙小道笑起来，拿着技能书转身朝屋里走去。小丫头正在自己房间里依靠着大黑，拿着平板电脑，一人一狗在看动画片。大黑被宫引元洗了个澡，身上香喷喷的，现在脑袋上还扎着个粉红色蝴蝶结。看龙小道进来，眼神一亮，把头抬了抬，不过很快又有气无力的趴了回去。谁来？现在都救不了自己。过过。小慧慧抬头，灵动的大眼睛朝进房间的龙小道看过来。小慧慧乖，把这个书从中间撕开。龙小道笑着把大力神诀递到他小手边。撕开啊？小慧慧脸上的表情有些疑惑，还以为龙小道表述错了呢。龙小道笑着点头，对，撕开，轻轻一撕扯就行。按照龙小道交代的动作，小慧慧放下平板电脑，拿着大力神诀，一把撕扯开后，技能书化作星光点点融入进小慧慧身体里。宫引元依靠在门口，看着房间里这一幕发生。龙小道松了口气，抬手摸了摸小慧慧丸子头，笑着问：有什么感觉没？小慧慧坐直起来，用力点了点头，感觉一拳头可以把蝈蝈打飞出去哦。龙小道笑了笑，来，起来打哥哥一拳试试，让哥哥看看你有多大力气。小慧慧从床上起来，眼巴巴望着龙小道，蝈蝈真要打呀？龙小道拍了拍胸脯，笑道：对，用力打。砰！下一秒，人直接从原地飞起来，撞到后面墙壁才停下来。嗨嗨！龙小道忍不住咳嗽了2声，揉了揉刚才被小丫头打的地方，这一拳头劲道可真不轻。要知道，小丫头可是刚学了大力神诀。蝈蝈，你没事吧？慧慧急忙跑过来，满脸自责地说道：是不是把你打疼了呀？龙小道笑着揉了揉他丸子头，没有，你很厉害，不过以后可不能用这种力气打小朋友们哦。但是可以打坏人们。嘻嘻，慧慧知道了。确定龙小道没事，小丫头高兴地扎进龙小道怀里，小脑瓜使劲蹭了蹭，以后要保护妈妈。叮嘱完小慧慧，让她在房间里跟大黑玩。龙小道与宫引元去了客厅。小慧慧往后能力会越来越强，你要多引导她。龙小道看着宫引元正色说道：刚才那一拳至少有几百斤的力道，现在好了，宫引元有暖阳诀，小慧慧有大力神诀，这对母女就算每天什么都不用干，实力都会增长，眼下很强，以后会更强。时间越长，越是牛逼。第二天早上，龙小道被外面敲门声给吵醒的。时间太早，宫引元也没起来。谁啊？宫引元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龙小道摇头：我去看看，你再睡一会儿吧。穿着拖鞋朝外面走去。打开门，看着外面站着的莫秋霜，皱眉不悦道：大早起的敲什么门？有什么事情难道就不能打电话说吗？莫秋霜冷着脸，肺差点没给气炸。如果手机能打通，我还用得着亲自跑一趟吗？手机打不通？龙小道想了想，还真有可能，昨天用了一整天，晚上也没想起来充电。有事？龙小道岔开话题，疑惑看着他问。这时候宫引元身上穿着件睡袍，也从卧室里面走了出来。莫秋霜目光在对方身上打量片刻后，才把目光收回来，焦聚到龙小道脸上。昨晚上你是不是见过蓝小胖？蓝小胖？
龙小道稍微一愣，点头笑道：“对啊，正好看见他骑着共享单车在外面巡街，从外面街道上经过，他不是市局2处的吗？”怎么？莫秋霜在龙小道说话的时候，眼神就没离开过他脸上的表情。蓝小胖被人杀了，一句话让龙小道内心里咯噔下子。昨晚上骑共享单车那个憨厚大胖子让人给杀了，同时一股怒火也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收起脸上笑容，皱眉问：“怎么回事？”莫秋霜摇头，具体说不太好，但是调取街道监控摄像头发现，最后跟蓝小胖有接触的人就是你。现在市局2处来，一人索要，我们把你交出去。这不是放他娘的狗臭屁吗？昨晚上我就跟蓝小胖朝了面，互相打个招呼。龙小道脸色难看的忍不住破口骂道。莫秋霜板着脸说：“事情还在调查，不过你得跟我去一趟一人所。”行。龙小道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别的，转身进房间里换了身衣服，洗了个脸，交代供应员在家里注意安全，跟着莫秋霜朝外面走去。去一人所路上，龙小道阴沉着脸问：“蓝小胖的技能应该不弱吧？怎么就被有人悄无声息的把他给干掉了呢？”莫秋霜边开车边转头看着龙小道问：“你怎么知道他技能不弱？”龙小道皱眉：“你是在怀疑蓝小胖的死跟我有关系？”第53章，挖出他的技能书。有监控。莫秋霜面无表情的说道。龙小道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回怼道：“有监控能证明什么？监控拍下我干掉蓝小胖的画面了吗？”莫秋霜皱眉，板着脸道：“你跟我吼叫也没用，还是等到一人所以后去跟市局2处的人解释吧。”呵呵，龙小道都给气乐了，看着窗外，没记错，这个狗屁市局2处是昨晚上刚组建的吧？啧啧，真够牛逼的。莫秋霜面无表情的开车，也不搭话。到一人所，龙小道发现紫金眼也来了，迟一下了，朝他走过去，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情？”紫金眼沉着脸低声说：“眼下的情况对你极为不利。”蓝小胖的事情？龙小道皱眉问。紫金眼点了点头，道：“对，蓝小胖死了，他姐姐蓝精灵发飙，放出话来说要让你血债血偿。”他姐姐？紫金眼轻声道：“他姐姐蓝精灵在全民领主一人榜上排名947位，不要说1000名以内的玩家，就算是10000名以内的玩家，放眼全球都是大高手。难怪一人所和市局2处会这么重视呢。”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了句。紫金眼看着龙小道轻声说：“这事情是张老在压着，要不然蓝精灵早就杀上门去找你索命了。”龙小道没接声，他看到了左玉泉那龟孙，对方也看到了龙小道，满脸幸灾乐祸的朝着龙小道竖了竖大拇指，那意思好像是在赞美他干得漂亮。龙小道收回目光来，平静说道：“要不是蓝小胖出事，蓝精灵不会出来吧？”紫金眼听着龙小道的话，稍微一愣，没等他说什么，龙小道已经朝里面走去。会议室里人并不多，张天笑等龙小道进来以后，介绍道：“这位是市委秘书长李永琪，市局2处负责人。”龙小道平淡点了点头，认真说道：“蓝小胖的死跟我没关系。”市委秘书长李永琪问道：“那监控摄像头拍到你跟蓝小胖之间有短暂接触，又怎么解释？”龙小道皱眉反问道：“解释？我解释什么啊？我就在路上看到了蓝小胖，互相说了2句话，难道这就能认定为我是杀害蓝小胖的凶手？”他心里也非常火大，要不是看在蓝小胖的份上，早就发作了。毕竟人死为大，所以才强把心中的火苗给压了下去。我再次说一遍，蓝小胖的死跟我没关系。左玉泉从外面走进来，似笑非笑的说道：“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监控拍下最后一个见到蓝小胖的人就是你，你不解释清楚，是没办洗脱杀害蓝小胖嫌疑的。”他唯恐天下不乱，能给龙小道下个绊子，他自然再高兴不过。龙小道深吸了口气，强压着心中怒火，对着张天笑与李永琪2位大佬诚恳说道：“昨晚上我确实见到了蓝小胖，但只是搭了个话，然后就回了小区。视频监控上既然有我见到蓝小胖的画面，也不难发现我是几点回的小区里吧？”李永琪皱眉沉声说：“昨晚上你所在小区附近的监控摄像头刚好都被破坏了。”龙小道心里猛然反应过来，这特么是有人故意想陷害自己啊！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左玉泉，因为自己跟这个小子有过节，但又一想，仅凭着小子的实力，想要悄无声息地干掉蓝小胖，丝毫痕迹都不留，怕是做不到。其实蓝小胖的死还不至于让一人所与市局2处的2位负责人同时过来审问龙小道，根子缘由还是在蓝小胖的姐姐蓝精灵身上，估摸着很大可能就是背后动手杀死蓝小胖的人，也没想到他身后竟然还有个能排进一人领主榜1000名之内的姐姐。蓝精灵虽然是排进一人领主榜1000名之内的高手，但这时候现实中的实力反倒不一定会有多强，因为领主世界里的能力很大程度受到制约，转移不到现实中来。也就是说，他在领主世界里牛逼，可现实中兴许还只是个普通人。
有没有技能都还两说。不过潜力股就是潜力股，领主世界里的实力那也是实力。蓝小胖的姐姐蓝精灵给市局2处与一人所施压，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全面调查。关键是为什么会调查到农小道身上来呢？虽然我跟蓝小胖接触不多，但是感觉这个胖子人还不错，所以我愿意配合调查，也希望能找出杀害蓝小胖的凶手来。农小道知道有人想陷害自己，这时候说再多都是无用的，就看市局2处和一人所怎么处置。大不了发飙开打，带着供应员与小慧慧回青龙镇老家。农小道如果火力全开的话，一人所与市局2处的人加一起，未必能留得下他。老李，我觉得小道这孩子不像是在说谎，你怎么看？张天笑朝李永琪看过去，沉声问道。李永琪微微点了点头，还没等他说话，就被一旁左玉泉给打断了，似笑非笑着说道：蓝小胖是被吸干了身上的三魂七魄以及全身精血而死，死状极惨，想要证明农小道是不是凶手，这还不简单吗？李永琪看着他，沉声问：你有法子证明？左玉泉眯着眼睛玩味笑着说：农小道展现了2种技能，一种是神圣护甲术，一种是聚火术，但据我所知，他还卖给了紫金岩子会长一本枪法基础，所以没人能保证他到底会多少技能。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道祭宝石相信大家都曾听说过，只要使用道祭宝石把农小道身上的技能书用道祭宝石挖出来看看，不就能水落石出了吗？如果他的技能书里有吸食他们魂魄精血增强自身的功法，那他就是凶手，没有的话，凶手就不是他，如此就可自证清白了。大家说对不对？左玉泉此话一出，会议室里的人无不变色。道祭宝石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从玩家身上挖出技能书以后，玩家身体会不会出现状况，这点还不清楚。就算不出现状况，谁敢保证挖出来的技能书回头一定会再还给农小道？第54章，老子不欠任何人。李永琪看着左玉泉，沉声问道：你手里可有道祭宝石？左玉泉耸了耸肩，摊手笑着说：我手里有没有道祭宝石重要吗？就算我有，也不能让我拿吧。要知道道祭宝石的价格可不便宜。他只是提个建议，动动嘴皮可以，让他掏钱出力可不行。莫等李永琪开口，左玉泉吊儿郎当的笑道：蓝小胖的姐姐不是一人领主榜排名1000名之内的大高手蓝精灵吗？搞几块道祭宝石，那还不是小意思吗？好，道祭宝石我们出。一个清脆声音出现在会议室里。蓝精灵是个25、26岁的女人，模样并不是很好看，只能说是中等偏上，还有些偏胖。挖了她的技能书，我要确定是不是她杀死了我弟弟。李永琪没看农小道的表情，而是朝张天笑看过去，说道：老张，要不就用这个法子。张天笑迟疑了下，转头看向农小道，沉声问：小道，你看此法可行？呵呵。农小道整个人都给气乐了，反问道：我先问一下，谁能保证使用到祭宝石把我身上的技能书挖出来以后，确定我不是凶手，技能书还会再还给我？李永琪皱眉不悦道：难道我和老张在这里，你还信不过？农小道看着他，平淡说道：以前的话我信得过，可现在今时不同往日，我先问问二老，你们身上谁有技能书吗？李永琪与张天笑脸色一变，但是都没打断农小道的话。农小道摇头：你们没有，但是他有。把手指指向了左玉泉，因为自证清白这个主意就是他出的。挖出了我身上的技能书，如果左家或者是比你们职权更高的领导出面，你们能保证技能书不给上级领导吗？农小道耸了耸肩，平静说：很简单的事情，我现在不是不信你们，而是你们的实力没办法完全让我相信。如果我失去了手里的技能书，那谁能保证我的利益呢？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还是那句话，对于蓝小胖的死，我也很意外，很同情，但仅限于此。蓝小胖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欠任何人的。啧，说的倒好听，但是我们都不信啊。左玉泉继续在一旁起哄冷笑道：我用得着你信吗？农小道转过头来，猛然之间一团火焰出现在手掌上，噗嗤，朝着左玉泉直接打了过去。你敢动手？左玉泉脸色一变，他没想到农小道当着张天笑和李永琪的面，竟然敢直接对自己动手。距离太近，农小道的聚火术发动又急速迅猛，根本没来得及躲避，就被打飞了出去。噗！嗨嗨！左玉泉被打得趴在地上咳血，人是死不了，但伤势绝对不轻。蛇造，姓左的孙子，老子早就看你不爽了，唧唧歪歪，怎么不用到祭宝石把你身上的技能书挖出来？你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农小道骂完，转头朝着蓝精灵说道：你死了弟弟，我同情你，还是那句话，老子不欠你们的，配合你们调查是本分，也是道义，不配合又能怎么样？还他妈让我自证清白，
我自证他奶奶的腿啊！蓝精灵盯着农小道，如果我说你不证明不行呢？呵呵，农小道气乐了，反问道：你算哪根葱？一人领主榜排名1000名之内的大高手，就凭这个吗？你给过我钱，还是赠过我兵？说完也不理会蓝精灵什么脸色，直接抬头对着张天笑、李永琪道：是就是这个事，话也就是这个话。我脾气好，不代表没脾气。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脑瓜子顶上扣，这事情我不接受。一人所也好，市局2处也罢，查清楚是我干的，直接派人来逮捕我。没证据就去查，别净干这种没屁的事，还想挖我体内的技能书，让我自证清白。呸！怎么他妈想的呢？说完，转头一边往会议室外面走着，一边说道：最近心烦，有一个算一个，都别再来烦老子，否则心情不好，打废了谁，老子可不负责。龙小道突然展现出来霸道，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一手聚火术直接把综合执法科科长左玉拳打飞出去，更是惊得四下鸦雀无声。高手啊，并且是那种深藏不露的高手。紫金眼目光闪烁着，嘴角上的笑容一闪而过。自古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要是到了让人挖技能书都不敢反抗的份上，那他农小道也就没什么好叫人重视的。这个农小道真是无法无天。老李啊，你也别生气。张天笑声音稍微一顿，又继续说道：不过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咱们要真把他身上的技能书挖出来，谁能保证还能再给他还回去？人家信不过咱们，也是情有可原的。情有可原？李永琪哪还能听不明白张天笑这只老狐狸话里的意思？但是蓝精灵毕竟是一人领主榜排行1000名之内的领主，未来或许整个登天市的生死存亡都要指望着人家啊。关于小胖的死，确实还要再好好调查调查。精灵要不再等等，毕竟咱们手里的证据无法证明小胖的死跟农小道有直接的关系。李永琪转头对着蓝精灵试探着说道。蓝精灵目光里闪烁着火苗，冷声道：不管蓝小胖的死是不是跟他有关系，他敢如此跟我说话，我都要挖了他身上的技能书。哼，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等我转职以后，今天的面子我会亲自找回来，放心，用不了几天的，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吧。说完，阴沉着脸朝会议室外面走去。一番话让张天笑皱眉不已，对着李永琪道：老李啊，市局2处能掌控这样的高手吗？李永琪冷哼道：掌控不了，难道还能指望你们一人所不成？张天笑目送所有人的离开，才皱着眉头囔道：指望不上一人所，恐怕也指望不上这市局2处啊。第55章牛肩牛宝。站住！龙小道走出一人所，被4个人拦截下来。何事？4个人中的一个光头笑着说：我们家宝哥想让你走一趟，有事相商。宝哥？龙小道皱了下眉头，反问道：我认识？那么多废话，跟我们走就是了。光头旁边3角眼冷哼道：蛮横霸道，口气是真大。你算个勾巴呀，我就跟你们走。龙小道翻了翻白眼，转身就想离开。小逼崽子找抽！3角眼一跃而起，朝着农小道后腰就是一记飞踹。神圣护甲！咣当！把对方这记飞踹挡下来之后，农小道回身，一团火焰朝着他砸了过去。巨火！砰！人直接炸飞出去了10几米远。小哥，别动手，我们没有什么恶意，这兄弟性子直，说话不懂绕弯子，真的就是我们家宝哥想见见你。光头急忙上前抱拳作揖说道。龙小道冷着脸，老子现在心里气正不顺，滚远点，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宝哥的，再他妈装逼装大象，脑瓜子打皮眼里去，想见我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完，把手里的火焰挥散，两手插兜朝着前面走去。什么宝哥不宝哥的，农小道是真不认识，也没兴趣去认识。他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盯上自己呢？张天笑是头老狐狸，李永琪也绝对差不到哪里去，都是老奸巨猾之辈。很简单的事情，蓝小胖的死跟他没关系，偏偏还找上门来，要自己跟蓝精灵对峙，这里面到底是在算计什么？看样子登天市也不能待太久了。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自言自语嘟囔：虽然领着供应员小慧慧母女回青龙镇，大概率会被老爹老妈扒皮，可在老家绝对不会像在外面这么多事情。一辆小金人汽车停到农小道身边不远，放慢车速，与走路的农小道步行相同的速度，龟速前行。车窗放下来，一个染着5颜6色头发、年纪20出头的女孩朝着农小道招了招手：帅哥，上车送送你啊。女孩子眯着眼睛笑着说道。农小道看着她，没好气地说：老子没腿吗？滚一边完蛋去！牛板儿收起笑容来，撅了撅嘴，气呼呼地说：臭小子，你怎么说话呢？本小姐可没招惹你啊。农小道翻了翻白眼，心说你过来跟自己装逼，可不就是自讨没趣吗？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这时候能让司机开着豪车在大街上转悠的人，背景都不会简单。喂，跟你说话呢，耳朵聋吗？牛宝气得够呛，自己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这种气他什么时候受过？耳朵不聋，就是不想搭理你，瞧不出来吗？我现在心里火气很大，最好别惹我，听劝就哪凉快哪完去。龙小道没好气地说道。刚在一人所那口憋屈气，到现在还没有口子发泄出去，所以看着谁都不是很爽。牛宝深吸了口气，问道：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龙小道摇头，你爱是谁是谁，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吗？臭小子，这嘴真欠。牛宝忍不住小声嘀咕了句，无奈打开车门，招手说道：上来聊聊嘛。你一个大男人家的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一个女孩子难道还能吃了你？那可说不准。龙小道嘴里小声嘀咕了句，迟疑了下，还是弯腰钻进了车子里。找我做什么？坐到座位上打量着对方，疑惑问道。牛宝眨了眨眼睛，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杀了蓝小胖吗？龙小道眼神里闪过丝厉色，突然整个人压向对方，把脸凑到牛宝面前，很近，非常近，距离大概也就不足10公分的样子。你知道是谁杀了蓝小胖？牛宝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小心肝扑通扑通跳得很快，俏脸都成了坨嫣红。这小子突然凑自己这么近，让他都有点始料不及。不知道呀。龙小道盯着他，半晌之后才哼了声，不知道你找什么刺挠，有屁快放，老子还等着回家去玩游戏。看着坐回去的龙小道，牛宝心里多丝异样。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杀了蓝小胖，却知道是谁破坏了你们小区周边的监控摄像头。牛宝轻声说。龙小道皱了下眉，谁破坏的？牛宝撅了撅嘴，你打伤我的手下，还对本小姐出言不逊，我凭什么告诉你啊？龙小道一愣，诧异问，你就是那位宝哥？没错。牛宝微微昂着脖子，抬起骄傲小下巴，本小姐叫牛宝，是牛街牛爷的孙女。牛街是登天市一条很有名的街道，里面的店面以经营古玩字画典当行为主，而牛爷更是登天市颇具传奇色彩的江湖人物。虽然龙小道没见过牛爷，但不妨碍他听说过人的名数的影。毫不客气地说，牛街牛爷在登天市算是1号人物。龙小道打了个哈欠，歪头看着对方，找我做什么？听说你能搞到技能书。牛宝莫等龙小道开口说话，抬手继续说道，你先别忙着说不能，现在不能，以后未必不能，咱们也不想做一锤子买卖，牛街做事讲究个细水长流。看着龙小道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想要一本有治疗效果的技能书，等级越高越好。作为交换筹码，牛街可以帮你调查蓝小胖的事情，并且可以成为你的后盾以及同盟。龙小道笑起来，反问道，后盾同盟？蓝小胖的姐姐是谁？你知道吧？蓝精灵背后是市局2处，捏拿你们不是什么难事吧？牛宝笑道，以前想要捏拿我们确实不是什么难事，可现在不是今时不同往日了吗？蓝精灵在全民领主里面的排名确实不错，但是我们牛街也还可以哦。这么说吧，现在牛街有技能书17本，一人领主榜10000名之内的玩家1人，在游戏之外，牛街牛爷在登天市的徒子徒孙林总加起来没有1万，也有8000之众哦。给你当盟友，应该还是够资格的，对吧？第56章，咱家听你的。利益是相互的，技能书价格可不便宜，定向技能书更是有价无市。牛街牛爷的大名我也听说过，可总要来点实际的东西才行吧？龙小道点头，若无其事地说道。牛宝眨了眨眼睛，技能书的钱回头另算，至于你住的那个小区附近监控，都是秃头鹰搞坏的。秃头鹰？龙小道皱眉，他可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牛宝点头，对啊，秃头鹰本名叫王刚，以前是个开棋牌室的小混混，在这片小有名气。稍微停顿，也没等龙小道询问，自己先摇头说，至于他为什么要把你小区附近的监控搞坏，又是受了谁的指使，这个我可就不清楚了。话外之意，如果你想调查这事，就需要自己去找秃头鹰王刚。多谢。龙小道点了点头，也没想着要刨根问底。他跟蓝小胖也就一面之缘，他的死还轮不着龙小道来负责任。至于是谁想在背后祸水东移，陷害自己，相信就算自己不去查，过几天对方自己都会憋不住跳出来的。任谁都能看得出，蓝小胖这事情上对龙小道的陷害手段并不高明。让人恼火的是市局2处和一人所的态度。龙小道，你在全民领主里面叫什么名字？领主榜排在多少位啊？牛宝嬉笑着好奇问道。龙小道随口说道，我叫稻花香，一人领主榜排在第1。牛宝翻了翻白眼，低声嘟囔了句，不想说就不想说，吹什么牛吗？龙小道耸了耸肩，也不解释，有时候吧，你说真话反而没有人会信，人就是这么重尿性的生物。
手里有闲置不用的技能书，也可以联系我哦，价钱绝对给高高的，不想要钱，用其他东西交换也是可以哦。牛宝把农小道放在小区门口，朝着他眨了眨眼睛说道。农小道嗯了声，压根就没把话当回事，打开车门下去，挥了挥手。牛宝注视农小道走进小区，才目光闪烁着问道：财叔，你感觉这小子怎么样？前面开车的司机笑了笑，能入小姐眼的人肯定不错。牛宝脸上一红，紧接着又嬉笑起来，掩盖说道：我才对这臭小子没什么兴趣呢，不过他能搞到至少3本技能书，说明除了运气不错以外，在全民领主里的实力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走吧。牛宝把车窗收起来。龙小道没有去特意看小区里的监控摄像头，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监控说明不了什么，唯独让人憋闷的地方就在于不爽，尤其是那口闷气顶在心口。上楼的时候，手机震动，是一个陌生号码。小道啊，今天的事情你也不要太介意。龙小道翻了翻白眼，打断对方，笑着说：乔长老您说的，像这种小屁事我能介意吗？您老放心吧，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也不要来家里接我，小的不想配合，够牛逼就直接来干掉我，不够牛逼就让他们自己滚远点。有一个算一个，今天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还有，您老也不用再给我打电话，挺让小的为难的，咱都先冷静一段时间，行呗？张天笑苦笑道：你小子啊，行，往后再有这种事情就按你说的办还不行？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最近一人所也没什么事情吩咐你们，可以好好在家里待段时间，另外争取早日转职，期待你变得更强。说完电话挂断了。龙小道拿着手机不由得撇了撇嘴，心说老子早就转职了，还转职成了隐藏职业，并且还不是转职成了一个隐藏职业。牛逼，很多时候是需要资本的。龙小道不想耍牛逼，但是需要他拿个大顶的时候，他能支棱起来，能让人知道什么叫真牛逼，而不是装牛逼。供应员开门，见到龙小道回来，略微松了口气。没事吧？龙小道笑了笑，一边走进来一边摇头。没事。尹媛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龙小道坐到沙发上，拍了拍旁边，示意供应员坐过来。供应员走过来，坐到他身边，疑惑道：什么事？是这样，我家在青龙镇，昨天给我妈打电话，她跟我爸的意思是想让我回去。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虚拟覆盖现实，地球的面积在不断拉伸放大，以后地图板块会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龙小道看着供应员，如果我想回老家的话，你们母女愿意跟着我回去吗？怕供应员多想，又急忙解释道：当然，这事情是在跟你商量，并没有想勉强你们母女跟着我回去的意思。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留在登天市里。供应员把头前的秀发往耳朵后面拢了拢，微笑着说道：你想让我们母女跟着你回去，我们母女就跟着你回去，往后咱们家里大小事情一切都由你说了算，我们都听你的。供应员没想过回自己家里，也没想过回婆家，嫁出的女儿泼出来的水，自己带着女儿回去也是个外人。至于婆家那边，就更加是指望不上，他和女儿慧慧唯一能依靠的人就只有农小道。农小道松了口气，笑着点头说：尹媛姐你放心，不管去哪里，我都不会让你跟慧慧受委屈的。供应员含笑着低头，轻声说：我信你。农小道高兴地搂过他，低头在他脑门上狠狠亲了口。既然供应员不反对，能舍弃登天市内的一切，那他对这座城市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不行，收拾行囊回老家，至少有爹妈在身边，没人敢拿动他们宝贝儿子，更别提是诬陷。回青龙镇以后，没准还能做个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的衙内纨绔呢。当然，鱼肉乡里欺男霸女也就是做梦想想，真要干那种事情，不用别人来收拾农小道，老妈向东红就先把他的皮给扒了。咱们什么时候走？供应员通红着脸轻声问道。农小道干笑着说：只是有这个打算，那个还没决定好要什么时候走呢。什么时候走都行，咱家听你的。供应员柔声道。第57章短期发展方向。龙小道回到自己房间，带上古玉连接器，进入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丁，恭喜您战胜了鱼人部落先锋队。丁，恭喜您获得黄金宝箱1枚，白银宝箱12枚。丁，恭喜您缴获鱼人牧场建造图纸1张。丁，恭喜您收获各类资源355000个单位。龙小道知道查尔斯与蒂安娜胜利了，急忙打开日志，快速翻看起来。剩余兵种：1级鸟铳兵3人，2级鸟铳兵4人，3级鸟铳兵6人，虎风卫1人，半马人战士1人，其余所有士兵将领战死，又是一次差一点点被团灭的记录。龙小道深吸了口气，赢就是赢了，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至少清除了眼前的隐患，卧榻之地岂容他人在此酣睡？何况鱼人部落的先锋队还想遏制领主地发现的咽喉，肯定要除。领主大人，
龙小道朝着查尔斯点了点头，吩咐道：“黑水晶矿场什么时候能拿下？”查尔斯说：“蒂安娜已经带着人去攻打了，今天中午之前，应该就能把西边山林的所有资源点都打下来。”龙小道满意的点头，优先开采黑水晶矿场。作为动力能源类矿石，也是现在稻花乡领地内最欠缺的东西。有了能源水晶，陆地战车就能派上用场，不再是个摆设。领主，有2件事情需要跟您商量。”查尔斯说道。龙小道看着他：“什么事情？说吧。”查尔斯面色平静说道：“关于领地发展，现在需要面临一些选择。这次虽然我们战胜鱼人部落先锋队，获得了35万个单位左右的资源，可眼下领地内需要升级的建筑物太多，并且还要招募兵员，能剩下的并没有多少。翼龙巢穴已经建造完成，继续升级需要大概差不多10万各类资源。我想询问领主的是优先升级领地内的战斗类兵员招募建筑，还是优先升级领主地内的辅助工种营地类建筑？例如矿工营地、伐木工营地、农民营地等，不但需要升级建筑完工的营地，还应该再建造一批新的营地，因为我们占领的资源点数量很多，眼下领地内的各类工种人员数量已经不够使用。优先升级战斗兵员招募建筑，可以提升领主地内的战斗力，但是兵员招募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没资源有多少兵员招募建筑都只能干看着。而矿工营地、伐木工营地、农民营地这些非战斗类人员招募建筑，虽然不能提升领主地内的战斗力里，却能提升领主地的繁荣度，从而开采回来大量资源，各有得失利弊，所以查尔斯才需要让龙小道来拿主意，这也代表了稻香村领地短期内的发展方向。龙小道想了想说：“优先升级非战斗类人员招募建筑，矿工营地至少要有20座，伐木工营地至少要有10座，农民营地暂时5座就够。矿石、木材、铁矿石3种资源是升级所有建筑物都必不可少的3种基础资源，不仅仅升级建筑物需要，招募兵种也必须要用到。招募兵种，石头、木材、铁矿石3者基础资源至少会用到1种，而粮食与铜币是必不可缺的物资。领主地内的贸易集市建造完成以后，石头、木材、铁矿石、粮食等基础物资也都可以卖出去，置换成铜币。”明白了。查尔斯点头，继续说道：“第2件事是和关于陆地战车工厂，再有24小时，陆地战车工厂就可以建造完成，可以点亮内部科技树，有2大分支，一个是集成科技树，一个是分点科技树。集成科技树可以直接建造制式装备，例如212型轻型越野步兵战车等，型号、威力、配置等都是固定的。分点科技树可以选择强化技术点，比如说研究车载轻型机关枪的威力，提升越野步兵车发动机参数、野外行驶性能等，都在分点科技树内。短时间内，以我们手里的资源，只能选择其中一棵科技树升级。陆地战车工厂是一座领主级建筑，它进化升级的复杂程度堪比一座领主地。”龙小道试探着问：“短时间内不能多科技树升级，指的是多短时间？”查尔斯想了想说：“以领主地内的发展速度，属下认为2到3年之内，陆地战车工厂是无法多科技树升级的。”2到3年？龙小道吃了一惊，0级领主地升级到黑铁级领主地需要多久他不知道，但是3到6个月之内应该有把握升级上去。那按照查尔斯的推断，陆地战车工厂至少在黑铁级领主地的时候是无法多科技树同时研发升级。忍不住问道：“这玩意这么耗费资源吗？”查尔斯点头：“是的，陆地战车工厂非常耗费资源，虽然它等级不高，只是一张白色建筑图纸，却因为使用了领主勋章，拥有了无限进化升级的能力。它升级进化的耗费跟领主的升级是在一条线上的，并且因为它只是张白色建筑图纸，所以它的升级进化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推进，资源耗费也是一个庞大的过程。”稍微停顿，查尔斯又继续说道：“这样的建筑唯一特点就是厚重，只要能发展起来，就能形成自己的套系，不容易被推倒。陆地战车是一种战车类武器，而陆地战车工厂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去喂养它，再加上足够的时间，它可以成为一个开创性的机械文明，并且是有完善体系的。从一颗螺丝钉、一张铁板，再到一辆装甲车、一个装甲步兵营、研发型机器人、工厂群、机械堡垒城、智能操控系统、机甲军、星际战舰、星际母舰、蜂窝星际要塞、初级星际机械军团、机械霸主军团等，最终可以出现自己的文明体系，完善的体系。陆地战车工厂可以无限发展进化下去，且是没有尽头的，直到占领未知或是被未知中的文明消灭。第58章人生巅峰。陆地战车工厂不管以后能进化升级到多牛逼，那都不是眼下的事情，短时间之内想要依靠它爆发，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毕竟只是个白色级工厂类建造图纸，哪怕是领主级的也就那样。龙小道想了想，点头说：“那就优先升级集成科技树吧。”是。查尔斯恭敬称是，
分点科技树与集成科技树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都是各有利弊。接下来2天升级出兵，闲暇之余下楼去转转，陪着公引员小慧慧，日子倒也算过得逍遥。这天中午，紫金岩打电话过来，全民领主已经开服第7天，今天下午2点系统会更新，并且发放一人领主榜奖励，你不准备来公司一趟吗？紫金眼开门见山地问道。龙小道转了转眼珠子，笑着说，老板娘有需要的话，那小的就过去，公司有事情要宣布。紫金眼迟疑了下，嗯了声，说，今天系统应该会更新出玩家领主地的迁移政策，到时候大家就应该可以自由迁移自己的领主地。公司的想法是，尽量让金眼虚拟旗下的员工都迁移到同一个区域里来。迁移领地，龙小道拿着手机，目光闪烁着异彩，他可没有想要迁移领地的打算。虽然领地迁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地方，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弊端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地域里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你在一个偏僻的地域，面临的挑战很大很多，可相对这个地域的资源也都将会是你的。其次，龙小道另外不想迁移领地的原因就是还不想在现实中暴露自己，哪怕他是一人领主榜的榜首，可不管是现实中还是领主世界里，实力并不算是有多强。就算系统升级，想要迁移领地，怕也是要有诸多限制吧。龙小道笑着道。紫金眼说，或许吧，只是公司的一个想法，当然也不会勉强所有人都遵守。龙小道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不管是在游戏里还是现实中，他都应该享有一定的特权。除了系统升级更新以外，还会发放第2次一人领主榜排行奖励，应该会有大量宝箱溢出，并且今天全球头部玩家应该都会升到10级或者11级，最多再过2-3天就将会有一批金字塔尖上的转职玩家出现，你最好也要多做点防备。紫金眼这番话是在提醒龙小道，或许2-3天之后，蓝精灵以及左家就会有人进行转职，从而出现一批职业技能。在领主世界里，转职以后相当于领地里面多了一位英雄，有一定助力。但是助力更大的反而是在现实中，因为职业技能是可以拿到现实中来使用的，代表着普通人也拥有了从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中获得能力的资格。宝箱里开出的东西越来越垃圾了，龙小道笑着嘟囔了句。以前白银宝箱里4枚宝箱至少有一个能开出一对3级兵种，在白银宝箱里3级兵种算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奖励，但现在资源物资类奖励增多，但是物资的数量却在下降。10个白银宝箱里能开出一对3级兵种就不错，更多的是给一些2级兵种，甚至是1级兵种。而青铜宝箱里想要开出好东西，那就得撞大运气才行。甚至就连黄金宝箱里面的物品价值都在直线下降，别说是传奇级英雄，能开到精英级，乃至是普通英雄都算不错的。龙小道打仗获得的黄金宝箱开出的都是资源，跟以前简直是没办法比。宝箱的爆率系统在调低，这次奖励下来估计爆率还会更低。是啊，在游戏里物资越来越难获取到，并且今天下午领地内的贸易集市都应该会建造完成，现实中的资本就可以打进来了。紫金眼也感觉到了宝箱爆率在降低，现实中的变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现实中资本的作用。这时候普通人也都意识到末世将至，钱的作用已经不是很大，反而在全民游戏里越牛逼，现实中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大。这时候估计不是脑子里有泡，应该没人会选择出售全民领主里面的资源。挂了电话，龙小道坐在沙发上皱眉思考着。供应员走过来柔声问道，出了什么事情吗？龙小道朝着他笑了笑，摇头，没有。紫金岩打电话通知说，今天下午游戏系统大概率会进化升级，并且会发放第2期一人领主榜排名奖励。哦。供应员坐到龙小道身边，含笑着道，我在游戏世界频道里也听人说了，好像会开通领地迁移。稍微停顿了下，又轻声说道，刚才我招募到了一名英雄哦。龙小道眼神放光，什么等级的英雄？传奇级。龙小道瞬间从沙发坐直起来，脱口而出，我去，你这运气也太好了点吧。那个，你怎么招募的？开宝箱？供应员含笑着摇头，不是呀，我从一座城镇的酒馆里招募的，其实前几天就遇到他了，任务条件比较苛刻，还以为完不成呢，没想到最终还是招募到了。龙小道不无羡慕地问，城镇里的任务体系这么强悍吗？稻花乡领主地在一座孤岛上，附近周边根本就没有大型城镇，暂时也没跟领主世界里的原住民接触过，自然也就没有领取任务的机会。供应员身上的白色史诗级技能书、暖阳诀、宝典级技能书、大力神诀都是依靠着城镇任务体系获取到的。当然，这跟他自身的运气有着大关系，全球几十亿人能进入城镇的玩家，没有10亿也有8亿，也没听说有谁能依靠着城镇任务走上人生巅峰的呀。但供应员不一样，这又是技能书，又是传奇级英雄的，妥妥的狗屎运逆天。
第59章宝石体系权重比。一人领主榜里排名多少？龙小道想到什么，突然好奇问道。供应员含笑着说，以前的时候3000多名，现在排在第460多名，不过应该还会掉一些。1000名之内。龙小道瞪大眼睛。供应员微笑着嗯了声，跟你肯定是没办法比的。他知道龙小道就是稻花香，全球排名第一，从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开服到现在都无人能及。全球前10的领主，稻花香是唯一一位，自从上榜以后就没有变化过位置的领主。榜首之位坚如磐石，无人能撼动。龙小道突然笑起来，什么蓝精灵、左家都算是个屁，退1万步来说，就算没有自己，供应员在登天市里那也是一方大佬级别的存在啊。供应员问，你笑什么呀？龙小道笑着说道，往后谁再敢来找我麻烦，我就报你的名头吓死他们。供应员含笑着摇头，人家能害怕才怪。全球1000名之内的大佬，谁能不害怕？你也太小瞧自己的名头了，往后你就是咱家的顶梁柱。龙小道哈哈笑着，凑到供应员耳边，坏笑着轻声说，我在后面顶着你。一语双关。供应员红着脸，娇妹白他眼，也知道自己姨妈护体护不住自己太久，估计也就这1-2天的事情就要走干净了。过。小慧慧抱着平板电脑，后面跟着大黑，从房间里走出来，朝着供应员问道，妈妈，伦家都饿了，什么时候吃午饭呀？供应员不着痕迹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与龙小道分开，笑着道，现在就吃，先去洗手。嘻嘻，好的，大黑走，去洗手吃午饭了呀。高兴地朝卫生间跑去。龙小道依靠在沙发上，目光闪烁着，他没想到供应员竟然会这么强，不过想想也不难解释，就是靠着人家这份逆天的运气，在领主世界里混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下午2点10分，恭喜各位艺人领主们，你们已经来到领主世界7天时间，对这片天地或多或少也有了些基础了解。系统正式进入覆盖阶段，在未来120年内，领主世界将会与各位艺人领主所在的现实世界进行100%融合。覆盖融合之后，2个世界将会连成一片。丁，领主世界正式覆盖现实，融合以增强折叠延展方式进行，总持续时间120年，倒计时开始。听到系统提示消息，全球几乎所有的玩家都沉默了。现实中的改变确实跟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有关系，以前种种分析都是猜测，可现在是实锤了。系统提示，请各位艺人领主玩家珍惜生命，全民领主虚拟游戏死亡体系正式更改为标准版本，即游戏陨落等同于现实死亡。卧槽，这怎么可以？游戏里死亡就等于现实中死亡，那不就是说，不管是现实中还是全民领主游戏里，命就只有一条了吗？反对，我不同意更改设定。还反对呢？你算根貂毛！世界频道里随着系统提示，整个炸开了锅。以前玩游戏大家都能放得开，挂了大不了从头再来，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可现在系统升级，死亡方式变成标准模式，即一人一命，估计就没有以前那般洒脱。但这种事情是强制性的，不是你想反对就能反对，你想不同意就能不同意的，因为命运已经不再掌握在你的手里面。系统升级进化后，开放复活宝石、重生宝石、再生宝石3种逆天加命宝石，其中复活宝石是英雄玩家都可以使用的一种宝石，佩戴在身上可自动复活1次，需要提前绑定，每人最多一次性绑定3枚复活宝石。重生宝石是一种可以改天换命的宝石，玩家可以直接使用进行重塑，使用以后恢复到0级，拥有重新开始的能力，例如领地建造、转职、相貌、身份等都将会被重置。再生宝石是英雄可使用的一种宝石，使用后英雄回归初始化阶段，所有属性归零，可重塑培养。3种宝石可由系统任务、挖宝活动、藏宝箱、征战天下等活动中得到。以前3种宝石属于被蒙蔽状态，不可出现、不可拥有、不可使用，伴随系统升级，正式解禁为普通宝石。丁，宝石体系权重比正式调整为标准模式。系统已放艺人领主榜前100万名奖励，请登榜艺人玩家进行查收。至于很多人都很关注的领主地迁移，系统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或许在生死面前，迁移领地已经不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这次系统升级进化只有3件事情：第一，领主世界里玩家的命等同于现实中的生命，挂了就等于死亡；第二，领主世界正式开始入侵吞并覆盖现实世界，时间持续120年；第三，领主世界内宝石体系权重比进行调整，以后各类宝石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领主世界内，都将会变得无比重要。至于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系统正式提示，领主世界未来进化升级，将不会再发布任何提示，请各位艺人玩家与原住民领主自行探索。龙小道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整个人都愣了下。原住民领主，
这个名词是可是游戏系统第一次提及，并且是与艺人玩家放在了同等级别进行提示的。换句话说，这句提示音并不是仅仅说给艺人玩家们的。领主世界有多大，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跟现实中比，这里肯定要大上100倍、1000倍不止。就连小兵都有自己的思维智慧，那原住民领主们估计也不会弱到哪里去吧。现实中的玩家能进入到领主世界里来，那领主世界里的原住民领主是不是也能去现实世界里吗？两个世界已经开始覆盖吞并连接了呀。第60章特殊建筑物铜雀台。恭喜稻花香领主，您占据艺人领主榜榜首位置，总计7天时间，特此发放黄金宝箱7枚作为奖励。恭喜稻花香领主，您占据艺人领主榜榜首位置，总计7天时间，特此发放白银宝箱56枚作为奖励。恭喜稻花香领主，您占据艺人领主榜榜首位置，总计7天时间，特此发放青铜宝箱168枚作为奖励。世界频道系统提示：艺人领主榜榜首稻花香占据榜首累积超过168个小时，特别奖励白金宝箱1枚。世界频道系统提示：艺人领主榜榜首稻花香占据榜首累积超过7天时间，特此奖励重生宝石、复活宝石、再生宝石各1枚。世界频道系统提示：艺人领主榜榜首稻花香占据榜首位置遥遥领先，特此奖励特殊建筑物铜雀台建造图纸1张。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让世界再次进入沉默状态。下一秒，排行在领主榜前10的玩家炸开了锅。卧槽，凭什么啊？老子占据前10也有几天了，怎么半点特殊奖励都没有？有内幕吧？稻花香从开服榜首排名就没有变过，他有什么资格？老子手里传奇级英雄2人，难道还比不过他？排行第4的法老之刃开枪怒吼道：“2名传奇级英雄，马德，不公平啊！凭什么老子1名英雄都得不到？这个瘪犊子竟然有2名传奇级英雄，连前3甲都进不去，装什么逼？没见前面远古猛象与小天使西蒙都没有发生吗？就是实力不如人，聒噪个球！”后面一群吃不着葡萄酸不溜秋的人在嘲讽法老之刃，他排在艺人领主榜确实已经好几天，要不是小天使西蒙突然窜上来，老3的位置还是他。对于世界频道里的吵闹，龙小道充耳不闻，系统哪会管你抗议不抗议？不想活着就去死，甚至尸体都不用你担心怎么埋，他闷声发大财就好了。铜雀台，龙小道满眼异彩，领主世界里还真是什么建造图纸都有。铜雀台特殊建筑物简介：这是一座神奇的建筑，任何女性进入其中，停留超过24小时，容貌提升10%，身材提升10%，气质提升10%；停留超过7天，容貌提升20%，身材提升20%，气质提升20%；停留超过100天，容貌提升30%，身材提升30%，气质提升30%，自动获得青春永驻功法1%。对于拥有铜雀台的领主，忠诚度提升10%。停留超过1年，容貌提升50%，身材黄金比例增强50%，气质提升100%，自动获得青春永驻功法10%，自动获取9天玄女神功10%。对于拥有铜雀台的领主，忠诚度提升30%。停留超过3年，容貌晋升为花容月貌1级，身材黄金比晋升国色天香1级，气质晋升为沉鱼落雁1级，自动获得青春永驻功法30%，自动获得9天玄女神功30%，自动晋升为英雄，自动学会美人计。对于拥有铜雀台的领主，忠诚度提升至60%。铜雀台未升级，需要匹配相应建造图纸。龙小道看完以后，眼珠子差点没给瞪出来。这铜雀台果然不愧是特殊建筑物，竟然可以批量培养英雄，还是美女英雄。任何女性进入都可以进入铜雀台进行培养。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要知道在招募的各级兵种中有30%是女性，各级矿工农民中也有半数是女性，所以领地内是不缺少女性居民的。除了时间长一点，别的好像都挺完美。建造铜雀台需要木材9万方，石头9万方，铁矿石9万方，黑铁矿石3万方，白银矿石2万方，金矿石8000方，铜币30万枚，能源型矿石1000个单位。看着修建条件，龙小道又苦笑着嘟囔了句：“这不逗狗玩的吗？有这些资源在手里，谁会先建造铜雀台？那肯定是先升级建筑物，建造兵营，出兵提升领地实力。铜雀台看似是个非常牛逼的特殊建筑物，但是它也有太多局限性。首先，3年的时间不短；其次，培养出来的美女英雄实力怎么样，只能打个问号。东西初看确实是不错，但你细看细品，就会发现铜雀台这张特殊建筑图纸非常的鸡肋。什么叫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尤其是在领地初期，各种物资都紧缺的情况下，除非脑子里有坑，坑里还得有水，才会去攒资源建造铜雀台。不过终归是一张特殊建筑物图纸，没有等级，但是极为特殊。
算了，先留着吧，兴许以后能用得上。龙小道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嘟囔着。没想到系统会直接奖励给龙小道3枚宝石：重生宝石、复活宝石、再生宝石，其中复活宝石对眼下龙小道用处最大，有了它就等于是多了条命。想都没想，直接把复活宝石绑定在了身上。领主玩家最多可以一次绑定3枚复活宝石，也就是说可以复活3次。3枚复活宝石都使用完以后，再想进行绑定，就需要用到一种拓展宝石镶嵌槽的宝石，再挖出宝石镶嵌槽才能再继续绑定。模式跟技能书差不多，想要技能书卡槽就需要寻找技能书卡槽拓展宝石才行。3大宝石难寻的程度基本上与技能书持平，而像这类可以挖槽的宝石，不管是技能书卡槽宝石还是宝石镶嵌卡槽宝石，获取难度更是非常高，东西很难搞。当然，这些都是以前全民领主虚拟游戏没开服之前给出的资料内容。第61章，仲恺武士典韦。要说这次一人领主榜发放最珍贵的奖励，不是黄金宝箱，也不是铜雀台以及3枚宝石，而是那只白金宝箱。白金宝箱是一种比黄金宝箱更高级的宝箱，在黄金宝箱爆率调低的前提下，想要开出好东西，往往就需要更高一级的宝箱。如果龙小道手里这枚白金宝箱是领主世界里系统拿出来的第1枚白金宝箱的话，那必出宝物就是不知道会是建筑图纸还是英雄。七道，能再来一名英雄吗？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完，直接把背包里那枚白金宝箱给开了。开启白金宝箱，叮，恭喜您获得英雄仲恺武士典韦。卧槽，史诗级英雄！看着仲恺武士典韦的金色名字，龙小道直接原地蹦了起来，尖叫出声。史诗级英雄，放眼全球只有999名，这是系统使用无上神威巨献制造出来的，任何一名都是毁天灭地之威。史诗级英雄等同于神级啊！神级英雄，仲恺武士典韦，拜见主上。手持开天巨斧，身穿猩红重型铠甲的典韦咕咚跪倒在龙小道脚下。典韦，一吕二赵三典韦，三国英雄中古之恶来排行在第3位。但是典韦的战斗力具体有多强，始终是个谜团，因为典韦没有战绩，没有斩杀过英雄大将，可有他在，曹操就可不死。主公莫怕，典韦在此可挡10万雄兵，说是最强护卫也不为过。典韦，快请起，往后主公的命就交给你护卫了。龙小道真情实意的双手把典韦给托起来。仲恺武士典韦，手中开天巨斧，可力劈苍穹，斩天地。每一次攻击增加100%伤害值，最高可叠加18次。如果连续攻击不被打破，最后一斩，天下无人可敌，必斩敌人头颅。身负仲恺，任何伤害都可抵消99%，且同样伤害属性反震对手。血量值低于50%，激发满血技能，瞬间回复到满血状态，每隔24小时可激发24次。血量低于10%，激发满血复活技能，瞬间回复精气神到巅峰状态，重置满血技能可再次使用。满血复活每24小时最多使用3次。血量值归零，进入濒死状态，自动连接领主的领主时接受领地供养，领地内所有兵种血量值下降10%，回复仲恺武士典韦血量。濒死状态下，典韦防御力提升100%，攻击力提升100%，持续40分钟。看完对于仲恺武士典韦的介绍，龙小道脑海里就只剩下了2个字：卧槽！这简直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基本上只要不是敌方领主的碾压己方领主地，那典韦就是不死的存在，能杀，能砍，能反震，能复活，能跟领主地所有兵种同生共死。该说不说，神级英雄是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活鼻涕，是真强的没边。龙小道直接把伤害转移铠甲与仲恺武士典韦进行了绑定，笑着自言自语嘟囔了句：这下稳了，往后只要典韦没事，就没有人能伤害得了龙小道。至于青铜宝箱、白银宝箱，估计能开出好东西的几率不会超过1%。关键点就在于龙小道拥有的数量足够多，7个黄金宝箱，龙小道都自己开了，但是好东西一件没出。最好的就是一本技能书，还是一本绿色精英级的。光魔护盾可以制造一个魔法护盾，用来抵消伤害，作用跟龙小道修炼的神圣护甲术大同小异，基本上差不多。给了一对3级兵种锦衣卫。另外5个宝箱，3个宝箱里是资源，另外2个宝箱是图纸。弓箭手兵营图纸，盾甲兵兵营图纸。虽然都是普通白色建筑物图纸，但好在是兵营图纸，好过物资包。就连黄金宝箱都这么拉胯，白银宝箱、青铜宝箱的掉宝率可想而知。不过胜在基数够大，龙小道从白银宝箱与青铜宝箱里各开出来了一本技能书，都是白色的。龙小道直接以匿名投递的方式给老爸老妈发了过去，然后想着等下线以后再给向东红打个电话。
那本光魔护盾准备给宫影媛或者小慧慧学习，母女两人的攻击手段不错，但是防御技能还有所欠缺，尤其是宫影媛。系统提示：一人领主榜下次发放排名奖励时间为3个月之后。龙小道稍微愣了下，忍不住摸了摸下巴。以前原本好像定的是30天之后吧？这说改就改了？或许现在全民领主早就不应该拿一款虚拟游戏跟他对比了吧？这是一个世界，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虚拟世界，它会吞噬覆盖了现实。青铜宝箱、白银宝箱、黄金宝箱的奖励，这次龙小道一个都没卖，开出了大量资源，让稻花香领地短时间内资源充沛，可以双线开战。即是暴兵加升级建筑。亲爱的，你还有技能书吗？能送给人家一本吗？我现在好郁闷，公司里好些人都有技能书，只有我还没有。你为什么不理我啊？我现在好孤独，好想有人能陪我说说话啊。龙小道点开铁臂女王的信息，999条加，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么多，也不知道他每天哪来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废话。技能书？龙小道稍微皱了下眉头，现在技能书是有价无市，哪怕是普通技能书，想要买都买不到，手头上没有。犹豫了下，还是给铁臂女王回了一条。哇塞，你是活的哦，亲爱的，你竟然回我信息哦，人家好高兴好高兴哦。你现在需要什么吗？我现在手里有好几个青铜宝箱，可以给你邮寄过去。你在哪座城市？要不你把领主世界里的坐标告诉我，等我有实力以后就把领地迁移过去找你啊。88，几分钟时间过来上百条消息，让农小道苦笑着摇头，可以100%确定王如霜是个闷骚性格。第62章，跟你比不了哦。龙小道离开领主世界。蝈蝈，你说我什么可以也玩游戏啊？妈妈和蝈蝈天天都在游戏里，伦家也想进去看看。小慧慧抱着个洋娃娃，见龙小道从房间里出来，高兴地跑过来。龙小道把她抱起来，笑着在她小鼻子上刮了下。你要等到成年以后才可以进入游戏里去哦，小孩子现在是进不去的。倒不是龙小道不让小慧慧进入全民领主，所有玩家进入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里之前，必须年满18周岁，否则是进不去的。成年之后才能进入领主世界，是系统给出的唯一限制标准。哦，小慧慧有些失望，依靠在龙小道怀里，嘟囔着小嘴，有些不开心地说：为什么小孩子不能玩游戏啊？龙小道笑着道：因为小孩子玩游戏很危险，需要你们长大以后能承受这份危险以后才可以。小慧慧目光闪烁着，一脸疑惑地问：那蝈蝈为什么我可以学会游戏里面的技能书呢？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看着他好奇问：你知道技能书是从游戏里面带出来的？知道呀。小慧慧嬉笑着，伦家很聪明的。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并且我睡觉的时候耳边会听到系统的声音在低语。系统的声音在低语？龙小道瞪大眼睛，好奇问：他在跟你说什么？小慧慧嬉笑着说：介绍领主世界里面的情况呀，环境呀，兵种之类的东西啊，什么都会介绍，但是你们是听不到的哦，因为你们已经可以进入领主世界，只有我们这些不能进入全民领主世界的小孩子们才能听到。龙小道内心极为震惊，因为小慧慧说的这些事情他今天才知道，如果是不今天小丫头主动跟自己说，说不定他永远都不清楚。系统既然已经可以把手深入到现实中来，潜移默化已经在引导不能进入虚拟世界的人群。危害已经不重要，因为对于全民领主的系统是没办法阻止的。小慧慧告诉龙小道，系统每天都会讲一些关于全民领主世界里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兵种升级，怎么样与领主世界里原住民之间进行交流，等级分化之类的，有很多东西就连龙小道都不是很清楚。可以预料到，或许这些眼下还不能进入全民领主的人，未来将会是玩家在领主世界里面的主力，因为他们未来或许会比已经提前进入全民领主世界的玩家懂得更多，面对领主世界原住民以及各种兵种凶兽也会更加从容。宫影媛从游戏里退出来，看着在沙发上和谐聊天的一大一小两人，并没有过去打扰，而是在墙壁依靠着，默默注视着两人，倾听着，感受着这份久违的温馨。妈妈，你怎么不过来啊？小慧慧发现宫影媛后，对她招手，嬉笑着叫道。宫影媛微笑着走过来，朝着龙小道轻声问：白金宝箱里开出什么好东西来了吗？系统在世界频道打了全球广告，所以宫影媛能知道龙小道榜首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开出来了位神级英雄。龙小道笑说。小慧慧眨着大眼睛，用力拍着手说道：哇，蝈蝈好厉害哦，我知道全民领主里面初始化只有999位神级英雄，每一名神级英雄都是巨难得到的，只要有一位，大概率就能在领主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哦。宫影媛更是瞪大眼睛，神级英雄，我的天啊！龙小道笑着把小慧慧抱到怀里，朝宫影媛问：你应该也有好些个宝箱吧？开了吗？开
开了。龚引元点头，苦笑着说，但是没有开到什么好东西，只开到了2本技能书和1名普通英雄。农小道无奈道，2本技能书，1名普通英雄，这还算是没开到什么好东西。如果要是让别人知道，非但嫉妒死不可，这不典型的是在凡尔赛吗？跟你没办法比哦。龚引元朝着农小道眨了眨眼睛。这一刻，农小道发现小慧慧跟龚引元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这么可爱，讨人喜欢。农小道苦笑着耸了耸肩，自己好歹是1人领主榜榜首，并且开的可是白金宝箱，自己是黄金宝箱才开出2本技能书，你白银宝箱就能开出技能书，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什么技能书？龚引元笑着道：1本木系治疗术，1本机械改造，机械改造可以直接改装车辆，还挺厉害的，并且是1本绿色精英级技能书。农小道突然想起来，前2天那个叫牛宝的丫头不是托自己找1本治疗系的技能书？2本技能书你……话刚说到一半，沙发上放着的手机突然响起，把农小道的话给打断了。我接个电话。农小道把手机拿过来，看了眼后，抬头对着龚引元笑着道：我妈打过来的。也没动地方，直接就把电话接了。老妈，向东红试探着问道：小道，妈问你个事情，最近你有没有在全民领主里面打到技能书？说话很含蓄，好像生怕手机被人监听了似的。农小道笑着说道：你是想说那2本技能书吧？没错，是我给你们有邮寄过去的，还有10个白银宝箱，50青铜宝箱。除了宝箱和宝石以外，现在技能书是唯一可以直接通过系统信函邮寄的物品。向东红瞪大眼睛，惊讶道：真的是你邮寄的？你怎么有这么多技能书和宝箱？农小道笑着道：不都跟你们说了吗？儿子在游戏混的还不错，不用你们担心惦记着。只是不错，跟老子交代个实底，你在1人领主榜排行多少名？龙康虎从向东红手里接过手机，霸道地问道。农小道笑着道：老爸，你得好好混，可不能掉链子啊。另外把老妈跟家里人都照顾好，等过段时间市里的事情都解决了，儿子就回去。那个先不跟你说了呀，有点事情，先挂了。农康虎，臭小子！龙小道笑着把手机挂断了，手机确实有被监控的风险，所以有些东西还是要收着一些，不能随便说。咣咣咣咣，门外传来剧烈砸门声。第63章，你算个球！我去开门。龙小道起来拉住龚引元，没让他去门口，而是自己朝门口走了过去。透过猫眼看着外面站着的人，龙小道忍不住皱了下眉头。打开门，问：有事？外面站着1人所的莫秋霜和4、5个陌生人，不知道今天上门想做什么。上次自己已经跟张天笑说得很清楚，没事情尽量不要来烦自己。莫秋霜面色平淡，抬手朝身旁几人指了指，介绍道：这几位是市局2处的同事，过来想跟你商量件事情。1名30岁出头的男人打量着农小道问：你就是农小道？鄙人市局2处的副处长高光，现在正式过来通知你一下，希望你配合调查蓝小胖凶杀案。农小道看着他反问：怎么配合？市局2处副处长高光说道：我们需要挖出你身上的技能书，以此来证明蓝小胖的死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活，你必须要自证清白。呵呵，农小道叫他给气乐了，笑声中夹杂着怒火，让自己挖出技能书自证清白。能提出这个条件的人怎么不去吃屎呢？如果我不配合呢？没等高光开口说话，一旁莫秋霜接声说道：农小道，你先不要着急，听我说，这事情张老已经知晓了，并且希望你能配合。蓝小胖的姐姐蓝精灵女士在全民领主游戏里面已经升到11级，接下来不出意外，很快就能转职成战斗类职业。要求你自挖技能书证明清白，也是蓝精灵女士的底线。如果不是因为你是1人所的人，事情怕也不会这么简单就可以。张老让我来给你的保证是，只要你肯配合，就可以保证你在登天室内的人身安全。龙小道气乐了，反问：就这？莫秋霜皱了下眉头，冷声道：龙小道，你别不知道好歹，为了保下你，张老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才跟市局2处协商来的结果，对你而言，这也是最好的办法。龙小道眯着眼睛笑着道：哎呦，是吗？照这么说，我还得好好感谢张老爷才行了。稍微停顿，又吊儿郎当的继续说道：那这么着，你回去替我转告张老爷子，谢谢他老人家的好意，但是我不接受。抬头对着市局2处的人平静说：自证清白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想了，蓝精灵算个球啊，回去告诉他，牛逼就自己过来挖，小爷在这里等着他就是。农小道！莫秋霜声音瞬间提高了几个分贝，怒吼道：休要再胡闹，这也是1人所高层的决定。农小道缓缓转头看着他，突然笑起来，眼神里一片冰冷的说道：1人所算个球啊！莫秋霜怒瞪着农小道，气得说不出话来。市局2处副处长高光
嘿嘿笑起来。小莫，既然人家不领情，你又何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我看这事情干脆就交给我们市局二处处理算了。龙小道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说：“你笑个鸡毛啊笑！你们市局二处比一人所多根毛吗？”一句话瞬间就让市局二处高光的脸色冰冷了下去，盯着龙小道：“小子，话可不能乱说。”龙小道呵呵笑着，抬手朝着他比划了根手指：“乱说了吗？”市局二处好大的威风，但怎么看都像是在给人家当看门狗。蓝精灵他不过是个一人领主榜1000名之内的领主，至于让你们这么舔他吗？我从来没有想跟谁交恶的意思，但蓝小胖的事情上，老子是真有点看不起你们市局二处和一人所，本末倒置，怕是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了吧？还想让我自证清白，真不知道你们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也亏你们还好意思上门。我话已经说得够清楚，配合肯定是不会配合的。你们要有执法权，那就尽管动手，没有的话就让蓝精灵自己过来找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躲在后面装什么装，也不用跟我摆什么大人物的谱。远了不敢说，在登天室内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个。龙小道伸出一根小手指，冷笑道：“不值一晒。你小子说话真够飘的，要不副处让我来试试他。”高光身后，一个染着黄毛的年轻人听到龙小道这话，歪着头掏了掏耳朵说道。龙小道抬头朝他看了眼，耸了耸肩，满脸无所谓的说道：“想打没问题啊，我奉陪就是，这不是动手的地方，咱们下楼。”市局二处副处长高光抬手示意身后黄毛不要多话，板着脸对着龙小道说道：“不管你信不信，我们这次来都是为了你好。在我们面前，你自己把体内的技能书挖出来，只要确定你跟蓝小胖的案子无关，往后就不会有人再来找你麻烦。”龙小道笑着说：“说了，不配合。”高光道：“好，那你的事情我们市局二处不会再管，并且一人所也不能再插手过问。蓝精灵小姐与你之间的事情，将会由你们私下解决。”说完，转头朝着电梯口走去。黄毛临走的时候，朝龙小道比划了根中指：“不知好歹的小子，你就在这里等死吧。”龙小道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回了句：“你凉了，老子都不会有事。”莫秋霜临走的时候，对着龙小道冷漠说道：“好自为之。”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道：“慢走不送，以后别再来了，见你们就心烦。”莫秋霜没有再说什么，进到了电梯里。龙小道皱了下眉头，犹豫了下，拿出手机给紫金岩打了过去：“老板娘，这栋楼有没有办法给我买下来？我的意思是现在就买，也不用让楼下邻居们搬走，但是我要接管这栋居民楼。”龙小道直接开门见山，像这种直接能到自己家门口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他需要有个相对安全的居住地。紫金眼迟疑了下，问道：“能不能换个住所？西王府别墅区，我在那边有一套独门独院的别墅，可以给你。”第64章战斗职业，光明大贤者。就算现在居住的这套房子，龙小道觉得都是个临时居所，不算是家，他的家在青龙镇，所以也没有必要搬家。龙小道摇头说道：“不用，现在住的地方挺好的，你只要派人通知一下就行。以紫金眼的手段，如果连这点小事情都搞不定，那就不用混了，也不用楼下的邻居们搬走，拿钱，房子照样可以住，但是所有人以后不能再使用电梯即可。”行，事情交给我。紫金眼没有再说什么，迟一下询问道：“蓝精灵的事情，你准备怎么解决？”龙小道目光闪烁着，他其实跟蓝精灵倒说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蓝精灵亲弟弟被人杀了，他也能同情理解，就是有点搞不明白，他老是盯着自己做什么，没有这么欺负人的。想了想道：“能说通最好，说不通就去他娘的，爱咋样咋样。”手机那头的紫金眼忍不住苦笑起来，道：“如果一人所和市局二处能保证，我的意思是能保证在挖出你体内技能书再还给你的前提下，你能不能？”龙小道打断他：“这事情想都别想，蓝精灵还没这种要挟我的资格。”紫金眼点了点头，也没再劝说，毕竟这种事情结局是无法预料的，何况谁也不清楚使用到祭宝石把体内的技能书挖出来以后，那4个技能槽还不会继续存在。龙小道打听问道：“郊外现在是什么情况？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离开了吗？”紫金眼摇头说：“情况不是很乐观，地狱阵营的生物虽然没有再继续进攻登天市，但也没有离开，不但越聚越多，已经逐渐对登天市形成一种包围趋势。”龙小道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对他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如果回青龙镇，那就必须得离开登天市。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如果围困登天市不退去，那他们就没办法走。紫金眼突然想到什么，压低声音说道：“有消息说左家已经有人成功转职，你多注意一下。”左家已经有人转职了？龙小道稍微一愣，抬手摸了摸鼻子：“好，多谢老板娘。”挂了紫金眼的电话，龙小道眼神里露出丝玩味之色。其实现在有人能转职，
并不是什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根据农小道推算，现在全球至少有200万人已经转职，他已经转职3天，等级现在都已经冲到是15级。既然农小道可以做到，别人也行。没事吧？供应员见农小道进来，柔声问道。他刚才在屋子里，并没有出去。农小道摇头，看着他突然好奇地问：你多少级了？供应员含笑着说：我呀，才12级。才12级？农小道耸了耸肩，摊手苦笑着说道：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供应员脸色微红，娇媚白他眼，轻声说道：别瞎说哦，人家可省油了。嘿嘿。农小道凑过里来，要不是有小慧慧在，他就上手抱上去。转职了吗？供应员嗯了声，微笑着说道：转了，战斗职业，光明大贤者。光明大贤者。农小道摸着鼻子，光听着名字，貌似就不一般，心里一颤，忍不住瞪大眼睛问道：不会也是隐藏职业吧？隐藏职业的稀少程度堪比传奇级英雄。全民领主初始化时候，系统具现了999位神级英雄，10万名传奇级英雄。同样，全民领主世界里隐藏职业也就是只有10万个，有些具有唯一性，有些则不具备。但用丰厚安东尼密尼安的话来说，那就是任何一位隐藏职业都具备了逆风翻盘的能力。你真的是很厉害啊！龙小道忍不住感慨说道。他现在已经不羡慕了，这有什么好羡慕的？连人都是老子的，那他的运气既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老子的。人才兼得。什么狗屁蓝精灵，再来，你就负责给我收拾他。龙小道挺着胸膛大声说道，一个排名全球签名的小领主就敢跟我逼逼赖赖，谁家还没有个排名全球签名的领主似的？供应员则含笑不语，他没可不想抢龙小道的风头，只想当个安分守己的小女人，照顾好自己女儿。莫秋霜带着满肚子火气回到一人所，张天笑看着他的脸色，笑了笑道：龙小道那小子没同意。莫秋霜板着脸点头，油盐不进，而且还把我和市局2处的人给臭骂了一顿，真以为谁爱管他似的。张天笑靠着椅子，手指在办公桌上敲了2下，沉声说道：从龙小道的角度去想，他的做法也不难让人理解，毕竟这个时候拥有双技能的人还是在少数。莫秋霜皱了皱眉头道：可转职潮即将到来，头部玩家都会转职，拥有职业技能了呀。张天笑抬头看着莫秋霜，反问道：你知道龙小道在全民领主里面的情况吗？谁能保证他就不是全球顶尖的头部玩家？莫秋霜整个人愣了下，然后瞪大眼睛吃惊道：您的意思是说，有可能龙小道在全民领主里面比蓝精灵还要厉害？张天笑摇头，他有没有蓝精灵厉害，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前几天就拥有了双技能，并且还卖给了金眼那丫头一本技能书，现在他手里有几本技能书，等级处在什么段位，全民领主里面的排名是多少，咱们都不清楚。稍微停顿，目光闪烁着道：所以看着吧，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强。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如果他足够强的话，我准备把一人所交给他来负责，你任职副所长，进行辅佐。莫秋霜目瞪口呆，好半晌才深吸了口气，冷着脸皱眉问道：如果他扛不住蓝精灵与左家呢？张天笑笑起来，把座椅转向落地窗外，那就说明他没有多厉害，我们都高估他了。第65章，我是左玉泉他妈。对了，左家的那个疯婆子已经转职了。莫秋霜整个人愣住，难以置信地说道：怎么会这么快，比蓝精灵还要早？张天笑看着窗外，平淡说道：蓝精灵只是个运气不错的普通人，论底蕴城府，蓝精灵是没办法跟左家相提并论的。虽然能冲进一人领主榜全球签名之内，实属不易，可在领主世界里的实力无法完全具现到现实中来之前，全民领主的排名只能算是个招牌，是个名头，在现实中是没办法跟那些家族财团相比的。为什么市局2处招募蓝精灵，是因为他可以被掌控，进而提升市局2处的名声与能力。例如左玉泉，他虽然已经加入到了一人所，但是会被一人所掌控所用吗？很显然，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农小道可以，因为他没有家世背景，可以更好的被掌控，或者说是来掌控一人所，从而为整个登天市服务。夜幕降临，登天市街道小区里纷纷亮起路灯，整座城市虽然处在封禁状态，可城市配套设施并没有受到损害。一道黑影在阴暗处闪烁，从一处阴影里转移到另外一处阴影里，速度之快，雷霆不及迅耳。晚上，小慧慧非要农小道给她讲故事，好不容易才把她和大黑哄到房间里，坐在沙发上跟公应员假装看电视，实则暗地里手脚不安分着。公应员脸上布满红霞，虽然在轻微挣扎反抗，反抗的却不怎么强烈。你老实一会儿行不？农小道耍无赖式摇头，坏笑着道：老实着呢，我这还不叫老实。公应员知道今天10有8九是躲不过去，
红着脸低声说：“着什么急？慧慧还没睡着。”龙小道嘿嘿坏笑着：“能不急吗？长这么大，头一次都这么着急。”我……龚引元话还没说完，咣当，房间门突然响了下，声音很轻微，就像是有人敲了下锁头似的。龚引元收声与龙小道互相对视了一眼，而这时候大黑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在小慧慧房间里汪汪叫了2声。没一会儿，小慧慧光着脚丫，抱着洋娃娃从房间里跟着大黑走出来。蝈蝈，妈妈，大黑老是叫，都把伦家给吵醒了呢。奶声奶气的说完，大眼睛却在屋子里四处乱转，好像在找着什么东西。反而大黑从慧慧房间出来以后，却安静下来，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小丫头身前。咬人的狗是从来不随便乱叫的。龙小道打了个哈欠，从沙发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嘴里自言自语嘟囔道：“想早点睡觉，看样子是办不到了。”目光突然转向阳台方向，盯着墙角一处阴影，歪了歪头，好奇地问：“转职以后得到的职业技能吗？没想到你能识破我的隐遁术。”从黑影里走出来一个40岁出头的女人，打扮极为精致，身上也带着股子富贵味，抬手鼓掌轻拍了2下，笑着问道：“你就是龙小道，对吧？”“对。”龙小道点头，好奇问：“那不知道您是？”紫袍女人走到沙发前，朝着龚引元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优雅地坐了下去，踏腿看着不远处抱着洋娃娃的小慧慧，称赞道：“好灵秀的小姑娘。”目光移动到大黑身上，含笑说：“狗也是条好狗。”这才抬头看向了龙小道：“坐下说吧。”反客为主，就好像此处不是龚引元和龙小道的家里，而是女人的府邸似的。龙小道眯着眼睛，还真坐回到了沙发上。“我叫孔雪桃。”龙小道目光闪烁着，忍不住暗自赞叹了句：“这老女人真有气质，尤其是那份雍容自信，绝对算得上是女人中的典范。这一点，哪怕是龚引元身上都没有。”龙小道歪头打量着她，好奇道：“哦，原来是孔女士。那个，原来咱们不认识吧？不知道孔女士今天前来是为了什么事情？找你算账了。”孔雪桃含笑着，倒也没有遮掩，直截了当的说道：“左玉泉是我儿子，你把我儿子打成重伤，我这个当母亲的过来找你讨要个说法，总不为过吧？”一句话让点眉震惊掉龙小道的下巴，瞪着眼睛难以置信的问：“啥？左玉泉是你儿子？你是左玉泉母亲？”孔雪桃点头：“没错，左玉泉是我儿子，我是左玉泉母亲。”龙小道还真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但如果真说起来，倒也不是解释不通。可谁能想到左玉泉那个小王八蛋羔子，母亲竟然如此高雅有气质啊！龙小道干笑2声，无奈苦笑着说：“孔女士，打伤左玉泉真不怪我，完全是因为这龟孙王八犊子欠打呀！”当着人家母亲的面骂人家儿子是龟孙王八犊子，龙小道骂得挺顺畅，而后者听完竟然面色不改，笑容都未曾变过丝毫。孔雪桃笑道：“怎么就欠打了呢？他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吗？”龙小道苦笑着说：“你儿子这狗草滴，非要怂恿别人把我体内的技能书挖出来，你说他是不是该打欠打？”龚引元他差点逗乐笑出声，人家亲妈可在这里呢，当着左玉泉母亲的面骂人家狗草地，那不就等于是在骂他妈？以前和狗那什么生出了他吗？有道是接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龙小道这完全是怎么骂舒服怎么来，丝毫没把人家孙女士当回事啊！偏偏吧，当着自己的面被骂，孔雪桃脸上却没有丝毫动气的模样，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沉稳。仅此一点，龚引元心里就多了丝佩服，这个女人不简单，十分不简单呀。孔雪桃点头说：“确实欠打，也该打。问题是我是左玉泉母亲，你把我儿子打得太重太狠了，让我很心疼。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好？”龙小道耸了耸肩，玩味笑着说：“要不您就把我打一顿，要不您就只能心痛着。其实这怪得了谁呢？左玉泉是您儿子，你没把自己儿子教育好啊，要不然他怎么会挨打呢？您说是不是这个理？”第66章舌灿莲花。是这个理，可我儿子总不能让别人来修理教育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要是在外面被别人打了几巴掌，满脸红手印回来，你瞧着心疼不？孔雪桃笑盈盈说道。龙小道耸了耸肩道：“心疼指定是心疼的。对啊，现在我儿子被你打，我这个当母亲的也心疼。”孔雪桃收起脸上的笑容，淡然说道：“所以这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龙小道摊手苦笑道：“不知道孔女士想要什么说法？”孔雪桃道：“来之前我的想法是挑了你的手脚筋，再把你身上那2本技能书挖出来，让你生不如死，自生自灭。”嚯！龙小道听着忍不住嘬了个牙花，这女人气质没得说，可话里话外也是真狠。龙小道苦笑着说道：“那干脆弄死我算了，生不如死，还不如直接弄死。”孔雪桃笑了笑：“弄死你不行，我这人其实还是蛮心善的，下不去那种死手。
你虽然把玉泉打了，让我挺心疼的，但罪还不至死。龙小道眨了眨眼睛，那现在呢？孔雪桃含笑道，现在我觉得来时候想法太过异想天开，几天前你就能有双技能，这时候恐怕已经转职了吧。龙小道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说，转职不转职的重要吗？重要呀。孔雪桃一本正经地说道，现在全球能转职的人也没有多少，如果你已经转职并且答应效忠我，你跟玉泉之间的恩怨我可以不再追究。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目光闪烁着道，您的意思是，如果我转职，证明这小子还算是个人才，往后就让我跟着你混？呵呵。孔雪桃笑起来道，你可以去跟人打听打听，在登天市跟着我孔雪桃混丢不丢人？龙小道苦笑着摇头，无奈道，应该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先不说你以前是不是很厉害，但现在已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哥哥，有什么不一样呢？孔雪桃娇笑着问。龙小道感慨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孔雪桃脸上笑容更盛，犹如盛开的芙蓉牡丹，恰似在那花季最艳丽饱满的时候。小伙子，看来你对这个世界了解的还不够透彻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确实不假，可千万人之中，封侯拜相者只有那么渺渺无几的数人，而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炮灰，被人利用指使的对象。倒不是说成为棋子就是什么坏事，关键是许多人一辈子想要成为别人手里的棋子，都还没有那个资格，只能浑浑噩噩地度自己平凡的一生，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你觉得自己能成为那千万中渺渺无几的数人吗？哼，这个世界很大，并且不只有你眼中看到的部分，与其做个井底之蛙，还不如跟在姐姐身边，让姐姐带着你去看看这个大千世界。魅惑的话语，如果是意志薄弱之辈，恐怕都抵挡不住，会选择屈服，当场拜倒在人家的石榴裙下了吧。龙小道眯着眼睛，笑着好奇问，是技能吗？孔雪桃稍微皱了下眉头，歪头打量着龙小道，半晌之后才好奇道，你竟然能抵挡我的舌灿莲花？哥哥，姐姐果然还是小瞧了你哦。舌灿莲花是一种说服术，还是一种迷惑术？龙小道装作好奇地问。孔雪桃含笑说，说服术。很高级吗？龙小道眨了眨眼睛问。孔雪桃犹豫了下，点头说，宝典级技能书还算高级吧。宝典级技能书相当于传奇级，也就是紫色技能书，数量确实足够稀少。像小慧会修炼的大力神诀就是一本宝典级技能书，左玉泉他妈这本舌灿莲花与大力神诀是相同级别的技能，也确实算得上非常牛逼克拉斯的了。心里感慨，这老娘们儿确实有点子牛逼的资本啊。脸上却露出嬉皮笑脸模样，眨了眨眼睛，挤眉弄眼道，看来孔女士还是没有学通说服术的精髓啊。说服说服，不睡怎么可以让人臣服呢？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面对龙小道近乎调戏的调侃，孔雪桃依然可以做到面色不改，从容不迫。哥哥，小弟弟说的倒也对，不过旁边的美娇娘难免会不悦吧。孔雪桃似笑非笑的把话题扯到了宫影园身上。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宫影园也展现出了他不同寻常的一面，含笑着说，乔姐姐您说的大丈夫三妻四妾本就是寻常之事，男儿志在四方，又岂能拘束在这种小节上？不然这样，妹妹把床腾出来让给姐姐您使用，我也想看看这种宝典级技能是怎么样说服自家男人的。一语双关，直接把孔雪桃放到了架子上口，话外之意，如果你能说服他，那自己也想见识见识。望着这一家人，孔雪桃终于感觉到了思难缠，确实跟他来之前设想的不太一样。孔雪桃岔开话题，好奇问，连宝典级技能对你们都没有太大的效果，难道你们两人都已经转职了？刚才姐姐不已经说了吗？想要成为棋子，就得有点让人利用的价值才行。我这要没点本事，不早就让您给割断手脚筋，挖走体内的技能书了吗？龙小道耸了耸肩，若无其事的笑容说道。孔雪桃打量着龙小道与宫影园，歪头好奇说道，就算你们转职，可我的舌灿莲花也是宝典级技能，总不能一点用处都没有吧？稍微停顿，又继续笑着说道，如果你们可以给姐姐解惑，那你之前与玉泉的恩怨，咱们可以一笔勾销。一笔勾销？龙小道笑着摇头说，今天你不请自来，又是想要割我手脚筋，又是想要挖我体内技能书，说服我当手下棋子的，最后轻描淡写的来一句一笔勾销，怕是行不通哦。第67章，一家三口太强了。孔雪桃的心理素质绝对不是普通人可比的，哪怕就算龙小道如此说，脸上都没闪露出哪怕半点的惊慌之意，含笑道，细账可以稍后再算，你还是先给姐姐解惑，其他别的问题都好解决。龙小道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说，可以啊，但是在我给你解答之前，你得先告诉我拥有什么技能，又转职成了什么职业。可以。孔雪桃玩味含笑道，礼尚往来的道理姐姐还是懂得的。略微停顿了下，
又继续说道：“技能书学过2本，一本就是刚才你们感受到的舌灿莲花，是一种说服术，最大的用途就是说服对手，从而劝降归顺自己。至于为什么对你们没有用处，姐姐我也是很疑惑。另外一本技能书是一种武技，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传统战斗技能。至于转职，姐姐机缘巧合下转职成了影子刺客。”龙小道稍微愣了下，好奇问：“影子刺客？听着好像不是一般的战斗类职业吧？”孔雪桃含笑着点头，是一门隐藏职业，算不上有多好，也不是很差。隐藏职业？龙小道忍不住皱眉，心说隐藏职业这么好搞吗？怎么谁都能转职成隐藏职业？不是说全球就有10万个隐藏职业名额吗？孔雪桃朝龙小道、龚应元看了眼，含笑着说：“姐姐的技能职业都介绍完了，现在该轮到你们自己介绍喽。”龚应元犹豫了下，开口说道：“我有2个技能，一种是暖阳诀，一种是光魔护盾，转职成的职业是光明大贤者，也是一门隐藏职业。”听着龚应元的话，孔雪桃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下去，略微皱眉问：“舌灿莲花对你们没有用，是因为你的职业技能吗？”龚应元微笑着说：“对我应该不是，大概率是因为我修炼的暖阳诀，它虽然各方面都非常普通，却主打一个基础厚重。”孔雪桃皱眉：“暖阳诀是什么等级的功法，竟然能挡下我舌灿莲花的诱惑与引导？”龚应元微笑着说：“也不是很强，就比您那个宝典级技能书稍微强上一点点而已。”比宝典级技能书稍微强上一点点而已。孔雪桃忍不住瞪大眼睛，惊讶道：“你竟然身负史诗级技能书？”龚应元含笑道：“侥幸获得的，运气好而已。”孔雪桃，然后抬头朝着小慧慧指了指，问道：“你们不受舌灿莲花的影响，我可以接受，那为什么就连他都可以免疫？”舌灿莲花是一种群体精神性质的法术，只要是周围能听到话音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小慧慧眨了眨眼睛，奶声奶气的说道：“因为我是小孩子，心性单纯呀。另外，伦家学的大力神诀是唯一性功法，修炼以后就是大力神在人间的代言人。虽然不是神级功法，在心性精神方面却一点都不会比神级技能来的差哦。所以，只要不是阿姨专门针对伦家，技能等级不会强过我太多，对我持续性精神输出，短时间之内作用是不会太大的哦。”小慧慧说的这些都是系统告诉她被小丫头记下来的东西。你也有宝典级技能书？孔雪桃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她知道宝典级技能书有多难得，放眼全球都不一定有1万本出现，可眼前这一家老小3人，连5、6岁的小娃娃都修炼了宝典级技能书。转头望向龙小道，皱眉询问道：“你不会也修炼过宝典级技能书吧？”龙小道眯着眼睛，嘿嘿一笑，摇头说：“我没修炼过。”孔雪桃心里刚想松口气，只能龙小道继续说道：“但是我转职成了隐藏职业亡灵法师，所以精神方面相对而言也不是很弱。”孔雪桃来之前，他觉得自己亲自来对付龙小道已经是抬举他了。自己什么人？登天是出了名的难缠，人送外号疯女人，癫狂起来就没有自己不敢惹的。可现在一看，自己哪是什么难缠的疯女人，这一家人才是难缠的主啊！本来以为自己拥有双技能，拥有宝典级技能书，转职成了隐藏职业，就已经可以傲视群雄，够牛逼的了吧？可在人家3口子面前，不能说是渣渣吧，那也就是一盘菜啊！可笑的是，自己牛逼哄哄的过来，到头来反而成了肉包子打狗。2大隐藏职业，神级技能书，真不知道你们在全民领主游戏里面会有多强。孔雪桃叹了口气，无奈苦笑着嘟囔道。龙小道目光闪烁着，笑着道：“也不是很强，我们2口子在全民领主游戏里，也就都勉强挤进了全球领主榜1000名之内而已。一人领主榜1000名之内，还是2人都进去了，这仅是而已吗？”孔雪桃苦笑着，知道今天自己是真踢到了铁板上，无奈说道：“行吧，是怪姐姐出门没有看黄历，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2位。”抬头望着2人，平淡问道：“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呢？”龙小道转头看着龚应元，嘿嘿笑着问：“应元姐，你说咱们该怎么处置他？”龚应元含笑着摇头，温柔说道：“都在你，怎么决定龙小道说了算，他不会多管多问什么。”龙小道点了点头，看向孔雪桃，吊儿郎当的笑着说：“刚才你也说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么着吧，我给你2条路选择。第一，就是让我把你身体里的技能书挖出来，手脚筋就不割了，太血腥也不人道。只要挖出你身体里的技能书，你就可以走。”孔雪桃苦笑着摇头：“我不想下半辈子当个废人，与其苟且偷生的活着，还不如直接死了算。第2条路呢？”龙小道眯着眼睛笑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呢？第2条路就简单了，往后你给我们家当3年女仆吧，平常做做家务，带带孩子，做做饭什么的，也不挖你技能书，也不用你当棋子，干满3年
就放你回去跟家人团聚。第68章敲竹杠血赚。孔雪桃满脸苦笑，自己在登天市不敢说无人敢惹，但也绝对不是善茬，谁都能欺负。现在倒好，眼前这个小男人竟然让自己留下，给他们家当女仆。有没有第3条路可选？龙小道眯着眼睛摇头，笑着道：没有，如果2条路都不选，那就只能开打，不过动起手来可就是刀枪无眼，容易伤了和气。孔雪桃知道小家伙是故意给自己话听呢，自己来就是奔着要废掉他，给儿子出气来的，哪还有什么和气可言？不如打个商量，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姐姐欠你们一个人情，等你们需要姐姐帮忙的时候，姐姐绝对不推脱。至于你跟玉泉的事情，以后保证他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孔雪桃望着农小道，含笑着说。农小道呵呵一笑，摇头，那龟孙子最好不要再来找我麻烦，否则就不是像以前那么容易就放过他的事情了。至于你的人情，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尹元姐一人领主榜全球排在500号之内，隐藏职业我们家就有2名，就连我们家小孩子修炼的都是宝典技功法。你觉得在登天市，除了我们主动去找别人麻烦，还有人能随随便便就动得到我们吗？挥了挥手，也莫等孔雪桃说话，继续说道：你也不用扯那没用的2条路，反正你得选一条，要不然今晚上你是走不了的。让一个陌生的女人留在家里当女仆，龚引元自然不放心呀，万一在饭菜里下个毒，放点药什么的，他做的菜敢吃吗？就更别说把女儿慧慧交给他照顾。不过龚引元虽然心里犯嘀咕，不知道农小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没有出声多说话。谈判嘛，漫天要价做的还钱，做生意就主打一个买卖，一个要价，一个出价，新咱要价就新人家还价不是。孔雪桃知道今晚上自己要不出点血，拿点东西出来，怕是还真走不掉。一颗战斗职业凤凰女卫转职宝石，一本精英级技能书极速闪电，2枚道技宝石，外加姐姐欠你们一个人情，恩怨就此打住，如何？龙小道听后眨了眨眼睛，直接说道：10枚道技宝石。孔雪桃苦笑着说：终日打验，不成想却被验着了眼，成10颗道技宝石就10颗道技宝石，但是我身上就只有4枚，其余的需要时间，有了之后叫人给你们送过来，总成吧？龙小道转头朝着龚引元嘿嘿笑着问：引元姐，你觉得他说的条件怎么样？龚引元微笑道：都听你的。龙小道转头满脸沉重的点头说道：行吧，东西虽然少了点，不过看在孔女士还算比较有诚意的份上，就这样，但是我也有个条件。孔雪桃苦笑道：小兄弟尽管吩咐。龙小道道：我们一家3口的情况，希望孔女士能守口如瓶，消息不能传出去。你也瞧出来了，我们家向来低调。孔雪桃点头：小兄弟放心。龙小道抬手搓了搓手指，笑着问：东西什么时候能到位？大有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架势。孔雪桃使用家里的脑机接口连接器，登录全民领主，把那枚凤凰女卫转职宝石和极速闪电技能书邮寄给了龚引元。4枚道技宝石当面交给农小道，这才被放走。赔了夫人又折兵，可对于孔雪桃而言，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这一家3口真是出乎预料。孔雪桃回到左家之后，第一时间把儿子左玉泉给叫喊过来。妈！面对母亲孔雪桃，左玉泉极为乖巧，哪还有外面蛮横跋扈的模样。孔雪桃看着他，一脸平静地说道：从今天起，离农小道远一点，再去招惹他，就打断你的腿，把你永远禁锢在左家，一辈子休想再出去。抬头看着儿子，我的话说得够明白吗？左玉泉目瞪口呆，因为孔雪桃自小到大这么严肃说话的次数屈指可数。母亲，您这是？孔雪桃摇头打断他，揉了揉额头说道：行了，记住就出去吧。左玉泉满脸懵逼的离开孔雪桃的房间，难不成喊自己过来就是为了警告自己，叫自己离农小道那个小杂种远点不成？怎么会这样？左玉泉面色极为难看，别人的话他可以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但是孔雪桃的话他可真不敢。左玉泉怎么想，农小道不清楚，他只知道今晚上左玉泉他妈找上门来，自己没亏。一本绿色精英级技能书，1枚战斗职业凤凰女卫转职宝石，4枚道技宝石，还让孔雪桃搭上个人情，绝对是血赚。这本极速闪电虽然只是本绿色精英级技能书，却是一本不错的身法，可以弥补我的短板，我学了。龙小道直接把极速闪电撕碎，固化到技能槽里面。那颗凤凰女卫转职宝石，只知道是战斗类职业，却看不出来是不是隐藏职业，留着还是卖掉？龚引元问。他已经转职了，所以凤凰女卫转职宝石放在手里用处不是很大。龙小道想了想说：先放着吧，兴许以后有用处。龙小道想到什么，询问道：你那本木系治疗术有用没？龚引元摇头：没什么用处，
木系治疗术跟光明大贤者的技能有些冲突，大光明术对于阴属性生物具有攻击作用，但是对人类却有着祝福、治疗、清除负面情绪能量的作用。大光明术就是光明大贤者的2个基础技能之一，可攻击、可治愈、可清除，作用十分强大。龙小道点头笑着说：“那句献出来给我吧，正好前2天牛街牛宝想要找一本治疗系技能书，我拿过去跟他做笔交易。”行。龚颖元微笑着点了点头，都没询问龙小道想要跟牛宝做什么交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有夫唱妻随的模样。家中大小事务，一切皆由龙小道说了算。第69章，秃头鹰，你们几个干什么呢？不知道现在全城封禁吗？还往外跑，赶紧回去，别没事给自己找事。居委会维持治安的大爷大妈对着从楼道里大摇大摆走出来的4、5个男人上前训斥道：“别没事给自己找事，不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异能者的了吗？给我滚一边去！”为首5大3粗的汉子对着居委会维持治安的大爷大妈丝毫不当回事，冷笑道：“老子已经从全民领主里面打到技能书了，以后这个街区我们说了算。”听到此话，维持治安的居委会大爷大妈们互看了一眼，还真没敢再上前，因为上面已经下达了通知，如果有技能书的话是不再受封禁约束，不过要及时上报。老张，赶紧走，这几个小子是这片有名的地痞盲流。秃头鹰对着跑开的老头老太太低头呸了声，也没去追。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攻打居委会。确定那小子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吗？大哥，没错，传达过来的消息说他们住在22号楼顶层。秃头鹰抬头看了眼旁边居民楼上的楼号，带头领着人朝22号楼方向走了过去。电梯怎么不能用？马德，走，爬楼梯。秃头鹰转头朝楼梯口走过去。龙小道也没想到今晚上会这么热闹，先是市局2处和1人所的人，然后又是左玉泉他妈，现在都快晚上12点了，还有人来敲门。谁啊？龙小道皱了下眉头，打开门，看着楼道里的5个不像什么好货的男人，歪头问道：“你们找谁啊？”这群孙子敲的是对面他租住那套房子的门，但是声音很大，这一层就他们一家子，那指定不是来找别人的。秃头鹰听到声音，转头朝龙小道看过去，稍微愣了下，忍不住一乐，他见过龙小道的照片，所以认识这小子。我说怎么没人开门，原来他妈的是敲错门了啊！转身朝对面这边走过来，皮笑肉不笑的问道：“小子，你就是龙小道，对吧？有人要我们哥几个过来，好好收拾你一顿，让你尝尝记性，往后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大哥，你看后面那个娘们真漂亮。”其实不用手下提醒，秃头鹰也看到了龚颖元，眼神一亮。这个时候，他们的胆子已经被放大了数倍，平常不怎么敢干的事情，现在也都敢去尝试尝试。反正末日都来了，谁他娘的还在乎这些？秩序，从异常生物出现在城市里，所谓的秩序早就变得很脆弱。现在身上有技能书的人，实力强的人，拳头大的人，就是老大就能为所欲为，真不赖。秃头鹰咽了口唾沫，目光盯着龙小道，似笑非笑的说道：“在外面吵到邻居们，多没有公德心啊！要不咱们进屋里去说。”他5大3粗的，身上纹着一只大雕，不过30几岁就已经谢顶秃头，所以人送外号秃头鹰。以前是附近这片区里开棋牌室的，手下养着10来个闲散人员当小弟，不能说有多牛逼，也算是吃得开。龙小道翻了翻白眼，道：“但凡有点公德心，你们就不会大半夜过来敲别人家的门。给你们2条路选，一条是去上天台，一条是顺着楼梯自己再重新走下去，要哪条路自己选。”秃头鹰目光闪烁着，嘿嘿一笑，下一秒眼神变得阴冷狰狞，低吼了一嗓子：“兄弟们，动手！”龙小道脸色一变，神圣护甲。秃头鹰周身多了一团黑雾，竟然在背后凝聚出来一只身材威猛的妖魔，有双脚，眼神血红，像是能吞噬周的一切活物，手里握着一柄双头斧，化作黑风，朝着龙小道头上劈过来。而他身边4个手下，除了手里有武器以外，竟然有2个手下身上有技能书。水炮弹发射，火球术去。龚颖元也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别人使用技能书，脸色苍白却没有惊慌，站在龙小道身后，直接一记光魔护盾打了出去。不同于神圣护甲术，光魔护盾是可以挡在自己身前3米之内的，远近自己都可以进行调节。咣当，黑雾妖魔的巨斧没有劈到龙小道的神圣护甲上面，而是劈到光魔护盾上。卧槽，这个女的也会技能！秃头鹰惊叫了声，但是下一刻，一枚刺眼的光亮朝着他整个人笼罩过来。大光明术，龚颖元转职光明大贤者，而基础技能大光明术正好对阴邪阴污的技能有克制作用。啊！一声惨叫响彻整栋大楼，秃头鹰与身后妖魔黑雾同时惨叫，不过一个是抱着头，口鼻流血，一个是捂着胸口，肉眼可见大量的黑雾在从妖魔虚拟身上消散飞逝。2名手下的火炮弹、火球也都被光魔护盾挡了下来。
这是光明的力量。你是光明系魔法师，快走！妖魔阴冷嘶哑的声音惊恐哀嚎道。走！龙小道眼神冰冷，直视着秃头鹰。蓝小胖竟然是你杀的！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事情，一人所和市局2处竟然都没调查出来，反而找到了自己头上。随便调查一下就知道是谁破坏了小区周边的监控摄像头。顺藤摸瓜找到秃头鹰自然不是在话下，偏偏那群没长脑子的东西就是不去查，就连牛宝都能调查到是秃头鹰破坏的监控摄像头，市局2处和一人所能查不出来。什么蓝胖子，老子不知道！秃头鹰身体颤抖着不肯承认。龙小道目光闪烁着，冷声说道：蓝小胖是被吞噬干净身上的精血而死，而你的技能就是饲养妖魔，不是你干的又能是谁？稍微停顿，又继续道：哼，不肯承认也没关系，把你体内的技能书挖出来，一看便知。你敢！秃头鹰眼神里惊恐道：我是左家左玉泉，左公子的手下，你敢动我？左玉泉！龙小道咬牙切齿，眼神冒火地说：这么说，左玉泉早就知道蓝小胖是你杀死的，故意栽赃嫁祸给我，是吧？第70章，凶手抓到了。是又如何？难道就凭着你这样的小人物，也敢招惹左少不成？秃头鹰突然咬牙，凶神恶煞的怒吼道：呵呵！龙小道都让他给气笑了，抬手举火术，一枚火焰朝着他抛了过去。砰！秃头鹰整个人都被炸飞出去，只听龙小道小声嘟囔了句：左玉泉那龟儿子，要不是看在他妈还算够意思的份上，说不定今晚上我就杀上门去弄废他。抬头朝着秃头鹰4名小弟指了指，冰冷说道：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动，当然如果想自己找死，那也没人能拦住你们。一个眼神吓得秃头鹰那个手下急忙把手里的火球给熄灭下去。你别过来，我可是左家的人。秃头鹰往后蹭缩着，他怕了，是真的怕了。本来今天接到左玉泉的电话，并不觉得是什么棘手的事情，不就是教训个臭小子吗？还同住在一个小区里，还不是手到擒来吗？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难缠。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蓝小胖是不是你杀的？龙小道俯身下去看着他，皱眉问道。秃头鹰脸色惨白，眼神躲闪着，死鸭子嘴硬道：老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蓝胖子，我不认识，你也休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泼脏水！龙小道玩味笑着眯起眼睛来，嘟囔了句：没想到孔雪陶刚留下的道祭宝石今晚就能派上用场。说着抬手把一枚道祭宝石朝秃头鹰拍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再给他说话辩解的机会。啊，不要！技能书可我的命根子，兄弟求你了，别挖我的技能书啊，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秃头鹰惊恐惨叫哀求着，他算是真的怕了，没了技能书就是个废物。他还想着一统登天市地下秩序呢，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怎么可以被挖技能书？龙小道翻了翻白眼，嘟囔了句：谁他妈是你兄弟啊，别自己找难受，老老实实的给我闭嘴，再叫舌头给你嘎下来喂狗吃。虽然声音不大，但耐不住大黑耳朵机灵，直接摇晃着走了出来。见到小牛犊子似的大黑，秃头鹰几个手下两腿都在打颤。盗祭宝石在盗取技能书的时候，如果被挖取人是受制的情况下，那一切都非常简单。3秒钟之后，一本黑色书籍从秃头鹰身上漂浮出来，龙小道顺手拿在了手上。妖魔成灵术，简单来说，学习这种技能书以后可以召唤一头妖魔豢养，但是妖魔需要血石，它吞噬的血石数量越多，能力也就越强。虽然不是什么高端技能书，却很邪恶，属于邪修类技能书，剑走偏锋，如果被他抓到机会，很容易生灵涂炭。蓝小胖果然是被你杀的。龙小道自言自语的嘟囔了声，妖魔成灵术本来是白色普通级技能书，但是吞噬了蓝小胖的一身精血之后，他已经成长到了精英级。这段时间秃头鹰之所以没出门，也是因为身体里的妖魔在吸收蓝小胖的精血，在进化，今天刚进化完成。你不得好死！秃头鹰满眼血红，吐血低声诅咒着。龙小道耸了耸肩，直接邀来笑道：我死不死的先不说，但是你的下场恐怕不会有多好，人家蓝小胖的姐姐是可一人领主榜全球排名1000名之内的大佬，你想想怎么面对人家的怒火吧。说完抬头对着秃头鹰2个手下勾了勾手指，来，自己过来排队，摘了你们身上的技能书就放你们滚蛋，别等着让我动手。大哥，能不能给我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就是这个小区的，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养活，我不想死啊！扑通，那名会火球术的手下跪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龙小道皱了下眉头，沉声道：不过就是摘取你们身上的技能书，又不会要你们的命，至于吗？技能书没有了，还可以去全民领主世界里打，尊严没了，那可就一辈子都直不起头来了呀。大哥技能书都没了，在游戏里还能打个毛，现实中就先被人给玩死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给小的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对，大哥，我们知道错了，给我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我们可都是良民。良民？龙小道翻了翻白眼，心说我信你的鬼话才怪。我们可以证明，那个小胖子就是他杀死的。他不但杀死了蓝小胖，还挖了蓝小胖身上的技能书。金钟罩。龙小道瞬间转头朝秃头鹰望了过去，皱眉问道：蓝小胖的金钟罩在你身上？秃头鹰悲愤交加之下，竟然喷出一口血，晕死过去。不在，这家伙给左家左公子溜须拍马屁，把技能书送给了人家。秃头鹰其中一个知道内情的手下急忙说道。龙小道犹豫了下，拿出手机来拨通了张天笑的私人号码。小道吗？张天笑声音里有些疑惑，应该是已经睡下，又被龙小道的电话声音给吵醒了过来。对，是我，杀死蓝小胖的凶手我抓到了。龙小道开口说道。张天笑沉默片刻，声音才再次传过来：人在哪里？龙小道平静说：就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区里，对方叫秃头鹰，修炼的是一种妖魔成灵术的技能书，当日小区周边监控摄像头也是被他破坏的，并且他的手下可以作证，人就是他杀死的。张天笑沉声道：好，我这就叫莫秋霜带人过去，把人押解回来。龙小道迟疑了下，冷声道：左玉泉早就知道蓝小胖是秃头鹰杀死的，却故意帮他隐藏，还栽赃嫁祸我，这事情也要给小子一个说法才好。张天笑沉声道：我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蓝小胖的案子真跟左玉泉有关系，一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说完把电话挂断了。龙小道拿着手机撇了撇嘴，自言自语嘟囔了句：官话一套一套的，能把左玉泉那个龟孙怎么样？最多还不是不轻不重的打2巴掌吗？谁叫人家背后有左家撑腰，抬头的好呢？第71章发展重要时期。莫秋霜领着人来得很快，眼神异样打量着龙小道，两人是都没想到一晚上竟然会见2次。秃头鹰身上的技能书呢？莫秋霜犹豫了下，还是走到龙小道身前，板着脸询问道。看着他，龙小道苦笑着把那本妖魔成灵术拿出来，无奈说道：从秃头鹰身上把技能书挖出来，可浪费了我一颗道技宝石。他的想法是把这本技能书交给莫秋霜当赃物证据带走，没想到莫秋霜拿过去看了2眼之后，又把技能书还给了龙小道。技能书你先拿着吧，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先不要学习使用。说完，领着人把秃头鹰和他的手下都押解走了。龙小道稍微愣了下，苦笑着摇了摇头，然后把技能书收了起来。不要那不正好吗？伸了个懒腰，转身回了房间里。供应员看龙小道进来，从沙发上站起来，轻声问道：都有了？他并没有睡，但是小慧慧禁不住困，已经回房间里睡着了。龙小道点头，苦笑着说：这一晚上把人折腾的，你也困了吧？走，睡觉去吧。供应员脸上微微一红，嗯了声，跟着龙小道一前一后走进卧室里。龙小道打个哈欠，苦笑着轻声说道：今天太晚了，不折腾你，早点睡吧。他是心疼供应员，事情太多，怕他有什么心理压力。供应员坐在床上，轻声问：咱们什么时候去青龙镇？龙小道笑着道：怎么，心里急着丑媳妇想见公婆了吗？供应员微笑着反问：你觉得我丑吗？不丑。龙小道嘿嘿笑着抱着他倒在床上，并排躺着说：听说登天城外已经被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给围困住，想要出去怕也不是很容易。供应员皱了下眉，城外那些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是打哪里来的？照理说他们能进到咱们这个世界里来，咱也应该能把全民领主里面的英雄兵种具现过来才对啊。龙小道摇头，具体从哪里来的暂时还说不清楚，但是有几种猜测，一种是现实世界与领主世界打开了一条空间裂缝，登天城外正好连接通了地狱阵营，所以地狱阵营的异常生物才能大量跑到现实中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领主世界覆盖吞噬扩张现实世界里的时候，把地狱阵营的生物带到了现实世界里。两种可能性都很大，不过也都没有法子证实真伪。不过这几天很多地方的版图都在被放大，尤其是山区、原始森林等这些人迹罕见的地方，人越少，地方扩张的越快，就像是一张地图在修改编辑器上被人拎着一脚放大了一样。山还是那座山，不过却被扩张放大了数倍。昨天给老爸老妈打电话，农康虎说青龙山脉现在的面积已经是以前的10倍，并且还在生长。青龙山里面也开始陆陆续续有一切不属于地球本土的大型凶猛野兽出现，9成9他都不认识。说前天晚上好像有一条超过100米的巨蟒从镇子外面游走过去，爬进了青龙山脉里面。反正现在地球上的环境已经跟半月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山区、林地和一些江河湖泊周边地域。唯独还没有扩张的地域就只有人类居住的城镇，人口越是密集，数量庞大，变化也就越小。比如说登天市，在登天市外面那些树木环境肉眼可见的在发生着变化，
可在市区里面反而变化不是很大。以前会发生的塌陷、出现异常生物的事件，这几天反而都没有出现，好像现实中的界限是由人口划分的。不过现实中，头部玩家已经开始陆续转职，拥有了职业技能，估计有关部门会组建防护抵抗军来对抗市区外面的异常生物群吧。农小道说道。公应员皱了下眉头，轻声道：“时间拖得越长，怕是回青龙镇也就越麻烦呢。”农小道知道他在担心什么，鼻子在他秀发上轻轻嗅了嗅，笑着安慰说道：“放心吧，咱们也都在成长进化，何况你家男人我还有双隐藏职业，等铁甲战车与铁甲之躯升级以后，离开登天市回到青龙镇，对咱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公应员嗯了声，也没再多说什么。他知道就算现在想走，怕也走不了，谁都没把握能从围困登天市周边的地狱阵营中闯出去，就算闯出去了，距离青龙镇也不近，路上还有诸多未知危险。何况出了登天市，有没有网络还是回事，如果没有网络，就不能登录全民领主游戏，现在可是发展重要时期，起步阶段离不开人。诸多问题都指向了眼下不宜离开登天市，既然走不了，那就只能先留在登天市，等等看再说。睡吧。农小道虽然心里痒痒，但还是强忍着没去动它，反正都是自己女人，煮熟的鸭子还能跑吗？公应员微笑着闭上了眼睛，他能感受到小男人心中那股熊熊火焰，像是立马就能把他给点燃，同时在欲火之下，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爱意。这个被爱意包裹的感觉，让人心里很舒服。夜已经很深了，但是同样还有许多人睡不着。市局2处，李永琪办公室。杀死蓝小胖的人抓到了。谁抓到的？什么？是农小道抓到的。好，我知道了。放下电话，市委秘书长李永琪皱了皱眉头。蓝小胖不是农小道杀死的，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但是为什么非要找农小道的麻烦？一个是因为左家施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想要农小道身上的技能书。只是没想到农小道会那么有骨气，不惜翻脸，丝毫没有要妥协的意思。如果当时把技能书从他身体里挖出来，那就绝没有再还给他的可能。或许是利益交换，或许是权力施压，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而言，农小道不过是个冒头的小人物罢了，死活并不重要。第72章城际边缘。秃头鹰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如果不是他带着人来找农小道，一时半会儿农小道也没时间去弄他。早上睁开眼睛，外面供应员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蝈蝈，早呀。早。农小道笑着走过去，揉了揉小慧慧的丸子头，转身去卫生间洗漱。今天我准备攻打一个邻近的领主地。吃早饭的时候，供应员突然开口说道。农小道稍微愣了下，领主世界里的事情他一般都不会主动去询问，比如说供应员现在在什么地方，手头上有多少兵力之类的，他也不知道。笑着点头，需要什么支援吗？供应员摇了摇头，不需要，但是中午或许会出来晚一些。小慧慧长时间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我也不是太放心。他主要还是担心自己在领主世界里带兵出征，长时间不回来，没有人照看女儿。农小道笑道，放心吧，今天我陪着咱丫头。小慧慧眨了眨眼睛，妈妈，蝈蝈，你们不用担心我，伦家有大黑陪着，不会无聊哦。乖巧模样，懂事极了。小慧慧又嬉笑着说，我还可以试着帮你们做午饭哦。可别。供应员急忙苦笑着道，你再把厨房给点着。哼，信不过伦家。小慧慧皱着小鼻子哼了声，供应员的不信任让小丫头十分不满。供应员进入全民领主虚拟游戏，小慧慧在客厅依靠着大黑在看卡通电影。农小道闲来无事，去楼顶上转悠了圈。外面的树木已经长得好茂密了。楼顶上有个比农小道年纪稍微小点的男生，手里拿着望远镜在朝市区边缘地带瞭望。见农小道上来，互相点了点头，把手里的望远镜递给他，示意他也看看。其实不用望远镜，肉眼就可以看到，城市外面不但绿植越来越茂盛，同样远方已经能隐约看到高耸的山影，以及城市周边上时不时飞过的庞然巨物。用不了多久，外面围困着的异常生物就会攻打城市的。农小道把望远镜拿开，还给对方，平淡说道，这也是无法阻止的事情，你怎么没进入游戏？游戏里是打怪，现实中也是，游戏里死掉，现实中也会死掉，那在游戏里打怪和在现实中打怪还有什么区别吗？大半男孩朝着农小道笑了笑，我叫王朝，住在17楼。农小道稍微一愣，想了想笑着说，但是游戏里的资源比现实中要丰富，有兵营，有图纸，有英雄，还能打到技能书。王朝反问道，现实中的怪物也是从那边过来的，既然这些东西在游戏里能打到，现实中是不是也可以打到？农小道目光一闪，这事情确实不知道，如果按照王朝推算说的，那理论上两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一样的，那虚拟游戏里的怪物身上有宝物，现实中的怪物身上也应该有宝物。唯一有点区别的就是领主的身份，
在现实中，领主暂时是没有英雄兵种以及武器等物品可用的，但是游戏里能打出来，现实中就能打出来。王朝说完，眼神越发坚定，咬牙说道：“我准备去城市边缘看看，试试能不能杀怪升级，或者打点东西出来，说不定现实中的怪物身上爆率会更高呢。”龙小道倒是没有阻拦，世界已经不一样，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要走，出去闯一下，未尝不是什么好事情。注意安全。那个，你有技能书？王朝灿烂一笑，昨天开宝箱弄到了一本。龙小道没问他是什么技能，只是笑着称赞了一声，运气真好。现在青铜宝箱、白银宝箱能开到技能书的几率低到1/1000，哪怕是黄金宝箱，能开到技能书的几率也不会高过1/10。各级宝箱里，现在出现最多的就是各类资源，其次是白色图纸，然后才是兵种，最后是技能书、宝石、武器这些东西。武器装备还有宠兽，暂时是比技能书更加难获得的宝贝。走了，王朝挥了挥手，向楼梯口走去。回见。龙小道瞭望着远方，这时候天际边缘，只要天气好，就能看到连绵青山的影子。虽然不知道那是属于什么山系山脉，但是都很大。在登天是朝海的方向，天空之上，云层之巅，还有团模糊不清的虚影，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照理说，海洋里是不应该有山峰出现才对，就算有，也不能长到天上去啊。那是什么东西？世界确实已经变模样了。龙小道摇头，自言自语着说道。但是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像王朝这样的年轻人站出来，走出去，去探索这个新世界。身上手机响了，龙小道顺手接了，电话是艺人索莫秋霜打过来的。上午好。毕竟是同事，龙小道虽然不是很喜欢这个冰冷的女人，但也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左玉泉退出了艺人所。龙小道稍微愣了下，耸了耸肩，笑着反问：“这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莫秋霜皱眉，沉默片刻才说道：“跟你有关系。秃头鹰以及他的手下已经交代了杀死蓝小胖的过程，并且从蓝小胖身上挖出来的金钟罩技能书赠送给了左玉泉。但是左玉泉拒绝交出金钟罩，而左家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说服了蓝小胖姐姐蓝精灵，让对方放弃追查此事。现在左玉泉已经完全从蓝小胖案子里把自己摘了出去，不过肯定是会更加记恨上你的。”龙小道无所谓的说道：“记恨呗，就算没这事，那龟孙子估计也在记恨我，就是那个蓝精灵有点怂包啊，盯着我的时候就要咬牙切齿的，非要让我自挖技能书以证清白，对上左家屁都不敢放一个，哼，真有点看不上他。”莫秋霜沉默片刻说道：“虽然你跟蓝小胖的死没有关系，但是蓝精灵还是放出话来说你对他不够尊重，你们之间私下的恩怨并不算完，过些时日他会亲自过来找你清算。”第73章，他连个屁都算不上。龙小道被莫秋霜的话给气乐了，自言自语嘟囔了句：“他还真够不要脸的啊，咋还想着捡软柿子捏？真他妈够可以的。”目光闪烁着，心说别等着他来找自己，自己不行就先过去把他给掏了吧。但也就是脑海里念头一闪而过，想了想，人还是得低调着点的好。谢谢莫姐提醒，您放心吧，蓝精灵在我心里连个屁都算不上。龙小道笑着说完，转开话题问道：“跟你打听个事情，南边海面上空漂浮着的那团黑影是啥？知道不？”莫秋霜道：“那是一座浮岛。”浮岛？龙小道目瞪口呆，诧异地说：“好好的，怎么会多出来座浮岛呢？”不知道。莫秋霜摇头，显然这事情没法子给龙小道解释。至于为什么会有座浮岛，他是打哪里来的，不仅是龙小道在好奇这事情，他们同样也非常好奇。看这个头很大，龙小道皱眉问。莫秋霜嘴角苦笑一闪而过，很大，直径至少上百公里，并且它还很高。说完把电话挂断了。给龙小道打个电话，就是想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虽然抓到了杀死蓝小胖的凶手，但是蓝精灵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拿着手机，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道：“看来人都是想要捏软柿子啊。”他倒是没吹牛，蓝精灵在他眼里真是连个屁都算不上。中午的时候，龙小道亲自下厨，小丫头帮忙，一大一小两人合力做了一桌大餐，等着供应员下线。下午2点多，供应员才从全民领主里面退出来，脸上显露着些疲惫，但是很高兴。打下来了？龙小道笑着问。供应员点头，微笑着说：“打下来了，不但打下来了，还把那个领地的领主收服，成为了麾下的英雄。”龙小道稍微一愣，忍不住抬手给他竖了个大拇指，称赞道：“牛逼！”这声赞美绝对是发自肺腑的，确实牛逼，不但占领了对方的领地，还把领主收服成了麾下英雄。在领主世界里，只有极少玩家能做到这一点，就连龙小道都没有成功过。快来坐下吃饭吧。饭桌上，龙小道笑着好奇地问道：“你手底下现在有几名英雄？”供应员平静含笑着说：“传奇级英雄1名，精英级将领2人，普通英雄2人，
总计5名英雄。你在全民领主里叫什么名字？袁无双。下午，龙小道才进入全民领主。领主大人，西边山区里面的资源点全都打下来了，包括那座黑水晶矿场。不过领地里的矿工数量还是有点少。蒂安娜走过来，板着脸说道。她不是喜欢笑，日常也是拉达个脸，跟个冰美人似的。总计20座矿工营地，如果都到位的，数量还少吗？龙小道试探着问。一队矿工12人，20座矿工营地可以招募出20队矿工，240人的矿工团队规模，还不算矿工营地升级以后多招募出来的是矿工人数。他觉得应该也该够用了吧。蒂安娜点头说，就算20座矿工营地，其实也不是很够用，除非可以把手头上这些矿工营地在短时间内升到3级。龙小道摇头苦笑道，那根本就办不到，咱们手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建筑物加速卡。蒂安娜点头，那就只能先增加普通矿工营地数量，虽然1级矿工挖掘力有限，数量多了也可以用。矿工等级越高，挖掘力越强，2级矿工的挖掘力要比1级矿工强上 30%，3级矿工挖掘力是1级矿工的3倍，所以升级矿工营地相对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0级领主地建设营地数量有限制吗？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询问道。蒂安娜点头说，有限制，0级领主的单一营地数量规模不能超过50座，例如矿工营地、伐木工营地、农民营地等，上限就是50座营地。像矿工营地、伐木工营地、农民营地这些基础营地是不需要建造图纸的，只要你手头有资源，可以领主地内可以养活得起这么多人口，那就可以建造。龙小道想了想说道，那就把矿工营地的数量建满，另酌情外增加伐木工营地和农民营地数量。是。蒂安娜点了点头，迟一下面色平静地说道，我亲自去探查了一下鱼人族部落的情况，发现对方正在应对水下某个领主地的威胁，所以短时之内应该是无暇顾及咱们领地的。话外之意，咱们得借助这个时间迅猛发展领地才行。龙小道皱了下眉头，盯着他问道，你孤身前往的？蒂安娜点头，龙小道黑着脸训斥道，瞎胡闹，谁叫你去的？你在咱们领地里就是最重要的资源，鱼人族部落打过来扛不住，大不了本领主带你们跑路，可你孤身前往人家领地，万一被人家抓住弄死，本领主往哪里哭诉去？陈生训斥道，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要再让本领主知道，可就不是打一顿屁股那么简简单单的了，一会过来本领主房间受罚。说完转身朝着7级蜂巢走过去。蒂安娜脸色微红，但是嘴角上翘着笑容一闪而过，她能感受到龙小道那份呵护之意，无法无天都敢自己擅自行动了。龙小道气呼呼地走进7级蜂巢，蜂后安东尼密尼安娇笑着走过来，好奇问，哟，是谁惹咱们领主大人发这么大火？蒂安娜，这女人竟然自己私自跑到鱼人部落的领地去探测消息，要是出点问题，回头算谁的？龙小道道，她可是一位传奇级英雄，拿出去卖掉，价格能上天。密尼安含笑着道，蒂安娜本身就是海神的奴隶，在海洋里面各种属性都会翻倍加成，其次您别忘了她可是一名传奇级英雄，哪会轻易折损掉呀？龙小道板着脸哼了声说，正因为他是一名传奇级英雄，就更得处处小心才行。没听说过大意失荆州的典故吗？第74章，血肉骨髓是大补之物。密尼安，现实中的异常生物身上也像游戏里的怪物凶兽一般携带着宝物吗？龙小道看着密尼安迟一下问道。安东尼密尼安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含笑着好奇说道，怎么突然想起这个话题来了？现实那头最近准备去杀怪。龙小道摇头苦笑着说，怕不是想不想去杀怪的事情，兴许过段时间不去杀，他们也会跑进城市里来。密尼安想了想说，理论上这个世界和你们所在那个世界是相通一体的，系统不是说了吗？120年之后2个世界将会完全重合。稍微停顿，收起笑容来，又继续说道，但是现实的怪物身上会不会掉落宝物，我不是很清楚，不过那些怪物的身体暂时对你们而言应该本身就算是一种宝物。怪物的身体？龙小刀看着他试探着问，你指的是怪物的尸体？密尼安含笑着点头，对啊，对于你们来说身体素质应该很弱小才对，不然系统也不会要2个世界120年才完全互相吞噬融合，也不会让你们过到这边来，只是精神投影，唯一的解释就是你们那边的现实很脆弱，而生活在现实中的你们也十分脆弱，所以才不得已用了这样的法子。你们过到世界这边来只是精神，而这边的强大宠兽、兵种、英雄等一切具有超强能量基础的东西，是短时间内无法具现到你们现实中去的。就算现在过去的那些异常生物、怪物、凶兽放在这边也都是些小角色，但就算是如此，他们身体里含有的能量也要比你们现实中生物身体里含有的能量要强上数十乃至数百倍，所以杀死他们后，这些怪物的血肉骨髓对你们而言都将是绝佳的补品。
密尼安娇笑着继续解释说，与其说那些怪物是系统头批放过去攻击你们的威胁，倒不如说是给你们送过去的猎物。龙小道目瞪口呆，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颖的解说，摸了摸鼻子道，要照你这么说，面对那些围困城市的种族、凶兽、怪物，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密尼安眨了眨眼睛，娇笑着反问，如果你们想要全民变强，那确实应该高兴。说完，伸手过来，在龙小道脸蛋上轻轻捏了捏，似笑非笑说道，要听姐姐的话哦，现实中尽量低调些，别让人家干掉。姐姐还是蛮喜欢你这个小家伙的，另外不妨出去狩猎一些怪物凶兽回来，补补身子。你看你瘦的一点都不强壮，这可不行哦。龙小道从7级蜂巢里走出来，忍不住低声骂了句女流氓。不过密尼安所说的狩猎，龙小道也记了下来，等回去以后看看情况再说。妞妞，龙小道把暴熊王叫喊过来，他现在已经10级，但是个头依然不是很大，只有30-40公分高，甚至龙小道都能把他抱在怀里，跟个小狗似的。外出杀怪升级，在增长经验的同时，也是在历练自己的技能心境。蒂安娜不请自来，其实就算没有他陪着，龙小道的安全也不用太担忧。史诗级战宠暴熊王，神级英雄仲恺武士典韦，两大护卫在龙小道身边，走到哪里不是稳的。500米之内，仲恺武士典韦可以瞬移到龙小道，所以只要龙小道需要，他就可以第一时间挡在龙小道面前。再加上龙小道身上有伤害转移铠甲，还绑定了一颗复活宝石，基本上等于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哦，一只剑齿虎从山头呼啸而来，仲恺武士典韦上前，一斧子劈下去，直接把剑齿虎给劈成2段。丁，您的英雄可以升级。典韦升级速度很快，暴熊王妞妞的战力也堪称恐怖，朝着一群山狼扭摆着过去，1-2分钟之内就被他给撕扯成了碎片。丁，您的等级可以提升。丁，您的英雄等级可以提升。半天下来，龙小道升级到了16级，并且使用经验把巨火术升到了5级，把神圣护甲术升到了5级。5级神圣护甲术可以同时召唤出5块小盾牌出来，围绕着龙小道周身旋转，防御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升到7级。到时候小盾牌数量将会多达7枚，并且会多出反震的作用。不过神圣护甲术只是精英级技能书，先天受制，最大等级也就只能升到7级。当然，如果还想升级，破除这种瓶颈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需要用到技能等级经验书这个东西。有技能等级经验书就可以提升技能书等级的上限。理论上，只要有足够多的技能等级经验书，那技能书等级就是没有上限的。不过技能等级经验书的珍贵程度是跟技能书持平的，所以想想看，这东西价格会多贵。如果不是谁脑袋有病，吃饱了撑的，估计也不会去提升白色技能书或者精英技能书这些技能书的等级上限吧。身法急速闪电，龙小道经验也给他分配了不少，点到了3级。亡灵系死灵法师与机械系铁甲师的4个技能暂时只提升到初级，他们吃经验的程度要高过技能书太多，并且本身基础等级就是9级，在升技能书的前提下，还把自身等级升了1级。龙小道觉得练级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暴熊王妞妞等级12，仲恺武士典韦等级10，传奇英雄蒂安娜等级19。该说不说，这些英雄升级速度是真快，比玩家要快上许多。不过英雄和玩家一样，升到30级就到顶了，往上突破就需要破镜宝石。行了，今天打怪就到这里，你们自己行动吧。龙小道把领地发展交给查尔斯与蒂安娜，让暴熊王妞妞与仲恺武士典韦自己活动练级，退出了领主世界。他想着联系紫金眼，看看能不能凑到一队人去城际边缘瞧瞧状况，如果有可能的话，弄点猎物回来尝尝味道。第75章，全家上阵。外面天已经黑了，紫金眼接到龙小道的电话，有些诧异，皱眉问：狩猎？龙小道笑着说：对，狩猎，我觉得郊区外面那些怪兽身上血肉味道应该会不错。话里半真半假，逢人3分话，在没有确定现实中怪物身上血肉骨髓对人真有大补作用之前，也不好把话说的那么肯定，毕竟他也没去验证过。紫金眼该说不说，这个想法着实有点疯狂，大家躲那些怪物都来不及，他竟然还想去狩猎他们。龙小道道：痛快点，别婆婆妈妈的，去不去给个痛快话。如果紫金眼不去，那就只能他自己去。之所以拉上紫金眼，是因为人家好歹是登天师的地头蛇，虽然不怎么粗，但地头蛇就是地头蛇，各方面都熟，遇见麻烦也有个顶缸的不是。紫金眼迟疑了下，问道：什么时候行动？龙小道拿着手机笑了下：现在，今晚，马上行动啊。现在？对。紫金眼道：你先等10分钟，我给你回电话。说完把电话挂断了。呵呵。龙小道笑着摇了摇头，知道紫金眼肯定也会有他的顾虑。你要去城郊狩猎怪兽？供应员打开门，
眼神异样的问道。龙小道愣了下，干笑着耸了耸肩，主要是想去城市边缘瞧瞧状况。公引员轻轻咬了咬嘴唇，目光闪烁着低声说道：我也想去看看，并且我可以帮上忙。龙小道苦笑着问：那小慧慧呢？咱们总不能把她自己丢在家里吧？按他想法，家里总要留个大人看孩子，避免有危险发生。还莫等公引员说话，一颗小脑袋从墙边探头出来，眨了眨眼睛，嬉笑着说：伦家现在耳朵可灵罗呢，你们悄咪咪说什么话我都能听得见。蝈蝈，你看这样好不呢？把我一起带上，我保证不会给你们添乱的。龙小道苦笑着不得，下意识的就想摇头。小慧慧直接咯咯笑着跑出来，抱住龙小道大腿。蝈蝈要是不带伦家去，那蝈蝈也走不了。小丫头现在手劲很大，甚至可以轻易把龙小道给举起来，可不是什么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奶娃。龙小道低头看着小丫头，对方同样抬头眼巴巴望着他，黑亮干净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世界已经真的变了，其实他们都知道，每个人都要学会去适应，去历练，去生存，为即将到来的末日做足准备。龙小道脑海里突然想起风后安东尼米尼安的话，他说头批次的怪物或许并不是系统放到现实中的威胁，而是给现实中人们提供的猎物。心思突然就发生了转变，点头道：行，既然你们母女都想去，那咱们家就一起去城市边缘看看。耶！小慧慧放开龙小道，高兴蹦了起来。她还没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危险。公引员眼神里虽然有忧虑，却没有阻拦，因为过段时间他们还要去青龙镇，照样要面对那些怪物凶兽。10来分钟后，紫金岩打过电话来：准备好了，算上我总共4个人，需要派车去接你吗？这次没有废话，直奔主题问道。龙小道摇头说：不用，咱们去东边迪卡城汇合。行，你大概多久能到？紫金岩点头问。龙小道道：现在路上都没车，应该30分钟左右就能开过去。好，一会见。龙小道拿着电话朝公引员和小慧慧说道：收拾一下，咱们马上出发。公引员换了一身运动装，完美身材，一览无遗。小慧慧也穿上了自己的小夹克，还戴上了自己彩色掀盖的小墨镜。下楼以后，龙小道直接把铁甲战车召唤出来。这是……龙小道笑着解释道：铁甲师的技能之一，可以进化升级。说完打开车门。铁甲战车外表看破破烂烂锈迹斑斑，活像是个17手的伊维科，但是个头比伊维科要大，毕竟里面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机械战士呢。哇，妈妈快看好酷哦！慧慧先进到车里，然后是公引员、大黑、龙小道最后一个进入铁甲战车内。设定好目标，直接连通城市网络，根本就不用龙小道自己驾驶。对了，龙小道突然想到什么，抬手拍了拍脑门，拿起电话来给牛板打了过去。大晚上的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牛板接通电话，嬉笑着说道。龙小道嗯了声，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件好事，我手里现在有一本木系治愈术技能书，你要不要？要呀！牛板高兴地说道。你在哪里？我现在去找你。龙小道没搭理这话茬，而是反问道：你想用什么东西交换？牛板目光闪烁着问：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呀，说说看，只要我手里有的东西都可以满足你。龙小道目光抬头朝小慧慧看了眼，问道：你手里有装备吗？牛板无语道：没有，现在装备难弄死了，你不知道吗？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不过过段时间玩家大量转职以后，估计会出现一批生活职业玩家，到时候就应该可以打造装备喽，放心，用不了多久的。玩家打造的装备能跟系统生成的相提并论吗？短时间之内应该是达不到系统生成水平的吧。龙小道也不是太清楚，都是猜测，包括牛板的话估摸着也都是猜想的。龙小道想了想说道：那行，等你们手里有打造装备的职业玩家后，给我打造2套装备。可以啊。牛板眯着眼睛嬉笑着一口答应下来，反正都是空头支票，先把东西拿到手才是真的。他聪明，可龙小道也不傻呀，继续说道：另外我还有一本远程输出类技能书，等级不能低于精英。牛板皱了下眉头问：你手里那本木系技能书是什么等级的？龙小道说：精英级技能书。牛板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说道：你一本精英级技能书就想换我一本远程输出类技能书和2套装备啊？第76章迪卡城。龙小道笑着说：对啊，你就告诉我换不换就行。手机那头的牛板沉默片刻，咬牙切齿的说道：你小子是真黑，良心大大滴坏了，说你现在人在哪里？龙小道无所谓的说道：良心好友能值几个钱，大概20分钟抵达迪卡城，如果你能赶过来，我可以等你几分钟。迪卡城？牛板稍微愣了下，好奇问：你跑迪卡城干嘛去？
他知道农小道住在哪里。农小道道：去约会？不行。别废话，来不来给个准话？去约会？约你个大头鬼啊！现在城市与郊区边缘乱得很，除非嫌自己命太长，否则没人会随便往那边跑的。去！农小道说了句：快点过来，不会等你太久。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拿着手机对龚颖媛笑着说：小慧慧还缺少一个远程攻击类技能。龚颖媛皱了下眉头，低着头把长发往耳朵后面拢了拢。他知道农小道是在替慧慧考虑，可问题小丫头年纪还太小了，大力神诀虽然不是攻击输出类技能，但是战斗力依然不算小，给慧慧防身已经足够了。是不是有点太惯着她了？农小道笑着抬手揉了揉小丫头的丸子头：咱闺女咱自己不惯着，那让谁惯着？龚颖媛苦笑无奈说：可她年纪也太小了点，万一……农小道打断龚颖媛的话，笑着说：年纪小又怎么样？咱家小慧慧听话又懂事，没有万一，宠着就对了，就算真出什么事情，咱们俩也能担得住。龚颖媛无奈笑了笑，也没再说什么。小慧慧虽然不知道蝈蝈和妈妈在谈什么，但是知道是蝈蝈在给自己说好话，高兴的把小脑袋一个劲在农小道怀里蹭。迪卡城是一座新建没多久的大型商场，但是地处东城区，城市与郊区边缘交接地带，上下9层，占地10几万平米，地方很大，里面涵盖衣食住行。不过这会儿已经关门，就连周边的居民也都被撤进了里面，更靠近市区中央的地方。越往外走，城市越空荡，周边路障，武装士兵也就越多，他们是登天市内普通市民们的最外围防线。如果市区外面的妖兽、怪物、凶兽突袭进来，打破了外围防线，那里面的市民就只能直面怪物，自求多福。在通过至少3层关卡拦截之后，农小道的铁甲战车才开到迪卡城门口。身上衣服好久都没换了，你们有什么要采购的没有？咱们一会去迪卡城内，顺手抄点回去。农小道笑着道。偌大的迪卡城，现在里面一片黑暗。龚颖媛笑道：不给钱这样就拿，好吗？农小道耸了耸肩，笑着说：钱大概率作用已经不大，或许过段时间，外面这些怪物凶兽身上的血肉才是最抢手的货品物资，那些普通的衣服、食物大概率会变得不太值钱，至于那些货币纸钞，有很大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当然，如果外面这些怪物凶兽不能攻破城市防线，那市区里的房产有一定概率会升值，变得更值钱。抬头看着车窗外的迪卡城，平淡说道：这里大概率会成为拾荒者们的天堂吧。至于迪卡城的所有人，里面的商户已经没人会记着他们了，这里成为危险地带之后，它就不再属于哪个人或者哪个财团所有。龚颖媛轻声说道：世界还可以回到从前吗？许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搞明白，原本好好的世界怎么一觉醒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了呢？龙小道摇头轻声道：说不好，或许是因为一块陨石，或许是因为一场耀斑风暴，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东西，世界就不再是大家记忆中的世界，因为人类相对整个宏观世界而言太过渺小，也太过脆弱。下一秒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没有人能预料到。不多时，市区方向有车子行驶过来，总共2辆越野车，灯光都很亮。车子停到迪卡城前面，距离农小道的铁甲战车有7、8米远。紫金眼和王如霜打开车门走下来，另外一辆越野车里则走下来了2名年轻男人。农小道也打开车门，领着龚颖媛与小慧慧一同走了下去。卧槽，哥们你真牛逼，这可是城市边缘，竟然还敢带着孩子来，咱可不是来度假的。其中一个年轻男人望着农小道身后的小慧慧，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满脸无奈地说道。紫金眼也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他也没想到农小道身边竟然会带着个孩子。他调查过农小道，也知道他身后的母女是谁。虽然这边不一定会有地狱阵营的种族出现，可依然还是挺危险的。紫金眼板着脸提醒道。农小道眯着眼睛笑着说：会让他们多注意的，家里太闷了，带着他们出来透透风。朝着王如霜抬了抬下巴，打招呼道：女王打到技能输了。王如霜皱了下眉，眼神里的疑惑之色一闪而过，了声，带着女人孩子出来，你今天有点蠢。农小道笑着也不生气，朝另外2人看过去，2位兄弟有点面生，老板娘介绍一下呗。穿白衣服的叫无敌，是个战士，旁边刚才说话的那个叫赵猛，是个术士。紫金眼介绍道。转职的？紫金眼点了点头。龙小道笑着嘟囔了句：果然都市精英，不错，现在能转职的都是这座城市里的最顶流，能转职成战斗职业，说明运气也挺不错。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但眼前最吃香的还是战斗职业。小子，听说你很厉害，不会还没转职吧？赵猛朝着农小道似笑非笑地问道。他话有点多，满脸臭屁的样子，
没有穿白衣服的无敌沉稳，不过给人的感觉还不错。反倒是那个叫无敌的，给农小道种阴翳的感觉。你转职有几个技能？我不转职也有3个技能好吧，所以别跟哥刺挠，臭显摆，弟弟就是弟弟，懂不？农小道吊儿郎当的笑着调侃说。第77章旋转锋刃术，这妖牛逼的吗？赵猛对于农小道的话显然有点不乐意，上前就想跟农小道试试。就在这时候，远处又有车辆开过来。紫金眼，还有人吗？赵猛转过头去，望着由远及近的车队，诧异地问道。紫金眼同样在皱眉，摇头说没有。赵猛看着车队，纳闷说道：那这些人又是来干嘛的？农小道接声，笑着说：没准是来找我的呢。找你的？赵猛愣了下。这时候车队已经开了过来，总计3辆车。车队停到前面不远的地方，从车上下来了9个人，有男有女，并且都是全副武装。牛宝最后从车里下来，嬉笑着说：哟呵，这么多人呀！紫金眼皱了下眉头，牛街大小姐，嘻嘻，我说谁长这么漂亮呢？原来是紫家金眼姐姐，这大晚上的是跑出来跟男朋友约会的吗？牛宝朝着他眨了眨眼睛问道。龙小道翻了翻白眼，说道：知道是大晚上的，还那么多屁话，东西带来了没有？牛宝嘴里含着棒棒糖，朝着农小道走过来，笑嘻嘻说：你很臭屁哟，不过本小姐有度量，不跟你一般见识。目光注视到农小道身后，供应员身边站着的慧慧，眼神一亮，好漂亮的小姑娘，喏，给你根棒棒糖吃。说完，朝着慧慧扔了根哈根达斯棒棒糖过去，被小丫头稳稳地接住，奶声奶气地回了句：谢谢姐姐。很懂礼貌。牛宝从小慧慧身上收回目光来，抬头似笑非笑地望着农小道说：这地方挺危险的，不合适带着孩子来吧？那你还来？农小道嘟囔着回了句，好像在他眼里牛宝也是个孩子。牛宝给他了个大大白眼，懒得跟你斗嘴，技能书呢？农小道也没有废话，直接把那本木犀治愈术拿出来丢给了对方，也不怕他跑了。技能书好像比较一般哦。牛宝低头看着技能书的介绍，嘴里吹毛求疵的说道。农小道笑骂道：别那么多屁话，赶紧的，没看见周围这么多人都大眼瞪小眼的等着你呢吗？牛宝抬起头来，歪了歪头，好奇问：大晚上的你们跑这里来干嘛呀？农小道回道：狩猎。狩猎？牛宝眼珠子瞪大，惊讶道：你们要狩猎什么东西？怪物。农小道嗯了声，他的想法是狩猎些凶兽之类的回去，得是能当食物吃的，腐尸之类的怪物指定是不行，那东西狗都不吃。看着农小道满脸不耐烦的样子，他也没再墨迹，具现出一本技能书扔过来，嬉笑着说：那能不能带上我们一起？我们也想体验体验狩猎的乐趣啊。龙小道看着手里的技能书，是一本名为旋转锋刃术的技能书，可以召唤一个或者多个旋转的锋刃出来，攻击敌人，初始距离可以攻击到350米以外的物体，随着技能升级，攻击距离会变远，锋刃数量会变多，威力也会变大，算是个还不错的技能，当然也挺大众化的，不是什么牛逼技能书，给小慧慧练手玩应该还算不错。等龙小道看完以后，把技能书递给身后供应员，一边说道：很危险，弄不好就会死人的。牛宝眨了眨眼睛，嬉笑着说：你带着女人孩子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呀？行吧。龙小道转头对着紫金眼道：老板娘，算上他们，反正人都来了，多个人也多分礼。紫金眼面色平淡的点了点头，没有反对，对于城市边缘他们都比较陌生。不远处传来不知名生物的吼叫声，在黑夜中显得有些瘆人。小慧慧紧紧抓着供应员的裤腿，大眼珠子四处乱转，也挺紧张的。牛宝与紫金眼带来的人表情虽然凝重，但都还算稳定，并没有出现惊慌失措。在游戏里，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跟这些凶兽怪物对上过，多少有些心理准备。走吧。龙小道收起笑容，转身朝铁甲战车走过去。他们所处的地方最多只能算是城市边缘地带，还不算完全离开城市，所以还得驱车往外面开开才行。小姐，咱们没必要跟着他们出去吧？来的时候老爷子交代。光头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牛板皱着眉头不悦的打断，娇蛮冷哼道：你害怕呀？那你先回去喽，就你废话多，你跟在我身边，以后就要听我的，再提我爷爷的话，你就回去跟着老爷子去吧。说完，朝着自己坐的车子一蹦一跳走了过去。光头抬手抓了抓自己油光锃亮的光头，苦笑着摇头，对于这个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大小姐，还真没什么好法子。春香，小姐的安全交给你了，贴身护卫，绝对不许出任何问题。光头朝跟在牛宝身后下车的黑皮衣女人使了个眼色，低声吩咐道。叫春香的女人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转身朝牛宝那辆车走过去。紫金眼和王如霜上车以后，启动车子跟在农小道那辆破依维柯身后。大姐，
你有没有发现这小子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呢？王如霜坐在副驾驶上，皱着眉头开口询问道。紫金眼笑了笑，你是想说他比以前为人处事更加老练霸道了吗？王如霜稍微愣了下，点头道，是有这种感觉。紫金眼淡然道，人的气势是会伴随自己手中的权力、地位以及实力提升的。王如霜转头看着他，你是说这小子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了吗？紫金眼摇头，只是感觉霸气跟底气就差一个字，却也是互通的。要是没有足够的底气，哪能霸气得起来？没有实力，那叫穷横，不是霸气。咱们就这么跟着他出城？王如霜突然说道。紫金眼略微愣了下，苦笑着说，都来了，出去看看也好。他带着女人孩子都赶出来，咱们怕什么？第78章地狱猎狗。狩猎。老吴，我怎么感觉咱们更像是出去给怪物加餐呢？赵猛坐在副驾驶位子上，对着开车的吴迪苦笑着说。怕了。吴迪注视着车窗外的状况，轻声问道。赵猛耸了耸肩，没装逼强行辩解，苦笑着道，有点害怕。在现实中，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异常生物。吴迪没有嘲笑他，而是用阴翳的眼神盯着车窗外说道，咱们还没驶出市区，外面这些树就像是已经生长了几十年似的，活像是无人区的深山老林。赵猛扫视着外面，点头说，确实变化太大了。吴迪轻声道，这还只是个开端，如果我们不走出来，或许整个城市都会被这些植物树木所包围。城市里有2000万人，里面的食物总归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所以最终人们还是要走出来的。赵猛转头看着他，苦笑着说，你的意思是龙小道那个小子的选择没有错？吴迪没回答，而是自顾说道，出来是早晚的事情，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许能收获更多。可是吓人啊。赵猛苦笑着嘟囔，他知道吴迪说的没错。市区外面跟大家想象或者说记忆中已经完全变了样子，高耸入天际的参天大树，各种不知名的植物灌木，都是以前众人前所未见的。车队停下来，前面的路被破坏，要想开过去，就得先把路面上的障碍物清理掉。嗷！一声兽吼从丛林深处传来。妈妈，你看，旁边树木后面黑影里有好些蓝色发光的小球球呀。小慧慧指着车窗外面，惊讶叫道。公引员顺着女儿指的方向望过去，心里咯噔一下，那哪是什么发光的小球球，分明是一对对黑夜中不知名野兽的眼睛。小道，路边丛林里有不知名野兽，数量庞大。公引员急忙提醒龙小道。龙小道看着外面，轻轻点头说，引员姐把技能输给小慧慧，让她学了。公引员稍微愣了下，把怀里那本刚跟牛板交换的旋转锋刃术拿出来，递给小慧慧的同时叮嘱道，记住，不准随随便便对着人使用。哦。小慧慧瞪着大眼睛，眼神闪烁着，用力点了点小脑袋。技能书升级有2种方式，一种是经验硬点，不过现在只有全民领主游戏里才能获得经验，现实中是没有经验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修炼升级。所谓修炼升级，就是练习，使用的次数越多，越熟练，达到一定次数后就可以升级。对于小慧慧他们没进入过全民领主的人们来说，如果有技能书的话，只能选择后者去修炼升级。卧槽，是地狱猎狗！赵猛看清楚周围丛林里生物之后，忍不住破口骂了声，惊恐道，数量也太多了点吧。车队周围丛林里至少有上千只地狱猎狗，这些猎狗跟普通非洲猎狗唯一的区别就是个头要大上些，全身血黑色，浑身散发着恶臭，它们多数是以腐尸烂肉为生，嘴角哈喇子到3角牙齿上都带着对人类来说致命的尸毒。这东西战斗力并不强，可数量却异常庞大，并且成群结队出没。狩猎地狱猎狗吗？紫金岩打过电话来询问道。龙小道哭笑不得，忍不住反问，老板娘，你觉得这些地狱猎狗的肉咱们能吃吗？紫金岩沉默2秒钟后，面无表情地说，反正我不吃。龙小道苦笑着道，那不就结了吗？狩猎他们屁用都没有，还浪费精力，不用搭理他们。紫金岩无语道，现在怕已经不是咱们想不想搭理他们的事情，而是他们会不会放咱们离开。说完挂了电话。路边丛林里的地狱猎狗已经从丛林里面走了出来，不得不说，这些东西生命力极为顽强，有些爪子嘴角上的血肉都被尸毒腐蚀腐烂掉，却依然可以正常行动，并且丝毫不影响战斗力。他们的痛感神经估计已经进化到很底了。像丧尸犬。公引员低声说道。龙小道点头，认真说道，他们不是丧尸犬，是地狱猎狗，是地狱种族中的生物，生活在地狱环境里，身上携带着大量病毒，有可能丧尸病毒就是他们体内众多病毒中的一种。公引员皱眉说道，那不是被他们咬上一口，或者被抓破，都有感染病毒的风险。龙小道点头，可以这么说，地狱阵营中的种族身上
基本上都携带有可以对人类产生致命危险的病毒。说完，龙小道打开车门走了下去，但却阻止公应员与小慧慧母女下车。你们先在车里等一下，我做个实验。说完，关闭车门。神圣护甲，砰砰砰砰砰，5面小光影护盾出现在龙小道四周，围着他旋转。对于地狱阵营种族身上的病毒，龙小道倒是不怎么担心，因为他是亡灵系死灵法师啊，怕个毛线的地狱阵营种族身上的病毒。聚火，去！呼！一团火焰朝着10几米外一头地狱猎狗呼啸而去。砰！下一秒，地狱猎狗被火焰吞没，惨叫都没发出，就被烧焦成黑炭。四周的地狱猎狗被火焰吓得纷纷后退，龇牙咧嘴，戒备着贴抵地面，做出随时攻击的姿势。龙小道嘴里自言自语嘟囔着：杀死地狱猎狗，没有获得经验；杀死地狱猎狗，没有爆出装备、技能书等物品；杀死地狱猎狗，没有系统提示音，说明这跟在全民领主中是不一样的。在现实中的生物没有被数据化，它们是血肉之躯。地狱猎狗有痛感，地狱猎狗有恐惧，地狱猎狗懂得分辨眼前形势。不知道不掉装备是个例，还是全都如此？龙小道一边嘟囔着，一边重新聚集火焰，开始无差别对周围的地狱猎狗进行攻击。紫金眼皱了下眉头，刚才电话里不说这些地狱猎狗没有狩猎价值吗？这家伙也不靠谱呀，前脚刚说完没有狩猎价值，后脚就下车对他们大开杀戒，还有个准话没？第79章打怪兽要从娃娃抓起。听到后面枪响，龙小道回头看着紫金眼，苦笑着问：你们怎么下车了？紫金眼与王如霜走过来，皱眉道：你不说地狱猎狗没有狩猎价值吗？龙小道苦笑着耸了耸肩：我是想拿地狱猎狗做个试验。做个试验？紫金眼愣了下，皱眉问：做什么试验？龙小道平静道：我想看看现实中的怪物身上能不能获取到经验，能不能爆出物品打到东西。结果呢？王如霜接声问道。龙小道摇头：暂时还没有结果。地狱猎狗在地狱阵营里只能算低级生物，甚至战斗力不如普遍的一级兵种，但是它们的毒性很强，并且数量庞大，算作是一级兵种也没什么毛病。从猎杀地狱猎狗的数量上来说，就算爆率低下，也应该会出现点杂物，但是没有打到。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或者说是现实低级兵种身上，基本上不爆装备或者技能书这些东西的。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猎杀地狱猎狗不会获取到经验值，但是对于技能修炼好像有些帮助。在全民领主里面，使用一次技能，技能经验是+1的，但是在现实中使用技能，获得的技能经验是 1.5， 比在领主世界里使用要高出一半。1比 1.5 的技能经验看着是有点不起眼，可架不住积少成多。你真棒！紫金眼板着脸称赞了句，至于是正话还是反话，那就不得而知。龙小道笑着说：多谢老板娘赞美。王如霜抬头望着远处还在不断试图逼近的地狱猎狗，这些地狱猎狗不但食性杂，就连同类的尸体都不放过。有没有可能材料需要自己从尸体上挖？龙小道转头看着他：你的意思是说，现实中的怪物身上虽然不会直接爆出物品，但是可以采集到？王如霜没有回答龙小道的话，而是说道：大转职潮即将来临，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转职为战斗类职业，半数人会转职成辅助类或者是生活类职业。不管是战斗类职业技能还是生活类职业技能，都可以在现实中使用。这些地狱猎狗身上的肉虽然不能食用，却携带着大量的致命病毒。如果有药剂师或者是提炼师之类的职业，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地狱猎狗身上提取病毒，制成毒药？地狱猎狗的爪子、牙齿都非常坚硬，会不会是制作武器的材料？它们的皮毛有没有收集利用的价值？这是现实啊！说不定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材料，都是有利用价值的，只是眼前可利用价值并没有表现出来。王如霜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难以让人理解的东西，只是暂时没想到而已。没错，看样子辅助类技能或许也非常重要。龙小道点了点头，很认同王如霜的话。紫金眼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牛宝带着野人下车走了过来，疑惑问道：要清扫这群地狱猎狗吗？龙小道摇头：不清扫。牛宝愣了下，歪头诧异地问：那你们在这里干嘛呢？龙小道耸了耸肩，睁眼说瞎话道：车里面太热，出来透透风。牛宝翻了翻白眼：我信你个鬼啊！龙小道笑着说：不信，那我能有什么法子呢？赵猛无奈道：我去，大晚上你们是跑到城市外面来逗闷的吗？拜托，人家好歹是地狱阵营里的一员好吧，这些地狱猎狗已经快要把咱们给围困在里头了呀。果然，四周丛林里都有大量地狱猎狗走出来，数量可不少。龙小道道：这次咱们出来狩猎的目标是可以食用的血肉，地狱猎狗不在咱们这次狩猎名单上。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是先退回去总结下经验，等下次再出来；
第二就是把路面上的障碍物清除掉，继续往外面再走一段路程，看看情况。赵猛没好气地说道：“大爷，那这些地狱猎狗呢？马上就过来了。”龙小道笑了，抬头看着周围的地狱猎狗群，手中多出一团火焰，噗，朝着最前面一头地狱猎狗抛了过去。砰，在地狱猎狗身上炸裂开来。嗷嗷！地狱猎狗惨叫着，扭头想往后面丛林里面跑，还没跑2步，就已经跌倒，变成了一坨黑焦炭。一股烧焦的焦糊味道中，隐约夹杂着些肉香味，四散开来。虽然目标不是这些地狱猎狗，但是都找上门来了，那就顺带着清理一波吧。龙小道说道。顺带着清理一波。众人私下里互相看了眼，纷纷拿出自身技能，对着周围地狱猎狗群开始输出。地狱猎狗战斗力不高，反倒是可以当成练手的怪物。就连铁甲战车里的供应员和小慧慧母女都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兄弟，你们家小孩从车里跑出来了，这可是荒郊野外，你就不怕他出点什么岔子？赵猛瞪着龙小道，一脸又生气又无奈的表情。龙小道笑着摇头，没事，让他们出来透透气也好，不是有你们这群大高手在吗？不会出事的。赵猛无语死了。龙小道也清楚这样很危险，但是长在温室里的花朵是无法成长的，现在还只处在末日初期阶段，越往后形势也就会越严峻。这群地狱猎狗刚好可以给小丫头练练手，打怪兽这码子事情也要从娃娃开始培养才行。供应员倒不慌张，站在女儿身边悉心教导着，告诉她怎么克服恐惧，怎么样攻击地狱猎狗。你把那本旋转风刃术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学了？牛板瞪大眼睛，心说那可是一本精英级技能书，给任何一个人都能立马形成一定战斗力啊！浪费，简直是太浪费了。龙小道笑着道：“对，我的技能书就喜欢给我们家姑娘学习着玩，有问题吗？那是一本精英级技能书不假，问题是那是他们的技能书，想给谁学就给谁学，屁话真多。”第80章，一条大黑虫。风刃。4团略带着点青色的漩涡出现小慧慧面前，每个大概都有30公分直径，呼呼地转动着，感觉就跟加速小风扇似的。我去！赵猛望过去，看着小丫头，眼珠子都给看直愣了。这是旋转风刃术。龙小道也有些意外，别说是精英级技能书，就算是史诗级的技能书，他都见过。这精英级技能书威力有些超乎意料啊！难道说是因为风系法术，攻击力普遍偏高不成？奥利给！小慧慧奶声奶气的大吼了声，把4枚旋转风刃发射出去。原本30公分直径的风刃迎风变长，越飞越大，到那些地狱猎狗面前的时候，一个个旋转的风刃直径甚至已经超过了1米长，跟大车轮胎似的。周围的人都沉默了，这难道就是旋转风刃术的威力？牛宝目瞪口呆的轻声嘟囔：“亏了呀！这种技能简直就是大杀技啊！你说它是单一远程输出技能吧，它有4个风刃。你说它是群体输出技能吧，它还能转弯，并不是无差别攻击。在地狱猎狗群里，所过之处残肢断臂，死伤一片。牛！”无敌都忍不住朝着小慧慧竖了个大拇指，这技能威力简直牛逼翻天了。4个旋转风刃至少干掉了10几只地狱猎犬，最后旋转不动才熄灭。风系技能这么厉害吗？赵萌嘴里都能塞下个拳头，嘟囔着说：“我怎么感觉他刚学的技能比我自己的职业技能威力还要大呢？难道说老子累死累活升级，领先普通玩家一大截，到头来却比不过个小屁孩？”龙小道和供应员互相交换了个眼神。小慧慧的旋转风刃术有这么大威力，或许不是因为风系技能书不风系技能书的原因，而是因为小丫头修炼大力神诀的原因。如果把大力神诀看成是底层技能，再加上旋转风刃术，或许是可以出现这样威力的。毕竟大力出奇迹嘛。蝈蝈，伦家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小丫头高兴蹦跶着叫起来，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主动使用技能。龙小道夸赞道：“厉害，非常厉害，周围这些哥哥姐姐都比不过你哦。”嘻嘻，小丫头被龙小道夸赞的都有些害羞。不管周围人心里怎么犯嘀咕，关于小慧慧身上的事情，龙小道和供应员都不会主动去解释。打了会，周围的地狱猎狗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肉眼可见的变多了起来。王如霜皱眉说道：“有点不对劲。”紫金岩点头，周围的地狱猎狗至少死了100-200头，围困着咱们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多了几倍。龙小道给供应员使了个眼色，先带着慧慧回车里面。你注意安全。供应员没有反对，拉着小丫头朝铁甲战车走了回去。龙小道本来也没想跟这群地狱猎狗拼个你死我活，就是想下来猎杀几只做个实验。地狱猎狗不在狩猎名单上，问题是照眼前的形势发展，可就不是他们想走不想走的事情。
而是这群地狱猎狗会不会放他们走。牛宝，带人上车，往市里面撤。因为牛宝的车队在最后面，想要按原路退回去，就要他们先掉头。撤不回去了，后面有一条大虫。牛宝咽了口唾沫，声音变味，颤抖着说道：大虫。龙小道扭头看过去，脸色也不禁一变，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条黑色巨虎绕到了他们身后，把回去的路给堵了上。地狱黑虎。龙小道朝紫金眼看了眼，好奇问：几级兵种？紫金眼板着脸摇头，现实中的物种没有等级，在游戏里地狱黑虎是7级兵种。卧槽，7级兵种！龙小道吓了一跳。7级兵种战斗力有多强，那就不用说了，至少不是眼前这些刚转职、刚获得技能树的玩家能杀死的。不过后面这只地狱黑虎个头看着虽然也不小，大概有半个小汽车似的，几百公斤的样子，但是不管是气势还是煞气，都达不到7级兵种的程度。干掉他！龙小道咬牙，心一横，聚集火焰朝着身后黑色巨虎抛了过去。就在龙小道对身后地狱黑虎发动攻击的时候，四周的地狱猎狗群突然不要命的朝着众人蜂涌过来。一声虎啸，瞬间让龙小道产生了撕耳鸣。地狱黑虎一跃而起，躲过火焰，朝着龙小道扑过来。小心！牛宝两手胸前合十并拢，做了个剑指朝天的造型。扶来，困！嘟嘟嘟，周身出现6枚悬浮着的黄色符咒旋转，在地狱黑虎面前突然出现一张巨大发光符咒，声势不小。但是下一秒，咣当扑哧下子，黄色发光符咒直接被地狱黑虎掏破，冲了过来，只阻挡了片刻。哈哈！龙小道没忍住逗笑出来，牛宝气得跺了跺脚，没好气的骂道：你笑屁啊，本小姐是为了救你，那得多谢你啊！一通操作猛如虎，一看效果，困不住虎。技能这东西，以后没事还是得勤加修炼才行哦。龙小道笑着说完，地狱黑虎已经到了眼前。畜生找死！铁甲！一只高达3、4米的锈迹斑斑的铁甲之躯浮现在龙小道身后，紧接着把它包裹在其中。铁甲之躯！龙小道挥舞起铁甲重臂，朝着地狱黑虎面门就是重重一拳。咣当一声，打得地狱黑虎疼得直咧嘴，但也是仅此而已。反应过来且恼羞成怒的地狱黑虎张开倾盆血口，朝着龙小道肩膀咬了下来，看似高大威猛的铁甲之躯也被扑倒下去。牛宝翻了翻白眼，小声嘟囔道：切，还好意思说人家呢，你不也一样不堪一击？嘎吱！龙小道的铁甲之躯竟然直接被地狱黑虎的牙齿咬进去，撕开防御，咬掉下来一大块护甲金属。第81章铁甲战车。这么强悍，龙小道也吓了一跳，本来没把地狱黑虎当回事，现在一看人家是虎，可不是吃素的。紫金眼皱眉，从身后掏出银白色大口径配枪，朝着地狱黑虎脑袋嘟嘟嘟嘟嘟就是2梭子弹。他用的是双枪，打到地狱黑虎身上，溅射出血花。吃疼之下，黑虎放开龙小道，朝着紫金眼呼啸扑了过去。这条大黑虫有点难缠啊！龙小道从地上爬起来，顺手一脚踢飞2只想要攻击他的地狱猎狗，把铁甲之躯背后的宽背重剑给拔了出来，一纵一跃朝着地狱黑虎背后劈砍过去。紫金眼面对扑过来的地狱黑虎没有丝毫慌乱，俯身低头打滚，从黑虎腹下险险钻了过去，跪在地上帅气的换好弹夹之后，啪啪啪啪啪，又是2梭子弹。这时候枪械对怪物凶兽的攻击力并不弱于技能，枪炮杀伤力对于他们而言依然有效。落地虎啸，也许是吃疼，愤怒之下，尾巴如同钢鞭，直接抽到身后那辆越野车上，把车子抽飞出去。由此可见力道有多大。马德，地狱猎狗群疯了，老吴支援一下！赵猛大声叫道。他是战士，也只是个刚转职的战士，战斗经验少得可怜，说是初级战士都有点抬举他们。解决1头2头猎狗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面对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猎狗群，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慌乱之下朝着无敌求援，问题是现在无敌都自保都难，哪有能力分身救他？哎呦，操你大爷的，竟然咬老子屁股，咋还想给你大爷掏了缸啊？赵猛被背后偷袭的地狱猎狗一口咬在屁股上，疼得他嗷嗷直叫。就当赵猛快要挡不住的时候，4道旋转锋刃飞了过来，把围在他身边的地狱猎狗扫杀了个七零八落，瞬间压力就减轻不少。一道光束从头顶洒下，把他笼罩在其中，暖洋洋的感觉顿时让刚才被猎狗咬的屁股不疼了，伤口也愈合好。赵猛朝着铁架战车方向看过去，龚颖媛与小慧慧母女俩正在朝着他招手，示意他退回去。地狱猎狗群数量太过庞大，在外面很容易被围困成孤岛，进而被地狱猎狗吞没。多谢。赵猛退回来后勉强笑着道谢。小慧慧朝着他眨了眨眼睛，
公隐元目光则注视着周围，看看哪里需要帮忙。受伤上的直接一记大光明术甩过去，治愈加清除毒素，效果杠杠好使。光魔护盾，一道光魔墙壁挡在面前，把要扑上来的地狱猎狗挡住。蝈蝈，别傻站着呀，上呀！被小慧慧提醒，赵猛才反应过来，挡在公隐元面前劈砍地狱猎狗。不过有了公隐元的加持与光魔护盾，轻松很多，不再像刚才自己在外面那么狼狈。寒霜术动，砰！王如霜把面前几只地狱猎狗冻住，然后一脚踢碎，转头朝着紫金岩脸色难看的大声说道：“要支撑不住了，得想个法子撤回去。再这样拖下去，咱们今晚上非得死在这里不可。”牛宝手下也不好过，虽然人多，可跟成群结队的地狱猎狗比，数量还是太少，最多也只能算是勉强在支撑，随时有折损的可能。紫金岩板着脸朝劈砍地狱黑虎与之缠斗在一起的农小道问道：“地狱猎狗群数量太多，怎么办？”基本上所有人心里都隐约有些后悔，觉得自己跟着农小道贸然出城有点草率了。现在可不是他们想撤回去就能撤回去的问题，周围数百上千只不畏死亡的地狱猎狗围困，能不能突围出去都是个问题。淡淡的死亡恐惧笼罩在众人头顶上，所有人都知道撤不回去就是个死。龙小道皱了下眉，看着眼前伤痕累累的地狱黑虎，他知道加把劲肯定能把这头畜生干掉，虽然铁甲之躯也破损严重，但不要紧，回头可以再修补。但是这头地狱黑虎必须要干掉，这才是今晚上的猎物。机械战队听令，无差别别攻击地狱猎狗群，杀，一个不留。伴随着农小道一声令下，原本停在身后的铁架战车自动开启，一枚速射重型机枪从车顶升了起来，车门打开，一队12名全副武装的机器人士兵从车内跳出来，3人一组站位，进入战斗模式。突突突，手里突击步枪开火，再加上铁甲战车车顶上的重型机关枪，一通扫射下来，四周的地狱猎狗群成片成片的倒下去。我去，有这家伙怎么不早拿出来，还他娘藏着掖着，害得老子差点被猎狗掏肛。赵猛瞪着眼睛咽了咽唾沫，忍不住嘟囔着说道。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紫金眼、王如霜、无敌、牛宝、光头等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公隐元与小慧慧都没想到自己坐的车竟然还装有机枪。老子既然能叫你们出来，就能把你们活着带回去，上车撤回市区。龙小道说完，一跃而起，再次劈砍到地狱黑虎的后背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这畜生也不是傻子，一看地狱猎狗群要扛不住，被屠杀殆尽，竟然转头就往身后丛林里面跑。畜生哪里跑？龙小道岂能让他这么简单就跑了？到手的鸭子毛都扒干净，还能叫你飞走吗？跟在地狱黑虎身后就冲进了丛林中。别追！身后传来王如霜的阻止声，龙小道却不充耳闻。娘的，你不是牛逼吗？你再牛逼一个给我看看。老虎不发威，你还真当我是病猫啊？忘了，你才是真虎。小的们给我乱刀砍死他！龙小道在避开众人视线后，当即使用召唤骷髅，16具颇有战力的大刀骷髅战士从泥土里钻出来，把地狱黑虎围困到了中间。砍死他！既然是猎物，那就不能放跑。地狱黑虎不同于地狱猎狗，这家伙看着模样不错，虎皮黑亮黑亮的，血也是鲜红的。龙小道估计这10有8九能吃。看他后腿下2弹，应该还是只公的。都说虎鞭这东西大补，也不知道真假。第82章战利品。地狱黑虎现实中的等级或许并不高，但是很难缠。16具骷髅战士围着砍，再加上龙小道在旁边使用亡灵之火不断输出，10几分钟才弄死。这不是一次完美的狩猎。龙小道望着地狱黑虎的尸体，自言自语嘟囔着。在地狱阵营里，地狱黑虎算得上是高级兵种，并且独来独往。虎这种东西很毒，没听过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吗？所以并不会成群结队，这点跟地狱猎狗不一样。依然没有经验，没有爆出物品。既然是打猎，那要的就是猎物本身。可惜了这张黑虎皮，被砍出这么多窟窿眼，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卖得出去。龙小道操控着铁甲之躯，把重达1000公斤的地狱黑虎扛起来，朝着车队方向走去。回来了！望着扛着黑虎尸体回来的铁甲之躯，众人都松了口气。地狱猎狗群已经被杀得七零八落，剩下的也都跑进了丛林里面。大家都没事吧？龙小道把地狱黑虎尸体放在铁甲战车顶上，解除身上的铁甲之躯，笑着问道。紫金眼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人员伤亡。这多亏了公隐元，不然这队人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活蹦乱跳的。你想死吗？大晚上的跟着黑虎往丛林里钻，万一被地狱阵营的生物围堵上，怎么回来？王如霜冷着脸对龙小道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好像在他眼里两人的关系还是蛮近的，也是真为龙小道担心。嘿嘿，下次注意。
龙小道干笑两声，并没有辩解什么。赵猛朝着龙小道竖了竖大拇指，牛逼！他现在对龙小道这一家子是真心服，别说2个大人，就是那个小奶娃，说不定都能横扫他们几个，绝非普通角色能对付的。龙小道嘿嘿一笑，你小子不行，太虚，回头给你打块虎鞭，好好补补吧。说完，转头对紫金眼、牛宝等人道：这头黑虎应该能吃，今天大家伙跟着我担惊受怕了，一会回到市区，把黑虎肉分一下，有一个算一个，人均1份。牛宝眨了眨眼睛，诧异道：这玩意能吃呀？龙小道笑着摇头，兴许不能，要不你那份就给我吧。你少来，小气鬼，你肯定是不想给我。牛宝嘟囔了嘟囔小嘴。紫金眼看着四周地狱猎狗的尸体，问道：这些猎狗怎么处理？龙小道摇头，扔掉吧，咱们先撤回市里去。地狱猎狗的尸体就算有价值也会不太高，今天这具黑虎尸体已经值回本了，没必要留下再承担风险，夜越深，市区外面越不安全。赵猛和无敌乘坐的车辆已经损坏，两人坐到了紫金眼、王如霜的车里，原路返回，没有再碰到什么异常生物。城区外面怎么会有枪声？李永琪皱眉，他正好来巡视城区边防守卫工作，慰问战士。城防军少校孙成虎知道晚上自己的人肯定不会出城，所以枪声来源肯定不会是城防军的人，吩咐副官去查看一下晚上谁出城去了。是。不多时，孙成虎的副官回来汇报道，大概2个小时以前，总计有3拨人出城去了迪卡城方向，其中2拨人属于一人所，1拨人属于牛街牛家人手。一人所，张天笑恰好也在视察成员里，异样道：一人所的人出城去干什么？市委秘书长李永琪气笑说道：你的人你问谁？张天笑面色平静说：我的人我就能知道，说的像你们市局2处在干什么你都知道一样。李永琪眯着眼睛笑道：说的也是，大晚上的出城去干什么？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迪卡城那边虽然还在咱们掌控中，不过外围防守已经撤回来了，晚上那边几乎算得上是城市与郊区的分界线地带，有可能出现怪物，要不咱们还是派队人过去，先打听打听情况再说。孙成虎急忙阻止说道：迪卡城那边不能说算是沦陷，但是夜晚防线会收缩到市区，那边已经算是无人地带。李永琪眯着眼睛笑道：咱们这么多人，又有老张这个登天市定海神针在，怕什么？张天笑哼了声：你老李可别给我戴高帽，什么狗屁定海神针不定海神针的，我可担当不起。但是并没有反对前往迪卡城附近看看。车队开回到迪卡城前面广场上，龙小道刚下车，把地狱黑虎尸体放下来，还没剁呢，就被一群装甲步兵车给围住，10几辆车都开的大灯，照得龙小道等人都有点睁不眼睛。大晚上，你们几个小家伙不在家里冒着睡觉，跑这里干嘛来了？孙成虎的声音从车顶上传过去来。龙小道翻了翻白眼，遮挡在眼前，没好气的说道：关你他娘的屁事啊，赶紧把车灯关了再照，给你们打碎了可别赖我。这是城防军孙成虎团长，别没大没小的。张天笑的声音传过来。龙小道稍微一愣，瞬间脸上就换上副笑脸：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嘴瓢了，那个孙团长小子可不是有意想骂你啊。张局、李局、孙团。紫金眼看清楚走过来的人，脸上多出丝笑容。牛宝更是看人下菜，见到来人跟个乖宝宝似的，小嘴摸蜜，甜甜叫道：孙叔叔好，李叔叔好，张叔叔好。不管是张天笑还是李永琪、孙成虎，那放在登天市都是 boss 级的大人物。这是……孙成虎挥了挥手，他本身就是军人，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低头看着地上的黑虎尸体，稍微愣了下，瞪大眼睛：你们是跑到市区外面狩猎来了？龙小道转了转眼珠子，抢先说道：对，不过几位大佬，咱先说好了呀，这黑虎尸体可是我们拼死拼活提着脑袋弄回来的，给你们一块尝尝先行，想整个都搬走门都没有。甭管人家是不是为了这头地狱黑虎尸体来的，丑话咱得先给你们说到前头，忙活一晚上，战利品可不能叫人给抢走了。第83章面子不好使。李永琪与张天笑互相看了眼，两人眼神里都流露出丝意外，他们也刚获得到机密消息，有研究组织称现实中的凶兽血肉骨髓极具价值，对人类来说是难得的补品，或许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今天来城防军，除了是为了代表登天市领导来视察防线和慰问战士以外，其次就是想把消息告诉给孙成虎，看看能不能商量出一条狩猎政策出来。你哪里得到的消息？这些凶兽可以食用的？李永琪沉声问道。龙小道抬头朝他看了眼，上次在一人所会议室见过，所以也不算陌生，眯着眼睛笑着说：消息？什么消息？李永琪打量着龙小道，凶兽血肉对人体有增补效果的消息。他不相信，如果没有获取消息，对方肯冒险出来狩猎，在他想来，指定是龙小道事先从什么地方得到了凶兽可以食用进补的消息，才召集人员出城的。
龙小道笑着摇头，没有消息。不可能。李永琪皱眉，他不信龙小道所说的话。龙小道耸了耸肩，笑着反问：不知道您老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了，没什么消息。今晚上纯属是心血来潮，难道您还非得让小子说点什么消息？李永琪皱眉，眼神越发凌厉，刚想再次开口，却被张天笑给打断。老李，消息他提前知道也好，提前不知道也罢，有什么关系吗？张天笑笑着反问。不难听出来，他还是站在龙小道这头的。龙小道皱下眉头，却没怎么领情的接声说道：什么消息不消息，跟我挨不着关系吧。晚上出来是我们的自愿行为，不受约束，对，没必要跟我们黑脸。他不是想落张天笑的面子，而是不想再谈论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那天在一人所的时候，一人所也好，市局二处也罢，都是站在蓝精灵那头，可没人替他说话。从那时候他就明白，没有什么所谓的靠山，靠山山会倒，只有自己强大才是真正的稳妥。张天笑脸色一板，沉声道：你小子怎么说话呢？嘿嘿。龙小道脸上立马又换上副嬉皮笑脸，耸了耸肩，这不是被人欺负怕了吗？没法子，咱小家小户的跟人家有权有势，游戏又玩得好的没法子比。那个啥，张局你们这也是要出城去狩猎吗？也不等张天笑说话，龙小道故意打了个哈欠，装模作样的抬头看了看天色，哎呦，时间也不早了，那个什么，你们有事情就忙你们的去吧，我们几个把这只黑虎分分，也就回家睡觉去了。说完转身就想朝黑虎尸体过去。这只黑虎市局二处征用了。李永琪面无表情的突然开口说道。瞬间龙小道脸上笑容消失不见，停下脚步，冷冷注视着对方，一字一顿的说道：你们市局二处多根鸡毛咋地？小子说话。李永琪身后秘书话还没说完，就被龙小道身后浮现出来的铁甲之躯虚影给打断了，目瞪口呆的望着进入铁甲之躯内部的龙小道。这一幕是他平生仅见。龙小道在铁甲之躯内控制着铁甲，抽出背后背着的宽背大剑，转身走到地狱黑虎尸体面前，一剑劈砍下去。咔吧，地狱黑虎尸体分割成两半，反正黑虎皮已经被大刀骷髅战士们劈砍的窟窿洞洞，千疮百孔的，价值已经不是很大，也没必要再剥皮。这具黑虎尸体至少有上千公斤，上半身龙小道顺手就放到了铁甲战车顶上，至于下半身还是有点大，至少还有300公斤的样子。犹豫了下，把那对蛋和虎鞭嘎下来，虎鞭切下一小段放到一旁，这是答应给赵蒙补身子的。剩下的2条腿一分为2，牛宝带了9个人，紫金眼王如霜赵猛无敌4个人，总计14个人。一条黑虎后腿用宽背大剑剁吧剁吧，分割成了16份，每一份大概10来公斤的样子。来来来，拿上自己的虎肉，各回个家，各找个妈。龙小道把剩下的半只黑虎后腿也放回到铁甲战车顶上，整条地狱黑虎都是他狩猎到的，分出半条后腿已经够意思了。众人面面相觑，站在原地没人肯动地方。对此龙小道也不管，反正肉给他们分了，说了人手一份就是人手一份，一口唾沫一根钉，说过的话咱做到了。张局、孙团长，您2位这份小子也给你们准备了，待会自己拿，别说小子没提醒你们，这可是好东西，延年益寿，滋阴壮阳，大补。龙小道收回铁甲之躯，朝着孙成虎、张天笑嘿嘿笑道，最后才把目光看向李永琪，面色淡然道：少他妈拿市局二处压我，老子又不是你们市局二处的人，凭什么我累死累活捕猎回来的黑虎要给你们征用？我还就明告诉你们，不行，征用不了，要征用把文件拿下来，别张嘴闭嘴就跟我这冲大象，不好使。龙小道说完伸了伸懒腰，朝公应员使了个眼色，都快后半夜了呀，困死了，扛不住了，赶紧回家睡觉，各位明天见吧。说完朝着铁甲战车走过去，启动车子朝市区开过去。龙小道丝毫没把李永琪放在眼里，可以想象到这位李秘书长脸色能好看到哪里去，铁青着脸注视着龙小道离去，但是却没再多说一句。他知道想要征收龙小道捕猎回来的黑虎确实不合规，如果龙小道给市局二处这个面子，那黑虎尸体就能留下，不给他也没办法命令人硬抢，毕竟孙成虎、张天笑都在这里站着呢。好好的一条黑虎尸体就这么糟蹋了。李永琪沉声道，一地黑血都是刚从黑虎尸体里流出来的，对科研人员而言这都是极具价值的。孙成虎脸上笑容一闪而过，假装没听见，目光却朝着地上那些黑虎肉看了过去。龙小道那小子临走之前可是说得很明白，有他一份。第84章，价值有多大？黑虎血也是大补的东西，确实有点浪费，可这不是条件不允许吗？张天笑人老成精，哪会在这种小事上跟李永琪掰扯？何况这老小子掉了面子，总不能在人家伤口上撒盐不是？紫金眼犹豫了下，恭敬说道：张老，地狱猎狗的血肉有价值没有？
地狱猎狗。张天笑一愣，想了想，点头说：“只要是凶兽的血肉尸体，都有一定价值。”紫金眼朝刚才回来的方向指了指，从这里出去，车子一直开到头，大概有2-3公里远，那里有上千头地狱猎狗的尸体，都是我们刚才合力杀死的。这时候应该还没被其他掠食者吃掉。牛宝暗地里翻了翻白眼，小嘴直撇，看着子佳这丫头冷冰冰的不近人情，没想到这么会邀功。像这种顺手人情，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谁想起来说的早就是谁的。反正那些地狱猎狗的尸体，他们又没人会要。张天笑转头朝城防军团长孙成虎看过去，后者着也没犹豫，直接吩咐道：“小陈，你带着人过去看看。”是。副官带人上车，朝城外开去。牛宝打了个哈欠，也有些困，眨了眨眼睛，嬉笑着说：“张叔叔、李叔叔、孙叔叔，那个宝儿也困喽。你们要没什么事情，我们就先回家去了呀。”张天笑笑了笑，抬手挥了下。牛宝吐了吐舌头，给光头春香等人使了个眼色，让他们把自己那份黑虎肉带上，赶紧撤。张军，如果没什么事情，我们也先回去了。紫金眼朝着张天笑请示说。张天笑点了点头，至于李永琪的脸色，那肯定是不能看的。黑虎尸体没捞到，最后分的肉谁也没给他剩下一块。牛宝把肉拿走了，他们这次出来了10个人，所以分到了10份。回去路上，牛宝目光闪烁着称赞道：“这个农小道还是不赖，蛮够意思的。因为并不是按势力划分的战利品，而是按人头，所有的人不管战斗力如何，只要出去的人都有一份，这对牛宝的手下来说，绝对是很值得感激的。”小姐，那些黑虎肉？光头试探着问道。牛宝目光闪烁着，嬉笑着说：“当然是分给兄弟们喽，是谁的给谁，难不成你还想贪污掉呀？”光头抓了抓自己的大光头，干笑着摇头：“俺可没这意思。他们出来混的，讲究的就是个义字。”紫金眼、王如霜、赵猛、吴迪坐在一辆车里，进到市区以后，紧绷的神情也都放松下来。吴迪坐在后面，若有所思地说道：“农小道应该也已经转职了，并且是转职成了机械系，甚至有80%可能是转职成了隐藏职业。”话瞬间打破了车内的沉默。赵猛道：“隐藏职业？我说他小子怎么这么猛呢？不仅仅是他，就是他身边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小奶娃，都不是普通人能比的。”王如霜板着脸说：“公应员应该也是转职的玩家，并且是极为少见的光明系战斗职业。普通的风系技能可没有那么大威力。那个小奶娃的旋转锋刃术是怎么回事？”赵猛忍不住问道。王如霜摇头，对于小奶娃的锋刃术，他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紫金眼边开车边说道：“登天市果然是藏龙卧虎，全球截止今天可以转职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1000万，你们2个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跟农小道这一家人比，后面的话没讲下去。”“比？怎么比？人家一个小奶娃，随手甩个旋转锋刃术就能把他们解决掉。公应员就不说了，就算是辅助职业，那一手大光明术既可治愈，又可清除负面情绪毒素，还可以攻击，简直就是移动书写战，往后面一站，整个队伍心底都是稳的。今天要不是有他在，他们能不能活着回来都还是两说，就算能回来，不死也得脱层皮。那个农小道更是深不可测，在全民领主内的兵种没人可以具现到现实中来的前提下，他竟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机器人战士，外加一座移动武装车，这往哪里说理了去？机械系在之前很多人都分析会不如战士系或者魔法系、术士系厉害，现在一看完全都是在扯犊子，机械系绝对是个很 BT 很牛逼的存在。农小道这家人惹不得。吴迪低沉说道。他们今天才算认识到什么叫高手，可问题是没人能保证农小道这家人拿出了全部实力啊。王如霜迟疑了下，说道：“不过农小道还是蛮讲究的，有诚信。”对此，赵猛、吴迪还有核心紫金眼都没有反对。紫金眼脑海里在想着，有什么法子可以把农小道拉到公司里来，放着这么个牛逼员工在外面，绝对是他这位公司老板的失职。老张，这个农小道你就不管吗？等人都走以后，李永琪才板着脸冷哼着说道。张天笑摊手，满脸无奈的反问：“管？怎么管？你觉得市局2处捡了个宝贝，往死里打压他，人家现在支棱起来了，没直接一口唾沫吐你脸上，你就知足吧。”对于市局2处的决定，从一开始张天笑就不是很赞成，可没法子啊，市局2处不归他管。当初就是因为一人所无法调动，市长王定川才责令市委秘书长李永琪成立的市局2处，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张天笑不是不清楚。李永琪看着张天笑，皱眉说道：“你觉得艺人领主榜全球排名1000名之内的蓝精灵价值不如农小道？”张天笑笑着道：“蓝精灵的价值有多大？这个不说，你觉得农小道眼下表现出来的价值有多大？他在全民领主内的排名，你清楚吗？一个开局就能获得3本技能书的人，在游戏里又会发展的有多差？要知道，
技能书前2天只能是攻打领主地和宝箱里能开出来。那时候不管是能打赢领主级战争，还是手里有宝箱的人，怕都不简单吧。说完，张天笑朝身后的人努了努嘴，眯着眼睛笑呵呵地说：“把咱们那份黑虎肉装车带走，臭小子孝敬老头子的，可不能便宜给了别人。”李永琪黑着脸哼了声，转身朝车子走去。不就是几斤黑虎肉吗？就跟他稀罕似的。第85章，老张的委托。小丫头依靠躺在公应员怀里，已经睡着。外面街道上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个姓李的人惹过你吗？公应员轻声问。龙小刀眯着眼睛，含笑道：“没有所谓的惹不惹，大概是所站的立场不同吧。”公应员点了点头，没再问什么。龙小刀说道：“你不觉得我今晚上做的有点冲动吗？”公应员含笑着摇头，轻声说道：“不觉得，在咱家，只要你决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那个姓李的是市局2处的总负责人，也是市里的大官，我不给他面子，你就不怕他回头给我穿小鞋？”龙小道笑着问。公应员摇头，淡然说道：“要是登天市不能待，咱们就回青龙镇去。刚才我观察了下，野外虽然变化很大，但是以咱们家的能力，想要冲出去离开登天市，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事。”龙小道收起脸上的笑容，眼神里露出思索之色。登天市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多物资充沛，并且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第一手信息资料。相对而言，在登天市安全方面或许不见得有回青龙镇高。青龙镇是农小道的老家，整个镇子上2/3的人都姓农，再加上老爹农康虎混的硬气，回去肯定是没人敢给农小道穿小鞋。不过危险系数还是有的，毕竟外面的情况具体变成了什么样子还没摸索明白。但是不管到什么时候，青龙镇都是农小道他们的退路。不着急，咱们先等等看。农小道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立马就离开登天市，心里琢磨着，就算要走也不能只有他们一家3口回去，人太少，怎么着也得拉个队伍出来。听你的。公应员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回到小区，农小道先把公应员小慧慧母女送上楼，然后自己把黑虎尸体搬到了天台上肢解处理。肉大概还有700多公斤，其中一条后腿就有200多公斤。黑虎血接了整整2大桶，最少有30-40公斤重。这玩意好不好吃不知道，但是腥味很重。剥皮取肉，大块的骨头直接剔下来，回头去小区门口卖牛羊肉的那家农贸生鲜超市切成块，他家有切割机。一直忙碌到天亮，才把这具黑虎尸体勉强分割完成。没有酒，也忘了从迪卡城拿点生活物资回来，看样子待会说不得还得再出去趟才行。龙小道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嘟囔道，拿出手机打开聊天群，在农贸生鲜超市小区会员群里艾特了下子老板，就是前2天封禁以后还卖给农小道2大袋子牛羊肉皮的中年人。那家农贸生鲜超市是2口子和他们儿媳妇在经营，儿子上班，还有个闺女，放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在店里帮忙。老板起来了没？农贸生鲜超市的老板姓张，叫张涛，40岁出头，络腮胡，膀大腰圆，一双大眼睛瞪起来蛮唬人的，以前是干屠夫的，但是人很好，2口子都挺有人情味的。起来了，兄弟需要啥？龙小道发了个笑脸，然后私聊他说自己一会去他店里处理点东西。黑虎血需要处理，虎骨也需要断成小块，这些他们都比龙小道更有经验。现在小区里已经有人能出去了，封禁管理并没有多严格，可外面的世道并不安稳，再加上电视广播里都在提倡尽早转职，所以哪怕是白天愿意主动出去的人也不是很多。老张，龙小道提溜着几百斤虎骨，30-40公斤虎血，趁着清晨天刚擦亮，敲开了小区门口农贸生鲜超市的门。大兄弟，这是啥？张涛把防盗门拉上去1米来高，看着农小道拎着东西走进来，疑惑不解地问。店里并不是只有他自己，他媳妇李翠梅、儿子张光亮、儿媳肖翠翠都在里面呢。龙小道笑着说，真不好意思把你们这么早就给吵醒过来。指着地板上袋子里的东西，昨晚上出去打了点东西回来，这些骨头还有兽血，能不能帮着我处理处理？骨头切割成小块，兽血加盐处理一下，然后冻起来，吃的时候再解冻。张涛，行。说完朝自己媳妇和儿子儿媳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赶紧干活，自己则拉着农小道走到一旁，搓了搓手，干笑着说，大兄弟，老哥知道你本事大，有件事想托你帮忙。农小道眯着眼睛笑问道，老哥你说啥事？能帮上忙的我指定帮。张涛递了支烟过来，农小道接了下来，对方想给他点火，却挥了挥手拒绝，把香烟别到了耳朵上。是这样，老哥闺女在市里第9中学读书，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出不去，你看看能不能帮忙，或者帮着找找关系，把她给我们接回来。现在外面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老嫂子担心的整晚睡不着觉。张涛叹了口气，无奈说道。龙小道目光闪烁着，笑道，应该没问题。抬头看了看店里
墙壁上挂着的石英钟，想了想说：“正好趁着早上人少，我过去瞅一眼，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接回来。”他有手机吧？有。张涛急忙把女儿张笑楠的手机号码以及在市九中所在的班级、宿舍信息等都告诉给农小道。农小道打了个招呼，转头朝外面走去。登天市第9高级中学是登天市的重点，在西城那边，距离他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有5、6公里远。之所以答应帮忙，因为这事情对农小道来说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举手之劳，并且人情世故，能帮上忙农小道也愿意帮。他先回了趟家，小慧慧这会还没起来呢。公引员听到动静倒是醒了，农小道把事情经过简单讲述了一遍，公引员也没有阻拦，只是让他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农小道没有启动铁甲战车，铁甲战车以及那对全副武装的机器人战士留在居民楼里，防备出现意外。他自己则从小区里借了辆小电动车，朝着西城区第9中学那边骑过去。第86章深渊恶魔族与兽人族。农小道真没把去市第9中学接孩子当成什么大事，在他看来，来回也就半个小时的事情，现在路上车辆也少，根本就不存在堵车的问题，10来分钟骑过去，10来分钟骑回来，连吃早饭都不会耽误。可变故永远都超乎人们的预料之外。那话怎么说来着？明天和意外谁先来，没人能预料到，无常相伴，往往就是那么多意想不到。骑着小电动车抵达西城区，没出现什么变故，没被阻拦，就算碰见巡逻的人，2团火焰也就放过去了。市第9中学门口，农小道跟保安人员说接孩子回家。校保安挺热情的说帮忙去喊人过来，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我去，你们看学校操场那边怎么裂开了个口子啊？突然有保安指着学校西面大广场方向，诧异的说道。一道10来米高、黑紫色的东西竖立出现在学校操场上，乍一看还真以为是天地之间出现了个大口子。农小道脸上一变，忍不住低声窝草了一声，这哪是什么口子啊，这是时空裂缝。市区这几天还算平稳，并没有时空裂缝出现，也没有领主世界与现实互相覆盖吞噬重合的痕迹，可没有发现并不代表着没有进行。虚拟覆盖现实是不可逆并且在持续不断发生的事情。那里面有东西跑出来了，一对骑着独眼巨兽带着渗人獠牙的高大怪物从裂缝里冲出来。咋呀？好。农小道咽了咽唾沫，这特么的不是兽人族骑兵吗？还是青皮獠牙兽人中的独眼兽重骑兵？在全民领主中，独眼兽就是3级兵种，青皮獠牙兽人也是3级兵种。青皮獠牙兽人再加上独眼兽组成的重骑兵，可就不是3级兵种，而是4级兵种，并且是4级兵种的重骑兵中的一种，战斗力可想而知。尼玛，这不是瞎搞吗？龙小道缩了缩脖子，犹豫了下，咬牙把小电动车朝着校园内骑去。他是想跑，可在跑之前得把张笑楠带上，自己干什么来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答应了人家，掉头就跑，总归是有点说不过去。哎，我这无处安放且作祟的善良啊！轰隆！是第9中一座教学楼突然轰然倒塌，然后在废墟中突然多了一片茂盛丛林，并且丛林里面还有咿呀乌呀乱叫的小恶魔正在往外面跑。深渊恶魔种族也来了吗？龙小道深吸了口气，脸色难看的低声骂了句娘。还好大早起的教学楼那边应该没有什么人，不过宿舍楼那边估摸着也不会有多好。操场的时空裂缝应该是连接到了领主世界的兽人族部落，而教学楼这边则是领主世界某个区域和现实重叠覆盖的结果。刚才崩坏倒塌的教学楼废墟，现在里面说不定有几十上百公里大小。跑，往学校外面跑！龙小道来到宿舍楼下面，朝慌乱的学生朝大门口方向指了指，脸色难看冰冷，深吸了口气，转身义无反顾地朝着教学楼方向过来的深渊小恶魔杀了过去。不是他想充当什么英雄，而是不站出来阻挡一下，那背后宿舍楼里这群孩子老师们都得成为小恶魔嘴里的食物。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有所为有所不为。龙小道承认自己是个挺自私的人，可在这一刻，他骨子里的血性让他抗住了自私。挡一刻吧，就当做点善事，给自己积德行善了。希望市里的人反应速度能快点，老子最多就挡1刻钟，到时候谁死谁活都他妈不再关我的事。龙小道嘴里咬牙切齿地念叨着。巨火，去！神圣护甲！深渊小恶魔的个头只有1米多点，个头不高，可手里却拿着一根很粗很大的大棒子，成群结队的出没，并且不挑食，只要是被他们砸死的猎物都不会放过。砰！一团火焰吞没了那只奔跑最快的小恶魔。哇哇哇！火焰中，小恶魔上跳下窜，却难逃被烧成焦炭的命运。听到身后的动静，龙小道转头，脸色难看的吼道：“往学校门口跑！”呜！学校门口那边有一条大蛇正在吃人。大蛇！
龙小道心里咯噔一下子，西边操场出现了时空裂缝，教学楼坍塌又与领主世界重叠，多出大片空间面积。现在看来，学校门口那边也发生了变故。马德！龙小道低声骂了句，咬牙，下一秒铁甲之躯穿在身上，怒吼道：“跟着我，朝学校门口方向跑！教学楼那边是死路，就算没深渊小恶魔，跑进虚拟覆盖现实的地狱里，大概率也是死。”龙小道抽出铁甲之躯背后背着的宽背巨剑，领着一群学生朝着学校门口杀去。他也看到了那条所谓的大蛇，确实很大，至少20-30米长，水缸粗细，哪怕是高达4米的铁甲之躯，在这条大蛇面前都跟个小趴赛似的。我拖住大蛇，你们往学校门口跑！龙小道咬牙，一跃而起，手中巨剑朝着大蛇后背劈砍过去。死！大蛇吃痛，转身尾巴朝着龙小道横扫过来。砰！铁甲之躯被扫飞出去10几米远，重重摔落在地上，激起了一片灰尘。老子草你大爷！龙小道咬牙起来，再次与大蛇激战在一起，给9中的学生拖延时间。一人锁！莫秋霜推开张天笑办公室门跑进来，脸色难看，焦急地说道：“张老，是第9中学内发生变故，疑似有空间裂缝、虚拟覆盖地狱出现，并且有大量异常生物入侵，需要紧急支援。”张天笑瞬间从办公室椅子上站了起来，严肃道：“集合所有可用人员前往是第9中学支援，需要调动城防军，咱们的人很难有效阻挡异常生物入侵。”莫秋霜脸色难看地说道。张天笑沉声道：“这么严重吗？”莫秋霜用力点头：“非常严重，已知入侵的种族至少有2个，深渊恶魔族以及兽人族，还有巨型异常生物过来了，规模不一定比城外郊区围困着的地狱阵营威胁低到哪里去。”张天笑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第87章，一人扛下3大阵营。第9中学突如其来的变故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很快有关部门的科研人员就得出结论：为什么时空裂缝与虚拟覆盖地狱会出现在校园里？因为市区第9中学的操场是西城这边面积最大的，除了操场以外，旁边还有一个国际足球学校俱乐部，也就是说，操场旁边就是球场。而以目前人类掌控的情报与线索而言，荒原、山地、江河湖泊、沙漠无人区等地，地形地貌改变比较大，因为这些地域都属于人烟罕迹的地带。全民领主内的游戏系统虽然说让虚拟与现实完全重叠，足足需要120年的时间，可没人知道现实中的面积到底要被扩张到多少倍。是第9中学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变故，极大可能是因为这地方比较空旷，近期人流量较少，从而被认定为人烟稀少地域，所以才会有时空裂缝与虚拟覆盖的面积出现。孙成虎低头看着登天市地图，从地图上不难看出来是第9中学所在的位置，差不多是在城市中央地带，从那里正好能把东城区域与西城切割开，再加上城区边界需要防守的地域，等于是用个勺子给登天市中间挖了窟窿，内忧外患，这下不好办了。孙成虎脸色阴沉，本身城际边缘面积就很大，完全防守起来，他手里兵力都有些吃力，现在又加上市区中心这勺子，那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什么时候玩家转职的人数能达到10%？孙成虎沉着脸询问道。团长，最少还需要1到2天时间。副官急忙说道。1到2天？孙成虎嘴里念叨，目光闪烁着，在地图上敲打了2下。最多2天之后，登天市就会有200万人转职，到时候哪怕有半数人转职成战斗职业，那也是100万人。有100万加入城市防守，城防军的压力将会极大减轻。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撑住2天，能不能护卫登天市人民2天安全，让大家有时间去升级转职。孙成虎深吸了口气，沉声道，以城防军的名义给全市所有人发则消息，呼吁所有已经转职或是拥有技能的玩家站出来，投入到与第9中学、深渊恶魔族、兽人族以及异常生物的战斗去，给普通市民争取点时间。副官小陈稍微愣了下，轻声问道，团长，咱们这么做合适吗？城防军属于城市武装体系，并不属于市政，等于是插手市政的内容。孙成虎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沉声说道，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有闲心争夺权力？如果登天市失守，那登天市内所有的人都将要流离失所。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城防军不可能把城际边缘地带放开，所以能调遣的兵力极其有限。孙成虎的担忧没有错，是第9中学内的深渊恶魔阵营与兽人阵营，虽然要防御抵抗，可城际边缘的地狱阵营更是不能放松警惕。都到这个时候，能让登天市撑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小陈敬了个军礼，转身快步朝外面走去。命令3排4排7排驰援西城第9中学。是。龙小道望着
即将被小恶魔屠戮的9中学生，红着眼睛咬牙召唤骷髅。16具大刀骷髅战士从泥土里钻出来，排成一排，挡在了教学楼方向深渊小恶魔的前面，形成了一道简易防线。看个屁啊！快跑，朝着校门口外面跑！龙小道怒吼一声，他面前的大蛇极为难缠。学校操场方向，那对青皮獠牙兽人独眼兽众骑兵又近在咫尺。他现在可以说是自己一个人硬生生拖住了三方阵营。跑！不想死的就他娘给我撒丫子跑！龙小道知道自己撑不了太久。亡灵之火结阵，一团直径3米的幽蓝色火焰漂浮在龙小道铁甲之躯的头顶上，开始对方圆300米之内除人类以外的异常生物无差别攻击。因为有龙小道阻挡，深渊小恶魔、青皮獠牙兽人、独眼兽众骑兵冲击速度都一缓，给周围9中学生提供了逃跑的时间。我去，这个人是谁？好厉害啊！他竟然一个人阻挡住了3大阵营！快录下来！龙小道看着身后不远处拿着手机录像拍摄的学生，气得差点没吐血。拍个球，都活腻味了吗？赶紧他妈得给我跑啊！9中的学生大半数都跑了出去，可龙小道就惨了，深渊恶魔阵营与兽人阵营都盯上了他，面前这条大蛇更是没有善罢甘休，要放他离开的意思。草泥娘的，来，过来啊！龙小道操控着铁甲之躯，一剑劈开大蛇的防御，给他带来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可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大蛇借机把他缠绕在了里面。不远处的青皮獠牙兽人、独眼兽众骑兵也朝着龙小道冲杀过来。里面跟三方阵营战斗的人是谁？市长王定川亲自赶了过来，听说9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跑了出来，心里松了口气的同时，又听说是因为有玩家抵挡住了深渊恶魔阵、兽人阵营和异常生物3方面的进攻，这些孩子才得以跑出来，忍不住惊讶问道：暂时还不清楚。身后秘书摇头。不多时，李永琪、张天笑等人也都赶了过来，再加上城防军派遣过来支援的人，勉强形成一道防锁阵线，把市9中从外面围困住，把想要出来的恶魔阵营、兽人阵营以及异常生物都打退回去。龙小道现在是有苦说不出，学校外面的人，你他娘低道士进来，搭把手啊，在外面瞪着眼睛看戏吗？都说蛇胆大补，也不知道真假。急速闪电，在铁甲之躯即将被大蛇缠绕崩溃的空档，龙小道一个闪电移位，直接脱离大蛇控制范围，然后认准一个方向，朝着9中东面食堂方向急速奔跑过去。还好急速闪电身法技能也用经验点到了3级，要不跑都跑不了。第88章类人族。龙小道不可能留在9中跟深渊恶魔阵营、兽人阵营还有那条大蛇拼命，既然市里的人赶到，大部分学生都已经跑出去，那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进到食堂，再次召唤出16具大刀骷髅战士堵在门口，他则朝食堂后门跑去。这条大蛇真要急头白脸的，也不见得是杀不死，可问题是龙小道不想为了大蛇被深渊恶魔阵营与兽人阵营堵在9中跑不出去。蛇胆虽好，小命更重要。龙小道从食堂后门跑出去，然后翻墙离开9中校园。周边小区里的居民正在被疏散，市局2处、一人所、城防军的人都在。紫金眼望着从9中翻墙出来的龙小道，眼睛迸发出璀璨一色，内心里惊呼：这小子是真成个角色了呀！他刚才就已经听人说了，9中里有大佬凭一己之力硬是抗住了深渊小恶魔、兽人众骑兵以及一条足有20-30米长、水桶粗细的巨蟒，牛逼加克拉斯，战斗力绝对小牛拿大顶，牛逼到天上去了。不出意外，就是龙小道这小子。快走！紫金眼挥手，面无表情的示意道。他看到龙小道，龙小道自然也看不到他。放龙小道离开也是出于私心，如果被市里面大佬注意到，横生枝节不说，也不利于公司发展。这小子可是金眼虚拟公司里的员工，换句话说，龙小道可是他的人。登天市大佬太多，紫金眼最多只能算是小辈里稍微有点资格的。龙小道真暴露出去，他可没把握就能把人留下抢过来。龙小道咧嘴朝他笑了笑，一个急速闪电跃入周围小区里面，遁入人群，悄然离开。很快9中周围所有区域都被围住，深渊恶魔兽人阵营以及异常生物勉强被封锁堵截在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也明白眼前的情况，深渊恶魔退守回教学楼废墟内的黑暗丛林里，兽人阵营开始占据操场，并且9中操场也发生虚拟覆盖现象，多出大量丘陵草原出来。除了兽人众骑兵、兽人族战士、老人、孩子、女人纷纷从空间裂缝里拖家带口的走出来，安营扎寨，那样子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既然人家来了，就没想着要离开。我们可以和兽人族进行交流吗？王定川看到兽人族的老人孩子，稍微愣了下，转头朝着李永琪问道。李永琪想了想说，理论上是可以，但前提条件是
必须要有人懂得使用兽族语言。张天笑说道：“一人所好像有个小姑娘懂得兽语。”王定川大喜，高兴道：“赶紧叫过来，看看能不能跟九中操场上这支兽人部落交流一下。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以及安全保证，前提是他们必须要保证不攻击人类，并且协同登天市防守深渊恶魔以及异常生物。”张天笑点头。王定川的想法并不是痴人说梦，理论上兽人族是类人族，拥有智慧，可以和人类和平相处。当然，现实中能不能做到，或者说达成暂时的合作，只能看沟通效果。至于深渊恶魔以及城际边缘的地狱阵营，他们的高等级物种虽然也具有智慧，可是低端物种都是以本性本能行动的，想要让他们完全遵守人类秩序，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龙小道不知道登天市上层对九中制定了什么样的防守策略，但是有一点十分清楚，登天市如果不清除九中这一大安全隐患，很可能后果就是城破人亡，市民流离失所。可要说完全清除九中内的隐患，又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九中内的虚拟面积持续扩大，势必会把整个登天市以九中为临界点给从中间分开。最终为了市民安全，或许登天市领导会放弃半边城市，把另外一半城市里的人口迁移到另外保留的一半城市中来。当然也有可能会把两边都保留，但是整个登天市将会分裂为东市与西市。不管是哪种选择，对普通人而言都不是最好的决策。可没有法子，登天市外面情况比较复杂，普通人短时间内很难走出去，而且市内情况现在也已经变得极为特殊。不管大家愿不愿意承认，全民领主这款虚拟网络游戏已经给现实世界带来了末日景象。登天市的发展走向还用不着农小道操心浪费脑细胞，他只是有点懊恼。要知道他大早上跑到九中来是为了给张涛接闺女张孝南的，可现在倒好，人没接到，他跟人借的小电动车还丢了。希望老张闺女运气好，能活着跑出来吧。龙小道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嘟囔了声。天灾人祸谁都没办法避免的事情，龙小道已经尽力了，只能说是变数来得太快。几公里远，走路回去虽然不远，可龙小道不想走。正好看到路边有停放着的共享单车，扫码骑了一辆。半路上突然看见路边人行道上有个背着双肩包的姑娘，正急匆匆往前小跑着。张孝南。龙小道骑着共享单车在后面试探着叫了声。姑娘停下脚步，转头瞪着大眼睛望向身后。龙小道忍不住笑了，可不就是老张的闺女张孝南吗？真就巧了。别看着了，上来，是你爹让我接你来的。龙小道笑着说。张孝南眼巴巴望着龙小道，试探着问：“你让我坐哪里啊？”共享单车根本就没后座。龙小道反应过来，干笑两声，拿下巴指了指车筐，试探着问：“要不你坐车筐里？”张孝南脸色通红，要不是他在自己农贸生鲜超市里见过龙小道，都觉得他是个忽悠人的骗子。你可别把我摔了呀！龙小道笑道：“放心吧，叔叔的技术可好着呢，赶紧的，反正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也不怕出什么交通事故。”张孝南坐在共享单车车筐里，试探着问：“你是从九中过来的吗？”第89章解除封禁。是。龙小道骑着共享单车把张孝南放小车筐里，骑着往前走。要不是特殊情况，绝对不赞成这般。张孝南目光闪烁着，问道：“现在城市不是在封禁状态吗？你还能出来，说明在全民领主里提前打到了技能书，或者是已经转职了，对吧？”从对方的话音里不难听出，他对于全民领主以及现在登天市的政策并不陌生。龙小道笑着点头：“对，感觉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张孝南坐在车筐里，虽然不怎么舒服，但为了早点到家，他还是忍了下来。那你知不知道今天在九中发生了多大的变故？张孝南目光异样问道。龙小道笑着随口说道：“听说了，不是出现了什么异常生物啥的吗？要不是在半路上遇见你，我都不知道回去该怎么跟你爸妈他们解释。”后半句是实话，回去就算人家不说什么，龙小道都会觉得很尴尬。虽然问题不是出在他身上，可谁叫他来的时候跟人家拍了胸脯子呢？张孝南突然从车筐里转过头来，大眼睛盯着龙小道问：“在九中校园里，那个穿铁甲的人是不是你？”没等龙小道说话，板着小脸说：“要说实话，不能撒谎，不能骗人，要不然被我发现，诅咒你丁丁断两断。”龙小道哭笑不得嘟囔道：“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恶毒的吗？”张孝南深吸了口气，兴奋的差点没叫起来：“真的是你啊！我塞，你自己竟然能打那么多怪物，真厉害！”龙小道无奈道：“别吵吵，知道的人还不多，要懂得保密，枪打出头鸟，太装逼容易被人阴死，知不知道？”哦，张孝南兴奋地说道：“我知道，放心啦，不会乱说的。”龙小道笑起来，好奇问：“你在全民领主里面多少级？”11级喽，马上就要12级，
不出意外的话，再给我1天时间，我就能转职。张笑南声音里有那么点自信的回答说道。现在能到11级的玩家都能算是一座城市内的头部玩家，而所谓的精英、顶部玩家已经差不多都转职了，运气好可以转职成战斗职业，运气不好那就是非战斗类职业。但是在农小道看来，其实战斗类职业与非战斗类职业是各有利弊，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非战斗类职业虽然不能直接下场去战斗，可相对留在后方反而会更安全些，不是城市体系被攻破。未来非战斗职业应该是要受到战斗类职业玩家保护的。哥哥，你在游戏里多少级了？比你稍微要高一点。转职了？我就知道，像你这么厉害，怎么可能没有转职？叽叽喳喳的跟农小道说了一路，也从刚才紧张逃命的紧张情绪里缓和过来。共享单车停在农茂生鲜超市门口，张笑南从车筐里蹦下去，被地里揉了揉咯腾的屁股，跑去超市门口敲门。爸妈，我回来了。咯吱，农茂生鲜超市的铁皮防盗门从里面拉了上去。张涛、李翠梅夫妻俩脸上都露出喜悦，闺女安全回到家里，提着的心总算落了下去。兄弟，大恩不言谢，以后只要有用到我老张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张涛拍着胸脯，满脸诚意地说道。龙小道笑着点了点头，试探着问：东西都处理完了吗？张涛点头，已经处理好了。说着拿出2大蛇皮袋子，骨头都切成了那种小块，方便炖煮的块头。这个是骨髓，也帮你抽了出来，血也帮你腌了，但是还得煮一下才能放冰柜里冷冻。龙小道点头道谢，把2个袋子拎了下，眼睛眯起来，脸上也多了丝好感笑容。这家人真够实在的，基本上拿过来多少东西就是多少东西，重量一点不带差的。人家讲究，咱也不能小气不是，何况这么多骨肉，农小道与供应员小慧慧一时半会也吃不完。骨头给你们留20斤，血给你们留10斤，回头家里人炖炖解解馋。不过这是虎肉，别一次吃太多。龙小道笑着给老张他们这一家子留了一部分，虎骨上面肉本身就不少，至于虎骨炖汤泡酒都可以。张涛一个劲推脱不要，说那把闺女张笑南接回来就已经是感激不尽，怎么还能拿他的东西呢？龙小道笑着挥了挥手，拎着2蛇皮袋子以及1大桶糊血走了。上楼按响门铃，供应员开门看到龙小道，略微松了口气，没事吧？刚才新闻里说市九中那边出现了大量异常生物，还发短信呼吁有技能已经转职的市民前去帮忙。龙小道笑着摇头，我没事，不过九中那边的状况有点特殊，不容乐观。走进来，先把袋子里的黑虎骨、虎血想冻到冰箱里，不过放不下，就算对面农小道租的那套房子里还有1台双开门的冰箱也不够用。我得拿笔记上，咱们家里需要弄几个大冰柜回来储藏食物才行。农小道笑着说，肉可以搞个架子放到楼顶天台上风干做成腊肉，但是骨头这东西最好还是冻起来，省得变质坏掉。起锅烧油，把黑虎骨头用油煎了下，放好各种调料，然后倒进高压锅里，准备先压它3小时，估计中午的时候就能软烂入味。龙小道把酒中的情况跟供应员讲述完，供应员也吃惊不已。上午9点，小区内的广播站、手机短信、电视新闻同时公布了解禁消息，即刻起登天市解除封禁状态，但是提议大家不要随意外出，尽量留在家里，在全民领主游戏里提早升到12级进行转职。市区以外属于红色区域，不强制外出，但是离开登天市市区，在外遇到任何危险都不会有救援人员支援救援，生死自负。市区以内，九中周边为红色区域，尤其是九中校园内极度危险。其次是中心街口，属于红色区域，还有几个橙色区域都属于有危险的地带。没有技能、没有转职之前，不建议市民外出。另外，登天市内禁止任何违法乱纪行为，违令者重罚。非常时期用重点，希望市民给予支持以及配合。第90章提升等级。登天市解除封禁，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龙小道以为这种封禁状态会持续到头部玩家转职以后，由此可见，九中的事情给登天市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为什么要解封？龙小道不是专家，也不想去猜测。不过解封之后，小区里面就热闹了。不过小区外面的商铺店面基本上都处在关门的状态。物品的重要性远要高于纸币，钱这时候相对而言用处已经不是很大，在不能保证它的流通性前提下，就是一堆废纸，擦屁股都嫌弃它硬。但是一些金银首饰相对而言会更加有市场。食物方面，短时间不用担心，登天市政府保证每家每户每人正常供应补给，水电气尽可保证畅通，并且暂时实行全免政策。这方面市政府领导考虑的挺周全，算是深得人心。不到人就不会感觉慌，不慌就不会乱。至于以后事态会怎么发展，谁也不清楚，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龙小道没有下楼，但是供应员带着小慧慧下楼去转了圈。
进入到全民领主游戏。稻花香领地里，各种发展建设有条不紊，内政方面有查尔斯以及蒂安娜，反而不用农小道太过操心，只要按部就班发展下去，没有外来势力攻打，很快战斗力就能重回巅峰状态。领主大人，第一批黑水晶矿石已经开采回来，投入到了使用中。听着查尔斯的话，农小道眼神一亮，陆地战车可以使用了。是的，查尔斯点头。那辆陆地战车是缴获白地金矮人族先锋阵营的战利品，虽然只有一辆，却是完好无损的。短时间内，领主地里的战车工厂很难生产这个级别的陆地战车，就算可以，至少也要到黑铁级领地才行。农小道满意的点了点头，询问道：西面鱼人族部落没什么动静吧？领地把人家的先锋军团给吃了，那至于人族部落会来报复，是早晚的事情。不过现在他们好像也不太好过，正在跟周边领地起冲突开战，一时半会儿好像还顾不上他们这边。查尔斯摇头，鱼人族领地方面没有什么特殊动向，不过东边那支海盗军团已经关注到了咱们，并且派来了使者。派来了使者？农小道稍微愣了下，好奇地问：派来使者说什么了？查尔斯道：让咱们领地对外资源点开采的收入55%都要上供给海盗军团，否则就要过来灭掉咱们。呵呵，农小道也不恼火，眯着眼睛笑了2声，问：攻击咱们？怎么攻击？从东面直接派人打过来吗？这座岛屿长度大概有20公里，宽度8公里，呈半月形。稻花香领地与海盗军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东面。东面有这座岛屿最合适建造港口的地方，所以海岛军团才把领地选在那边。问题是，海岛军团想要从海面上攻打稻花香领地，就必须绕到岛屿西面来。但是在岛屿西面的海域是属于鱼人族部落的，跑到人家头顶上去，能不能打下稻花香领地先不说，鱼人族没准就先把海岛军团的船给砸沉了。以前的时候，鱼人族部落、白地金矮人族还有这支海盗军团表面上相安无事，怕是背地里都想再进一步把对方给吞噬掉吧。尤其是海盗军团与白地金矮人族，任何一方把对手吞并，都有可能进化为黑铁级领地。要不是鱼人族部落在西面海底下，对岛屿陆地并不是很感兴趣，说不定白地金矮人族与这支海盗军团早就被人家给掀翻了。查尔斯摇头，他认为海岛军团对于稻花香领地的威胁更像是一种警示，未必能敢真打过来。龙小道目光闪烁着，问道：翼龙巢穴还需要多久才能升级完成？查尔斯说道：如果把我们手头上的建筑加速卡都用上，还需要2天。翼龙巢穴升级后，稻花香领地不但可以征召2对白翼翼龙，还可以再招募1对绿翼翼龙，配上3级鸟冲兵，不但有空中战力，还有从空中打击地面的能力。如果一只翼龙上面放2名虎锋卫，完全可以趁着夜色把兵种空投到海岛军团的大本营里去。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道：海盗军团派过来的使者先不要动，尽量把海盗军团稳住，能稳多久算多久。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其次，尽可能的积攒兵员。查尔斯点头表示明白。等查尔斯走以后，蒂安娜才走过来，面色平淡问道：对海盗军团用兵，领主大人有把握吗？龙小道目光闪烁着笑道：白地金矮人族领地都拿下来了，还怕他这支狗屁海盗军团？蒂安娜淡然道：如果在我们对东面海盗军团动手的时候，西岸海底的鱼人族部落过来偷袭我们，怎么办？龙小道一愣，瞪眼看着他：你不说鱼人族正在水下和其他领地在开战吗？蒂安娜点头说：可对付咱们鱼人族部落，只要分出1队兵就过了。龙小道皱了下眉，不可否认，蒂安娜担忧的这点并没有错。他们可以派人去探查鱼人族部落的动向，反过来，或许到花香领地的一举一动也都在人家部落的监视之中。龙小道想了想说道：这不是还有2天时间吗？打不打等备完兵再说。蒂安娜点头，也没再多说什么。我不在的时候，让重铠武士典韦与暴熊王妞妞全力升级，还有你们，争取2天之后都给我升到20级。龙小道咬牙说道：2名传奇英雄，1名史诗神级英雄，1只史诗神级战宠，等级提升上来，那就等于是高级战力，用得好，足可以以1当100。等级越高，战力越强。查尔斯、蒂安娜、重铠武士典韦、暴熊王妞妞，他们能升到30级，那还用什么兵种？直接派4名英雄过去，都能把0级海盗军团给横扫掉。第91章，货币积分，升级。对于农小道来说，领主地里的兵种资源都极为重要。他在现实中没有可依靠的势力，至少眼下是没有，唯一能靠的就是全民领主里面的领地。暂时查尔斯、蒂安娜他们这些英雄是没办法具现到现实中去，可现在不能，不代表以后不能。何况现实中已经逐渐被游戏世界侵蚀覆盖，可以预料到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从游戏世界进入现实中，并且农小道还发现，其实游戏里与现实中技能的威力是不一样的。在现实中，
技能的威力更偏大一些。没错，就是偏大，要强过游戏里，虽然强的并不是很明显。就以召唤骷髅为例，龙小道等级现在16级，可以召唤16具大刀骷髅战士，在游戏里召唤出来的大刀骷髅战士最多只能算是1级兵种，可在现实中用得好，召唤出来的大刀骷髅战斗力不会低于2级兵种的战力。一队全副武装的机器人战士，在全民领主游戏里也就是1级兵种，可在现实中配合铁甲战车，可以横扫几百只地狱猎狗。种种迹象都表明，技能在现实中威力要更强，尤其是提升技能等级以后。稳住海岛军团，储备兵员，监视西海岸下面那群鱼人族部落，在必要时候敢于亮剑。龙小道打开世界频道，世界频道一如往常的热闹，而很多消息新闻也都是从这里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的。重磅消息，夏威夷群岛已经被一群自称海族的异人占领，并且把夏威夷群岛上的人当作人质，要挟现实世界里的人们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真都假都？夏威夷人口不少吧？真的？我男朋友就在夏威夷，现在已经失联。海族得过来多少人才能完全占领夏威夷群岛？全球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海洋以及临海城市，其次才是原始森林无人区。很多人都在谣传，从卫星上看，地球上的海洋面积至少扩大了20倍以上。海族是一个统称，细分要分出来很多种族的，大海底下的种族绝对不会比陆地上的种族少。听说岛国那边已经快要被海族给吞并了，几乎所有的沿海城市都已被攻破。他们那种小破地方，除了沿海城市以外，还有其他地方吗？你们见过神话种族吗？龙小道安静看着世界频道里的内容，光怪陆离的种族，世界各地陷落的新闻，心情中让人感觉到丝悲凉，末日已经降临了。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转职人数已经达到了4500万，这个数字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应该还会再翻一番。明天中午，全球第一时间进入全民领主游戏世界的玩家里，将会有1/10的玩家进行转职，后天早上会增加到1/5，大后天早上会达到1/3，越到后面转职的玩家会越多，现实中的压力也就会越小。有清醒的人进行着各种分析，但是对像龙小道这样的小人物来讲，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想去管，眼下别出现什么意外才是最重要的。从游戏里退出来已经是中午，满屋子的肉香味从厨房里传出来，光是闻味就忍不住让人直咽口水。公应员和小慧慧、大黑在客厅里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这会儿恐怕早就都馋得不行了。见到龙小道从房间里出来，蹭下子从沙发上蹦下来，跑过来抱住大腿，眼巴巴望着他。蝈蝈，你饿了不呢？龙小道忍不住一笑，俯身把他给抱起来，朝着厨房里面走去。打开高压电饭煲，里面的黑虎骨肉依然很整，并没有达到那种软烂脱骨的状态，但是吃肯定能吃了。龙小道先拿小碗夹了一块，尝了尝，很有嚼劲，吃进嘴里伴随有一股子肉香味，味道有点像是鸽子肉似的，但是很香。你先尝尝，试试有没有毒。龙小道没直接给小慧慧吃，而是给大黑吃的，让他试试有没有毒。这家伙给小丫头馋的蹲在大黑跟前，眼巴巴盯着看他啃骨头。龙小道把一块骨髓放到嘴里，浓郁的奶味入口即化，确定没毒可以吃，才给小慧慧盛了一大块。慢慢吃，不着急。小慧慧高兴地抱着自己的小碗，跟大黑蹲在厨房里，一边吃一边盯着忙碌的龙小道。快，赶紧尝尝，这黑虎肉味道真不赖。龙小道看到厨房门口依靠望着自己的公应员，拿着筷子夹了块黑虎骨髓送到他身边。是不是很香？龙小道笑着问。公应员含笑着点头，好吃，黑虎肉吃多了不会上火吧？上火？龙小道目光异样地朝他胸口看了眼，公应员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脸上一红，娇媚白他眼，低声道：我的意思是，会不会肉吃多了上火？想什么呢？龙小道嘿嘿干笑两声，应该没什么事情。公应员本身就有史诗级技能书暖阳诀，讲究的就是一个厚重，消化这块绝对是没什么好说的。小慧慧应该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力神诀可以把多余的能量吸收掉，只要黑虎肉没毒，那就能吃。中午没有什么主食，只有一盆清炖黑虎骨肉。小慧慧吃了很多，大黑啃了很多骨头，一人一狗分工合作，丝毫不带浪费的。公应员也吃了不少，当然吃最多的还得要数龙小道。一家人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叮咚，龙小道、公应员手机上同时收到了条信息，内容是提醒登天市市民观看电视。公应员与龙小道互相看了眼，公应员起身走到客厅里，把电视打开。电视里播放着登天市最新通报的新闻。即日起，登天市正式成立登天市应急办公室，宗旨是防御异常生物、外来种族的入侵，并从即日起暂行实施积分制，也称之为登天市货币积分。发行的货币积分采用区块链记账法记录。从现在开始，
登天市市民可以登录登天市市民服务虚拟官网进行登记，领取登天市货币积分账号，对所持有的货币积分进行查询。对登天市已转职并且登记、愿意接受登天市应急办公室领导的市民发放货币积分。已登记的转职市民每天可以领取1个货币积分，拥有技能且未转职的是市民，每天可以领取 0.5 个货币积分。货币积分可以从登天市兑换食物、药品、技能书、武器装备等各类物品。登天市暂时只对转职或拥有技能的市民发放货币积分，呼吁普通市民尽快获得技能书或者进行转职，变为战斗或是可用人才，支援登天市。免费食物、水、各类生活物资，登天市将会在免费投放7天时间。7天以后，包括食物、水以及各类生活物资在内的所有物品将会改换货币积分兑换。公引员与农小道脸上同时露出震惊之色。登天市有2000万人，要想城市不乱，那物资与货币就必须统一才行。这步棋并没有走错，或许这步棋也不仅仅是在登天市这么走。农小道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在是末日，纸币的购买力几乎等同于无，想要稳定民心，就必须要先稳定货币。如果货币积分可以购买技能书、武器装备，那它的价值就能体现出来。未来的食物或许并不会太稀缺，因为郊区野外有大量的异常生物种族可以猎杀，都可以成为肉食来源。不过有人愿意出去打猎，就要承受更多的危险，打回来的猎物凭白分给别人，那对于出力的人指定是不愿意啊。而以物易物的方式又太过古老，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货币积分的价值可以体现并且稳定住，那无疑将会是最好的方式。只要经济体系不乱，那城市体系就能保住，只要城市体系不崩溃，大家就能齐心协力来对抗这场不知道要持续多久，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灾难。转职市民每天可以领1个货币积分，咱们要不要都去登记？公引员看向农小道，柔声问道。农小道想了想说：你跟小慧慧先不用登记，专职市民虽然每天可以免费领取1个货币积分，但是相应的也要接受应急办公室的调遣，这等于是工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每日1个货币积分可不是白给你的，你得去为登天市拼命才行。而且货币积分的购买力暂时还不知道有多强，得看看实际情况再分析。农小道从来没想过让公引员出去抛头露面，也不想他暴露自己的已经转职的事情。外面有我，你留在家里照看慧慧。农小道看着公引员，声音里带着古不容拒绝的大男子主义味道。公引员温柔的点了点头，微笑着低声说道：咱家都听你的。第92章1斤黄金1斤肉。紫金岩打电话过来，农小道也没有避开公引员，当面接听。老板娘。紫金岩嗯了声，平淡问道：刚才登天市发布的新闻公告看了吧？农小道笑着说：看了，货币积分要取代之前的货币，这点倒是超乎预料。紫金眼说：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现实中变化太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如果货币体系崩塌，那整个城市都将会陷入混乱之中，就算没有那些入侵种族攻击，也会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农小道稍作沉默，叹了口气说道：就算可以抵抗，能维持多久？要知道，虚拟覆盖现实的时间整整要持续120年，现在这才刚几天。紫金眼摇头，不知道，但是有抵抗总比没有强不是。流离失所就真的没有什么念想，与其去外面寻找搭建庇护所，还不如依靠现有的城市体系进行防守反击。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给你打电话也不是想跟你说这些事情，总之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货币积分都非常重要，以后它或许不仅仅是在登天市内流通。话点到即止，转移开来询问道：你手里的黑虎肉卖不卖？也没等农小道说话，又继续说道：有人托关系找到我，想购买你手里的黑虎肉，血肉骨髓都要。什么价格？农小道想了想，试探着问道。紫金眼道：10克黄金1公斤黑虎肉。农小道笑着摇头：这个价格太低了，可以卖1斤黄金1斤肉，暂时只接受黄金交易，其他的货币交易方式不接受。紫金眼稍微皱了下眉头，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问道：货币积分也不接受吗？农小道苦笑着说：在没有确定货币积分的购买力之前，不接受，暂时我这里只认黄金。黄金是一种保值贵金属，其次黄金的用途非常广泛，哪怕是在领主世界，黄金也是一种珍贵资源。1斤黄金置换1斤黑虎肉，农小道觉得自己并不黑。就算按照黄金1克500块钱的计算，1斤黄金也不过就才25万块钱。地狱黑虎的血肉1斤卖25万，这个价格高吗？10克黄金就想换农小道手里1斤黑虎肉，这不是在把他当傻子耍吗？地狱黑虎城市边缘地带指定不会只有1只，但是狩猎难度可不低，要是轻易就能杀死，那还用得着买农小道手里的黑虎血肉来吗？行，我帮你问问。紫金岩点头，迟疑了下，轻声问道：你大早起的去酒中干嘛？他有点没想明白，那个时候
农小道怎么会出现在九中校园里。农小道苦笑着说，如果我说赶巧了，你会信吗？紫金眼笑了下，摇头道，不会信，这种赶巧的几率太小。他是实话实说。农小道耸了耸肩，无奈说道，是真赶巧了，楼下邻居托我去九中帮他们接下孩子，关系不赖，我就答应了。结果没想到刚到九中门口，操场上就发生了变故。他说的都是实话，至于紫金眼信不信，那就不知道喽。紫金眼沉默了会，那你对九中的情况怎么看？农小道苦笑着说，没什么看法。紫金眼平静道，市里领导找来了懂兽语的玩家，在跟操场内出现的兽人族交流协商，想要达成某种共识，好像沟通的还不错。如果成功的话，兽人族将会成为第一个与现实中城市对接的异类种族。农小道听得目瞪口呆，良久之后才抓了抓脑袋，嘟囔了句，这也行吗？紫金眼道，行不行的暂时还不知道，只是听说沟通的还不错。挂了紫金眼的电话，农小道眼神里露出思索之色。公引员好奇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农小道把刚才从紫金眼那里听到的消息跟他讲了一遍，跟兽人族达成协议，你觉得有几分可能性？公引员想了想说，兽人族算是类人族，并且是全员拥有智慧的，这点跟人类很像，兴许有合作的可能。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但是这种可能大概率不会持续很久。为什么？农小道好奇地问道。公引员道，因为他们来到现实并不是为了合作来的，只有双方都处在劣势被威胁的时候才会合作，强者是不会主动与弱者合作的。同样的道理，缺少了外部威胁，那也就没有再合作的理由。农小道若有所思地说，兽人族之所以会思考与人类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因为生活环境或者是物资之类的东西，是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深渊恶魔阵营的威胁。现在九中校园里已知的就已经有两大阵营，一个最先出现在操场上的兽人族，另一个就是深渊恶魔族。深渊恶魔族或许不仅会把人类当成猎物，也会把隔壁不远的兽人族当成猎物。公引员考虑了下，继续说道，不过在没有跟兽人族接触过之前，太早下定论也不妥当。登天市想要利用兽人族协同防御深渊恶魔阵营的种族或许可能，但是要想兽人阵营完全与市民们和平相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毕竟有着种族、生活习性等多方面的差异，也不是那么好协调的。兽人族的兽性有多强，这个谁都说不好。龙小道点头，城际边缘围困着地狱阵营，现在市区九中里面又冒出来深渊恶魔与兽人族两大阵营，越来越不好搞了。公引员点头，市里领导绝对不会轻易把登天市分割开的，迁移人口不太现实。其次就是登天市如果分为东市西市，那就要面临着许多取舍，有些设施资源或许登天市里就只有一份，能困住九中里面的种族自然再好不过。龙小道也同意公引员的看法，但是能不能守住，这个还真不好下结论，咱们也要多储备点资源应急才行。龙小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吃完午饭，我准备再去一趟迪卡城，看看能不能拉点物资回来。第93章国家战略。龙小道登录登天市虚拟服务中心，录入身份：一人所副所长，每日货币积分增加5个，转职评定完成，每日货币积分增加1个。我去！龙小道忍不住小声嘀咕了句，没想到一人所副所长的职位还给他留着呢。他还以为张天笑那老狐狸已经把自己给开除了呢。现在一看，张天笑狡猾是狡猾，但是为人还不赖。市民虚拟服务中心在龙小道来之前就已经制定出了详细的奖赏政策，其中登天市管理者权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局长级等官员每天奖励10点货币积分。这些人身居要职，要为城市发展操心费力，也不可能免费给市民们服务，不是？副局级、科级大队长级等每天奖励5点货币积分奖励，其他级别分别奖励3点、2点货币积分奖励。普通公务员每日奖励1点货币积分奖励。值得一说的是，这份奖励政策并不是登天市自己研究发布的，而是来自华夏龙国研究院。除了对于官职人员、公务员等有明文奖励规定以外，对于普通市民同样拥有奖励政策。首先就是登记在册的游戏转职人员，同意接受调遣，愿意协助防守维稳城市治安，等同于成为基础公务员，每日奖励1点货币积分。其次，一人领主榜全球排名前100万名玩家，登记查证后，每日奖励1点货币积分，且只要登记，可以连续领取1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上榜，那就有货币积分奖励，哪怕你掉落下去，也可以连续领取1年时间的货币积分奖励。此举估计很大程度上是想扶持这批登上过一人领主排行榜的玩家。全球100亿人口，就算不能保持在一人领主榜100万名之内，能上去过的人那都算是精英。一人领主榜10万名之内的玩家，查证后每日可奖励3点货币积分；一人排行榜3万名之内的玩家，查证后每日可奖励5点货币积分奖励；
艺人领主榜10000名之内的玩家，查证后每日可奖励10点货币积分奖励；艺人排行榜1000名之内的玩家，查证后每日可奖励50点货币积分奖励；艺人领主榜100名之内的玩家，查证后每日可奖励100点货币积分奖励；艺人排行榜10名之内的玩家，查证后每日可获得500点货币积分奖励。除此之外，登天室会对排名艺人领主榜前10的玩家再次奖励100货币积分，前3名奖励1000货币积分。以上所有货币积分奖励可累积叠加。看着市政奖励政策，农小道眼珠子差点没给瞪出来。如果自己登记自己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的排名，那等于说每天可以领取高达2868点货币积分奖励。要不要登记？农小道有点受不住诱惑。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货币积分就是新的货币，虽然还不知道其中的购买力，但是只要流通起来有公信力，那它就不会太差。毕竟普通人每天累死累活，要协助市政去防守，也就可以获得1点积分货币，将近3000点的货币积分奖励，普通人要赚几年的时间，这差别不可谓不大。鼓励升级，中奖艺人领主榜排名玩家，打造头部高手。这可不是城市战略，而是国家战略。积分诚可贵，自由价更高。龙小道深吸了口气，最后还是忍住了，苦笑着摇头。如果他把自己到花香的身份曝光出去，能一下成为人上人是没跑。可问题是，以后想要离开登天市，怕也不可能了吧？拿了登天市的奖励，就要跟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必要的时候得站出来给2000万市民撑起一片天。问题是，龙小道不想当什么救世主，也不想被万人敬仰，做什么大英雄，他就想当个小人物，吃喝不愁，无拘无束，也就挺好的。龙小道甚至有股子冲动，想要把艺人所副所长的头衔也给辞掉，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毕竟这个名头在登天市里还有点用处的。官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出个城办个事情都很方便。先干着吧，说不定过2天不用自己辞职，人家就给你降级了呢。龙小道自言自语，笑着嘟囔了句。退出登天市虚拟服务大厅，以现在的科技技术，虹膜、DNA、面容识别都可以实现网络与现实无缝对接。虚拟货币哪怕没有随身携带的设备，只要你账号里有积分，双方有一款终端设备，就可以实现虚拟交易。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的网络信号非但没有被虚拟覆盖降低，反而还提高了1个或者是几个级别，甚至有传言说，现在的网络信号已经不再是地球科技使用的6G 网络，而是更为超前的生物信号网络。哪怕就算是离开城市，前往荒郊野外，去那些被虚拟覆盖扩大的地域，也不用担心没有网络信号可用。全球的科研机构公司已经在开发基于生物信号网络的新型虚拟加现实增强设备呢。在未来不久，或许不需要现有的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进入全民领主虚拟游戏。2个世界的临界点越来越低，有可能直接使用某种意识触发起点，精神直接就能进去。下午，龙小道穿了身运动衣。我把铁甲战车和那对全副武装的机器人战士留在家里，已经给你们设定了复职权限，必要的时候可以调钱使用它们。龙小道要去城际边缘搞点不花钱的物资回来，只身前往，没想让公引员小慧慧母女跟着。公引员皱眉，家里应该还算安全，不用留。龙小道摇头，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们是重中之重，除了要防备异常生物、各类种族侵袭之外，还要防备那些心怀不轨的人，而你们就是我最大的软肋啊，不容有失。公引员脸上露出丝笑容，也没再说什么拒绝的话，温柔点了点头。好，那你注意安全，早去早回。第94章合成系复合师。从楼道口里走出来，恰巧碰到同在一栋楼里居住着的小伙王朝，对方一脸疲惫，不知道是不是刚回来。好巧，有收获吗？龙小道笑着打招呼。王朝点了点头，停下来轻声说：城市边缘地带的兽类基本上不抱任何物品，但是运气好，从人形种族身上或许能找到装备兵器，甚至是技能书和药品，不过兽类的肉可以吃。说完朝楼道里面走去。龙小道稍微愣了下，微微皱眉，脸上露出思索之色。如果按照他说的，并不是没有可能。所谓的抱，可不就是身上会携带着吗？凶兽不可能会携带着装备甚至技能书，但是阵营种族身上大概率是有装备的。杀死阵营兵种，搜尸获得的物品，可不就是收获吗？能解释得通，回头去试试。龙小道笑着嘟囔了句，朝着小区门口走去。老张的农贸生鲜超市竟然重新开业，并且有人不断进出，营业了。龙小道走过去，正好看到老张在门口。老张憨厚笑道：先卖着，小区里好多家有几天都没吃到过荤腥了。龙小道点头，并没有说什么，人家毕竟是什么生意人，该怎么做生意，比他这个外行人要懂。你要去哪啊？张孝南见到龙小道从店里面跑出来，好奇地眨了眨眼睛问道。小尼个头挺壮实的，圆圆的脸蛋，有点婴儿肥，不能说多漂亮，但是长相也绝对不丑。
出去转转。龙小道摆了摆手，朝前面走去。张孝南不知道跟老张说了句什么，竟然朝着他追过来。跟着我干嘛？龙小道皱眉，他是要去城市边缘地带，这时候怕是在迪卡城那边也不是很安全。张孝南压低声音，小声说：“我转职喽。”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笑着道：“恭喜你。”张孝南脸上带着些失落，微微摇头说：“没什么好恭喜的，我是转职成了非战斗类职业。”非战斗类职业，那也挺好的，不用去前面冲锋陷阵，安全性有保障。龙小道笑着，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嫌弃。战斗职业与非战斗类职业是真没什么好坏之分。至于自保的问题，不是还有技能书可以学习吗？再说，他们都是领主，手底下都是有英雄、有兵种，要统战全局的。也就现在，现实中才把玩家当纯英雄用。总之，未来的发展进化的路线是多种多样的，战斗类职业与非战斗类职业利弊并不是有多明显。你转职成了什么职业？张孝南低声说：“合成系复合师。”龙小道看着他，笑着问：“听着好像还不错呀。”张孝南抬起头来解释说：“复合师有2种技能，一个是合成术，一个是复合术。合成术有一定的失败几率，简单来说就是把多种材料放到一起，合成出一种新型材料。而复合术则是把同种材料叠加在一起进行合成，从而使材料产生进阶进化的能力。复合术没有失败率，但是复合的材料有可能不会产生变化。合成术失败，所有参与合成的材料都会损坏掉。”龙小道听得满眼放光，忍不住问道：“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合成吗？”张孝南点头：“理论上是，但是我的等级很低，暂时还没办法合成高级材料。”龙小道看着他，正色问道：“你不会是转成了隐藏职业吧？”张孝南朝龙小道眨了眨眼睛，好奇地问：“你怎么发现的呀？”要知道，合成术只是普通的职业技能哦，可你转职的不是合成师，而是复合师。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道：“复合师没有失败率，说明可以无限合成单一材料，只是叠加数量多少不同而已，是不是数量越多，材料进阶进化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张孝南点头：“是，复合师确实是隐藏职业，但是绝对没有战斗类隐藏职业那么强悍。”龙小道摇头：“傻丫头，不是复合师不强大，而是你没有发现他的强大之处啊。”四下看了看，犹豫了下说道：“我现在去城市边缘办点事情，你先回家，等我回来再去找你。非战斗类职业也不是没有用处的，像张孝南这种复合师用处就非常多。”张孝南咬了下嘴唇，低声说：“我想跟你一起去。”没等龙小道反驳，又急忙继续说道：“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添乱就是。”龙小道看着他，大概2秒钟才说道：“很危险，闹不好小命就丢了。”张孝南点头：“丢了也不赖你。”行，走吧。龙小道带上张孝南朝前面走，一辆东风皮卡车停在前面街口，车子是龙小道跟紫金眼要的，他欠自己1辆车。不过越野车载货量少，并且拉不了大件，所以龙小道指明要了辆可以载货的皮卡车。送车的人把车钥匙扔给龙小道，没有过多废话，转身就走了。车子最多8成新，柴油发动机，油箱已经加满，这些细节方面紫金眼向来处理的不错。龙小道招呼张孝南上车，朝城东开过去。路上车流行人明显变多，但是选择出城的人很少。越往城市边缘地带开，人流量也就越少。如果不是接取了市政任务来城际边缘抵抗巡逻，普通人现在绝大部分都会离不安全地带远远的。前面已经不属于登天市控制范围，出去生死自负。城防军最后一道防线把龙小道开着的东风皮卡车拦截停住，面无表情的警告说道：“没有说不能出城。登天市现有政策并不限制市民出城，但是出去以后安全将不会再受到保护，也就是碰见什么变故都需要自己负责。回来之后还需要接受长达2小时的隔离审查，除非拥有通行证。”多谢。龙小道朝着对方笑了笑，把车子朝防线外开去。第95章搜集物资。咱们出城做什么？张孝南望着开车的龙小道，疑惑不解地问道。龙小道笑着问：“你们家那个生鲜超市现在卖东西收钱吗？”张孝南摇头：“暂时不收，赊账，以后需要用货币积分偿还。”龙小道愣了下，不得不说，老张2口子看似憨厚，却绝对都是聪明的人。这时候赊账卖东西，不但能降低农贸生鲜超市的风险，把那些积存的货物卖掉，还能获得周边用户人群们的好感。现在来农贸生鲜超市的顾客，大概率都是周边小区里的熟客，不是熟悉面孔，或许也从小商店里赊不走东西。纸币作用也不大，往后将会以货币积分为主，也就是虚拟积分货币为主。市里物价很高，并且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在市区里面，那些物资还是受到保护的，这时候想去打砸抢，白吃白拿，无异于是死路一条。龙小道指了指前面不远处，
已经可以看到高大的迪卡城。但是在城市外面，尤其是这些城际边缘地带，一些商场、街道都已经算是无主之物。咱们从这里捞些东西回去，可以不用花钱。张笑南眼神一亮，对呀。龙小道把东风皮卡车停到迪卡城前面的露天广场，下车以后忍不住皱眉。昨晚上脚底下的广场还很平整，可现在才过了一晚上，竟然有杂草从广场地板砖缝隙里面钻出来，就好像好几年没有人来过似的。虚拟覆盖现实，人的气息越少，覆盖面积越多，越快越迅猛。龙小道看着迪卡城，若有所思地嘟囔道：或许再过2天，这座迪卡城也不能随意再过来了吧，它将会成为某些阵营种族的聚集地。你说什么？张笑南没听清楚龙小道说什么。龙小道摇头，跟紧我，走。带头朝着迪卡城内走去。迪卡城内漆黑一片，防盗门都拉下来锁着，但是玻璃窗被某些不知名生物破坏，有干涸黑色血迹，一些某着动物的皮毛挂在周边。龙小道带头从破碎玻璃窗前往里面走去。里面会不会有东西？张笑南犹豫了下，忍不住抓住了龙小道的胳膊，有些害怕的轻声问道。龙小道皱了下眉，抬手召唤出来了4具大刀骷髅战士在前面开路。小心无大错，毕竟这回迪卡城已经不再是属于人类防守范围内的建筑。张笑南瞪大眼睛，好奇问：你是召唤师吗？不是。龙小道摇头，一边朝里面走一边说道：我是亡灵系死灵法师。张笑南满眼羡慕地说：真不错，比我这个没有毛用处的辅助职业强上太多。你的用处很大，往后你就知道了。龙小道笑着，迪卡城内非常黑暗，也有些阴冷，越往里面走能见度也即越低。巨火！龙小道抬手，一团火焰出现在掌心，暗地里皱了皱眉。第6感觉告诉他，好像从进到迪卡城内，他们就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悄无声息的从背后又召唤出4具大刀骷髅战士，为了以防万一，给周身加了一道神圣护甲术。龙小道这次的目的不是为了狩猎，他就是想从迪卡城里面倒腾点物资回去。你以前来过迪卡城吗？龙小道轻声问。张笑南嗯了声，跟同学们来过2次。龙小道问道：知道迪卡城里的家电大卖场在什么地方吗？家电大卖场？张笑南想了想说：我记得下面是个很大的超市，里面卖什么的都有，应该也有小家电出售吧。他也记不太清楚，就算跟同学们来玩，主要目标也是吃饭、看电影、买衣服什么的。龙小道点头，朝着地下层走去。这会儿电梯扶梯早就停止运行，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地上一层，上面这层没什么。好像有一家新能源汽车展示店，回头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用的车型。滴答滴答滴答，下到迪卡城地下一层，轻微的滴答声音从远处传入2人耳朵里。张笑南紧张抓着龙小道胳膊，颤抖问：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龙小道故作镇定地说：是滴水声。深吸了口气，下一秒，一团3米高幽蓝火焰漂浮到龙小道头顶上，森森之意让漆黑的商场更多了几分阴森恐怖的感觉。亡灵之火，它没什么温度，但是照亮还是可以的。前面4具大刀骷髅战士，后面4具大刀骷髅战士，头顶上漂浮着亡灵之火。龙小道心里踏实了不少。从亡灵之火出现，黑暗中的东西好像撤退了些距离，不敢离龙小道他们太近。推个车。超市入口，龙小道示意张笑南推辆车，他自己又拉了2辆。以后出来搜索物资，恐怕不会像今天这么简单。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自己拿，不要离我太远。进到超市里以后，龙小道叮嘱道：食物区里的巧克力、士力架、饼干等这些都可以存放的，又拿了些压缩饼干、薯片、瓜子、辣条，这些供应员小慧慧兴许喜欢吃。然后饮料、啤酒也搬了些，把2个手推车都装得满满登登。张笑南拿了很多糖果、火腿肠、罐头，都是便于存放、保质期很长的食物。在超市里面，家电区域，龙小道找到了冰箱，3个冰柜，1台冰箱，应该差不多够用。龙小道让大刀骷髅战士搬着，路过服装区域，又拿了些衣服。我能不能再去一下超市里面？张笑南突然想到了什么，抬头看着龙小道问。龙小道疑惑望着他，拿什么？小护垫。张笑南脸上一红，小声说道：行。龙小道并没有反对，因为他也要拿一些，这些东西他用不上，但是供应员能用得上，是可以储备一些的。这次出来主要搜集的就是冰箱、冰柜，其他物品都没有主次，所以看到什么就拿什么，没有具体要搜集的物品。会开车吗？从地下商场上来，龙小道朝张笑南问。张笑南眨了眨眼睛，没有驾照，但是可以开。行，我记得前面有一家淘米汽车，他家 SUV 个头挺大的，能装不少东西，正好开回去一辆。第96章满载而归。淘米汽车展示店，龙小道找到车钥匙，顺利启动电动汽车。
然后直接暴力用聚火术把店门轰开。你开车在前面，慢点开，不用太着急。龙小道把车开到迪卡城广场，停到东风皮卡车旁边，把2台冰箱、2台冰柜装上车，勉强能拉得走。虽然感觉到了迪卡城内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进去就被监视，但是到出来为止，那玩意并没有露面。直到2辆车启动，一前一后离开，迪卡城内的阴影里才响起某种低声窃窃私语的声音。把车子开到登天市入口第1道防线处，龙小道才松了口气。停车！程方军把2辆车截停。龙小道从车子上跳下来，小跑过来笑着说：“我们是1人所的，跟孙团长也认识。”程方军打量着龙小道，并没有说话。龙小道先掀开衣服，把藏在里面的2条香烟拿出来，塞了过去，压低声音笑着道：“去迪卡城拿了点物资，通融一下，我叫龙小道，1人所副所长。”程方军小队长稍微一愣，拿出仪器来，朝着龙小道扫了下，脸上也缓和了不少。入城需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车辆。龙小道笑着道：“没问题。”经过程方军的例行检查以后，龙小道与张孝南又被强制隔离了半个小时，确定没有问题才被放行。兄弟，迪卡城那边暂时就不要去了，里面有东西。龙小道临走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下，还是给程方军的人提了个醒。他虽然没有见到迪卡城里面有什么，但是那种直觉不会骗自己。一路回到小区门口，龙茂生鲜超市的防盗门拉下来一半，已经关门，夕阳斜下，天色也快黑了。爸！张孝南手里拎着4个大塑料袋子，推开门走进去。龙小道看他进去，才开着自己那辆东风皮卡车进了小区。兄弟，你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买到的？车刚停到楼下，一个30来岁的男人立马就走过来，笑着跟龙小道搭讪，目光闪烁着，一看就像是有点其他什么想法。龙小道眯着眼睛笑了笑，从城外拉回来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出去转一圈，不过挺危险的，慎行啊。男人一听这话，眼神立马就收敛了不少，陪笑着说：“兄弟真厉害，现在敢自己一个人出城的人可不多。那个，你看我都好几天没抽过烟了，能不能先借2条？”他看到了东风皮卡车后排座椅上放着的香烟。不能。龙小道笑着摇头，借肯定是不行，香烟1个货币积分换1盒，换吗？东西都是冒着风险从城外搬回来的，张嘴就想借，跟你非亲非故，又瞧着你不是太顺眼，凭什么借给你？赵海鹏脸色有些难看，货币积分他没有，也没胆子出城去，可龙小道这番回答却让他极为不满。我说兄弟，咱们都在一个小区里住着，甚至是在一栋楼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给面子了？龙小道看着他笑了笑，摇头：面子这东西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老哥醒醒吧，都什么时候了还讲面子，现在得讲实力。说完，操控着铁甲战车里的机器人战士过来搬东西上楼。你刚才说自己是住这栋楼里的？龙小道想到什么，又走了回来，朝着对方问道。赵海鹏点头：对。住几层？7层。龙小道点了点头，把手里半包香烟拍在他胸口，面色淡然说道：欠我1个货币积分。赵海鹏看着手里半包香烟，气得骂道：这他妈才半包啊！哪曾想龙小道停下来，扭头看着他问：要不要吧？赵海鹏脸上急忙换上一副笑脸：要。等龙小道走以后，才朝着地上呸了声，低声骂了句：小逼崽子，你牛什么牛？看老子牛逼了怎么修理你？对于这种人，龙小道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想白占便宜指定是不行，该敲打的时候也要敲打，毕竟他说的也没错，都一栋楼里面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于龙小道把整栋楼的电梯停掉，不少住户还是有意见的，封禁状态没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不出来，但现在解封了，都颇有微词。只是不知道是谁让停运的，或者又是哪里坏掉了。小区里已经没有物业人员管理，有些居民楼里的电梯不能用，是因为真坏掉了，但大多数居民楼里的电梯还是可以使用的。像这些小事，暂时市政方面还顾及不过来，和整座城市安危相比，这些都不过是鸡皮蒜毛的小事。维稳是一方面，另外很大方面是里面要腾出手来，防守城市外围，防守城市内安全隐患，例如9中等地方，人手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或许得需要城市里至少有1半人成功转职以后，局面才能扭转过来。回来了。公引员听到动静，开门出来，见到龙小道，忍不住松了口气。龙小道朝着他笑了笑，把对面房间的门打开，冰箱冰柜这些东西以后准备就放在这边，往后这套房子专门用来储存食物物资。公引员看着龙小道折腾忙碌，想上手帮忙，却被龙小道阻止。这些事情我都能干，可不用你插手。你愿意在一旁看着就在一旁看着，不愿意就去那屋看电视。公引员知道小男人是心疼自己，他现在可不是什么弱不禁风的女子，可在龙小道眼里他就是。对了，迪卡城里面有东西，这次去虽然没有攻击我，
但是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龙小道一边搬动着冰箱，一边说道：“什么东西？”供应员好奇问。龙小道摇头，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没露面，但是应该有一定的智慧。在迪卡城里，龙小道被人盯着的感觉极为清晰，背后躲着的东西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绝对不是人。那以后咱就不去了。供应员点头说。龙小道笑了笑，嘟囔了句：“可是迪卡城里的东西不用花钱啊。”第97章，抢手的黑虎肉。手机响了，供应员拿过来，龙小道抬手示意自己站着手呢，让他帮忙接一下。魏儿。手机那头听到供应员的声音，稍微沉默了会，牛板的声音才传过来，问道：“龙小道在身边吗？有什么事情直接说。”龙小道把冰柜挪到合适的位置，插上电源，看着能正常工作，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费这么大事，要是扛回来太坏的，那可就郁闷了。你还真是日夜操劳，大白天的你就不怕那个金人王啊？牛板听到龙小道气喘吁吁的声音，无奈说道。龙小道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说道：“干活呢，有事赶紧说，没事挂了。”牛板误会更深，无奈道：“知道您老人家干活呢，但你也要悠着点呀。哎，年轻人要懂得节制呀。”供应员拿着手机，听得脸上都是一红，忍不住开口柔声解释道：“小道刚拉回来2台冰柜，正在调试。宝姑娘有什么事情吗？”冰柜？哦，西西，有事情。我爷爷想买点黑虎骨、黑虎肉，还有黑虎鞭，价格我们知道，1斤黄金1斤肉嘛。他老人家想买200斤。听着手机里牛板的话，龙小道直起身走过来，把手机拿过去，好奇问：“200斤黄金？你爷爷去抢金店了？”牛板皱着鼻子哼了声，没好气地说：“你爷爷才去抢金店了呢，你不知道整个牛街都是我们家的产业吗？牛街最多的就是典当行，典当行回收最多的就是黄金呀，这你都不懂。”龙小道愣了下，这才想起来牛宝是牛街大小姐，人家爷爷是老江湖，迟疑了下，好奇问：“谁告诉你我往外卖黑虎肉，1斤黄金1斤肉的？”牛宝嬉笑道：“外面已经传疯了，这话不是你自己放出去的吗？”龙小道只跟紫金眼说过，而紫金眼说是帮别人问价格，黄金这种东西用处不少，未来流通性未必就会比货币积分差到哪里去。你们不觉得黑虎肉价格贵吗？龙小道试探着问。贵？牛宝反问道：“你们是不是还没尝过黑虎的味道？我可告诉你哦，老香了呢。”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不过这只是其次，黑虎肉对于练气的人而言是大补之物。孙成虎吃了黑虎肉之后，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一举从后天步入先天之列，成为先天高手。我手底下那些人吃过黑虎肉之后，也都说自己身体素质变强了很多，力量更大，反应也更灵敏。所以种种现象都说明，黑虎肉对人不但有大补的效果，还可以提升人体各项机能。”龙小道忍不住道：“有这么神奇？”他怎么觉得自己吃完身体没什么变化？抬头朝供应员看过去，对方也摇了摇头，表示没出现什么特殊的改变。反正对普通人来说，吃黑虎肉就等于是吃了灵丹妙药，价格你开出来了，就说卖不卖吧。牛宝问道。龙小道想了想，笑着说：“卖，为什么不卖啊？你直接拉着黄金过来吧。200斤黄金听着不少，其实并不会占多大地方，黄金这种东西很重。行，我现在就叫人过去，到你们小区楼下，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啊。”说完，牛宝把电话给挂断了。食用黑虎肉既然好处这么多，为什么不留下来自己吃？供应员看着龙小道，笑着问。龙小道耸了耸肩，摊手朝几台冰柜指了指：“咱们就这么点储藏的地方，并且狩猎才刚开始，往后带回来的肉类猎物会越来越多，咱们吃不完的。地狱黑虎是一个种族，虽然不是群居，可野外也不可能就只有1头2头，这东西以后还可以狩猎到。”龙小道稍微停顿，又眯着眼睛笑道：“另外，黑虎肉对咱们的作用一般，兴许是咱们体内能量本身就高过其他普通人，但是这东西对普通人作用很大，咱们手底下又没普通人，留太多黑虎肉没什么大作用。但是牛街牛业那边不一样，人家徒子徒孙很多。虽然龙小道跟牛街牛业没什么交情，但是跟牛板相处的还不赖，何况黑虎肉这种东西，卖给谁不是卖？卖给熟悉的人，不比卖给对头强。”供应员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在家里黑虎肉就是个食材，再说直白一点，就是一道菜一块肉，主要用途就是为了果腹，附加效果对他们一家子人来讲并不是很明显。牛宝的电话刚挂没多久，紫金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迟疑了下，试探着问道：“半斤黄金换1斤黑虎肉，能行不？”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笑着问：“老板娘你要买还是别人想买？托你过来当中间人问价？”也不等紫金眼说话，又继续说道：“如果是你买的话，什么钱不钱的，不就是110斤黑虎肉吗？先拿去吃，记账就好了。等回头还不上的时候，以身相许，以肉抵肉，咱也都是可以商量接受的。”话里带着调侃，
不过这话更多是一种试探。龙小道想要知道，到底是谁背后想打自己手里黑虎肉的主意。要说明事理，还得是人家牛街牛爷。龙小道都不得不称赞一句：老江湖，有眼界，够格局。牛宝给自己打电话，3下5除2就把黄金换黑虎肉的事情定了下来，半点没有墨迹，也没讨价还价。但是紫金眼这边就没有那么直截了当，给龙小刀的感觉就更加是会写。紫金眼迟一下，面色平淡说道：别人托我跟你问价。龙小刀若有所思的笑道：一斤黄金1斤肉，这个价格本身就蛮便宜的，另外咱手里的黑虎肉可不是谁想买就能买走，也就是托老板您问价，小的不敢多说什么，换成是别人早就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喽。他猜测着估摸着让紫金眼打电话跟龙小道讨价还价的人就在他身边。孙成虎的事情不可能是自己飘出来的，要不是他自己往外放出的风声，响当当的城防军总司令身上的秘密能轻易被人打听到。第98章卖老板娘的人情。炼器这种事情以前对普通人而言绝对算是传说中的东西。孙成虎之所以把消息放出来，恐怕不是想推高黑虎肉的价格，而是另有所图。到了人家那个阶层，想的怕不仅是自身和眼前的利益，会看得更加长远吧。1斤黄金1斤肉，没得商量吗？紫金眼再次沉默了会后询问道。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道：没得商量，并且我这里黑虎肉也不多，也不是非卖不可。紫金眼抬头看向周围听着的人，正如龙小道猜测的那般，他身边有人并不只是自己。刚才龙小道的话他们都已经听到，买不买主要就在他们。紫金眼只是抹不开情面，帮着客串一下中间商，充其量就是个传话筒。问问他手里还有多少黑虎肉。穿白色西装的老人笑呵呵说道。紫金眼开口问：你手里还有多少黑虎肉？龙小道一边算计着一边说道：黑虎头要自己留着点，黑虎鞭黑虎蛋也都不卖，黑虎肋排也要留点，前腿肉要留点，后腿肉也要留点吧，亲戚朋友的一家也要送点，总的意思不是。还有我老家爸妈估摸着也没吃过这玩意，得给他们留点。对了，牛宝刚才给我打电话，还买走了200斤。停顿了下，笑着说道：最多还能再卖300斤。300斤？紫金眼抬头看向周围几人，穿白色西装的老者皱了下眉头，摇头说：小伙子不诚实，那头黑虎最少重1000公斤以上，这么多黑虎肉，他们一家人指定是吃不完。你跟他说卖500公斤给我们。紫金眼对着手机问道：500公斤能卖不？龙小刀眯着眼睛笑着摇头：没那么多，最多也就300斤。紫金眼抬头起来摇头，他说：最多就卖300斤，我们6家300斤还不够塞牙缝的，最少要他300公斤。穿白西装老头略微停顿了下，平淡说道：紫家丫头给他做工作，事情成了，我老头子欠你个人情。紫金眼脸上忍不住一喜，急忙恭敬说道：龙爷爷您客气了，我试试。对着手机那头的龙小刀说道：卖300公斤黑虎肉给我，回头我补给你。没说用什么补，但是意思很明显，给个面子，他这边领了任务。龙小道装模作样的故意叹了口气，无奈道：也就是老板娘您在做说客，换成别人谁都拿不走这么多黑虎肉，行吧，300公斤就是300公斤，直接把黄金拉到我住的小区，以货易货。好。紫金眼挂了电话，对着穿白西装的龙老头笑道：龙爷爷不负所托。龙老爷子眯着眼睛笑呵呵说道：紫家丫头在小辈里算是做事办事最靠谱的一个，不错。紫金眼清楚面前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能惹起的，恭敬送出公司，才松了口气。回程路上，龙老爷子身边陪着的中年人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些想不明白，不过是个刚拔头的小辈而已，有必要给他这么大脸面吗？龙老爷子闭目养神，沉声开口：那你想怎么办？派人去硬抢过来。中年人恭敬说：以我们龙家在登天市的声望。龙老爷子打断他，冷哼道：先不说龙家在登天市有多大的声望，就算有点声望，可人家为什么就要给龙家脸面呢？面子这东西往往是相互的。你也说了，人家是刚拔头的小辈。叹了口气，声音缓和下来道：我们都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何况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眼里认识的那个世界喽。中年人道：老爷，世界是变了，但是人没变，咱们龙家照样是登天市那个龙家。哈哈。龙老爷子朗声笑起来：我老头子可不用你溜须拍马屁，江山代有人才出，龙家也只是以前的龙家，以后还有没有龙家可就两说喽。莫等中年人开口，岔开话题问道：跟那个蓝精灵接触过了吗？老爷，已经接触过，丫头蛮机灵的，就是相貌弱了些。中年人急忙回道：机灵？龙老爷子眯着眼睛摇头道：不见得吧，最多也就是有几分心机而已，借助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
有了翻身的机会，也就是运气好。叹了口气，运气这东西，或许在这个时代，反而是最吃香的喽。城隍那小子是什么意思？可乐意这门婚事？龙老爷子继续问道。中年人陪笑着道：“他乐意不乐意，这门婚事都要定下来，您说呢？”龙家在全民领主这款虚拟游戏里，算是吃了个闷亏。现实中别说是在登天市，哪怕放眼国内，龙家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可现在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得龙家措手不及。其实不仅仅是龙家，全球各地的财阀世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焦头烂额。可毕竟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的能力还无法短时间具现到现实中来，而这恰好也给了这些财阀世家们一个喘息并且重整旗鼓的机会。现实中的乱象恰恰能让他们在极短时间内收拢人脉，改变以往的策略。游戏里的实力没办法在短时间搞上去，那就先把现实中的实力武装起来，回过头再用现实中的势力去强大领主世界里面的实力。不仅仅是龙家在这么干，其他各个大小家族也都是在这么干。相对于全民领主内的实力，现实中网罗人脉相对更加容易。像蓝精灵那种全民领主内可以在一人领主榜排进1000名之内的高手，在财富世家中是最吃香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毫无疑问，联姻婚嫁是最好的结合桥梁。蓝精灵长得虽然不好看，可架不住人家全民领主里面排名高吃香啊。想娶蓝精灵过门的人，可不仅仅是只有龙家。其实一人所的创始人张天笑早就跟市局二处的李永琪说过，市局二处未必就能掌控得了人家。第99章，你图肥，你肾虚。蓝精灵之所以抢手，是人家根本就不掩饰，直接摊牌，以此在现实中谋取更大利益。如果农小道和龚应元把自己在全民领主里面的排名公布出来，那上门提亲的人指定叫人给踏破门槛。咱们要那么多黄金干什么？龚应元等农小道挂了电话，有点想不明白的问道。黄金是末日通硬货不假，问题是那玩意很沉，放在哪里呢？放在家里吧，说不得还得遭贼惦记上。那可不是10克20克，是几百公斤呀。所以龚应元心里更倾向于吃掉，再不济换成货币积分也好呀，至少不用担心出售的问题。农小道笑着答非所问地说：“你那本机械改装技能书学了没？”龚应元摇头：“没学啊，你要学吗？”农小道笑着说：“先放着吧，我只是想告诉你，黄金作为贵重金属，不管是升级兵种还是升级机械设备，将来都用得上。”龚应元顿时明白过来，好奇问：“你是想用黄金升级铁甲战车与铁甲之躯啊？”“对。”农小道点头。虽然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都是机械系铁甲师的技能，但是铁甲之躯与铁甲战车本都是可以再次进行升级的。铁甲战车、铁甲之躯的技能等级增加的是2种技能的可扩展性，比如说高度、铁甲厚度、吨位等这些数值，但是升级以后要实现它的扩展，就需要自己去寻找材料才行，比如说钢铁、金银、贵重金属等。这点虽然有些坑，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把技能威力的上限有了无限可能性。下午2点钟，龙小道接到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接通后对方自报家门，说是牛宝派过来取黑虎肉的，问是自己上来还是农小道下去。农小道道：“上来吧。”不多时，春秀领着4个年轻小伙子扛着5个双肩包走上来。春秀见到农小道，朝他点了点头。前天晚上大家还一起出城杀过地狱猎狗，这头地狱黑虎对方也出力气分到了肉，所以也不算陌生。很飒的一个姑娘，看样子23、24岁的样子，年纪也不是很大。这是黄金！5个背包堆放在楼道里，一个包里40斤。农小道也没去验证，依照牛宝的性格，不会在这事上面耍小聪明，弄虚作假的。200斤黑虎肉。农小道指了指墙边堆着的黑虎肉，笑着说：“那半斤黑虎鞭算是小子送牛老爷子的见面礼。”春秀点点头，朝身后手下甩了甩头，2个年轻人过来扛起编织袋，就往楼下走。这个姑娘不错。等春秀领着人走以后，龚应元含笑着说。农小道耸了耸肩，是不错，但是牛宝的人咱总不能挖墙脚吧？眼神里目光闪烁着，其实他跟龚应元的想法差不多，觉得也该网罗点人手。他们一家子总归单薄了点，人少容易招人欺负啊。前脚牛街的人刚把黑虎肉拉走，后脚龙家的人就到了小区。我们来拿黑虎肉。农小道摸了摸鼻子，回了句下面等会，就把电话给挂了。300公斤黑虎肉，其中有一半是农小道看不上的边角料，黑虎骨占了多半，不过骨头里的骨髓都给抽了出来。下楼看着不远停着的几辆东风勇士越野车，农小道眼神一亮，抬手朝对方招了招手：“你就是农小道？我叫龙阿勇。”一个27、28岁的男人从车里下来，打量着农小道，面无表情地说道：“肉呢？”农小道眯着眼睛，
朝他笑了笑，踢了踢脚边的编织袋子，抬头下巴朝龙阿勇刚才下来的座驾点了点2下。这车我瞧着不错，给我留下呗。龙阿勇，他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善类，可跟这家伙一比，好像自己还是挺善良的。张嘴就你看着不错，要把自己的车留下，那口气，土匪啊！龙阿勇黑着脸朝身后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大黑皮箱子被搬过来，挨个打开，里面装的都是金灿灿的大金砖，一个重1公斤，总计300公斤，清点一下吧。龙小道笑着走过去，围着东风猛士越野车转了2圈，这东西动力应该挺足的。玻璃是防弹的不？龙阿勇无语，黑着脸说：“你是想干土匪吗？”龙小道朝着他咧嘴一笑：“可以干，咋？有想法入伙吗？”龙阿勇翻了翻白眼：“打住，我怕跟着你打家劫舍，活不过3级。”犹豫了下，朝车里的司机招了个手：“走。”那意思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车给了龙小道。一辆车不过几十万，还没有2斤黑虎肉贵重。等一下，龙小道笑着把人叫住。龙阿勇停下来，转身黑着脸看着他问：“你他妈屁事怎么这么多呢？”啧。龙小道耸了耸肩，一脸委屈地说：“瞅瞅你，火气这么大，肝肯定不好。本来呢看你这人还不错，瞧着你肾挺虚的，想给你嘎块黑虎鞭补补呢，不想要就算喽。”龙阿勇听到黑虎鞭3个字，眼神一亮，干笑着说：“要，谁说不要的？”龙小道笑着撇了撇嘴，进到东风勇士越野车里面，把车钥匙拔下来，在手里抛了2下：“上来吧，顺便把黄金给我提上来。”龙阿勇气笑了，招呼人把东西搬上，朝居民楼里面走去。怎么没电梯啊？龙阿勇皱眉问。龙小道笑着道：“都说你肾虚，多怕爬楼梯对身体好。”龙阿虎黑着脸，没好气的回了句：“你他娘才肾虚！犟嘴，黑虎鞭不想要了吗？”龙阿勇都被这小子给逗乐了，但是心里却觉得这小子好像还不错，蛮合自己胃口的。能不能搞到装备？上楼的时候，龙小道突然问道。龙阿勇皱了下眉头：“什么样的装备？”“只是的，我准备个过2天，出城去再打点东西。”龙小道笑着说。龙阿勇目光闪烁着，好奇问：“你不是有技能吗？对付一些低端凶兽，枪械武器还是蛮有用的，技能发射速度不如武器。”第100章筹备再出城。你想继续出城去狩猎？龙阿勇眼神异样盯着龙小道。龙小道似笑非笑的说道：“得奋斗啊，咱老婆孩子都要养活，有兴趣吗？”“有兴趣，可以算上你一个。”龙阿勇问：“什么时候去？”龙小道装模作样的把手机拿出来看了下，眯着眼睛笑道：“瞅着黄历，今晚上就是个不错的日子。”“今晚上？”龙阿勇皱了下眉，心说这小子靠谱不，但是出城狩猎他倒是蛮心动的。现在一头地狱黑虎的价格高达上千公斤黄金，能弄2头回来，也是极为让人心动的。装备不一定能搞到。龙阿勇实话实说。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道：“你搞不到，跟你们领导反映反映，万一能弄到呢？”龙阿勇拿走了半斤黑虎鞭，这东西10来斤重，剩下的龙小道也不准备再往外送。看着满屋子的大金砖，供应员眼里都在放光。他见过钱，不过是银行卡里一串数字，像这种能把金砖铺满客厅地板的场景，还是头一次见。蝈蝈，伦家想拿他们搭积木，给大黑盖窝窝。小慧慧也是满眼放光，高兴地说道。龙小道抬手揉了揉他丸子头，笑着道：“搁吧。”耶！小丫头跑过去，拿着金砖当积木盖狗窝去了。龙小道犹豫了下，朝着供应员说：“姐，今晚上我想再出城去一趟。”供应员皱眉：“出城去干嘛？”“拾荒，搜集打捞遗留在外面的废弃车辆。”龙小道一本正经地说道。供应员不解地问：“用途呢？”龙小道解释说道：“升级铁甲之躯，铁甲战车需要用到大量的钢材，除此之外，汽车里的各种电子元素零件、电机、发动机等也都是升级所需的材料。”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我算计过了，铁甲战车如果想要升级，至少需要200辆汽车，市区里面的一切物品都是有主之物，就算主人发生意外，也会被市政接管。咱们想要直接拿过来用，明着叫抢，暗着叫偷，外面的天眼系统已经恢复，不管是偷还是抢，只要咱们还想在登天市里待着，那就不能干这事情。”供应员点头：“好，我晚上跟你一起去。”既然龙小道决定了，又是因为正事，那他就无条件支持龙小道的决定。龙小道摇头，陪笑着说：“不用，我自己能搞得定。你留在家里陪慧慧，咱总不能给小丫头自己放在家里不是？”“伦家也去啊。”客厅里的摆弄金砖当积木盖狗窝的小丫头突然转过头来给龙小道来了一句。龙小道张嘴刚想说不行，供应员笑着把话接过去，点头同意道：“慧慧说的没错，他也去。咱家里往后只要是远途行动，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集体出去。”龙小道皱眉，刚想说野外不安全之类的话，还没张嘴就被供应员打断说道：“咱们是一家人，有你在，家里就有主粮谷。
公引员抬头看着农小道，我的实力还可以，尤其是大光明术，对于群体作战极为有利。慧慧虽然年纪小，但是也要历练，并且她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出了城市，我们都将会面临多种选择以及意外发生。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那就不担心走散。想要回登天市就回登天市，不想回登天市的话，也可以随时调整方向，比较灵活多变。你说对不？农小道笑着起来，突然一把抱住公引员纤细瘦腰，低头在他嘴上吧唧亲了口。对，你成功把我给说服了。行，晚上咱们一起去。公引员脸上微微泛红，轻轻推开他，毕竟女儿还在客厅里。17楼。龙小道不清楚王朝具体住在哪户，这层总共就3户，1701、1702、1703，反正有一户肯定是王朝家。叮当，龙小道先按响了1702户的门铃，因为这户紧挨着楼梯间。你找谁？屋里有女人问道。龙小道道，我是顶楼的住户，找王朝，这是他家吗？房间里有动静，大概等了2-3分钟，咯吱，防盗门从里面打开。王朝揉着睡意惺惺的眼睛，打着哈欠问，有事？龙小道笑了笑，试探着问，进去说。王朝犹豫了下，让开路，把龙小道请了进去。房间里还有个24、25岁的女人，朝龙小道勉强笑了笑。王朝关上门，过来介绍道，这是我姐。抬手对着客厅沙发指了指，示意龙小道随便坐。龙小道坐下后，笑着问，家里就你们姐弟2人？王朝皱了下眉头，有事说事。小伙子年纪不大，脾气倒是挺直的。龙小道道，晚上我想组织一队人去城外狩猎，搜集物资，想问问你有兴趣去没有？王朝眼神一亮，还没等他说话，旁边站着女人急忙抢先说道，他不去。姐！王朝对于女人替自己拿主意极为不满。王雪娇眼眶一红，气得跺了跺脚，电视里面都说了，城市外面现在到处是异常生物，不是怪物就是怪兽，你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哪里也不许去。王朝无奈说，在家里待着就一定安全吗？全民领主里面升级打怪，咱们没有复活宝石，搞不好也是死。现在游戏和现实里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且现实中的怪物虽然不少，但并不是很难杀，只要小心一点，比游戏里危险系数都要小。说完，转头看着农小刀问，有多少人？都什么级别的？有没有高手带队？利润到时候怎么分配？一连串问题甩出来，说明这小子已经不是第一回出城，并且已经有过跟人组队合作的经验。龙小刀笑了笑，眯着眼睛说，你游戏里转职了没有？有没有什么技能？王朝道，转职了，战斗类职业丛林系猎人会布置陷阱和弓箭术，非职业技能有寒冰术。龙小刀高兴笑道，不错嘛，高手带队，转职玩家数量不会低于70%，有武器装备，有车辆。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猎物分配方面，你可以选择按队分配，也可以直接选择拿固定奖励。第101章喧宾夺主。王朝愣了下，好奇问，固定分配是多少？龙小刀笑着说，固定分配你等于算是我雇佣的人员，不管这次出城有没有收获，都会给你2块金砖。2块金砖？王朝愣住，就连一旁的姐姐王雪娇都瞪大眼睛。龙小道点头，1块金砖1公斤，2块金砖2公斤。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固定奖励不用等回来，答应去就可以直接先给你。抬头看着王朝，平静说，不过跟出行收获、随队分配相比，或许固定奖励并不多，2种分配方案算是各有利弊吧。王朝试探着问，随队分配是怎么个分配法？龙小刀笑道，我是队长，随队分配就是我说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不允许反驳。王朝点了点头，对于这种队长分配法并不是很反对，但是前提是队长要公正不阿，不能徇私舞弊。我选固定。王朝刚想说选择固定奖励，也就是说想答应龙小道的雇佣，却被姐姐王雪娇打断，阻止说道，我们选择随队分配，并且今晚上我也要跟着一起去。龙小道皱眉，还没等他说话，王朝先皱眉道，不行，你不能去。王雪娇盯着他，你去我就去，要是你出了事，我怎么跟咱爸咱妈交代啊？转头看着龙小道说道，我也是转职玩家，法师系丛林女巫。龙小刀眯着眼睛笑起来，行，那今晚上的行动算上你们姐弟2个。说完，龙小道起身朝外面走去。至于姐弟俩私底下怎么商量，谁去谁不去的都是人家的家事，龙小道不想参与，也不想掺和。他下来就是想雇佣2个人手，目的已经达到。下楼以后，龙小道拿着手机打给紫金眼，老板娘，今晚上出城去搜集物资，有想法没？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问道。紫金眼沉默片刻，今晚上？对。龙小道之所以这么赶，是因为他觉得
时间越长，说不定城市外面那些异常生物也就会越发强大。变强的不仅是人，毕竟现实是两个世界互相重叠融合，变数实在是太多。半个小时之后，给你准确消息。说完，紫金眼挂断了电话。他做事风格向来谨慎，不确定的事情不会直接答复。龙小道拿着手机笑了笑，又打听给牛宝。因为都算是熟人，有了第一次合作基础，也算是知根知底。今晚上呀，牛宝歪头想了想，无奈说：“我得问问老爷子，昨晚上没跟人家请示，气得老头子血压都飙升上来了。这次要再不跟他请示，非得气出毛病来不可。”龙小道笑道：“行，等你消息。”说完挂了电话。紫金眼和牛宝都不确定去不去，那人手方面还真不是太充足。犹豫了下，龙小道朝楼下走去。龙茂生先超市门口，龙小道敲了敲门。谁？听着老张的声音，龙小道笑道：“张哥，是我。”咯吱，铁皮防盗门从里面拉上去。张涛开门让龙小道进来。一家人正在规整店铺，明显可以看出里面货物基本上不剩下什么。小道哥，张孝南见到龙小道进来，放下手里的东西，高兴跑了过来。龙小道笑着朝他点了点头，又对着老张媳妇、老张儿子儿媳打了个招呼，才对着老张说道：“张哥，这次来是有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张涛笑呵呵道：“有事尽管说，跟我们你还客气。”龙小道摇头道：“不是客气的事情，是比较重要。”见龙小道这么说，张涛不笑了，点头：“兄弟你说。”龙小道道：“是这样，晚上我组织人手要出城一趟去搜集物资，孝南的职业技能我很看好，路上估计也能用得上，所以想把他带上。”稍微停顿，莫等老张说话，又继续说道：“风险肯定是有的，我能保证的就是尽可能的把他带出去，再完好无损的带回来。”张孝南听完龙小道话，嬉笑着抢先说道：“我去。”龙小道没搭理他，而是看着老张说道：“张哥，这事情你跟嫂子商量商量，要愿意我就带上他，不愿意也没事，不着急做决定，下午7点钟之前给我信就行。”张涛勉强笑了笑，点头说：“行，我们家里人商量商量。”龙小道转身走了。下午3点，距离晚上7点还有时间，龙小道进到全民领主游戏世界里，带上重铠武士，点为暴熊王、妞妞、海飞、蒂安娜，走出领主得打怪积攒经验。到傍晚6点多，积攒下来的经验正好把铁甲战车、铁甲之躯2个技能升到2级。隐藏职业的技能不但比普通职业技能高2个等级，所需经验升级难度也是普通职业技能的4倍。从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出来，公引员说紫金眼、牛宝都打过电话。龙小道问2个人怎么说，去不去？公引员道：“去。”龙小道松了口气，紫金眼和牛宝都去，那人手方面就够了，只是他们这边人手有待确定。看着时间，傍晚6点半，已经不早了。打电话给龙阿勇。龙小道等电话接通以后，吊儿郎当的笑着问道：“去呗？”龙阿勇道：“去，人数还比较多，这次我们龙家准备出30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英，要今晚收获的5成份额。”龙小道略微皱了下眉头，吊儿郎当笑着问道：“30人都是转职玩家？”龙阿勇道：“没错，都是转职玩家，并且全副武装，没跟你斗嘴，实打实的精英。”龙小道眼神闪烁着，收起笑容来说道：“这可不是太好办啊。”龙阿勇笑了，反问道：“还有你小子感觉为难的时候？”啧啧，这可真难得。怎么着，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照龙阿勇的话，龙家这队人马确实都是精英，可问题是来了就要拿走今晚上收获的1半，那剩下的人可就只能分另外1半，这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吗？第102章整装出发。那个阿勇哥呀，小弟唐突了，要不这样吧，也别分你们5成，咱们晚上各玩各的。你们呢，自己出城去打怪狩猎，我们呢也悄摸的去捡点废品垃圾，咱也别往一块掺和了，这样你们能搞到多少算多少，我也不用为难让你们分走1半了，对不？龙小道眼珠子一转，陪笑着说：“龙家人兵强马壮，出动的都是精英不假，问题是他们直接分走1半，那剩下的怎么分？既然玩不到一块，那干脆就不在一块玩不就得了吗？”龙阿勇没想到龙小道画风转变这么快，迟疑了下，若有所思地问：“那你说怎么分配合适？”龙小道打了个哈哈，眯着眼睛笑道：“其实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又不是出去干什么大买卖，小打小闹的，这些精英也不见得能用上。”见龙阿勇不说话，龙小道继续笑道：“如果非去不可，那收获分配的问题由我说了算，也就是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不能有意见。”龙阿勇气笑说：“这未免有点太霸道了吧？”龙小道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道：“是有点霸道，但是我这边就这个规矩，能行就一起，不行也没关系，往后还有合作的机会，不是？”其实这也是龙小道没做好功课，
没想到龙家把柱下的这么大，他就是想出去在城际边缘溜达一圈，主要就是搜集寻找些废旧汽车，另外可以的话再打点猎物。龙阿勇说道：“这事情我做不了主，网上请示一下，等我会。”说完挂断了电话。龙小道拿着手机皱眉，这个龙家恐怕在登天市的势力不小啊。不过想想也是，一声不响就能拿出300公斤黄金换黑虎肉的势力，能差到哪里去？吃饭。供应员走过来，轻声询问道。他已经做好晚饭，就等候龙小道上桌。龙小道朝着他笑了笑，吃饭。晚饭过后，供应员领着小慧会进屋换衣服。龙小道还是那身宽松的运动装，没有特意打扮。夜里黑灯瞎火的，没人会专门去看你穿什么，外表打扮现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汪！门口的大黑突然叫了声。龙小道知道外面有人来，起身走了出去。王家姐弟走上来，打量着大黑。王朝有些诧异地问：“这条大狗是获得进化了？”大黑个头长的1米多高，跟头小牛犊子似的，哪像是狗，模样比狼虎都凶。龙小道笑了下，问道：“你们姐弟商量好了吗？”王朝点头：“商量好了，我们今晚上都去，利益方式随队分配。”行。龙小道笑着点头道：“其实这也是最好的选择。”房间里，供应员和小慧慧都穿好衣服走了出来。供应员紧身牛仔裤，上面套了件褐色长款风衣，小慧慧上身小皮夹克，头上还戴了顶牛仔帽。王雪娇忍不住问：“他们也要一起去？”龙小道点头，笑着说：“对，他们也一起去。”锁好门，大家往楼下走。不仅供应员小慧慧去，大黑也去。用供应员的话说，就是全家出动。会开车吗？下楼以后，龙小道朝着王雪娇、王朝姐弟问道。王雪娇点头，会开。龙小道点头，那辆东风皮卡车，还有前面这辆东风猛士越野车，你们开哪一辆？王朝眼神放光，抢先说道：“开东风猛士。”龙小道笑了笑，没说什么，抬手把东风猛士的车钥匙扔给他：“你们母女俩开铁甲战车。”龙小道朝着供应员说道：“铁甲战车有护甲，也有自动驾驶系统，它也可以远程操控，防御系数更高，安全性也更强。至于龙小道自己，则准备开那辆东风皮卡车。之所以把车都开上，是因为回来的时候需要携带猎物和货物，打的东西多，拉不回来，那不是吃亏吗？所以车辆多点总比少了强。”3辆车开到门口，停在农茂生鲜超市门口，滴滴按了2下喇叭。农茂生鲜超市的卷帘铁防盗门拉上去，张家人走了出来：“兄弟，我儿媳妇肖翠翠跟着你一起去，她转职了，是个侠客，让她保护孝男。”张涛走过来，低沉声说道。身后妻子李翠梅眼眶有些红，但是没说什么。张涛儿子张光亮道：“我老婆妹妹就拜托你照顾了，过了今晚上我就能转职，下次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去。”老张家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张孝南是个非战斗职业玩家，身边没个家里人跟着，他们也都不放心。家里除了张孝南之外，也只有儿媳妇肖翠翠转职，并且是战斗类职业。放心吧。龙小道点头，然后朝张孝南、肖翠翠说道：“你们开那辆纯电动淘米 SUV。” 好。张孝南点头，跟嫂子肖翠翠朝着停在不远处的淘米汽车走过去。龙小道朝着老张一家人挥了挥手，坐到驾驶室里，一脚油门把车朝着前面开去。每一个人都没法退缩，就算今天不出去，那明天照样还是要出去的。城市里每一个人往后都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末日已经来临，想要活着就要出力，没有谁会养着废物的。半路上，龙小道接到了龙阿勇打过来的电话：“4成。”听着龙阿勇试探的声音，龙小道眯着眼睛摇头，无所谓的说：“我领队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分成，随队分配奖励，并且全要听我的。”龙阿勇笑道：“你小子未免也太霸道了吧？”龙小道耸了耸肩，轻松道：“玩不玩吧？”龙阿勇笑着说：“行，那今天就信你一次，不过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别介。龙小道打断他，平淡说道：“不接受什么丑话，乐意玩就玩，不乐意玩咱又不强求着你们，能听明白不？”龙阿勇深吸了口气，询问道：“哪里集合？”迪卡城。说完，龙小道挂了电话，一脚油门下去，朝着城东开过去。早知道龙家一口气派这多人出来，他都不跟龙阿勇讲今晚上有行动。第103章，长顺汽车拆卸厂。出城一如往常的顺利，异常丝滑，没有遭受任何程度上的阻拦。只要你说想出去，城防军直接放行。龙小道领着人出去了。其实龙小道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有心人的关注下了，希望小家伙还能给咱们来带意想不到的惊喜吧。孙成虎笑着说道。龙家已经正式向蓝精灵提亲。手下副官陈乐说道。蓝精灵与龙城隍的婚约也招惹来了李永琪的不满，
另外，市里其他几大家族好像也没准备放弃蓝精灵。孙成虎眯着眼睛笑道：“老李能高兴才怪，好不容易才网络到的高手，龙家想要伸手摘桃子，换成了咱们也忍不住了呀。”略微停顿，目光闪烁着道：“至于蓝精灵，其实也不一定有多么重要。一人领主榜全球1000名之内的高手，不重要吗？”陈乐忍不住低声问道。孙成虎抬头看着他，问道：“蓝精灵如果没有视觉2处的庇护，能活下去吗？真以为那些老狐狸是吃草长大的吗？在他们眼里，自身利益大过天，无一不是自私自利且阴险狡诈之辈啊！蓝精灵别看现在活得好好的，只是没有确定归属，还没有人想着对他下手罢了。真到了花落谁家，他就算不死，也得住进大宅深院里，轻易不敢再随便抛头露面。我得不到的东西，那岂容别人得到？在利益面前，所谓的人情世故不过都是场儿戏。迪卡城比上午来时好像又荒凉了不少，石砖下面的草都长高不少，越发显得荒凉。要知道，这才几个小时的变化啊！王雪娇、王朝姐弟下车，朝着农小道走过来，好奇问：“这就是咱们今晚上的目标吗？”农小道盯着迪卡城，他能感觉到迪卡城里面有东西，并且他好像也在某个阴影里注视着自己。不是，咱们在这里等会，人还没有来齐呢。农小道摇头，姐弟互相看了眼，还以为就他们几个人呢。率先到的是牛板，总计4辆车，都是那种大排量的越野车，算上他，一共12个人，大部分都是熟悉的面孔，比如说春秀、光头，还有上次在一人所外面被农小道打伤的那个黄毛。这次我们可都是有备而来哦。牛板从车内跳出来，嬉笑着说，望着车内坐着的公引员和小慧慧母女，走到农小道身边，那肩膀撞了撞他，压低声音说道：“还是你牛逼，每次出来都带着女人孩子，你也不怕他们出什么意外啊？”农小道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说：“闭上你那乌鸦嘴，凶什么凶？人家也是好意嘛。”牛板朝着他皱了皱鼻子，朝铁甲战车走了过去。他知道得跟车里的女人孩子搞好关系，因为人家够牛逼，说不定什么时候拉一把就能救自己人一条狗命。王朝看着牛板带来的人，除了领头的都不像什么好人。还有人？农小道张嘴打了个哈欠。还有，别着急。王朝犹豫了下，抬手向着迪卡城里指了指，说：“要不我们先去里面搜集点东西。”他想趁着等人的功夫进去迪卡城找点日常物资。农小道摇头：“最好别去，里面有东西，你们姐俩自己进去，10有8九回不来。”王朝眼神一缩，皱眉：“真的假的？”王雪娇从旁皱眉说道：“我也觉得迪卡城里有什么东西，像是在注视着咱们。”农小道转头好奇地看了他眼，点了点头，朝着东风皮卡车走去。坐在车里等了大概10来分钟，城市方向过来了一大长6车队，前面越野车打头，后面3辆重卡车，在后面则是重型房车、越野车。车队属于2方人，其中前面6辆越野车、3辆重卡车、1辆重型房车是龙家的人，在后面的4辆越野车是紫金眼以及公司手下。农小道等车队停稳，龙阿勇、紫金眼等人从车上下来，他才睁开眼，推开车门走了过去。来，开个简会。农小道招手，把牛板、紫金眼、龙阿勇都喊过来，笑着说：“我只跟你们这些头目对接，你们手底下的人各自管好。”脸上笑容收敛，认真说道：“咱们今晚上的目标是长顺汽车拆卸厂。”龙阿勇身后有人，沉声问道：“长顺汽车拆卸厂里有什么值得我们搜刮的物资吗？”跟长顺汽车拆卸厂相比，我觉得不如直接把迪卡城里的物资搬空拉回去划算。龙小道抬头看他眼，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脸桀骜不驯地盯着自己。行啊，那你带着人去迪卡城里面搬物资，我领着人去长顺汽车拆卸厂不就完了吗？龙小道说完，抬头看向龙阿勇，若无其事地说道：“管好你的人，别没大没小的瞎插嘴，不都跟你说了吗？出来玩就要听我的。”龙阿勇笑着道：“行，你雕大，都听你的。你说让我们去哪，我们就去了。你让我们追狗，我们绝对不撵鸡还不行。”转头给身后年轻人使了个眼色。龙小道看了下手腕上廉价电子表，已经快晚上9点钟，时间不早了，咱们早去早回。武器呢？抬头看着龙阿勇问。龙阿勇气笑，无奈嘟囔了句：“你他妈还真是个大爷。”说完抬手打了个响指，身后手下拎着4个大行李包走过来，放到地上，里面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长短都有。龙小道朝着牛板问：“你的人用不？”牛板眨了眨眼睛，摇头说：“不用呀，我们自己有。武器只是针对那些个头较小、数量较多的异常生物准备的，主要打怪方式，还是技能。”龙小道点了点头，向着王雪娇、王朝、张笑南、萧翠翠招了招手：“自己选，速度快点。”他选了2把手枪、1把突击步枪以及配套的弹夹。听着，咱们出来是为了寻找猎物的，换句话说，咱们是出来发财的。
我希望你们能跟着我出来，就能跟着我回去。当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路都是自己选的。出发！说完，龙小道把剩下的武器背包拎起来，朝着东风皮卡车走去。第104章铁甲之家。能听见吗？启动汽车，龙小道拿着手里对讲机开口问道。对讲机是龙阿勇准备的，全套的装备绝对不是他这个民间队长可比的。收到，龙队长有什么命令要下达吗？龙阿勇略带调侃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过来。龙小道道，前面大概1公里，路被封了，派几个人过去，把路障清理掉。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周围应该有地狱猎狗，碰见的话引诱他们过来，打一波。地狱猎狗？龙阿勇好奇问，地狱猎狗的价值应该不大吧？打他们做什么？龙小道道，价值不大，不代表没有价值，要不你领队，屁话那么多。龙阿勇，去你大爷的！关了对讲机，身旁副驾驶上坐着的龙承顺皱眉，阿勇哥，这小子几斤几两咱都不清楚，老爷子让咱们出来跟着他历练，是不是老糊涂了呀？龙阿勇歪头看他了眼，笑着道，你小子有种，这话直接跟老爷子说去，当着我面说算什么英雄？稍微停顿，又笑着道，老爷子有没有老糊涂我不清楚，但是这小子是整个登天市唯一领着人狩猎回来过地狱黑虎的人。长顺汽车拆卸厂距离城东 G88 高速路口不远，距离迪卡城大概有6公里，如果不是因为现在外面路况被损坏严重，开车5-6分钟就能抵达。这是一家在登天市排名前3的废旧机械回收拆解工厂，规模很大，除了报废汽车以外，比如船只，甚至是从国外当废料进口回来的坦克、军舰都会在这里拆分。龙小道把目标定在这里，首先是他需要大量钢铁升级铁甲之躯、铁甲战车，其次就是他想在登天市之外插个眼，看看能不能弄个临时营地出来。迪卡城里面有大量物资，确实很合适当据点，但是它距离登天市太近，并且迪卡城名气很大，知道这里有物资的人很多，现在市里的供应还可以满足大众，不用大家自己出来搜集物品，等满足不了的时候，这边肯定是首先被盯上搜刮的地方。哪怕就算现在，恐怕想打迪卡城的主意都不少。为什么龙小道不把注意力放在迪卡城？它里面的物资不是龙小道主要目标，只是其一。另外最重要的原因，龙小道现在不清楚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想因为些不重要的物资去涉险。很快，龙家派到前面清理路障的方向就传来了枪响声，以及地狱猎狗的吼叫。龙小道拿着对讲机开启全队模式，询问道，团队里有没有转职的非战斗职业分解师，或者是屠夫、提取师之类的人员？牛宝声音传过来，我家有呀，2个分解师，1个切割师。紫金眼道，我这里也有2个专业分解尸体材料的人员。龙阿勇最后说道，我们家带了5个。龙小道眯着眼睛，嘴角忍不往上翘了翘，果然都是一群狡猾的小狐狸。不过他喜欢，没别的，就图个省心。全员下车，猎杀周围的地狱猎狗，尸体拉回来分解成皮肉骨血毒。龙小道嗯了声，说道。龙承顺质问，地狱猎狗血肉有什么用？你吃吗？咱们没时间在他们这些低等级生物身上浪费时间。龙小道翻了翻白眼，你耳朵聋吗？再他妈听你插嘴，今晚上的收获，龙家配额减半。说完，龙小道直接把对讲机给关了。龙承顺肺差点给气炸了，自己堂堂龙家小少爷，哪受过这种气啊？下去几个人，给我弄死他！龙承顺拿着对讲机怒吼道。龙阿勇哭笑不得，无奈道，弄死他，今晚上谁指挥？行了，跟他生什么气？今天咱们就陪着他玩，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老爷子可说了，你得听我的。龙承顺气的牙根痒痒，他打过来就瞧着这小子不顺眼，狗屁不懂，听他指挥个屁呀！龙小道坐在车里，打开手机，翻看着前2天卫星刚传输下来同步过的地图。这时候，野外地形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长顺汽车拆卸厂距离市区的距离变化也是很大，30公里，再远就值不当了。龙小道嘴里自言自语嘟囔着，如果超过30公里还没抵达长顺汽车拆卸厂，那就回来。也就是说，龙小道给小队指定的目标是30公里，今夜最多挺进30公里，不管有没有收获都要撤回来。这时候路边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废弃的车辆，数量虽然不多，基本上都是最初想逃离城市的那些市民留下的。10来分钟后，龙小道才从东风皮卡车里面下去，抬手伸了个懒腰，喂，你小子还知道下来？龙阿勇走过来苦笑着问，大老爷子，你准备让咱们的人在这里杀多久？地狱猎狗数量虽然多，却是地狱阵营里的低级兵种，血肉有一定价值，但是身体里还有各类毒素，总体的经济价值并不高。拉上这些地狱猎狗的尸体回去，那就不用装载其他猎物了。龙小道打量着四周，吊儿郎当地说，先杀吧，尽量把他们杀干净。龙阿勇翻了翻白眼，子弹也是要钱的。龙小道没搭理他，而是一个急速闪电
朝着不远处一辆汽车跑过去。收取！龙小道手掌抚摸到汽车的时候，心里默念着。下一秒，龙小道身后浮现出铁甲之躯的身影，铁甲之躯过来3下5除2，把汽车掰成碎片，然后积压成块状，收入了自己体内。整个过程最多也就30秒钟，乍一看非常解压。整辆汽车所有材料都没有剩下，包括轮胎在内。收入铁甲之躯体内的各类金属、橡胶、电子配件等材料，其实是进到了一个叫铁甲之家的地方进行储存。铁甲之家类似于虚拟空间，内部很大，不过吸入里面的材料就不能再拿出来，只能供给铁甲之躯、铁甲战车等铁甲师名下技能升级使用。第105章复合猎狗牙。把附近能看见的10来辆汽车都分解装进铁甲空间，龙小道才走回来，把地狱猎狗尸体拉回来，分解，手脚都麻溜点。听着龙小道的声音，龙家人面无表情，对于命令嗤之以鼻。大多数人都觉得龙小道是个草包，而牛宝和紫金眼带来的人相对就要好上很多，毕竟有过一次合作经验，都清楚龙小道的为人和战斗力。颜如玉练级速度挺快啊，转职了？龙小道朝着童颜巨如颜如玉笑着好奇问。今天紫金眼不但带来了颜如玉、王英英、柳如烟、江小柯、王如霜等人也都来了。颜如玉板着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哼了声，没好气地说：“龙小道，你最好不要自找没趣，本小姐现在很不痛快，气都没地方去撒。”龙小道稍微一愣，眨了眨眼睛，笑着道：“不会是转职成了非战斗职业吧？”啧啧，都跟你说了，不要招惹我。颜如玉转头把枪口对准龙小道，闭着眼睛，龇牙吼道：“信不信老娘把你打成筛子？”龙小道一个急速闪电到他身后，抬手从他后脑上敲了下，训斥道：“别把枪口对着队友。”颜如玉如同泄气的小皮球，抿着嘴把头别过去，不搭理龙小道。以前大家在一个公司的时候，他觉得这傻小子虽然游戏玩得还不错，可没想到才几天没见，他都快成一方大佬了。老祖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识别30日，另当刮目相看。果然不瞎说。别灰心，非战斗职业跟战斗职业差别不大，是真不大的。龙小道笑着道。颜如玉叹了口气，小嘴嘟囔着说道：“你不用安慰我，本小姐也不是那么脆弱的人，能扛得住。”龙小道眯眼笑道：“真不是安慰你，非战斗职业与战斗职业关系是真不大。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是领主啊！掌管领地，统领英雄，率领兵种征战四方，才是咱们主要的职责。职业只是让你有个选择方向，或者说是让你有个兴趣爱好，又不是去专门干这个。”颜如玉皱眉，皱着鼻子哼了声：“你说的这些我都懂，问题是现在游戏里的英雄兵种都带不到现实里来啊，现实里还不是战斗职业比较吃香吗？”龙小道笑道：“暂时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相信我，非战斗职业以后也会非常吃香哦。”然后又忍不住好奇问：“你是什么职业？”颜如玉看着他好一会才哼了声，说道：“模具师。”龙小道稍微愣下，然后嘿嘿笑起来，嘟囔了句：“暂时果然没啥用。”颜如玉恼羞成怒，咬牙切齿的就想跳起来踢他，不过被龙小道一个急速闪电躲了开。牛宝带了11个人，算上他刚好12个，紫金眼也带了12个人，龙小道这边7个人，加一起总共31个人。而龙家算上龙阿勇、龙承顺有32个人，比龙小道、牛宝、紫金眼3拨人都要多。60多人又都是精英，装备精良，对地狱猎狗而言，基本上就是一面倒的屠杀啊！只是有不少人都想不明白，龙小道让人猎杀这些地狱猎狗做什么？地狱猎狗留下数千头尸体，一看真干不过，隐藏背后的地狱猎狗王嗷叫了2声，鸣鼓收兵，犹如潮水般的地狱猎狗，来得快，退得更快。这些尸体分解完需要多久？龙小道走过来询问道。7个人在分解地狱猎狗的尸体，就如同一个血腥的屠宰场，浓郁的血腥味能飘散出去老远。1分钟分割3头，你自己算呗。一个中年人朝着龙小道咧嘴笑道。1分钟分解3头。龙小道想了想说：“给你们半个小时，能分解多少是多少。”转头朝着张孝南招了招手。张孝南小脸煞白的跑了过来，这种血腥场景他哪见过，这会能强装镇定着跑过来就不错。地狱猎狗身上主要的材料就是猎狗肉、猎狗血、猎狗牙、猎狗爪、猎狗骨头和猎狗毒素肉。猎狗毒素肉就是那些腐烂沾染着大量病毒病菌的肉，分割术直接能把些肉归类到一块，合成术能把这些东西当材料合成到一起不？龙小道朝他眨了眨眼睛问。其实龙小道说的不是合成术，而是张孝南掌握的复合术。张孝南看着龙小道眼色，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咬牙说道：“我试试吧，先合成猎狗牙和猎狗爪。”龙小道点头说：“猎狗牙齿是猎狗身上最坚硬的部分，猎狗爪子则是猎狗身上最锋利的部分，
这部分材料都可以做成武器用。张孝南走到一堆猎狗牙前面，深吸了口气，神情严肃地把手掌上2团光球祭出来。左手边光球里放着5颗猎狗牙，右手边光球里也放着5颗猎狗牙。复合！张孝南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默念道。啪嗒，10枚猎狗牙复合成了1枚带着抹寒光的猎狗牙，有点锋利的猎狗牙，10合1。张孝南转头对着龙小道兴奋道：“小道哥，成功了！”龙小道走过来看了看，轻声问：“最多几颗猎狗牙能合一起？”张孝南道：“以现在的技能等级，最多10合1，只要有10种相同的材料，就能一直合下去吗？”龙小道试探着问。张孝南先是点了点头，又摇头说：“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具体能不能行，需要实验。实验吧，10合1的再材料，再合，往复下去看看能合几次，速度快点。”龙小道点头说道。周围树林里响起了某种生物的嘶吼声，应该是分解地狱猎狗尸体产生的浓郁血腥味，引来了其他掠食者。龙小道一跃跳到一辆车顶上，环顾四周，沉声道：“注意警戒，半个小时后撤离。另外，把那些地狱猎狗的爪子都给我砍下来。”张孝南的复合术发动速度很快，只要有足够的材料在眼前，他3秒钟就可以复合一次10枚猎狗牙，10次100枚，3次1000枚，他只复合了3次。面前一堆的地狱猎狗牙就用光了。第106章，锋利的猎狗牙。啊！西面突然有人惨叫一声，人直接被从地上被什么东西拎到了树上，一阵血水洒落，咣当，尸体从树上掉落下来。龙小道心里咯噔一下子，有人死了，虽然早有预料，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出来之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离开了市区，生死有命。一个急速闪电过去，人翻着白眼，嘴角血流不止，头盖骨已经被掀开，里面空空如也，脑子被什么东西给挖走了。龙阿勇也跑了过来，脸上阴翳，警惕盯着头顶上的树干，死的是龙家的人员。看到是什么东西了吗？龙阿勇询问周围护卫。一道黑影大概有2-3米高，手臂很长，后腿勾在树上，小赵一下子就被抓了上去，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带着小赵爬到了树关。通过龙家护卫简单描述，紫金眼沉着脸说，大概率是地狱石脑猿。龙阿福点了点头，这种生物很聪明，并且可以对人精神产生影响，没想到在城市外围这么近就已经有了他们的身影。看着龙小道皱眉，此地不宜久留。那些分解的地狱猎狗尸体，浓郁的血腥味极易招惹来猎食者们。龙小道阴沉着脸，损失人手他也不想见到，但是现在还不能走，再等半小时。龙承顺怒瞪着龙小道，气得破口骂道：“草你妈，耳朵聋吗？让你赶紧走！我们龙家的人都因为你的狗屎命令死在了这里，还你妈瞎指挥！”龙小道转头目光盯着他，空气好像凝固，大概3秒钟以后才冰冷开口说道：“今天龙家的奖励减半，再废话直接滚回去。”说完转头对周围队员说道：“收拢阵营，尽量靠近一些，注意四周。”龙承顺瞪着眼睛，张嘴破口骂道：“窝草你！”龙阿勇黑着脸打断他：“够了，忘记我跟你说过什么吗？再多嘴就给我滚回去！”龙小道朝着供应员使用了个眼神，示意他领着小慧慧先回铁甲战车里。8个分解师，每人每分钟可以分解3只地狱猎狗尸体，半个小时也不过才720头，再加上之前20来分钟分解的，总共也就1200头左右。怎么样？回到张孝南身边，他得过来护着点，别人死活龙小道可以不在乎，但是自己带出来的人，他得尽可能活着再领回去才行。10合1，给的是有点锋利的猎狗牙，10个有点锋利的猎狗牙合成出来的是有点光泽且锋利的猎狗牙。说完，朝地上几个明显大很多的地狱猎狗指了指，猎狗牙数量不够，暂时只能合2次。他已经在合地狱猎狗爪子，相对于牙，就算不懂得分解技术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就把地狱猎狗4个爪子剁下来。10个地狱猎狗爪子合成后是有点锋利的猎狗爪，10个有点锋利的猎狗爪合成后给到锋利的猎狗爪，10个锋利的猎狗爪合成后得到猎狗利爪。张孝南把手里一个长约30公分、黑色带猫的类似于钩子一样的东西递给龙小道。简单说，猎狗利爪还是一种材料，但是就算不再经过加工，它也可以当武器用。猎狗利爪，白色武器材料，拥有一定杀伤力，自带可破防属性。龙小道面上忍不住一喜，拿着猎狗利爪走到不远处一棵大树面前，举起来轻轻一挥，不费吹灰之力，在大树上留下一道深深抓痕，足见这东西的锋利。白色武器市场上什么价格，龙小道不是很清楚，但应该也不会太便宜。1000条地狱猎狗爪复合出一条相当于白色兵器的猎狗利爪，理论上说肯定是不亏的。研究出什么来了？龙阿勇走过来问。龙小道没说话，把手里的猎狗利爪丢给他，只要拿到手上
就能获得猎狗利爪的信息。龙阿勇眼神一亮，激动地问：“能批量搞？”农小道点头。龙阿勇忍不住卧槽了一声，抬手朝着农小道竖了竖大拇指。他知道今晚上绝对不亏。农小道走回到张笑南身边，问道：“地狱猎狗的血肉骨头能不能合成？”张笑南道：“我试试。”用技能抓起10条地狱猎狗的骨头架子，复合到一起。下一秒，成了！张笑南兴奋说道：“可以合成10条地狱猎狗的骨头架子，合成出地狱猎狗硬骨。”没用农小道说，开始继续使用复合术压缩。10条地狱猎狗硬骨能合成出地狱猎狗坚硬骨。大概5、6分钟后，才又继续说道：“10条地狱猎狗坚硬骨能合成出1条猎狗利骨，50公分长，呈月牙弯弧，像是肋骨那块，正面锋利。虽然是材料，但是跟猎狗利爪一样，也可以直接拿来当兵器使用。这东西比猎狗利爪还是手，更利于当兵器劈砍挑刺。”牙也合出来了。张笑南把手里一只乳白色、17、8公分长短的白色尖牙递给农小道，10只有点锋利的猎狗牙合成出来了一只锋利的猎狗牙。农小道知道，这锋利的猎狗牙应该算是地狱猎狗身上最值钱的材料，试着把肉和血合成一下，看看能行不？农小道直接把锋利的猎狗牙收进了怀里，都没给别人看。1000块地狱猎狗肉复合出来的是一块有营养的猎狗肉。有营养的猎狗肉，猎狗肉中的精华对人体有滋补效果。至于猎狗血，因为没有足够的容器，分解口出来的都是血块，并不是鲜血。1000块猎狗血块复合后得到了一块有营养的猎狗血块，效果跟猎狗肉差不多。对于复合术，张笑南心里则多了层更深的理解。而在农小道看来，这丫头的复合术其实更像是一种提炼术，直接一次次提炼，直至剩下精华部分。第107章地狱食脑猿。地狱腐尸鬼。勇哥，四周冒出来了大量地狱腐尸鬼，数量很多，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龙阿勇听着手下的汇报，急忙跳上车顶，脸上一变。这些地狱腐尸鬼可不同意地狱猎狗，他们没有痛觉，不知道恐惧，更不会退缩，他们只有食欲，并且什么都吃，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朝着下面的农小道问：“地狱腐尸鬼军团来了，跑不跑？”“跑！”农小道招呼张笑南：“不和了，上车走人。”说完转身刚想朝着东风皮卡车方向跑过去，脑袋里嗡的一下，周围的空气好像变粘稠凝固住了似的，整个人就像糊在空气里，无法再动弹。精神攻击！卧槽！是那只地狱食脑猿，那只畜生一直都在周围监视着他们，并没有离开。铁甲之躯。下一秒，龙小道身后浮现出铁甲之躯身影。龙小道挣脱地狱食脑猿的精神束缚，进到铁甲之躯内，抽出巨剑，朝着左前方，手里刚抓起一名队员，想要抱到树干上，掀开头骨，美食一顿的地狱食脑猿劈了过去。滋滋！地狱食脑猿吓了一跳，大概没成想龙小道这么快就能从自己精神束缚里挣脱出来，尖叫着把手里的人丢下，闪躲开，一跃想要到树冠上去。龙小道都已经发现这畜生了，哪还能再给他逃跑的机会？急速闪电，直接脱离铁甲之躯，闪现到他背后，手里锋利的猎狗牙扑哧一下子戳进他背心里。吱！地狱食脑猿痛苦挣扎着从半空中掉落下来，龙小道趁着机会拔出锋利的猎狗牙，扑哧扑哧扑哧，一通连刺，直接把他的灵魂送归到了地狱里面。龙承顺眼神惊恐地从地上爬起来，刚才被地狱食脑猿抱在怀里，他觉得自己背后阵阵发凉，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呸！龙小道爬起来，把溅入嘴里的血水往外吐了吐，抬头朝着不远处那些绿色光点看了眼，转着对身后目瞪口呆的人道：“傻愣着什么呢？一会食尸鬼群上来，想给人家加餐吗？上车，走！”说完进到铁甲之躯里，把地狱食脑猿的尸体拎起来，扔到了东风皮卡车后车斗里。今晚上的目的地是长顺汽车拆卸厂，在这里只是个开胃菜。车队启动，朝着清理开路障的马路上开去。几分钟之后，那群地狱腐尸鬼被甩在身后，不过前面的路又发生了些变化，虽然可以通行过去，但很多时候都需要从旁边绕道，车速也降低下来。笑南，龙小道拿手机打给张笑南，总共合成出来了多少东西？张笑南道：猎狗利爪4条，猎狗软皮1张，有营养的猎狗肉3块，有营养的猎狗血2块，猎狗利骨1条，有毒有营养的猎狗肉1块，锋利的猎狗牙1只，剩下还有10几个10合1材料。辛苦了，记你一功，回去多分你一份。龙小道说完挂了电话。城市之外有信号，甚至信号强度还强过市区里面，这点早就已经有人证实过。妈的，地下有东西，刚才顶了下我们汽车地盘。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前面车队的叫骂提醒声，地底下有东西。龙小道皱了下眉头，拿起对讲机来：大家注意安全，尽量快速通行，不要停下来，
如果车辆受损，及时报备，调换车辆。说完，一脚油门从车面朝前头开去。这时候，龙小道表现出了勇敢担当的一面，退缩没用，既然出来就要玩命。富贵险中求，龙哥，后面你盯着点。龙小道在对讲机里说道。收到。车队后面的龙阿勇回复了一句。周围丛林里有不知名生物，一双双绿森森的眼珠子在黑暗丛林里就跟漂浮在半空中的大小果子似的。龙小道皱眉，准备射击。路边丛林里的生物已经开始对车队发动了袭击，突突突，前后车队都有人开火还击。龙小道知道现在没办法停车，只要能往前面开，就不能停下来。他们这60来号人看似是不少，可跟路边丛林里的异常生物相比，数量连9牛1毛都算不上。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攻击车队的异常生物才依稀变少，最后没有了踪影。龙小道试着把车速放慢下来，拿着对讲机询问道：汇总一下人员伤亡情况。牛宝咬牙切齿地说道：我们损失了一辆车，4名成员。紫金眼第二个开口：车辆受损严重，人员无碍。龙阿勇最后说道：损失了2辆车8个人，车辆受损严重，需要修整。稍微停顿了下，问道：还有多久能抵达长顺汽车拆卸厂？龙小道拿着手机翻看着前天传输下来的卫星地图，道：按照前天的地图看，如果不出意外，还有10来分钟的路程。天上的卫星还能用，就是传输数据特别慢，以前2-3秒钟就能传输到地面上的信号，现在要2-3天才能传输回来。从卫星地图上看，整个地球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放大了2-3倍，并且还在扩张中。所以前天传输回来的地图现在还能不能继续使用，龙小道心里也没谱。反正他指定的距离就是30公里，如果不能抵达长顺汽车拆卸厂，那就只能掉头往回走。开了10来分钟，隐约看到了一段相对保存完好的公路。上了公路后，前面就是长顺汽车拆卸厂。长顺汽车拆卸厂占地将近200亩，面积很大，里面堆积着大量废弃的车辆、金属材料，远远的就能瞅见废弃汽车、铁料、钢铁堆积出来的小山。到了，龙小道心里一喜。这时候对讲机里传来供应员的声音：小道，注意警戒，慧说他感觉到了这里有力量系的怪物存在，能量程度很强。力量系怪物。龙小道拿起对讲机，收到，各车队注意安全，注意警戒。小慧不会撒谎，他说自己感觉到了，那长顺汽车拆卸厂附近肯定是有力量系异常生物出没。第108章石铁蚁。长顺汽车拆卸厂门口有一堵墙，在墙内10几米远有一栋7层高的办公大楼，在大楼后面就是汽车拆卸厂的厂房以及堆积场。这时候里面一片漆黑，静悄悄的，别说人影子，就连鬼影子都没有。力量系生物是什么东西？车队停在长顺汽车拆卸厂门口，龙阿勇从车里面下来，看着龙小道低沉问。龙小道摇头，目光看着长顺汽车拆卸厂内，力量系生物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是小慧感觉到的。几点了？龙阿勇抬起手腕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23点10分。龙小道手腕上那块廉价电子表，战斗的时候脱落丢了，那加快点速度，不然天亮之前回不去了。说完，领头朝着长顺汽车拆卸厂大楼内走去。龙阿勇跟在他身后，皱眉问：来这里，你到底想要找什么？龙小道笑着说：钢铁。很快龙阿勇就反应过来，是你机械系战斗职业，你不都看见了吗？龙小道耸了耸肩，使用铁甲之躯的时候他们都在场，又不是瞎子，稍微推断就能得出结论。所以龙小道是机械系战斗类职业也不难推敲。钢铁对于龙小道而言是一种职业战略资源，可对于龙阿勇他们却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但人来都来了，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没有多大意义。7层高的办公大楼虽然不高，但是占地面积很大，长度有200米，食堂、职工宿舍、办公区域之类的都在大楼里面。灾难发生以后，长顺汽车拆卸厂的员工都已经撤回了登天市市区里面，没有回登天市的应该也去了距离这里不远的北池县。北池县距离登天市只有60公里，距离长顺汽车拆卸厂直线距离只有20来公里。北池县人口超过200万，依靠登天市，县城也不小，以前许多人白天都在登天市上班，晚上回北池县睡觉，所以北池县更像是登天市的一座卫星城市。在大楼后面，小慧跟着供应员也下了铁甲战车，走到龙小道身旁，抬手朝着长顺汽车拆卸厂大楼后面指了指，奶声奶气地说道。龙小道抬手摸了摸小丫头的丸子头，笑着问：能感觉到是什么东西吗？慧小大人模样，摇了摇头，感觉不到呢。龙小道点头，看着供应员轻声道：照顾好他。说完深吸了口气，5道神圣护甲悬浮在龙小道周身旋转着，一团火焰也漂浮在龙小道拖着的手掌上，朝大楼后面走去。
拆卸工厂农小道肯定要去，那里面有农小道需要的各种金属电子零配件。滋啦滋啦，走到拆卸厂前面，从拆卸厂内以及后面堆积场方向传来一种金属摩擦金属的低沉声音。农小道并没有看见生物，犹豫了下，让身后人注意警戒，他还是走了进去。一辆重型叉车停在拆卸厂门口，农小道召唤出铁甲之躯，让铁甲之躯把重型叉车收入铁甲空间。十几秒钟，一台高6米、长10几米的重型叉车被铁甲之躯卷吧卷吧，压缩拆解，装进了铁甲之家。每次看铁甲之躯拆卸机械都很解压，好像不管个头再大的金属，在他面前都像是纸糊的，轻轻松松就能折断、压扁、卷成大小合适的形状。动静也让拆卸厂内金属摩擦的声音停止下来。农小道并没有闲着，他来长顺汽车拆卸厂就是为这些金属机械，不管是车辆还是废铁，或者报废成堆还没有拉走的零部件，只要见到农小道就让铁甲之躯收取，塞入铁甲空间里。陆陆续续大概10来分钟，拆卸厂内竟然被铁甲之躯清理出来一块空地。砰！就在农小道以为前面是一堆汽车上拆卸下来的轴承，想要让铁甲之躯收取的时候，一个黑黝的东西直接从轴承堆里把高达4米的铁甲之躯一下子给撞飞了出去10来米远。卧槽！吓了农小道一跳。巨火！去！一团火焰朝着轴承堆抛了过去。硕大的蚂蚁，足有2、3米那么长，半米高，头跟洗脸盆那么大，跟那堆汽车轴承颜色完美融合在了一起。这时候，黑黝黝的眼珠子正在瞪着农小道等人。石铁蚁！所有人盯着这只大蚂蚁，心里都忍不住一惊。王如霜声音里带着丝颤抖地说道：“石铁蚁是虫族4级兵种，它们是群居生物。”意思在提醒大家，恐怕在长顺汽车拆卸厂里，石铁蚁并不是就只有眼前这一只，而是最少会有一窝，并且搞不好就有石铁蚁女王在。石铁蚁主要是以钢铁为食，但是人家并不是只吃钢铁，别的什么东西也吃，急眼了树木、石头，逮着什么吃什么。你想啊，石铁蚁的胃就连钢铁都能消化，别的还有什么消化不了？并且这东西一身堪比特种钢的铠甲，并且力大无穷。如果归类的话，石铁蚁绝对是力量系生物。这玩意有什么弱点没有？农小道一边往后退着，一边大声问道。王如霜深吸了口气，有弱点在腹部，不过拆卸厂里有一窝石铁蚁，你还想找它的弱点？这时候不应该是转头就跑的吗？农小道目光闪烁着，跑！好不容易抵达长顺汽车拆卸厂，就这么被一窝石铁蚁吓退，有点不甘心。这东西没毒，能吃，先把它给弄死。农小道咬牙，管它一窝还是一只，先干死再说。铁甲之躯！农小道进入铁甲之躯，拔出背后的后背巨剑，一跃跳过去，朝着石铁蚁后脖梗子上，啪嗒就是一记力劈华山。咣当！火花四溅！石蚁兽摇晃了摇晃脑袋，竟然朝着农小道呲了呲牙，红着眼睛咬了过来。咯吱！跟成人胳膊长短的大板牙如同剪刀似的，直接给铁甲之躯大腿来了一口。原本甲板很厚的铁甲之躯，竟然一下子就给被石蚁兽的大板牙给豁开了个大口子。第109章一物降一物。石铁蚁的大板牙天生对钢铁有克制作用，并且农小道的铁甲之躯并没有升级过，只是普通的装甲。妈妈，这只大蚂蚁的血肉可以增长力量，尤其是它的血液对我也有帮助。小慧慧拉着龚引元的手，奶声奶气地说道。龚引元低头看着女儿，好奇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小慧慧眨了眨眼睛：“游戏系统介绍的呀。”龚引元犹豫了下，蹲下来轻声问：“那你知不知道这些大蚂蚁害怕什么？”小慧慧兴奋笑道：“知道呀，他们怕我呢。”怕你？龚引元愣住了，苦笑道：“可不许跟妈妈开玩笑哦。”哪曾想小慧慧直接摇头，一本正经地说道：“伦家没有开玩笑，他们就是怕我啊。”说着举起小胳膊做了个肱二头肌的动作，伦家有力量，把一旁的牛宝都逗笑了，走过来揉了揉他小丸子头：“就你这点力量都不够给人家撒牙缝的。”转头对着龚引元道：“引元姐，带着小丫头上车，咱们撤。”场中面对石铁蚁，农小道明显有些后劲不足。对牛宝、紫金眼、龙阿勇他们这些人来讲，拿下长顺汽车拆卸厂意义并不是很大。今晚上最大的收获，怕是要数张孝南合成出来的那些猎狗材料以及那头地狱食脑猿的尸体。小慧慧皱了皱鼻子，因为自己说的话，包括龚引元在内都不怎么相信。但是自己就是能对付石铁蚁吗？眼珠子咕噜转了2圈，趁着龚引元与牛宝说话不备的功夫，朝着农小道与石铁蚁的方向撒丫子跑了过去。回来！龚引元心里一惊，急忙叫喊，想要追过去，却被牛宝眼疾手快一把给拉住了，脸色难看地说：“小心石铁蚁！”
原来是旁边暗影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只石铁蚁，并且就在小慧慧奔跑的前方。石铁蚁没有智慧，或者说智力水平不怎么高，更多是听从蚁学蚁后的指挥。小慧慧看到石铁蚁非但没害怕，反而还朝着他跑了过去。后面公隐元等人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里，尤其是公隐元，眼看着女儿就要葬身蚁口，眼泪立马忍不住掉落流淌下来。慧慧，公隐元的声音也第一时间引起了农小道的注意，回头一看，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急速闪电脱离铁甲之躯，直接朝着小慧慧的方向遁走过去，妄图在石铁蚁咬到她之前把小丫头给抱走，但是速度还是慢了点。石铁蚁剪刀似的大板牙已经张开，咬住了小丫头上半身。眼见漂亮活泼的小丫头就要被石铁蚁一分为二，几个女孩都红着眼睛别过头去，不忍直视，甚至心里都把农小道给骂了个半死。明明知道城市之外极度危险，还要拖家带口的出来，这不是想给凶兽加餐，自己找死吗？慧慧！农小道怒吼一声，红着眼睛停在了小慧慧与石铁蚁身边，瞪着眼珠子，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一幕。只见小丫头瘦弱身躯竟然顶住了石铁蚁的大板牙，娇嫩的小手轻轻松松抓着它们2-3米长的石铁蚁，轻易可以咬碎铁甲之躯的护甲钢板。这时候在小丫头手里却合不拢嘴。小慧慧扭过头来，还在朝农小道笑，嘻嘻，蝈蝈你看，我就说他怕我嘛。旁边的人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心里纷纷在琢磨着，难道说小姑娘有什么特殊本事可以操控石铁蚁？农小道离得最近，瞧得也最清楚，石铁蚁脸上的肉都在动，他不是没用力咬，是在小慧慧的力道下根本就咬不动。换句话说，他的力道没有小慧慧力气大呀！小慧慧奶声奶气的用力叫着，小胳膊用力，啪嗒，竟然把石铁蚁的大板牙给硬生生掰开，从脸上骨折，无法再合拢。嘿！小慧慧在甩手，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啪叽，把石铁蚁从头顶上来了个180度过头摔，背甲朝下，腹部朝上，摔了个七荤八素，四脚朝天。龙小道瞅准机会，抽出腰间的猎狗利骨，一跃上去，朝着他腹部心脏直接刺下去，杀死了这只石铁蚁。耶！小慧慧拍手叫好，蝈蝈好棒哦！顺带还拍了记小马屁，他也不傻呀，知道自己让妈妈和农小道都担心到了，他得哄哄他们。我去！龙阿勇瞪着眼珠子，舌头差点没咬下来，心说这他妈也行吗？这还是小孩子吗？特么的，简直就是个小怪兽啊！小队里其他成员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原来闹了半天人家带的不是个孩子，而是个高手在压阵啊！下次不准再这么鲁莽了，你看把你妈给吓的。龙小道走过来，本来想狠狠批评他2句的，但是看着小丫头眼巴巴的眼神，又于心不忍，只蹲下来在她小鼻子上轻轻刮了下。唉，自己家丫头是真舍不得骂。嘻嘻，知道了。小慧慧抱着蹲下来的农小道脖子，贴在他耳边小声说，咱俩分工合作，我帮你收拾这些大蚂蚁，回头你不要让妈妈打我屁股，行不呀？小丫头傻吗？一点都不傻，那小心眼多着嘞。农小道看着他问，你确定自己不怕这些石铁蚁？小慧慧朝着农小道眨了眨眼睛，你刚才不都看到了吗？他们力量没有我大，并且伦家的大力神诀可以压制他们的力量哦。行。龙小道点头，直接伸来，对着身后人招了招手，过来2个人把这只石铁蚁兽分解了，另外注意警戒。说完，领着小慧慧朝那只跟铁甲之躯战斗的石铁蚁走了过去。确实是一物降一物，连农小道都不搞不定的石铁蚁，在小慧慧的辅助下，3下5除2，轻轻松松就给干掉。前面还有几只？小慧慧提醒着农小道。拆卸厂房从入口到出口，从东到西长度大概有上千米，宽度有了300-400米，面积相当大，还是没算外面的堆积场。第110章升级铁甲之躯。石铁蚁身上的血怎么是蓝色的？分解石铁蚁的队员惊讶说道，声音也把大家视线都吸引了过来。石铁蚁体长大概在2.8米到3.5米左右，成年蚁体重不会低于300公斤，不过超过70%的体重都是背甲的重量。石铁蚁的背甲里含有大量金属，并且坚硬程度相当于特种钢铁，别说普通的子弹打不透，就是技能打在上面都很难留下痕迹，是一种对人类而言极为有用的材料。一只成年石铁蚁大概能提供超过150公斤的特种生物铁，另外它那对大板牙的重量大概就有50公斤左右，非常非常重，不但重还极为锋利。至于血肉反而占比没有多少，成年石铁蚁的身体里最多提取50公斤蚁肉出来，至于血液那就更加稀少，只有不足3公斤，剩下的东西就是内脏之类的器官。说石铁蚁浑身是宝并不为过，或许它的价值并不比地狱黑虎低。龙小道领着小慧慧在拆卸厂厂房里面总共弄死了9头石铁蚁。
石铁蚁的尸体也都被拎了回来。铁甲之躯，龙小道重新把铁甲之躯召唤出来，开始尽可能多的搜集有用的材料，钢铁、金属、发动机、电路板等一系列与机械有关的东西，他都用得上。滴滴滴，直到铁甲空间发生警报提示，钢铁重量超过10万公斤，空间不足，请及时提升技能等级、职业等级。10万公斤，龙小道看着偌大的拆卸场，10万公斤钢铁对里面这些东西而言，就连1%都不到啊！当机立断，升级。铁甲之躯，等级0，高3.6米，重3吨，3000公斤。铁甲厚度 0.01， 可升级。铁甲强度 0.01， 可升级。铁甲硬度 0.01， 可升级。铁甲柔韧度 0.01， 可升级。拥有兵器，铁甲重剑，可升级。动力系统 0.1， 智能系统 0.1， 修复系统 0.1。基础款，从未被改装，未升级，未进化。龙小道看完铁甲之躯的各项属性后，心说难怪这么脆弱，不管是地狱黑虎还是石铁蚁，来个异常生物就能把它给拆了，原来是强度、硬度、高度、吨位都不达标啊！升级。龙小道在铁甲之家里开始用手头上已有的材料，开始对铁甲之躯进行魔改。首先，铁甲之躯的吨位不行，个头不够啊，看着就没有那种碾压感。铁甲之躯技能等级提升到2级之后，铁甲之躯的高度可以达到20米，最大吨位可以到20吨，也就是2万公斤。不过这个吨位其实也不算是很大，连一辆重型卡车的载货量都达不到。升级吨位，暂时还不需要特种金属，只要有足够的钢铁就够。不过铁甲之躯的护甲厚度、强度、硬度、柔韧度之类的提升，就需要精炼钢铁才能达到。例如说，铁甲之躯现在护甲厚度是 0.1， 那每提升 0.1 就需要耗费铁甲之躯整体吨位重量的钢铁。也就是说，想要升级护甲厚度，需要20吨钢铁。升级护甲厚度，升级护甲厚度，升级护甲厚度。龙小刀一口气把护甲厚度提升到了 0.4， 耗费掉了8万公斤钢铁。没别的，护甲厚度、护甲强度、护甲硬度、护甲柔韧度4种选项里，只有护甲厚度是最容易提升的，不需要特殊材料，只要有钢铁就行。护甲强度需要精炼钢铁，前提是需要先在铁甲之家，也就是铁甲空间里建造一座精炼钢铁厂。护甲硬度需要特种钢铁，前提是需要先在铁甲之家，也就是铁甲空间里建造一座特种钢铁厂。护甲柔韧度倒不需要在铁甲之家内建造什么工程，只是需要金银铜铁4种金属。4种金属铁甲之家也可以自己提炼，但是需要熔炼炉。精炼钢铁厂进度0，特种钢铁厂进度0，熔炼炉进度0。各种材料收敛进铁甲之家，可优先用于建造铁甲空间内3大基础设施。这也是铁甲空间装满后才出现的内容。龙小刀内心苦笑不已，他就知道想要提升实力，绝对不是那么简简单单收点破烂进入铁甲空间就能做到的。蝈蝈，大事不好了！小慧慧突然把龙小刀摇醒过来，脸色难看的叫着说道。龙小刀看着他，不解的问：别着急，跟哥哥慢慢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小慧慧抬着小手朝着拆卸厂房外面指了指，那个方向至少有几十只石铁蚁正在往咱们这边过来。几十只？龙小刀皱了下眉，要是几只，他跟小丫头协力就能对付，但是几十只虽然也能对付，可背后龙家、紫金眼、牛宝他们带来的人未必能抗得住。望着拆卸场内大量的钢铁材料，尽管龙小刀内心里极为不舍，但还是咬牙大声说道：撤回车队。听到龙小刀的命令，众人都松了口气。面对这种刀枪不入的石铁蚁，大家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撤是最好的选择。走！龙小道扛起小慧慧，快步朝外面跑去。上车，回城。龙小道直接把那辆受损严重的东风皮卡车让铁甲之躯收敛进了铁甲之家，他则坐到了铁甲战车里面。嫂子，孝南，你们那辆车不要了，过来坐这辆车。龙小道把张孝南和他嫂子肖翠翠都喊了过来。铁甲战车里防御度比普通汽车要强上很多，一辆车而已，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太珍贵的东西。阿勇哥，带人开路。牛宝，老板娘车队居中，我殿后。把所有猎物都装在上车以后，龙小道沉声命令道。车队启动，朝着登天市方向开过去。第111章分配收获。回程并不是太顺利，一路上遭受大量的异常生物袭击，损失了2辆车，还好没有再出现人员伤亡，有惊无险的回到迪卡城。迪卡城广场，龙小道把车队叫停，把龙阿勇、紫金眼、牛宝3个领头人召集了过来。龙小道开门见山的说道：对于今晚上折损人员，我深感悲痛，作为补偿，死亡人员每位10斤石铁蚁肉作为安家费。
石铁兽的肉拿回市里去，市场价格应该不会比地狱黑虎肉低。龙小道看着三人，询问：各位有什么意见吗？牛宝损失了4名手下，龙家损失了9人，总计伤亡13人，其中有12个是去长顺汽车拆卸厂路上折损的。紫金眼摇头，没意见。牛宝也跟着点头，我们也没有意见。只有龙阿勇皱眉，试探着说：安家费就给10斤石铁蚁肉，数量是不是少了点？龙小道抬头望着他，平静问道：给10斤石铁蚁兽的肉，你能保证这些肉都能给到遇难者家属，我都给你竖根大拇指，往后当谁的面都毕恭毕敬喊你一声阿勇哥。装什么牛逼，别说10斤石铁蚁兽的肉，落到那些遇难者家属手里，能有一半都算不错的，龙家人能一点不克扣。何况这个数字并不低，给多了，那些受害者家属未必能拿得到。龙阿勇脸上有些尴尬，想了想咬牙说道：行吧，就按你说的来。龙小道没搭理他，继续说道：石铁蚁总共杀了9只，都是我跟小慧慧协力干掉的，所以4归我，1只作为善后安家补偿使用，剩下4只，龙家1只，老板娘1只，牛宝1只，小慧慧1只。龙阿勇眼珠子差点没给瞪出来，9只石铁蚁兽，这臭小子就想独占5只，忍不住翻了翻白眼说：你小子能不能靠点谱？这么分，我们谁能乐意啊？牛宝板着小脸蛋道：同意。紫金岩也是面色平淡的点了点头，没有意见。龙阿勇那脸色就跟吃了大便似的，那叫一个膈应。他刚说完，其他人谁会乐意？牛宝与紫金眼就表示赞同龙小道的分配意见。龙小道没管龙阿勇同不同意，继续分配道：那只地狱石脑猿的尸体应该也有点价值，等一会分解完了，看看出多少东西再进行分配。地狱猎狗身上合成出来了4条猎狗利爪，紫金眼、牛宝、龙阿勇1家1条。有营养的猎狗肉3块，有毒有营养的猎狗肉1块，这个有毒有营养的猎狗肉给我，其他的你们3家1家1块。有营养的猎狗血2块，这个我不要，给老板娘与牛宝各加1块。猎狗软皮1张，1分为3，你们1人1块。锋利的猎狗牙1只，猎狗肋骨1条，这2件东西归我所有。龙阿勇脸色阴沉下来，这也有点太不公平了吧？龙小道没有回答他，而是把手机拿出来播放了一段手机录音，是龙小道跟龙阿勇的对话，出来之前就已经说好了，一切分配由他这个队长说了算。龙小道把电话录音关掉，看着他平静说道：另外，你们龙家之所以获得这么多，是因为收获减半的原因，像这种分配的事情，我不想再过多陈述，我带队就由我分配猎物，不容反驳。龙阿勇，龙小道叫人把地狱石脑猿分解。地狱石脑猿的肉大概有100公斤，骨头大概有100公斤，血块大概有50公斤，一张石脑猿兽皮，内脏下水1套，脑子1块。除此之外，还从石脑猿脑子里发现1枚手指肚大小的白色珠子。白色魂珠，精纯精神力汇聚的产物，服用后可以增强人体精神力量。龙小道拿着魂珠，丝毫不客气的直接揣进了怀里，面色平淡说道：白色魂珠归我，其他血肉骨皮、内脏下水，你们3家平分。龙阿勇又好气又好笑，这小子可真够毒的，好东西都他自己拿，一点谦让的意思都没有。谁都清楚，这只地狱石脑猿体内最珍贵的物品，怕就是这颗白色魂珠了吧？分赃不均是会死人的。龙阿勇轻声嘟囔了句。龙小道抬头看他了眼，撇嘴：试试喽，就是不知道死的人会是谁。龙阿勇盯着龙小道，好半晌才苦笑着说道：你这般，以后没人跟着你玩。龙小道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就怕下次不带你们玩，哭着喊着求我要上车。说完转身朝着铁甲战车走去，既然已经分赃完，那就各回个家喽。经过城市防线时，铁甲战车被拦截下来，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又被强制隔离了2个小时，直到接近天明才被放出来。隔离政策是怕出城的人身上携带什么病菌，或者是被感染、被城外的异常生物控制之类的事情发生，十分有必要。龙小道倒不是很抗拒。回到小区外，把车子停靠在农茂生鲜超市门口，天色已经大亮。龙小道从铁甲战车里下来，伸了个懒腰，对着供应员和小慧慧笑着说道：你们娘俩先回家里去休息休息吧，我给他们分配下奖励。好。供应员开着铁甲战车进了小区。龙小道对着张孝南、肖翠翠以及后面从东风猛士上下来的王雪娇、王朝姐弟笑着说道：昨晚上大家的表现都不错，尤其是孝南，何成树给咱们立了大功。稍微停顿了下，继续说道：多奖励猎狗利爪1把，其他的跟别人没有区别。石铁蚁的肉每人10公斤，血液每人500克。王朝刚想张嘴说话，却被身后王雪娇伸手拉了下，抢先点头说道：多谢老板。对于龙小道的分配表示认同。龙小道看着他点了点头，拿着猎狗肋骨切开1只石铁蚁，
每人给他们切了10来公斤肉下来，血液每人1矿泉水瓶。分配完以后，挥了挥手，有什么事情回头再说，都先回家去休息吧。第112章，新模式新秩序。龙家老爷子眯着眼睛坐在椅子上晒太阳，身后站着龙阿勇、龙承顺两人。原原本本把昨晚上的行动经过讲述了一遍，其实还有影像资料。当时龙家队员身上和驾驶的车辆上面都安装了大量隐形摄像头，有些连队员自己都不清楚。城市之外的已知信息太少，每次出城毫不客气地说，都是一次宝贵经验。比如说外面有什么异常生物，外面的环境变成了什么模样，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那小子很精明啊。龙老爷子等龙阿勇讲述完，包括最后分配猎物的结果，笑呵呵称赞道。龙承顺皱眉，忍不住说道：“爷爷，他这般做法精明吗？孙儿怎么感觉着他愚蠢至极呢？”稍微停顿，见自己爷爷没有要开口说话的意思，又继续说道：“作为队长，一点不公平，自私自利，见到什么好东西都往自己怀里塞，往后有谁还会跟着他一起出城去？”龙老爷子叹了口气，嘟囔了句：“愚蠢至极的人不是他，而是你。”龙老爷子睁开眼睛，反问道：“这次出去，你们出了多大力气？”龙承顺呆住，龙阿勇则皱眉说道：“老爷子，如果没有我们，他们想要抵达长顺汽车拆卸厂，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吧？”龙老爷子摇头，一支小队5到10辆车，10几20来个人刚刚好，现在人数太多，反而是累赘。这次出去，你们其实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既然属于没有利用价值，但还是给你们分配了猎物，就应该知足才对。显然，龙老爷子对于农小道分配给了龙家多少猎物方面，并没有意见。何况出去之前，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出去以后听他指挥，猎物分配也由人家说了算。既然答应，那就应该遵照承诺来，这是契约精神。龙老爷子说完，抬头朝着龙阿勇道：“可以试着跟小家伙接触接触，跟他问问为什么狩猎时间要选在晚上，那个小姑娘的合成术是怎么回事？要不就说姜还是老的辣，一下子就找到了根源。狩猎经过也好，猎物分配也罢，都已经完成，再去追究讨论意义已经不大，并且也不是关键点。昨晚上出去最大的收获，不是那头地狱石脑猿，也不是那些石铁蚁，而是从地狱猎狗身上提取合成的白色材料。不管是猎狗利爪还是猎狗利骨，只能算是打造武器装备的材料，虽然也可以拿来当武器用。白色武器，黑市里2万虚拟货币积分一把，不算便宜，并且这些材料是可以批量制造的。”听着龙老爷子的话，龙阿勇眼神一亮，点头表示明白，转头朝屋外走去。异人所，昨晚上农小道领队出城的影像资料，张天笑手头上也有一份。观看完，抬头朝着莫秋霜问道：“有什么看法？”莫秋霜眼神闪烁着说：“非战斗职业的价值并不次于战斗类职业，这点农小道分析的一点没错，只是眼下非战斗职业，尤其是生活类职业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张天笑点了点头，没错，非战斗类职业对整个城市乃至是整个人类都将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昨晚上切割分解地狱猎狗的分解师，合成这些材料的小姑娘都让人眼前一亮。培养非战斗类职业是极具价值的，尤其是在战略上，这事情我会上报登天市管理层。张天笑道。莫秋霜想了想说：“农小道本人以及他身边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小孩，展现出来的实力都远超出咱们想象，尤其是那个小女孩，她竟然可以克制石铁蚁。”张天笑目光闪烁着，脸上露出老谋深算的笑容，轻声说道：“农小道这小家伙并不比蓝精灵差，至少眼下蓝精灵只能做个招牌，没产生什么实际价值。”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我马上要升任登天市战略指挥室处长，登天市副市长。”莫秋霜稍微一愣，脸上难掩兴奋道：“恭喜张老高升。”张天笑苦笑着摇了摇头，说：“这哪是什么高升，明显是想要把我这具老骨头的油水榨干。”收敛脸上的笑容，正色说道：“对于让农小道执掌一人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莫秋霜脸色变幻不定，人都是自私的，面对利益，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其实莫秋霜之前才是一人所内定的接班人，因为他本身就出身在政法体系里，职位是被平调过来的。登天市有2大新组建的执法机构，一个是一人所，另外一个就是市局2处。现在又在2个组织之外成立了登天市任务局，主要就是给注册登记的转职市民提供任务或者说是工作。每天1个货币积分是需要达成日常工作或者说是任务才能拿到的。货币积分不仅是在登天市，未来会是在全国范围内一种通用的货币。虚拟货币积分发行依托于女娲人工智能，每日产生多少虚拟货币积分都需要有现实价值投入做依托，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数据。莫秋霜深吸了口气，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认同农小道的实力，如果他愿意接管一人所，我没有意见。”好。张天笑点头，平静说：“农小道做一人所执掌者，你来辅助他，是眼下我能想到
并且对一人所最好的决定。莫秋霜点了点头，表示没有意见。他很想当仁不让，揽下一人所长的职位，可问题是他的实力跟现在的农小道一比，确实要差一点。登天市正式成立了应急指挥办公室、战略指挥办公室以及任务局3大部门，以应急指挥办公室为主导，战略指挥办公室辅佐，在未来3到6个月之内，在登天市建立新模式、新秩序。龙小道对此一无所知，在别人研究他昨晚领队出城影像资料的时候，他搂着公应员睡得正香。第113章，一招鲜，吃遍天。妈妈，甜的。小慧慧拿着一杯石铁乙血液，两手举着走到公应员面前，满脸兴奋地说道：石铁乙的血液是蓝色的，超过300公斤重的身躯里，最多只有3公斤不到的血液。公应员稍微愣了下，望着女儿期盼的眼神，还是把杯子接过来，轻轻抿了一小口。初入口有些涩，但是很快就有强烈的回甘感觉，很甜很甜的，味道应该会很让女人或者孩子喜欢。石铁乙的体内压强很大，基本上是不再寄生虫的，生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次就是石铁乙的血液不会凝结，哪怕是加热到100度，它依然是流动状态。入腹之后，暖洋洋的，原本平稳运行的暖阳诀，这一刻就像煮开的水，立马就沸腾起来。暖阳诀加1，暖阳诀加1，暖阳诀加1。冥冥中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脑海里不断播报似的，让公应员知道暖阳诀正在大幅度增长，直接影响的就是身体的素质、体质、力量、速度、身体抗击打能力、身体恢复能力、视力、听力、五脏六腑等等，全方面都有大方面提升。地狱黑虎肉虽然也很香，但是对身体属性增强方面，石铁乙的血液要远强过地狱黑虎肉。龙小道睁开眼睛，已经是下午，身边也没有了公应员的身影。从卧室里走出来，客厅里小慧慧正拿着大金砖给大黑量身打造狗窝。大黑拉达着耳朵，没有丝毫不耐烦的感觉，不是他没脾气，是不敢有脾气。这小祖宗急眼了，能小手一拎，头顶上一旋，给他扔飞出去几百米远。蝈蝈，你醒了。小慧慧见到农小道出来，高兴地站起来，把桌子上早就准备好的一杯石铁乙的蓝色血液给他拿过来。可好喝了。农小道笑着把杯子接过来，抬手揉了揉小丫头的丸子头，仰头喝了口，眼神一亮，称赞道：味道确实不错。谢谢。小慧慧被表扬，高兴的不行，转头又给大黑盖狗窝去了。公应员开门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个篮子，里面放着些新鲜的绿叶菜。醒了，今天外面街道上比昨天热闹多了。公应员笑着说道。农小道点头，仰头把杯子里的蓝血喝光，这东西味道不错。公应员含笑着说：确实不错，对身体素质提升很有帮助。我喝了一杯，身体里的暖阳诀就跟个加了油的小马达似的，一直转动个不停。一杯石铁乙的蓝色血液可以抵得上暖阳诀自动运转3个月，效果这么强悍。农小道一愣，忍不住瞪大眼睛，身体好像也有点反应，不过没有公应员感觉那么明显。公应员点头，就是量少了点，一头石铁乙身体里最多就3公斤蓝色血液。这次外出，他们家分到了5只石铁乙尸体，满打满算也就能得到15公斤血液。一杯子的容量大概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像农小道手里这种杯子，最多30杯，喝不了多久。小丫头上午自己喝了6杯。公应员苦笑着说。农小道哈哈一笑，咱姑娘喜欢喝就给她喝，估摸着这石铁乙的血液对她体内的大力神诀也有快速提升的作用，喝光了咱再去弄。公应员点头，他心里的想法跟农小道大差不差，委屈了谁不能委屈了孩子。对了，上午你手机有好几个电话，有一人所张天笑张老爷子打过来的，还有莫秋霜、紫金眼、牛宝、龙阿勇他们打过来的，陌生的号码我都没帮你接。龙小道点头，陌生号码不接就不接，储存的号码接也就接了。刚想给张天笑回个电话，人家好歹是长辈，不能说溜须拍马屁，但最起码得尊重还是要有的。当当，门外传来敲门声。龙小道与公应员互相看了眼，大黑没有反应，那10有8九上来敲门的人是熟人。谁啊？龙小道把门打开，张孝南站在门口。小道哥。见到龙小道的时候，张孝南脸上一喜，目光在看到他身后的公应员，笑脸又收了回去，迟疑了下说道：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聊聊？公应员笑了笑，说了声我先去做饭，然后朝着厨房走去。龙小道招呼他进来，朝客厅沙发指了指，示意他坐下说。张孝南坐到沙发上，等龙小道坐下以后，才小声说：今天有好些人都来找过我，不是打电话，是专程上门拜访。龙小道笑了笑，意料之中，跟你打听复合术的事情，对吧？张孝南点头，龙小道看着他问：那你是怎么跟对方说的？张孝南抬起头来，朝龙小道眨了眨眼睛说：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普通职业合成师呀。龙小道笑着摇头，
你这种借口撑不了几天的，很快就会有一批合成师出现，到时候他们的合成术跟你使用合成术不一样，你就露馅了。张笑南眨了眨眼睛，那是他们的合成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合成术是有成功率的，可以几种材料放在一起，然后进行融合。比如说地狱猎狗的骨头、地狱猎狗的牙齿、地狱猎狗的爪子，按照一定比例投放5具骨头、10颗牙、20个爪子，合成之后就有可能获得猎狗利爪。但是合成失败，所有的材料都会消失。复合术是没有失败率的，只要有足够的材料，它就能一直复合，一直提纯，直到纯到不能再纯为止。一招鲜，吃遍天。复合师这一招就是他化腐朽为神奇的基础，也是他可以归类到隐藏职业里面最大的原因。全球10万名隐藏职业玩家都是可定可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存在。不要小瞧了任何一名隐藏职业玩家，不管是战斗职业还是非战斗职业，任何一名隐藏职业玩家都具有逆风翻盘的实力。第114章，一人所所长。张笑南皱眉想了想，说道：“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就说是你的人喽。”龙小道愣了下，哭笑不得，这话说的好像两人之间有什么关系似的。不过，如果张笑南愿意加入自己的小团队，那龙小道肯定也是发自内心愿意的。见龙小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张笑南脸上一红，低头小声道：“我是说错了什么话吗？”龙小道笑了笑，摇头：“没说错什么话，但是有些词汇好像不是很恰当。比如，你不应该说是我的人，而应该说是我小队里的成员。”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放心，你的事情我不会不管的。”张笑南抬头看了龙小道一眼，张嘴想要说什么，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复合术可不可以直接把地狱猎狗的尸体合成到一块？龙小道把话题又转向了复合术，这种提纯技能相当实用。张笑南想了想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我现在复合术的等级还比较低，做不到直接复合地狱猎狗尸体。如果做不到，那就需要有大量的分解师把尸体分解成若干份才行。这样一来，一般的小团队想要养活张笑南，还未必能养活得起。如果有大量材料给他复合提纯的话，那无异于是如虎添翼，不仅仅是对一个小队，对一座城市而言，也是不可多得人才。复合师的身份尽量不要暴露出去，就按你说的，不管谁来问你，都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合成师。至于成功率的问题，归功于运气好。”龙小道收起笑容来，一本正经地说道。张笑南点头：“我明白。”他也不想被人当成小白鼠或者是工具人圈养起来。除了家里父母、哥哥嫂子以外，他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龙小道。留下来吃饭吧。供应员从厨房里走出来，朝着客厅沙发上坐着的张笑南说道。张笑南腼腆地笑了笑：“好呀。”龙小道感觉好笑，这小丫头别看外表年纪不大，其实心里还是蛮有主见的，有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龙小道道：“留下吃饭就去厨房里帮着你引援姐搭下手，不能光想等着吃。”供应员含笑着摇头：“不用，你们聊吧。”龙小道给张笑南使了个眼色：“看我做什么，去帮忙，多给你引援姐拍拍马屁，没有坏处的。”在他眼里是真心把张笑南当个妹妹看，不然换成是别人，龙小道也不可能说这话。哦，张笑南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从沙发上站起来朝厨房走去。龙小道笑着摇头，犹豫了下，把手机拿过来给张天笑打了过去。电话接通后，歉意地说道：“张老，实在不好意思，昨晚上睡得晚，人又比较懒，爱瘫床，所以到现在才起来。您老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小子？”张天笑坐在车里，正在去市政府路上，笑呵呵说道：“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让你当一人所的所长，对这事情你有什么意见吗？”稍微停顿，也没等龙小道说话，又继续说道：“一人所所长的职位其实一直都在空置着，我也只是代管而已。这段时间市里领导和我也考察过不少人，最终还是觉得你小子最为合适。”龙小道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张天笑竟然会给他来个火线提拔。一人所所长，那个张老，您没拿小子开玩笑吧？张天笑收起笑容，正色说：“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小子也不要小瞧了这一人所所长，你执掌一人所之后，人员招聘、人员调度都将会由你说了算，可不是什么挂名，是实打实的实权。对你来说，在登天市内，声望名气都能拔高一筹。”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迟疑了下问：“为什么是我？”张天笑道：“因为你有能力，也有脾气，并且合老夫的胃口，仅此而已。”张天笑眯眼笑道：“要不然你觉得为什么？”摇头说道：“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复杂，有时候事情很简单，都是人为把它给复杂化了。”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放心吧，对于一人所所长的职位，我有很大自主权，只要你同意，愿意接掌一人所所长的职位，市里就没有人可以反驳。”龙小道皱眉，
眼神闪烁着有些迟疑不决。一人所所长的职位对他而言确实有不小的帮助，尤其是在登天市内。可问题是，权力与义务是共存的，接管了一人所，那就要替登天市分忧，给登天市市民们服务才行。张天笑好像知道农小道心里在想什么一样，笑呵呵说道：“不妨先把位子接过去，行不行的看看再说。就算觉得不合适，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再说，一人所所长也不见得会成为束缚你的绳索，有可能成为你通往权力的阶梯也说不定，对不？”“对。”农小道目光闪烁着，笑起来，吊儿郎当的说道：“只要我同意，就能成为一人所所长，不会有什么附加条件或者是考验之类的事情吧？”张天笑笑着摇头：“不会，只要你同意，我现在就给你申请，大概今天傍晚或者明天早上之前就能审批下来。”农小道目光闪烁着道：“权力往自己手里送，小子哪还有不接的道理？成，您老爷子说了算，这个一人所所长我就先干2天，万一能摊点货币积分，拿点贿赂呢？嘿，没想到末日来了，小子竟然还有升官发财的一天。”张天笑笑骂道：“你小子少跟我贫，黑虎肉味道不错，就是有点塞牙。听说昨晚上你出去又拉回来了不少好东西。”农小道嘿嘿笑道：“您老这竹杠敲的也是帮帮响，回头我叫人给你送点石铁蚁大腿肉过去。石铁蚁的血是1级物资，肉是2级物资，你手里那枚白色魂珠也是1级物资。”说完，张天笑把电话挂断了。第115章物资等级。农小道拿着手机，脸上流露着若有所思的表情，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进入大佬的法眼，被提拔起来。难道说是这2次出城太拔尖露头了？一人所所长如果不是挂职，那权力确实是不小。直到被手机铃声吵醒，回过神来，农小道看着牛板的号码，顺手接通。打这么多次电话，天要塌了。牛板摇头：“不是天要塌了，是你要发财喽。市里面刚公布了材料等级，你知道石铁蚁的血液是什么等级的物资吗？”话里透露着一股神秘兮兮，好像这事情别人都不知道似的。农小道随口说道：“石铁蚁的血液是1级，石铁蚁的肉是2级。”牛宝目瞪口呆，好半晌才忍不住问道：“谁告诉你的呀？”农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说：“给我打电话，不单单是想通知我这个消息吧？”牛宝开门见山说的说道：“1公斤的石铁蚁瘦肉可以制造出一名比普通人强壮10倍的大力士出来，所以现在石铁蚁的血肉很抢手。”农小道歪头好奇问：“比普通人强壮10倍的大力士是强壮到什么程度？”牛宝翻了翻白眼，按照普通人能举起50公斤的重物计算，大力士拥有的力气是普通人的10倍，那就是可以轻易举起500公斤的重物喽。农小道愣了下，抬手摸了摸鼻子问：“那普通人要是吃2公斤石铁蚁的肉呢？”嘻嘻，牛宝嬉笑着说：“没有用，最多1公斤，超过1公斤以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农小道道：“也就是说，石铁蚁的肉只能把人体的力量提升到500公斤。”“对啊，最多500公斤，不过石铁蚁的血液可以突破上限，让力气可以达到1000公斤哦。所以石铁蚁的肉是2级物资，石铁蚁的血液则是1级物资。”牛宝点头说。农小道笑道：“你给我打电话是想购买石铁蚁的血液，还是想买石铁蚁的肉？”牛宝眨了眨眼睛：“血液和肉我都想买啊。”农小道面色平淡的说道：“石铁蚁的血液不卖，这东西会喜欢喝，至于石铁蚁的肉，市场上什么价格？”牛宝道：“2级物资，市场价格20货币积分1000克喽。”农小道想了想说：“不划算，所以暂时不想卖。石铁蚁的肉与地狱黑虎的血肉是一个等级，但是一只石铁蚁最多出50来公斤的肉，地狱黑虎一只足有上千公斤重。”牛宝皱眉说道：“石铁蚁的肉只有第1次使用才有效果，并且市场上就是这个价格，我可没撒谎骗你哦。”农小道笑着说：“物以稀为贵，转职以后攒个20来天就能换到1公斤石铁蚁肉，增长500公斤力气。可想要猎杀一只石铁蚁，却不是那么容易的。石铁蚁比地狱黑虎还难猎杀，地狱黑虎是独来独往，并且只要人够多就能把它干掉。石铁蚁则不同，石铁蚁是群居生物，并且弱点只有腹下，背甲不敢说无坚不摧，但也是坚硬无比，所以猎杀石铁蚁的难度会成倍增长。要不是恰好小慧慧的大力神诀可以克制是石铁蚁的力量，他们这次根本就狩猎不到石铁蚁回来。”牛宝想了想问：“你说嘛，要多少钱才可以卖？”农小道笑着好奇说道：“你不是分到了一只石铁蚁吗？还不够吗？”牛宝无奈说：“一只石铁蚁最多有50来公斤肉，3公斤血液，也就是够50来个人提升力量。我们牛街上上下下可有4000多人，僧多肉少呀。”农小道算计了下说：“我这里大概还有200公斤石铁蚁的肉，人情世故再加上自己吃点，所以也不能都卖给你，最多再给你50公斤。”稍微停顿了下，继续说道：“不要你钱，给我找一本宝典级的分解术技能书回来。”牛宝瞪大眼睛，气呼呼地说：“
你咋不去抢呀？还宝典级的技能书，我能给你搞到一本精英级的技能书就算不错了。龙小道笑着讨价还价的说，如果是精英级的话，那至少要2本。牛宝咬牙切齿道，小气巴拉的，要不是我爷爷逼着要我给你打电话，我才不会搭理你呢。龙小道耸了耸肩，一脸无所谓的说道，废话真多，你就说换不换吧。牛宝咬牙切齿道，换。迟疑了下说，有营养的猎狗肉也是2级物资，吃了以后可以提升人体速度。龙小道眼神一亮，笑着说，分给你的那块有营养的猎狗肉大概也有40-50公斤重吧，给我切10公斤过来，我尝尝味道怎么样。牛宝嬉笑着说，味道不好吃，骚了吧唧的有股子怪味，跟石铁蚁和黑虎肉差远喽，白给你啊。这样我不就吃亏了？龙小道无所谓的说，傻丫头，你爷爷没告诉过你吗？吃亏是福，吃点亏对你有好处。你才傻嘞。对了，把那个懂合成术的丫头看好，现在市场上一把猎狗力找2万货币积分哦。牛宝想到什么，提醒说道。龙小道瞪大眼睛，价格这么高？牛宝说道，物以稀为贵哦，现实中能当武器的东西，不管是材料还是武器，数量都很稀少。那有机会再去狩猎一批地狱猎狗，搞一波不就发财了吗？龙小道嘴里自言自语嘟囔道。说者无心，但是听者有意。牛宝眼珠子瞬间就闪烁起来，追问道，什么时候去？狩猎地狱猎狗可比猎杀石铁蚁容易多喽，出城就能遇见，数量多还好杀。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道，我可没说要带你去吧。哪成想牛宝却满不在乎的切了一声，反问道，不带我你带谁啊？我们牛街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你自己去杀，累死你能猎杀多少只？还要运送回来，这事情没得说，指定是要合作才行的。龙小道笑而不答，这丫头说的也是事情，想了想道，等行动的时候告诉你。挂了电话。第116章私人团队。刚挂了牛宝的电话，手机后脚就响，是紫金岩打过来的。老板娘。龙小道也爽快的把电话接了，笑着问，想我了还是有事情？紫金岩语气里倒听不出什么恼火来，微笑着说，既是想你又有事情。老板娘是开得起玩笑的，但是给龙小道打电话，猜想也知道就那几件事情。龙小道苦笑着说，是不是想要石铁蚁的肉？替人问价还是你想买？紫金眼沉默片刻，才嗯了声说道，公司采购。龙小道稍微一愣，笑着说，如果是咱公司自己用的话，那多少还是能挤出来点的，想要多少？110公斤吧。紫金眼含笑着道，石铁蚁的肉算是紧俏物资，整个登天市暂时也就这些，肯定是越多越好。1公斤石铁蚁的肉可以让人提升500公斤力量，别小看了这种提升，哪怕是转职玩家也需要这种力量提升。至于石铁蚁的血液，这东西暂时有价无市。龙小道苦笑着说，老板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昨晚上出城，咱们总共就带回来了9只石铁蚁，满打满算也就能出450公斤的肉，其中你们1人1只，我手里就留下了5只。250公斤的石铁蚁肉，对你来说用处没有那么大吧？紫金眼知道，这小子手里肯定有足够的石铁蚁肉。龙小道耸了耸肩，无奈说道，在你之前，牛宝刚打过电话，买走了50公斤。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并且今天张天笑给我打过电话，希望我能接管异人所，成为异人所第1任所长。紫金眼心里有些震惊，没想到张天笑会把异人所所长的位置交到龙小道这位权力场局外人的手上。柔声道，那应该恭喜你喽，正式拥有了一张踏入登天市权力场的门票。龙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说，末日都来了，这张门票还会有多大作用？紫金眼认真说道，不要小瞧了异人所，也不要小瞧了手里这张门票，正因为末日来了，它才会显得更加珍贵。龙小道一愣，笑起来说，或许吧，最多卖给你50公斤石铁蚁肉，价格就按1比1兑换黄金吧。紫金眼诧异地问，你要那么多黄金做什么？货币积分在国内可以通用，保值性应该不会比黄金差到哪里去。龙小道解释说，升级铁甲之躯或许会用到贵金属，所以要提前储备一些。见龙小道如此说，紫金眼点了点头，也就没再多问什么，黄金他可以搞到。挂了紫金眼的电话，龙小道脸上流露出玩味笑容，之所以卖给牛板紫金眼他们石铁蚁的肉，并不是因为需要黄金，需要技能书。简单说，龙小道需要扶持对自己有用的助力。刚才牛宝说的没错，自己手里能用的人就这3瓜俩枣，根本就不够看。合作是最好的选择。牛界有4000多人，紫金眼手里的金眼虚拟公司员工也有500多人，把他们的实力搞上去，至少出城狩猎，例如猎杀地狱猎狗这样成群的异常生物，就不发愁没人可用。在野外分解地狱猎狗的尸体，血腥味太重，极易引来猎食者们，但如果是把地狱猎狗的尸体拉回到市区，再进行分解，那危险性就能降低90%。所以
人手还是蛮有用的。慧慧，去17楼把王雪娇姐姐与王朝哥哥喊上来，就说妈妈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供应员从厨房里出来，招呼小慧慧说道：哦。小丫头乖巧地从地板上爬起来，叫上大黑，朝门外跑去。在自己小区里，问题不是很大，再加上有大黑在身旁，出去溜达溜达，甚至跟同龄人玩会之类的，供应员感觉都不会出什么事。王雪娇打开门，看到门口骑着大黑的慧慧，稍微愣了下，紧接着笑起来，问道：慧慧，有事吗？小丫头朝着王雪娇眨了眨眼睛，嬉笑着说：妈妈说叫你和王朝哥哥去楼上吃饭哦。王雪娇没想到供应员会让女儿下来喊自己吃饭，急忙说道：谢谢你哦，那个姐姐进去换下衣服，喊你王朝哥哥，你要不要先进来玩一下？小慧慧嬉笑着摇头：不要喽，伦家还要回去给大黑搭狗窝，你们快点呀，要不然妈妈又要让我喊你们来喽。说完，骑着大黑转身走了。供应员让慧慧喊王雪娇、王朝姐弟上来吃饭，这个农小道也没想到。不过都住在一栋楼上，喊过来吃个饭也不算是什么大事。昨晚上姐弟俩虽然没有出什么力，立什么功劳，可总体表现还算不错，至少还是比较听话的。尹媛姐，小慧慧回来不多时，住在17楼的王雪娇、王朝就上来了。王雪娇年纪毕竟要大些，懂事的多，来了以后进厨房帮着供应员端菜忙活，把张孝南给替换下来。农哥，农小道点了点头，笑着说：现在石铁乙肉的价格不便宜，普通人最多吃1公斤就够，可以增长500公斤的力气，吃多了也没用处。给你们的那些石铁乙血液也都趁早喝了，别存着，省得招人惦记。石铁乙血液的价值比石铁乙肉还要大一些。王朝急忙点头，他现在对农小道可是很服气，满客厅的大金砖都能亮瞎人眼，就这么摆着给家里姑娘当积木耍，这魄力谁能有啊？反正王朝是没见过。边吃边聊吧。供应员笑着招呼沙发上坐着的农小道等人。来了。农小道起身招呼张孝南、王朝还有小慧慧不要玩了，赶紧吃饭。饭桌上，农小道笑着说：我想组建一个私人团队，正好今天你们都在，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兴趣加入私人团队。张孝南高兴地说：愿意啊，我加入。我也愿意加入。王朝第二个兴奋地举手报名。农小道笑着道：先别忙着愿意加入，先吃菜，咱们一边吃一边聊。第117章黑道家小队。这支私人团队预计要6到10个人，能力不一定要有多强，但是必须要听话，懂我的意思吧？加入以后要完全听从我的指挥。龙小道面色淡然地说道：他不可能给别人做嫁衣，组建私人团队，一个是因为在登天市身边人力资源有些薄弱，另外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在为了离开登天市做打算。没有能力可以培养，但是付出就要有相应的回报，龙小道不可能白做好事。你们可以多考虑几天，不用着急给我答复，这事情也不急在一时。龙小道说。张孝南笑着说道：还有什么好想的，跟着小道哥混有肉吃。龙小道苦笑着摇头：你可拉倒吧，跟着我混得做好3天饿9顿的打算。没问题。张孝南拍拍胸脯：丫头抗饿。一句话把大家都给逗笑了。王朝目光闪烁着说：要不咱们以后就叫道家军。王雪娇笑着说：好听吗？一点没水准。王朝不乐意地说道：那你说叫什么好听，叫什么有水准？王雪娇想了想说道：我们可以叫神农军团呀，又有气势又好听。王朝撇嘴：好听吗？哪好听，多俗气啊，一点没到家军好听。王雪娇抬手做了个打你的动作，欠收拾。张孝南望向农小道，嬉笑着问：小道哥，你说咱们军团叫什么名字好？农小道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道：叫什么都行，不就是个名字吗？用处不是很大。他是想召集点人手，不是想组建什么军团。有用，说出去气势就不落下风。张孝南目光闪烁着说：要不咱们叫黑道军团？农小道被他给逗笑，反问道：合着你们就是想黑我呗？不是啦。张孝南吐了吐舌头。小慧慧一边扒着碗里的肉，一边奶声奶气地说：叫大黑。大黑。桌子上的人都看向小丫头。汪汪。大黑直起来叫了声，把在场人都给逗笑了。农小道道：不是叫你，吃饭吧。抬头对着几人笑着说：我觉得咱家慧慧起的名字不错，要不就叫大黑小队。张孝南眨了眨眼睛：跟狗一个名字呀，不行吗？龙小道笑着反问。张孝南嘟囔道：也不是不行，就是觉得不咋好听了。供应员微笑着说：要不咱们叫黑道家小队。黑道家。噗嗤，龙小道笑出声来，看着几人问：黑道家这个名字行不？供应员含笑着说：小道的道，黑道家。王雪娇看弟弟王朝还想说话，桌子底下踢他了脚，这小子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脸上笑着称赞道：这个名字好，
寓意深刻，还能让人过耳不忘。王朝也不傻，宫引元是女主人，人家开口怎么可能随便反驳？嘿嘿笑着说：“我觉得引元嫂子这个名字起的也很好。”一句嫂子把宫引元脸都给喊红了。龙小道高兴道：“那就叫黑道家小队。不过名字尽量不要随随便便就往外报，咱们做人要低调。”张笑南有些闷闷不乐，看着大家都很高兴，也没好再多说什么。王雪娇笑着说：“懂，咱们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确定小队名字以后，开始讨论黑道家小队的规章制度。既然是私人团队，那肯定要乖乖听话才行，对不？所以咱们黑道家小队首先要服从队长的领导，不允许有任何意见。龙小道看着王雪娇，突然觉得这个姑娘是真不错，善解人意，并且还乖巧懂事，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同意。王朝附和。张笑南道：“我也同意。”龙小道笑着，并没有多说什么。黑道家小队确实要服从他的指令，不允许拒绝。往后黑道家小队就是他的一言堂，实行独断专行政策。然后就是小队成员之间要互相帮助，相互团结，要像一家人似的，拧成一股绳，谁也不能轻易欺负到咱们。张笑南跟着补充说道。龙小道依然含笑不语，因为他们说的这些都对，并且他觉得3个人是小家伙，也没必要给他们画大饼。恐怕这时候就连黑道家小队的创始人都没意识到，这个黑道家将会给登天市、给国内乃至整个全球带来多大的风暴。黑道家小队初始成员张笑南、王雪娇、王朝、小慧慧、宫引元5人，年纪最小的5岁，年纪最大的28岁。你哥转职了吗？龙小道突然想到什么，朝着张笑南看过去问道。张笑南点头说道：“转职了，是个普通战斗类职业火系法师。”说完眼前一亮，嬉笑着道：“你的意思是要把我哥跟我嫂子也拉进黑道家小队里来？”龙小道笑着摇头：“我就是随便一问，可没这种想法。其实张涛这一家人本性都挺好，可以处。龙小道也需要朋友，没必要把所有人都拉进黑道家小队。等过些日子，他们手头猎物多了以后，也需要有个专门对外销售的场所。老张家那家农贸生鲜超市不就是现成的地方吗？何况本身老张家就是干超市、卖生鲜、做买卖的，还是卖肉卖菜，老本行，给谁卖不是卖，给他们足够利润，又不会坑他们就是。”吃完，张雪娇主动帮着供应员收拾桌子，进厨房去洗碗。张笑南就故意偷懒耍滑，不想干活。小道哥，我有个疑惑想要问你。王朝坐在沙发上，看着龙小道说道。龙小道点头，问呗。王朝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老是晚上出去，不选择白天出去城外狩猎呢？”龙小道笑着道：“我以为什么事情呢？因为晚上人少，并且野外异常生物数量多。前2天转职人数不还没多少吗？大白天的行动招风，不想被人过多关注。就因为这些吗？”王朝有些不信。龙小道哭笑不得道：“要不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第118章海妖奴隶。王雪娇托龙小道把他和王朝手里的石铁蚁肉卖掉，他跟王朝手里有20多公斤石铁蚁肉，姐弟俩吃掉了2公斤，还能剩下20来公斤。当初龙小道给他们分猎物的时候，说是每人10公斤，但是数量只会多不会少。石铁蚁的肉为了增长力气，吃1公斤就够用，吃多了也就是尝个味道。石铁蚁的血液500克也就差不多，这样石铁蚁的肉与血液可以让他们拥有千斤之力，日常出行做点什么，搬运扛点什么也都方便。等王家姐弟和张笑南走后，龙小道跟供应员打了声招呼，带上脑机连接器进入全民领主游戏。叮叮叮叮，刚进来就收到一连串系统提示的声音：稻花乡领主地成功抵挡于人族部落入侵，稻花乡领主地成功抵挡于人族部落入侵，稻花乡领主地成功抵挡山狼群侵扰，稻花乡领主地成功抵挡山狼群侵扰。龙小道心里咯噔下子，这什么状况？又是于人族部落入侵，又是山狼群侵扰的。急忙把手底下2员大将召集过来，询问道：“领地里出什么事情？”查尔斯道：“领主莫慌，问题不是很严重。”蒂安娜则面色平静地站在一旁。领主地内的事务一般都是由查尔斯负责，蒂安娜进行辅助。倒不是说查尔斯内政更加出色，是因为什么事情都讲究先来后到，不是？查尔斯与蒂安娜都是传奇级英雄，基本上各有所长。其实查尔斯和蒂安娜都不擅长内政治理，可龙小道手里这不是没有专业的内政人才可用吗？查尔斯是传奇海军将领，擅长的是打海战；蒂安娜是海王的奴隶，相对而言特长也是跟谁有关系，而且是水下作战。让2人管理领主地也都是暂时的，不过临级领主地对2人而言还算不上什么大事。经过查尔斯解释，龙小道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人族部落得知自己的先遣队被稻花乡领地干掉后，怀恨在心，不过在与周边其他水下部落交战，
无暇分身，可就这样平白损兵折将，又不是很甘心，所以遣派了好几队海妖过来搞偷袭。海妖是水下生物，就跟地面上的凶兽、蛮兽、妖兽之类不成体系、单独存在的物种一样。鱼人族部落的人也会在水下狩猎海妖，有些海妖会被活捉，活捉的海妖有可能被驯服，成为手里的兵种，但也有倔强种不肯屈服的。这些不肯屈服的海妖就成了海妖奴隶，再加上智商不高，往往开战的时候都会先把海妖奴隶搬到战争最前线，然后打开笼子，让他们冲向敌军阵营。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道：“你是说攻击咱们领主地的都是鱼人族部落里那些海妖奴隶？”查尔斯点头，对。龙小道道：“领主的损失大吗？”查尔斯回道：“整体来说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几具海妖的尸体也有些价值，咱们领主的并不吃亏。”不吃亏？龙小道放下心来，笑着说：“不吃亏就好。”稍微停顿，又好奇问：“海妖长什么模样？”海妖的尸体放在仓库那边，领主大人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好。龙小道领着人朝仓库方向走去。领主地内大量建筑兴起，街道上也有了些人气，时不时就能撞见跟龙小道问好的声音。路上，查尔斯说道：“领主地内的围墙已经从木栅栏升级为了木质城墙，为这次抵挡鱼人族部落驱赶海妖奴隶立下不小的功劳。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木质城墙，我们要付出的代价还会更高一些。”龙小道点头说：“接下来升级城墙需要多少材料？”查尔斯平静说道：“升级2级木质城墙需要5万方木材，升级3级木质城墙需要8万方木材，总计需要耗时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龙小道点头，继续升级。查尔斯道：“除了升级城墙以外，领主地还需要准备一些城防设施。现在领主地里的城防设施只有4座城墙自带的角楼，攻击力较弱。”龙小道点头，想了想问：“仓库里有现成的城防建筑图纸吗？”查尔斯道：“暂时只有1张白色火炮太建造图纸，威力一般。”龙小道笑了笑说：“先鉴上，有总比没有强不是？”是。查尔斯对于龙小道的命令并不反驳。城防建筑是领主的防守设施，其实只要领主地里兵强马壮的，根本就用不到这些建筑。领地里兵不强马不壮的，城防建筑也顶不上太大作用，只能延缓被攻占的时间而已。但是对于这种驱赶海妖奴隶自毁式袭击，还是很有用处的。仓库是领主的储备物资的地方，每个领主的都有若干个仓库，但是对于领主而言，其实就2个仓库。一个是自身携带的领主空间，也就是玩家的背包，可以把物品、资源、装备、宠物蛋等等物品装入背包里，亦可跟玩家之间进行交易、邮寄等。除了玩家背包以外，还有就是领主地内的仓库。值得一说的是，领主地内的贸易集市，想要买卖或者是跟外界交易的话，需要把物品放到领主地内的仓库里才行。而玩家使用系统携带的交易中心，则需要把物品放到背包里。2个仓库职责不同，但是功能都一样，都是储存物品物资的地方。稻花香领地内，矿工营地有50座，木工营地也有50座，农民营地还有50座，基本上都是满规格的，养活着这么多人，粮食是必不可少的物资储备。等升级领主地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营地划分，比如说什么铁匠营地、建工营地之类的。换句话说，领主的等级越高，领主地越为细分化。所以有些英雄就是专门为了领主地内政管理而生的，简称内政英雄。第119章，全身都是宝。仓库里有一只2层楼高、10几米的大海蟹，黑紫色的外表让龙小道看到第一眼，嘴里就生出唾液。这玩意能吃吗？这么大个头的螃蟹，他还是第一见到。可以，查尔斯肯定地回答道。龙小道抬手朝他指了指，愤愤不平地说道：“竟然敢来攻打咱们的领地，太可气了！把他的大腿给我切下来一块，烤一烤。对，还有蟹壳给我撬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蟹黄，有的话也给我来一块。”海妖奴隶不只有一只，比大海蟹还威武霸气的龙虾，几十米长的大八爪鱼等等，个顶个的大家伙。蒂安娜从旁边无表情地说道：“这些只是大海浅层的海妖，这只鱼人族部落也算不上有多强，海底浅层的就有这么大个。”龙小道吃了一惊，那深海里的海妖个头得有多大啊？蒂安娜道：“有海妖凭借一己之力毁灭过一支7级舰队，也有海妖自海深走来，横扫数个白金级领地，击沉了大陆一角。”龙小道不禁啧舌，摇头苦笑着说：“那些东西离着咱们还太遥远了。”遥远？蒂安娜面色淡然的摇头：“领主大人，您错了，他们距离咱们并不遥远，并且随时有可能出现，未知往往来的出乎意料。”龙小道暗地里翻了翻白眼，竟然学会跟自己犟嘴，哼，等回头没人的时候，看本领主怎么修理你。山狼群侵扰领地是怎么回事？龙小道突然想起来，除了有鱼人族部落的入侵记录以外，还有山狼群侵扰的系统提示消息。查尔斯道：“
是野外的矿场遭受到山狼群的袭击，已经派人去巡逻防守矿场等资源采集点了。龙小道想了想问，可以把山狼群从岛屿上清理干净吗？查尔斯犹豫了下，摇头说，暂时还不能，因为整座岛屿并不是完全在领主的掌控之内，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刷新一次。其次，就算领主帝完全占领全岛，也不建议领主大人把岛屿上的山狼全部清除。有了山狼存在，可以保证岛屿上的生态体系。另外，在闹饥荒的年代，山狼肉还可以果腹，物种多样化可以让岛屿与自然更加和谐。龙小道觉得确实有道理，咱们在野外大大小小的资源点数量不少吧？龙小道皱眉问。查尔斯道，各类资源点大概有40几个。随着领主地内各种营地越来越多，人员也多，资源点少了都不行。另外，领主地内也正是资源吃紧的时候，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源。龙小道巡视完领地，又去7级蜂巢里跟安东尼密尼安闲聊了会。领着仲恺武士典韦、蒂安娜、暴熊王妞妞走出领地，开始打经验练级。这座岛屿上数量最多的就是山狼，这东西有窝，还分不同的种群，数量降低到一定程度，系统就会刷新一批出来，所以根本就杀不绝。蒂安娜，龙小道躺在草地上，背后依靠着蒂安娜黑黝丰满的身体，看着不远处随意瞬移跳击的仲恺武士典韦，好奇问道，平常你见过他跟你们说话吗？蒂安娜摇头，没见过。仲恺武士典韦绝对不是没有智商，只单纯的是名护卫，就连传奇级英雄都能执掌内政，处理领主地内的大小事务，一位史诗级英雄难道就只能猎杀一些眼前的山精野兽？龙小道不屑。仲恺武士典韦不是哑巴，日常或许只是不屑开口。神级英雄每一位都有不凡之处，神级以下皆为蝼蚁，神级以上皆是逆天。这位仲恺武士用得好，堪比雷霆。你觉得领地内还有什么不足或者急需要发展的地方没有？龙小道把话题转移到领主地方面，笑着问道。蒂安娜犹豫了下，摇头说，眼下其实一切改变与不足都不是很重要，领主地缺少的是时间与资源，急需发展的地方也是需要时间的，而没有资源，想要发展也发展不起来。临近傍晚，龙小道才从全民领主游戏世界里退出来。下午，牛宝和紫金眼派人来把石铁蚁的肉拿走了，一家60公斤，正好把雪娇姐弟俩那份也卖给了他们。供应员笑着说道。龙小道点头，多10公斤少10公斤的问题都不大，笑着问，咱们手里还有多少石铁蚁肉？大概还有100多公斤的样子吧，没有具体称，都放在冰柜里。供应员迟疑了下，问道，那些石铁蚁的内脏下水什么的怎么处理啊？石铁蚁除了有肉有血液，还有心肝肺、大肠腰子什么的，因为扛回来的时候是一整具，所以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石铁蚁的毛肚、百叶、大肠什么的能不能吃，这个回头还得找明白人问问才从。石铁蚁是连钢铁都能消化掉的异兽，那胃肠道有多强大，可想而知。龙小道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望着供应员眨了眨眼睛问，你说石铁蚁拉的粑粑是屎还是铁？供应员一愣，哭笑不得摇头，你这都给我整不会了，我也没看到过石铁蚁拉的粑粑，不知道它是拉屎还是拉铁，不过这个话题有点带味道。嘿嘿，石铁蚁全身是宝，除了血肉之外，外壳是生物金属，非常坚硬，是打造装备的绝佳材料。随着城市里转制玩家增多，很快就会出现专门打造装备的职业，比如说专门制作铠甲的铠甲师，专门缝制衣服的裁缝，专门打造首饰的工匠师，专门打造武器的铁匠师等等。有专业包皮的分解师，就是专业负责制造装备的职业。5具石铁蚁的外壳，还有5对石铁蚁的大板牙，说不定都能卖个好价钱。内脏之类的先在冰箱里放着，回头实在腾不出地方来，就放到老张的农贸生鲜超市里去，看看能不能让他代卖掉。龙小道随口说道，蚊子再小也是肉，石铁蚁的内脏下水，说不定价格还不便宜呢。第120章，不服可以滚蛋啊！龙小道离开小区，他要去一趟异人所。张天笑打电话过来，说叫他过去述职，程序方面已经搞定，虽然还没有下达正式任命书，但是登天市虚拟政务系统里面，龙小道的身份已经正式升任为异人所所长。莫秋霜眼神里有些异样，没想到才几天时间，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小的男人，竟然一跃成为了异人所所长，自己的领头上司。秋霜姐，龙小道下了东风猛士越野车，看到莫秋霜时，脸上立马露出灿烂阳光笑容出来，既显得腼腆又极为低调。莫秋霜脸上也露出笑容，点头说道，恭喜你成为异人所首任所长，以后还得扣霜姐多帮忙。那个车里有些石铁蚁的血肉，昨晚上我出城打的，你拿回去尝尝鲜。龙小道一脸自来熟，又客气地笑着说。莫秋霜暗地里深吸了口气，笑着点头说，走吧，大家都在等你呢。异人所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人员规模方面，
一人所已经从最初的10几号人扩展到240多人，能来会议室的全都是科长、副科长、小队长之类的中低层领导。龙小道走进来，会议室一下就安静下来。哟，小弟弟很年轻嘛，姐姐还以为新领导会是个小老头，没想到是个小老弟。一名身穿紫色旗袍、身形娇艳的女人咯咯娇笑着开口说道：“胡闹！难道市里领导真没人可用了不成？竟然会选择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来当所长，我鲁和尚第一个看不过眼去。”身旁一个5大3粗、剃着个大光头的中年男人大声诋毁说道，大眼珠子瞪着农小道：“就他也配做我们一人所的所长？真不知道市里哪个屁股冒烟领导想出来的主意。小子，你不会是哪个领导的关系户吧？”有人带头，会议室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七嘴八舌的开始说3道4，并且丝毫不加以掩饰的嘲讽。下马威！龙小道眯着眼睛看着这些陌生面孔，突然笑了笑，抬手说道：“那个先安静一下，想发言等点名，注意下会场秩序。”莫秋霜看没人理会，面无表情的拍了拍桌子，严肃冰冷的说道：“安静，开会。”会议室里这才安静下来，不过依然还有数人在私下里交头接耳。龙小道笑着道：“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姓农，大名农小道，是一人所成立之后第一批，也是第一天加入的成员，承蒙张老看得起，让我做一人所的副所长。至于在场的各位不认识我，也不奇怪，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后来加入的。当初张老创建一人所，时至今日，一人所与市局2处并称登天市2大特殊组织。我也很荣幸从张老手里把位子接管过来，即日起开始执掌一人所的运作。那个，刚才有人说我乳臭未干，毛都没长齐，这个我是不愿意听的。年轻就是年轻，都在一人所里面混，恶语伤人终归是不好的。”说完，转头对着莫秋霜道：“咱们一人所里管理层多久更换一次？”莫秋霜一愣，会议室里也瞬间安静了下来。暂时还没有规定。龙小道对此好像也不奇怪，眯着眼睛笑着说：“我记得最初的时候，张老制定的调级策略是强者上弱者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考核一次，对吧？”也不等别人开口，抬起头来扫视了眼会议室众人，笑着说：“正好我出掌一人所，也没什么好回馈给各位的。”说到这里，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平静说：“通知一人所所有成员，今天考核，自认为有能力可以担当领导岗位的人员，可以挑战自己上级，赢者上败者下。没有实力还敢在这里唧唧歪歪，也不配当一人所内的管理层领导。”一句话让会议室许多人都瞪大了眼睛。怎么着，这位子还能给自己撸了？有些人可是真托关系找人脉上来的。鲁和尚皱眉盯着农小道，冷哼道：“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挑战你？赢了，你把屁股底下那个一人所所长的位子也让出来，换我们坐坐。”农小道笑看着他，摇头：“不能。”鲁和尚肺差点没给气炸了，拍桌子叫道：“凭什么别人可以挑战自己的领导？强者上弱者下，我们就不能？这是什么狗屁规矩？我不服！”农小道脸上的笑容不改，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不服可以滚蛋啊，又不是非让你留在一人所里。”转头对着莫秋霜道：“给这个人办理离职手续，把他从一人所内给我清理出去。”愤愤不平的会议室又重新安静下来。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年轻人敢这么搞，难道就不怕激起民愤吗？农小道笑着道：“还有谁觉得不服的，一起讲出来，自己辞职也行，我把你们从一人所里踢出去也行。还不服气？真以为自己是吃软饭长大的吗？”逗乐了，一言堂就是老子说什么就得是什么。狗屁的2大一人特殊组织，实则就是一盘散沙，窝里横，真有点什么事情找个人都找不见，还他妈敢说自己毛都没长齐。哼，你们倒是长齐了，那不照样能给你们拔干净了吗？莫秋霜也有些无语，龙小道这般大开大合，着实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谁还有意见没？没关系，尽管提，我这人一向很民主，你们要是不想在一人所里待，都可以放你们离开。龙小道笑着说道：“以前有技能的玩家不多，转职的玩家也不好找，但现在不一样了，每天都有大量的玩家转职，拥有职业的玩家一抓一大把。可一人所好歹是登天市的职权机构，并且每天还有货币积分拿，现在是削尖脑袋想往里面钻的人多，但是一人所的人员配置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立马就有补上。”会议室安静的可怕，就连鲁和尚都没有刚才那么张扬跋扈。“小弟弟，农所长，鲁兄弟是个直肠子，也不是诚心想要冒犯您。”第121章假公济私。农小道看着他，这个女人倒是有点意思，胆识不错，这个时候能站出来给鲁和尚求情的人，不能说多重义气，至少没有落井下石。不知道美女怎么称呼？紫袍女人嫣然一笑道：“姐姐叫罗阿秀。”农小道称赞说：“名字真好听，那不知道阿秀姐觉得我处置鲁和尚他们可有错？”
罗阿秀苦笑着摇头，没错。见一旁的鲁和尚梗着脖子还想开口，桌子下面被罗阿秀给踢了脚，望着农小道诚恳说道：“不知道所长能否再给众人一次机会？”农小道没回答罗阿秀，目光朝鲁和尚看了过去，平淡说道：“刚才你说自己第一个觉得不服气，还说我乳臭未干，毛都没长齐，对吧？”鲁和尚气呼呼地瞪着农小道，刚想张嘴，就被一旁的罗阿秀打断，抢先说道：“得亏是咱们所长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这等莽夫一般见识，要不然今天非得给你开除不可，还不快点给咱所长赔个不是？”鲁和尚知道，今天如果要是不让面前这个毛头小子消气，自己以后恐怕真就在一人所待不下去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鲁和尚也蔫巴下来，低着头抱拳，朝农小道拱了拱手：“所长，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这种粗人一般见识，原谅则个。”农小道眯着眼睛，目光来回在鲁和尚与罗阿秀身上扫视着，好半晌才笑起来，无所谓的说：“咱们远日无怨，近日无仇，让你们留下也不是不行，但是这笔账咱们得先记下来，我农小道可不是没脾气的人。”转头对着莫秋霜道：“既然有人给鲁和尚求情，那他的事情就先放一放，把他在一人所内的职位都给撤了，先让他当一段时间的普通职员吧。”莫秋霜心里感慨，这小子一手大棒一个甜枣，玩得可真够溜的。恐怕他从始至终都没想开除鲁和尚，无非是想把他拎出来杀鸡儆猴。新官上任3把火，何况还是一群不服管教的手下，这3把火肯定要烧。一人所从现在开始重新分组，3人为1小队，5小队为1中队，5中队为1大队。中队长管辖15人，副科级；大队长管辖75人，正科级；小队长为股级。一人所暂时扩充到4个大队，总计300人。小队长每隔7天考核一次，队内成员有权挑战队长，赢者上败者下。中队长由小队长升任，每隔半个月考核一次，同样小队长有权挑战中队长，赢者上败者下。在一人所内，实力为尊，实力足够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站得住脚。所长，那中队长可以挑战大队长吗？有人兴奋地摩拳擦掌地问道。龙小道闪烁着笑道：“可以，不过大队长职位比较特殊，一般由我亲自任命。一人所任职的大队长，每隔3个月由我进行考核一次，每隔6个月可以接受一次中队长挑战。大队长已经是一人所的高层，并且还是由农小道亲自提拔任命，位子相对而言也要更加稳妥一些。”许多人心里都觉得有些不公平，凭什么小队长、中队长就能接受挑战，大队长只能由农小道任命？不过大家也就只敢在内心里泛泛嘀咕，有了鲁和尚的前车之鉴，谁敢轻易讲出来？除非是不想在一人所里待了。另外，单独成立稽查科、综合管理科、内务科3个部门，主要职责就是调查一人所内部问题以及一人所外部协调等问题。3个部门每个科室配置20人。龙小道稍微停顿了下，才又继续说道：“至于3大科室负责人，等我先考察考察，再做定夺。”说完，抬手朝着莫秋霜笑着说道：“莫秋霜女士将会出任一人所常务副所长一职，我不在所里的时候，她拥有调度管辖权。简单点说，就是一人所里的2把手。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说了算。”罗阿秀带头鼓掌，莫秋霜脸色一如往常，看不出喜怒哀乐来。行了，散会吧。龙小道起身伸了伸懒腰，他的述职就算完成，以后一人所改姓农了。所长，按照你的规划配置，咱们一人所里的人手可不够用，一人所里现在满打满算的就240多人，至少还需要再招聘进来100多号人才行。莫秋霜跟着农小道走出会议室后，面无表情地说道。农小道笑着道：“那就招聘啊。”莫秋霜皱了下眉头，解释道：“一人所的人每天除了可以领1点货币积分外，还会额外再领2点货币积分，小队长可以领3点，中队长可以领5点，大队长、科室科长之类的可以领10点。这些货币积分都是市里财政拨过来的，所以咱们招人是有人数限制的。”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皱眉问：“咱们不能自行招人？”莫秋霜摇头：“可以倒是可以，但是需要跟市里打报告，预计招收多少人，为什么招人都要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时候要审批，审批通过了才能招聘。”龙小道想了想说：“先招募着，把一人所4支大队弄起来，跟市里面申报，同时进行吧。”莫秋霜迟疑了下问：“如果市里面不通过怎么办？咱们总不能在工资上有区别吧？”龙小道笑起来道：“没区别，但是他们也别想白拿工资不干活，如果审批在市里面真没通过，那咱就自己想办法把这工资缺口给补上，不就是点积分货币吗？市里面不给批，咱自己搞点副业，把钱赚出来，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不就完了吗？”龙小道走了2步，又停下，笑着道：“秋霜姐，我要几个名额，这个假公济私不会出什么事情吧？”莫秋霜差点没叫他给气笑了，心说你都知道是假公济私，还问自己有没有事情，让自己怎么回答你吗？尽量不要搞得太明显，不然传出去也不是太好。莫秋霜犹豫了下，说得十分委婉。龙小道嘿嘿一笑，明白。第122章
生鲜超市被抢。小道，老张哥的农贸生鲜超市被人砸了，不但抢走了很多东西，人还被打了呢。供应员给农小道打电话，急声说道。农小道皱了下眉头，他还在一人所，莫秋霜就站在他旁边。刚才两人正在讨论该怎么跟市里申请增加一人所人员，以及加塞几个名额进入一人所的事情。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就赶过去。农小道叮嘱完，挂了电话，转头对着莫秋霜问：市区里抢劫打人的事情归不归咱们管？莫秋霜笑了下，只要是登天市内的事情，咱们都可以管。话外之意，没有什么归不归的，只要是在登天市区内发生的什么，不管是什么事情，一人所都有权插手。毕竟整个登天市现在登记在册的职权机构就这么2个。那正好，我们小区楼下有家农贸生鲜超市被人给砸了，还把人给打了，叫上人跟着我过去看看。农小道道，浩浩荡荡9辆车，一辆车里5个人，还不算农小道单独驾驶的那辆东风猛士越野车。农贸生鲜超市门口围着不少人，农小道远远就看见了供应员。车队停下，把众人吓了一跳，胆小怕事的直接躲开，老远探头朝这边张望。供应员面色沉稳，等看到农小道从车里下来，才松了口气。人没事吧？农小道走过来问。供应员微微摇头，轻声说：伤得不重，我已经帮着处理了。他是光明大贤者，大光明术拥有一定的治愈效果。农小道走进去，看到农贸生鲜超市里凌乱的货架，一身是血，脸色苍白的张涛，已经眼睛哭得红肿的李翠梅、张孝南、肖翠翠等人面色顿时就阴沉起来。张光亮从里面走出来，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显然在刚才的冲突中也挨了毒打。见到农小道，勉强挤出个笑脸来：没事没事。农小道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拿出华子抽出来一根递给他，递火过去给他点上。张光亮有些受宠若惊，但还是把烟点了上，眼神里的凶光一闪而过，紧接着又叹了口气，苦笑着说：那伙人咱们惹不起，刚才我跟我爸也商量过，实在不行就把超市关了，我跟孝南跟着你去城市外面狩猎杀怪，也能养活起一家子。农小道道：那都是以后的事情，咱不吃这种亏，在登天市就没有什么咱们惹不起的人，对方什么来路，跟我说说。说完朝外面指了指，说道：人手我都带来了。张光亮一愣，苦笑着摇头：咱们吃点亏，不追究了，别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小张的性子跟他爸老张差不多，都是那种老实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另外一个就是不想给农小道找麻烦，毕竟是自己家的事情。农小道笑了笑，道：都给你说了，咱们不欺负人，但是也不吃亏，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外面人还都等着呢。张光亮这才说出来，原来是小区里有人眼红老张家的生意，以前的时候有法律约束，但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转职，不少人都觉得自己能力爆棚，现实中老子第二，没人敢说第一，飘得不行。虽然登天市还有政府，还有管理者，还有执法机构，可是一些人的胆子早就肥了，认为末世都来了，谁还遵守那些规矩，看谁不顺眼直接开打，拳头大就是真理。市里面现在也需要转职玩家去做任务，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打个人抢劫点东西，也没人会过来找你麻烦。像这种打架斗殴、零元购的事情，登天市区内一天要发生上百起，又要防守城内城外的怪物，又要维持最基本的治安，哪管理得过来？只要不把人打死，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区里有个叫赵海鹏的，听说转职成了铠甲战士，战斗力很强，附近纠集了一伙人，成立了个叫兄弟会的组织。前几天他来超市里赊账，我妈觉得他欠的有点多，就没再赊给他，这不就把我们给记恨上了吗？今天我爸说把你分给孝南的那几斤石铁蚁肉和前几天你留下的黑虎骨头挂出来，试着卖卖，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挺贵的，所以暂时不赊账，需要用黄金或者虚拟货币积分交易。也不知道赵海鹏怎么知道了消息，带着人就找了过来，非要让我爸给他个面子，强要把黑虎肉和石铁蚁肉拿走。这么贵的东西，我爸怎么肯呢？三言两语不对付，赵海鹏就带人动起了手，不但把店铺砸了，东西还都抢走了。还好当时我妈、我媳妇还有孝南他们没在店里，不然还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农小道皱了下眉头，赵海鹏这个名字听着有点耳熟，是不是住在我们楼口里那个？张光亮点头，是。农小道点了点头，知道是谁就好办了，何况家还就在小区。这个赵海鹏也真不是个人揍，一个小区里住着都是老街坊邻居，干这种操蛋的事情。农小道低声骂了声，转身朝外面走去，朝着不远处的罗阿秀、鲁和尚等人招了招手。22号楼有个叫赵海鹏的，过去把腿给我打折了，拖过来。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估计还有同伙，一块收拾完带过来。是。罗阿秀给鲁和尚使了个眼色，领着10来个人朝小区内走去。农小道看着这个穿紫色旗袍的漂亮女人，满意的点了点头，
做事挺飒利的，有点意思。打折个腿脚，一个治愈术下去就能好，最多算是点皮肉之苦。龙小道刚想过去跟张涛说两句话，身上手机响了，看了下号码，紫金眼打过来的，顺手接了。老板娘，紫金眼道：赵海鹏是蓝精灵的人，别轻易动他。蓝精灵的人？龙小道稍微愣下，目光闪烁着，突然骂了句：蓝精灵算个屁呀！第123章下达通缉令。紫金眼沉默不语。蓝精灵好歹是全球领主榜排行1000名之内的玩家，对于这样的人，他的建议是能不招惹尽量不要去招惹。当然，建议归建议，听不听就在龙小道自己了。龙小道也知道自己话有点冲，干笑两声：老板娘，那个你别误会，我可不是在针对你。紫金眼嗯了声：我知道，但是作为朋友，我还是想要劝你，最好不要跟蓝精灵再起冲突，他现在已经跟龙家联姻，有了龙家的背景。龙小道耸了耸肩，无奈地说：有了谁的背景，也不能骑到我们脖子上来拉屎，作威作福吧。挂了紫金眼的电话，龙小道皱眉，眼神里流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看样子一人所里，外界的眼线还不少，不然龙小道怎么刚到农贸生鲜超市了解完情况，紫金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并且连超市是谁砸的都还知道。龙小道抬手摸了摸鼻子，心说不会是有人指使赵海鹏敲山震虎的吧？要知道自己跟张涛一家子走得近，也不算是什么秘密的事情。昨晚上出去，身边还带着张孝南、萧翠翠两人。张孝南的合成术效果不可能守住消息，估计这时候登天市上层有点高度的势力都已经知道了。在这些前提下，还赶过来砸老张家的生鲜超市，这么明目张胆的是在打老张家的主意。难道是蓝精灵想给自己上眼药，或者说想找个借口能跟自己架上梁子，然后名正言顺的替手底下的人出头，收拾自己？要真是那般，那这个赵海鹏不但要打，还得往狠里打才行啊！龙小道想到此，眼睛忍不住眯了起来，嘴里自言自语嘟囔了句：天都他妈快要塌了，还在这里勾心斗角，狗咬狗，真不知道脑子里灌进去了什么狗屎。骂归骂，但是遇见事情绝对不能怂，不服就得干。蓝精灵在龙小道眼里，他还真连个屁都算不上，自己亲弟弟惨死，不去跟凶手拼命，反而盯上自己这个旁人，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放开我，老子可是登天市明日之星蓝精灵的人，敢动老子，你们可要想清楚后果。不多时，赵海鹏和他几个同伙都被罗阿秀、鲁和尚带着人从家里抓了回来，身边有2人架着，赵海鹏那里还撒泼咒骂，止不住的在扑腾呢。龙小道看着完好无损的赵海鹏，皱了下眉头，朝身后张家人问：刚才抢劫超市行凶的可是这几个人？张涛苦笑着点头：是，小道兄弟，要不这事情……龙小道挥了挥手，示意他不用管，剩下的交给自己就行。赃物呢？龙小道走到赵海鹏面前，脸色沉稳地问道。赵海鹏皱眉打量着龙小道，突然呸了一声，梗着脖子道：老子是明日之星蓝精灵蓝姐的手下，敢动我，你小子可要想清楚了，别等着得罪完人，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啪！下一秒，赵海鹏和他那些兄弟，包括周围看热闹的以及一人所的成员，都惊呆住了。龙小道这记耳光打的是又响又脆，声音那叫一个干净清澈。你……赵海鹏目瞪口呆，像是被这巴掌打傻了一般，刚才的嚣张气焰都不见，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龙小道面无表情的问道：问你什么就答什么，蓝精灵可是你们此次打劫张家生鲜超市的幕后主使者。站在背后的莫秋霜听到龙小道的话，下意识皱了下眉头，已经意识到不妥。关于蓝精灵与龙小道之间的恩怨，他是清楚的。龙小道这么问，那不就是想直接把蓝精灵牵扯进来吗？旁边的罗阿秀目光闪烁着，也极为惊讶，他没想到自己这位小所长竟然有这般胆识与魄力。是，你说什么？我不知。龙小道沉着脸打断赵海鹏的话，道：蓝精灵指使你们打劫张家生鲜超市，是主谋，来人登记一下，对蓝精灵下达通缉令。是。罗阿秀无缝连接，直接应了声。通缉蓝精灵？这小子没疯吧？是不知道蓝精灵是登天市的明日之星，全球艺人排行榜1000名之内的大高手，通缉人家不等于找死吗？龙小道才不在乎，转头朝罗阿秀看了眼，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即刻起升任罗阿秀为艺人所第1大队大队长，然后才回过头来对着赵海鹏说道：你刚才叫嚷什么？我没听太清楚，现在继续说，但是声音小点，别扯着嗓子大吼大叫的。你不想活了？赵海鹏瞪大眼睛，他脑瓜子有点转不过弯来。龙小道沉声道：还敢威胁我？抢劫伤人是重罪，老实交代，幕后主使现在窝藏在哪里？莫秋霜叹了口气，嘴角露出丝苦笑，拿出手机来，转身给张天笑打电话去了。看来今天龙小道
是要非捅这个马蜂窝不可。蓝精灵的住址其实并不难查，但是想见到蓝精灵可不容易。既然是登天市的明日之星，那自然是要被重重保护着。另外，蓝精灵还是市局2处的人。龙小道装模作样的凑到赵海鹏身边，不住点头。赵海鹏极为懵逼的看着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看在你肯交代的份上，回头算你有立功表现。龙小道点了点头，然后大声说道：前往明珠别墅区缉拿抢劫犯主谋蓝精灵，估摸着不好抓，呼叫支援，让一人所全体成员倾巢而出。咱们今天不把逮住蓝精灵，誓不罢休。转头对着罗阿秀用只有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去的时候没跟你们说吗？腿先给我打折了，怎么活蹦乱跳的就带过来？一会在车上叫手下兄弟们好好招呼招呼他们，不要打死，留口气就行。说完挥了挥手，带上劫匪上车，去明珠别墅区缉拿劫匪，主使蓝精灵。别说周围看热闹的人，就是一人所成员都目瞪口呆，有点觉得不可思议。龙小道这是铁了心要跟蓝精灵撕破脸，他搞得定人家吗？可他们哪里知道，龙小道跟蓝精灵之间早就撕破脸了呀。第124章举足轻重的人才。供应员知道蓝精灵是全球艺人领主榜排行1000名之内的玩家，又有登天市是局2处庇护，害怕龙小道自己跟他对上吃亏。等车队启动离开以后，急忙回家叫上女儿慧慧，启动铁甲战车跟了过去。路上莫秋霜无奈道：闹这么大阵势，至于吗？龙小道无所谓的说：我的人不能白挨打，他蓝精灵是人，难道别人就不叫人了吗？莫秋霜道：可蓝精灵毕竟是……龙小道打断他，无所谓的说：甭管他是谁，咱们占理怕啥？占理确实是占理，可问题是现在占理有用吗？龙小道的实力不错，可要跟蓝精灵对上，莫秋霜依然还是不太看好龙小道，因为蓝精灵一直都处在全球艺人排行榜1000名之内，没有掉下来过，现在领地里发展到什么程度，谁都不清楚。反观龙小道，也只不过是在现实这边显得略微露露头而已。两者相较对比，不管是比重还是加分，都是蓝精灵占了优势。登天市登记注册的转职玩家已经超过300万，其中多半数是战斗职业玩家。转职玩家增多对龙小道而言不是什么好事，他实力强，却也是有限度的。就算他能一个人打10个，甚至是打100个，那他能打1000个吗？蓝精灵作为全球艺人领主榜1000名之内的高手，振臂高挥就能有无数拥护者追随，这是龙小道绝对不具有的优势。让市里面的领导选择，最后怕也只会保蓝精灵，而放弃龙小道。张天笑已经收到消息，不过再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一时走不开。但是对于龙小道要跟蓝精灵干仗的事情，也仅是简简单单说了句看看再说。莫秋霜明白张老的意思，他怕是想借此探探龙小道的底。就算龙小道在全民领主内的实力也很强，但是能强得过1000名之内的蓝精灵吗？如果能，他不早就表现出来了吗？所以莫秋霜觉得在全民领主里面，龙小道绝不会强过蓝精灵的。明珠别墅区，明珠别墅区现在已经被市区征用，用来安置重要人员。站住！门口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直接把车队拦截在别墅区大门口，没有通行证，禁止入内。公事公办。龙小道也知道攻打明珠别墅区不切实际，毕竟里面除了蓝精灵，还居住着其他不少大人物，甚至是市委领导以及家属人员。从车里下来，龙小道走到门口警卫面前，沉声道：一人所所长龙小道，过来缉拿抢劫犯主使头目蓝精灵，是你们把人给我叫出来，还是我们直接动手打进去抓人？警卫人员也比较懵逼，缉拿蓝精灵。一人所所长当即拿出检查装置，关于龙小道的详细信息一目了然。可不就是一人所所长吗？既然身份确认无疑，只能上报，这可就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事情。对此龙小道也没怨言，他此次来是针对蓝精灵，又不是针对别人，等一等无妨。蓝精灵不可能跑，他能往哪里跑？并且在人家眼里也不怕龙小道吧？人家派人去打砸抢生鲜超市，不就是为了让龙小道添堵，甚至是让龙小道主动过来找他吗？市委领导先后都接到了消息，通缉蓝精灵。胡闹！是谁给他的胆子，敢下达这样的命令？市委秘书长李永琪、市局2处总负责人得知此事之后，气得拍了桌子，然后起身朝着市长办公室走去。王定川也得到了龙小道领着人去明珠别墅区要逮捕蓝精灵的消息，不过这时候眯着眼睛却没有动怒，直到李永琪敲开门，气呼呼地走了进来。老李，这么大火气？王定川笑呵呵道。李永琪怒声道：这个龙小道还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以为张老头提拔他当了一人所所长就能无法无天。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对蓝精灵下达了通缉令，还领着人去明珠别墅区要抓人呢。王定川笑呵呵道：抓人就抓人，你这么大火气干吗？李永琪愣了下，
皱眉道：“蓝精灵岂是他能捏拿的？”王定川收起笑容，淡淡的说道：“事情的经过我已经了解过了，是因为一起打砸抢劫超市的案子引起来的。”李永琪皱眉，王定川不会平白无故说这番话，在他看来，抢劫超市那事情可大可小，无非是街坊邻居之间的小矛盾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事情，又没出人命，大不了拿了东西再给人家还回去，低头认错赔个不是，道个歉，事情也就过去了，还能捏着不放吗？老李啊，现在市里是内忧外患，有些事情由小见大，不能纵容啊。王定川语气心长地说道。李永琪犹豫了下，点头说：“您说的是，可蓝精灵毕竟是市里 S 级人才，举足轻重啊。”王定川重新笑起来，道：“这不还没到那个取舍的时候吗？刚才老张也给我打过电话，他的意思是，正好借着这次机会，好好探探农小道的底。这小子隐藏得太深，咱们对他在全民领主游戏里的实力完全不了解，只能从现实里展现出来的实力进行反推，趁着这次机会，看看能不能让他暴露出来。假设也真是个人才，那对咱们登天市也是有好处的。别看那小子表现得愣头愣脑，油盐不进，其实精明着呢。回头给他找个台阶下，再不济，往后把他跟蓝精灵隔开，一个放在城东，一个放在城西就是。”李永琪暗地里吃惊，没想到张老头这么看好农小道，他在全民领主游戏里有跟蓝精灵较量的实力。他是不信的，全球就1000个人，难不成会有2人出现在登天市？王定川起身笑着说：“走吧，咱们也去现场看看，别真打红了眼，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明珠别墅区门口，农小道坐在东风猛士越野车前引擎盖上，盯着小区里面。至于旁边鼻青脸肿的赵海鹏等人，抱头蹲了一排。第125章被践踏的天才。小杂种竟然还敢找上门来，哼，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米粒之光也想跟皓月争辉，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那看我怎么把你脸踩在地上摩擦。蓝精灵得知农小道带着一人所的人找上门来以后，又怒又气，真是给他脸了。在他看来，农小道这是做了一件让自己十分丢面子又下不来台的事情。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是谁吗？自己堂堂一人领主榜全球排行1000名之内的绝世高手，他凭什么敢让一人所通缉自己？蓝精灵领着人声势浩大的从别墅区里面走出来，门口警卫人员早就得到了消息，这时候两不帮退回自己警卫室里去看着。你是想死吗？蓝精灵出来以后，目光瞪着农小道，破口骂道。农小道耸了耸肩，笑着从车子引擎盖上跳来，道：“早就知道你蓝精灵不要脸，只是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不要脸。”歪头打量着他，也不给他开口的机会，继续说道：“就你也配称自是高手？我觉得吧，你也就是走了狗屎运，还真以为你天下第一呀？你瞅瞅你那脸盘子圆的，天天没少吃吧？自己亲弟弟被人活活打死，连个屁你都不敢放，别的不行，欺软怕硬你是第1名。我要是你，别说自己找块豆腐撞死，也不屑于苟活于世啊！”蓝精灵咬牙切齿道：“小杂种，牙尖嘴利，今天我要不扒了你的皮，老娘跟你姓！”抬手挥了挥，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事情我兜着。噗嗤！农小道笑出声来，上！你们谁敢上，我带来都是一人所的执法者，打死了谁，你们都要负责到底。还你负责？你拿什么负责？就拿你那不要脸的精神吗？让手底下的人动手，你也就这点出息，有本事你自己出来跟我较量较量。你不是自称绝世高手吗？站出来，看我是不是能打得你妈都认不出你来。农小道对于蓝精灵的不屑，那是丝毫不加以掩饰，让身旁的人，不管是一人所成员，还是蓝精灵带出来的那些手下，都有些无语。蓝精灵更是气得差点没吐血，脑瓜子嗡嗡作响，不断在想，他怎么敢这么跟自己说话？他怎么就敢呢？自己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凭什么他敢这么说自己？是谁给他的胆子？啊！蓝精灵简直要气疯了，自己可是全球一人领主榜排行1000名之内的大高手，谁见了自己胆敢这般？这是大不敬，因为谁见了自己都要毕恭毕敬才行。来来来，有种你来，咱俩单挑。农小道吊儿郎当的抬起手指来，对着蓝精灵勾了勾，似笑非笑的说：“也让世人看看你这位绝世高手到底有多强。不会全球1000名之内的高手，连个胆子都没有吧？哦，我忘了，你是真没胆子，自己亲弟弟被人干掉，屁都不敢放一个。啧，现在抖起来，见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别提多孙子。挑战蓝精灵，你也配？”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在众人耳边炸响，男人踏空而来，出场骚包到了顶点。精灵妹妹莫慌。蓝精灵脸上多了丝红润，甜甜笑道：“多谢城隍哥哥前来助阵，精灵妹妹跟我又何须客气？”来人笑着道。农小道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说道：“喂，你们是狗男女吗？大庭广众之下就不能要点脸吗？这么装逼，是不是以前没挨过打啊？”
龙城隍转身冷声道：“休要逞口舌之快，有种与我一战，可敢？”装逼！龙小道低头呸了声，抬手朝他勾了勾手指，放马过来。莫秋霜在背后急忙提醒道：“不要大意，他是龙家麒麟子龙城隍。”在莫秋霜说话的功夫，龙城隍已经一跃而起，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杆长枪，由上而下，奔着龙小道就扎了下来。龙家，龙城隍，还他妈麒麟子呢！我看更像是个装逼犯。铁甲之躯，20米高的铁甲之躯出现在众人面前，然后举起拳头，咣当一下子，朝着跃到半空的龙城隍就是一记通天拳。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位龙家所谓的麒麟子直接被铁甲之躯打得朝身后天上飞出去上百米，差点就化作一道流星掉不下来。噗嗤！龙小道忍不住笑出声来，歪着头反问：“就这也好意思出来装逼，真不堪一击啊！”对面站着蓝精灵，脸上别提多难看。身后莫秋霜、罗阿秀、鲁和尚以及一人所的成员都是看得目瞪口呆，一拳头就把龙家继承人打飞出去几百米，这么强的吗？听说当初九中校园里就是一具铁甲，生生扛住了3大阵营，把里面的学生给救了出来，不会就是他吧？硬抗深渊恶魔族、兽人众骑兵以及凶兽大蛇的绝世高手，我去，竟然是他！难怪他不把蓝精灵放在眼里呢。如果是他的话，或许真有对抗蓝精灵的资本。龙小道倒没想着暴露自己，九中的事情他都差不多快要忘了，那都是几天前的事情了。没想到还有人会记得他。龙小道，你今天必死！龙城隍从地上爬起来，怒不可遏。从小到大，他还没这么丢脸过。我真的动怒了，受死吧！黄龙审判！一人一枪冲天而起，化作一道庞大黄色巨龙，朝着龙小道呼啸而来。围观的众人无不心惊，如此声势浩大的技能都是第一见到。这是职业技能？我去，龙城隍不会转职成了隐藏职业龙战士吧？不是隐藏职业，黄龙战士是龙战士的一种，算是一种高级职业，比普通职业要强，但是跟隐藏职业还有一线差距，算不上是隐藏职业，那也足够强悍。这黄龙战士战力怕也仅在隐藏职业之下了吧？围观者纷纷议论，对于暴怒而起的龙城隍又羡慕又嫉妒。力抗3大阵营，就九中师生与水浒的高手，能抗住龙城隍的黄龙审判吗？装逼犯！龙小道轻声嘟囔了句，再次召唤铁甲之躯，抽出背后巨剑，奔着他就是一记撩击。哐当！啪嚓！龙城隍再次被铁甲之躯的巨剑击飞出去，速度比刚才还快，还狼狈。第126章，气煞我也！我去，这么不堪一击吗？围观的人眼珠子没瞪出来，龙家麒麟儿龙城隍出场确实骚包，可问题是这战斗力有点不符合自身气质啊。就连莫秋霜都沉默了，暗自心惊，难怪长老会如此看好龙小道，此子真是深不可测。天上飞的那个小子是龙家的第1顺位继承人吧？不远处已经赶到的车队里，市长王定川望着天上倒飞出去的龙城隍，眯着眼睛笑呵呵地问道。李永琪黑着脸皱眉说道，这龙家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底蕴深厚。王定川笑呵呵摇头，未必，也有可能是对手实力太强，也说不定呢。李永琪转头看着王定川，正色道，市长，真要是走到最后那一步，我想问问您，市里准备保谁？王定川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沉声道，这些后生仔都是登天市的未来，而我们这些老骨头挺不了多久的，往后的世界都是他们的。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不是我们要保谁，而是看他们要怎么认知这个新世界。对于王定川模棱两可的回答，市委秘书长李永琪心里是有意见的，他依然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论底蕴，论潜力，论未来，龙小道的潜质都不如蓝精灵。全球艺人领主排行榜绝对是衡量实力的第一标杆，没有其一。要知道，全民领主世界里唯一能得到系统奖励的，可就只有这个全球艺人领主排行榜。龙小道接触铁甲之躯，把目光再次焦聚到蓝精灵身上。这种小卡拉米中看不中用，要不还是你自己上。小卡拉米，周围的人都有些无语。那可是龙家的麒麟儿，第1顺位继承人，龙家可是登天市4大家族之首，估计也就只有龙小道这种坐井观天的小人物会说龙城隍是小卡拉米了吧？勇哥，刚才你看见天上谁飞过去了吗？我怎么瞧着像是我哥呢？龙承顺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瞪大眼睛说道。龙阿勇，论身份，他跟龙城隍、龙承顺比都差一格，人家是龙家的绝对嫡系，而龙阿勇只是龙家的养子，一个是主子，一个是下人，这会儿你让他说什么？龙阿勇迟疑了下，试探着说道，我突然想起来，你嫂子让我今天早点回去，
要不咱俩别去凑热闹了。明珠别墅区门口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目的也是想赶过去看看热闹。至于帮忙，帮谁？除非龙家家主下达命令，否则龙阿勇不想跟龙小道撕破脸。这也是龙家老爷子的意思。老爷子的原话是多多接触，尽量交好。龙城顺咽了口唾沫，点头道：行，正好我肚子也不是很舒服，想去医院弄点药。哥俩一合计，拉倒，不去凑热闹了，调转车头换了个方向，直接把车给开走。哟，这是谁啊？弄这么大阵仗，是不是想要攻打明珠别墅区？左玉泉把车子停到旁边，放下车窗，皮笑肉不笑地打量着外面的农小道等人。他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农小道和蓝精灵合龙家起冲突，他巴不得呢。平白无故的被禁足好些天不说，还被一人所清除了出来，这口气左玉泉怎么能咽得下去？内心里早就记恨上农小道，恨不得对他扒皮抽筋。当初要不是左玉泉挑拨离间，蓝精灵也不可能跟农小道结下梁子。农小道歪头看着他，皱了下眉头：左玉泉，你特娘的是欠不？看在你妈地面子上，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赶紧给我滚！滚慢了，都抽你一顿！左玉泉脸色刷一下子阴沉下来，冷笑道：农小道啊，农小道，你是不是没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明珠别墅区，你挡在我家大门口，不让我进去，还反过来想抽我，合着你们一人所的人都是强盗，蛮不讲理了呗！聚火，去！龙小道抬手，一团火焰聚集到手掌上，噗，朝着左玉泉越野车抛了过去，丝毫不拖泥带水，让周围看热闹的人脖梗子背后一紧。这小子绝对是各国敢的狠人，面对左家人一点面子不给，三言两语不对付就敢直接动手。卧槽你大爷！左玉泉脸色一变，直接打开车门，从越野车内翻滚跳了出来。轰隆，车子被巨火树轰的燃烧起来，慢一步左玉泉就被点燃了。他也不是第一次被农小道的巨火树烧过。农小道！左玉泉从地上爬起来，咬牙切齿，恶狠狠瞪着农小道：你真以为自己可以在登天市为所欲为？农小道歪了歪头，看他了2秒钟后才把目光收回来，懒洋洋说道：周围有左家人没有？给孔雪逃传个话，要是再特么不给这龟儿子领回去，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周围众人面面相觑，这是在隔空喊话左玉泉他妈。哼！一声威严怒喝从明珠别墅区里传来个阴沉声音：老夫倒想看看你能怎么个不客气法。农小道皱了下眉头，盯着别墅区里面，突然又嬉皮笑脸起来。小子今天可是奔着蓝精灵来的，没想找旁人的麻烦。当然，要是真人想嫁良子，那小子也只能接下来，不知死活。明珠别墅区里那个声音冷冷回了4个字。龙小道皱了下眉头，一队身穿黑甲的战士从别墅区内走了出来，数量足有上百人之多，目光冷冷盯着龙小道，身上带着肃杀之气，身经百战。光是从气势上就能感觉出这队人马不简单，大概率是游走在战场厮杀的精锐，是左家的黑甲军团。莫秋霜皱了下眉头，从身后轻声提醒道：小道别惹事，那个是左家家主左元商。龙小道脸上笑容也收敛了，他知道今天踢到了硬茬子，听着左元商的话音，怕是早就想灭了自己吧。气煞我也！天空中龙城隍灰头土脸的又飞了回来，盯着农小道，咬牙切齿的破口大骂道：农小道，我操！第127章黑甲卫黄龙军。龙小道忍不住把右手伸进耳朵里掏了掏，翻着白眼说道：再避避，还踢你！龙城隍落到农小道面前，怒瞪着他：我今天要弄死你！这会儿哪还有什么龙家麒麟的风度，就是个急眼的地痞盲流。龙小道撇了撇嘴，对于龙城隍的话他压根就不信。别说自己现在是一人所的所长，就算不是，想弄死他怕是也没那么简单。龙大少爷，要不您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呗，我现在真没闲心跟你磨叽。龙小道挥了挥手，好像是在赶苍蝇。龙城隍气得直蹦脚，伸手进怀里拿出一物件，砰就射上了天。轰隆，啪的一声，一条烟花龙在天上炸开。龙小道看着天上的烟龙，无奈地嘟囔了句：真骚包。背后站着的莫秋霜、罗阿秀、鲁和尚等人脸色却大变样。莫秋霜急声道：这是龙家的黄龙令。黄龙令？龙小道一愣，皱眉不解地问：干啥的？莫秋霜无语，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干啥的？召唤救兵的。龙小道笑道：合着是千军万马来相见这出啊。但是很快他就有点笑不出来了。1人、2人、3人，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明珠别墅区周围。这些人虽然服装各异，但看得出来都是转职者，并且表情冷漠，甚至有些人身上还带着血迹，
一看就知道才不久刚从战场上下来。莫秋霜无奈说，龙家的黄龙军团有3000多人，并且个顶个的精英，这些人还只是龙家军的一部分。龙小刀目瞪口呆，龙家有这么多人吗？莫秋霜苦笑着道，你不知道龙家在登天市是什么地位吗？末日没有降临的时候，升龙集团旗下有6家上市公司，仅是在登天市的员工数量就有超过30万人啊，比人多。那不好意思，龙家确实人多，并且横跨多个行业，要不然怎么称得上是登天市4大家族之首？龙小道抬手摸了摸鼻子，干笑2声，压低声音问，那个现在咱们怎么办？莫秋霜无语，哭笑不得说，我哪里知道怎么办？这小子先招惹了蓝精灵、龙城隍以及左玉泉，现在好了，左家的黑甲军、龙家的黄龙军都到了，别说是龙小道、龙家与左家，哪怕是登天市的领导都不敢轻易招惹，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期，如果他们真是铁了心想弄死龙小道，还真没人能拦得住。莫秋霜板着脸低声说，为今之计，只有暴露你在全民领主里面的段位，如果你在领主世界的段位能压得住蓝精灵，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略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就算压不住蓝精灵，至少要挤入全球艺人领主榜1000名之内，否则市里都没办法帮你说话。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一直在观察着龙小道的脸色，想以此看出有什么变化没。龙小道抓了抓头，暴露在全民领主里面的段位，目光闪烁着，若有所思起来。莫秋霜沉声道，你跟我透露个底儿，有没有把握？龙小道看着他，突然笑起来，然后吊儿郎当的摇了摇头，没有把握。说完，扭头朝着蓝精灵、龙城隍、左玉泉的等人看了过去，目光闪烁着，不知道在想什么。你不是很牛吗？来，我今天看看你到底能牛到什么程度。黄龙军听令，把龙小道给我往死里打。龙城隍大手一挥，纨绔子弟姿态尽显无疑，恐怕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吧。龙小道歪头看着他，似笑非笑的说道，怎么，这就不装了？啧啧，龙家麒麟儿也不过如此吗？都到了这个时候，这小子的嘴还不老实呢，把身后莫秋霜都给气乐了。龙城隍咬牙切齿道，今天本少爷不把你剥皮抽筋，就跟你姓。龙小道嬉皮笑脸的说，打住打住，你这样的子嗣我可无福消受。明珠别墅区内，左元商的威严声音再次传出来，黑甲为听令，与龙家一起把这个小家伙拿下。龙小道脸色微微变了变，笑容不见，深吸了口气，朝身后莫秋霜、罗阿秀、鲁和尚等人摆了摆手，一人所成员后退。一句话让一人所的成员都愣了下，尤其是罗阿秀、鲁和尚这些人在看龙小道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在这个节骨眼上，龙小道竟然要自己直接硬抗，没有牵连一人所强行进来的意思。跟着这种老大混，好像是可以的。其实龙小道也没他们想的那么伟大，人性这种东西能架得住考验吗？就算龙小道强行命令一人所的人帮忙，面对强敌，他们又有几个人敢动？别说是龙小道这个初上任的一人所所长，就是一人所创始人张天笑，都没有把握能强行命令动一人所这些人。既然不见得使唤得动，那还不如自己伪装的高尚点，不就是干仗吗？一群人干自己叫群殴，无非是自己一人群殴他们一群人。龙小道深吸了口气，脸上首次露出认真，我今天来是为了蓝精灵而来，他指使手下小弟抢夺超市，随意殴打普通人，此乃欺凌弱小之罪。我作为一人所所长，有权监管。龙家、左家之人以势压人，今日胆敢对我出手，来日必祸害登天市。尔等想战，那便战！铁甲之躯，龙小道已经想好了，不就是干一架吗？打就打，老子打不过你们，还跑不过吗？人多咋的？哪怕就算今天老子干不过你们，那你们龙家跟左家往后也别想过上安稳日子。大战一触即发。蓝精灵满眼笑意，慢慢朝后面退去。有人替他出头，他自然高兴看戏。自己动手，他也配啊！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计。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人上人，龙小道跟自己比，拍马不及。城隍哥哥，你没事吧？蓝精灵走到龙城隍身边，娇滴滴说道。龙城隍脸色好了些，勉强摇了摇头。今天龙小道让他丢了大脸，他都恨不得扒下龙小道的皮，抽他的筋。第128章，暴露了，不是一个级别的。精灵妹妹放心，今天就是龙小道的末日。龙城隍勉强笑着说道，不过脸上火辣辣的，一阵阵的疼，刚才从天上掉下去，脸先着地摔的。龙家的黄龙军团，左家的黑甲军，几百个人团团向着龙小道围过来。别看龙小道现在人表面上临危不惧，在这里处着，摆出要跟龙家、左家拼命的姿态，可心里早就私下观察算计起来，该往哪边跑合适。敌强我弱，打不过还不跑，那不是脑瓜子里进水了吗？君子报仇，
10年不晚，老子报仇，从早到晚。反正惹了自己，往后龙家、左家就不要再想有安生日子，跑掉，转个圈回来就给你杀个回马枪。张老，撑不住要打起来了呀！莫秋霜拿着手机打给张天笑，焦急说道。眼下的情况对农小道极为不利。张天笑笑呵呵说道：“不着急，这都还没动手呢，等一会真动起手来再说。并且你不也用着急？市委领导包括我都在现场内，必要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出面阻止的。”莫秋霜沉默半晌：“我是说如果呀，左家与龙家的人不顾市里领导的阻止，今天非要置农小道于死地，怎么办？”张天笑皱了下眉头。其实市里的领导也知道登天市几大家族存在，如鲠在喉，但是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制衡手段。末日之下，实力为尊，这时候已经跟以前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张天笑道：“先看看再说。”然后挂断了电话。后面站着的鲁和尚朝罗阿秀低声问道：“咱们要不要上去帮帮忙？”罗阿秀苦笑着说道：“不嫌命长，你就上去，没看见左家家主和龙家的继承人都动了真格的吗？”鲁和尚尴尬笑着抓了抓头，低声嘟囔了句：“我就是突然感觉这小子好像还不错，挺能扛事的。”罗阿秀点头：“是不错，但是还要看他能不能挺过今天这关。”眼下的较量看似是农小道与龙家左家的，实则背地里暗流涌动。眼界更高的人看的是棋盘与棋子，农小道可不就是盘中的子吗？背后怕是也不无龙家、左家这样的世家权贵对市里领导们试探的意思吧？要知道，农小道可是马前卒，登天市执法机关的马前卒。刚才农小道已经亮明身份，一人所长，这样的情况下，左家左元商与龙家的龙城隍还要动手，背后岂能没有深意？龙城隍是小辈，后续看不到那么远，那左元商呢？他可是左家家主，登天市金字塔尖上的大人物啊！龙小道把铁甲之躯背后的重剑拔出来，大战一触即发。谁敢动我男人，今日之后必须血洗你们整个家族3代5福。就在这个时候，龚应元与小慧慧赶到了。龚应元站在铁架战车车顶上，冰冷注视着左家与龙家之人。大家看着他都感觉好笑，心说这女人挺漂亮的，但是脑袋没毛病吧？对面是什么人啊？龙家、左家都是登天市最顶尖的势力，1等1的超级大家族，岂会惧怕你一个女人的威胁？这不是出来搞笑的吗？我是龚凤凰！伴随着龚应元一声怒喝，周围的人瞬间瞪大眼睛，笑不出来了。龚凤凰是谁？这女的没得失心疯吧？你才得失心疯了呢，眼睛是瞎窟窿吗？全球领主榜排名不看吗？就是全球艺人领主榜1000名之内的玩家，不应该倒背如流吗？我去，这下有热闹看了。如果我没记错，蓝精灵在全球艺人领主榜内的排名才不过排在980多位吧。龚凤凰可是300名之内的超级领主。龚凤凰啊！卧槽，我还以为是公公的公，竟然是他！龚凤凰有名吗？废话，那肯定有名喽。虽然蓝精灵与龚凤凰都是1000名之内的领主，但是1000名之内也有段位的，300名之内、500名之内和1000名之内，能一样吗？自然是越往前面，领地内的战斗力越强。全球艺人领主榜前300名，这特么是个啥概念？全球威慑力就跟末日没来的时候和威慑是一个等级一个概念的。往后如果要爆发国家与国家的战争，那有个小国或者领地有个前300，动手打之前你得琢磨再琢磨。换句话说，蓝凤凰跟龚凤凰比，那都不是一个级别的。都没用龙家、左家的人命令，铁甲军与黄龙军自己就停了下来，难以置信地看着铁甲战车顶上站着的女人。她竟然这么强吗？莫秋霜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本来是想试探农小道的排名，没想到竟然直接把农小道背后女人的排名给炸了出来。全球前300啊！权威威慑，有一个放眼全国，登天市在国内的战略性立马就凸显了出来。左玉泉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啥玩意？农小道背后那位寡妇是龚凤凰？突然想起了母亲孔雪桃意味深长的话来：离农小道远一点，你惹不起他。现在看来好像真特么有点难搞啊。蓝精灵更是难以置信，嘴里一个劲的嘟囔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登天市怎么可能还有全球1000名之内的高手存在？我就是唯一的啊！我就是登天市的底蕴、战略核心啊！龚应元冷着脸，毅然决然地走到农小道面前，看着他，深情的一笑：有我在，就没人能动你，谁敢动你，不死不休！这还是说给农小道听的吗？显然不是啊！农小道收回铁甲之躯，苦笑着抬手拍了拍脑门，他压根就没想让龚应元来，也根本没想让他暴露自己的领主等级。无奈看着他：应元姐，你这不是瞎添乱来了吗？龚应元朝着他眨了眨眼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叫人欺负呀。
龙小道苦笑着，但是事已至此，公引员都已经暴露了，那还能说什么呢？行吧，既然暴露了，那就暴露了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以后的事情走一步算一步。第129章虎头蛇尾。老李啊，现在该怎么办？听着市长王定川的询问声，李永琪有些无语。怎么办？他哪里会知道怎么办去？谁能想到龙小道身边这个不是很起眼的小寡妇，竟然会是全球艺人领主排行榜300名以内的超级高手呢？蓝精灵确实不错，也确实有超级培养的潜力。可问题是，1000名之内与300名之内不但有差距，差距还不小呢。这可是全球排名，别看只有几百人的差距，但就是这几百人，每一个人都是一座高峰，都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想超越别人，千难万难啊！公凤凰应该保护起来，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都将会是咱们登天市的损失。李永琪没有回答王定川的话，而是一脸正色的说道。王定川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轻轻摇头，苦笑着说道：这个女人跟蓝精灵不一样，蓝精灵是愿意接受登天市保护的，可人家未必也愿意。要不是今天如此大动干戈，估计人家还是会把身份一直隐藏下去吧。李永琪目光闪烁着道：有些时候市政府应该强硬一些，毕竟咱们也是为了他们好，不是？呵呵。王定川笑呵呵摇头，可拉倒吧，咱们那一套早就过时了。看着车窗外，平静说道：往后这个世界将会是年轻人的。李永琪眉头紧皱，却没有再开口说什么。龙小道歪头打量着蓝精灵，突然抬手朝他指了指，笑着说道：你在我眼里始终都是个屁，狗屁不如的屁，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蓝精灵眼神里在喷火，但是强忍了下来，努力平复，告诉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有你们左家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怎么还想公然跟登天市领导们对抗？呸！告诉你们说，今后有我龙小道在，你们就休想。龙小道把目光看向龙城隍，似笑非笑地说：别以为蓝精灵是什么宝贝疙瘩，或许是条毒蛇也说不定哦。龙家老爷子高瞻远瞩，你多少是差点意思。对于蓝精灵、左家还有龙城隍，该贬的贬，该骂的骂，该捧的捧。龙小道心里明镜似的，从公引员露头自报家门以后，10有8九是打不起来了，干脆他也见好就收，把这几个罪犯押回一人所去，严刑拷打，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阴谋。收队，回去。龙小道说完，坐上铁甲战车，带着公引员走了。没错，就这么走了。懵逼的众人回过神来，互相看了眼，心说这会不会有点虎头蛇尾？不走怎么着？难道继续开打？真厮杀起来，最后谁得利都还是个未知数。不过今天龙小道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就是想告诉蓝精灵，千万不要作妖，自己的人不能惹，否则急眼照样削你来。副所长，咱们怎么办？罗阿秀走到莫秋霜身边，压低声音轻声问道。莫秋霜面无表情的上车离开。怎么办？凉拌，还能怎么办？没见正主都走了吗？虎头蛇尾。但今天这事情，谁是虎头，谁是蛇尾，是要用双引号的。我是不是不应该暴露自己啊？回去路上，公引员低着头轻声问道，就像个做了什么错事的孩子似的。龙小道一笑，摇头，也不是，暴露就暴露，没什么大不了，正好你一暴露，还能给咱们家每天多拿不少货币积分。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正好我直接安排你进一人所，以你的身份名望，做个副所长，应该没什么人敢说闲话。这样不怎么好吧？公引员犹豫了下，说道，我可不想加入什么一人所。龙小道笑了笑说，挂个名而已，方便吃空饷，平常也不会让你去坐班。说话间，手机响了，是紫金眼打过来的。老板娘。紫金眼直截了当地问道。公引员姐是全民领主里的公凤凰，称呼都改了，直接入乡随俗，跟着龙小道喊上姐了。龙小道笑着说，对，她是公凤凰。紫金眼沉默半晌，好奇问道，那你呢？你在全民领主里面叫什么？我呀，叫到花香喽。紫金眼笑起来，低声说道，说正经的，你在游戏里到底叫什么？龙小道哭笑不得，因为他说真话，偏偏没人相信。我就是叫到花香。紫金眼翻了翻白眼，嘟囔了句，不想说拉倒。龙小道。第130章，认可的唯一货币。铁甲战车停在小区旁边，农贸生鲜超市门口。龙小道抱着小慧慧走下来，公引员则温柔地跟在身后，像是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儿。小道哥，引员姐，你们回来了。张孝南见到龙小道等人，脸上一喜，小跑了过来。龙小道点头，走到张涛身前，道，老张哥，农贸生鲜超市你该怎么开照样怎么开，今天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往后要是再有哪个不开眼的东西来闹事，你们就可尽往死里抽，出了事情我帮你们扛着。龙小道大声说道，
这话不仅是说给老张家一口子听，更是说给外面有心人听的。能扛住扛，至于扛不住的时候，那就再说喽，反正输人不输阵。张涛张了张嘴，他其实已经动了把农贸生鲜超市关掉的想法，因为现在他已经没有货源以及采购途径了。小区里居民赊走的那些肉食，到现在肯来偿还的人却寥寥无几。说实话，他还是小瞧了人的贪婪以及社会产生的巨大改变。末世已经来临，人都朝夕不保，何况是那些赊的账目。老张家的想法是，看着农小道混得不错，往后他们一家子就跟着农小道混，出去打猎也好，做点其他事情也成，反正不能让一家人饿肚子就是。农小道打断他，轻声说道：“老张哥，听我的，农贸生鲜超市先开着，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说完，抬头对着张孝南还有他哥张光亮道：“孝南、光亮哥，你们俩跟我走，嫂子你帮着把超市收拾收拾，打扫打扫，有事情给我们打电话。”说完，转身朝小超市外面走去。对于农小道，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收起了轻视之心。先不说他能力有多强，就他身后那个女人就有点让人怵头。300名之内的超级领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除了张光亮、张孝南兄妹以外，王雪娇、王朝姐弟也被喊了过来。你们也都不是外人，那咱们就长话短说，我会帮你们在一人所安排个身份。你们要愿意的话，也可以每天去上班打卯；不愿意，就先挂名。市里有补贴，每天能多拿几点货币积分。稍微停顿，农小道又继续说道：“必要的时候，身份也会起点作用，毕竟是执法机构。今天我不仅跟蓝精灵撕破了脸，还跟左家打了起来，跟龙家把关系闹得很僵。跟着我们，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咱们在登天市并不是没有敌人，正好恰恰相反，想置咱们于死地的人，背后大有人在。”农小道平静道：“不过，就算你们想退出去，估摸着也来不及了，在你们身上早就被人打上了我的标签，所以往后咱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我们也没想跑。王朝突然嘿嘿笑着接声。王雪娇从背后踢了他下，低声数落道：“也不看看什么时候，老实点，别插嘴打断老大说话。”农小道忍不住一笑，摇头说：“大家各抒己见，往后咱们不但是队友，上下级，同时也都是一家人，所以只要不是在战场上，平常开个玩笑什么的，我也能接受的了。”头儿，我有点想不明白。王朝看着农小道，犹豫了下，说道：“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货币积分？末日都来了，这东西还能靠谱吗？”农小道想了想说：“末日确实来了不假，但是货币积分恐怕还是挺保值的。你们没发现，就算末日来了，全球网络不但没有受损，反而信号更强了吗？”王朝点头说道：“听说了，好像有什么生物网络出现，比以前的网络更高速，相当于18G 网络水平，可以全球各地无限畅联。”农小道点头说：“对啊，既然在末日世界里网络不会瘫痪，那就说明人工智能不会轻易陨落，那这种区块链货币相对而言也将会变得很保值。”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当然，它保值的前提是必须要有相应的购买力，否则它也就没什么价值。市里说，货币积分什么都可以买，上到秘籍技能书、装备武器，下到衣服、食物、饮用水，往后住在城市里，甚至连电费、税费都需要使用货币积分才能缴纳，这也是市政认可的唯一货币。很快，登天市的各种民用设施就要回归之前的使用规则，付费使用，不再会免费提供给市民使用了。比如说水电这些基础的东西，以及食物、药品、肉蛋奶等日常所需品，只不过末日之前使用的金钱，而以后将会要使用货币积分。黑道家小队人员虽然不多，但是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至少王雪娇、王朝、张孝南、张光亮等人是使用过了石铁以血肉，使用过了黑虎骨头，力量敏捷都达到了常人不能企及的地步。接下来要是能弄点武器，那战斗力还能提升不少。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磨合以及在战场历练，不流血不经历，那始终是沙子堆出来，真要用的时候未必就好使。傍晚的时候，牛宝打过电话来，惊讶地问道：“听说你打了龙家、左家还有蓝精灵的脸，当众给人家打得啪啪响，一点面子没留。”龙小道直接否认道：“没有，谣传，千万不要信。”牛宝听后人都给逗乐了，眨了眨眼睛说：“那你身边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全球艺人领主排行榜排在300名，不288名的宫凤凰呀？”龙小道没回答，而是问道：“宫凤凰的排名又增长了吗？今天还是前300名，怎么变成288名了？”牛宝点头羡慕地说道：“对啊，今天下午又升上去12名，真是让人眼红嫉妒呀。”龙小道笑着道：“有本事你也往上冲啊！”牛宝翻了翻白眼，有气无力地说道：“有本事还说什么呀？这特娘的不是没本事吗？”第131章，龙小道的身份。打电话有事情？龙小道笑着问。
牛宝收起玩笑，正色说道：“今天这事情，你有没想过如何解决？”龙小道摇头，实话实说道：“没想过。”他是真没想过，没想到去打蓝精灵还能牵扯到龙家，撞上左家。问题是本身这里面就有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明明知道会跟人结梁子，那该干还是得干。咱不惹是生非，但是也不能让人家以为咱是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牛宝说，龙家和左家在登天市内的势力都很大，他们或直接或间接的能调动许多人，这也是登天市领导顾忌他们的原因。别以为你是什么一人所所长就很牛逼哦，你们那个小一人所，不要说对上龙家左家搞不定，就是对上像我们牛街这样的势力，你们也搞不定。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试探着问：“蓝宝大小姐的意思是？”手机那头牛宝目光闪烁着说道：“不如你带着宫影媛姐姐还有小慧慧一起来牛街啊！虽然我们牛街没有龙家左家那么强大，可人手也不少，并且相当团结，咱干不过他们，但是保护你们不受欺负，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哦。”龙小道眯着眼睛笑道：“这个电话是牛老爷子让你打的吧？先替我谢过牛老爷子的好意，真到那一天我扛不住了，一定会带着宫影媛母女去牛街寻求牛街庇护，但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牛宝儿他觉得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龙家不说，今天左家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趁机把龙小道给干掉，要不是有宫影媛出面，怕是目的已经让他们达成了。登天市内的环境不说瞬息万变，但也都是在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市区外面越来越多未知生物，不明种族出现，再加上丛林越来越密集，俨然已经快要成为了人类的禁区。市区内同样也不安全，像九中这样突然出现的区域越发频繁。虽然已经和九中操场上的半兽人族达成了某种共识，结成同盟，共同抵御深渊恶魔族以及异兽，但是这种同盟关系能持续多久，谁都没办法保证。甚至就算跟半兽人族结成契约，登天市也不敢轻易放他们进入市区内。真要出点意外，那仅剩的家园可就没了。至少现在外面再乱再不安稳，末世再他妈怎么降临，那至少晚上还有个住的地方，大家还有个栖身之所。可等到城市被攻破，市区外面和市区里面都将是个不毛之地。好吧，反正担惊受怕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什么时候想过来就直接来，我爷爷说了，随时欢迎你们到来。牛宝嬉笑着说完，挂断了电话。龙小道在楼顶天台放了张躺椅，悠闲坐看着落日余晖美景。小慧慧骑着大黑在嬉戏打闹，不远处到处是小丫头玩丢的大金砖，每个都有1公斤重。楼顶已经算是他们家的了。姑姑，咱们晚上要不要出去打猎啊？感觉在家里很没意思哦，要不咱们去打大蚂蚁吧？小慧慧跑过来，趴在龙小道大腿上，大眼睛闪烁着异彩。带着他出去几次，人都有点玩野了。龙小道抬手摸了摸丸子头，笑着说：“你就不怕那些怪兽把你吃掉？”小慧慧嬉笑着说：“才不怕，伦家这么厉害，没有怪兽能吃得掉我。”慧慧有多厉害，龙小道不是很清楚，但是小丫头的战斗力绝对不弱。在战斗方面大力神诀，不管是表现出的潜力，还是表现出来的战力，都远远超出了龙小道和宫影媛的预料。甚至龙小道觉得大力神诀更像是成级功法，史诗一般的存在。就连宫影媛的暖阳诀都感觉没有小丫头的大力神诀强悍。龙小道在他小脑瓜上轻拍了2下，笑着说：“等晚上看看情况再说。”好。小丫头蹦蹦跳跳的跑开了。她不能进到全民领主的世界里去，但是慧慧说游戏系统准时准点的会给她讲课，所以不管是现实中的怪物种族还是各种规则，她都不陌生，甚至有些东西懂得的比龙小道他们这些成年人都还要多。这个世界是从根本上发生了人类无法预知探测的改变，这种改变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能解释的只有神学，因为完完全全都是颠覆性的，从头到尾的颠覆。突然出现的种族、异兽、丛林、山川领地，这些东西更像是神话里的现象，可它们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实中。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龙小道说不好，他只知道登天市有2000万人，看似已经不少了，可跟城市以外的种族、异兽、未知生物相比，是完全不占优势的。傍晚的时候，龙小道接到了张天笑打来的电话：“小道啊，能不能跟老头子透个底儿？你在全民领主游戏里面排名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接通电话后，张天笑开门见山，没有半点拖泥带水，直接问道。龙小道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沉默半晌之后才平静说道：“只能说给您老一人听，并且消息您老暂时还要替小子保密，不能说出去。您老能做到，小子就说；言外之意，做不到的话，您老人家也就不要再问了。”张天笑平淡道：“说吧。”稻花香。龙小道也没墨迹，面色淡然的开口说道：“全球艺人领主榜排行第1的稻花香就是我。”哪怕张天笑已经做足了准备，但还是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但随之又开怀大笑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一局自己押对了。连身边女人都那么厉害，
他这个主角又怎么可能会差？好，好啊！张天笑哈哈笑道：“你小子隐藏可真够深的，但是你确定不暴露出来吗？只说给登天市上层领导们知道，消息不会传出去的。这样你每天至少都能拿到3000点以上的货币积分，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啊。”龙小道若无其事地摇头说道：“拿了市里的钱就得给登天市卖命，我的命还不想卖给哪里，并且除了您以外，市里其他领导小子还真不是太信得过。告诉了登天市领导层，那不就代表着声音传遍了整个登天市吗？没有什么区别。”第132章，全球前100强。龙小道每天日子过得悠闲，上游戏升级，攒兵，领地内并无战事，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鱼人族部落没有再次来袭，对面的海盗军团也没有得寸进尺。领主地内在查尔斯与蒂娜管理下，有条不紊地发展着。全球艺人领主榜上，领主稻花香3个字稳如泰山，任由前10领主轮换交替，稻花香3个字都从来没有改变过。9中内，深渊恶魔族发动过一次暴动突袭，但是被城防军与兽人同盟军协力打了回去，听说死了不少人，但是异人所并没有被抽调前往。龙小道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他也没去参战。异人所正式编制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其中4支大队人员不变，每支120人，总计480人，余下各科人员有登海市领导指派的人员下来。异人所的情况，龙小道虽然没太过管理，平常时候也不去打卯上班，一直都由副所长莫秋霜代管，但是4大队的大队长、副大队长有多一半是龙小道任命的，剩下的人也都是莫秋霜的。龙小道给人的感觉虽然很安分守己，但更像是蓄势待发，等待一个机会。登海市外围环境越来越乱，内部中心街、9中等地形势也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说，随着转职的人越来越多，战力增强，算是勉强稳住了。货币积分已经开始都成为主流货币，开始在登天市内流行，听说外面城市基本上也在使用货币积分。登天市图书馆甚至已经可以使用货币积分兑换秘籍。这天下午，公引员拿下脑机接口连接器，高兴地从房间里跑出来，一下子跳到龙小道身上，抱着他脖子，吧唧用力在他脸上亲了口。小道，我杀进前100强了。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眼神里发出亮光。前100？怎么杀进去的？公引员兴奋道，又招募到了一名传奇级英雄，并且我的鲲鹏部队是全球战力榜上最强的空中编队，最强哦，比你的翼龙骑兵都要强。要知道，杀入全民领主前100名，那就需要实打实的实力，绝对没有半点不含糊。尤其是到现在，游戏已经开服快1个月，基本上越靠前的领主，领地内的兵种数量越多，将领英雄等级也就越发强悍。前几天，蓝精灵已经被人踢出了1000名之内，并且每天都掉落几百个名次，现在已经排在4000多名，跟公引员早就没法子比。以前登海市的明日之星已经坠落，可宫凤凰这位宫后却越爬越高，俨然已经成了许多人都要仰望、高攀不起的存在。龙小道也为公引员高兴，所以守在他背后肉厚的地方，不自觉地用力捏了捏。牛逼，现在咱家里就指望着你了。龙小道高兴道，他是真替公引员高兴，至少他这个牌面算是在登海市树立了起来。首先，人家每天光是工资就有3000多货币积分，这些积分可以换到食物、水以及各种珍贵物资。其次，300名之内和100名之内，给人的感觉也不是一样的。公引员红着脸，虽然明显感觉到龙小道手脚不老实，但却没有反感挣扎。两个人这段时间虽然每天都在一起，不过还没有正式同房。不是公引员不肯，也不是龙小道捏拿，反正不是有这个事情，就是有那个事情。只要两人要在一起的时候，势必会发生点什么打扰两人。龙小道干脆也不强求了，这种东西顺其自然，反正又跑不了。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起来，把龙小道与公引员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龙小道哭笑不得，自己这还没想干什么呢，就有人来打扰。公引员自然知道龙小道是怎么想的，犹豫了下，红着脸贴在他耳边小声说了2句什么。龙小道脸色瞬间就兴奋起来，直视着他，高兴说道：“真的，可不许忽悠，我可当真了，告诉你说。”公引员红着脸，娇媚白他眼，低声道：“忽悠你干嘛呀？赶紧接电话吧。”龙小道把手机拿过来，看了眼，是张天笑打过来的，急忙给公引员打了个手势，把电话给接通了。长老，第133章，我是真不急。张天笑威严开口：“小道，刚才我这边收到消息，说小公已经突破进了全球艺人排行榜100名之内，消息可靠吗？”龙小道眯着眼睛，对于登天市这种头牌，重点关注在意料之中。是吗？我也不知道，引员他还在游戏里没有出来呢。龙小道并没有实话实说，主要是他想探听一下张天笑想要干什么。张天笑沉默少许后说道：“8、9不离10，已经上榜，就算再被挤下来，那也是登陆过全球100强的超级人才。”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是这样，
登天市领导商议后，希望龚颖媛女士能出任艺人所所长，并且担任登天市常务副市长，你觉得如何？这种重要的事情，张天笑之所以先打给农小道，是因为他比龚颖媛身份还要重要，这才是登天市的未来，甚至是定海神针。农小道眯着眼睛，常务副市长，估计也就是个名誉上的官职，没什么特权吧。把龚颖媛扶上领导职位，很大可能是看中了他的影响与声望。毕竟全球领主百强这个号召力可不小，足以当成登海市的头面去重视。蓝凤凰那块招牌，说实话已经不行了。登海市领导层急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高手站出来。毫无疑问，龚颖媛就是最好的人选。农小道犹豫了下，说道：“常务副市长有点过了吧？他又不管事，名誉副市长就行，艺人所所长也没必要。我这里还没想辞官呢，怎么市里领导就想把我撸了？打狗也需要看主人，您老说对不？”农小道似笑非笑地说道：“提议让龚颖媛当艺人所所长的人，肯定不会是张天笑。”想了想，继续说道：“可以给他个名誉所长的职位，反正都不干活。”张天笑笑骂道：“你小子，我算看出来了，如意算盘你是打得噼啪响，又不想干活，又想拿好处。”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好，那我就把意见反映给市里领导层，具体怎么决断，也要开会商量，不是我能拍板的。”挂了张天笑的电话，农小道看着龚颖媛笑着道：“颖媛姐，您现在可不得了了哦，官职是越来越大了。”刚才农小道把手机开了免提，所以他跟张天笑的对话，龚颖媛都听到了。龚颖媛含笑着说：“官职再大，咱家一切事情还不是都要听你的吗？”农小道心里有些躁动，凑到龚颖媛身前，轻声说道：“颖媛姐，要不咱们趁着慧慧出去玩？”嘎啦咯吱，门从外面打开，小慧慧跟大黑一前一后从外面走了进来。“姑姑，妈妈，我们回来了！”一蹦一跳，高兴地跑了进来。龚颖媛看着农小道暗地里翻白眼，忍不住掩嘴直笑，轻声嘟囔了句：“着什么急？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哦。”农小道斜靠在沙发上，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反驳道：“谁说我着急了？我才不急！”慧慧跑过来，一下子扑到农小道怀里，大眼睛望着他，好奇问：“小道蝈蝈，什么不急啊？”农小道苦笑着摸了摸他小脑袋。第134章，我不像正经人吗？农小道站在天台上，望着城市边际，天边乌云密集，好像凝聚着万军雷霆，带给人很强烈的压迫感。哪怕你再不愿意相信，事实也清楚地告诉你，末日到来了。老板，您喊我。罗阿秀上到天台，走到农小道身边，含笑恭敬说道：“他是被农小道喊过来的，但是不清楚具体有什么事情。虽然农小道不经常去艺人所，但是艺人所的动态却没有逃出他的掌控。但是农小道实话实说，他并不是很关心艺人所的成长，只是在登天市他需要有一个身份，而艺人所所长又恰好有点权力。不过艺人所终归是后来组建的，不管是战斗力还是内部凝聚力都没有太高水准，只能说勉强凑合着用，真到拼命的时候指望不上的。”农小道点头，从远方收回目光来，把眼神凝聚在他身上，平静问道：“对于现在手里的权力，还习惯吧？”罗阿秀呆住，因为他摸不清楚农小道这话里是什么含义。不过罗阿秀也知道，农小道在艺人所确实有足够的权力，包括莫秋霜在内都拧不过他的大腿，可以确定任何职位的任免。老板，是觉得阿秀哪里做的不够好吗？罗阿秀试探着问。农小道摇头：“不是，是觉得你做的已经很好，所以才把你叫过来，想跟你推心置腹的好好聊聊，也深入了解了解。”深入了解了解，这句话却让罗阿秀误会，暗地里皱眉，这小子该不会是想打老娘的主意吧？深入了解个屁呀，了解八成是想深入一下老娘怀里，宽衣解带的了解吧。这也不怨罗阿秀，毕竟世间的男人有几个不是占着手里有几分权力就妄想胡作非为。并且现在是什么时候？末日啊！拳头大有权力就可以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胡作非为。罗阿秀暗地里把农小道骂了个半死，脸上却装出一副娇柔模样，委屈兮兮的低声说道：“那个老板，能不能换作改天？人家今天不是很方便，大姨妈刚来。他的想法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先把眼前这关过去，回头不行去给莫秋霜送礼，看看他能不能帮自己把这小子挡回去。可别打自己主意，老娘对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可没什么兴趣。”农小道愣了下，抬手摸了摸鼻子，无奈地问道：“你觉得我很像那种不正经的人吗？”罗阿秀无语，心说你丫正不正经的，还用特娘的问我吗？你自己摸着胸口问问自己不就知道了吗？勉强笑了下，立即摇头说道：“不是，老板您特别正经，一看就是好人。那个什么，我今天真不是很方便，真不能跟您深入了解。”农小道翻了翻白眼，瞎想什么呢？我说的是正经事情。罗阿秀干笑两声，心说老娘跟你说的也是正经事情啊，他真怕对方深入把自己给了解了。
登天市虽然还没有沦落为人吃人的地步，但是社会现象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尤其是大量人员转职，有了一定的实力以后，争斗、打砸、恃强凌弱的事情，在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每一刻都在发生。谁也无法预料明天能不能看见太阳。更多的人觉得末日都来了，还怕个娘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当下先高兴了再说。至于明天的死活，去他娘个卷的吧！龙小道抬手挥了挥，没跟他继续扯皮，而是看着远方问道：“现在登天市内转职的市民总数占到了多少？”罗阿秀稍微一愣，立马回答道：“70%以上。”7成以上，也就是说，登天市已经有将近1400-500万人成了能力者。哪怕这些人里有一半人转职成了战斗类的职业，那登天市的战力人数也有700万之多，对不？龙小道平静问。罗阿秀点头，对，官方专门做了统计，战斗类职业与非战斗类职业的比例是7:3，战斗类职业更多，占有7成以上，反而非战斗类职业、辅助类职业等只占3成。龙小道道，也就是说，整个登天市有近乎上千万的战斗类职业者。回过头来看着他问：“那你觉得这么多战斗类职业者市民能守住登天市吗？”罗阿秀一怔，这个问题他还真没考虑过。守不住的话，那大家都得玩完。苦笑着道：“我希望他能守住，只要登天市不失守，我们就有个家，管他末日与否。要是家还在，那就有希望。”龙小道眯着眼睛笑起来：“对呀，只要家在，希望就在。”随即又轻声补充了一句：“但是我的家不在登天市啊，他的家在青龙镇，老爹老妈他们都在老家，所以登天市能不能守住，龙小道不在乎，他只在乎自己家别失守就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黑道家小队？”龙小道开口问道。第135章提前通知下。黑道家小队。罗阿秀瞪着眼睛，眼巴巴望着龙小道，好像在确认这个名字真没错。龙小道平静说道：“对，黑道家小队，我的战队，没有什么过多的解释，想要加入就加，不想加入也不会勉强。能邀请他来，说句难听点的话，是真瞧得起他了。换成是别人，龙小道未必会给他这个脸。”罗阿秀打量着龙小道脸色，试探着问：“老板，您是认真的？”龙小道耸了耸肩，没有回答，而是继续说道：“今晚上有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参加。”没等罗阿秀询问是什么活动，龙小道继续说道：“时间晚上10点，聚合地点9中房区外，你可以带上10个人，要稳的，富贵在天，生死由命，管活着带过去，不一定能保证活着带回来，去不去，带谁去，你自己决定。”说完，龙小道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走了。罗阿秀有些懵逼的转身朝天台下面走去，时间才下午，还不是太晚。从天台下来，刚好看到挎着菜篮子领着慧慧回来的龚颖媛。罗阿秀脸上急忙露出恭敬笑容：“龚小姐，您这是去买菜了？全球前100强领主竟然在家带孩子去买菜，这要是传出去，会有人信吗？如果谁家里有个这样的女人，别说全球前100强，就是全球艺人领主榜前万名，那还不得当祖宗女王供起来啊？当初蓝精灵牛逼的时候，可不就是享受一把女王的待遇？”龚颖媛点了点头，和善笑着说：“对，晚上准备炒2个素材，做个粥，要不然晚上你留在家里吃个便饭。”罗阿秀内心里是很想留下来，这种机会难得，可问题是天台上那位让他回去找10个手下，还是那种生死未卜的事情，面对这种活动，他是真不想去。可问题，虽然龙小道嘴里说的是去不去，叫你自己选择，但是你要真不去，这可不就是在打人家脸吗？能行？罗阿秀苦笑着摇了摇头：“下次吧，下次一定留下来叨扰龚小姐。”说完蹲下逗了下小慧慧，才站起来急匆匆的离开。小慧慧嬉笑着说：“妈妈，这个阿姨还不错哦。”龚颖媛看着自己女儿人小鬼大的模样，忍不住抬手在她小脑袋上揉了揉，笑着问：“哪里不错？”小慧慧眨了眨眼睛：“资质呀，如果把转职者分为 A、B、C、D 的话，那这个阿姨是 A 级的哦。”说完略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跟楼下的王雪儿姐姐差不多。”龚颖媛疑惑看着女儿问：“这些你能看出来？”嘻嘻，对啊，伦家厉害吧？小慧慧微微昂着小脑袋，得意嬉笑着说道。龚颖媛想了想问：“那你张笑楠姐姐是什么等级的人才？”小慧慧歪头想了想说：“她应该要更厉害一点点喽，比 A 要强些，但是又不是强的很多，2个 A 或者是3个 A 吧。”龚颖媛眯着眼睛问道：“那妈妈呢？妈妈是什么级别的人才？”小慧慧歪头想了想说：“妈妈呀，妈妈应该是比张笑楠姐姐还强一点点的人才喽，比她再多5个 A 或者是6、7、8、9个 A 的样子喽。”龚颖媛听后忍不住一笑，抬手摸了摸她头：“去跟大黑玩吧。”小慧慧高兴一蹦一跳跑了。现在整栋楼基本上没有人不认识小丫头，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楼顶上一家子是大人物，但很平易近人，对大家都很客气。
在小区里，慧慧如果发生危险的话，龚应元自己也能随时感应到。对于女儿的特殊，龚应元已经认识到了，或许是因为大力神诀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小丫头本身就很特殊，至于问题具体出在哪里，他也不是很清楚。吃完饭的时候，龚应元好奇问道：“你把罗阿秀叫过来做什么？”龙小道笑了笑说：“这个女人能力还不错，我想把她吸收加入到黑道家小队。”龚应元知道，其实龙小道一直在筹备离开登天市的事宜，只是现在情况还不允许。对此，他也没有意见。龙小道想去哪里，他们母女都陪着。为什么对这小子如此信任，他也不清楚，只知道自己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个小子值得自己信任，甚至比已经死去的丈夫还让他信任，就好像两人已经认识了不止一世，非常非常的熟悉，没有丝毫的陌生感。今晚上的行动，你准备带谁去啊？龚应元点了点头，对于龙小道想要吸收罗阿秀进入黑道家小队，并没有表示有什么不满或者不同的意见。龙小道想了想说，还是老样子吧，王朝姐弟、张孝南他们一家子，等吃完饭给牛宝和紫金岩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感不感兴趣。龚应元询问道：“龙阿勇那边呢？就不叫了吗？”龙小道抬头看着他，反问道：“咱们已经跟龙家交恶，还有必要再喊他们？”龚应元平静说道：“我觉得吧，一码归一码，咱们也没有跟龙家交恶，就算是跟龙家交恶，可跟龙阿勇并没有结仇，对不对？大家还算是朋友，再加上上次已经有过一次合作的基础，彼此也互相有了些了解以及认知，总比跟陌生人一起去好些，对不？”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当然，怎么决定还要你自己拿主意，我就是提个意见，最终还是要听你的。话外之意，咱家你当家做主，他是不拿主意的。”龙小道笑了笑，想了下点头说：“你说的也在理儿，那一会吃完我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感不感兴趣。”龙小道吃完，先给牛宝和紫金岩打的电话，因为通知下达的有些晚，所以留给他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为此，牛宝还止不住的埋怨：“大哥，不，大爷儿，往后再有这种事情，能不能提前通知下小妹？你这样突然搞一下，突然搞一下的，人家连点准备都没有哦。”龙小道品着牛宝这话，总觉得这丫头貌似是在勾引自己似的，又拿不出证据。第136章恐怖巨蟒。那小子今晚上又要行动，但还不知道具体的行动内容。左家收到消息，别墅豪华客厅里坐满了人。孔雪桃踏腿坐在客厅沙发上，面色淡然说道：“早在之前我就已经提醒过你们，尽量不要去招惹那个小家伙，可在左家还有人会听我的话。”旁边左玉泉缩了缩脖子，其他人更是不敢言语。左家家主左元商哪能听不出来，这女人是在给自己话听呢？两人虽然是夫妻，但早已经是名存实亡，各玩各的。虽然孔雪桃还在左家，为的也不过是利益罢了。左元商面色淡然道：“现在已经不是谈论对错的问题，我手里有2个备选方案。第一个是和对方交好，既然暂时拨不开云雾，那就先糊涂着去。”听着左元商的话，孔雪桃眯起眼睛来，以自己对这个男人的了解，既然把交好放在了第一个方案里，那他心里肯定不会是想交好龙小道。这些人之所以不敢动龙小道，是因为龙小道身边有一位排名全球艺人领主榜前100名的女人，只要把这个女人干掉，或者是用计谋让两人之间产生间隙，分离开，以至于达到拆散两人的目的，那龙小道身边不就少了这块金牌护盾吗？可这群人有眼无珠，也没想想为什么龚应元会心甘情愿地跟在龙小道身边，离间计能不能起到作用？龙小道仅仅是依靠龚应元这张底牌，没有龚应元，左家这群人就能把那小家伙干趴下。要知道，人家找上门来，想要修理蓝精灵，可没打龚应元的旗号，是这个女人自己绷不住站了出来，要不然身份还会隐瞒着。打住吧！孔雪桃没等左玉泉开口，抢先说道：“别等人没玩死人家，反倒是叫人家给玩死了。登天市现在内忧外患，先把局面稳定住，再聊其他的吧。”说完起身，扭摆着丰硕傲人的身姿，一边往外走着，一边说道：“先教好小家伙，其他后续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我可不参与。实话告诉你们，那小家伙不好惹，非常的不好惹，非常的不好惹。”这几个字眼从孔雪桃嘴里说出来，让左元商阴沉着脸皱眉不已。孔雪桃在登天市上流圈子里被称之为疯女人，向来在他眼里是没有什么人不好惹的，只有他惹别人，没有别人敢惹他。但现在却口口声声在说龙小道那个小家伙不好惹。爹，我觉得还是要把他给除掉。等孔雪桃离开之后，左玉泉看着左元商，突然开口说道。没等左元商说话，左玉泉目光闪烁着道：“不仅仅是因为儿子与他有仇，更重要的是，龙小道的出现给登天市会带来很大的变数。乱世之下，强者为王，而此时也正当是我左家建功立业之时。”听着儿子的话，左元商阴沉着的脸色缓和了些，面色淡然道：“你母亲说的没错，我们要先教好他。人都有弱点，也皆可利用。
你们之前的事情先偏过去，从现在开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跟龙小道成为朋友。如果你能做到脸上有笑，心中有刀，无相无我，那左家家主之位就是你的。说完，左元商挥了挥手，示意左玉泉可以走了，想尽一切办法与龙小道交好。左玉泉离开客厅，嘴角微微上翘了翘，在这末日之下，面子算是个屁。龙小道也确实值得自己去主动交好，想要干掉一个人，也没必要一定要跟他成为对立的敌人。只可惜那猪我养了许久的花，自己就都还没闻过香，就便宜给了那个狗杂碎。左玉泉目光闪烁着，自言自语嘟囔了一句，抬腿朝外面走去。龙小道打电话给龙阿勇，这让龙阿勇颇感意外。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不过能不能跟宪哥哥透个底，今晚上到底要去搞什么？我这边是多带点人，还是就挑几个沉稳好手？通讯器那头，龙小道想了下，说道：听说玉蟒蛇鞭是拒捕之物，可让人老当益壮，重振雄风。我觉得阿勇哥你应该能用得上，对不？人不怕多。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龙阿勇忍不住气笑骂了句：去你奶奶个圈的，哥才用不上。目光闪烁着，酒中房区玉蟒，我去，这小子不会是想去猎杀那只恐怖巨蟒吧？不怕人多。龙阿勇决定不了，直接联系到龙家老爷子，把事情汇报了过去。龙家要不要参与，他说了不算。酒中内的恐怖巨蟒，这时候已经进化成 C 级妖兽了吧？龙家老爷子眯着眼睛，自言自语道：大量人类转职以后，对于这个世界里的物种、种族、兵种、生物也都有了更多了解。首先，妖兽、怪物、兵种等等也都细分出来了等级。比如说妖兽，现在已知的总计有 A、B、C、D 5个级别，其中1级最低，但是1级又分弱1级、1级、1加级别，而在1级之下，则是普通妖兽、强度妖兽。像之前龙小道他们猎杀的那只地狱黑虎，只能算是弱1级妖兽，而地狱猎狗则只属于普通妖兽。石铁已是强度妖兽，对于普通人而言，强度妖兽战斗力已经很恐怖，而能达到 C 级妖兽等级，又能被人观察到的，城市周边还真没有几只。兵种有等级，但是在地球这边貌似也不是太准确，兵种的等级更适合领主世界，因为地球这边现在灵气强度还远远没有达到领主世界那边的级别。虽然地域面积扩张迅猛，山川海洋都在大面积增长，可跟系统描述中的相比，连九牛一毛都达不到。参与这次依然是由你带队，还让程顺跟着一起去。听着龙家老爷子的话，龙阿勇忍不住抓头，有些想不明白，既然龙承顺跟龙小道犯冲，龙小道也不待见龙承顺，为什么还要带那小子一起去？不过在龙家，老爷子的话就是命令，他也不敢多问什么。第137章掌榜的消息。龙小道没想到自己压着时间没提前通知他们，可消息还是像长翅膀似的，好像所有的人都知道。张天笑给打了电话不说，就连城防军团长孙成虎都亲自给龙小道打过电话来。小道啊，听说你晚上要组织人手去九中防区内狩猎。龙小道抬手摸了下鼻子，目光闪烁着，要知道像孙成虎这种老狐狸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打电话的，人家看似随口一问，其中必有深奥的地方。对，我想带人去试试看，能不能把那条玉蟒干掉。龙小道实话实说道。玉蟒？孙成虎略微沉默了下，才笑呵呵说道，那条玉蟒可是 C 级妖兽，怕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吧？龙小道试探着问，您老的意思是怕我过去打草惊蛇，想劝阻我放弃此次任务吗？孙成虎大笑道，你小子可别乱说，老子没这意思，反而从城防的角度，我更想你能带着人把他给干掉，给城防军减少点压力。龙小道也跟着笑起来，小子还以为您老人家不想我去捅咕他呢。孙成虎收起笑容来说道，地狱黑虎的肉可以强壮骨骼，让人体增加自愈恢复力，石铁蚁的血肉最高可以让人增加上千公斤的力气，地狱黑虎的血肉更有价值一些。但是地狱黑虎只是弱1级妖兽，当然这跟那头地狱黑虎还处在幼生阶段有关系，成年的地狱黑虎等级也不会低于 C 级，而石铁蚁的等级只是强度妖兽，连品级都没有。贤侄啊，我跟你说这些东西是想告诉你，妖兽的血肉对人类来说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龙小道笑了笑，兜了这么大个圈子，最终目的还不是希望能到时候搞点玉蟒的血肉材料。那个孙叔啊，能不能把那条玉蟒干掉还是个未知数，就算能干掉，估计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要是运气好，到时候真把他给干掉了，那送你几斤肉倒没什么，但您可别想要多少多少，参加战斗的各方势力都要给到位，不然下次就没法子唬人了。龙小道苦笑着说道，话外之意，不管是谁想要吃白食，那肯定是不行，不出力就想占便宜，那想都不要想。别说是城防军，谁也不行啊。末日里不能说谁都自私自利，可真能做到舍己为人的也不多，反正龙小道是做不到。孙成虎略微沉默，
笑呵呵道：“你小子把老子当成什么人？是那种白拿不出力的主？这么着吧，我叫小陈带一队人过去，任你指挥。这次九中防区内狩猎活动，算我们城防军一份，怎么样？”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苦笑道：“您都这么说了，小子还能有什么意见？行，待会让他们去九中防区外集合。”挂了孙成虎的电话，龙小道脸上的笑容收敛下去，皱起眉头。孙成虎想进来分一杯羹，他倒没什么意见，毕竟城防军是市政府手里最有战力的部门，也关系到登天市能不能守住。并且孙成虎这个人是条硬汉子，光明磊落，给人的感觉挺不错。但问题是，去九中防区狩猎是龙小道临时准备，他并没有策划搞什么大型活动，只是觉得好长时间没出去，不知道那些妖兽、种族、怪兽什么的进化到了什么程度。人类转职后大幅度提升能力的同时，荒郊野外那些妖兽、种族、怪兽也在大面积扩张着自己的地盘。现在好了，本来只想小打小闹，这么一搞，弄得跟要清剿九中防区一样。九中防区根据有限的资料推测，内部面积大概已经有200-300公里大小，是整个登天市面积的数十倍大，并且里面有草原、有深渊，还有丛林。除了草原地域里半兽人族与人类还算交好，签订了同盟契约，深渊种族、丛林里的妖兽都是与人类处在对立面，并且九中防区里的面积还在不断扩大着，具体会变成多大，这个没人说得准。现在地球与虚拟正在处在一个交汇、互融的阶段，等真融合完成以后，那地球的面积至少会扩大到以前的10000倍，甚至是10万、100万倍之大。那时候，人类种族在整个世界物种里，估计也就真成了9牛1毛。当然，这都是后话，眼前的事情是怎么把今晚上九中防区内这场仗打好。这时候，手上通讯器再次响起：“小道啊，我是你李叔。”龙小道听着李永琪的话，忍不住抬手摸了摸鼻子，心说：“您这位堂堂市委大秘书长，什么时候说话这么低调了？”心里这么想，嘴上肯定是不能这么说，急忙陪笑道：“李叔，大晚上打电话过来，您有什么事情吧？”其实早就猜到，10有8九是跟今晚上九中防区狩猎的事情有关。果不其然，李永琪也没拐弯抹角，打什么马虎眼，直截了当的说道：“今晚上的活动算市局2处一份。”挂了李永琪的通讯器，龙小道忍不住一乐，既然大家都想参与，那干脆就都去好了。想到此，龙小道直接给莫秋霜打电话，通知一下，让一人所的兄弟们准备，晚上集体行动，攻打九中防区。好，莫秋霜连原因都没问，直接就一口答应下来。龙小道猜测他没准之前就得到了消息，忍不住抓头，到底是谁嘴没把门的，让消息飞这么快？龙小道想了想说道：“秋霜姐，今晚上的事情谁通知你们的？”莫秋霜犹豫了下，平淡说道：“想这些东西又没什么用，知道与不知道都不会影响今晚的事情，何况去攻打九中防区，人手少了反倒不行，你觉得呢？”我觉得，龙小道忍不住苦笑道：“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待会见。”说完，把通讯器挂断了。一人所里，莫秋霜嘴角上翘着，笑了笑。今天晚上的事情从哪里泄露出来的，他还真知道，因为就是他汇报给的张天笑。至于他，则是从罗阿秀嘴里听说的。第138章一补效果。为什么？龚引元听到龙小道说今晚上的狩猎不想让自己母女参与，就忍不住皱起眉头，有些不悦的反问道。龙小道朝着沙发那边竖着小耳朵偷听的小丫头瞅了一眼，苦笑着说道：“因为危险。”龚引元直视着他：“对啊，正因为危险，我们娘俩才要跟着你一起去。”龙小道抓了抓头：“引元姐，你看今晚上人数不少，除了有城防军以外，市局2处、一人所，还有龙家的人、牛街的人等等都会参与，这等同于是要大规模清扫九中防区内部的妖兽了。”龚引元点了点头，静静站在那里，听着龙小道往下讲。反正他是觉得自己应该跟着龙小道一起去，理由就是太危险。龙小道张了张嘴，不过望着龚引元面无表情的眼神，又无奈把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到了肚子里，转而的瞪了眼，眼巴巴瞅着自己的小慧慧：“你瞅什么瞅？今晚上你不许去！”小慧慧瞪着圆咕噜的大眼睛，奶声奶气地说：“蝈蝈，你这样就不好了。伦家虽然还是个小不点，但是可一点都不傻哟。”奶萌奶萌的，让龙小道绷不住笑出声来。行，你们想跟着就跟着，反正咱家我的地位也就比大黑强一点。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着，无奈摇头，朝外面走去。大黑，你要争点气哟，等你地位爬上来，蝈蝈就趴地上了。小慧慧有模有样的拍了拍大黑的狗头，让龚引元听的都忍不住一笑。晚上8点半，一支车队悄无声息地离开小区，朝着市区九中方向行驶过去。现在晚上虽然不实行宵禁，但也规定如无必要尽可能不要外出，避免给自己找麻烦。登天市整体运行方面不能说变得更好，但也没有变得很差，算是维持住了，至少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动骚乱产生。小道哥，今天我爸妈都跟来了，
我有点不放心，您能不能帮忙安排着照顾一下？后面与王雪儿、王朝姐弟在一辆车里面，但是他是用的对讲机，并且开的还是公共频道，几乎整支队伍里的人都能听见。父亲张涛听到后怒斥道：“你给我闭嘴！小道是首领，该怎么安排心里有数。还有，我特么的是你老子，用得着你给我安排？”张孝南无奈道：“那我跟小刀哥说一下，让他帮忙照看着我妈点，这总没什么问题吧？”小队里的成员听着父女拌嘴，都忍不住笑了笑。在这种末日背景下来，这种争吵并不叫人讨厌，反而还叫人觉得有几分温馨。铁甲战车里，供应员看向龙小道，平淡问道：“你准备怎么安排？”龙小道耸了耸肩，张孝南是后勤合成师，肯定用不着他上战场。至于其他人，张光亮和肖翠翠是战斗人员，而张家想要在小队里站稳脚跟，也需要有自己能支撑起地位的人员，所以需要历练。至于张涛和李翠梅两口子，张涛是个屠夫，而李翠梅转职成了土属性法师，都有一定的战略价值，让他们留在后面跟张孝南在一起，也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黑道家小队里，王雪儿、王朝、张孝南、张光亮、肖翠翠等人都比较年轻，张涛与李翠梅两口子虽然上了年纪，但也没老到没能动弹。哪怕大家很熟悉，但是当闲人终归是不行的。之所以想吸收罗阿秀进入到黑道家小队，龙小道除了看中他的战斗能力外，还相中了他的组织能力。黑道家小队缺少一个总管型人才，其实龙小道最先考虑的是莫秋霜，他也最为合适。但问题是莫秋霜是张天笑的人，挖墙脚有难度。供应员不合适做黑道家的大内总管，因为他太过善良，并且招牌嘛，怎么可以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龙小道不介意给黑道家小队成员提供便利以及庇护与好处。就像市场上价格飙涨的地狱黑虎肉，这东西服用以后，主要就是增强人体的自愈力以及耐受力。当知道作用以后，价格已经从1公斤地狱黑虎肉兑换1公斤黄金，已经涨到了1克地狱黑虎肉兑换1点货币点的程度。普通人可以食用500克地狱黑虎肉，超过这个限制就不会再产生什么作用。转职者可以食用1000克地狱黑虎肉，数量再多也会超过耐性。不过就算是1000克，市场上价格也高涨到了1000货币点。按照现在转职者每天去市政劳务区工作8个小时，分配1个货币点，那1000克地狱黑虎肉也需要攒3年多才能换到。石铁蚁的血肉价格也不会太便宜，尤其是血液是肉价格的2倍。虽然石铁蚁只是强度妖兽，与地狱黑虎等级相差不少，可市场上价格依旧很高，原因就是难以猎杀。别说是强度妖兽，就是普通妖兽，例如地狱猎狗的血肉，那价格也不便宜，因为这些妖兽的血肉对人体都有很强的一补效果。以前登天市的岗位只对转职者开放，近期已经对所有人开放。比如说各种工厂、各种保证部门，现在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复工，开始招收工人，并且一视同仁，每天8小时工作制，保底工资1个货币点。货币点这种东西并不是登天市发行的，好像是全球一种通用的货币东西，具体是谁给的，龙小道也说不好。已经普遍被认可，包括购买力也都有了直观的体现。货币点以前觉得是一种虚拟的东西，或者是地域性的东西，但是从全民领主游戏论坛里得知，不是，它基本上在现有的人类社区内都在推行。更大的可能是来自虚拟世界系统，但是对于分配机制，龙小道就不了解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市政机关领导、权势者以及有能力人，比如说全球艺人领主榜内的人，都可以比较多的拿到货币点，对比之下是真要多很多。第139章，精锐到齐。甚至有些人在传闻，市政方面拿到手的货币点就是系统发放的，再过段时间，当现实与虚拟契合度到一定程度之后，货币点就将会以系统分配的方式发放，也不再是储存在个人通讯器或者是手机里，而是直接储存在诸天系统里面。但那都是传闻，不过已经有些苗头了。九中防区外面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龙小道把铁甲战车停下，但是人并没有急着出去，而是朝旁边的公引员皱眉问道：“引员姐，今天这事情你怎么看？”公引员稍微一怔，然后笑了笑说道：“或许这些怪物们把人围困在城市里，早就让市民们心中怒火燃烧，登天市也确确实实该要反击一下了。老是被这些怪物们围困在城市里，就跟坐牢似的，谁能忍受的了？”抬头看着龙小道，笑着说道：“今天能聚集这么多人，是因为大家都信任你。”龙小道苦笑着摇头：“准确的来说，是因为登天市的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而是不是信我。”没等公引员说话，龙小道看着车窗外面，继续说道：“并且我也没想成为救世主啊，他只想做自己。这人有多大的屁股，穿多大的裤衩，龙小道并不觉得自己是那种可以力挽狂澜、拯救世界的圣人。登天市对于龙小道而言，并非是不能舍弃的地方，他也从来没想过要把登天市打造成铜墙铁壁的安乐窝。一会儿，
照看好慧慧，注意安全，其他都是小事情。龙小道叮嘱道。宫影元温柔点头，我知道。咯吱，打开铁甲战车的车门，走了出去。因为铁甲战车属于龙小道的技能物品范畴，所以他可以直接收入身体里，或者说是系统的某个位置空间里。来了！牛宝看到龙小道的时候，忍不住眼神一亮，高兴地叫起来。他们有些人至少半个月没见过龙小道本人，因为从上次跟蓝精灵以及龙家左家对峙以后，他大多情况下都是深居简出，很少出来走动。几乎所有的人目光都看向了龙小道，以及龙小道身后牵着小女孩的漂亮女人。龙小道这小子还是次要，他背后这个女人可了不得，全球艺人领主榜排名前100的角色，不管是放在哪里，都算得上是1等1的牛人。龙先生您好，我是小陈，城防军孙团长的部下，今夜全权听从您的指挥。孙成虎的副官陈乐大步走过来，朝着龙小道行以军礼后，面色沉着地说道：陈哥，你好，你好，早就听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一般。龙小道满脸笑容，主动上前拉着陈乐的手，用力握了握。其实两人都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以前龙小道也见过陈乐，只不过是以警卫员副官的身份站在孙成虎身后居多。人家好歹是孙成虎身边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咱也不好装逼不是。城防军作为登天市最强战力，不管从哪方面去想，龙小道都不能怠慢人家。陈乐脸上也不免浮现出笑容来，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热脸贴人冷屁股不是，何况龙小道给足了自己面子。城防军这次由陈乐带队，大概带来了120人，成连的兵力。也不难看出来，这次城防军出动的都是精锐，全副武装不说，个顶个的转职者基本上都是身经百战的主。我们牛街今天来了500人哦。牛宝见龙小道朝自己走过来，微微昂着脖子，略微带点得意的说道。要论人数而言，牛街可用的战力大概有4000多人，所以在整个登天市也都不算小势力。500人都归你管吗？龙小道看着他，平静问道。牛宝瞪着眼睛，废话，当然不是喽。然后撇了撇嘴，板着脸朝身后站着的中年人说道：这是李来叔，我爷爷的干儿子。李来笑呵接声说道：龙先生您好，久仰大名，今天牛街的人尽听您号令。话外之意，今天牛街的人是听龙小道指挥的。除了牛街以外，龙小道主动联系的还有紫金眼以及龙阿勇。紫金眼就不多说什么，人家是公司小老板，手底下只有战队，不像牛街他们随随便便就能动员几百人过来。还有战队那些老人，龙小道基本上也都认识。龙阿勇见龙小道看向自己，急忙说道：龙家今天是精锐尽出，黑龙军来了400人。龙小道没说话，而是把目光朝他身后站着的龙承顺看过去。龙承顺知道龙小道看不惯自己，并且以前自己也瞧不上他，但这不是已经今非昔比了吗？龙承顺脸上带着尴尬笑容，勉强朝着龙小道笑了笑：小道哥。这声哥表示着眼前这位小爷已经服软。龙家跟龙小道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就算是上次与龙城隍起冲突，蓝精灵又是龙家未来的儿媳妇，那细算起来也不过是小辈儿之间闹的小矛盾而已。龙小道点了下头，才把目光从龙承顺身上移开，最终停到了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身上，歪头打量着她。孔雪桃与龙小道直视，似笑非笑的开口说道：怎么，今天的活动姐姐不能来啊？龙小道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我可没说，您老想来就来，跟我关系不大，但是你儿子挺欠的，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帮您收拾收拾他。孔雪桃笑盈盈道：好呀，正好姐姐也觉得他挺气人呢，不用客气，只要不把人打死，哪怕是打个半死，留口气在就行。龙小道一人所的人是莫秋霜带队，站在身后的罗阿秀也没想到今晚上竟然会是这么大阵势，这都赶上攻打9中防区了吧？还说什么让自己找10个信得过的人，自己倒是把人找好了，可前脚刚找好，后脚你这边就大变卦。消息走漏了出去，还真怨不上龙小道。第140章 C 及妖兽御蟒。一人所市局2处，城防军基本上市政主力、次主力战斗团队都到位了。然后龙家、左家还有牛街的人，这些都是龙小道熟悉认识的，还有许多未曾蒙面的陌生团队，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风声，反正人数聚集了上万人之多。龙小道面色平淡沉稳，环顾四周道：我龙小道有个规矩，跟着我狩猎，不管你是大团队小团队，什么背景，要求只有一个，听话。不仅仅是要作战的时候听话，作战完收拾战场分配利益的时候也要听话。换句话说，战利品怎么分配由我说了算，也就是说给你们多少不是你们争论就有用的，得按照我的评定来，不允许反抗。所以在动手之前，丑话现在也说到前头，今天这次狩猎行动是我个人组织的，
能遵守我制定规矩的人留下，遵守不了的趁早离开。任何人、任何团队、任何背景都是如此。给大家半个小时考虑。龙小道说完，朝着紫金眼等人走了过去。老板娘，好久不见，想我了没？龙小道面对紫金眼脱去正经，换上了副嬉皮笑脸的表情，跟紫金眼半开玩笑半调侃的问。紫金眼面色平静，还没容得他讲话，身后颜如玉嬉笑着插嘴说道：想呀，当然想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想呢。嘻嘻，可不仅仅是老板娘，我们也是天天都在想你呢。你小子现在混的真算是风生水起，已经是大人物了。龙小道看向他，似笑非笑地说：爱慕哥不？爱慕的话，给你个做小的机会，别的不敢保证，只要跟了哥，肯定是饿不着你。颜如玉脸色微红，焦点白他眼，哼道：不要脸呀你，还想让本小姐给你做小当正牌的不行吗？龙小道耸了耸肩，故意调侃着说道：正牌的需要排号，未必能排得到你。紫金眼开口道：行了，当着周围这么多人的面，你们就不能含蓄点？好歹也是个大人物了。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今晚上狩猎行动，你是怎么想的？龙小道耸了耸肩，凑到他耳边轻声道：什么也没想，赶鸭子上架。此乃实话。紫金眼瞅了他眼，轻轻点头。那现在或许要想想了，毕竟今晚上人不少。龙小道想到什么，突然问道：老板娘，你有大型攻防经验没？有的话，今晚上给你个副总指挥权，等分享战利品的时候多给你们一份，都没藏着掖着，也不怕周围人谁听去，本身大家都是熟人，那龙小道这边肯定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人嘛都有私心，无可厚非。紫金眼看着龙小道，突然苦笑了笑，要按照他这么搞，今晚上收获或许也不太大。不用，我们人太少。紫金眼摇头，实话实说道：他们加一块，满打满算才10来个人，跟那些动辄几十上百人的团队一比，真不值一提。龙小道笑着道：老板娘太谦虚了，作为公司里的老人，我还不了解咱们公司内部情况吗？个顶个的精英，赵猛哥那半条黑虎边管事不？前半句是正经吹捧，后半句是把目光看向紫金眼身后不远处的赵猛，挤眉弄眼笑着问道。赵猛嘿嘿干笑2声，好使，那家伙效果绝对是杠杠的。龙小道歪头看着他，诧异问：你还有女朋友？赵猛咧嘴嘿嘿笑道：何止有，这玩意我还多着呢。呸！龙小道朝着他比划了根中指，骂了句厚颜无耻。跟紫金眼、颜如玉、赵猛他们，龙小道绝对不会摆什么架子，大家就是朋友，哪怕是普通朋友，那也是该怎么处怎么处。对了，你前段时间不是说需要一批废旧车辆吗？我帮你搞到了一批，数量大概有900多辆。紫金眼想到什么，说道。龙小道眼神一亮，行，等明天我联系你。紫金眼点了点头，他已经隐隐猜到龙小道要找那些报废汽车做什么。半个小时之后，人非但没少，反而还多出来不少，都是刚得到消息跑过来想分一杯羹的人。龙小道不介意有人加入，更不介意有人来分杯羹，毕竟上了战场，那赌的就是命，实实在在的生死由命。OK， 还留下的人就代表着遵守我的规矩了，回头谁也别唧唧歪歪的就好。龙小道扫视了在场众人一眼，面色沉着说道：今天组队狩猎规模有点大，所以要分成几支队伍，暂时以东南西北为名号。东边队由牛街李来统领，西边队由龙家龙阿勇统领，南边队由城防军陈乐统领，北边队由一人所莫秋霜统领。说到这里，龙小道稍微停顿了下，随即说道：我任中编队统领，其他人各自选择要加入的编队，5分钟以后，各个编队指挥向我汇报旗下人数，没加入5支编队的，狩猎活动结束以后无战利品。龙小道此话一出，不少人都有点不乐意，因为他任命的所谓编队指挥并不见得就是人数最多或者是势力最大的头领，比如说左家，再比如说市局2处等等，都黑着脸。对此龙小道也不在意，他早就说了，不习惯自己规矩的人可以退出。谁叫龙小道跟他们不熟？4名编队指挥都是龙小道了解的人。招了招手，把李来、龙阿勇、莫秋霜、陈乐4人喊过来，面色平静说：你们手底下的人怎么分配安排我不管，私下里你们自己负责摆平，我现在只对你们4人下达命令，明白我的意思吗？4个人都点了点头，等于说他们4人就是4支编队，而龙小道则是总统领。龙小道也没再隐瞒，咱们今晚上的目标是9中防区内那条 C 级妖兽玉蟒。此话一出，4个人脸色都没什么变化，显然通过其他渠道，他们也都知道了今晚上的目标是什么。第141章进攻9中防区。因为人数太多，陆陆续续整顿了大概有个把小时，最终各个编队才统计完成。对此龙小道没有任何意见，就算时间再长他也能等，编队不成型，
等同于是一盘散沙。哪怕现在虽然依然是一盘散沙，但是最起码龙小道还有个可以追责的人，不是？出发！龙小道打头，他身边人也不少。老板，咱们今晚上的目标是，真是那条 C 级妖兽玉蟒？罗阿秀跟在李长生身后，忍不住问道。一人所分成2步，一步跟在龙小道身边，一步跟在莫秋霜身边。龙小道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召唤出护盾，5张脸盆大小的光亮护盾环绕在四周。神圣护甲术已经升到了5级，越往后越难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也就越多。神圣护甲术等级倒不是很高，只是白皮技能书，但是要论威力，等级提升上去也不见得就会有多弱。就比如说龙小道修炼的聚火术，一团拳头大的火焰直接可以轰飞100吨重物。这段时间他在领主世界里打出来的经验都堆在了聚火术上，直接把聚火术升到了7级巅峰。任何一种技能只要达到顶级巅峰状态，威力都不会小。领主世界的诸天系统给出的最新解释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种如此，技能亦然。最终进化是无法预料的。白皮技能、精英技能、传奇技能、史诗技能等这些只代表技能最初始的状态，至于最终走向，需要去探索，无休止的去探索。包括兵种也是一样。开服之前，全民领主的资料片里介绍的1级兵种就是1级兵种，2级兵种就是2级兵种，根本就没有进化一说。但现在不一样了，新的资料片里，兵种可以进化，技能可以进化，诸天万物生灵皆可进化，突破固定值就可以。比如说龙小道修炼的神圣护甲术，他现在已经把神圣护甲术升到了7级。理论上没有进阶时，7级就是神圣护甲术的顶，不可能再次进化。但是现在神圣护甲术到顶以后还有个经验池，但是经验池需要10万经验才能填满。要知道神圣护甲术从0级升到7级，总计也就用了不到3万点经验值，不知道这个经验池填满以后会发生什么改变。回头李长生准备尝试一下，不过在这之前得需要先搞搞其他技能。职业技能相对而言需要的经验值更多，龙小道更是双职业还是双隐藏职业，理论上而言他所有推进职业技能所需要的经验值是普通职业者的8倍。还好现实中使用技能可以增长技能熟练度。领主世界里名下的英雄将领兵种征战捕猎都会有一部分经验归属到领主身上。简单来讲，领主的越强大，手下兵多将广，持续获得经验的数量就越多，不用领主亲自去狩猎打怪。但是技能熟练度是另外一种东西，依靠着经验把技能推高强度只是威力，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能不能得心应手，需要看你的技能熟练度。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领主世界里，面对任何敌人都要小心，全力以赴。这是封后安东尼密尼安给予龙小道的忠告。虽然有复活石这种东西存在，但是生命始终是珍贵的，死一次或许就是终结。别废话，上战场就要全力以赴，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不死。龙小道面无表情地说道，转头给了供应员一个眼神，让他照顾好小慧慧。杀！领头朝着前面的妖物冲杀过去。聚火术！噗！一只深渊腐尸被炸得4分5裂，南北2个编队为左翼，东西2个编队为右锋，朝宿舍楼方向杀。已经不能算偷袭，毕竟一次进来至少2万人，算得上是清剿了吧。9中防区内草原方向，半兽人聚集地内的半兽人族也都听到了动静，人族攻打进来了。蛮熊族首领阿布宽面色凝重，就在9中内的几十公里草原上，至少存在着4只具有规模的半兽人宗族，其中蛮熊族战力最强，狗头人人数最多，狐族内部最乱，猎族最凶残。而半兽人族内部也并不是有多团结，各有各的小心思在里面，何况是跟地球这边的土著人族，那一纸契约关键时刻也未必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半兽人族很想借助地球这边的人族土著进到登天市城区内生活，但是被卡在了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治安，比如说进到城区内该受到什么样子的约束，遵守哪边法律等等，还都在商讨中。登天市上层的想法是与半兽族人达成同盟，让他们挡在中间，成为9中防区内的第一道防线。而半兽族人也不傻，他们的想法是进到城区里面，也想找个安稳居所，离开战场。放半兽人族进入到城区内生活，会不会是引狼入室，这个没人能保证，所以暂时还没有商讨好。阿布宽是过到地球这边蛮熊族的首领，他知道以后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园，有生之年能过来，但是绝对回不去。在他身后站着的是蛮熊的将领以及他的子女们。人类反攻9中防区有点不太正常，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防止这些9中防区里的深渊种族以及妖兽跑到城市里面去吗？首领，咱们的人打探到，现在登天市里最少有1400万转职的人员，虽然他们还没办法把领主世界里的兵种带回来，可光是这些领主英雄的数量
已经不算少了。你是说登天市想清扫九中防区？可要知道，现在九中防区内越来越大，从领主世界里过来的兵种妖兽也是越来越多，他们能打得下来吗？阿爹，现在是登天市扫平九中防区内各种种族妖兽的最佳时期，他们现在打不下来，以后各个种族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更加打不下来。人类的数量不会暴增，但是九中防区内的种族妖兽数量可就一定。第142章战争桥头堡。女王，确切消息，登天市正在组织人手攻打清扫深渊种族占领的区域，并且推进很快。身材婀娜多姿的矮小美女身旁站着一众手下，狐族分为灰狐族、黑狐族、白狐族、花狐族以及幼妖狐族，而幼妖狐族也被尊称为黄狐族。普通狐族的身高跟人类无异，只是耳朵保留着狐族特征，有尾巴，而幼妖狐族则要矮小些，平均个头1.5米左右。而面前这位被尊称为女王的幼妖狐族，身高只有1.3米左右。说她年纪未到吧，但身材又十分饱满，可偏偏却有着张童颜。幼妖狐族以媚为姓，面前这位名为媚长，而她的母亲媚姬是黄狐族5大天后之一。媚长目露思索之色，疑惑问道：登天市的人不是在弄防区，怎么突然要清剿九中防区来了呢？属下不知。媚长稍作犹豫，目光闪烁着说道：立刻派人前去登天市，问问登天市上层领导，今夜的行动需不需要我们狐族助力？女王，咱们要为了登天市的人跟深渊种族开战，事关宗族兴亡，女王要慎重呀。媚长皱了下眉，不悦道：本王做事还需要你们教呀？啰里啰嗦的，快去！是。见媚长发怒，其他人不敢再言语，但是对于媚长的决定，下面众多狐族分支领袖都颇有不满。媚长自言自语道：这个破地方又脏又臭，旁边还有一群蛮熊族的熊皮子，讨厌死了！你们难道想生活在这里？听说登天市里有人类的高楼，有汽车，有电灯，还有电视可看，不比在这里强呀？我们未必要参战，但是态度上一定要表现出来。登天市的领袖难道不知道千金买马骨吗？咱们要做的就是起到表率作用。其次，我们狐族也需要有一个进入城市的台阶下。一群蠢货，死脑筋，怎么一点不聪明啊？都不配做狐族。话都是说给周围狐族首领们听的，做样子嘛。就算人族希望狐族加入清剿深渊种族的阵营里去，总不能一点好处不给，对不对？女王英明。黑狐族首领率先一记马屁送上，其他狐族的首领也不甘示弱，他们都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想要活下去，眼下必须团结。周边其他半兽人种族虎视眈眈不说，还有各种其他种族妖兽，狐族内部要再起什么纷争，那10有8九大家都要被人吃掉。狐族向来以智谋出名，不过狐族人是天生的法师与战士，战力并不弱，尤其是在御风之术上造诣不浅，这也是狐族能不被灭族延续万年的最终原因。九中防区外，张天啸从车上下来，这时候旁边的李永琪、孙成虎等人都已经到了，最后下车的是王定川，登海市市长。不过跟半月前相比，这位王市长头顶上的白发明显增多。王市长，半兽人族中狐族女王媚长派人前来，说是如果清扫深渊种族需要帮忙，狐族上上下下可以全员参战。听着秘书的话，王定川脸上古井无波，面色淡然道：人家参战怕是要以进入登天市为代价吧，否则人家凭什么去给咱冲锋陷阵？市委秘书长李永琪接声说道：其实对于狐族进入到登天市，智囊团同意的意见占80%。首先在长相上，狐族属于类人族，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恐慌。其次，狐族的性子也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闹事的性格，不像猎族、狗头人、蛮熊族，一言不合就会起冲突。王定川抬手阻止李永琪继续讲下去，面色沉稳地说道：登天市是咱们最后的防线，不容有失啊！咱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同时也要对登天市2000万市民负责，这事情不能大意。李永琪点头，急忙称是。王定川走到九中防区门口，望着里面厮杀传来的方向，问道：老张，你对半兽人族想要进入到登天市怎么看？张天啸沉声道：暂时还不到时候。王定川点了点头，说道：怕是咱们这么拦着，会让他们起隔阂，老拖着也不是个事情。张天啸道：倒是有一个解决方案。一句话把王定川与李永琪两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王定川忍不住笑起来，道：你老张啊，行了，别卖关子，快点说怎么解决。张天啸看向九中防区内，沉声说道：九中防区内的面积越来越大，好像已经有几百公里，这么深的地域我们是没法完全清剿的。王定川点头：是啊，地域太大，并且里面的面积还在不断增加着。张天啸道：如果只想着把他们挡在外面，怕是不行的，这样登天市的居住领地只能是被一再压缩，最后被人家蚕食掉。我们需要建设战争桥头堡，把战争之锤伸出去。
李永琪目光闪烁着说道：“你的意思是，在九中防区内建造一座城市？”王定川也反应过来，明白了张天啸的想法。既然不能让半兽人族进到登天市，那登天市的市民进到半兽族人生存的领地里去不就好了吗？建造一座新城，既然可以更好的防守九中防区，又能与半兽人族更多的接触，说是一箭双雕都不为过。好想法！王定川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本身登天市的人口高达2000万之多，人并不少。其次，现在登天市人的生活环境已经被极大压榨，都拥挤在城市内，暂时还没事，但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打入九中防区内，好处很多。首先，里面地方很大，但是在登天市中央腹地，这地方不守好，整个登天市都会被切割成2半，所以它的危险性比城区外还要高。其次，里面的半兽人各大种族是可以和人类进行交流，并且达成契约的，也就是属于人类的盟友。哪怕仅是眼前的盟友，那也绝对是难得的。在九中防区内再开辟一座战争桥头堡，那就等于是登天市的地盘扩张了出去。第143章杀玉蟒。老孙，你有什么意见没？王定川把目光朝着孙成虎看了过去。他们讨论的时候，孙成虎目光却一直注视着九中防区内，拿着夜视望远镜关注着里面的动向。听到王定川的问话，这才收回目光来，笑呵呵说道：“我能有没事意见？开辟战争桥头堡，对于防守登天市来说是件好事。”稍微停顿了下，收起笑容来，一本正经地说道：“但是战争桥头堡的管理权给谁？是咱们治理，还是和兽族人一起治理？其次，建造成本怎么算？登天市全出，还是各家1人1半？建造完成以后，这里让谁驻扎，最终谁又说了算？这是不是都是要提前考虑的问题？”没等王定川等人开口，孙成虎眯着眼睛又继续说道：“这些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还是挺复杂的，就看你们这些当官的愿不愿意把手里的权力割舍出去。”王定川没有说笑，而是皱眉说道：“权力割舍出去，这个没什么舍不得，只要对登天市有益处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能商量着来的。”孙成虎看着九中防区内部说道：“里面建造一座战争桥头堡，确实是个好路子，但是派谁去建，派谁去管理，最终能不能守得住，都是大事情。”王定川点头，他明白孙成虎的意思，也知道他在担心什么。登天市里的人也不完全是一条心的，里面还有各个势力、各大家族，谁还没有点自己的小心思？把龙小刀放在这里，行不行？这句话不是张天啸讲出来的，更不是王定川讲出来的，而是出自李永琪之口。话音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李永琪肯定地说道：“王市长说的对，只要对登天市有好处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无条件支持。在大是大非面前，个人利益只是小问题。”孙成虎目光闪烁着道：“龙小道确实是个不错的人选。”张天啸也跟着点头。那些半兽族人都不是什么善茬，如果这里不放个厉害角色，估计也震慑不住他们。王定川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在九中防区内的半兽人族数量大概有多少？”李永琪道：“狗头人族数量最多，大概有15万左右，猎族有8万，蛮熊族有4万，狐族大概有6万，其他小部落加在一起大概也有5万，总计大概有38万。”想到什么，又急忙补充道：“随着九中防区内面积不断扩大，半兽族人数还在不断刷新增多，具体数量已经不好详细统计。300多公里啊！”王定川点头，皱眉说道：“都快赶上半个省了，登天市之外变化多大，更无从得知。这个世界早就不再是咱们认识的那个世界了。”一番话让在场所有人脸色都难看起来。没错，眼下的世界早就不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个世界了。九中防区内，龙小道队开始朝着九中宿舍教学楼方向挺进，不管是遇见妖兽还是深渊种族，一律剿灭。原本从九中门口走到教学楼，最多也就500-600米的距离，可现在已经有50-60公里那么远，沟壑丘陵，茂密丛林，哪还有校园的模样？而这片区就是那条玉蟒活动的范围。当日龙小道在这里的时候，就跟这条巨蟒交过手，很霸道厉害。那时候就跟水桶粗一样，长20-30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进化，早就长到了70-80米，火车头粗细，全身碧玉，远远看去就跟一条玉雕出来似的，晶莹剔透，所以被称之为玉蟒。老板，玉蟒出现了，在攻击左翼。左边传来动静，那条玉蟒是从地底下窜出来的，开始袭击龙阿勇他们。龙小道面无表情地说道：“近战人员前面扛着，远程攻击后面输出，杀了他，今天的任务就算结束。”冲！将近2万人围着这条 C 级妖兽玉蟒打，没什么战术章法，纯粹就是人海战术。但就算如此，好像登天市的人也没尝到什么甜头。这家伙皮糙肉厚，普通技能对他伤害有限，但是他对人类的杀伤力却很大。把锋利的地狱猎狗牙借给我用一用。看着突然出现自己身边的孔雪桃，龙小道盯着他看了2秒钟后，才从背后把那把锋利的地狱猎狗牙拿出来，
丢给了他。孔雪桃没有废话，直接化作一道黑影，朝着玉蟒冲过去。隐藏职业，影子刺客，速度很快，一下子冲到了玉蟒身上，并且顺着他身体一路爬到了他头顶上，然后把锋利的猎狗牙一下戳进玉蟒身体里，以自己身重量下坠，给他豁开了一条长达10几米的伤口。铁甲之躯，龙小道召唤出铁甲之躯，30多米的铁甲之躯，虽然在玉蟒面前不占什么优势，但是依然可以抗2下。在孔雪桃拿走锋利的猎狗牙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当孔雪桃从玉蟒竖立起来100米高的身躯上坠落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跟前，伸出手去，一把他接在了手里。吃了剧痛的玉蟒转身巨大的身躯朝着龙小道与孔雪桃2人这边扫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哪怕20几米高的铁甲之躯都瞬间被玉蟒扫飞了出去，足见这条畜生力道有多大。换成是孔雪桃硬扛这一下子，非得变成一滩肉泥不可。龙小道的铁甲之躯也没硬扛下来，飞到半空中，铁甲之躯就被庞大的力道给打散。龙小道吐血，还好力道90%都被铁甲之躯给抗了下来。龙小道抱着孔雪桃掉落到地上，打了个滚，没一会就爬了起来，2人都有惊无险，没什么太大问题。不过孔雪桃与龙小道2人都有些尴尬，只是眼下战况正紧，顾不上而已。远程攻击，玉蟒伤口，趁他病要他命。孔雪桃拿锋利的猎狗牙豁开的这道口子，等于破掉了玉蟒的防御，让他进入了死亡倒计时状态。第144章虚拟地铁，虚拟堡垒。你没事吧？孔雪桃望着龙小道，心里不争气的狂跳了几下。像这种悸动，他已经记不得多少年没有过了。可刚才自己被这个年轻许多的小男人抱在怀里，护在身前平安落地的瞬间，他又燥热跳动起来。龙小道目光盯着远方那头玉蟒，摇头并没有回答。铁甲之躯，一声怒吼，被打散的铁甲之躯又重新回到身上，拔出后背重剑，一跃而起，再次朝着玉蟒冲了过去。趁他病要他命，并且龙小道需要拖住他，不能让他掉头跑了。孔雪桃望着巨大铁甲之躯的背影，眼神里温柔一闪而过，然后化作虚影，再次引入暗中。1、2万人围着这条玉蟒打，持续不断的输出，硬是从午夜打到了清晨。随着龙小道巨剑戳入玉蟒心脏，他才彻底倒下，不再动弹。丁，您率领团队杀死 C 级妖兽玉蟒，奖励货币点1000。耳边突然传来的声音让龙小道懵逼的愣住了。这种声音他再熟悉不过，领主世界系统的声音。可要知道，这可是现实啊！他虽然听小慧慧说过，系统会给他们讲述领主世界的各种规则，但在现实世界里，龙小道还是第一次听到系统的声音，并且是奖励货币积分点数，没有其他奖励。这是不是说明地球这边的环境，领主世界的系统或者说是神明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赢了！看着玉蟒倒下，大家都十分兴奋，毕竟一夜浴血奋战，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死了不少人，伤员数量更多。有人会问，为了弄死一条 C 级妖兽玉蟒，值得吗？答案是值得。一经落则万物生，而这条玉蟒的尸体至少可以成就登天士10万人，一次铸造出10万名高手，并且解除了这条隐患，付出是值当的。龙小道的铁甲之躯，这一宿被玉蟒打散了10多次，要不是他底子强，1/10的阵战攻击伤害也能要了他的小命，吐血都得吐晕厥过去。你们听到了系统的声音了吗？龙小道朝后面走过来的莫秋霜、紫金眼、罗阿秀等人问道。莫秋霜冰冷着脸点头，杀死 C 级妖兽玉蟒，人均奖励了10点货币积分点数，我们编队统领各自奖励了100点。龙小道点头，所以他听到的系统提示音并不是蝎子巴巴读一份。货币点果然是领主世界系统发放的。罗阿秀皱着眉头从旁说道。龙小道知道，货币点不但是领主世界系统发放的，怕是现实世界里的网络也是这位系统大神在操控。果不其然，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整个现实世界都听到了领主世界系统或者说是神明的声音。现实世界的人，恭喜你们活着到了现阶段，领主世界与现实融合度已经达到1%，地球面积正式扩增到以前的300倍。丁，现实世界因为灵气暴增，身体素质集体加1。丁，虚拟显示板正式与现实世界网络连接。丁，虚拟材料正式出现在现实世界中，虚拟材料与现实材料同等效果。丁，现实中任何生物增添掉落虚拟材料可能性。丁，增加虚拟物品打造融合度。丁，主神赠送现实世界3张虚拟图纸，分别问通讯手环、虚拟地铁、虚拟堡垒，请现实世界生灵自行探索，共建新世界。虚拟覆盖现实后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大家想象不到的惊喜，希望各位活得更加长久，见到整个全新世界的全貌。丁，领主商城对现实世界开放，各位领主大人可使用货币积分点数购买内任何物品。
世界从静止中又恢复过来。周围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龙小道打开自己的虚拟属性面板，这东西跟在全民领主世界里差不多，只不过多了几大属性：力量、精神力、体力、超敏力。力量在没有达到500公斤之前都是0，代表着系统不予以显示。拥有超过500公斤的力量显示为1点，每增加50公斤增加0.1点。龙小道现在的力量属性是 2.4 点，代表着他拥有2400斤1200公斤的力量。精神力 1.7， 体力 2.2， 敏捷 1.6， 这些是怎么换算而来的，还需要摸索。修炼技能，吃妖兽血肉，吸收天材地宝都可以增加个人属性值。除了个人属性值以外，还有职业已学习的各种技能，现实中拥有的英雄数量等。英雄一栏里，龙小道只有一个，那就是山地犬大黑，等级是白色19级。现实中英雄分为4个颜色：白色、绿色、蓝色、紫色、橙色。白色代表普通，绿色代表凡品，蓝色代表精英，紫色代表传奇，橙色代表史诗。龙小道觉得白色其实就等同于全民领主世界里的普通兵种，而其他的则是代表着英雄的等级属性。山地犬大黑本身就1级兵种，所以才会显示为白色。除了等级以外，后缀还有个进化度，大黑的进化度已经到了 97%， 进化度到达 100%， 应该就是跨越等级，从白色进化到凡品阶段。虚拟现实面板上还有一个虚拟包裹，而龙小道手上携带的黑色手环竟然就是虚拟通讯手环。要知道这东西可是全民领主世界没开服之前龙小道就已经得到的呀，这样不就代表着隔壁王哥得到的东西是超越这个世界之前就拥有的物品？龙小道脑海里下意识地闪过2个字眼：穿越，然后整个人都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这里面引人深思的东西那可就多了呀。虚拟地铁、虚拟堡垒则都是需要现实这边的人共建的东西，只有虚拟通讯手环是个人的组件。第145章不均等分配。虚拟材料就是杀掉猎物漂浮在半空中的东西，而现实中直接从猎物身上采集的物品就是现实材料。原本现实中是不会凭空出现任何材料以及物品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凭空爆出来的东西就是虚拟材料。虚拟地铁也好，虚拟堡垒也罢，都需要大量虚拟材料来组建。虚拟地铁建造好以后，可以极大缩短2个人类据点，或者说是城市之间的距离，增加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来访。虚拟堡垒则是一种人类营地，有一定防御自卫的功能。虚拟通讯手环就是个虚拟通讯器，可以随时接入网络，随时联系亲人朋友，乃至随时进入全民领主的终端工具。但是这种东西可以与虚拟显示面板绑定，并不用非得你随身携带。当然，这就要提一下货币积分点数的作用。很多东西你使用，比如说开启虚拟地铁，比如说虚拟堡垒防护罩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支付货币点才能办到的事情。货币点就是钱，以后随时随地都需要用到。龙小道收回注意力，虚拟控制板以及个人属性的事情可以等回去再想，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配战利品，然后从9中防区内撤出去。深渊种族死伤不少，但这片毕竟是人家的地盘，长久待下去可不怎么安全。分配猎物，昨夜主要狩猎对象就是眼前这条长达70-80米、火车头粗细的 C 级妖兽玉蟒。C 级妖兽玉蟒浑身是宝，但是最珍贵的东西无疑就那么几样。第一是 C 级妖兽玉蟒的蛇胆，其次是蛇心，然后是蛇眼、蛇脑、蛇蛋，最后才是蛇血、蛇皮、蛇肉、蛇骨。别看 C 级妖兽玉蟒的个头体积如此庞大，可它的蛇胆只有拳头大小，并且翠绿晶莹剔透，乍一看根本就跟蛇胆不搭边。2颗蛇目，整个脸盆大小，挖出来就跟2块大宝石似的。龙小道面色沉稳地说道：蛇眼、蛇胆归我，蛇心、蛇脑分成6份，我拿1份，其他5个编队各拿1份，具体你们怎么分，自己私下里去商量。蛇卵一共有70多枚，我拿10枚，其余分成5份，你们自己分配。蛇肉、蛇血、蛇皮、蛇骨运回去拆解，照样分成6份，我拿1份，5个编队各拿1份。还是那句话，怎么分配，你们自己安排。龙小道的话让众人面面相觑，这小子脸皮是真够厚的，1-2万人厮杀半夜获得的战利品，他先把好东西挑走了不说，还特么的自己单独分1份。不服？没用的，昨晚上龙小道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跟着自己进来，那最后猎物分配就得由他说了算。至于怎么分，公不公平，你爱觉得公平不公平，反正他就是这么分配，觉得不行，下次别参与不就完了吗？龙小道转头对着紫金眼、罗阿秀说道：老板娘，中编队这边战利品怎么分配？你来安排，别忘了中编队这边再分给我1份。阿秀，我那份你负责盯着，分割好以后派人给我们送过去。龙小道说完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困了，我们先撤。走。
领着人上车，直接走了。但是走之前，拿走了 C 级妖兽玉蟒的蛇胆以及2颗蛇眼，其他东西不着急。C 级妖兽玉蟒的蛇胆是个好东西。铁甲战车里，龙小道把手里的蛇胆递给旁边公引员，然后突然剧烈咳了2声，吐出一大口鲜血，内府重创。只不过刚才在外人面前，他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伤势，没有表现出来。你怎么了？公引员吓得脸都白了，急忙扑过来问道。龙小道摇头，勉强笑了笑，没事，回去养养就能好。昨晚上太特么卖力了，厚着脸皮拿战利品，老子那是拿命拼回来的，凭什么不拿？真搞笑。过。小慧慧也凑了过来，眼巴巴望着龙小道，小眼神里尽是担忧。龙小道抬手摸了摸他小脑瓜，笑着道：放心吧，蝈蝈不会有事的。我先休息一会，等到家喊我。龙小道依靠在车子里，闭上眼睛，脑海里开始回忆昨晚上的行动经过。他伤势很重，但还没到要死的时候，之所以敢这么拼命，是因为龙小道身上绑着3大宝石，就算真死掉也能复活过来。主神降临，虚拟材料出现，对现实中的人来讲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从世界整体发生改变，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反正平静的世界是不存在喽。酒中房区外，在那条 C 级妖兽玉蟒躺下，第一时间，王定川、孙成虎、张天笑、李永琪等人就已经收到了消息，大家嘴角也都露出了丝喜悦。不管用什么样的代价，把这条 C 级妖兽玉蟒除掉，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不用说再等100日，他现在已经隐隐是一条祸害，只要冲出来，就得给登天市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现在干掉，总比以后付出更大的代价要好1万倍。不知道农小道是不是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反正眼下这点代价绝对是值当的。回去的路上，王定川与张天笑乘坐一辆车。刚才酒中房区那边传来消息，说农小道那小子滑溜得很，对于猎物分配非常的不公平，最好的东西他都拿了不说，自己一个人还要分整条玉蟒的1/6。听着王定川的话，张天笑眯着眼睛笑了笑，并没有言语。你不觉得这小子有点过分了吗？王定川显然没想放过这个话题。过分？张天笑反问道。猎物是谁打下来的？王定川道。所有参战的人都有功劳，但是谁组织的呢？要知道，这些参战的人可不是那小子邀请来的，而且据我所知，人家在进入酒中房区之前就曾经立下了规矩，猎物由他来分配，觉得不划算的可以提前退出，是这些人都没走。王定川苦笑道。话是这般说，事情还真能这般办吗？张天笑笑呵呵摇头，我不是农小道，也不清楚那小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咱们都已经老了。第146章，台阶农小道下了。女王已经查清楚，昨晚上组织猎杀玉蟒的首领叫农小道，此人是登天市艺人所长，年纪不大，但是身边有一个全球艺人领主榜前100名的女人跟随，自身实力尚可。媚长目光闪烁着，诧异问道：全民领主世界那边最近没什么动静吧？他们本身就是从领主世界里过来的，但是他们没办法像现实人类似的通过虚拟设备连接再次回到领主世界。他们得到的消息大多都是从城市里人类手里买来的，或是找机会侧反收买的一些人，让他们专门去领主世界那边打探消息。媚长道：全球前100名的艺人领主，不管在哪边都算是个大人物，会跟在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男人身边。莫等手下人说话，沉声道：继续调查，看看能不能挖出更深层的线索来。是，女王，我们要不要派人去跟这个姓农的小子接触一下？媚长想了想，摇头说：暂时先不用。关于农小道的性格，通过分配猎物也能体现出一二，这个人有点自私自利。昨夜猎杀玉蟒，所有人都出力了，唯独此人自己要拿大头，让人不禁想问一句，他凭啥？难道就因为他是昨晚上猎杀玉蟒的组织者？可问题是，昨晚上的猎杀行动基本上没有丝毫章法可言，在组织猎杀上，他压根就没出多大力气。而这些人来，换句话说，也不见得都是给农小道面子。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是奔着供凤凰的名头去的？又有多少人是奔着占便宜来的？能猎杀钓玉蟒，农小道用一个电话摇来了这么多人，说白了，大部分是因为沾了运气的光。对此，农小道不发表任何意见，外面特么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该是老子的东西，丁点不能差。回到家里，农小道洗了个澡，舒舒服服的睡了个回笼觉。供应员担心的不行，等农小道睡醒后，炖了黑虎骨汤，早就做好了饭菜等着。农小道脸色虽然还有些难看，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在铁甲战车上吐的那口血，完全是在外人面前强压制的结果。昨晚上不少人对你的分配方案都表示出了不满，甚至已经有人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吃饭的时候，供应员苦笑着说道。农小道笑了笑，那你是怎么回复人家的？供应员抬头看了他一眼，无奈道：我能怎么回复？
你制定的规矩，那肯定要按照规矩来啊，不乐意的，下次不要参与就是喽。龙小道笑着摇头，还想有下次？放心，就算下次咱们请人家来，人家都未必来了。要是照着有下次，龙小道也就不会把这刀切得这么狠。分配方案认不认同，这一点都不重要。龙小道只要看最后结果，自己能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全部战利品就行了。傍晚的时候，紫金岩给龙小道打电话，战利品已经分配完了。龙小道笑道：“我那份没出错吧？”紫金岩沉默片刻，摇头：“你那份没出错，至少我分配的这份里，属于你的那份没出错。”龙小道把中编队的分配交给他来做，至于怎么分，怎么跟各方达成共识，他都不管。分到了多少？龙小道好奇问。紫金眼道：“连骨带肉总计150公斤，另外再给你一枚玉蟒蛇蛋。”对此龙小道很认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临挂电话的时候，紫金眼说道：“对于你自己拿走了玉蟒1/6的配额，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满意，希望你最后能重新分配。”说完挂断了电话。龙小道忍不住一笑：“重新分配？不都已经分割完了吗？还重新分配个屁啊！”前脚紫金眼刚挂电话，后脚罗阿秀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老板，玉蟒分配好了，但是现在有2个问题需要征求你的意见。”罗阿秀倒没有墨迹，直接开口说道：“讲。”罗阿秀说道：“按照1/6的份额分配，我们大概拿到了20吨玉蟒血肉，12枚玉蟒蛇蛋，1/6的蛇脑，但是市政出面协调，希望您能把这20吨玉蟒血肉以每公斤1个货币点的价格卖掉。”见龙小道没说话，罗阿秀才继续往下说道：“也就是说，他们想以2万货币点的价格把您手里的玉蟒血肉份额买下来。”龙小道面色淡然道：“告诉他们，低于3万货币点数不卖。其次，再给我弄1500公斤好肉送过来，我要做菜吃。12枚蛇卵不卖，蛇脑我泡酒喝。”说完，把电话给挂断了。龙小道笑了笑，20吨玉蟒的血肉，按照市场价格去卖，就算打骨折，至少也能卖20万货币点。这群人还真够狠的，直接给他1/10。但这事情恐怕早就商量好了，市政牵头提出来的条件，龙小道再不接受，那就有点不识相。不是给面子不给面子的问题，如果不尽快把猎物拿到手，纠缠下去不但生气，还浪费时间。龙小道是不想跟这群人过多扯皮，也不想跟登天市所有的势力撕破脸，所以他答应卖这个面子。毕竟他要那么多玉蟒血肉也没什么太大作用，也需要时间去处理卖掉，无非是多卖点少卖点的问题。这个台阶龙小道给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毕竟 C 级妖兽玉蟒身上该拿到的好东西，他也都拿到手里了，里外都不算吃亏。罗阿秀挂了电话，抬头朝着房间里的张天笑、莫秋霜看过去。莫秋霜冰冷问道：“他怎么说？”罗阿秀勉强笑了笑：“他要3万货币点，另外给他送1500公斤玉蟒血肉过去，他做菜用。其次，玉蟒蛇蛋不卖，蛇脑他要泡酒喝。”张天笑脸上露出丝笑容，笑呵呵道：“那小子还挺上道的，这样也是最好的结果。”抬头对着莫秋霜道：“回复那些人吧，就这么办。”莫秋霜点了点头，他也觉得这对龙小道来讲是最好的分配方式，该拿的没少拿，还没有跟登天市这批势力撕破脸。第147章地级虚拟材料。龙小道很识趣，那其他问题都很容易解决。傍晚的时候，关于龙小道的战利品都送到了小区门口，罗阿秀亲自负责押送。龙小道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装从楼上走下来，朝他笑了笑说：“放到老张的生鲜超市里面吧。”好。罗阿秀点了点头，望着龙小道问：“那几枚蛇蛋怎么办？”玉蟒的蛇胆，也就是蛇卵，是活的，是可以孵化出来变成战宠的。孵化也非常简单，只要把自己的血滴上去，完成认主程序，进入孵化模式，到时候战宠孵化出来就行。谁也没想到，昨晚上干掉的那条 C 级妖兽玉蟒，竟然是一条母蟒，没有蟒鞭，但是有70多枚蟒蛋。C 级妖兽属于什么级别的战宠？这个龙小道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的 C 级妖兽战宠在登天市内一定是抢手货。龙小道笑着道：“一会送到家里去，这玩意还不错，回头生煎一下，尝尝味道。”生煎？尝尝味道？罗阿秀背地里忍不住翻了翻白眼：“你特奶奶的也太奢侈了吧！你昨晚上分到蛇蛋了没？”龙小道随口问道。罗阿秀无奈道：“才70多枚，你自己就分走了13颗，僧多肉少，哪还能有我的份呀？”龙小道点头：“也是，想好了没？要不要加入黑道家小队？”罗阿秀目光闪烁着说：“加入小队有什么好处吗？比如说每人分1颗蛇蛋之类的？”龙小道似笑非笑道：“那当然，除了分给你蛇蛋，回头还给你分个壮汉子，要不要？”罗阿秀撇嘴，小声嘟囔了句什么，估计不是什么好话。龙小道也没仔细去听。“我可以加入黑道家小队，但是我有个条件。”
龙小道直接抬手摆了摆，那算了，你还是别加入进来了，我嫌你屁事贼多。看着转身走进老张生鲜超市的龙小道，罗阿秀气得跺了跺脚，小声嘟囔了句：老娘是女人嘛，女人事情多不是应该的呀。犹豫了下，挥退手下人，自己还是追了进去。面对这种抱大腿的机会，罗阿秀觉得自己该搏一把。老张生鲜超市里，除了龙小道分到了500公斤玉蟒蛇肉以外，其他人每人平均分到了15公斤，这个数量应该是均分的。老张哥，门口挂个牌，玉蟒肉兑换虚拟材料。张涛点了点头，憨厚笑着问道：兄弟，怎么兑换？1斤换1斤。虚拟材料是有等级之分的，暂时好像只有D级，分别是 D、D、D 加3个等级，也被人称之为第1、第2、第3个等级，集合成D1231套，可以合成一个虚拟物品。现在个人虚拟公共图纸只有1张，那就是虚拟通讯器。D 级虚拟材料，任何野外生物都有可能掉落，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缺口也非常大。至于虚拟地铁，建造虚拟地铁站需要100万套 D 级材料，建造完成以后会出现 D 级虚拟地铁站，建造虚拟地铁也需要100万套 D 级材料，拥有虚拟地铁站才可以建造虚拟地铁车，虚拟地铁可以开往其他已建造的虚拟地铁站，路途越长，所需要支付的路费越高，路费就是货币积分点数。而虚拟堡垒需要的虚拟材料数量更多，把整个登天市围起来，至少需要1亿套虚拟材料才能建造出 D 级虚拟堡垒。当然，看着数量有点头皮发麻，但其实也并不是很多。2000万登天市市民，只要每人打出5套 D 级虚拟材料，登天市就能用上 D 级虚拟堡垒。而且虚拟材料里，第1最容易出第2级材料是出第1级材料的2倍难度，出第3级材料是第2级材料的2倍难度。也就是说 ，D 级虚拟材料里，第3级材料是最难出的。现在市民个人需要1套虚拟材料，制作个人虚拟通讯器。登天市也需要大量的虚拟材料，制作虚拟地铁站、虚拟地铁、虚拟堡垒。3种虚拟图纸都是公共的，是领主世界主神提供的。另外，野外既然能打出虚拟材料来，就能打到各类虚拟图纸。用领主世界系统或者主神的话来说，现实世界里的灵气值浓度只能打出 D 级虚拟材料，往后虚拟融合现实数值越大，灵气浓度值越高，可出产的虚拟材料等级也就越高。龙小道想了下说道：第3级材料，1个换1斤玉蟒肉，4枚第2级材料换1斤玉蟒肉，10个第1级材料换1斤玉蟒肉。价格不算低，但也算是比较合理，毕竟玉蟒肉是 C 级妖兽身上的东西，比石铁蚁等级要高出许多。张涛想了想问道：货币点卖吗？龙小道看着他问：现在市场上货币点能换到玉蟒肉吗？张涛点头，可以，现在玉蟒肉的市场价是70个货币点，兑换1斤。龙小道想了想说道：那咱本这边也按照市场价对外出售。第3级虚拟材料，市场价值70货币点。龙小道想到什么，忍不住皱眉问道。张涛摇头说：现在外面门口商贩们的收购价格是50货币点，官方收购价是30货币点。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我觉得这个价格以后会变得越来越低，挂牌价格等于是在诱惑登天市普通市民，希望大家能走出去参与狩猎活动。因为如果按照现在的室内正常劳动价，一天最多只能拿1-2点货币点，想要攒一套虚拟通讯器的材料都需要好久时间，更别提购买各级妖兽身材的食材，增加自身属性点。龙小道点了点头，其他的你看着安排就行，咱们随行就事，不搞特殊化。老张的生鲜超市就等于是龙小道或者说黑道家小队对外的交易窗口。行，张涛痛快的点了点头。第148章玉蟒蛇卵。龙小道眼神余光扫到身后跟进来，站着竖立耳朵听的罗阿秀心里稍微一动，朝着不远处的张孝南招了招手。小道哥！张孝南急忙走了过来。龙小道平静说道：昨晚上得猎物已经送过来，里面有10几枚玉蟒的蛇卵，可以孵化出来当战宠，这样你把大家招呼过来分一分，人手1枚，剩下的归我。张孝南高兴地蹦起来，好嘞，我这就通知大家过来。身后的罗阿秀更是瞪大眼珠子，暗叫了一声窝草，黑道家小队还真分玉蟒蛇卵呀。那个老板，我现在想通了，乐意加入黑道家小队，你把我给收了呗。罗阿秀吞咽着口水，大步走过来，目光闪烁着兴奋说道。龙小道歪头瞅了瞅他，然后摇头，不行，你屁事太多了，不合适我们黑道家小队的风格。屁事太多了。罗阿秀大眼睛瞪着他，差点没骂娘出声，还好忍住了，勉强笑笑。老板，那个我以后尽量屁事少一点还不行吗？你就收了我呗。我这人虽然姿色平平，相貌一般，实力也勉强还算可以，但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只要你收了我，往后我可就是你的人喽。话里话外除了亲切以外，还透露着引导诱惑。龙小道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说：
行吧，你都是这么说了，那就先让你当个临时队员，等考察期过了以后再正式转正。罗阿秀俏脸瞬间垮了下来，眼巴巴望着农小道，还有试用期啊？农小道耸了耸肩，笑着道，不然呢？你去哪家公司打工没有试用期，别气馁，只要你合适我们小队，转正很容易的。罗阿秀眼巴巴看着农小道问，那临时小队成员有没有玉蟒蛇卵领取？农小道摇头，临时的指定是没有。看着罗阿秀转头就想走，又拉着长音继续说道，不过表现好可以领一个，另外你如果愿意先干着临时队员，看在咱们相处还不错的份上，可以给你留一枚，等你转正的时候再给你。留一枚？转正的时候再给？貌似好像也是行的啊。罗阿秀目光闪烁着，咬牙说道，行，那我同意加入黑道家小队，但是老板，你什么时候让我转正呀？我现在急需转正。农小道笑骂了句，我看你是急需想着要一枚玉蟒的蛇卵吧，熬着吧，等我什么时候觉得你特别顺眼，屁事不多的时候再给你转正。说完转身朝生鲜超市外面走去，气得后面的罗阿秀小声骂了句，这个小王八蛋，气死老娘了。嘻嘻，张孝南出现在他身后，笑着说道，你还听不出小道哥的意思来啊？玉蟒蛇卵肯定是会给你一枚的，还有他应该还挺喜欢你的哦。罗阿秀脸上微红，瞪着眼睛急忙摇头，怎么可能？你可别瞎说造谣，人家有宫小姐呢，被听去误会了，小心打你屁股。张孝南吐了吐舌头，你可拉倒吧，最应该打的就是你的屁股。说完朝罗阿秀显摆的晃了晃手里10来公分大小晶莹剔透的蛇卵，诺 C 级妖兽玉蟒的蛇卵，价值应该不会低于1000货币点吧，当然价钱是其次，这东西现在可是有价无市哦，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早培养早成才。嬉笑着说完，当着罗阿秀的面咬破手指滴了一地自己的血液在玉蟒蛇卵上，恭喜你与玉蟒蛇卵缔结主仆契约，正常孵化需要7749天，您可以选择支付货币点孵化玉蟒蛇卵，价格49货币点。听着耳边主神系统的声音，张孝南忍不住我靠了一声，怎么了？一旁的罗阿秀好奇问。张孝南皱着眉头说道，快速孵化蛇卵需要支付货币点。下一秒他选择了支付49个货币点，这些货币点他拿得出来，既然拥有了玉蟒蛇卵，他肯定等不了49天自然孵化啊。手中蛋壳破裂，一条碧绿色30公分长、擀面杖粗细的玉蛇从蛋壳里钻了出来。看着眼前孵化出来的玉蟒幼崽，罗阿秀差点没把哈喇子给流出来。那个孝南妹妹，你看我现也是黑道家小队的成员，能不能也先给我一枚玉蟒蛇卵？我先孵化出来培养着。你说的是真对，早培养早成才不是。罗阿秀陪笑着朝张孝南示好。张孝南直接摇头，这可不行，破坏规矩会被小道哥哥打屁股的，指定是不能给你。罗阿秀心里暗骂了句，你个小浪蹄子，恐怕巴不得被农小道那臭小子打屁股吧，就你这点小心思，谁还看不出来？哼，要不是看在玉蟒蛇卵的份上，老娘能在这里跟你浪费嘴皮子吗？孝南妹妹，我的好妹妹，刚才农小道的话你又不是没听到，他不说会给我留一枚吗？这代表着什么意思？是不是就说肯定是有我一颗，那现在给我和以后给我，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你说对不对？张孝南摇头，不对，反正没有小道哥开口，指定是不能给你。说完转身就想要走，罗阿秀怎么能就此放过，直接跟在他身后开始给他做思想工作。最后张孝南实在被罗阿秀磨得没法子，只能无奈给农小道打电话过去，问他该怎么处理。通讯器里农小道犹豫了下，笑着说，给他一颗吧。挂了通讯器以后，张孝南歪头打量着罗阿秀，把罗阿秀看得都有些不自在，无奈苦笑道，孝南妹妹，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姐姐知道自己很漂亮，但是你也不错哦。张孝南撇了撇嘴，你也就算一般，也不知道小道哥看上你哪一点了，算了，给你一颗吧，但是你要记着小道哥的好，以后不许别地里说他坏话了。说完拿了一枚玉蟒蛇卵递给罗阿秀，既然农小道开口说给的，他没有理由再阻拦。罗阿秀拿着玉蟒蛇卵，眼神里有些难以置信，真给自己了一颗，这小王八蛋不会真相中自己了吧？第149章变异体。玉蟒蛇卵在农小道看来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东西，虽然现在 C 级妖兽级别的战宠很难找到，但这绝对是临时的，随着市民自身能力提升，妖兽等级增强，以后像这类战宠数量一定会越来越多。在全民领主里，这最多也就是个普通级英雄，在现实中勉强对标凡品级，不算很差，也算不上有多好。想要培养出一定战斗力来，也需要花费时间，甚至是财力物力去培养。黑道家小队主力成员龚颖元、张孝南、王雪儿、王朝、张光亮、肖翠翠，次主力成员张涛、李翠梅两口子，
小慧慧，加在一起也就9个人，算上农小道自己也才10个人。有罗阿秀加盟以后，满打满算也才11个人。现在农小道手里有13颗玉蟒蛇卵，每人分1个，还有富余，所以才选择给罗阿秀1份。对于昨夜的狩猎行动，农小道主要总结出2点：第一，攻打大型妖兽，人少了是真不行，得有人才能形成足够战斗力；第二，组织能力不行，想要形成战斗力，必须要有自己核心团队。没有核心团队，人再多也都是借来的，分配猎物的时候不会100%让你说了算。就像这次，农小道看似没有吃什么大亏，可也没占到便宜。3万货币点被人家买走了超过20吨的玉蟒血肉，里外相差多少？人家凭什么就敢给农小道施压？还不是因为他势单力薄吗？总体上确实是不吃亏，但是细算起来也未必占太多便宜。蝈蝈，你快看，伦家的小蛇可不可爱？小慧慧高兴地跑进来，一下子扎进农小道怀里，高兴地叫着。农小道回过神来，看着小丫头手上通体碧玉却又夹杂着丝桃红的小玉蟒，稍微愣了下，怪可爱的。农小道抬手摸了摸小丫头的丸子头，刚开始他还以为所有的玉蟒幼崽都长这么模样呢。小慧慧得意地说道：“当然喽，这可是变种哦。”变种？农小道眼神一亮，所谓变种就是产生了某种变异属性，有区别于原来本体。小慧慧嬉笑着说道：“对啊，我这条小蛇可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哦。”龚引元这时候也推开门走了进来，含笑着说道：“慧慧这条确实是变异体，跟普通的玉蟒幼崽不太一样。”农小道高兴地把小丫头抱起来，在她小脸蛋上亲了下：“咱家小公主是天选之子，果然跟普通人不一样，开个蛋都能选中变异体，以后定然非凡。”哥哥，让小慧慧高兴的不行。等小慧慧骑着大黑出去玩以后，农小道把龚引元一把拉过来，让他坐到自己大腿上。干嘛？龚引元脸色微红，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农小道嘿嘿一笑，分给罗阿秀1颗玉蟒蛇卵，你有没有乱想？龚引元眼神闪烁了下，笑盈盈道：“肯定有呀。”生气了？农小道把脑袋凑过去，嬉皮笑脸的问。龚引元犹豫了下，摇头说真话，倒没有太生气，就是觉得你这样会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罗阿秀到底是异人所的人。农小道笑着说：“我也是异人所的人啊。”龚引元盯着他：“可你是男人，罗阿秀是女人，你这样就不怕大家误会什么吗？”农小道笑起来，说到头还是吃醋了呗。龚引元脸红了下，低声嘟囔道：“我有那么小家子气吗？”莫等农小道说话，2条小腿扑腾了2下，低声嘟囔了句：“没错，我就是吃醋了，不行吗？”哈哈，行，当然行。农小道嘿嘿笑着道：“那我给他打电话，再把那枚玉蟒蛇卵给你要回来。”龚引元又好气又好笑的白了他眼：“去，就会瞎说，都送出去的东西，哪能再要回来？你好意思啊？”农小道抱着他，把脑袋在他怀里拱了拱，嬉皮笑脸的说道：“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哥脸皮这么厚。”龚引元红着脸盯着他，没大没小，你还想当我哥？农小道目光闪烁着，摇头，压低声音，嘿嘿笑着道：“不想，但是我想让你叫爸爸。”打不死你！2人在沙发上嬉笑了好一会儿，有道是情到浓时自然要有人打扰。龚引元起身整理衣服，假装无事的朝自己房间内走去。骑着大黑进来的小慧慧则歪头看着农小道以及离开的龚引元，奶声奶气的问：“蝈蝈，你的眼神怎么怪怪的呀？”农小道干笑2声，面对这种小祖宗，他敢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呢？半夜里把龚引元叫出来，他会醒，喊妈妈尿尿。白天出去玩的时候吧，说回来就能回来，就像是能瞬移似得，特别准时，比闹钟还要准。反正农小道觉得这小丫头是自己的克星，尤其是想要打他妈妈主意的时候。傍晚吃过晚饭，农小道进入全民领主世界。主人，查尔斯·蒂安娜一前一后走了过来，领地比之前大了许多，也繁华了不少。各种居民、矿工营地都已经建满了，所有的兵种基本上能建的也都建造的差不多。鱼人族部落虽然隔三差五的也会派点小队来偷袭，对面的海盗军团时不时也会来找麻烦，但总体上而言，领主的发展还算平稳。现在摆在农小道面前有2条要走：第一，继续这种状态苟下去，直接把领地推向黑铁级，再跟鱼人族部落硬刚；第2条路，跟对面的海盗军团开战，一举成为这座岛屿上唯一领主。各有利弊，前者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但是发展会稍微缓慢一点，毕竟出岛屿的路径东西2边都被封锁着，农小道没办法离开这座岛屿。如果选择第2条路，直接把东边的海盗军团吃掉，那整个岛屿都将会成为稻花香的领土。其次，占领海盗军团的领地后，稻花香领地将会拥有自己的港口，而有了港口之后，稻花香领地既可以建造无畏号船坞，
拥有了无畏号船坞，就可以建造传奇级无畏号战列舰。第150章破釜沉舟。龙小道看着2名手下英雄，平静点了点头，都准备好了吗？查尔斯，领主大人，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聚集到花乡领地所有兵种，进攻东边的海盗军团营地，一举奠定稻花乡在岛屿上的绝对地位。出发！查尔斯、蒂安娜同时朝龙小道抱拳，恭敬道：“遵令。”趁着黑夜，大批兵种离开营地，朝着东面快速行进。空中翼龙飞翔，每一条翼龙身上都有数名鸟铳兵。地面部队最强的当属4级封疆战旗以及陆地战车。这次出征，龙小道抽调了领主地内90%以上的兵力，必须要把海盗军团打下来。同时，消息还不能走漏，避免于人族部落趁着领主的空虚来犯偷袭。这次进攻海盗军团，查尔斯为主将，蒂安娜为副将，而龙小道并不跟随前往，他镇守领主地。陪着他的只有3队鸟铳兵以及贴身护卫仲恺武士典韦、战宠豹熊王妞妞。希望不要出变故才好。龙小道站在3级木质城墙上面，望着西面海岸方向，有情况也只会从这边来。鱼人族部落是现在稻花乡领主地唯一要防备的敌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怕什么来什么。报告领主，西海岸方向发现大量鱼人族部落军团。龙小道皱了下眉头，看样子这群臭鱼并没有放松过监视到花乡领地。不过这时候也只能硬赌一把，抗下鱼人族部落攻击，给查尔斯、蒂安娜创造时间，只要打下东边海盗军团，立即回原领主地，那到花乡领的就稳了。从此岛屿只有稻花乡领地，就算是鱼人族部落都将不足为惧，给到花乡领地升级奠定基础。准备迎战。龙小道面色沉稳，犹豫了下，他走下城墙，去了7级蜂巢。我的领主大人，您现在的状况可不是太妙哦。安东尼·密尼安娇声笑着说道。龙小道点头，确实不太妙，但是兵行险招，挺过来就好了。安东尼·密尼安眨了眨眼睛，要是挺不过来呢？龙小道看着他，2秒钟之后才平淡说了4个字：唇亡齿寒。安东尼·密尼安脸上的笑容逐渐消散下去，淡然道：领主大人前来，可是有什么要吩咐奴家的？龙小道道：我想利用7级蜂巢的优势，快速增兵。也就是说，如果查尔斯、蒂安娜那边跟海盗军团打起来，7级蜂巢兵种肯定会有折损。你要做的就是看好蜂巢，但凡有兵种缺口，立即召唤，然后投入到领主地攻防战中来。现在龙小道手里能依靠的就只有3队鸟铳兵，如果于人族部落突破远程攻击防线，兵临城下，那龙小道就只能依靠城墙据守。到时候能守多久，能不能守住，他也说不好。就看这次于人族部落派遣多少兵力来，是佯攻，还是实打实的想干掉到花乡领地了。明白。安东尼·密尼安没有废话，直接点头，表示自己明白龙小道的意思。龙小道走过去，抱住密尼安的柳条细腰，直接低头霸道的吻了上去。当了这么久的主人，他还没占过点特别大的便宜，今晚上要败了，说不定眼前的美人就要易主，到时候多吃亏。密尼安没有挣扎，也没有使用防护措施，代表着他不抗拒龙小道占自己便宜。等龙小道松开他，转身朝7级蜂巢外走去的时候，才咯咯娇笑着说道：主人，我们挺得住，领主的不会沦陷的。龙小道头也不回的说道：借你吉言。重新回到城墙之上，守护铠甲。伤害转移铠甲第一次全属性覆盖在龙小道身上。战争号角。原本暗淡无光的战争号角突然爆发出炙热光芒，璀璨耀眼。典韦，末将在。仲恺武士典韦虚影出现在龙小道身后，逐渐凝实。龙小道面色淡然，望着已经出现在远方的鱼人族部落战士，沉声道：守护铠甲与你绑定，必要时你可以借助领主地全部力量，转换自身血量，以守住领主的核心为最终目的，不惜一切代价。莫！一把巨斧出现在典韦手中，原本黑红色的铠甲逐渐变成了血红色。龙小道咬牙，从自身宝石槽里把复活宝石拿下来，按在了仲恺武士典韦身上，把重生宝石拿下来，按在了暴熊王妞妞身上。今天能不能守住领主地，主要指望着这2员战将。仲恺武士几乎是不死之身，但是他并不是打不死的呀。鸟铳兵准备攻击！噗噗噗，火铳开火，放倒一排排于人族部落战士，攻防战正式打响。领主的遭遇于人族部落偷袭。蒂安娜望着到花乡领地方向，脸色冰冷着说道。查尔斯则面无表情地收回目光，重新望向近在咫尺的海盗军团，下令道：进攻！打下来海盗军团，争取在最短时间赢得战争，然后回原领主地。这场战役比任何人预料都要惨烈。于人族部落进攻到花乡领地，派出了绝对主力。
反观到花香领地这边，战力不足，唯一能厮杀的就只有农小道贴身护卫重铠武士典韦以及战宠豹熊王，再加上战争号角持续不断的加成，从黑夜一直厮杀到黎明。木质城墙被捣毁，于人族部落战士杀入城中。迫不得已之下，稻花乡领地内全员参战，农民、矿工、伐木工全部化身战士，保护领地。一座座营地被摧毁，重铠武士典韦被打得几近崩溃，血量只剩一个血皮，依靠着战争号角的属性加成，死死支撑。7级风潮持续不断的召唤各级兵种投入到战争中。这一战，稻花乡领主地90%以上的建筑被摧毁，只有领主碑、战争号角、7级风潮、陆地战车工厂等少量建筑受创，未被摧毁。直到翼龙军团从天而降，加入战团，胜利天平才重新倒向稻花乡领主地。第152章，身心愉悦。深夜，农小道从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面退出来，去卫生间撒了个尿，出来的时候发现一身单薄睡衣的公引员就站在客厅里。农小道眼神一亮，快步凑了过去，把他抱入怀中。公引员脸色酡红，轻声说道：“嘘，你小点声，别把慧慧吵醒过来。”他是主动走出来的。这时候两人都以为小丫头已经睡着了。房间里抱着玩偶躺着的慧慧，小嘴瘪了瘪，把睁开的眼睛又给闭了上。真当他傻呀！农小道横抱起公引员，兴奋的就想往自己房间里面走。公引员红着脸掐了他下，轻声说道：“房间离得这么近，他能听到。小丫头现在已经不是普通人，耳力方面肯定不弱，大力神诀是全面提升人体各种素质的功法。”农小道嘿嘿一笑，横抱着公引员朝门口走去。对面他租住那套房间，从搬到公引员这边来以后，就一直当库房在使用。虽然堆积着不少的杂物，但是床还在。公引员红着脸，心脏砰砰犹如小鹿在乱跳，这种感觉他也好长时间没有过了，羞涩宛如少女一般，又像是在热恋之中，很奇妙，说不出来的激动。在感情基础饱满的情况下，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并且让人身心愉悦。这一夜天昏地暗，还好楼下已经没有了邻居，上面顶楼3层都已经被买了下来，要不然公引员觉得自己的声音一定会吵到楼下邻居。清晨，朝阳突破乌云，透过窗户打进房间里。公引员依偎在农小道怀里，脸色酡红，轻声说道：“好些天没有看见过太阳了。”末日降临后，不管黑夜还是白日，都有一层浓厚乌云徘徊在上空，阳光根本就打不下来，既然压抑，又让人心生烦闷。是啊，或许是我们雨露感动了天地。农小道嘿嘿笑着，被子里的手也极为不老实。公引员红着脸，焦点白他了眼，轻声骂了句：“脸皮真厚。”说完就想起来，又被农小道一把给拉回来。干嘛啊？公引员看他了眼，红着脸又把头给低了下去。农小道似笑非笑地问：“你要去干嘛？”公引员又好气又好笑，无奈说道：“你也不看看几点了，当然是起床去做饭喽。”农小道摇头，笑着说：“我给王雪儿打个电话，让她顺便把咱们的早饭做出来，不就好了吗？”公引员哭笑不得，做个早饭还想着使唤人家，你真当自己是地主大老爷了？行了，快别闹，再说天都亮了，一会都该醒了。农小道虽然有些不舍，但也只能把公引员松开。看着穿好睡衣，面色红润从房间里走出去的公引员，农小道嘿嘿一笑，懒洋洋伸了伸腰，昨夜终于得偿所愿，身心愉悦。吃完早饭，农小道跟公引员打了个招呼，带上王雪儿、王朝姐弟、张光亮、张孝南兄妹，驾驶着那辆猛士越野车朝城市东边开去。登天市市内的秩序勉强已经算是恢复过来，打架斗殴虽然极为常见，但是打砸抢这些事情反而发生的少了。因为登天市制定了规矩，凡是参与打砸抢的罪犯，一律派往城市防守最前线戴罪立功。城市防守最前线每天都要面对那些凶兽、妖兽以及各个种族的攻击，死亡率极高。重罪者驱逐登天市，这才是最为恐怖的。驱逐出登天市，就等于离开了人类避难所，独自在荒野生存，基本上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在这种强压政策下，抢劫、掠夺、QJ、闹事、杀人等犯罪率基本上是平复下去。但是夜晚，城市内也不会太安全，秩序陆陆续续的恢复，各种工厂、民用军用设施等复工，包括一些新兴产业，才让登天市逐渐有了些活力。要不团结起来，城市早晚被外面那些各类种族、妖兽、凶兽什么的攻破。狩猎、工作、货币点以及活着，依次开始，逐渐形成了城市新循环生态体系。小道哥，咱们今天要去哪？张孝南坐在后排，副驾驶上坐着是他哥张光亮，旁边是王雪儿、王朝兄妹。农小道驾车，笑着说道：“去踩点。”张光亮犹豫了下，轻声问道：“咱们有什么新行动？”农小道平静说道：“
前天晚上的事情告诉咱们，依靠着别人虽然也能吃到肉，但是有大肉的时候还是得自己去吃行。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并且咱们身上的装备也都该升级换代，御蟒幼崽也需要实战培养。张孝南是黑道家小队的合成师，王雪儿是法师，王朝是刺客，张光亮是战士，张光亮老婆是萧翠翠是游侠，技能方面都有互补作用，但是需要磨合。黑道家小队的战斗力放在登天市内并不能说有多强悍，这是不行的，所以大家都需要历练。末日之下，所有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生存本领，闲人可以养一时，但是没办法被别人养活一辈子。登天市边缘防守圈相对最开始的时候又缩减了一大圈，东边想出城去迪卡城至少要再走5公里，以前迪卡城算是登天市防守范围之内的建筑，现在已经被完全舍弃。站住！什么人？要去哪里？出城之前被城防军的人给拦截下来，一队士兵走过来，面无表情地盘问道。龙小道胳膊搭在越野车车窗上，拿出一包香烟丢给对方，笑着道，出城去转转，这事情需要上报吗？城防军拿着香烟，脸上露出丝笑容来，他们算是城市里最苦的一批人，守卫城市职责所在。倒是不用汇报，但是外面比较危险，出去最好登记报备好，回来审查比你回来时候要严厉得多。对方解释说道，出去容易，但是回来审查比较严格。龙小道笑了下，点头说，我叫龙小道，这是我的身份信息。说完把自己手腕上的虚拟通讯手环亮了出来，现在很方便，虚拟通讯手环砰一下，只要双方都同意，信息就能转移过去。第151章无畏港。赢了！望着退去的鱼人族战士，龙小道脸上露出灿烂笑容，这一战打得真他妈的费劲，仲恺武士典韦的不死之身都被打残了一次，要不是那枚复活宝石，再加上战争号角各种 BT 属性加成，稻花香领地就完了。虽然领主地大量建筑被摧毁，损失不可谓不大，可赢下来剩下恢复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丁，恭喜您赢得一次伟大的胜利。丁，恭喜稻花香领主占领月牙岛。丁，稻花香领地领土面积扩张到整个月牙岛，领土面积达到进阶要求。丁，稻花香领地战胜海盗军团领地，奖励黄金宝箱10个。丁，稻花香领地战胜海盗军团，奖励白银宝箱100个。丁，稻花香领地战胜海盗军团，奖励青铜宝箱1500个。丁，稻花香领地抵挡住了鱼人族部落进攻，奖励白银宝箱1枚。丁，稻花香领地抵挡住了鱼人族部落进攻，奖励黄金宝箱10个。丁，稻花香领主地一夜连赢2场胜利，对于农小道和稻花香领地而言，都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战争胜利一般都是奖励宝箱，现在青铜宝箱一般都只会出各种资源，白银宝箱有可能会出现兵种图纸，黄金宝箱才会有几率出英雄宝石，最高级的宝箱已经到了白金级。从开服到现在，各级宝箱也一直都是全民领主系统主神直接奖励的物品。例如全球艺人领主排行榜，现在已经进入了季度排行时段，最高等级的宝箱也就是白金级。而全民领主世界里的各类野怪、妖兽身上偶尔也会掉落宝箱，但是相对而言掉落率并不高。宝箱等于资源、图纸、兵种、宝石以及亿万种可能，所以说宝箱依然是全民领主里面的主流物品。不要觉得一次战争奖励几千青铜宝箱很多，想想一次战争投入了多少兵种，每一次兵种死亡就有1/2的几率制造出1枚宝箱，每一次阶段性胜利就有可能制造出一个白银宝箱，所以宝箱这种东西在战争中，尤其是大型战争中还是很容易打出来的。战争等于掠夺，财富从哪里来？都会化成宝箱，等着领主开启。领主，龙小道看着查尔斯，面色平静道，以后稻花香领地开设2个分基地，东边重新命名为无畏港市，任命你为无畏港市执行官，全面主持无畏港市的各项建造工作。对于龙小道的任命，查尔斯好像并不觉得很意外，面色淡然的弯腰躬身，是。龙小道目光看向蒂安娜，沉声道，以后稻花香主城这边就由你全权负责。是。蒂安娜脸上冰冷沉稳，没有任何异色。龙小道伸了伸懒腰，突然笑起来，道，现在好了，这座岛终于由咱们自己说了算，原来它叫月牙岛，我还是第一次知道。2场战争不但给龙小道奖励了数量庞大的宝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海量的经验。领主这点比较好，就是手下将领兵种打出来的经验，至少有1/10可以转嫁到领主身上来。丁，聚火树经验池填满，您可以选择升级该项技能。注意，升级过程中有1/2失败可能性，失败后技能整体强度提升1/2，技能升级成功，突破现有等级，威力增加3倍。看着后面的备注解释，龙小道眼神一亮，10万经验值可以打破聚火树现在的等级壁垒，
当然花费10万经验值，有可能升级不成功，但是就算升级不成功，威力依然会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50%。但是升级成功以后，威力不但会增长 300%， 还可以突破瓶颈，达到新等级。赌一把，那就赌一把。龙小道从来没在这种事情上犹豫过，人能难得几回搏，输赢成败都是命。干！升级！龙小道把聚火树经验池填满，选择了突破升级。叮！恭喜您提升聚火树等级，聚火树正式升级为速发聚火树，等级9。速发聚火树，意念动，地火生，一念之间即刻聚火，最快速度，每秒钟发射7枚火弹。等级9，升级满需要10万经验值。速射聚火树，名字虽然只添加了2个点缀，那跟以前比可就是天壤之别啊。剩下的经验，龙小道把神圣护甲术升级到7级，把铁甲战车铁甲之躯亡灵之火召唤亡灵升级到3级。不是不想升级，是因为职业技能升级太他妈耗费经验了。聚火术突破最高等级瓶颈，也只不过才需要10万经验值。可铁甲之躯铁甲战车亡灵之火召唤亡灵4种技能，任何一种技能从3级想要升到4级都需要是12万经验值。也就是说，龙小道想要升级4项职业技能，至少有48万经验值缺口。可接连打赢2场战争，龙小道也不过刚获得25万经验值啊！职业技能只能说就是牛逼。龙小道跟普通人比，绝对算是打经验，升级速度都是神速的。换成普通人，有2大隐藏职业，非得把脑瓜子抠出个洞来。主城区这边全力发展陆地战车工厂，无畏港市那边主要是以建造无畏船坞，打造无畏级战列舰为主。不管是陆地战车工厂还是无畏级船坞，我希望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龙小道下达了命令，其他兵种也不能说不重要，但是这2个才是大头。陆地战车工厂是可以进化型工厂，它的作用不次于一个领地，而到花乡领主的想要走出去，就少不了一支无敌舰队。领航主舰有不灭英灵号，但是仅凭一艘不灭英灵号不能横扫整片海域。龙小道和稻花乡领地需要一支无畏级舰队。第153章暴虐，你就是龙小道？对方眼神一颤，难以置信地看着龙小道。龙小道笑了笑，歪头看着他，好奇问：怎么，你认识我？不认识，但不妨碍我们都听说过你的大名，还有您那位传奇女朋友。说话间忍不住抬头朝车内张望。龙小道知道他说的是公引员，笑着摇头，别看了，他今天没出来。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认识就好，待会交代一下，省得我们回来麻烦。对方笑着说：不用交代，依照您的等级规格，只要亮出身份进出防区，没有人会随意拦截的。龙小道歪头好奇问：我什么等级？很高吗？对方笑道：当然，您的等级。话还没说完，身上的通讯器就响了。龙小道看着他，嘴角微微上翘了翘，与对方打了个招呼，把越野车朝防区外面开去。出了城市，危险系数立马增加100倍。在城市里，至少不会突然被妖兽偷袭，被怪兽围攻，猛地落入各个种族的陷阱里。但是在城市外面不一样，已经彻彻底底沦为了末日景象。头儿，咱们出来是去迪卡城？王朝在后座上问道。龙小道嗯了声，车窗外面这才个把月的光景，外面遗弃的房屋已经破烂不堪，到处是藤蔓苔藓以及不知名的植物，过不了多久，这些人类建筑都将会成为一片废墟。与此同时，距离登天市不算很远的海洋里，一座岛屿正在极限扩张，面积从最初的50公里，眨眼之间就增加到了500多公里。一只身高8米、青面獠牙、浑身腱子肉的兽人，手里提着比自己还庞大的巨斧，出现在岛屿上。这就是新世界吗？对方轻声喃喃着。如果有熟悉的人站在这里，一定会声音颤抖地叫出声来：魔兽巨人族。但是现在这片海域已经是人类的禁区，基本上没有人会出现在这里，至少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有人出现在这里的。小道哥，你看，不远处那些地狱猎狗好像变异了啊！张笑南突然指着不远处出现的地狱猎狗群，忍不住惊讶地叫道。他肢解过数百只地狱猎狗，所以对这东西一点都不陌生。以前的地狱猎狗虽然个头也不小，但是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庞大。看着林子里的地狱猎狗的个头，高度至少有1.5米，都快赶上个成年人的身高，长度也有3-4米，这哪里还是什么狗，比老虎个头都大了呀！龙小道嗯了声，地狱猎狗的个头都这么大，那如果再有一只地狱黑虎，个头会有多大？地狱猎狗只是普通生物，连品级都没有，可地狱黑虎，尤其是成年的地狱黑虎，可是 B 级妖兽，前2天猎杀掉的那条妖兽玉蟒也只不过是 C 级而已。各种生物都在进化，以前的等级超过半个月，或许就不再适合当下。而登天市里的人开始对野外越来越陌生，长久以往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咱们这次的目标
就是猎杀地狱猎狗。龙小道把越野车停下来，打开车门，带头走下去。王朝稍微一愣，嘟囔了句：“刚才不还说要去迪卡城吗？我还想拿几套衣服回来，正好换洗的衣服不多了。”犯嘀咕归犯嘀咕，但是龙小道的话没人会反驳，头领的意思永远是对的。这是黑道家小队的宗旨。神圣护甲，砰砰砰，7面脸盆大小的护盾挡在龙小道四周，闪烁着光亮，疯狂旋转着，360度无死角防护。大家都注意安全，王朝照顾好你姐姐，张光亮看好张笑南。龙小道叮嘱完以后，抽出合成的锋利的猎狗肋骨，大步朝着窜出来的地狱猎狗群冲了上去。相比于远程输出，他现在好像越来越喜欢近身搏斗，尤其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感觉。龙小道身体素质：力量 2.4， 精神 2.9， 体力 2.1， 敏捷 2.0， 几乎所有的属性点都超过了2。力量计算最直观也最简单， 2.4 的力量代表着龙小道现在可以搬动1200公斤的重物。但是精神力、敏捷、体力这些东西相对而言就更加抽象化。反正不管怎么说，虚拟属性值越高，人体各方面的素质能力也就越强，这是绝对100%成正比例的。所以哪怕龙小道不懂近身技能，面对地狱猎狗基本上也不会落下风。合成的地狱猎狗的肋骨也极为锋利，基本上扑哧一声就能戳进地狱猎狗身体内，情况好一刀毙命，情况不好需要再补上一刀。登天士的人能力基本上都是没转职之前的10倍，而这些地狱猎狗战斗力同样也是以前的10倍。由此可见，不仅仅是人类在自我进化，这些进入到现实世界里的生物同样都在以急速进化着。这群地狱猎狗大概有80多只。龙小道带着王朝、王雪儿、张光亮、张笑南几个人10几分钟就给清理干净。进化了，我的玉蟒进化了！张笑南高兴叫道。妖兽玉蟒不知道是吸收了地狱猎狗的经验值，还是吸收了他们的生命力，都纷纷开始突破幼生期阶段。原本1尺来长，现在长度足有4尺，有小孩胳膊粗细，并且长出了鳞片毒牙，标志着正式进入成长期。80多只地狱猎狗掉落了53个虚拟材料，都是地级材料。第1级最多，大概有30多个，第2级大概有10几个，第3级最少，只有4个。80多只地狱猎狗，只掉落了4个第3级虚拟材料，足见这东西数量是真不多，也不太好打。除了虚拟材料以外，平均每只地狱猎狗大概爆出了 1.5 个货币点，总计获得123个。货币点是可以直接进入个人虚拟账户里面的，不用自己手动去拾取。第154章精壮的地狱猎狗。笑南，把这些地狱猎狗的尸体都合成到一起。龙小道朝张笑南招了招手。张笑南过来，稍微愣了下，眨了眨眼睛问：“不先把它们分解以后再合成吗？”龙小道看着他，直接合成做不到吗？小队里没有屠夫或者是专业的分解师，让他们来操作，一时半会儿肯定是搞不定。张笑南歪头想了想，说：“合成倒是可以，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出好材料。”龙小道道：“试试，出不出好材料，不试试怎么知道？如果可以直接把整只地狱猎狗的尸体合成到一起，那无疑是最好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省大量分解的时间。”张笑南走上前去，催动合成术，把2只地狱猎狗合成到一起，稍微皱了下眉头，继续开始合成，直到第5次，嘴角才露出一丝笑意，转头朝着龙小道高兴地说：“成了。”地狱猎狗的尸体没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地狱猎狗的名字后面却多了个括弧，强壮的地狱猎狗尸体。尸体还能变强壮？那是肯定能的啊！10头地狱猎狗的尸体融到了一起，可不就变强壮了吗？龙小道笑了笑，抬手示意他继续合成。最终80多只地狱猎狗尸体合成出8具强壮的地狱猎狗。不过强壮的地狱猎狗尸体依然只能算是普通材料。走，再去猎杀点地狱猎狗。龙小道想看看10只强壮的地狱猎狗尸体被张笑南使用合成术合成到一块会发生什么变化。叮，恭喜您合成出新材料。10只强壮的地狱猎狗尸体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尸体竟然闪烁起了微弱绿光。精壮的地狱猎狗尸体。龙小道亲自把地狱猎狗尸体拿刀子拆开以后，果然得到的材料都已经是返品材料。精壮的地狱猎狗分解出来材料都带着一抹绿光，哪怕是骨头削尖了都很锋利，可以直接拿来用。如果有铁匠或者骨匠把它们做成兵器，那就更好不过了。皮、肉、血、骨以及内脏、爪子、牙齿等都是绝佳的材料。这些直接用尸体分解的材料被称之为真实材料。但是现在虚拟材料与真实材料之间的区别，说实在话已经不是很大。整个世界在龙小道来理解都被数据化了，不然上百只地狱猎狗尸体怎么可能融合到一起成为一具新尸体呢？
凡品材料在市场上价格都值数十上百货币点。张孝南高兴说道。他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废物了，非但不是废物，还是个宝贝，是个大宝贝。要知道，一只普通的地狱猎狗尸体最多卖10来个货币点，就算100头地狱猎狗尸体也才不过1800货币点。但是经过他使用和成树这么一操作，价值至少翻了10倍，拿到市场上去，轻轻松松就能卖到过10000货币点。这哪是什么合成术呀？这可不就是点金术吗？龙小道从来没把张孝南当过废物，好歹是隐藏职业，全球就10万个，怎么会是废物呢？张孝南这丫头用得好，可抵万军。不错，把地狱猎狗的尸体搬上车，咱们去迪卡城。龙小道说完，转身朝车子走去。众人重新上车，龙小道启动车子，朝着迪卡城方向开去。这次出来，除了狩猎，最重要的是龙小道想看看迪卡城内到底有什么东西。龙小道边开车边问道：“你们有谁认识打造装备的职业者不？”小道哥，我在全民领主世界里认识一个装备打造师，他好像也是登天市的，但这个人就是有点黑心，比较贪财。王雪儿出声说道。龙小道笑了笑，心黑没有关系，只要有本事就行，能联系上吗？王雪儿道：“等回去我试着练习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如果把手里的材料打造成装备，绝对是现在最好的选择，远比把材料卖掉再去购买装备划算。迪卡城距离城市边缘，距离已经超过5公里，对普通人而言，已经算是绝对野外、极度危险的环境了。第155章，发电装置。迪卡城外面的广场上，就像是荒废了若干年。龙小道把车子停下来，看着脚下的水泥地，眼神里流出若有所思的神色。虽然巨大广场上破乱不堪，长满了绿色苔藓，却没有被植物根茎拱破，也就是说，广场还是原来的广场，哪怕有破败之感，但是没有被破坏。抬头朝不远处的迪卡城看过去，它虽然蒙上了厚厚的一层苔藓，但是还是完整的。要知道，其他地方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9中校园内的教学楼、宿舍楼等等，早就已经辨认不出来模样了。说明什么？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这座迪卡城给保护了起来，让它得以幸免。大家都注意安全。龙小道提醒道。或许是刚才猎杀地狱猎狗，让大家找回些自信，现在面对迪卡城也没感觉有多恐怖。再恐怖，还有9中防区内那条 C 级妖兽玉蟒恐怖吗？龙小道见他们不以为意，皱了下眉头。神圣护甲，直接把护甲给顶了起来。野外就是危险地带，这年月不经意间或许就挂了，所以万事还是得小心点为妙。走，领头朝着迪卡城内走去。门口的防盗闸门不知道被谁撬开，商城内漆黑一片，能见度很差。走近才发现，商场里虽然阴冷，但是布满灰尘，并没有被妖兽凶兽闯入的痕迹。小道哥，你有没有发现迪卡城里有点怪异？王雪儿跟在龙小道身后，皱眉轻声说道。龙小道看他了眼，面色平淡地问：哪里怪异了？这里面既然没有被异常生物占据，难道不怪异吗？王雪儿皱眉说。迪卡城是超大型综合商城，里面涵盖衣食住行，什么东西都有。现在只是招了灰尘，却很干净，被破坏的地方也极为有限。难道这里就没有被洗劫过？走进里面，黑漆漆的，但是视线适应了以后，倒不会什么也看不见。地上已经干涸漆黑的血迹拖痕，证明着并不是没有人来过这里，而这里也不是眼前的这般平静。超市在地下一层，想要去拿吃的喝的，就得下去。现在城市里虽然已经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供应，但是像香烟、酒、零食这些东西反而都成了奢侈品，虽然吃了不会补充什么影响，却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下去。龙小道和张孝南在末日降临以后来过这里一次，所以对迪卡城内部环境并不是很陌生。下到地下一层，那股被什么东西监视的感觉越发强烈。亡灵之火，一簇鬼火凝聚成型，漂浮在龙小道头顶上，作为移动炮台，不至于被人打个措手不及。而且亡灵之火不但对物质生命有杀伤力，面对灵性生物照样可以发挥作用。龙小道猜测，这迪卡城内10有8九是被灵性生物给占据了，不然不会这么干净，连那些妖兽族群甚至是植物都不进来。头儿，你这也是技能吗？王朝好奇地问道。像亡灵之火、召唤骷髅这些技能，龙小道平常时候不太会用，更多的时候都是使用铁甲之躯、铁甲战车以及神圣护甲，还有聚火术这些技能。哪怕黑道家小队成员也不知道龙小道是双隐藏职业者。龙小道嗯了声，路过小推车区的时候，伸手拉了2辆小车。滋滋，轻微怪异的叫声让小队脚步一停，大家都警惕打量着四周。过了会，没有新声音传过来，张光亮才轻声说道：我觉得周围有什么东西在看着咱们。
龙小道面色如常，朝四周漆黑的角落看过去，淡然道：“不要怀疑，就是有东西在看着咱们。”王雪儿想到什么，突然说道：“像这种大型商场，应该都会有备用的发电装置，迪卡城也有，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发电装置？龙小道眼神一亮，如果让迪卡城内亮起来，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黑灯瞎火的，虽然也能找到东西，但是总得来说是会影响体验感的。你知道迪卡城发电装置在哪里？龙小道看向王雪儿。王雪儿犹豫了下，说道：“知道，我大学时期有一年曾经在这里做过2个月的暑期工，发电装置应该就在超市里面。”龙小道笑了笑，这倒是赶巧了。走，前面带路，咱们过去看看发电装置还能不使用。小队成员每人推着一辆小车走进超市内部，浓郁的血腥味让所有人忍不住皱眉，这股味道是从走进地下超市以后才闻到的，好难闻。张笑南皱着眉头嘟囔道，但是味道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却叫人分辨不出来，因为走进地下超市，他们就好像被这股浓郁血腥味道给包裹在了里面。龙小道没说话，王雪儿在前面领路，摸索着朝里面走去。那里有一个出口，是内部员工使用的，通往地下停车场以及安放发电装置的地方。王雪儿朝前面指了指，一边走着一边回忆说道：“不算远的路，大家走了6-7分钟才来到王雪儿所说的出口。安全门上赫然写着顾客止步，后面应该就是仓库或者什么地方。就这里。”王雪儿朝着安全门指了指。龙小道觉得在这扇安全门后面有一双眼睛，透过安全门上狭窄玻璃窗户正在盯着他们。注意安全！龙小道深吸了一口气，拦住王雪儿，自己领头朝前面走去。咯吱，门的轴承像是缺油生锈，发出刺耳的声音。卧槽！龙小道看到门后面的情形，整个人背后汗毛瞬间炸立了起来。卧槽！我的妈呀！后面跟着走进来的王朝、张笑南等人也看到了眼前一幕，就像是被踩着了尾巴的猫，蹭一下蹦起来高。大家都背后发凉的看着门口的东西，脚下像是被胶水粘住了似的，动弹不得。第156章尸魁。安全门后面有什么？尸体，遍地的尸体，各色各样的尸体，有人的也有动物的，但不管是人的还是动物的，都像是被粘黏在了地板上，直挺挺的在那里站着。血红的眼珠子，流下来的血水早就干涸成2行污渍，但是这些尸体又栩栩如生，从外边看根本就瞧不出来死了多久。面对一走廊的尸体，哪怕龙小道都头皮发麻。尸体不叫人害怕，但是诡异成群的尸体却能给人身心造成极度不适。这些是……王雪儿吞咽着唾沫，瞪大眼睛说道：“好诡异啊！这些人和动物怎么都站在这里？自己走过来的？”王朝本来是想开个玩笑，调节气氛，不过发现没人搭理他。死了还能自己走过来？没错，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比如说尸体被什么东西给控制住，像是牵线的木偶一样，这个时候尸体就可以动弹。小道哥，我怎么看着那个人刚才动了一下子？张笑南脸色难看，颤抖的抬起头来，朝着不远处一具女尸指了指。那个女人一身白色连衣裙，不过已经污垢不堪，头发很长，以至于把前面的脸都给挡了住。动了一下，龙小道皱眉，眼前诡异景象，他也不敢贸然行进。走，咱们退回去。话音刚落，前面那具女尸突然抬起头来，这一幕不仅张笑南看到了，包括龙小道在内，所有人都看到了。卧槽！王朝吓得跳脚蹦起来老高，诈尸了。其他人心里也发毛，不过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别说是诈尸，什么在诡异奇怪的事情发生都不足为奇。龙小道沉声道：“别叫了，不就是诈尸吗？没被他给吓到，反倒被你给吓了个半死。”说着，手中凝聚出一枚火焰，扑哧朝着那具女尸砸了过去。龙小道的聚火术威力已经非常强大，别说是一具尸体，就是寻常妖兽过来都不见得能抗下他这下。扑哧一声，聚集的火焰击打在女尸身上，竟然熄灭了，并且女尸的脑袋先是往左边歪了歪，然后竖直起来，又往右边歪了歪，猩红的眼珠子盯着龙小道，嘴角微微上扬起来。小道哥，他在朝着你笑。张笑南吓得连连后退。女尸可不就是在朝着龙小道笑吗？退！龙小道脸色一变，大声叫了一声：“骷髅，出来吧！”下一秒，召唤骷髅从地板下滋溜滋溜滋溜，一具具惨白散发荧光的骷髅钻了出来，手里都拎着一柄大刀，背后还有3根长骨，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龙小道的召唤骷髅技能，以前召唤骷髅很简单，就是召唤一具骷髅架子出来，武器就是手里的大刀。骷髅数量是跟龙小道在全民领主世界里的等级有关系。
龙小道在全民领主世界里等级21级，所以他能召唤出21具骷髅战士。但是召唤骷髅升级以后，骷髅兵就发生了变化，技能升到2级，骷髅兵身上多了铠甲，骨质铠甲，看着比以前结实了许多。升到3级以后，背后又多了3根骨质长枪，好像又丰满了不少。毕竟是职业技能，而且是隐藏职业技能，所以龙小道的召唤骷髅技能虽然大众，但威力却绝对不差。亡灵系职业中，召唤骷髅技能是比较常见的，在全民转职拥有职业技能的时代，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人家的召唤骷髅技能，一次只能召唤1只骷髅，可没听说有谁一次能召唤1排骷髅的。挡住他们！走廊里不仅是女尸动了，其他的尸体也动了。头儿，坏菜了，外面出口被毒死了。王朝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龙小道转过头去一看，后面超市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也来一群尸体，有人的，有动物的，甚至有妖兽、凶兽的，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把他们的退路给堵死了。龙小道皱眉，深吸了口气，转而指挥着骷髅军，沉声道：杀！召唤出来的骷髅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并且只听从龙小道的命令，哪怕是龙小道叫他们去死，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咔嚓！骷髅兵举起手中大刀，朝着面前一锯，尸体挥刀就劈了过去。骨质大刀与尸体碰撞，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切西瓜，一刀下去，刮成了2半。而骷髅兵这把大刀下去，面前的诡异尸体也成了2半，轻松异常，让龙小道身边的人都愣住了。这难不成骷髅兵手里拿着的大刀是神兵？龙小道暗地里松了口气，骷髅兵手里的大刀是不是神兵，这个不重要，只要骷髅兵对面前尸体有伤害作用，这就足够了。杀！龙小道下达了屠杀命令。21具骷髅兵在这群诡异尸体面前，宛如刽子手，手起刀落，一刀一个，劈的那叫一个痛快。叮！您的骷髅兵杀死了1只尸魁，获得2点货币点。叮！您的骷髅兵杀死了1只尸魁，获得2点货币点。走廊里这些东西原来是叫尸魁。尸魁的等级并不高，杀死1只地狱猎狗奖励 1.5 个货币点，杀死1只尸魁奖励2个货币点。从主神系统的虚拟奖励上来推断，尸魁的等级也就比地狱猎狗高一点。龙小道的聚火术，一枚火焰能干掉1只地狱猎狗，对尸魁却没有作用，大概率是相克的原因。尸魁属于阴灵系生物，其实身上的血肉内脏骨骼早就让尸魁怨灵给吞噬干净，龙小道他们肉眼看到的都是表象，是阴污幻象。聚火术只是普通技能，所以对属性相克的生物伤害是有限的。伤害有限归有限，但是也至于连1具尸魁幻象都打不散吧？除非那具女尸不是普通的尸魁幻象。想明白这些，龙小道抬起头来，再去找那具女尸，发现已经没有了踪影。第157章搜寻物资。刚才那具会笑的女尸是更高级的尸魁。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能轻松挡住自己聚火术的女尸，会不会就是刚才自己感受到安全门狭窄玻璃窗后那双注视着他们的眼睛？都杵着干嘛呢？动手啊！听到龙小道的训斥声，王雪儿、王朝、张光亮、张笑南等人才回过神来，真杀起来才发现，原来这些诡异尸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杀。这玩意叫尸魁啊！张笑南凑到龙小道身边，好奇问道：小道哥，你的召唤骷髅也是技能书吗？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龙小道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技能，并且好像每一种技能还都十分牛逼。双隐藏职业对龙小道来说算是个秘密，个人比较隐私的事情，除了公隐员以外，他也并不想告诉其他人。龙小道点头，手里的聚火术，头顶上漂浮的亡灵之火都没有闲着。张笑南满眼羡慕地说道：那个小道哥，有机会能不能帮我也搞一本攻击性技能书？龙小道看他了一眼，张笑南急忙解释道：我是辅助类职业，攻击手段上基本上是没有的，真遇到事情的时候，自己连个自卫防身的手段都没有。稍微停顿，没等龙小道说话，又眨了眨眼睛继续说道：放心，我会给钱的，就当我从你或者是咱们小队手里购买一本攻击类技能书。龙小道想了想说：行，回头我帮你学摸一本，多一种防卫技能也就多一种防身手段，所以张笑南说的没错。一通厮杀，大概个把小时以后，走廊与超市里才逐渐安静下来，没有尸魁再出现。张光亮、王雪儿、王朝、张笑南等人上前，把漂浮着的虚拟材料都给收集起来。这些尸魁肉是不能吃的，他们也没肉了，只有个表皮，基本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杀尸魁只能获得虚拟材料以及主神系统奖励货币点。当然，提升技能熟练度，这个是顺带手的事情。王雪儿领着龙小道等人来到发电装置门口，回头指了指，就是这里。龙小道推开门走进去，里面倒是很干净，没有尸魁，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发电装置需要用到柴油、汽油。龙小道看了一下，发电装置里面还有不少燃料，应该是可以正常启动的，所以直接过去把红色闸门开关推了上去。轰隆隆，发电装置响来，紧接着房间里内的白炽灯也跟着亮起来，然后是外面走廊里，最后整个超市地下1层、2层车库都亮起来。行了，大家心里都忍不住一喜，有了灯光，至少让大家心里觉得舒服不少，不像以前黑漆漆的感觉那么压抑。回头把这套发电装置拆走。龙小道面色平静地说道，这个东西以后说不定能用得着。其他人脸色各异，但是没有人发表反对意见。走，去搬物资。龙小道领着人又往回走。张孝南指着地上刚才那些被杀死的尸魁，惊讶叫道，你们快看，这些尸魁怎么都瘪了？没错，就是瘪了，就像是被放了气的气球，只剩下了一层皮。龙小道若有所思地朝前面走去，尸魁的皮应该没什么用处吧？但是张孝南不这么想，尸魁是怪物，只要是怪物身上的材料，那就应该是有用处的才对。所以他把那些尸魁的皮收集起来，开始使用合成术，然后惊讶地发现，这些尸魁的皮还真就是一种材料。小道哥，尸魁的皮可以做符咒。龙小道头也没回地说道，那就把这些尸魁的皮都收集起来，合成到一起。普通尸魁的皮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如果100张尸魁皮合成到一块，那就不一样，合成的材料至少是凡品级的。超市里已经没有尸魁的踪影，但是那具女尸去哪里还不清楚，大概率还在迪卡城里面，毕竟迪卡城好几万平米，很大，找个地方躲起来，想要被他们找到也不容易。龙小道今天也不是奔着他来的，所以干不掉他也没放在心上。优先选购的物品，烟酒这些东西已经是稀缺货，精神粮食在登天市内价格飙涨，甚至有时候有钱没关系，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毕竟这些都是末日没降临以前的存货，尤其是那些好烟好酒，喝一瓶抽一支，那就少一瓶少一支。酒还好，属性比较强，可以长期保存，不会变质。但是烟不一样，这东西放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容易变质发霉，哪怕就算是包装密封好的，也不见得能放多久。地下超市里面的不少香烟已经发霉变质长毛了，就算长毛晾干以后也有人会买，但是完全发黑烂掉的可就不行喽。挑着里面质量不错的，几人整整装了2小推车。至于酒水，能拿多少拿多少，这玩意是好东西，不会嫌多的。队长，这么多东西，咱们怎么拿回去？王朝抓了抓脑袋，他来的时候只开了1辆车。龙小道平静说道，拉回去。王朝干笑道，咱们就1辆车，能拉得下吗？龙小道看他了眼，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不会动动脑子，想想办法。王朝抓了抓头，试探着问道，那我再去找找，看还有没有可以使用的汽车。龙小道没说话，除了烟酒以外，封装好的巧克力、糖果、各类罐头，还有封装的零食，这些东西他都要拿一些回去。他是不吃，但是咱家小慧慧好久没吃了，再苦再累总不能苦了孩子不是。除吃的以外，用的也要拿。最后整整拿了35小推车的物品，我们可以把这些小推车绑到一起，拉在车子后面，到时候车子开慢一点，应该可以一次性带回市里面去。王雪儿想了想说。龙小道忍不住一笑，脑补一下画面就觉得滑稽，这么多小推车绑在车子后面，那还不跟一条大长尾巴似的呀。第158章毛子。最终龙小道还是没有采取王雪儿的建议，像他说的那么搞，会极大拖累小队回去的速度。解决方案是拖车，寻找材料，用绳子加以固定，不求多结实，只要能让龙小道他们把物资运送回登天市就行。车辆方面，除了开过来的猛士越野车以外，龙小道还有铁甲战车可用。头儿，还有这么多物资扔在这里，我感觉心疼啊。王朝看着超市内收拢起来的物资说道。龙小道面色淡然道，我也心疼，但是你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吗？这些物资他们是没办法一口气搬回去的，除非从登天市内搞个车队来搬运，但是人多以后就需要护卫，毕竟野外不安全，可找人就需要跟其他势力打交道，最后忙碌下来，他们未必能得到多大便宜。走吧，以后机会多的是。龙小道拍了拍王朝肩膀，转头朝超市外面走去。普通物资对转职者来说，实际帮助其实并不是很大，最多是果腹以及精神上的慰藉。单纯从食物角度而言，食用妖兽或者是凶兽、变异生物的肉，能得到的能量会更多。一路上，车队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登天市防线。停车，例行检查。程防军再次把龙小道等人给拦了住。龙小道靠在副驾驶位子上，抬手挥了挥，闭目养神，并没有要起来的意思。王朝打开车门，走了下去。我们是黑道家小队的人。王朝年轻气盛，有龙小道撑腰，那是谁都不放在眼里。程防军的执勤人员都是一怔，因为他们以前可没听说过登天市有什么黑道家小队。上来就报好，
很牛逼。在登天市成立这个小队，那个小队已经逐渐成了风气。每天新成立组建的小队，没有1000个也有800个，但是要说让人印象深刻，能叫出号来的还真没有几个。没听说过。城防军的执勤人员看着王朝很诚恳地说道。确实没有听说过吗？王朝皱了下眉头，昂着脖子道，我们队长叫农小道，形象代言人龚颖元，是不是也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我就跟你介绍一下，我们队长农小道是艺人所所长，我们小队形象代言人龚颖元又叫龚凤凰，是全球艺人领主榜前100名的高手。现在听说过了吗？城防军。下一秒转头对着防线挥了挥手，是农队长的车辆，放行。转头对着王朝是好笑着说道，听说过了，兄弟你早说嘛，黑道家小队是吧？我们记住了。黑道家小队没听说过，但是农小道和龚颖元的大名登天市基本上都听说过。农小道还好，主要牛逼的是人家龚凤凰，全球艺人榜排名前100的超级高手。王朝感觉自己得到尊重，所以很开心，回来还想跟农小道显摆，可农小道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根本就没有睁开眼睛。直到铁甲战车拉着拖车抵达小区，停在生鲜超市门口。头儿，到家了。王朝才把农小道喊醒过来。农小道睁开眼睛，打了个哈欠，打开车门从车里跳下去，拿了2瓶子酒一大袋子零食朝小区内走去。推开门走进房间里，发现客厅里罗阿秀一身居家服饰，正陪着小慧慧在码积木。姑姑你回来了。小丫头一看农小道进来，大眼珠子一亮，高兴起来，朝着他跑了过来，目光主要是盯着农小道手里的袋子。诺。农小道把手里的大袋零食包给他，朝着客厅里起身的罗阿秀看了眼，简单居家服饰下衬托着丰腴身材，没想到还挺匀称的。你怎么在这？农小道诧异地问。罗阿秀转着眼珠子说道，我是黑道家小队的成员，在这里不是很正常吗？其实他是得到农小道带队外出，自己闻着味找过来的。以前农小道组队不管规模大小，向来都是晚上行动，像这种白天出去的时候还是第一次。没等农小道说话，罗阿秀先发制人地问道，黑道家小队行动为什么不叫上我？是没把我当成一家人，还是嫌弃我碍事啊？农小道面色淡然道，出去溜达溜达不算是小队集体行动，没看见尹媛姐和小慧慧都在家里，没跟着出去吗？罗阿秀板着脸说，那下次也要叫上我，我这人比较闲，没事也爱出去溜达溜达。知道跟农小道出去肯定是有好处拿，他自然想跟着一起出去。农小道笑了下，点头，行，那下回出去的时候叫上你。说完转头朝厨房走去，推开虚掩着的门，农小道走进去，从身后抱住龚颖元。回来了。龚颖元微笑着，并不抗拒跟农小道在一起亲热，两人在外人眼里早就已经是一对。农小道把下巴放在他肩膀上说道，罗阿秀不是在外面吗？你让他做饭怎么还亲自做？使唤他不用不好意思。龚颖元笑了笑，人家又不是咱家的使唤丫头，再说我也喜欢自己动手做美食。龚颖元不习惯使唤别人，自己能亲力亲为的事情还是习惯自己来做。已经不能算是午饭，因为已经快下午3点。农小道拿出一瓶茅台酒打开，满屋子的酒香味让罗阿秀眼珠子都直了。没用农小道招呼，自己主动把杯子放到农小道跟前，生怕这家伙不给自己倒。像毛子这种东西，那真就是喝一瓶少一瓶，再过几年想喝都没地方。就算现在除了登天市那些金字塔尖尖上的人，普通人谁能随随便便喝上毛子？农小道也没小气，给他倒了一杯。吃饭的时候，龚颖元笑着说道，你出去的时候市里派人来找过你，说市里领导有事情想要跟你商量，等你回来让你直接去一趟。市里领导？农小道笑着说，找我有什么事情，大概率不是想要东西，就是想让我出力。罗阿秀迫不及待地举起酒杯来，眯着眼睛喝了一小口，滋啦哈的一声，那一脸的享受把农小道、龚颖元还有小慧慧的目光都吸引过去。这酒滋味那么好吗？第159章，深不可测。罗阿秀睁开眼睛，见农小道、龚颖元还小慧慧都看着自己，脸上稍微有点不自然。那个，好长时间没有喝酒了。小慧慧比较直接，把农小道的酒杯拿过去，学着罗阿秀的样子喝了一小口，然后被辣的2只小手直往嘴里扇风。好辣好辣，他就搞不明白了，怎么罗阿秀姐喝的时候脸上是那般的享受。小慧慧的举动成功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论喝酒，或许他们都不如罗阿秀那行。我觉得市里领导想找你过去，并不是想跟你要物资，也不是想让你带队去狩猎，或许是跟9中防区有关系。罗阿秀说道。农小道稍微一愣，抬头看着他，说说看，怎么跟9中防区扯上关系的？罗阿秀在艺人所，每天跟莫秋霜他们接触多，关于市里面的小道消息听得也更多些。罗阿秀抬头看着农小道道，
你应该知道，市里面跟九中防区里面的半兽人族达成了协议，而半兽人各族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要进到登天市里面来。登天市的领导出于安全考虑，肯定不会让半兽人族轻易融入人类社会，这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僵的局面。长期下去，半兽人族与登天市关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既然没办法让半兽人族在短时间内融入登天市，还希望半兽人族作为咱们市的同盟，最好是能替咱们守好九中防区的大门，成为第一道防线，那就得打开一个通商口岸。而这个通商口岸既然暂时不能让半兽人族进来，那就只能咱们出去。上次猎杀 C 级妖兽玉蟒，也让市领导看到一个机会，一个反攻九中防区的机会。听着罗阿秀的话，龙小道皱眉道：“你的意思是，市里想在九中防区内打造一个卫城？”聪明。罗阿秀点头，微笑着说道：“市里十有八九是这么想的。而掌管这座战争桥头堡的人，不但要有影响力，更需要拥有一定的实力。说白了，就能压得住场子。”说话的时候，眼神朝宫隐元身上瞟了一眼。龙小道明白他什么意思，若有所思地说道：“你是想说，市里领导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并不是想打我的主意，而是想让宫隐元主导这座战争桥头堡？”罗阿秀点头，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吧，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龙小道陷入沉思，宫隐元是不会具体主管什么事情的，不是自己阻拦，是宫隐元已经明确的跟自己讲过，他要把精力放在全民领主世界里，在现实中主要也是以照顾陪伴小慧慧为主。九中防区内打造一座战争桥头堡，尝试与半兽人族共同相处。饭后，龙小道给张天笑打了通电话，挂了电话之后，跟宫隐元打了声招呼，自己出门去了市直属管理处。罗阿秀并没有急着离开，在客厅里陪着小慧慧玩耍，跟宫隐元聊天的时候，有些想不明白的问道：“隐元姐，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就算直接成为登天市管理层，怕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你为什么还要甘愿站在他身后呢？”宫隐元轻轻笑了笑，看他了眼，说道：“你觉得是我站在龙小道身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我站在他身后，而是他站在我们母女前面，给我们遮风挡雨呢？”龙小道在给宫隐元母女遮风挡雨。罗阿秀一呆，皱着眉头说道：“隐元姐，你已经是全球前100的大高手了，还用得着别人给您遮风挡雨？您别嫌弃我说话难听，恐怕不仅仅是我这么觉得，登天市所有人都应该是这么觉得。”宫隐元笑了笑，首先，姐姐是个女人，需要有个家，也需要有个男人。其次，你们觉得的事情，整个登天市人认为的事情，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没等罗阿秀说话，宫隐元笑了笑，继续说道：“你也不要太小瞧了你们这位队长，他能走到今天，可从来不是靠着我哦。你作为黑道家小队的成员，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他比我厉害，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全民领主世界里。”罗阿秀目瞪口呆，龙小道在全民领主世界里比宫隐元还要厉害，这怎么可能呢？宫隐元含笑着，话也是点到即止，在他看来，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明了。如果罗阿秀再领悟到，那就只能说他这个比较笨，不够聪明。从小区里出来，罗阿秀停下脚步，抬头朝居民楼顶方向望了眼。龙小道有那么牛逼？在全民领主世界里，比宫隐元还厉害。宫隐元已经是全球艺人榜排名前100名的艺人领主，龙小道比宫隐元还厉害，那得有多强？不过宫隐元应该没必要对自己说假话，人家什么身份，自己什么身份，骗自己人家有什么好处？龙小道这条腿这么粗吗？罗阿秀自言自语嘟囔完，目光闪烁着，打开停靠在旁边的车门，启动车子朝着小区外面开去。一人所，当当当，罗阿秀敲响了莫秋霜办公室的门。请进。罗阿秀推开门走进去，莫秋霜皱着眉头，低着头，不知道正写着什么，转身把门关好，才走到办公桌前，坐到椅子上。秋霜姐，今天我去了龙小道家。罗阿秀坐下以后没有废话，直奔主题。果然，原本伏案的笔瞬间停下来，莫秋霜抬起头来看着罗阿秀。罗阿秀笑了笑说：“龙小道今天带着人出城去了，带回来了不少稀缺物资。”莫秋霜早就收到了消息，他甚至知道那些物资里都有什么。看着莫秋霜没有开口的意思，罗阿秀收起笑容，咬牙说道：“今天跟宫隐元谈论起龙小道来，宫隐元说龙小道不管是在全民领主世界里，还是现实中，都要比他还厉害。您觉得这可能吗？”莫秋霜皱了下眉头，紧接着又松散开，面色淡然道：“有可能。”罗阿秀瞪大眼睛：“有可能？你相信宫隐元的话？”第160章辞呈。登天市几大领导，龙小道也都不算是很陌生，比如面前的王定川，以前也见过。不过今天貌似规格比以前都要高。除了王定川以外，城防军孙成虎、市委秘书长李永琪、智囊团分析局局长张天笑也都悉数到场。这些都是熟悉的面孔，还有5、6个看着面生，以前没怎么见过的，估计也都是一方大佬。会议室里，龙小道表现得很谦虚，坐下以后，
眼观鼻，鼻观心，一副乖宝宝模样。王定川与张天笑对视一眼，笑呵呵道：“老张，要不今天个这会议就由你来主持？”在场众人都清楚，今天这场会议是因为农小道过来才专门召开的。张天笑面色平淡，微微点头说道：“好。”目光扫视现场众人，最后视线焦聚到农小道身上。今天会议比较简单明确，主要就一个议题，那就是如何与九中防区内半兽人族搞好关系，能不能，或者说要不要放半兽人族进到登天市区内来。农小道心里清楚，十有八九就是罗阿秀说的那回事。既然连他都得到消息，那就说明这不是什么太隐秘的事情。在九中防区内建设一座战争桥头堡，想法倒是不错，可问题是半兽人族和登天市的人是不是一条心？这点是可圈可点的。凭什么让人家在前面替登天市冲锋陷阵？既然半兽人族拥有自己的智慧，那就说明人家不傻。既然不傻，那会随便拿自己族人当棋子吗？登天市又能给人家什么想要的东西？放半兽人族进到登天市里来与人类混居，眼下而言肯定是不行的。首先登天市内的人自己都还没找准方向，放半兽人族进来，谁管理谁？谁能保证不会出什么乱子？真出了乱子，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棘手的问题。我们的想法是在九中防区内建设一座卫城，派人员过去居住生活，并且也可以通过这座城市了解半兽人族的习性。张天笑说到这里，略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最重要的是可以减轻登天市防线方面的压力。”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在农小道身上，可他倒好，低着头，神游天外，不知道在开什么小差。小道啊，你觉得这事情怎么样？能不能搞？张天笑看着农小道，直接点名问道。农小道这才抬起头来，腼腆的笑了笑：“您这话小子可答不上来，对于这种大事，还得是您和各位市领导说了算。”稍微停顿，又继续正色说道：“哦，对了，这次来市里汇报工作，我主要是想育人一人所所长一职，小子觉得自身能力有限，不足以再领导一人所，所以提出辞呈。”一句话瞬间让会议室里的人都安静下来。开会之前，不少人私底下还在讨论，把九中防区内的战争桥头堡交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去管理，是不是有些太儿戏了点？并不是所有的登天市高层都那么看好农小道以及他身后站着的宫凤凰。登天市的现状岂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改变的？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农小道竟然会对市委领导提出辞呈。要知道，一人所虽然没有什么太强大的战斗力，可毕竟是登天市的两大执法机关之一，背地里惦记着这块肥肉的人可不少。对于农小道任职一人所所长，更是有诸多不满。胡闹！张天笑脸色不由一变。农小道腼腆笑着道：“张老，你也先不要发火，辞呈的事情我已经想了好几天，其实我这个一人所所长当的挺委屈的。”张天笑听着农小道的话，忍不住把眼睛眯了起来。农小道不是那种无缘无故发难的人，一人所所长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除非他不想长久留在登天市内。可如果农小道走了，那龚引元呢？从市委领导的角度去看，指定是不希望两人离开的。龚引元不能离开，农小道就更不能离开了。上次九中防区内猎杀 C 级妖兽玉蟒的事情，就让我想明白了个问题，小子我其实屁都不算。农小道自嘲一笑，九中防区猎杀 C 级妖兽玉蟒，难道是为了最后分赃？市委领导面面相觑，最后给这小子的不少吧？农小道，你可要想清楚，这是在什么地方，自己又是当着什么人，说话要懂得分寸。李永琪沉声呵斥，他倒也不是想责备农小道，只是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让他别说胡话。有些话他或许就是发发牢骚，可对于其他有些的领导而言，反而是种机会。并不是所有的市委领导都觉得登天市没有农小道就不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都是可以的。农小道恭敬点头：“李叔，我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关于一人所所长的事情，是小子深思熟虑的结果。至于九中防区内与半兽人族合作建成的事情，对整个登天市都极为重要，小子也不敢妄议。”说完，起身站起来，后退2步，深深给会议室在场的领导鞠了一躬，感谢各位领导的信任与栽培。今天正式递交辞呈，并且以后不再领导任何与官方有关系的狩猎活动，请各位领导允许。面对农小道，王定川皱起眉头来，他们都有点搞不明白，这小子今天演的是哪一出？准许。说话的人不是王定川，而是坐着的一名老者，声音沉稳淡然。农小道看过去，盯着对方2秒钟之后，再次朝着对方深鞠一躬，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打今天开始，正式育任一人所所长，不再跟登天市领导层有任何关系，并不是农小道突然产生的想法，而真是这2天深思熟虑的想法。迪卡城距离登天市很近，并且里面还有不少物资，适合作为一个临时基地来使用。
登天市内过于拥挤了。龙小道说的拥挤，并不是指人多，而是指势力。他不想有更多的牵绊。这时候不跳出去，如果被指派到9中房区内，那对龙小道而言可是个死胡同啊！从9中房区内是没办法直接去外界的。第161章定海神针。什么？龙小道辞职了？得到龙小道欲任一人所所长一职消息后，不少人都目瞪口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龙小道这个一人所所长干得好好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走出会议室，龙小道刚想下楼，就被身后追上来的陈乐给叫住。龙先生，请留步。龙小道停下来，转身看着身后的陈乐，眯着眼睛笑问道：陈哥，有事儿吗？跟陈乐相处过，也一起在战场上并肩作战过，彼此也算有了解熟悉。陈乐道：孙团长想跟你见一面。孙成虎想见自己。龙小道稍微一愣，干笑2声，问道：必须今天吗？其实现在龙小道并不是很想跟孙成虎、张天笑等人接触，辞呈的事情他已经打定主意，就不会轻易更改。陈乐点头，团长的意思是最好是能留住你，他马上就出来。龙小道耸了耸肩，朝着陈乐摊了摊手。既然如此，那就见吧。楼下一辆越野车里，孙成虎并没有让龙小道等太久，很快就从楼上下来，打开车门坐了进来。开车送小道回去。孙成虎对陈乐说完以后，才转头对着龙小道笑呵呵问道：小子，来城卫军吧，我给你个副团长干干。爱才之心显露无遗。龙小道嬉皮笑脸着说道：孙叔，您可别逗我，副团长我干不了，除非把整个城卫军都给我。孙成虎眯着眼睛笑呵呵道：都给你也不是不行，这些事情其实都好商量。嘿嘿。龙小道摇头：叔，你有事情就直说，跟小子不用客套，但凡能帮上忙的，必定竭尽全力。就算孙成虎真想把龙小道拉过去统领城防军，龙小道肯定也不会去的。城防军是登天市手中最锋利的一杆枪，最后一道防线，他何德何能领导城防军？何况自己有多大的屁股，自己还不清楚吗？孙成虎收起笑容来，皱眉不解地问：好好的，你小子怎么想着把一人所所长给辞了？龙小道笑呵呵说道：没原因，就是不想干了呗。孙成虎打量着他，歪头说道：你是不想去9中防区跟半兽人族接触？龙小道犹豫了下，轻轻点头：只是其一，最重要的事情是小子觉得自己德不配位。德不配位？听到这4个字，孙成虎都忍不住气了出声，笑骂道：你小子几时这么谦虚了？这4个字可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龙小道嘿嘿笑着没接话茬，而是好奇地问道：刚才那位老先生是？孙成虎知道他问的是刚才同意他辞呈的老者是谁，平静说道：登天市统管委员会会长宇文平洲。大人物。统管委员会是登天市领导阶层，而统管委员会长比王定川的官都大。龙小道点头笑着说：哦，以前没见过，不过老先生挺有气势的。孙成虎看着龙小道道：登天市的定海神针。定海神针4个字让龙小道瞳孔猛地收缩，这4个字从孙成虎嘴里说出来，那就不简单喽。龙小道岔开话题，笑着说道：孙叔，正好有件事情想跟你咨询咨询。孙成虎好奇问：什么事情？龙小道说道：就是对出城狩猎政策上，市里领导是什么态度？孙成虎想了想，简单说了2个字：支持。对于市民自发组成探险小队外出，登天市高层已经统一了意见，并不排斥，并且市场上也有极大的缺口，比如说虚拟材料、变异兽、凶兽、妖兽等血肉，以及野外的各类材料，这也都是登天市急需要的物资。龙小道点头：那就好，小子最近想组建一支狩猎小队，长期驻扎在市区外面。孙成虎一怔，看着龙小道说道：这就是你想辞任一人所所长的原因？龙小道笑了笑，轻松说道：对啊，一人所毕竟是官方组织，我这明目张胆的干私活，传出去影响终归是不好的，也容易被人诟病抓小辫子。陈乐故意没把车子开很快，甚至在市区里绕了个圈，最后才停到龙小道住的小区门口。孙成虎在龙小道下车之前，诚恳地说道：你小子好好考虑考虑，城防军对你来说真挺合适的。龙小道笑着点了点头，下车以后目送孙成虎的越野车远去，脸上的笑容才逐渐收敛下去，打着哈欠，懒洋洋伸了伸腰，转身朝小区内走去。市政管理处会议室里，除了孙成虎提前离开以外，其余人都在。王定川看向宇文平洲，直言不讳地说道：龙小道是个好苗子，他提出辞任一人所所长一职，无非是想以此要挟，拿些好处罢了。同意他辞任之后，我们对他的约束手段不增反减，这点您应该能想得明白。我有点搞不懂，为什么要同意他的辞呈？宇文平洲面色淡然，他的年纪跟张天笑相仿，不过满头白发，显得年纪略微大些而已。不同意？难道还要安抚他？一人所终归是执法机构，
已经不合适再由农小道管理了。宇文平洲面色淡然的说完，又继续说道：莫秋霜那个女娃子不错，以前工作也都是她在执行，干脆直接让她继任好了。话外之意，艺人所的情况他们也都有所了解。农小道半吊子，3天打鱼2天晒网，对于人所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多上心。既然他有心辞任，那也未必是件坏事。那龚应元呢？王定川问道。宇文平洲沉默良久之后，淡然道：私下里再派人去接触解除。王定川苦笑着道：这法子有用的话，龚应元早就被人给挖走了。张天笑坐在那里，皱眉沉思着，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觉得农小道辞任艺人所所长一职，怕是没有表面上大家想的这么简单。这小子滑头着呢，何况他自身的身份可一点不比龚应元来的差。但是这事情知道内情的人不多，张天笑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明白，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第162章自立门户。回来了。龚应元看着推门进来的农小道，嫣然一笑，从客厅沙发上站起来。农小道好奇问：慧慧呢？龚应元含笑着说：被王雪儿带着不知道哪玩去了。听说小丫头没在家里，农小道就忍不住嘿嘿一笑，走过来把龚应元抱了起来。干嘛啊？龚应元脸色微红，又好笑又无奈地说：天都还没黑呢。农小道哪管这个，抱着他转身走进卧室，咣当从里面把门关了上。应元姐。农小道低头看着他，笑着道：我今天把艺人所所长的职位给辞了。龚应元稍微愣了下，红着脸抬手搂住他脖子。在他看来，农小道辞职不算什么大事情，艺人所的职位对他们而言完全就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平常艺人所的事情也都是人家莫秋霜在管着，他只占了个位子，甩手掌柜一个。我想把迪卡城给占了。农小道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迪卡城那边不是挺乱吗？龚应元轻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异响。乱是指的怪兽什么的比较多，并且不在防具之内，危险系数比较大。农小道道：但是里面的物资不少，并且地方也挺大的，收拾出来可以作为野外补给点，与出城的队伍交换物资都挺方便的。龚应元满脸红霞，闭着眼睛低声说道：这些事情你自己拿主意吧，我都听你的。床咯吱咯吱响个不停。农小道靠在床头点了支烟，通讯器上数十个未接来电，都是刚才这么会打进来的。他在忙着与龚应元交流，哪有时间接电话。看着几个熟悉的名字，犹豫了下，农小道还是回了过去。老板娘，有什么指示？紫金眼听着农小道嬉皮笑脸的声音，沉默了会，才开口问道：为什么把艺人所所长的职位辞掉？农小道笑着说：意义已经不大，我现在不用艺人所的身份照样吃得开，何况我在艺人所属于占着茅坑不拉屎，招人恨，我挪窝，莫秋霜人家才能上位。紫金眼反问：仅仅是因为给莫秋霜腾位子？农小道迟一下，笑着说道：我想从登天市内跳出去，去城外发展。紫金眼愣了下，抓住重点，好奇地问道：去城外发展是什么意思？农小道笑着道：迪卡城知道吧？紫金眼点头，知道。农小道笑着说：那地方不错，够大，距离登天市也不远，并且保存还算完整，我准备占领下来，改建成一座城外补给基地。紫金眼震惊地说道：你想自己在城外开设私人营地？农小道笑着说：对，就是这么想的。紫金眼沉默少许，苦笑着道：那也没必要放弃艺人所所长的职位吧，在登天市那个职位还是有些用处的。农小道笑着没再解释，是有点用处，可问题是自己老是占着位子干私活，那就有点不像话，哪怕人家明面上不说，背地里呢，还不如现在就先把职位给辞了。其次就是农小道不想当登天市的棋子，他想走自己的路，并且登天市农小道随时可以舍弃，权力这种东西确实会让人着迷。你想什么时候出城去？紫金眼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想了想问道。农小道笑着说：还没想好，应该就在这2天吧。紫金眼迟一下问道：都带着谁去？农小道目光望向床边穿衣的龚应元，笑了笑说：我们一家老小。龚应元、小慧慧还有大黑都要带上，既然要出城，那就不能留下他们。龚应元说的没错，一家人在一起，那可选择就多，随时可以往任何方向撤退，进可攻，退可守，不用再局限在一个地方。挂了紫金眼的电话，又分别给龙阿勇、牛宝、莫秋霜等人回了个电话，大家的疑惑也都是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想不通农小道为什么好好的要把艺人所所长一职给辞掉。晚上家里来了一位稀客，孔雪桃笑盈盈说道：不请自来，有些唐突了，2位不会介意吧？这个女人妖娆的不像话，并且年纪上丝毫看见不出来，已经快40-50岁，眼角连个鱼角纹都没有，从她身上只能看到成熟的魅力。
龙小道耸了耸肩，笑着示意对方随便坐。供应员给对方沏茶倒水，丝毫没有摆什么架子，就跟普通家庭主妇无二。听说小弟把一人所的官位给辞了？孔雪桃妩媚看着龙小道，似笑非笑地问道。龙小道哭笑不得，无奈说道：“这话至少有10个人问过我，怎么我辞掉个一人所所长，让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吗？”孔雪桃娇笑着说：“稀奇倒有点，主要是大家都有点想不明白，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把职位辞掉？”龙小道看着他，平淡说道：“别人看不明白，姐姐应该可得懂。九中房区要开设一个新城，试着与半兽人族互融，市里的意思是想让我过去主持工作。”孔雪桃含笑着说：“这不是挺好的吗？一跃成为一方大员，应该算得上值得祝贺的事情吧？”龙小道摇头，对于别人而言，确实算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对我不是。为何？孔雪桃目光闪烁着，有些不解地问。龙小道耸了耸肩，苦笑着说：“因为我志不在此，其次也不想给谁当棋子卖命干活。”孔雪桃一愣，诧异道：“仅此而已？”龙小道笑着点头：“仅此而已。”孔雪桃娇笑道：“辞了也好，反正对你而言，那个官位子确实也没有那么重要。”稍微停顿，又继续问道：“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龙小道看着他，好一会才笑着说道：“我准备带着一家老小去市区外面居住。”“你要去市区外面开辟新营地？”孔雪桃目光闪烁着娇笑道：“我就说你小子背后肯定还有大招嘛，原来是想自立门户了呀。”第163章，孔雪桃加入。自立门户。听到孔雪桃说到这4个字，龙小道稍微愣了下，然后抬手摸了摸鼻子。他也不清楚自己这到底算不算是自立门户，但内心里确实有自己开创的小地盘的想法。孔女士，不知道你今天前来是为了？龙小道岔开话题，笑问道。自立门户不自立门户，那都是龙小道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孔雪桃含笑着，目光先是瞥向供应员，稍微停留了会，才收回来，慵懒地说道：“最近姐姐闲着没事情干，想要找点事情做，比如说加入某个小队，出城去打打猎兽，狩猎，增加个人收入呀。”加入某个小队，出城去狩猎，增加个人收入。像孔雪桃这样的女人，难道还能缺钱？龙小道苦笑着说：“你今天来不会是想加入我们黑道家小队吧？”哥哥，孔雪桃妖娆娇笑着，反问：“难道姐姐不够资格吗？”资格？作为隐藏职业影子刺客，孔雪桃绝对有资格加入登天市内任何团队。主要问题是，黑道家小队未必能给得上人家想要的待遇吧？孔女士是认真的吗？没等龙小道开口说话，一旁坐着的供应员望着孔雪桃，先开口说道。孔雪桃目光看向供应员，含笑着点头：“当然是认真的喽，否则我又怎么会大晚上的往你们家中跑？”供应员点了点头，平淡笑着说道：“加入我们黑道家小队是可以的，孔女士的资格也足够。不过加入到我们黑道家小队以后，所有的行动以及日常物资分配都需要遵守我们黑道家小队的规则，这是强制性的，不容反驳。对此，孔女士如果没有意见，我可以代表黑道家小队同意您加入。”龙小道皱了下眉头，他可不想让孔雪桃进黑道家小队，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孔雪桃看着供应员，停顿2秒钟之后，才伸手过去：“合作愉快。”供应员面色淡然，与对方手握在一起，微笑着说：“合作愉快。”龙小道得完全把他跳了过去。不过供应员也确实能代表黑道家小队，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喽，老板说说接下来的打算吧。孔雪桃目光再次看向龙小道，含笑着说道，那模样好像龙小道不是黑道家小队的队长，他才是一样。龙小道耸了耸肩，无奈说道：“暂时还没有什么打算。”是真没有，脑海里只有个初步计划，还不是太完善。孔雪桃目光闪烁着问：“城外有合适的地点吗？”迪卡城。龙小道想了想说道。孔雪桃皱了下眉头，犹豫了下说道：“据我所知，迪卡城内并不是很干净，很有可能被什么肮脏的东西占据着。过去探险搜寻物资的人，很少有人能回来。有一群尸鬼。”龙小道点头。尸鬼？孔雪桃思索着说道：“尸鬼不是生物，而是动物或者尸体转化后的产物，它们没有自己的主动思维，只能被动猎食或者被更高级的转化者控制。虽然不难杀，但是数量多了也相当棘手。”龙小道点头说道：“没错，迪卡城内的尸鬼数量不少，但也可以清扫出来。”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具会笑的长发白衣女尸，不知道她是不是更高级的尸鬼转化者。尸鬼转化者除了是阴灵体之外，精神力方面应该也很强大。想要彻底占领迪卡城，那就必须清扫里面的所有尸鬼，并且找到尸鬼转化者。孔雪桃含笑着，若有所思地问道：“黑道家小队现在有几个人？”龙小道道：“算上你，应该还不足10个。主战力：供应员罗阿秀、张涛、
张光亮、肖翠翠、王朝、王雪儿。次主战力李翠梅、张笑楠。算上农小道自己，满打满算也就10个人。慧慧是个孩子，在农小道心里从来没把他算成是黑道家小队的战力。孔雪桃娇笑着说道：“人员不是很充沛哦。”对此，农小道也没有反驳，确实不怎么充沛，但有时候人在精不在多。等孔雪桃离开以后，农小道有些不解地望着龚颖媛问道：“颖媛姐，咱们有必要吸收孔雪桃进来吗？”孔雪桃这个女人是左玉泉的亲妈，左家家主的夫人，不管是背后的影响力，还是个人实力都不小，可不是他们随随便便就能摆棱玩得动的。突然说要加入黑道家小队，能没有目的吗？虽然不知道抱着什么目的来的，可农小道始终觉得他跟黑道家小队未必能是一条心。龚颖媛淡然笑着说：“你觉得孔雪桃今晚上为什么会来？或者说他为什么想要加入黑道家小队？”农小道一怔，摇头苦笑着说：“猜不到。”龚颖媛看着他笑了笑说道：“会不会是跟左家产生了裂痕？或者说他也想像你一样，不希望自己被任何人摆弄操控，想要从眼前的圈子里跳出去？”没等农小道说话，又继续说道：“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孔雪桃要加入黑道家小队，咱们都没有拒绝的理由。人家好歹是个隐藏职业者，战斗力足够，自身能力也足够。”看着农小道笑着说：“咱们要离开登天市，你觉得罗阿秀会跟着咱们走吗？除了罗阿秀以外，其他人呢？会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人心是会变的，并且谁也说不好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想要离开登天市，谁敢保证黑道家小队的人全都会遵从？先说张涛一家，生鲜超市的生意现在并不差，路径也逐渐打了开。在登天市，一家人只要维持现状，甚至都不用去工作以及去野外涉险。再说王雪儿、王朝姐弟常驻野外，代表着危险系数呈几何倍数增长，没准晚上想睡个踏实安稳觉都做不到。在没有得到大家的亲口确认之前，谁都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跟着一起去。去有愿意去的想法，不去也有不愿意去的理由，但是这些东西事先都要考虑进去才行。第164章公务繁忙。罗阿秀把车子停到小区门口，并没有急着下去，而是在车内点了支烟，皱眉思考起来。来之前他已经知道农小道辞掉了一人所所长一职，但是不清楚农小道今天召集黑道家小队成员有什么事情要宣布，自己还要留在黑道家小队里面吗？如果不留，手里这套玉蟒幼崽怎么处置？归还回去？他肯定不愿意还回去，但玉蟒幼崽毕竟是加入黑道家小队才能享受到的福利。哎，难办呀。罗阿秀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句，这会儿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离开一人所不现实，黑道家小队只是个私人组织，但是一人所不是，一人所属于登天市正规军，有编制的部门，外面的人托关系找人脉，削尖脑瓜子想往里面挤都还挤不进来呢。自己辞职离开，那不是脑瓜子被打放屁混沌了吗？农小道离任一人所，空缺出来的一人所所长一职已经有消息说会落在莫秋霜手上，这没什么值得推敲的，毕竟哪怕是以前农小道任职一人所所长的时候，一人所内的大小事务也都是人家莫秋霜在管理，且莫秋霜本身就是一人所的副所长，等级、编制、能力都符合。罗阿秀从来没在内心中觉得自己是农小道的人，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个墙头草，哪里给自己甜头利益，自己就倒向哪边。是现实吗？或许吧，但是谁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难道不正常吗？世间的人又能有几个超脱世俗，还不都是大俗人一个吗？罗阿秀深吸了口气，打开车门走了下去，紧了紧衣领，外界的温度好像比前几天又冷了不少。是冬季要来临了吗？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改变的还有环境，以前的四季乃至是时间都有点不适应现在的世界了。罗阿秀本来想敲门，发现房门是虚掩着的，所以直接打开门走了进去。秀秀阿姨好。小慧慧见到罗阿秀，眯着眼睛乖巧地喊了一声。罗阿秀笑着蹲下来逗了逗小慧慧，目光扫视客厅，发现其他人都在，就等你了。龙小道脸上平淡，朝着罗阿秀招了招手，示意他随便坐。罗阿秀干笑两声，坐到沙发上，解释道：“今天所里有点忙，所以来晚了，咱们是有什么行动吗？”是。龙小道也没有废话，直截了当地说道：“我已经和尹媛姐商量好了，准备带队过去把迪卡城清扫出来，以后把居住地点转移到迪卡城去。”罗阿秀瞪着眼睛，有些目瞪口呆，他有点没听明白龙小道这话的意思。什么叫把居住地点搬到迪卡城去？罗阿秀试探着问。龙小道面色平淡，抬头看着他，就是说我们要在登天市之外再独立建设一个聚集地，并且未来或许可能长期居住在那边。脱离登天市，自己建造个聚集地，这能行吗？野外怪兽横行，各种危险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并且脱离登天市，
那不就等于说是要把登天室内的拥有一切都放弃？比如说一人所的职位也要放弃吗？罗阿秀显然是接受不了的，所以眉头皱得很厉害。虽然没有张嘴反驳，但是决断已经做好了，自己不可能舍弃一切陪着他们去疯狂的。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来。龙小道面色淡然地说道，意思已经很明确，今天这个会议不是叫大家伙来商量，事情他们已经决定了，就这么去做。至于大家要不要跟随，这个是可以商量的。王雪儿转头看向弟弟王朝，而后者脸上没有忧虑，反而极为兴奋，能从他眼神里理解出来含义来。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他是龙小道的铁粉小迷弟。王朝觉得龙小道这个主意棒极了，内心苦笑了下。如果王朝去，那王雪儿知道自己也肯定要去的。张涛沉声说道，我们一家子没什么意见，都听老弟你的，你说什么时候走，我们回去收拾收拾。话让罗阿秀皱了下眉头，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张涛一家人，他们舍得放弃现在在登天市拥有的一切。张涛是一家之主，他的话就等于老张家人一家子所做的决定。王雪儿迟疑了下，紧跟着开口说道，我跟小超也没有意见，一切听尹媛姐跟队长的。罗阿秀有些无语，脸色也越发难看，犹豫半晌之后才咬牙说道，公务繁忙，我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离开登天市，尤其是没办法常住在登天市外面。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自己不可能为了黑道家小队舍弃自己在登天市内拥有的一切。对此，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以前龙小道其实对罗阿秀很看好的，也希望他能成为黑道家小队的核心人员，但现在看来好像有些希望过高。不过换位思考一下，也不难理解对方。罗阿秀会拒绝前往，公应员已经预料到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无条件选择支持黑道家小队。龙小道点头，平静说道，可以。罗阿秀干笑两声，迟疑了下说道，那枚玉蟒卵我已经孵化了，认主以后没办法再还回来，我用货币点支付玉蟒幼崽的费用，这条玉蟒幼崽算卖给我的，行吗？他手里的玉蟒幼崽也是内心中最在乎的东西，其他的罗阿秀都不怎么在意，也不觉得有什么地方欠黑道家小队的。龙小道刚想开口，一旁的供应员淡然笑着抢先说道，可以，现在市场上一条玉蟒幼崽的价格大概在6000货币点左右，不急着还钱，可以分期，每个月都还一点。市场上确实是有玉蟒卵出售，价格也是6000左右，不过有价无市，这个价格想买到玉蟒卵也不是太容易。罗阿秀没说话，而是抬头朝龙小道看了过去。龙小道耸了耸肩，笑着说，一枚玉蟒兽卵我觉得可以卖到2万货币点，6000站着有点便宜，不过既然尹媛姐开口了，那咱们就按照这个价格计算。罗阿秀皱了皱眉头，心里有些难受，也感觉不是太痛快。他刚开始并不是真想给钱，就是想客套，哪成想这群人还真想把自己手里的玉蟒收回去啊。好，我每个月大概可以偿还100货币点，6000货币点要他还几年的。第165章独立的安全区。龙小道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初玉蟒幼崽说给他留着，等他转正的时候再给，是他自己强行索要走的。现在归还也不是龙小道等人提出来的，是他自己觉得不好意，说要把玉蟒幼崽以货币点方式买下来，还回来可以啊，这本身就是黑道家小队的东西，何况他也没给黑道家小队出过什么力，主动还回来，说明他是从心里想退出黑道家小队。既然人家想要走，那咱们完全没必要拦着。龙小道可从来没说过不跟着他们离开就要退出黑道家小队，这话来完全是对方理解的。每个月偿还100个货币点，6000信用点，要罗阿秀偿还5年。其实如果他肯拼命，那1年左右估计也能赚到6000货币点。不过这些东西龙小道等人是没法说的，登天市以后也不会养闲人，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一人所未必就是什么安乐窝。罗阿秀打了个招呼离开，龙小道与供应员都没有阻拦，甚至客套的亲自把他送到门口，目送他进电梯。老张，生鲜超市可以先开着，咱们团队也需要有个对外销售物资的通道。龙小道看着张涛想了想说道，至于迪卡城的事情，前期需要把里面的尸块都清除干净，再布置好一定的防线，才能达到居住环境，所以前期工作还是以战斗人员为主。小道哥，我算是战斗人员吗？张笑南突然举手眨了眨眼睛问道。其他人忍不住一笑，谁心里都清楚张笑南不是战斗人员，但绝对算得上是黑道家小队的核心人员。龙小道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不是战斗人员，但是出行可以带上你。嘻嘻，那就好。张笑南松了口气，老老实实的又坐回去。他就是想问问，这次出门要不要带上自己。张笑南虽然不是主战人员，但他是合成师，对小队辅助能力很强，尤其是他的合成术是组成黑道家小队经济来源的重要支持。龙小道肯定地说道，合成术很牛逼，并且价值凸显的不是一丁半点。假设一头地狱猎狗的尸体可以卖10个货币点，
那100头地狱猎狗的尸体运送回来，增加各种成本不说，价格也不会高于1000货币点。但是经过张孝南的合成术，100条地狱猎狗合成为1条地狱猎狗，那这只地狱猎狗的价值转身一变不会低于10000个货币点不说，运送成本也将会大大降低。张孝南一个人顶得上一支几百人的团队，这不是笑话，也不是称赞，而是实打实的事实。首批出城人员，我领队，龚应元跟随，慧慧跟随，王雪儿、王朝姐弟，张光亮、肖翠翠两口子，还有张孝南。除了张涛与李翠梅两口子以外，黑道家小队等于全员出城。以前都有回归日期，比如说上午出去，下午回来，但是此次黑道家小队出城不设回归日期，也就是说并不是出去一天，也不会当天出城当天回来。接下来就是准备工作，首先就是车辆问题，因为是长时间离开，并不设具体回来期限，所以交通工具准备方面必须要充沛。再具体一点，就是燃料方面一定要带足。除铁甲战车以外，常用车辆需要2辆越野车，然后最好再来1辆卡车，比如说重卡，机动性强，越野能力足，并且载重量还够大。前几次出去，黑道家小队都是小打小闹，并没有想着从野外搜集携带回多少货物，但这次出去必须要携带很多东西，所以需要重型交通工具。龙小道打电话给牛板，重卡有行动吗？这次想去哪里？一起啊！牛板听到龙小道的要求，眼神瞬间就是一亮，嬉笑着说道。龙小道迟一下，了声，说道：有行动，但是不合适大家一起干。简单说，我们黑道家小队想把迪卡城打下来，并以此作为城外据点，长期持有。牛板觉得自己小脑瓜有点转不过弯弯来，通过通讯器看着龙小道，眼巴巴地问：把迪卡城打下来，长期占据是什么意思？龙小道道：简单理解就是，我想在城外开辟一个独立的安全区。独立的安全区？牛板瞪大眼睛，张开 O 型小嘴。你想离开登天市，去自立门户？莫等龙小道说话，又继续瞪大眼睛问道：这就是你辞任登天市一人所长的原因？龙小道笑了笑，摇头说：肯定不能说是啊。牛板歪着小脑袋，还想再问什么，被龙小道给打断：别啰嗦，能不能搞到重卡？牛板眨了眨眼睛说道：搞肯定是能搞到呀，不过重型卡车前段时间已经被市里列为重点管制车辆，很多卡车尤其是重卡都收缴上去，成了专门的重卡运输公司。龙小道稍微愣了下，这事情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牛宝实话实说道：重型卡车哪一家都有几辆，但数量也都不是很多，宝贝的不行，毕竟出去狩猎运输有重型卡车会方便很多。龙小道想了想问道：市场上重型卡车什么价格？牛宝犹豫了下说道：重型卡车价格不会低于300货币点，并且还不好买。300货币点相对而言并不算低，可现在登天市估计已经没有了自产重卡的能力，除非出现此类职业者。对于机械师而言，改装出几辆重卡车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主要是得有足够的材料。你们牛街有没有机械改装师，或者是跟机械改装有关的人才？龙小道想了想问道。牛板眨了眨眼睛，干嘛？想要挖我们牛街的墙角呀？龙小道笑了笑，摇头说：没有的事情，就是需要几名这方面的人才。建筑改造类人才也比较急需，如果有的话可以介绍介绍，当然也不用非你们牛街的人才不可，其他组织的也行。挖谁的墙角不是挖，只要价钱给到位，理论上没有挖不走的墙角。第166章再次出城。重型卡车找到了，但是职业项的机械改装师没找到。除了车辆以外，龙小道还给龙阿勇打电话，搞了批武器装备。虽然热武器对野外的怪兽杀伤力已经相当有限，但有时候用得好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关于龙小道等人的动作，其实都在登天市上层领导关注中。王市长，龙小道想要带着龚应元母女离开登天市，去外面开辟什么安全区，这不是瞎胡闹吗？李永琪推开王定川办公室的门，走进来气呼呼地说道。龙小道走不走的他倒不是很在乎，但是怎么可以拐走龚应元供凤凰呢？这可是登天市的未来之星。王定川面色淡然，抬头看着他反问：你出面能拦得住龚应元不走，还是能拦得住龙小道不离开登天市？李永琪瞪着眼睛，王定川说的2点他都做不到，半晌之后才气呼呼地说道：难道咱们就这么看着他们出城？王定川没有回答，也没有发笑，而是皱眉反问道：你觉得是龙小道对登天市重要，还是龚应元对登天市重要？李永琪想了下，肯定地说：自然是龚应元，对方是全球艺人排行榜前100名的绝对顶级人才，不管放在哪里都是拥有核心地位的人员。王定川道：不管是龚应元还是龙小道，其实对登天市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像我们这么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么觉得。李永琪沉默了，
登天市不是他们的一言堂，整个登天市领导层是由管委会进行牵制，并且还要听从上级领导的指示与分配。他们认可的人才，甚至是全民领主世界主神系统认定的人才，那不属于人家管辖，或许非但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反而还会想方设法的去毁灭掉。龙家、左家等等这些世家势力，也都是牵动登天市幕后暗流涌动的导火索。王定川道：“让农小道他们去吧，或许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毕竟是老了，用以前的思维来治理现在的城市，未必可取。”李永琪，整个登天市相对而言还是很平静的，并不会因为一两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离开就陷入混乱。罗阿秀知道农小道等人要出发，所以这天早上他特意过来送行，坐在车子里目送他们启动车队，缓缓朝市外开去。皱了下眉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孔雪桃一身棕色紧身皮衣，成熟与野性共存，这身打扮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确实把大家都给惊艳到了。重型卡车他来驾驶，副驾驶上坐着张笑南。丫头，姐姐好看吗？孔雪桃一边驾驶着车辆，一边转头看着张笑南，嫣然一笑，问道。张笑南被他搞得都有点不好意思，老老实实的点头说道：“好看。”一点都不显老气，反而身上那股子成熟自信的魅力，会不由自主的把人吸引进去，让人着迷。姐姐也觉得自己很好看，哥哥，你觉得你们老板怎么样？孔雪桃娇笑着问。老板？张笑南知道孔雪桃嘴里说的老板，就是黑道家小队的队长农小道。很好呀。重卡驾驶室里的视野很好，因为车大底盘也高，所以视野比较宽阔。前面是2辆经过改装的越野车，自己哥哥张光亮与嫂子肖翠翠打头，后面是王雪儿、王朝兄妹俩，而在重型卡车后面才是农小道驾驶的铁甲战车。孔雪桃含笑着问道：“那你觉得你们老板娘呢？好不好？”张笑南点头，有些心不在焉的说道：“也挺好的呀。”孔雪桃咯咯娇笑道：“你喜欢老板，对不？并且在你心里还有点讨厌龚颖媛，因为你觉得她是个小寡妇，还带着个孩子，根本就不配跟你的小道哥在一起。”张笑南脸上猛然一变，焦急解释道：“才没有，你不要胡说哦。孔雪桃是什么人，并且她的技能舌灿莲花，岂是个小丫头片子能抵挡的？”目光闪烁着，咯咯娇笑说道：“放心，姐姐不会对别人乱说的。而且，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你跟咱老板在年龄上才最般配。”这时候，农小道的声音在重卡车内响起来：“孔雪桃，你特娘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情干？笑南还是个孩子，你逗他有意思吗？你再他妈废话，你就给老子滚蛋！”事先农小道在重卡车内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只是没告诉他们。孔雪桃听到农小道的声音，抬头朝摄像头的方向看了眼，娇笑道：“大早起的火气就这么大，小老板你的肝一定不好。”张笑南则满脸通红。农小道虽然是在骂孔雪桃，但是自己刚才与孔雪桃的对话，想必龚颖媛也听到了吧？自己确实有点喜欢农小道，可绝对没有孔雪桃说的那般讨厌颖媛姐啊！他可千万不要误会，别没话找话，好好开车。一会出城以后，注意照看好笑南，他要出了什么意外，唯你是问。”农小道冷声着说道。孔雪桃咯咯娇笑着回道：“收到。”对于农小道的话语丝毫不放在心上，他骂他的，自己笑自己的，私底下该聊什么聊什么。歪头瞧了眼张笑南，咯咯笑着说：“没事，姐姐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张笑南靠在座椅上，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无奈说道：“你快拉倒吧，我喜欢小道哥，也喜欢颖媛姐，你要再在这里挑拨离间，我就跟你翻脸了。”“哟，哥哥，跟你开个玩笑，还真生气了。”孔雪桃娇笑着，她是老油条，怎么会跟个小丫头片子生气？哼！张笑南把头扭向旁边，不想理你啊。孔雪桃笑着摇了摇头。车队很快就开到城方县附近，这车出城，除了全副武装以外，黑道家小队也带足了食物、饮用水等必备的生存生活物资。这次出去最少要几天以后才会回来。第167章地狱猎狗王。出城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丝滑，直接放行，连最基础的盘问都省去了。不知道是指针对黑道家小队，还是登天市的政策改了，往后出入城市都是这般。刚出市区就碰见了一群地狱猎狗。头儿，这群地狱猎狗数量不会低于8000只，是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大一群，打不打？对讲机里传来王朝兴奋的声音。后面压阵的铁甲战车被农小道一脚油门给前面的重卡超越过去，来到队伍最前方。丛林里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的地狱猎狗，个头大的跟小牛犊子似的，个头小的也跟普通猎狗似的。农小道有些诧异，嘟囔着说道：“怎么会冒出这么多地狱猎狗来？以前出城的时候，就算前2天遇见的地狱猎狗群数量还没眼前这么庞大。”
很多地狱猎狗明显都是刚出生还是半大的幼崽，但是生长速度很快。地狱猎狗是杂食性肉食动物，并且身上携带瘟疫虫菌，它的肉是能吃的，但是一定要煮熟以后才能食用，否则会让人患病。但非必要，不建议使用地狱猎狗的血肉。当然，这并不说明地狱猎狗的血肉在城内就不受欢迎，它们不实用，有些市民却愿意高价购买，毕竟也是凶兽之肉，食用之后可以滋补肉身。时间：上午9点。地点：刚出城，距离城市防线不足500米。在这么近的距离出现这么多地狱猎狗，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地狱猎狗在野外的种群已经相当庞大。地狱猎狗繁衍速度快，并且它们在野外，尤其是城市防线附近，并没有太多的天敌。供应员看着车窗外密密麻麻的地狱猎狗，平静说道：“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这群地狱猎狗已经围困过来，要不把它们清理了，车队都没办法启动。”龙小道若有所思地想了想，并没有急着下达命令，而是打电话给陈乐。陈乐更是意外，没想到这个时候龙小道竟然会给自己打电话。龙先生，有事情吗？龙小道笑着问道。陈哥，收地狱猎狗的尸体吗？陈乐稍微愣了下，肯定地说道：收，1头地狱猎狗的尸体可以卖到3枚货币点。龙小道笑着道：价格还不错，正好我们手里有一批地狱猎狗要卖，就在城市防线外面不远，能派几辆车过来帮忙拉一下吗？陈乐沉默片刻，点头说道：可以。龙小道挂了电话，才拿起对讲机来说道：杀一波，能清理多少清理多少。是。前后车队的车门都打开，包括张孝南都走了下去。昨天龙小道给他了一本蓝色精英级别的兵剑术技能书，让他拥有了一定的攻击手段。机械战队列阵，骷髅兵出来吧。龙小道也没有留什么后手，直接把能召集使用的兵员全部都拿了出来。12名机械战士，26具升级大刀骷髅兵列成2个方阵，开始迎着地狱猎狗屠杀。地狱猎狗看似凶猛，种族庞大，但是战斗力而言，只能是最初级的，倒不是很难杀。对于黑道家小队来说，清扫起来也没什么困难度。成群的地狱猎狗一眼望不到头，因为前方有2支兵团帮黑道家小队成员阻隔了一定的压力，杀起来比较省事。龙小道的想法就是把这支地狱猎狗群杀退，战场留给陈乐带人来打扫，他们继续赶路。头儿，这群地狱猎狗是不是把恐惧与疼痛基因给进化没了？咱们都杀了他们这么多，怎么还是不要命的朝咱们冲过来啊？王朝把进入嘴里的地狱猎狗血往外面呸呸的吐了2下，瞪着眼睛疑惑说道：地狱猎狗模样虽然吓人，又是地狱种族，但是杀多自己也知道恐惧会退缩。可眼前这群1个多小时下来，他们至少杀了上千头地狱猎狗，却依然没有恐惧要往后退缩的意思。龙小道看着远方山头上，淡然说道：有2种可能，第一种就如同你说的这般，这群地狱猎狗把恐惧与疼痛基因进化没了，不畏生死，不把咱们杀掉，誓不罢休。如果是这样，那登天市的防线怕是就要更吃紧了呀。王雪儿皱眉询问：那第2种可能呢？龙小道平静说道：第2种可能就是这群地狱猎狗中进化出了地狱猎狗王，在王级的等级压迫下，地狱猎狗群只能冲锋，不能后退。王朝道：我怎么觉得2种可能，不管哪一种，对登天市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呢？地狱猎狗基因进化也好，进化出了地狱猎狗王也罢，都会潜移默化的加大对登天市的威胁。龙小道耸了耸肩，没错，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以前地狱猎狗这样的族群是不会主动前往城市边界线挑衅的，只会在外围游走，怕是从以后这种观念就要改一改。登天市的防守压力加大，就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过来维持边界，不能让怪兽族群突破进去。可在附中、9中防区那块，同样要布置庞大的兵力，以防里面的几大种族突袭出来。内忧外患啊！或许市里领导已经在做打算了吧，在城市内建设更小的防御圈，更坚固，也更容易防守。等到最外围防护体系扛不住的时候，就撤进更小的防护圈里去。但是那样就需要舍弃一部分城市领土以及一部分市民作为代价。其实不仅是市里领导在部署小防卫圈，登天市内各个势力、家族也都在布置属于自己的防卫圈。除了防范凶兽以外，还要防范登天市内的人。希望虚拟堡垒能快点合成组建出来吧。龙小道嘟囔着说道：领主世界的主人系统不会无缘无故做那些虚拟材料出来的，大概率是现实中的人类跟那些移民过来的领土以及种族相比，非但没有了优势，反而已经处在极大劣势当中。第168章出售猎物。队长，咱们要不要上去帮忙？陈乐身边站着的队员低声询问道。远远看去，就像是一群地狱猎狗把龙小道的车队围困在中间，如同水中一叶扁舟，极为危险。陈乐面色沉稳，摇头说：不用，我们等他们把地狱猎狗群打退。这次来，他们主要是过来打扫战场的，
农小道以每头地狱猎狗尸体3枚货币点的价格，把这群地狱猎狗卖给了城防军。如果他们上前帮助厮杀，地狱猎狗数量就不好统计了。最重要的是，如果造成城防军的伤亡，陈乐回去没办法解释和交代。来之前，命令里没有交战的指令，来之后也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命令，所以哪怕陈乐想下去帮忙，都做不到。3个小时，龙小道领着黑道加小队的人，从早上出城，一直杀到中午，至少消灭了3、4千头地狱猎狗。这时候，地狱猎狗才如潮水缓缓退去，总算杀退了。王朝心有余悸，越是杀到最后，他觉得自己心里底气越是不足，甚至都有几次想跟农小道提出撤退的请求，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不仅仅是王朝，其他人也都不例外。长达3个多小时的厮杀，疲惫感不是言语就能形容出来的。不少人心里都在打退堂鼓，甚至连农小道心里也都没有最初时候那般坚持。因为野外的情况变快太快，说是瞬息万变都不为过。在野外，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农小道觉得，这或许也是登天市为什么没有人阻拦他们出城的原因吧。如果眼前这一幕被预料到，那他们的下场也不难猜测到。人数太少，野外危险性评估不足，只能选择先退回登天市市区。龙小道把目光看向公隐元，而后者则是平淡笑了笑，转身带着小慧慧回到了铁甲战车里面。意思很简单，咱家的事情你做主，你说怎么做，他们都接受。是继续出发，还是回去，选择权在龙小道手中。龙小道转身朝着不远处陈乐等人走了过去，笑着说道：“陈哥，实在是不好意思，没想到货量有这么大。那什么，地狱猎狗数量能多点吗？多点吗？”陈乐板着脸摇头：“应该没关系，价格每只3个货币点，你能接受价格，我们这边就能接受数量。痛痛快快，没有丝毫犹豫和磨叽，军人的干练尽显无疑。”龙小道点头道：“地狱猎狗的数量大概有4000头左右，清点有点费事，我们还要急着赶路。你看这样行不？咱们估堆算，就按3000头计算，我们拿上货币点继续赶路，你们自行往回运输。”陈乐道：“我需要打个电话请示一下上级领导。”龙小道点头，人家要请示谁，他没问，而是站到一旁等着结果。是，好的。陈乐打完电话后走过来说道：“好，就按照你说的数量计算。”说完，交割给了龙小道9000个货币点。有了虚拟手环以后，像这种实时转账就成了件非常容易且不受地域限制的事情。拿着货币点，龙小道回来以后，招呼大家上车，继续出发，目标迪卡城。回去，出都出来了，就这么被一群地狱猎狗给吓回去，那传出去还不让人传成笑柄啊？车队继续前行，不过领队变成了铁甲战车，2辆越野车在后面护卫孔雪桃驾驶的重卡。前天迪卡城距离登天市只有5公里距离，但今天这个距离已经扩大到了7.5公里，硬生生又拉出来了2.5公里，证明着虚拟吞噬覆盖现实的速度并没有放缓慢。尤其是人员稀少的地方，人员数量越是稀少，越没有人驻扎，那虚拟覆盖的速度也就越快。为什么登天市以及登天市周边不明显？因为登天市内居住着高达2000万的人口，人口数量越高越密集，这种覆盖速度也就越缓慢。前2天你们出来，迪卡城也是这么干净。铁甲战车停在迪卡城外的广场上，公隐员看着外表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迪卡城，有一些诧异地问。龙小道点头，对，前2天来也是这样的情况，不过里面的情况并不是太乐观。已知的有尸魁，但是没找到尸魁转化者，除非是尸魁以及尸魁转化者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寄居者，暂时都是未知的。登天市某座豪宅内，记住，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他们的命。如果他们再活着出现在登天市，那你们都要死。明白了，一定不会让毕军失望的。去吧。黑衣人躬身行礼，下一秒，嗖嗖嗖，升起一团烟雾，集体消失在房间内。同一时间，龙家老宅，龙城隍恭敬站在龙家老爷子面前，而龙家老爷子则是躺在一张黄花梨木打造的躺椅上，闭目养神。城隍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作为龙家3代翘楚，为人处事着实是差了些。半晌之后，龙家老爷子才缓缓开口说道，话顿时让龙城隍脸上一黑。要知道他可是龙家第1顺位继承人，所有长辈都承认的龙家3代第1人，现在龙家老爷子这番话等于是丝毫不加以掩饰的对其批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在龙家老爷子这里，龙城隍已经不被看好了，甚至有可能他这位3代第1的身份都有可能被剥夺下去。但是龙城隍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他农小道算是个什么东西，也配与自己相提并论。如果不是走了狗屎运，傍上公隐员那个2手寡妇，哪里能显得出他来？早就忘记了当初被大庭广众之下被农小道一重剑劈飞的事情。城隍啊，登天市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登天市，
而我们龙家也不再是以前的龙家，你这种恃才傲物的态度要改改才行喽，不然未来在龙家，你的话语权只会越来越低。龙家老爷子说完，抬手挥了挥，示意他可以走了，没有具体交代任何事情，只是叫龙城隍过来罚站了半天。可龙家老爷子的态度上已经很明显，越来越不看好他这位3代继承人。第169章分区占领。龙小道领着黑道家小队成员抵达目的地迪卡城，时间已经是下午了。这次出来，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大量应急所需的食物和水。虽然知道迪卡城内可用资源不少，但是有备无患嘛，万一用到手头上没有，是会死人的。来，大家先过来吃点东西。龙小道把众人都喊过来，并没有急着进入迪卡城内部。孔雪桃走过来，疑惑说道：“你们上次来这边也是如此安静吗？”要说出城，孔雪桃还是第一次，但并不代表着他对野外的情况就丝毫不了解。在出来之前，他早就购买了大量关于迪卡城乃至是迪卡城周边的资料，有近期附近的，也有以前的，所以要说了解这块，或许龙小道等人都还不如他。龙小道点头，确实挺安静的，上次来也是。孔雪桃皱眉，打量着迪卡城的方向说道：“有点怪异呢。照说在这野外，迪卡城不应该保存这么好，也不应该这么安静才对啊。”龙小道耸了耸肩，至于为什么，他也不清楚啊。反正就知道迪卡城里面有尸魁，但是暂时还没发现尸魁转换者的具体踪迹，这些都是他们接下来要解决的事情。供应员面色平淡，他也对迪卡城能保存这么好有些不解。保存的完成还不好吗？保存的完成就省得咱们专门来修缮它了不是？王朝嘿嘿笑着说。张孝南朝着他板着脸，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用修缮是好处，但是保存这么好，让野外的凶兽、各类种族都不敢靠近这里，那就说明里面存在致命的隐患。他们来的目的不是搜刮财物，如果是单纯的搜刮财物，那或许还不用考虑这么多。他们想要把迪卡城占为己有，并且是长期持有占据这块地方，那对迪卡城的清扫就必须要彻底。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满打满算的黑道家小队才多少人呀？就凭着他们这点人，就想把超过20万平米的迪卡城占据并且守住，貌似有点不太现实。这一点就算没人讲出来，龙小道也想到了，完全占据迪卡城确实不现实，防守不过来是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面积太大，说不定会四面漏风。压缩饼干、真空包装的鸡腿、人手1瓶可乐，再加上1瓶水果罐头，这些东西别说是在野外，哪怕就算是在登天室内，都算得上是比较奢侈了。再过几个月，像这种真空包装的卤味，如果过了保质期，那可就再也吃不到了。就算有代替品，那也仅仅是代替品，现在养鸡场都没有了，以前的鸡也已经进化了，原汁原味的鸡腿，吃一根少一根。别说没什么好怀念的，记忆中的滋味都是值得怀念的。迪卡城这么大，咱们需要划分成片，不用全都占据下来。你们觉得哪块合适咱们日常居住生活？龙小道边吃边问道。王雪儿抬头看着6层楼高的迪卡城，虽然迪卡城只有6层楼，但是它的高度远远不是6层居民楼那种高度可比的。迪卡城每层的挑高是8米，一楼与顶楼更高一些，所以迪卡城整个高度超过50米，并且它还分 A、B 区，周边还有配套的写字楼、居民楼，不过都在迪卡城后身，有些甚至是刚建设完工，还没投入使用。迪卡城前面的大广场占地大概有6个足球场大小，不但大，并且视野也相当的好。小道哥，你觉得迪卡城顶楼怎么样？王雪儿看着迪卡城顶端，若有所思地说道：“上面视野开阔，并且如果前面有怪兽群过来，咱们直接可以从后面跳楼逃走；如果后面有怪兽群过来，咱们也可以从前面跳楼离开。”王朝忍不住从旁接声问道：“那如果前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都有怪兽群围攻过来，咱们该往那边跑啊？”王雪儿白他了眼，冷冷一哼：“你手上那个鸡腿是不是变质了？来，拿给我看一看，如果坏掉的话，就不能再吃了。”说着就要把王朝手里的鸡腿接过来，吓得王朝急忙躲向一边，撇嘴说道：“得了吧，你又想骗我的鸡腿吃？再说，你让投评评理，我说的有错吗？你的设想本身就不是太全面嘛。”王雪儿瞪他了眼，然后才朝着龙小道说道：“小道哥，我们要驻扎在这里，就需要提高警戒范围，最少要远程监控500米，甚至是1公里外怪兽群的动向。”王朝说的没错，或许会出现四面八方都有攻击对象来袭的情况，问题是咱们在迪卡城内部也会遇见啊。在楼顶上或者是最上层，至少视野是开阔的，咱们可以提早发现情况，然后再进行判断和分析。龙小道点了点头，赞同王雪儿的想法，也觉得他说的很在理。张孝南开口问道：“咱们生活在迪卡城顶楼，如果下面的路径出口被堵死了，那咱们怎么从顶楼跳下来？那可是50-60米高呀，用降落伞吗？”王雪儿想了想说：“降落伞要准备，但是我们也可以使用绳索，
多固定几个绳索，多准备几条逃生通道。供应员笑了笑，但是并没有出声打断大家的讨论。但是他觉得，如果把逃跑放在最前面，那其实占领迪卡城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了。既然来了，占领，并且想长期持有这里，那为什么还要逃跑呢？跑了以后跟不来有什么区别？要论舒服程度，处在野外区域里的迪卡城绝对没有住在登天室内舒服。至少登天室内有大大小小的防护圈，又有城防军，夜里能睡上安稳觉，不用太担心家被端了。但是在外面不一样，生活在野外等同于没有安全区，随时随刻都要保持战斗状态。当然，话又说回来，生活在末世中，不管在哪里，都已经没有算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了。只有自身强大，才能抵御各种危险与威胁的到来。第170章定点迪卡城6楼，有什么意见没有？龙小道把目光看向孔雪桃。孔雪桃想了想，笑着道：“雪儿说的也有道理，顶楼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据点是可行的。”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虽然楼层高度不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并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看着龙小道收起笑容来，咱们既然出来了，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一个稳固的野外安全区，如果连这点都保证不了，那出来干嘛？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还不如不出来呢。龙小道笑着抬手给他竖了根大拇指，好有道理。然后转身对着黑道家小队成员说道：“都听到了吧？咱们出来不是为了散心，也不是为了搜寻物资，是寻求在脱离登天市的基础上，打造一个稳固的安全社区，这才是咱们最终目的。”龙小道说完，转头看向迪卡城顶层，目标迪卡城6楼。说完，挥手把大刀骷髅编队召唤了出来。26具大刀骷髅可以组成2支骷髅编队，每支13具，再加上铁甲战车携带的一队12名机械战士，辅助兵种。黑道家小队有3队，除此之外，黑道家小队成员每人各有一条 C 级妖兽御蟒战宠。兵力方面不能说有多充足，但是也不算是很低。供应员走过来，缓缓抬起头来，身上充斥光明。我以光明女神的名义赐予你们祝福，愿光辉与你们同在，光明护甲。每名黑道家小队成员身上都被霞光包裹，最终形成了一套透明防护层。大刀骷髅兵、机械战士、C 级妖兽御蟒战宠都不例外。王朝惊喜道：“引援姐，这是群体防御术？”供应员笑了笑，微微点头。他很少在大家面前使用技能，亲自上战场的时候也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超级牛逼。大光明术的升级版光明护盾，护盾可以维持45分钟，被攻击后会持续减弱，等护盾消失以后再来找我给你们加。大光明术贼牛逼，除了能解除负面效果，攻击黑暗属性生物，还可以加血，现在还能给个体加护盾。有供应员在，等于黑道家小队有了个后方大本营，可以随时回血补给。出发吧！龙小道放出神圣护甲，手里多出一团火焰，头顶上漂浮着亡灵之火，身后跟着王雪儿、肖翠翠、张笑南3人，在后面一点是供应员和小慧慧，最后王朝、张光亮以及孔雪桃压阵。前面机械战士、大刀骷髅兵游走开路。刚进入到迪卡城内部，就遭遇到了大量的尸魁，清扫工作开始。引援姐，不行，累死了，赶紧给我补个血，恢复能量。王朝退到供应员身边，吐着舌头嗷嗷叫着道。供应员笑了下，一道大光明术打在他身上，多出来的些伤口肉眼可见的恢复，脸上的黑气也随之消失不见。大光明术把王朝身上的毒素顺带也给清除了下去。嘻嘻，王朝蝈蝈你吐舌头的时候，比大黑还像狗狗哦。小慧慧笑嘻嘻的说道。王朝假装凶巴巴的朝他瞪了一眼，哼道：“臭丫头，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是在骂我狗呢，信不信我收拾你一顿？”哥哥，小慧慧朝他吐着舌头做了个鬼脸。从下午1点多进入到迪卡城，来到6楼以后，已经杀了大约有4-5个小时。尸魁等级不高，但是数量贼多，不知道这么多的尸魁都是打奶冒出来的。供应员虽然能恢复血量，给大家加护盾，却没办法恢复队员们精神上的疲惫。别小瞧了慧慧，小丫头并没有闲着，而且战绩不比谁差。她人小，力气很大，有时候谁身边发生危机，都会被她远程投物或者近距离支援一下。论战斗力，尤其是近身战斗力，慧慧在全队都能挤进前3甲。只是她容易疲惫，毕竟小孩子嘛，累了就想睡会。6楼马上就要清扫出来了，不过面积还是有些太大。孔雪桃站在龙小道身旁，轻声说道。龙小道点头，迪卡城6楼占地面积不会低于3万平米，他们想要完全占据下来，同样是有些吃力。你是什么意见？龙小道看着他问。孔雪桃想了下说道：杀了半天，大家都累了，不如退守到东边区域，那边正好是个夹角，有安全出口，并且还有窗户，几家店面也够大。那个区域其实就是黑道家小队占领的区域，猎杀尸魁获得的尸魁皮也都堆放在那个区域。张笑南已经在那边使用合成术
开始在整理这些尸溃皮呢。下午打出来的虚拟材料也不少，等级从高到低差不多有3、4千个，再加上上午猎杀地狱猎狗打出来的，总数量不会低于6000个。行。龙小道点头，朝着不远处的张光亮、萧翠翠两口叫喊道：“张哥，嫂子，你俩退回来吧，咱们往后撤，回营的休息。”好。张光亮是战士，手里有一柄巨大特制的双手斧，萧翠翠是侠客，手中是单剑，两口子配合得很默契。龙小道把游走猎杀的大刀骷髅兵以及机械战士也撤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龙小道直接把铁甲战车具献到了迪卡城6楼，暂时做营地车使用，安全性会更高一些。毕竟让公应援慧慧他们娘俩睡在铁甲战车里，龙小道也会更放心。铁甲战车相当于是辆加长加宽版的房车，睡几个肯定是放得下的。黑夜里，铁甲战车内还有光源，也更加舒适。头儿，能点堆篝火吗？王朝走过来，朝龙小道询问道。龙小道想了想，摇头说：“今晚上先观察观察情况，篝火照明设备先不弄，等确定好危险系数，再弄这些基础设施。野外不管在什么地方，黑夜都会比白天更加危险。他们没有在迪卡城内过夜的经历，照明设备，例如篝火、发电机之类的，龙小道谨慎起见，准备先评估一下夜晚危险系数，以后再说。”第171章，装也是一门学问。夜晚大家轮流值守，不过在睡觉之前，张孝南的活最多，他需要把今天打出来的尸溃皮全都用合成术合成到一起，100张尸溃皮合成成一张反品尸溃皮，价值不但会增高，同时占有的空间也会极大降低。孝南，不行就先歇会，回头再弄也行。龙小道走到张孝南身前，例行关心，毕竟这可是黑道家小队的一员宝贝疙瘩。张孝南摇头，还不是很累，搞完再休息吧。把2张尸溃皮合成在一起只需要3秒钟，但是2次合成就需要6秒钟，以此类推，合成次数越多，耗费时间和精力也就越多。所以暂时只合成反品级材料是耗时最短，也是张孝南最省力的方案。一张反品材料需要100张尸溃皮合成到一块，所以张孝南就算不是战斗类职业，也不比谁轻松。来口不？龙小道走到孔雪桃身边坐下，他离着张孝南不远，目的是为了预见突发情况，能照看得住张孝南。这种级别的酒，你左夫人也喝。龙小道接过他手里的蓝瓶牛栏山，笑着调侃了一声。孔雪桃翻了翻白眼，望着楼梯下的黑暗中，淡然说道：“我跟左元商的关系早就是名存实亡，末日没来之前就是个玩个的，谁都不干预，要不然老娘能跟着你这种小趴赛出来厮混。”龙小道拿着蓝瓶牛栏山，仰头喝了一口，辛辣感觉如同一团火球，顺着喉咙急转直下，让他皱眉不已，笑着反问：“合着我龙小道在你眼里就只是个小趴赛啊？”孔雪桃含笑着摇头：“在我眼里你不是小趴赛，你是大恐龙，但是在登天市其他势力老板眼中，那你就没有那么威武雄猛了。”望着龙小道抛了个媚眼，娇笑道：“如果不是有人家公引员在，谁认识你龙小道是老几啊？”哎呀，别瞪眼睛，这又不是我的想法，是登天市上层大佬们心中的共识哦。龙小道翻了翻白眼，嘟囔了句：“是那群老王八蛋们有眼无珠。”孔雪桃娇笑着问道：“确定了野外营地的地点，想好要该怎么发展这里了吗？”龙小道稍微皱了下眉，摇了摇头，没想好。孔雪桃含笑道：“这可不行哦，作为黑道家小队的老大，你要走一步看十步，要有先见之明。这么着跟你说吧，你得会装，就算明明心里什么想法都没有，但是也不能讲出来，要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样子。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要慌，只要你不慌，你不乱，那大家内心里就有主心骨。这个头儿想要干得好，不会装是不行的。”一番话把龙小道说得一愣一愣的，抬手摸了摸鼻子，哭笑不得说道：“小队里就咱这几个人，我还用装？装给谁看呢？”孔雪桃收起笑容来，一本正经的说道：“就只有几个人，你就不装了？装给我看，装给王雪儿、王朝看，装给张光亮、萧翠翠两口子看，装给大家所有人看。人少的时候你都不会装，等小队发展起来以后，你就会装了呀。装也是一门学问，得多学多练才行。”孔雪桃说得很粗俗，但句句都在点子上。龙小道现在是一家之长，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盯着他，只要他不慌乱，那黑道家小队的成员内心就不会慌乱。可如果连龙小道都不能镇定自若，那还玩个蛋啊，干脆都灰溜溜的滚回去得了。迪卡城太大了，咱们现在这些人手不够用。孔雪桃岔开话题说道。龙小道点头，确实太大了，上下6层不说，地下还有3层，30多万平米，这么大的场地，凭着他们几个人就算能清扫出来，那也没用的，守都守不住。孔雪桃似笑非笑的说道：“你现在要想的是，咱们该以哪种模式经营野外营地，卖什么又能收获什么，没有利益驱动，安全区搞不起来的。
说白了，脑门一热，从登天室内出来了，把迪卡城清扫出来，那目的是什么呢？总不能连自己一点想法都没有不是？大家出来不是为了狩猎，不是为了搜集资源，是为了建设一个独立于登天室以外的安全区。说实话，这个难度很大。当时听到龙小道设想的人都有些懵逼，有点想不明白他脑袋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想出这种不切实际的点子出来。不过孔雪桃却不这么认为。有眼界的人都清楚，登天室内其实并不像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除了登天市管委会以外，各种势力错综盘根，你想要搞点什么又不想受约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跳出3界内，不在5星中。而对登天市而言，在野外搭建一个独立的安全区就属于这条路子。野外营地自生自灭，末日之下登天市肯定是管不着啊。有些事情登天市内不能做，但是登天市外却可以。其次，龙小道曾经是登天市艺人所第1任正式所长，在登天市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最重要的是供应源，这个在全民领主世界能排进全球前100名的艺人领主有极高的声望，这就给黑道家小队，或者说黑道家小队创建的野外安全区自带了一些流量进来。说白了，招人的时候愿意来投奔的人也多，毕竟人的名数的赢。孔雪桃不是没有眼光和头脑，相比普通人和一些有眼无珠的人，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眼光。既然他能主动找到龙小道供应源，加入到黑道家小队来，就说明他从方方面面都分析以后，是看好龙小道这个野外安全区计划的。龙小道嘴角忍不住上翘了翘，他既然领着人出来，那也肯定不是脑门一热就干的事情。在分析完各种情况以后，才做出这样决定的。首先就是在登天室内与登天室外，网络是不受限制的。现在大家使用的都是领主世界主神系统提供的生物网络，已经覆盖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已经逐步代替了以前现实世界建立的网络体系。第172章虚拟市场。只要有网络，其实所有的路径都是通的。龙小道内心中最担心的就是，只有人类大型聚集地才有网络配置，那才是最大的麻烦。因为不管是他还是黑道家小队的其他成员，都需要网络进入到全民领主世界里去。毕竟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不管是装备还是技能，以及现实中的变化，都是来自全民领主世界。没有网络才是最麻烦的事情。现在好了，领主世界的主神系统不但给现实世界更换了全新的生物网络，并且还带来了虚拟材料。这些虚拟材料可以制作虚拟物品，例如私人通讯手环，这东西不但是通讯设备，更可以看作是个人终端，里面不但储存着关于你的个人资料，还存放着你的所有私人财富。所以货币点才会普及，以及在全球流通，就连领主世界的主神系统发放奖励都要经过这玩意。虚拟物品是可以损坏的，这点可以100%确定，不管是虚拟堡垒还是虚拟地铁，或者是个人虚拟终端都可以损坏。但是设备损坏不代表数据被清除，重新再组装一个设备，通过个人气息源就可以找回一切存放在虚拟终端，也就是个人虚拟通讯器内的财产。并且领主世界主神说，个人虚拟通讯器是暂时而言是最坚固的物品之一。不管是出于什么角度去考虑，领主世界主神好像也不希望这东西损坏。虚拟物品暂时还没有办法与现实中的人进行融合，领主世界主神给出的解释是，现实中灵能数据还不足以支撑。言归正传，生物网络完全普及，就代表着个人或者私人势力可以摆脱大城市束缚，在能力许可之内可以去任何地方，不管是探险还是创建安全区，都是可行的。龙小道最初的想法，离开登天市出来想弄个自己的据点或者是安全区，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回青龙镇老家的时候更方便一点，想走就走，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是现在龙小道的想法又发生了些变化，自己的安全区据点等于说自己可以制定规则与秩序，一切制度都将会由自己说了算。乱世之下，除了活下去，谁不想占地为王？私心都有，龙小道不是什么圣人，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拥有自己的领地。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领地里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也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选定迪卡城，首先是这里地方够大，并且有一定的资源与地理优势。哪怕现在迪卡城距离登天市也非常近，5公里的距离就在登天市家门口，退守都简单。并且以前这地方本身就是登天市市区的一部分。资源方面，迪卡城内还有大量日常生活物资可以长久保存，离得近又有资源，如果运营好，这里不但能成为登天市外出搜寻物资或者是狩猎的必经之地，还可以建设成自己的黑市。登天市里面大佬太多，管辖约束也多，例如你搞点什么好东西，普通人想要出手很难不被压价。就像龙小道上次狩猎之地狱黑虎拉回去不卖掉，不行啊，你不卖掉有人会眼红，并且你价格太高卖也不行。说白了，你吃肉得给人家留口汤喝，大家都要活着。
所以说到很多。但是在野外，在自己的地盘，那所有规矩都由龙小道说了算，他能立规矩，也可以让人守规矩。小道哥，有点新情况。王雪儿快步走过来，先朝孔雪涛看了眼，微微点头以后，才对着龙小道说道。龙小道一怔，诧异问：什么新情况？王雪儿把自己虚拟手环跟龙小道碰了下，解释说道：刚才领主世界主神系统更新了虚拟手环，全球虚拟手环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枚，正式开放了虚拟市场。龙小道坐直起来，拿起手腕，把注意力放到虚拟手环上面。虚拟手环只需要一套地级材料，虽然第3级材料不容易打出来，可爆率终归还是有的。登天市自由交易市场上，第3级虚拟材料的价格大概在50个货币点上下，而第1级虚拟材料就值半个货币点，第2级虚拟材料才值钱2个货币点。登天市大概有2000万市民，但是拥有虚拟手环的人数量也就有几十万，还有最少1900万的缺口。除此以外，登天市想要打造虚拟堡垒、虚拟地铁，都需要大量虚拟材料。基于此，短时间内第3级材料的价格不会降低太多。像这样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应该都是比较普遍的，短时间虚拟材料的缺口会很大。而虚拟市场就是主神系统设立的交易虚拟材料的地方，并且这个市场是全球性的。只要拥有虚拟手环，就可以打开虚拟市场，把自己获得的虚拟材料放到虚拟市场上去交易，不分区域，只有价格。现在虚拟市场里只有地级虚拟材料可以交易，第1级虚拟材料价格 0.6 个货币点，第2级虚拟材料 2.3 个货币点，第3级虚拟材料是30个货币点，比登天市自由交易市场上50货币点的价格要低上不少。虚拟材料是可以直接收入虚拟手环里的，跟货币点一样，爆出来的时候可以被人肉眼发现拾取，但是拾取以后它就会转变成一条虚拟数据。虚拟手环里开设虚拟交易市场，对狩猎者小队而言是件好事。有了这种市场，不管是出售手头上的虚拟材料，还是大量购买虚拟材料，都会方便起来。地级虚拟堡垒需要1亿套虚拟材料，对吧？龙小道突然问道。王雪儿愣了下，急忙点头说：对，地级虚拟堡垒需要1亿套虚拟材料。龙小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以现在虚拟材料的价格，一套地级虚拟堡垒大概价值33亿货币点左右，价格还是站着有点太高了。第173章，集合全市建造堡垒。王朝这时候也走了过来，蹲在龙小道身旁，轻声说道：头儿，登天市那边好像出大事了。龙小道抬起头来，看着他，疑惑不解地问：出什么大事了？王朝道：好像是登天市发布了什么命令，要跟全市市民筹集一套虚拟堡垒，每个人都要贡献货币点，最长时间也要在半个月内建设好虚拟堡垒。龙小道皱了下眉头，迟疑了下，通过私人通讯器联系了紫金眼。老板娘，晚上好。接通以后，龙小道先笑着打了声招呼。紫金眼点头，面色平淡地说：晚上好，在什么地方呢？龙小道笑着道：迪卡城6楼。对了，跟你打听个事情，刚才听说登天市内出了新规矩，要筹集资金，在半个月内修建出虚拟堡垒。紫金眼平静说道：对，登天市以管委会的名义正式对登天市市民下发了通知，登天市需要所有市民帮助支持，在最短时间内组建出自己的虚拟堡垒。龙小道皱眉说：一套虚拟堡垒大概需要30多亿货币点，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啊。紫金眼笑了笑说：对，但是对于拥有2000万人口的登天市而言，也绝非什么太大的数字。稍微停顿，莫等龙小道说话，又继续说道：以今天虚拟市场里的价格计算，1亿套虚拟材料大概需要33亿货币点，均摊到2000万市民身上，每人只需要贡献165个货币点即可。就算按照人均最低收入，每天赚取1个货币点，那也只需要5个多月的时间就能筹集到这笔钱。其实登天市随着市民转职，各种收入增加，人均每天的收入已经超过了5个货币点，所以理论上想要筹集33亿货币点，个把月就够。龙小道皱眉问道：登天市想要集合登天市全体市民的能力购买虚拟堡垒，就不怕有人反对吗？紫金眼点头，确实有人反对。看着龙小道反问：那你有没有想过不建造虚拟堡垒的后果？现在这个登天市的防线都需要依靠城防军，但是最新情况是，再这样下去，或许用不了1个月，城防军就会顶不住压力，从而收缩防御圈。收缩防御圈就代表着登天市的生存空间会被压榨，市区面积会变得更小，有更多的人会无家可归。而收缩防御圈还是最好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现在登天市的防御体系被那些种族妖兽从外面攻破杀进来，一旦如此，生灵涂炭是其次，整个登天市的市民都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所以集合全市之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虚拟堡垒建设完善，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事情关系到任何人，所以只要是登天市市民，
想要在登天市生活，就要出钱出力，不分摊到所有市民头上，登天市就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建设出虚拟堡垒。没有虚拟堡垒，极大可能扛不住外界压力，从而让城市防线失守。所以，不管是从大义上出发，还是从个人利益上来讲，任何一位登天市市民都要出钱出力。另外，以后登天市将会推出市民体系，只有参与了登天市建设的人才会被认定为登天市市民，没有加入登天市市民体系的人，出现在登天市内需要办理登天市市民证，不办理或者说不常住在登天市的，需要按天收费。也就是说，登天市的防御不再无条件为所有人开放。前面享受登天市庇护的市民要参与到登天市的建设中来，后面来到登天市的人想要享受庇护就需要缴费才行。没办法，登天市财政吃紧，毕竟城防军也好，虚拟堡垒也罢，都需要货币点来支撑。目前分分钟登天市就得被野外的凶兽、妖兽、各类邪恶种族摧毁。听着紫金眼的解释，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农小道是登天市管理者，估计也会这么干，也只有这么干才是最快捷的办法，也可以尽最大可能保证普通人的利益。个体在野外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如果没有了登天市流离失所的话，除了少部分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生存不下去。登天市其实本身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做出改变。虚拟堡垒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甚至未来一套虚拟堡垒都不见得够用，需要数套乃至数十套才能保证登天市绝对安全。只有绝对安全，登天市才能稳固。登天市管委会的决策其实是挑不出毛病来的，但是对普通人而言又比较苛刻，毕竟基层大众每天的收入也就1个货币点。简单来说，这就是逼迫更多转职市民加入到城防军的行业，帮助登天市，当然也就是帮助自己守护城市，守卫自己的家园。逼迫更多的人私底下成立狩猎小队，出城或者去城市边缘与那些种族妖兽、凶兽交战。末日时期，想要活下去就要出力，闲人注定会被淘汰掉。不管是谁，普通职业、战斗职业、生活职业、辅助职业等等，都需要展现出自己的价值。紫金眼迟疑了下，又继续说道：除了登天市以外，其他各大公司、家族也都在招人，组建自己的战队、团体，为即将到来的大狩猎时代做准备。虚拟材料虽然在虚拟市场内可以买到，但是虚拟市场里的材料也是人们卖到市场里面去的。世界上可不是仅仅有一个登天市，其他城市也都需要虚拟堡垒。如果材料供不应求，价格就会飙涨。如果是自己打出来的材料，那性价比自然会更高。其实想到这些的人并不在少数。虚拟市场内第3级虚拟材料已经在缓慢上涨了，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第3级虚拟材料缺口也极大，短时间价格不会暴降的。第174章，虚拟市场小赚一笔。小道哥，如果登天市真在半个月之内建成虚拟堡垒，那对咱们来说算是个好事情吗？王雪儿犹豫了下，抬头看着农小道问。因为没有光源，再加上外面乌云遮挡，所以迪卡城6楼能见度是很低的，很难辨别出大家脸上的表情，除了极少数人例外。农小道笑着说，那肯定的啊，登天市防御体系越完善，对咱们也就越有利。王雪儿眼神闪烁着问，为什么呀？如果登天市防御体系完善了，那谁还来咱们这个野安全区呢？农小道笑着摇头，咱们在野外开创安全区也并不是为了吸引登天市的人过来。王雪儿直视着他问，那是为什么呢？农小道笑着说，是为了扩展，更是为了特色经营。咱们之所以把地点选择迪卡城，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这里距离登天市区距离更近吗？咱们这个安全区如果能经营起来，是离不开登天市繁荣与稳定的。孔雪桃从旁含笑着说，老板的意思是，只有登天市稳定了，咱们这里才会有生意，不然咱们费工费时搞个野外营地出来，给谁服务呢？农小道想了想，说道，不过我对虚拟堡垒也很感兴趣。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一愣，孔雪桃更是玩味的笑起来，笑容里甚至有那么丝嘲讽，就连登天市都需要集合全市之力才能搞一套虚拟堡垒出来，你凭什么？30多亿货币点均摊到个人头上，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啊，庞大到让人仰头膜拜，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天文数字。龙小道含笑着摇头，凭什么？难道凭哥的大雕不行吗？真是的，凭实嘛，凭信心呗。虽然眼下搞不到一套虚拟堡垒，难道目标还不能是一套虚拟堡垒吗？30几个亿货币点，确实有点让人抓头皮，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嘛。你们身上有多少货币点？龙小道岔开话题问道。王雪儿看了眼虚拟账号，我这里有600多。王朝，我这里有400。孔雪桃看龙小道望向自己，耸了耸肩，摊手说道，我就不到1000货币点，还是前2天跟你去狩猎赚到的。他们身上的货币点
绝大多数都是上次狩猎 C 级妖兽玉蟒赚到的。龙小道看了看自己的虚拟账号，上面大概有6万货币点，不是他自己的，是一家人的，包括供应员的工资什么的都在他这里。一套地级虚拟材料，现在虚拟市场上得价格是33个货币点，我准备买2000套囤一囤。今天黑道家小队从地狱猎狗群以及尸鬼身上差不多打出来了100套虚拟材料，这里面最多的肯定是第1级虚拟材料，数量有2500多个，第2级虚拟材料有1200多个，而第3级虚拟材料就只有100来个。看着我做什么？你是老板，肯定是你说了算呀。孔雪桃含笑着，直接把虚拟账号里的不到1000个货币点转给了他，其他人也不例外。2000套地级虚拟材料要66000货币点左右，其实实际上不用花这么多。地级虚拟材料里面最珍贵也是最值钱的，就只有第3级虚拟材料，其他都容易打出来，所以只要采购囤积第3级虚拟材料就可以。龙小道之所以购买虚拟材料，是觉得他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或许会升职，想借着这个机会小赚一波，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市场。另外，在登天市第3级虚拟材料价格这几天一直都稳定在50多个货币点上下浮动，所以他计算着虚拟市场里的材料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涨价。龙小道刚卖完，王雪儿就咦了一声，惊喜地说道：“小道哥，快看，虚拟市场里的第3级材料涨价了，现在已经35个货币点了。”这么快？龙小道有些意外。接下来在不到半个小时里，虚拟市场里的地级材料持续飙涨，最后涨到48个货币点一套，才逐渐稳定下来。小道哥赚了，就这么一小会，咱们整整赚了3-4万货币点呀！王雪儿高兴坏了，虽然整体仓位并不是他的，但也不妨碍他高兴。张笑南走过来，好奇问：“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高兴？”龙小道看着他问：“都合成完了？”张笑南点头：“合成完了。”那赶紧坐下歇会。那个雪儿赶紧给笑南拿吃的。龙小道亲自起身，把张笑南按到座位上，给他提供按肩服务。张笑南小脸红扑扑的，有点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小道哥，不用了啦。”龙小道笑着打趣道：“用？怎么不用？你现在就是咱们黑道家整个小队的宝儿啊！”嘻嘻。张光亮和肖翠翠两口在不远处守夜，周围已经设置了不少陷阱与警戒装置，还有大刀骷髅编队以及机械战士编队定点护卫，安全性暂时来讲还算可以。供应员在铁甲战车里陪着慧慧，外面蚊子比较多，慧慧嫌弃矮咬，不乐意出来，并且铁甲战车里有灯光，不像外面黑灯瞎火的。咱们明天继续把楼下的尸鬼都清理干净，到时候龙小道让张笑南、王雪儿还有肖翠翠3人都去铁甲战车里面休息，让王朝和张光亮自己在外面选个地方也赶紧睡会。本来让孔雪桃也去铁甲战车里的，他自己没去。龙小道坐在铁甲战车顶上，抬头看着迪卡城顶楼的天窗，这回月亮不知道怎么跑了出来，虽然是散发着橘红色的光，但确实有了光亮。在雪月下，发现迪卡城顶层的窗户并没有被打碎，依然还是完整的。是上面有什么东西，还是说没有什么生物愿意过来才没遭到破坏，那就不得而知了。迪卡城里的尸鬼转换者要不找出来的话，龙小道始终觉得是个隐患。第175章总电源。夜里，外面鬼哭狼嚎，各种不知名的生物行走在丛林中，也有庞大的妖兽在迪卡城附近游走，但是最终并没有凶兽妖兽过来打扰。直至黎明，龙小道目光闪烁着，或许迪卡城内的生物跟他们并不是不能共生相处，至少有了对方的存在，他们不用担心黑夜会有妖兽来犯。队长，张光亮走过来轻声说道：“快天亮了，应该没什么事情，要不你去歇会吧，我在这里守着。”龙小道并没有反对，点头，从铁甲战车顶上一跃而下。有事情就把其他人都叫醒过来。张光亮点头，明白，队长放心吧。龙小道朝不远处一家服装店里面走去，他记得里面有套沙发可以躺着，打了个哈欠，很快就进入梦乡。在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是艳阳高照，从沙发上起来，走出来，发现黑道家小队的成员已经开始在清扫楼下第5层的尸鬼。小道哥，今天很不正常。张笑南看着龙小道，皱着眉说道。他正把黑道家小队打出来的尸鬼皮合成到一起。怎么不正常？龙小道皱了下眉头。张笑南指了指手头上的尸鬼皮，说道：“今天碰见的尸鬼数量不如昨天的1/10，昨天好像整个迪卡城都被尸鬼占据着，但今天早上一起来，好像都消失不见，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龙小道走到6楼楼梯处，俯身朝下层看去，尸鬼数量确实没有昨天多了，只能零零星星看到几个。昨天是成群的涌出来，但今天反问需要发出声音或者大声叫喊，才能吸收些尸鬼出来。尸鬼被什么东西召唤走了？
龙小道皱了皱眉头，是好事是坏事，他也说不好。中午的时候，黑道家小队成员从5楼撤了回来。头儿，迪卡城内的尸块数量锐减不说，现在要猎杀，反而需要咱们挨个房间去搜寻找他们。王朝不解地说道。龙小道点头，想了下说：光亮哥，王朝，一会跟我去地下超市搜寻点日常用品。王雪儿问道：那我们呢？他其实是想跟着一起下去。龙小道想说话，却被供应员打断，说道：大家一起去吧，正好我们也想去找些东西。龙小道看着他，然后点了点头，其实未必是供应员需要什么物品，而是不放心自己几个人但需下去。整个黑道家小队一起下去，互相还有个照样。王雪儿，整个迪卡城的电源开关知道在什么地方吗？龙小道看向王雪儿问道。王雪儿摇头，这个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超市下面有发电机。孔雪桃接声说道，我知道，但是应该没什么用了，迪卡城的电源是来自登天市区，现在走就被掐断了，就算找到总电源开关也没什么用。来之前他专门购买到了迪卡城内部图纸开关，所以在场所有人都没有他了解。如果找到电源，能不能让整个迪卡城都亮起来？龙小道若有所思地问。当然，如果只靠着地下超市的发电装置，肯定是达不到整体供电目的的。孔雪桃想了想摇头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第176章，新任命高职，回来吧。迪卡城地下超市里还有许多可用物资，不过最好是收集在一起，放到一间仓库里储存起来。仓库？龙小道突然想到什么，转头朝王雪儿看过去，询问道：你知道迪卡城超市的仓库在哪里吗？这么大一座超市，不可能没有储备仓库的。在整个登天市，迪卡城虽然不见得能排上名，但是在危机来临之后，这里却是最先被舍弃的，所以相对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大型团体过来，把迪卡城内的物资都搬运走。王雪儿眼神一亮，点头说：知道，但是仓库不在迪卡城内部，在外面有一个专门配套的货品中转站。龙小道问道：距离远吗？王雪儿摇头说：远倒是不远，就在迪卡城后身，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稍微停顿，又急忙补充说道：是末日没有来临之前的2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远，也不知道中转仓库有没有被破坏掉。龙小道点头，大概率是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具体情况需要人过去瞅一眼才能下结论。供应员道：对于我们来说，眼下超市内储备的货物已经足够用很长时间，就他们这点人手再去打迪卡城超市中转仓库的主意，多少有点得不偿失，并且货物搜集多了，对他们来说也未必就是好事，反而也有可能成为拖累。龙小道点头，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搜寻完物资以后，龙小道又去了配电室，这里面有一套小型发电机组，既然可以给整个地下超市提供电力供应，哪怕是临时提供电力应急，也说明这套发电机组功率不小，能带动整个迪卡城地下超市的照明设备，同样也就能带动迪卡城6层的照明设备。把这套发电机组搬到6楼去。龙小道说道。大家互相看了眼，那就搬呗。黑道家小队的成员都食用过地狱黑虎和大力蚁的血肉，自身拥有的力量不会低于500公斤，所以搬点东西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在话下。从地下超市搜集物资，把配电室的发电装置搬运到顶楼，确定最终使用区域，安置发电机，加固门窗，增加遮光设施等等，一系列事情搞下来，又到了傍晚。尸块数量锐减，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是看不见了，不知道躲到迪卡城哪个角落里去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那些退走消失不见的尸块应该还隐藏在迪卡城内部，毕竟迪卡城很大，龙小道他们占领的位置连1/1000都不到。孔雪桃一身电工打扮，亲自动手把他们占领的区域里几家门店里的电路重新接了一遍，试验过后确实能亮。搞定了！龙小道朝他竖立了个大拇指，这娘们儿真算是个人才，能文能武，能演能骚，难得的老六。发电机的动静还是有点大。孔雪桃从高处跳下来，看着龙小道说。龙小道想了想说，用个专用的房间，尽量用隔音材料填充，把空间密闭起来，让发电机的声音最小化。孔雪桃点头，如果使用发电机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在晚上，所以再小的声音也很容易转出去，被外面的凶兽种族听到的。但现在也没有其他更好的主意，除非找到点电瓶，用蓄电池取代发电机。孔雪桃看着龙小道，燃料已经不多了，这套发电设备想要长时间使用，也需要大量燃料才行。没等龙小道说话，又继续说，这套发电机组只是地下超市临时供电时使用的东西，所以自身寿命也有限制，长时间使用也不是太现实。说白了，也就一句话，以后他们建造的这套安全区里，想用这套发电设备长期提供电能，不实际。龙小道点了点头，转身朝外面走去。离开登天市的第2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龙小道接了好几个电话，
牛宝、紫金岩等人打过来的，倒没什么，只是询问关系，问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张天啸的电话就有些不太正常。外面不如市区好，回来吧。大佬讲话没有丝毫拐弯抹角，直奔主题。没等龙小道说话，又继续说道：登天市现在是多事之秋，也正是用人之际。你回来，任命你九中防区新城总指挥官。如果你想重掌一人所，也没有问题。新城总指挥官待遇很好，并且在九中防区内有很大的自主权。防区城市你想怎么建设都可以，要人给人，要物资给物资。说实话，龙小道能感觉到张天啸的成绩，或许这也是张天啸、王定川等大佬商量后的结果。可以，龙小道都已经出来了，还能再跳回去吗？这次出来，大概率是因为登天市领导阶层，你也拿准了，他们在外面待不久不还会灰溜溜回去的。谁都没想到，他们竟然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没有像设想的那般灰溜溜回去。如果这次回去了，那下次的时候再想拖家带口的全都出来，怕是没有这么容易了吧？登天市领导层目的或许并不仅仅是龙小道他自己，更多的人在乎的是龚应元，是这位全球排名前100名的艺人领主。他龙小道算个屁啊！不过张天啸肯定是真心实意的希望龙小道回去，因为他知道龙小道的底细，也明白他的重要性。龚应元只是全球排名前100的艺人领主，但这小子却是全球第一呀！他在全民领主世界里，领地实力有多强悍，已经不敢轻易去想了。从全民领主开服第一天起，稻花香就是全球艺人领主榜第一，前10乃是前100，不管怎么变动，他这位榜首都是雷打不动的，没人可以把他替换掉。刚开服的时候，领主地理经济薄弱，领先也就只是一点点，可越往后，那差距可就越大。远的就不说，前10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也只有他们自己清楚。第177章水陆两栖攻击战车。龙小道干笑了2声，眼神金光闪烁着道：张老，你也知道，我领着人刚出来，就这么灰溜溜的领着人再回去，这脸面上挂不住啊。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笑着说道，并且小子我是针对九中防区内的事情不感兴趣，艺人所所长的职位也没那么在乎，要不然我还能辞掉不干。通讯器那头，张天啸沉默半晌后问道：那你小子跟我交代的个底到底是咋想的？龙小道笑着说：没怎么想啊，就是觉得现在的日子也挺好的，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有理想有追求，就算干不成也不用以后为现在而后悔。张天啸皱起眉头来：你小子是王八吃秤砣，死了心要留在野外，永远不再回登天市了？龙小道嬉皮笑脸地说：张老您这话说的就有点问题哦，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留在野外，不回登天市倒不至于，毕竟咱也是登天市的人，再说也没走远，就在登天市旁边，该回去的时候还是要回去的，只是眼下没想着回去。张天啸叹了口气，无奈道：你小子可要想清楚，现在这个机会难得，或许过了这个村，往后就不见得有这个店了啊。龙小道嘿嘿笑着道：小子清楚，谢谢您老的好意，那什么我是针对九中里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另外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想回去。挂了电话，办公室里王定川看着张天啸问：怎么样，那小子怎么说？张天啸摇头无奈道：不回来，当初就不应该放他出去，还是拖家带口走的，现在好了，请都请不回来了。王定川也跟着苦笑，同时还有些想不明白，忍不住问道：老张啊，你看今天就我们2个人，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龙小道的看重程度要远超过龚应元呢？难道说只是因为龙小道是龚应元的男人？张天啸岂能不明白王定川是什么意思吗？迟疑了下，叹了口气，告诉你也无妨，反正那小子都撂挑子不干跑了，之所以对他那么重视，是因为全球就在还有一个龙小道，也只有一个领主叫到花香。王定川眼神瞳孔猛地收缩，整个人都忍不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瞪大眼睛：老王，你是说龙小道就是稻花香？全球领主榜排行第1个的那位领主稻花香？张天啸苦笑道：可不就是他吗？唉。王定川听后忍不住埋怨起来：老张啊老张，这种事关登天市未来生死存亡的大事，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张天啸平淡道：早跟谁说？稻花香是全球第1领主不假，但你觉得登天市里的高层有几个希望他活着，又有多少想把他弄死？他们在乎稻花香，可登天市其他势力高层却不一定是跟他们一条心啊。王定川沉默了，唉，又叹息了一声，世界毕竟不再是以前世界，他们对登天市的掌控也在一天比一天减弱。算了，万事皆有定数，随他们去吧。龙小道挂了张天啸的电话，眼神闪烁着，回去肯定是不能回去啊，至少眼下是不能回去，也不能跟龚应元一起回去，要不然10有8九会被扣下。老板，今晚上谁守夜？吃晚饭的时候，孔雪桃问道。他们昨晚上没有进入全民领主，但是今晚上必须要进去处理一下领主地内的事务，包括龙小道都不例外。现实世界里虽然很重要，
但是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更重要。眼下现实世界里的一切事物，不管是技能还是凶兽、妖兽各族兵种，都是从领主世界里实化过来的。未来虚拟与现实两个世界完全重叠以后，那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的地盘、兵种、英雄、装备等等，说不定也都能具现到现实中来。龙小道想了下说，前半夜你、王雪儿、王朝还有光亮大哥、翠翠嫂子以及尹媛姐值守，我先进入领主地内处理下领地事务，后半夜我来守夜，把守夜的事情完全交给他们。龙小道还不是太放心，毕竟是在野外，哪里都算不上是绝对安全的场地。孔雪桃打了 OK 的手势，表示同意，其他人也都没有意见。龙小道并不禁止黑道家小队成员饮酒，只要不喝醉误事就行。现在压力大，又是在野外，喝点酒可以暖身子，也可以降低心理压力。哪怕龙小道自己吃饭的时候都会来上2口，但是喝最多的就是孔雪桃，她好像是个大酒蒙子，只要闲暇的时候，手头上必定有一瓶白酒或者是洋酒，反正她只喝烈酒，但是从来没醉过。龙小道把手里的食物吃光，转身进到了铁甲战车里，躺下以后，通过虚拟连接设备进入全民领主世界。领主大人，蒂安娜走过来，查尔斯在无畏港市那边，无畏号船坞已经在建设中，用不了多久就该完工了。只要拥有了无畏号船坞，就可以制造无畏号战列舰，到时候就等于稻花香领地拥有了自己的海军。毕竟在月牙岛上，虽然偏僻无人打扰，可以安心发展一波，但是岛上的资源数量以及岛屿面积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领主地的发展。龙小道点头，询问道：陆地战车工厂升级的怎么样了？蒂安娜嘴角露出丝笑容来，恭敬说道：领主大人，已经升级完成，这次升级以后，陆地战车工厂可以建造 B 型水陆两栖攻击战车，每一天的威力都相当于一名5级兵种的战斗力。龙小道眼神一亮，试探着问：可以执行水下打击任务？蒂安娜点头，可以，并且执行水下战斗的时候威力不会降低。龙小道大喜，因为稻花乡领主底内现在正好欠缺水下打击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能派到海底战斗的兵种数量不多，但是拥有了 B 型号水陆两栖攻击战车那就不一样了。鱼人族部落是在海底下的，所以稻花乡领主的想要进攻他们，就需要去海底。第178章召唤出史诗风后密尼安。海底下那只鱼人族部落不清除剿灭，始终是个祸患，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进去。稻花乡领地内的兵种多以陆地、空军为主，倒不是说不能潜水进入海底执行任务，而是陆地兵种进入海底会触发克系机制，战斗力会下降 50%， 例如5级兵种最多当成3级的来用，很废柴。但是如果有专门的海底兵种，那就不一样了。B 型水陆两栖攻击战车虽然不是专门的水下兵种，但是在水下至少战斗力不会受到影响，并且是5级兵种啊，还是5级战斗机器。整个稻花乡领地内唯一能出产5级兵种的地方就是7级蜂巢。龙小道点头问：资源跟得上吗？月牙岛上的资源点全都被稻花乡领地占据着，但是使用资源的地方也非常多，比如无畏港市那边无畏级船坞建造需要庞大的资源，无畏港市的基础配套设施建造也需要庞大的资源，等无畏级船坞修建好，开始建设无畏级战舰以后，照样还是需要庞大的资源。月牙岛看似面积不小，但是上面的资源点对于黑道家领地来说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了，勉强还能支撑。蒂安娜收起脸上的笑容，过不了多久，月牙岛资源不足的问题就将会制约稻花乡领地发展。龙小道朝着前面边走边问道：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法子？蒂安娜道：这事情其实我已经跟查尔斯商量过，只有2条路子可选。龙小道看他说到一半竟然停了下来，气笑地抬起手来，不轻不重朝着他屁股蛋子上打了巴掌。别卖关子，痛快点说。蒂安娜脸上忍不住一红，急忙说道：第一条路子就是等无畏级船坞修建好以后，迅速建造无畏级战列舰，以不灭英灵号为旗舰，组成一支拥有强大攻击力的远洋战队，离开月牙岛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能不能携带回资源。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第二条路子就是建造水下兵营，形成一定的战斗力，去海底与例如鱼人族部落等水下部落争抢资源。不管是什么种族，都是需要资源的，人族领主如此，兽族领主如此，妖族领主乃至是亡灵族领主都是如此。资源这种东西是互通的，任何领主都需要。龙小道点头。你们商量的结果是？蒂安娜迟疑了下，说道：我的想法是增大水下兵种数量，直接进入海底争抢资源。见龙小道没说话，蒂安娜才又继续说道：但是查尔斯的想法是先打造一支舰队出来，去月牙岛对岸看看有没有更大的发展机会。查尔斯本身就是海军将领，打海战才是他的看家本领，管理营地、指挥陆战都算是业余兼职。如果有机会，肯定还是希望稻香村领地内尽快搞出一支舰队来啊。龙小道知道
其实不管是第一条路子还是第二条路，甚至是蒂安娜与查尔斯的观点，都是各有利弊的。进军海底对于稻花香领地而言，就等于是打开了一个新地图，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海底发展对于人族领主来说还具有隐蔽性，不容易被人探查发掘。而月牙岛内的将士想要走出去，驰骋四海，就必须要有一支舰队，一支庞大且无敌的战队。拥有不灭英灵号以及无畏级船坞的稻花香领地，其实已经具备了上述所说的基因，可以无敌且强大，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与资源。该走哪条路子，怎么发展，箭头又指向了农小道。作为稻花香领地的领主，他需要取舍，并且这次不能再模棱两可，两头发展了，只能二选一，是发展强大海军舰队，还是进军海底世界，先把领地扩张起来再说。龙小道抓了抓头，说实话，这确实让他有点难以选择。我去蜂巢见见密尼安，回来给你答案。龙小道想去先听听蜂后安东尼密尼安的意见。蒂安娜点头，然后自己转身离开，去忙领地的事情了。7级蜂巢内，安东尼密尼安见到龙小道，脸上流露出慵懒妩媚的笑容，以夸张走路姿势扭摆着腰胯，来到龙小道面前，围着他转了2圈，最后停到他背后，手指顺着龙小道脊背慢慢往下滑动着，咯咯娇声笑道：“让我猜猜，大领主今天来蜂巢是做什么？是不是领地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需要做出选择与取舍？而我的领主大人却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呢？”龙小道突然转身环抱住他，低头亲吻了下去。本来以为会被无形气缸阻挡住，毕竟是没召唤出来的英雄，想要据为己有，就必须先达到必要条件，把他固定为自己的英雄。龙小道如果想要蒂安娜陪侍，哪怕他不愿意，也不能拒绝，除非背叛离开。蒂安娜与龙小道的亲密度、忠诚度已经双双超过了90，其中忠诚度95，亲密度90，所以龙小道现在对他做什么都不会反对。查尔斯的忠诚度比蒂安娜还高2点，已经有97点，毕竟是龙小道第一位召唤出来的英雄。安东尼密尼安不一样，他只是7级蜂巢的主灵，所以跟龙小道之间是没有忠诚度、亲密度这些数值的。他虽然能局限在7级蜂巢内，但只要自己不乐意，龙小道就触碰不到他。哎呀，你这个家伙整天就知道占奴家便宜。蜂后密尼安并没有阻止，反而娇红喘息着，咯咯妩媚笑道：“我的领主大人，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哦，就是集合现在领主地内的资源，把我召唤出来。”龙小道原本热血沸腾的脑瓜子瞬间清醒下来，结合整个领主地内的资源，把蜂后安东尼密尼安召唤出来。说实话，其实召唤出安东尼密尼安对稻花香领地乃至是对龙小道而言都不算是什么吃亏的事情。可问题是，眼下召唤出史诗英雄蜂后安东尼密尼是最好的选择吗？第179章通用货币体系，集合领地内全部资源，召唤安东尼密尼安。如果是放在以前，龙小道绝对不会有丝毫的犹豫，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正是领地内各种资源都吃紧的时期，召唤蜂后密尼安就等于是说，要让领地内在很大一段时间内发展都要停滞不前。权衡利弊后，龙小道得出的结论是得不偿失。蜂后安东尼密尼安固然有价值，但是让他自己去扫平于人族部落，没有其他兵种辅助，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什么，如果只在发展无畏级舰队以及增加属下兵种2条路上进行选择，你觉得选择哪一个方向更加合适？龙小道干笑2声，手也不敢乱动了，人也安分起来。安东尼密尼安娇嗲白他了一眼，从龙小道的话里，他已经明白了这小子的决断，又好气又好笑，心想本蜂后给你机会，你竟然不珍惜，那好吧，希望你以后不要为此而后悔。龙小道明显感觉到他与密尼安之间多了一层无形的气墙，把2人给隔绝了开，面露尴尬，明白人家为什么生气，给你啃了兜，让你召唤出来，你反倒推3阻4，能不生气才怪。密尼安姐姐，你也知道，现在领地正处在一个发展的紧要时期，不但是领主地内，现实中也如此，一步漫步不慢啊。龙小道看着安东尼密尼安，一脸诚恳地说道。安东尼密尼安淡然笑道：“知道呀，姐姐心里清楚的紧呢，你就是个坏小子。”说完，脱离开龙小道身旁，一边往自己蜂后王位上走着，一边说道：“发展舰队和发展水下力量，其实都差不多，唯独就看你怎么选择。”稍微停顿，坐到蜂后王位上后，又慵懒说道：“如果你想尽早的与外界接触，可以发展舰队，就算你们没有充足的水下兵力，不能前往海底，但是鱼人族部落同样也拿你们无可奈何，你们下不去，他们同样也上不来。但是等发展到一定时候，领主地内转过头来，再发展水下兵种，那就对于人族部落有了致命的威胁。”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下，看着龙小道正色说道：“从我的角度认知去考虑，建议你放缓发展舰队，先发展水下部队，因为海底辽阔，并不是只有附近一个鱼人族部落，只要扎根进了海底，
就等于说有了足够大的发展空间，资源就不再是制约月牙岛发展的因素，并且水下世界对你们人族而言算是个比较隐蔽的场所。当然，这都是好处，不足之处就在于克系制约，水下部队上岸以后，战斗力会大打折扣，除非是那些海怪军团。也不等龙小道说话，娇笑着道：“至于该怎么选，可不取决于我，要看你这位领主大人该怎么选择喽。”龙小道陷入思考中，深思熟虑过后，他咬牙说道：“那就先发展水下部队，先把根扎下去再说。”安东尼密尼安妩媚一笑，伸了伸懒腰说道：“其实你的根已经扎下去喽，只是你还觉得不够罢了。”龙小道稍微一愣，紧接着反应过来，安东尼密尼安说的根基指的是月牙岛，现在整个月牙岛都属于稻花香领地，怎么都能发展，无非是发展的速度快与慢而已。甚至稻花香领地已经有了升到黑铁级领地的权限。龙小道眼神一转，抬手用力拍了下脑门，望向安东尼密尼安，正经说道：“密尼安姐姐，不，我亲爱的丰后大人，那什么，我又有点后悔了。你能再让我召唤你出来吗？我现在想通了，愿意集合整个稻花香领地内的资源，先把您召唤出来。”哥哥，想通了。安东尼密尼安哥哥放声娇笑道：“不过晚了哦，刚才给你机会，你不珍惜，以后再想要召唤我出去，至少要付出比现在多10倍的代价了哦。”听完，龙小道的脸立马就垮了下来。我还没明确拒绝吧？安东尼密尼安似笑非笑道：“你有没有明确拒绝？不要问我哦，需要问你自己的内心。”慵懒摇头，不过说什么都晚了，很多时候机会就只有一次，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我也没办法。就算姐姐这里同意，领主世界的主人也不会同意的哦。龙小道叹了口气，但是不是真的在后悔，怕也只有问他自己的内心。从7级蜂巢内出来，龙小道把蒂安娜唤了过来，平静问道：“咱们手头上有多少水族兵种建造图纸？”蒂安娜眼神一亮，兴奋地说道：“有大概20张左右，不过都只是普通兵营的建造图纸。”龙小道点头说道：“我来想办法，接下来一段时间以增加水族兵种为主。查尔斯那边我来跟他说，当然无畏级船坞的建造工作不能放缓。”蒂安娜点头，属下明白。龙小道打开世界频道，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这里是全球一个可交流的地方，各地发生的事件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这里，并且这里也可以进行交易。当然，购买任何物品，想要拿到都需要使用邮递服务，这个是收费的。虚拟交易平台上可以进行交易，双方协商好，开个交易订单即可。以前虚拟平台上只能使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的资源进行交割购买，但是从今天现实中上线虚拟市场以后，在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竟然也可以使用现实中的货币点进行交易了。也就是说，货币点正式成为虚拟现实2个世界同时通用的货币体系。现实中的钱代表着全部被颠覆了，而以后更代表着现实玩家不但可以从现实中获得货币点，更可以从全民领主这个虚拟游戏世界里获得货币点。龙小道忍不住嘟囔了句：“领主世界里的主神，这等于是提前把2个世界里的经济先给打通了呀。”第180章黄金卸甲军。对于像龙小道他们这种游戏里面的高手而言，自然是好事啊。等于说，游戏里的资源可以转移到现实中去，增强自己的实力。木材100方兑换1个货币点，铁矿100块兑换1个货币点，铜矿80块兑换1个货币点，金矿1块兑换18个货币点。看着虚拟交易市场里的资源行情价，龙小道摸了下鼻子，怎么说呢？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如果现实中贫穷，完全可以把虚拟游戏里的资源卖一卖，改善一下现实中的生活。现在领主玩家手里多少也都占据了几个资源点，一天的出产差不多可以换10几个货币点。而高等级的领主玩家毫无例外，手头上都急需资源建造领地，估计有资源他们也不会舍得买，反而会锁紧裤腰带，咬牙去购买资源。市场是个具有可调节性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作为虚拟游戏里面锚定物的宝箱，已经转化成了一种商品，具有可赌性的商品。青铜宝箱的售价大概稳定在 0.7 个货币点左右，白银宝箱好一点，不过也只有 4.8、4.9 个货币点的样子。黄金宝箱价格还是蛮高的，现在一个黄金宝箱市场里的价格是55个货币点，而白金宝箱价格高达3000个货币点。现实中货币点改由主神系统结算以后，城市奖励也取消了，对于高级玩家的奖励是由市政系统颁发的，因为市政财政缩紧，想要建造虚拟堡垒，这方面的支出也换成了其他福利待遇，所以货币点只能靠着自己去打去赚才行，不管是现实中还是虚拟游戏里都是如此。龙小道把目光放到了图纸一栏，开始寻找起有用的兵种图纸。市场上大部分图纸都是白色的，也就是普通兵营图纸，少部分精英蓝色图纸，就算有传奇紫色图纸，数量也稀少得很，不是挂出来就被人买走，也是价格死贵，让普通玩家难以接受。发展水下部队，所以
龙小道的专注力基本上都放在了水族兵种上。蛙人兵营精英蓝色图纸可以召唤3级铁甲蛙人战士，价格500货币点。3级兵种的建造图纸就需要500货币点。龙小道皱了下眉头，继续翻看。不过好的建造图纸基本上都不便宜，而传奇紫色图纸每一张的售价都不会低于2万货币点，这还得是比较小众，没有人过问的领域，比如说水下兵种。这还是现在眼下的价格，往后价格会越来越高的。传奇兵种毕竟是传奇兵种，放到什么时期都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黄金卸甲军紫色图纸可以建造黄金卸甲军营，召唤黄金卸甲军。黄金卸甲军拥有黄金蟹坐骑，黄金卸甲军每一位相当于5级兵种战力，黄金蟹独立相当于5级妖兽兵种战力，黄金蟹与卸甲军组合在一起相当于强5级兵种，战斗力是普通5级兵种的7倍，无限接近于6级兵种的战斗力。好东西！见到这张紫色传奇兵营的建造图纸，龙小道就移不开眼睛了。如果是放在陆地兵种里，这张兵营建造图纸至少价值3万货币点。水下兵种有点小众，玩家领主不多，并且水下兵种到陆地上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战斗力直接砍半，这是致命的。龙小道犹豫了下，脱离全民领主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中。王雪儿一怔，见到龙小道从铁甲战车里下来，眨了眨眼睛，好奇问道：“小道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龙小道挥了挥手，把周围几个守夜的人都招呼过来，正色道：“刚才我进全民领主游戏里，发现了件事情，现实中的货币点已经可以在虚拟游戏中直接使用了。”众人望着龙小道，都没有言语，不明白他想说什么。龙小道道：“我想购买一张紫色传奇兵营的图纸，价格在2万货币点，身上没有这么多钱，所以我想把咱们手头上的虚拟材料卖掉一点。”孔雪桃反问道：“你卖你的呗，叫我们过来说这个是想表达什么意思？”龙小道：“也是啊，自己想表达什么？购买虚拟材料的大头钱款都是自己跟供应源出的，其次就算自己要卖，也完全没有必要征求他们的同意啊。”孔雪桃好像知道龙小道心里是怎么想的，板着脸说道：“眼下没有外人，还好一点，以后等安全区营地里人多了，可不能这样。你要有个领导模样，咱们这里不需要民主，不需要民主。”龙小道把目光看向其他人，看到谁的时候，谁都在点头，表示孔雪桃说的很对。黑道家小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狗屁的民主，末日里民主只会害死大家。你是黑道家的小队长，往后小队里面的事情，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孔雪桃含笑着说。龙小道点了点头，抬头朝不远处的供应员看过去，后者则温柔笑着与他眼神交互。有孔雪桃这个女人在，倒是省了他的事情了。有些话从孔雪桃嘴里说出来，远远比从龙小道和供应员嘴里说出来效果更好，也更让人尊重。好，说完，龙小道转身重新回到了铁甲战车里面，嘴角微微上扬着。看来尹元杰选择把孔雪桃带出来，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情。通过私人虚拟手环打开虚拟市场，龙小道并没有把虚拟材料全部都卖掉。现在第3级虚拟材料已经涨价到了51个货币点一枚，他们当时购置的时候才30个货币点一枚，一枚第3级的虚拟材料赚了21个货币点。龙小道知道，短时间之内，全球各大城市、人类聚集地安全区都需要虚拟材料合成虚拟堡垒，这个价格不会掉下来。第3级虚拟材料，龙小道只卖了400个，凑足2万货币点。第181章世界频道。龙小道回到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毫不犹豫地把那张紫色传奇及兵营黄金卸甲军营地建造图纸给买了下来。除了黄金卸甲军营地建造图纸以外，龙小道还购买了龙虾枪兵狗头鱼战士黑鲨哨所3张建造图纸，无一例外都是蓝色精英级图纸。做完这一切，龙小道又打开世界频道浏览起来，想看看全球各地有什么新重大消息。现实中的海洋已经成为人类禁区，对于生活在岛屿上的人类简直就是灾难。欧洲靠近城市的近海中，昨天浮现出来过一条上万米的巨兽，身上至少长了上千只眼睛，每一只眼睛都能发射死亡之光，杀伤力惊人，一出现就毁灭了一座城市。有人在海洋里见过龙，万米巨龙在狩猎吞噬海洋巨兽。深山之中，有人见过巨人族的身影，身高将近500米，庞大如同一座大山，简直是人类难以撼动的存在，样子很像传说中的盘古大神。听说小日子过那边已经发现了8头大蛇的踪迹，这群懵逼圈的竟然想去要祭拜，结果全军覆没，都葬入了蛇口。消息真真假假，需要个人去分析甄别，但是绝大部分消息应该都是真的，因为很多消息都是现实中的玩家临死之际登入游戏发出来的。龙小道在世界频道蹲了会，通过看到的消息，简单能分析出以下几点。首先就是现在全球各地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安全的，但是大城市相对于人口少的城镇更容易支撑下去，
因为人多则代表着冰原防守力量更强。其次就是全世界已经没有完好的地方，但是各地的危险系数是不同的。最危险的地方是海洋，尤其是深海，几乎已经成了人类的禁区。别说深海，人类现在就连浅海都无法再涉足。其次就是深山大泽，例如亚马逊热带雨林、神农架、昆仑大无人区、喜马拉雅山等。再次织就各地的名山大川，基本上都是重灾区。暂时来说，人类已经没有实力再进行探索。南极是神秘之地，北极也早就已经失守，什么情况早就不知道了。现在全球面积已经扩张到了末日来临之前的100多倍大小，而人类能占据的地方已经缩减到不足1%，其中又以城市为孤岛，各自苟且求生。至于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人类还有几成几率能在地球上活下去，并不让人乐观。最为重要的就是，现在人们生活的地方还是不是地球，都已经是个未知数了。没有人知道现实中的人们到底生活在哪里。相对于庞大的世界以及无所不能的领主世界的神而言，人类是渺小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现实世界那边已知的种族就已经超过了100多种，而人族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就算人族灭亡，那世界或许会照样运转。人不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种族生命。世界频道上80%的玩家都极度悲观，因为谁也不知道天灾人祸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所生活的安全区里。个体生命离开安全区，基本上就等于丧失了生还的可能。龙小刀目光闪着，他却不这么认为。所谓的城市安全区不过是人为定义的而已。有谁知道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的兵种怎么样才能携带到现实中去吗？世界频道上一则消息引起了龙小刀的注意，尤其是一则回复是这样说的：首先，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的一切物品，包括兵种、英雄、战宠等，是绝对都可以携带到现实中去的。技能书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并且已经有人通过一些不为人知或者是不想公布的特殊手段，把一些低级兵种携带回了现实。然后接下来或许就是装备、虚拟游戏世界里的机械车辆等等。为什么还不能大批量互转？或许跟现实中灵气值不够有极大关系。不管是巨限兵种还是武器装备，都需要有大量灵气值支撑。且携带到现实中的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再带回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种不可逆的事情。很多人都说现实中更重要，我却觉得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才是更重要的地方。因为这边资源更充沛，有兵种，有图纸，有装备，有各种物资，几乎是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但相对而言，现实那边的资源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主张优先发展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这边，只有这边强大了，才能反哺现实，而不是用现实中的资源反哺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其次就是全民领主世界内的世界观非常庞大，哪怕现在现实中的面积增大了100多倍，可跟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相比，连9牛1毛都算不上。或许有一天，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会跟现实正式完全连接，那时候两个世界将会合二为一，也就不会再分彼此。这时候有人打断了上面这人的发言，前面说的还凑合，后面的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现实就是现实，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就是一个虚拟世界，两者之间或许是两个平行世界，但绝对不会是互通，可以合二为一的。简单来说，我们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玩家，而这个世界里的原住民称呼咱们什么？一人领主玩家。换句话说，咱们都是一人，不同于这个世界里的种族领主，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至于为什么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的装备物品能带到现实中去，我的观点是，两个世界是平行又不相同，但是又互通的存在。龙小道眼神里露出了思索之色，后面这位大神的回答貌似有那么点子道理。如果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可以和现实重合，那不就等于他们在现实中有两个自己了吗？第182章黑铁及领主地。对于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与现实到底是在一个维度，还是两个平行又不同的世界这个问题，说实话，龙小道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距离两个世界接轨，或者说现实世界完全被虚拟覆盖完毕，还不知道要多久时间呢。与其考虑那些个缥缈虚无的东西，还不如想考虑考虑眼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活下去。比如说，怎么把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世界里的兵种或者是装备具现到现实中去。听上面两位大神吹了半天牛逼，都没人说正经东西，龙小道感觉有些无聊，正想要走的时候，只见有人回复道：领主世界里的装备武器乃至兵种想要具现到现实中去，很容易，只要现实中那边有足够的灵气值就行了。现实中灵气值不达标，可以自己想办法去收集。至于用什么办法去收集灵气，人家没说，有人在世界频道询问，对方也没有回答。龙小道摸着下巴自言自语道：收集灵气，记得当时把大黑巨献到现实里去，
是因为那个古玉造型的脑机连接器，还是手腕上这枚黑色老式智能腕表？具体情况，龙小道其实也说不好。当时邻居郝大哥留下来的信里说，黑色老式智能腕表是什么服务器，但以龙小道的眼光看，它就是个私人虚拟通讯器。难道不是？古玉造型的脑机连机器另有乾坤，还是黑色腕表服务器另有乾坤？不行，得多尝试尝试。这么长时间，龙小道除了把大黑带回到现实中去了以外，其他任何兵种装备都没携带回去。领主大人，蒂安娜的声音让龙小道从沉思中回归到现实里来，朝着他点了点头，把手里4张图纸交给他。优先建造黄金卸甲军营地，然后再建造其余的。蒂安娜看着手里的传奇级水下兵种建造图纸，眼神里难以掩饰的兴奋之色一闪而过，急忙点头称是。蒂安娜之前号称海奴，言外之意她是海神波塞冬的奴隶，后来才被农小道以不好听为由给改了。关于蒂安娜跟海神波塞冬之前有没有一腿，这个农小道也懒得去考证，因为以前的事情没他什么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蒂安娜的战斗天赋更多是在海中，也就是海底水下领兵作战才是他的强项啊。这点跟查尔斯一样，查尔斯本身就是传奇海军将领，擅长统领海战。蒂安娜与查尔斯只是传奇级英雄，但是管理和统领天赋方面并不是很差劲，至少比史诗级英雄仲恺武士典韦要强得多。这位老大哥，你让他当护卫，那方圆2公里之内任何兵种都近不了你的身，可你让他管理领主地，统筹规划，领兵作战，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只会单打独斗，定位完全不同。仲恺武士典韦的定位就是最强单兵，没有其他属性加成。其实放眼全球，查尔斯也好，蒂安娜也好，在英雄圈子里已经排不上号。龙小道能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风后安东尼、密尼安、仲恺武士典韦以及战宠暴熊王妞妞，这些才是全球耀眼的史诗英雄。风后安东尼、密尼安暂时还不属于龙小道，因为还没从蜂巢里召唤出来呢。龙小道雄霸在一人领主排行榜上，凭借的也就是手里这几大英雄以及几件神器。最近得到的宝箱基本也都开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英雄是一个没出，哪怕是普通级英雄都没给他出一个。龙小道气的都想找地方去投诉，这特娘的明显是在作弊，故意卡着自己吗？问题是想投诉都没地方投诉去，只能凭运气。稻香村领地最主要的底牌就是只有那么几张，最硬的无疑就是神器战争号角，可以全面提升领地兵种各方面战斗力。哪怕时至今日，他依然在神器榜上独领风骚，无人能撼动。其次就是陆地战车工厂、无畏级船坞2个领主级建筑。陆地战车工厂就不用说了，可以无限升级，制造各个等级相应配套的武器装备，甚至是兵种。同样，耗费资源数量也绝对没得说，穷领地就算给他一张陆地战车工厂，他也玩不起。无畏级船坞就简单了，它的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制造无畏级战列舰。一艘无畏级战列舰等于一件紫色装备。关于无畏级战列舰的等级，暂时还没有明确划分，但是根据风后密尼安和查尔斯分析，无畏级战列舰的战斗力应该不会低于7级兵种，就算比7级兵种差那么点，它至少也是6级兵种，无限接近于7级。不要拿豆包不当干粮，7级兵种就已经算是1级神级兵种了。7、8、9三个等级都相当于是神级兵种，其中8级相当于2级神级兵种，9级相当于3级神级兵种。7级兵种在这个世界都算得上是独领风骚的存在，8级兵种如同凤毛麟爪，大多在传闻里面出现过。至于9级兵种，听说有，但是谁也没见过。反正对于现阶段的全民领主世界而言，7级兵种已经是最强的。换句话来讲，无畏级战列舰等于是最强的海军战舰之一。陆地战车工厂要造出可以媲美无畏号战列舰的战车出来，至少还要再升3个级别。眼下最厉害的就是 B 级水陆2栖攻击战车，也只不过相当于5级兵种而已。领主，咱们领地已经能晋级了。蒂安娜想到什么，突然提醒说道。龙小道稍微一愣，把眼睛眯了起来。稻花乡现在还只是0级领主地，全球所有的异人玩家的领地也都是0级领主地，晋升以后将会升级为黑铁级领主的。比如海底下面那只鱼人族部落就是一个黑铁级领主的。第183章神级奖励。龙小道兴奋问道，已经够格了吗？升级领主地需要资源吗？蒂安娜摇头，不需要额外资源，只要条件达标即可升级。黑铁级领主地只是一个等级，一个标志，升级以后提升的是领地上限，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当然，那是对这个领主世界土著领主们而言的。一人玩家领主第一个冲刺到黑铁级领主地的领主，好处绝对不会少。升级领主地，龙小道没有半点犹豫，先点了再说。依照对这个领主世界主神系统的尿性，应该会有奖励的。不过，现在全球一人领主排行榜的奖励并没有大幅度提升，
反而是在降低，一降再降。哪怕是前万名内排名的领主，都会奖励白金宝箱。问题是，现在白金宝箱里根本就开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啊！龙小道一口气开了6个白金宝箱，最好的一个宝箱出了30万方木材资源，其余的都是10万到15万的资源，连张图纸都没有，更别说是英雄装备什么的。6个白金宝箱挂到市场上去，怎么也能卖2万货币点啊！别人什么情况，龙小道不知道，但是他这里开宝箱运气差劲的很，白金宝箱都不出什么好东西，其他低等级的宝箱更不会出什么好东西。丁，恭喜稻花香领地成功晋级为黑铁级。丁，恭喜稻花香领主成为第1位黑铁级领主。丁，恭喜稻花香领主成为1人领主玩家中第1位黑铁级领地领主。卧槽，稻花香的领地晋级了，他怎么这么猛啊？这么长时间都没听到过他的消息，怎么一声不响的就晋级了呢？这个老六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玩家发现他的领地在什么地方，原来是在闷着头子暗地里发展呢。一群白痴，你们没发现全球领主榜上稻花香的排名从来没有被撼动过吗？这么久了，前10名的领主玩家轮番换，今天不是你就是他，可这榜首的宝座却从来没有变过，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牲口是真的很牲口，是真的很牛逼啊！稻花香，你到底在哪里？快点出来，我要给你生猴子！稻花香，可愿意加入我们众神联盟？条件随便你开。世界频道一时间被稻花香领地晋级的消息炸锅了。同一时间，农小道也收到了来自全球超过500万个好友申请。不过在农小道的好友栏里，就孤单单那么几个联系人。铁臂女王是给他发消息最多的一个，基本上都是999条消息，没有下去过。不过农小道不怎么喜欢看现实中王如霜有多冷傲，那在虚拟游戏里就有多闷骚。其次就是紫金眼、宫应援几个人，农小道也不怎么喜欢加好友。恭喜晋级！紫金眼也在线上，并且第一时间发过来了祝贺消息。丁，恭喜稻花香成为全球第1位晋升黑铁级的领主，稻花香领主获得神级宠物远古巨鳄。丁，恭喜稻花香成为全球第1位晋升黑铁级的领主，稻花香领主获得神级装备无影之刃。丁，恭喜稻花香成为全球第1位晋升黑铁级的领主，稻花香领主获得神级英雄内政之王荀彧。丁，恭喜稻花香成为全球第1位晋升黑铁级的领主，稻花香领主获得神级图纸祭天神坛。丁，恭喜稻花香成为全球第1位晋升黑铁级的领主，稻花香领主获得钻石级宝箱1枚。5条系统消息瞬间让喧哗的世界频道安静了下来。战宠、装备、英雄、图纸，还有现金为止，唯一一个钻石级宝箱，并且都是神级的，这奖励也太豪华，太让人目瞪口呆了吧！可以说，让人嫉妒的红眼都在跳脚骂领主世界主神狗币，什么也不是，怎么可以这么大方呢？神级宠物、神级武器、神级图纸、神级英雄，还有一个钻石级宝箱，估计打开里面的东西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还叫别人玩不啊？以前农小道就是全球第1领主，再给他一堆神级装备、战宠、英雄，那他还能掉得下来吗？当然，系统是不会在乎其他玩家们有什么感受的，不玩可以下线，又没有勉强你必须玩。不但全球玩家抓狂，农小道也差点没乐疯掉。刚还说运气不好，开宝箱屁都开不出来，原来运气都攒到这里来了呀！牛逼，主神系统牛逼，老子非得狠狠给你亲一口不可。神级其实就是史诗级，可不管怎么说，神级都是个物件啊，再弱的神级那也比传奇级牛逼不是？臣荀彧见过主上。40岁的荀彧苟不言笑，恭恭敬敬对着农小道抱拳行礼一拜。农小道屁颠过去，把对方亲自搀扶起来。这是英雄吗？不是，这是亲爹啊！亲爹不行，那就干爹，反正都是爹。荀彧是何人？三国最强的内政人才，有荀彧在，就等于有了一片江山，并且是一片不朽的江山。见到荀彧，蒂安娜直接恭敬行礼，甚至眼神里满是小星星，尽是崇拜之色。内政之王绝非是玩笑，全球英雄榜上，荀彧在内政型人才里绝对排得上前10，而这时候他绝对排在第1位。文若呀，往后你就是我爹，我就是你儿子，干爹不亲爹啊！往后咱们领主地可就交给你了啊！龙小道张嘴就是推心置腹，甚至连脸都不要了，要那玩意作甚？又不能当饭吃，但是有荀彧这位干爹在，往后就不愁没饭吃。蒂安娜心里嘀咕了句，领主还真挺不要脸的呀。不过他喜欢，只有这种不要脸的人才能拴住荀彧，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荀彧满脸苦笑，急忙摇头，主上大人，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文若担不起。说完便跪倒在了地上。第184章内政之王荀彧。龙小道看着荀彧跪在自己面前，当即瞪着眼睛，咣当也跟着跪了下去。您担得起？
声音极为诚恳。面对这种内政之王，想要让他留下尽心尽力辅佐，唯有以真情待之。否则，别看他现在是入幕之宾，但是他想走的那一天，除非杀掉他，否则拦是拦不住的。臣辅佐主上，必然鞠躬尽瘁。荀彧轻轻叹了口气，缓缓跪拜到地上，沉声说道。龙小道脸上多了丝笑容，也跟着拜了下去。拜见干爹。既然不要脸，那就不要脸的彻底一点，反正只要能拴住荀彧，不让他跑了，认个干爹也不冤。人家的年纪学识都在这里摆着呢，龙小道觉得有这么一位辅佐之臣当干爹也不算吃亏。搞定荀彧就等于是给月牙岛稻花乡领地安装了铜墙铁壁，以后领主地内的规划全要听荀彧干爹的，往后荀彧为稻花乡领主地第一内政总管。龙小道立即把荀彧放到了内政总管的高位上，不用考察，直接用史诗级英雄，内政之王，还迟疑个屁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往后领主地里荀彧说一不二，别人谁的话都不好使。内政之王荀彧，史诗级英雄，神级，管理领主地以及附属地，内部建筑升级速度提升300%，民用设施、内政设施、财政设施、城防设施威力提升300%。荀彧驻守的领地防御坚固程度提升100倍，开启被动技能易守难攻，危机加剧的时候自动开启固若金汤技能，防御再提升1000倍，直至城墙崩塌。城防武器威力直接与城市防御力相持平，战时状态城防武器建造速度加快20倍，拥有5次瞬间补齐的功能。拥有内政之臣荀彧驻守的领地，领地内各种资源开采速度提升10倍。荀彧驻守领地内政型人才技能提升10倍。对于内政之王荀彧的介绍，把龙小道看得目瞪口呆。如果说单兵作战，重铠武士典韦氏护卫天花板，那毫不客气地说，有荀彧在的领主城池根本就打不进来，除非携带的兵力是稻花乡领主地的1000倍以上。固若金汤4个字可不是说着玩的，有荀彧在，那稻花乡领地打今天起就是稳的，谁也别想再打进来。对于这样一位王佐之臣，认作干爹是真心赚大发了呀。荀彧是汉室之臣，哪怕辅佐曹操，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忠心不二之主。现在没有了汉室，龙小道又以真心相待，他说全力辅佐，那势必是言出必行。光是这名内政之王，就足以让全球艺人领主榜上的其他玩家望尘莫及。钻石级宝箱，这个没什么好说道，眼下最高等级的宝箱，整个全民领主里面就只有龙小道手里有这么一枚。能开出什么来不知道，但是已经有势力在世界频道里喊话，说出价100万货币点要购买。龙小道还在想要不要卖掉，因为他开宝箱的手气真不算这么好。神级战宠远古巨鳄同样是个幼崽，成长属性很高，不过战力基本上也比暴熊王强不了多少，现在战斗力一般，需要到后期在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还要长期培养。祭天神坛是一张神级图纸，但是有别于战争号角，战争号角是一件装备，拿出来放到领主地里面就使用，但是祭天神坛不是，它得拿材料建造。龙小道简单看了一下，以眼下稻香村的实力，估计还建造不出来。干爹，这个您先收着，什么时候合适建造了再建造。龙小道把祭天神坛的图纸交给荀彧保管，领地里什么时候有足够的资源建造，他比自己这个领主更加清楚。无影之刃史诗级武器类装备，拥有破防属性，无影无形，可以自动护主，方圆300米之内任何生物无法靠近。破防、撕裂、隐身、持续掉血、自动护主，能力非常强大。但是无影之刃是透明的，两头半月弧形对接在一起，中间把柄就跟冰雕出来的一样，只有主人才能看到它的存在，甩出去自己旋转飞行，无规律自动攻击300米以内的目标，还可以瞬移，还能无视防御，并且除了物理伤害还有附魔伤害，基本上不管是实体还是灵体都跑不掉。全民领主世界里的神装有一件算一件，就没有简单的。龙小道二话没说，直接把无影之刃给自己装备上。蒂安娜听着龙小道叫喊声，蒂安娜愣了下，抬头不解地望向他，好像不太清楚龙小道叫自己干嘛。领主大人，您请吩咐。龙小道摸了摸下巴，问道：你运气比较不错，跟我说说，这枚钻石宝箱咱们是自己打开比较好，还是趁着价格高卖掉好？蒂安娜一怔，转头朝荀彧抱拳，恭敬问道：荀老，您说怎么办好？荀彧捋着胡子，哈哈一笑，摇头说道：既然主上在问你，那就由你来拿主意，我去领地内转转。说完背着手走了开。蒂安娜转头看向龙小道，嘴角带着丝苦笑的说道：领主大人，这种事情不应该是你自己拿主意才好吗？让自己怎么回答嘛，不管打开还是卖掉，从自己嘴里说出来就都不合适。龙小道瞪他了眼，假装生气的说道：叫你选你就选，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咱们自己开还是卖掉？蒂安娜有些无语，咬牙说道：
自己开。好。龙小道走到蒂安娜身后，环抱着她，扶着她两手放在钻石级宝箱上面，笑着说：“咱们一起开。”开。伴随着龙小道的声音，钻石宝箱化作夺目霞光消失不见，只留下一本古籍。丁，恭喜您获得史诗级技能书太极剑法。龙小道脸上狂喜，竟然是一本技能书，还是一本剑谱，简直是缺什么就来什么啊！他正好缺少一门兵器技能书呢。第185章，灵气值巨献物品技能书太极剑法绝学集。龙小道稍微愣了下，这本技能书既不是紫色的，也不是橙色的，紫色代表传奇级技能书，橙色代表史诗级。但是太极剑法既然不是紫色，也不是橙色，同样它也不是白色，更不是蓝色，没有等级。太极剑法是透明的，标注为绝学级。威力怎么提升，能升到几级，竟然多没有标注，简介就跟水一样，配料表非常干净。龙小道没有犹豫，直接把太极剑法学习了。他还有2个技能矿，或许牛逼的技能书都不需要文字介绍，需要自行摸索吧。太极剑法等级0，解锁第一式剑法，一剑分阴阳，剑出法随，使用此剑招可以撕碎面前直线距离800米内任何物体，造成固定伤害，伤害属性强弱由剑法等级、使用者等级能力强弱而定。基础伤害负100点。龙小道迟疑了下，拿出无影剑，朝着不远处一块2米多高的巨石使用了一招一剑分阴阳。只听咔啦一声，巨石应声变成了一堆石子，然后砰的一声又都化成了石粉，把龙小道看呆在当场。这威力有点残暴啊！龙小道自言自语嘟囔着，之所以会被分成10块，估计是跟无影剑有关系，但是又从石子爆裂成石粉，绝对是太极剑法的招式造成的。所以说这种绝学级技能未必就比史诗级技能书差。从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出来，正好差不多晚上11点左右。铁甲战车内走出来，招呼几人，行了，我领主地里的事情忙完了，换你们进去吧，后半夜我来值守。其他人都找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带上虚拟连接器，进入到全民领主游戏里。供应员留在最后，等所有人走以后，才对着龙小道说道：“今天晚上我接到了好几个电话，都是登天使打来的。”龙小道笑着问：“目的呢？”供应员柔声道：“想让你回去。”龙小道笑着摇头：“人家应该是想让你回去，估计不是让我。”知道龙小道就是全球艺人榜首的人屈指可数，张天笑说过会帮着守密，所以那些联系供应员的人最大的可能是想让他回去，因为只有他才有战略价值。开出来的条件都不错吧？龙小道笑着问道。供应员嗯了声，含笑着说：“我没有明确拒绝他们，但是也没有明确同意。咱们在野外还不知道会遇见什么状况，会不会带长久，两手准备，实在扛不住咱们撤回去也不吃亏。”龙小道一怔，点了点头，抱着他亲了亲，笑着说：“游戏里我的领主的升级了。”供应员依偎在龙小道怀里，笑着轻声说：“我知道呀，还知道你得到了5件神级奖励。”龙小道稍微一愣，好奇问：“谁告诉你的？”供应员轻声道：“张老亲自给我打了一个视频通讯电话。”龙小道点了点头，那就不奇怪了，因为知道自己底细的也就只有张天笑。进去吧。两人腻味了会，龙小道拍了拍他，笑着说。等供应员走后，龙小道坐到铁甲战车不远处，注视着四下的黑暗处。外面动静依然不小，各种凶兽的吼叫哀嚎声，但是迪卡城内部好像还挺安静的。安全区既然已经确认了，那接下来就不能闲置着，得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搞起来，比如出租房间、建立市场等。没有收入可不行。龙小道低头看着手腕上依然戴着的那只老款黑色智能腕表，上面除了时间，不知道算时间又多了一排刻度。点进去以后是一个蓄水池样子的图案，上面标注着一排数字18673。龙小道鼓捣半天才有点弄明白这组数字代表着什么，自言自语嘟囔道：“这不会是代表着自己杀死猎物以后获取到的灵气值吧？”想到今天世界论坛上那位神秘人的话，只要现实中灵气值足够，就能把全民领主虚拟游戏里的装备兵种具现到现实里来。龙小道试着把老式腕表连接古玉造型的虚拟连接，下一秒一个投影屏幕出现在面前，上面以文字以及图案的方式详细标注着龙小道领地内的具体情况，拥有多少兵种、英雄以及装备等等都有罗列，并且找到了巨献功能。巨献1级兵种，耗费灵气值100，需要现实中领主身体素质超过 0.5。 龙小道皱了下眉头，就算拥有灵气值还不能随便巨献吗？身体强度大概对应的就是力量、体质、精神力、敏捷4项属性。巨献2级兵种需要身体素质达到1点，耗费灵气值1000点。巨献3级兵种需要身体素质达到2点，
耗费灵气值1万点。再高的兵种等级需要条件没有显示，这或许跟龙小道身体素质不够有关系。也就是说，以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只能局限3级兵种到现实中里来。那武器装备呢？龙小道找到武器装备一栏的时候愣住了，因为巨献无影剑过来只需要耗费1万点灵气值即可。原因是神魂绑定的装备巨献到现实中里来只需要1万点灵气值，但是巨献以后无法再拿回全民领主虚拟游戏中去。除了装备、英雄、战宠等也都是如此，需要神魂绑定即可，耗费灵气值数量并不高，但是不能逆转再带回去。能进行神魂绑定的英雄装备至少要史诗级也就是神级才行。龙小道陷入沉思，现实中收集1万点灵气值大概要猎杀1万只妖兽凶兽，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可最大的问题就是巨献到现实里来后，游戏里就没有了。现实中强悍，那游戏里就会变得虚弱，这就跟跷跷板一样，主要看你主攻哪一边。想要现实中强大就巨献过来，想要虚拟游戏里强大，那些神兵利器、英雄战宠就不能随便巨献。第186章远古巨鳄与风刀战士。神级英雄有谁？封后安东尼密尼安，还不属于自己。重开50点为虚拟游戏里近身护卫，免死金牌，撤回来，往后在游戏里可就不保险了。内政之王荀彧，不行，这个绝对不能撤到现实中来，没有用武之地，只有在虚拟游戏里，在领主地内才能大展身手。蒂安娜、查尔斯也都不行，没办法神魂绑定，巨献不过来，让他们待在游戏里也更为合适。神级英雄就这3位都不能撤回来，战宠呢？暴熊汪妞妞倒是已经成长起来了，不过他现在跟典韦配合的挺好，一人一兽，整天一起练级打怪，腻味在一起，有那么点情投意合、至交好友的架势，把人家墙拆开也有点不讲究、不厚道。剩下的就只有远古巨鳄了，神级战宠，并且还是个苗苗。龙小道眼神一亮，心说就他了，直接巨献到现实中来培养。巨献神级战宠远古巨鳄，黑色腕表内的灵气值直接削减掉1万点，剩下8000多点。星光点点汇聚下，一条身长3米、体重达300公斤的黑色鳄鱼巨献在龙小道身前不远处，然后扭着尾巴朝龙小道爬了过来，表示极为欢喜。龙小道大喜，真成了。远古巨鳄的气息让大黑感到极为不适，匍匐在地上做出进攻姿势。他虽然很害怕，但并没有退缩，因为身后就是铁甲战车，而铁甲战车里有他的小主人。没事，自己人，自己鳄。龙小道回头笑着安抚了大黑2句，转头拍了拍远古巨鳄的头，笑着道：“你皮也是黑色的，以后就叫小黑吧。”鳄鱼怎么叫唤，龙小道不知道，但是好像听到他嗷了一声。龙小道继续研究黑色腕表，原来这东西是需要跟古玉连接器合到一起来用啊，并且灵气值是猎杀现实中怪物、凶兽、妖兽才会有的。估计以前龙小道没发现，是因为猎杀值或者说灵气不够，再不济就是龙小道身体素质不达标，也有可能是虚拟游戏里领主地的等级不够，后者可能性最大。还剩下8000多灵气值，龙小道还是觉得这玩意叫猎杀值更为恰当一点。暂时巨献2级兵种不合适，最合适的就是巨献1级兵种，8000多猎杀值可以巨献80多名1级兵种，虚拟游戏领主地里减少80多名1级兵种，再召唤就是了，影响几乎没有。巨献那只兵种呢？龙小道抬手摸了摸下巴，沉思片刻后还是决定巨献风刀战士，因为风刀战士在游戏里招募也快，几乎是能顺补。巨献81名风刀战士来现实世界。黑色腕表上的灵气值又削减掉8100点，只剩下几十点。参见领主大人。81名风刀战士朝着龙小道行礼，声势不小，毕竟现实中成军的兵种小队，龙小道手底下这只算不算蝎子巴巴独一份不算，他不知道，反正以前他是没见到过。5人一队，各自遴选小队长，再从小队长中遴选出1名队长，以后直接跟我汇报情况。龙小道面色淡然的点了点头，吩咐道：“是。”风刀战士并不凌乱，或许这跟他们都出生在蜂巢有关系，每一位之间都亲如兄弟。很快，1名健硕的战士走出来，站到了这只风刀战士最前面。有名字吗？健硕风刀战士抱拳行礼，属下风大强。龙小道一听这个名字，忍不住乐了，点头称赞道：“这真是个好名字，风大强，你领着人职业，注意防范尸魁以及外面怪兽的偷袭。”卑职明白。风大强转身，领着风刀战士小队四下散开，执行命令。智力方面并不弱智，给龙小道的感觉与寻常人无异。领主世界到花香领主地7级蜂巢。慵懒躺着的妖娆蜂后突然睁开了眼睛，金光乍现，但很快就又收敛了回去，自言自语道：“
已经发现了具现兵种到现实中的诀窍吗？哥哥，小家伙还是蛮有潜力的，也不知道脱离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感觉。说完，又把眼睛给闭了上。但是7级风潮从这一刻好像又有了些不一样，再次出产的兵种身上都多了一丝凶悍以及灵性。次日清晨，张孝南从房间里出来，看着四下无人，走到农小道身旁，刚想说话，目光就被楼下厮杀的声音给吸引了过去。只见一支身穿封皮外衣的战士正在搜寻尸魁，与之厮杀，清扫迪卡城第5层。哦，小嘴瞬间就张得老大，转头震惊地看着农小道，兵种，这是兵种呀！农小道耸了耸肩，笑着道：“风刀战士1级兵种，配合大刀骷髅机械战士，还蛮好用的。”张孝南眨了眨眼睛：“你能从游戏里召唤兵种到现实里来了？”农小道笑着点了点头。对于黑道家小队的成员，这些想隐瞒也隐瞒不住，毕竟大家几乎是24小时都在一起的。孔雪桃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农小道身后，俯身朝着楼下看着问道：“数量有多少？”农小道坐在椅子上，笑着说：“81名。”孔雪桃听到数量，眼神一亮，嘟囔着说：“加上机械展示、大刀骷髅，你掌控的兵力已经超过了100了。”农小道没说话，目光望向从铁甲战车里下来的慧慧。小丫头正有兴趣地打量着远古巨鳄小黑，眼神里只有好奇，没有丝毫惧怕。犹豫了下，走过去蹲到了小黑身前，然后抬手呱唧呱唧拍了拍远古巨鳄的脑袋。远古巨鳄瞪大眼睛看着他，只敢轻轻摇晃尾巴，却连动都不敢动。不是因为眼前小孩是主人，而是他觉得如果自己敢动，这个小不点一巴掌可以把自己脑瓜子拍稀碎，然后他会把自己脑子挖出来煮脑花汤喝。第187章招募人手。迪卡城内部隐患很多，但至少农小道领着黑道家小队占领的小部分区域是安全的。从这里我们需要搞一个天梯，能直达楼顶。农小道站在6楼，朝着天花板的位置指了指。孔雪桃不解地问：“安全通道那边有楼梯可以直通天台，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再加装天梯？”农小道看着他，通往头顶的安全通道距离咱们这里多远？孔雪桃转头朝安全通道楼梯间所在的方向看过去，望了眼，回过头来说：“大概1半的距离。”农小道点头，距离那边也是1半的距离，咱们不能只设置一个出口。孔雪桃点了点头，倒没有多说什么。除了迪卡城内，从楼顶到下面，农小道也设计了多条逃生通道，比如说绳索速降、焊接爬梯、机械升降梯，甚至有滑翔伞、降落伞储备。以后人们能力越强，迪卡城这点高度也就越不算什么。做这些只是做足最坏的打算。逃生通道是准备在最前面的，至于用不用得到不重要，最好用不到。进入迪卡城也有多条路径，甚至可以直接从迪卡城大门直接走进来。王雪儿，农小道把王雪儿喊了过来。小道哥，王雪儿快步小跑过来。农小道看着他问道：“你不是认识个装备打造师吗？对方什么情况？有没有可能来城区外面？”王雪儿苦笑着摇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城区外面危险系数太大，10个人里有9个都不会出来，除非迫不得已。农小道皱了下眉头，这倒是实情，毕竟现在迪卡城营地的知名度还没打出去，不出来待在登天室内也行。打造装备什么价格？黑道家小队手里有大量尸鬼皮，还有不少地狱猎狗的皮、爪子、牙这些材料，直接卖材料有点吃亏。现在大家手里也都是用初级材料当兵器，先应付着呢。王雪儿点头，这个倒是可以，不过他的技术有限，并且收费挺黑的。农小道问：“有多黑？”王雪儿迟疑了下说道：“打造兽皮衣，收费150个货币点，并且还要打造者自行提供材料。兽皮衣只是最基础的装备，有一定防护作用，提供材料还要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农小道想了想问：“成功率呢？能不能保证100%成功？”王雪儿摇头，具体需要详细询问一下。农小道点头问：“如果能保证成功率，给他送点皮子过去，让他给咱们小队成员每人打造一套兽皮战衣。”行，王雪儿去联系人了。农小道迟疑了下，拿出手机来，先给紫金眼打了过去。外面日子过得怎么样？真不准备回来了？紫金眼的影像出现在农小道面前，笑着询问道。农小道眯着眼睛，朝着身后庞大的迪卡城指了指，也笑着说道：“整座迪卡城现在都是我们的地盘，日子别提多逍遥了。回去干嘛？”紫金眼目光闪烁着，异样道：“那么好。”农小道嘿嘿一笑，也不回答，而是开门见山地说：“营地初建需要不少人员，尤其是后勤人员，比如说建筑师、构架师、机械师、装备打造师等等。老板娘，有没有渠道给我招聘点人手出来？”紫金眼一怔，苦笑着，倒是没有直接摇头拒绝。待遇如何？
龙小道眼神一亮，听到这话就知道有戏，拍着胸脯子说道：“待遇方面没得说，只要能力不太水，每天基本工资10个货币点起步，每7天发1次奖金，1个月发4次奖金，干得好还有额外提成，并且包吃包住。老板娘是不是有合适的人选？”龙小道试探着问道。紫金眼犹豫了下，点头说：“确实有个合适的人选，这人是个铁匠，得罪了麒麟会的人，现在正被麒麟会追杀，以前跟我有点交情。”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不过他不是一个人，拖家带口，有个女朋友，还有个腿脚不是很方便的母亲，还带着个孩子。”龙小道眯着眼睛笑着说：“没问题，只要肯出来，一切包在我身上。只要在我这里干满3个月，麒麟会的事情我帮他摆平。”紫金岩忍不住苦笑道：“你知道麒麟会是什么组织吗？就你帮他摆平？”也没等龙小道说话，继续说道：“我可以帮你牵线搭桥，问问他去不去。”龙小道笑着道：“行，那就劳烦老板娘了。”紫金眼迟疑了下说：“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反倒是我有点事情想麻烦你。”龙小道笑着道：“您尽管说，能办的事情，小的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紫金眼道：“我需要收购一批妖兽身上的材料，从皮毛血肉到装备材料都需要，并且采购量还不小，需要成吨购入，能帮我搞定吗？”“价格随行就是。”龙小道笑着问：“等级有要求吗？”紫金眼摇头说：“等级暂时没有要求，只要是野外的妖兽就行，血肉骨髓这些吃的要没有毒素的。”龙小道点头笑道：“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回头有货了给你打电话。”转回到铁匠身上，试探着问：“人什么时候有消息？”紫金眼道：“我现在就给你问，一会给你回电话。”说完挂断了视频通讯。龙小道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能出来给自己干活就行，至于是不是在登天市内犯了事，招惹了不能招惹的人或势力，那个不重要，能在登天市混得下去，估计也舍不得出来。铁匠有什么用处，龙小道还不没想好，至少多个人手，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就对了。小道哥，西边有一群铁甲虫正朝着咱们这边过来，数量还不少嘞。王朝快步跑过来，他身后跟着一条7、8米长的碧绿色巨蟒。小队里的 C 级妖兽玉蟒成长速度都不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总计12条，算上罗阿秀手里的那条是13条。第188章铁甲虫。铁甲虫体型很大，超成年体，高度有3米，长度有6米，普通成年体，高度2米，长度也在4米左右，个个都跟个小坦克似的。外表甲壳很厚，普通子弹打在上面根本就伤及不到血肉，只会溅起火花。昨天见到了一只到迪卡城前面广场上溜达的落单铁甲虫，龙小道领着人干掉了。战斗力大概在强级，比地狱猎狗战斗力高，跟大力蚁能力基本上持平，还达不到地级妖兽的水准。龙小道朝西面看过去，那个方向以前是离开登天市市区的方向。铁甲虫从那边过来，说明他们是在从野外更远的地方往靠近登天市区附近在迁移。铁甲虫属于虫族兵种，不过在虫族里面也分为很多族群，比如都带壳的、会蹦的、能飞的、下载的、有翅膀的等等，族群庞大，种类繁杂。铁甲虫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种，就算是铁甲虫也会细分为黑壳铁甲虫、灰壳铁甲虫、绿壳铁甲虫、红壳铁甲虫等等。黑壳、灰壳比较常见，战斗力稍微也更低一些。昨天猎杀的就是一只灰壳铁甲虫，而今天王朝发现的则是黑壳铁甲虫。你通知其他人，我过去看一眼。龙小道交代完，直接召唤出铁甲之躯，朝着刚才王朝来的方向走去。毕竟王朝能力有限，他观察到的铁甲虫或许只是整个铁甲虫族群的一部分，数量少的话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黑道加小队能搞定，如果数量多就比较麻烦。其实从这些铁甲虫族群从野外深处往靠近登天市市区方向迁移，也大致能猜想到几点。比如说野外深处怪兽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改变，弱肉强食，越弱小的族群就需要往外面平缓的地域迁移，否则只会沦为强者的食物，甚至连自己的种族都保不住。对于登天市来说，恐怕就算不上好事了。这种大家伙对登天市的城市防线威胁很大，弄不好就会把城市防线弄破一个口子。所以登天市提出要尽早建造出虚拟堡垒，甚至不惜集合全市之力，或许确实是件高瞻远瞩的事情。普通人依靠个体实力，根本就在这种末世中生存不下去的。铁甲之躯高度已经达到20米，机动性能也有所提升，视野更加开阔。大概2公里外，龙小道发现了王朝说的那群铁甲虫，数量大概有40多只。对于虫族来说，这只是小股族群，并不庞大。几百只的族群放在虫族里都算是小股，而超过1000头的族群才算是小型族群。40多只铁甲虫，有一只超成年体带领，甲壳是黑色的，代表着防御力，比昨天猎杀的那只灰壳的铁甲虫战斗力还要强上一些。成年体大概有30来只，
幼年体大概有10来只，一只超成年体，小的体重按照2000斤，也就是1吨来算，成年体至少有1.5吨到2吨重左右。刚好紫金眼说要收购一批妖兽血肉，龙小道远远的观看望，这只小股铁甲虫族群，如果把它们干掉的话，紫金眼那边的需求估计就能满足。40多只黑壳铁甲虫，想要猎杀，难度也不小。如果出现伤亡，那就算是亏本。龙小道正考虑着要不要干掉这只小股黑壳铁甲虫族群的时候，紫金眼的视频通讯电话打了过来。老板娘，龙小道接通以后，笑着问：谈得怎么样？他在铁甲之躯里，并不影响视频通话。紫金眼道：对方可以离开登天市，出去帮你打工干活，但是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麒麟会正在市区里到处找他们呢，他们没法子到城市边缘，更别提出城去。龙小道愣了下，歪头好奇问：这个麒麟会是什么情况？紫金眼脸上露出丝苦笑，组织了下语言说道：麒麟会背后是登天市一群公子哥公主姐们，但是明面上的老大叫侯七，以前是个混混，靠着拆迁倒腾废墟起家，后来搞贷款、土方、城市绿化什么的，网罗了很大一批闲杂人员。世界变天以后，对他们而言反而混得更加如鱼得水，势力规模上跟牛街差不多。龙小道笑着道：那规模还真不小。你介绍的这个哥们为了什么跟麒麟会起冲突啊？紫金眼迟疑了下，苦笑着说道：他抢了侯文东的女朋友，侯文东是侯七亲儿子。龙小道笑着道：这意思是招惹了麒麟会的太子爷。停顿了下，说：有他的联系方式吗？给我一个，我叫人去接他们，负责把他们送出来。紫金眼没问龙小道让谁去接，直接把联系方式告诉给龙小道。龙小道记下联系方式，朝着紫金眼笑着问道：老板娘知道铁甲虫吗？末了又补充了一句：灰壳和黑壳铁甲虫。紫金眼眼神一亮，点头说道：知道，铁甲虫的血肉有增加人体力量和体质的作用，脑子可以稍许增强精神力，外壳是打造装备的绝佳材料，尤其是做机械护板，价格十分不错。龙小道眯着眼睛笑着说：给你搞个180吨血肉，能吃得下来吗？紫金眼肯定的说道：没问题，价格随行就市，给你最顶格。行，等有货了联系你。说完，龙小道挂断了视频通讯，然后按照紫金眼留下的联系方式拨打了过去。傅海有些烦躁，用力咳2声，震动带着胸前包裹着纱布又渗出鲜血来。旁边照顾他的女人眼睛一红，低头抽泣着说道：我出去求侯文东，让他放过你，大不了我死就是。傅海皱了下眉头，苍白着脸低声骂道：你给老子闭嘴，你死了，我费这么大劲才把你救出，不白干了吗？皱了下眉头，沉声道：放心，我有办法带着你们出去，放心吧。这时候身上的电话响了。第189章，龙老板关系很硬，兄弟贵姓啊？龙小道开门见山，笑着说道：我是紫金眼介绍的，现在在城区外面搞野外营地，需要人手。傅海迟一下，沉声问道：你能从麒麟会眼皮子底下接我们出城？龙小道笑着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一会给艺人所那边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人去接你们，麒麟会的人应该会给点面子。傅海皱了下眉头，问道：艺人所的人凭什么听你指派？龙小道笑了笑说：我以前在艺人所当过几天所长，现在艺人所的所长是我原来的手下，应该会给我点面子。傅海没再追问什么，老老实实把自己藏身地点告诉给龙小道，并且说明自己身边还有3个人，2个女人1个孩子。龙小道笑着说：放心吧兄弟，你的事情紫金眼交代清楚了。说完挂断了电话。犹豫了下，龙小道没有打给罗阿秀，而是直接打给了莫秋霜，他怕罗阿秀扛不住麒麟会，听着紫金眼那意思，麒麟会的势力还不小。你好。莫秋霜接通电话后冷漠开口，一副公事公办语气。龙小道笑着也没废话：莫所长，我有个朋友在市里惹了麒麟会的人，想让你帮忙给送出城来，地址在……他都没管人家会不会答应，直接把傅海藏身的地址讲了出来。能办要办，不能办也要想办法办啊。莫秋霜气乐了，沉默片刻后说道：我需要一批妖兽血肉，你们在野外手头上应该不缺，就要50吨吧。龙小道抬手摸了摸鼻子，笑着说：现在市区很缺少妖兽血肉吗？莫秋霜点头：缺，现在大家都不乐意出城去狩猎，所以妖兽血肉缺口很大。说白了就是大家都想吃现成的，又不想冒险，但是又需要提升身体素质，所以妖兽血肉缺口很大。行，人给我送到迪卡城方向出口，到时候我派人去接。稍微停顿了下，龙小道又继续说道：我那位朋友或许受伤了，送出来之前找人帮着治疗好再送出来。说完，龙小道挂断了通讯。莫秋霜皱了下眉头，招惹了麒麟会，不会是抢了麒麟会太子爷女人的那个傅海吧？如果真是的话，那可就有点难办。迟疑了下，莫秋霜还是给张天笑打了个电话，
麒麟会急眼的时候，未必会卖异人所面子。自从他当家以后，才知道异人所其实并不容易管理，除了对内，还要对外。而登天市内并不是有势力都会把异人所看在眼里。去接吧，按照农小道的要求，把人给他送过去。张天笑沉默了会，说道。莫秋霜恭敬问道：“麒麟会那边的？”张天笑道：“我来解决。”说完挂断了电话。傅海没想到异人所的人来这么快，看着带队过来的罗阿秀，试探着问：“是农老板派你们来的？”罗阿秀皱了下眉，点头说：“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吧。”傅海脸上这才浮现了出丝笑容。好。下楼以后，罗阿秀给莫秋霜打电话，人接上了，不过麒麟会的人也来了。前面数辆麒麟会的车子显然没轻易放罗阿秀他们出去。莫秋霜冷漠道：“没关系，直接往外走，他们不会拦着你们的。”罗阿秀挂了电话，深吸了口气，启动车子。孙静紧紧抱着傅海的胳膊，坐在车子后排，透过车窗看到了侯文东正阴沉着脸盯着车子方向。傅海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现在就是在赌那位农老板的关系真够硬，能扛下麒麟会的压力，把自己一家老小接走。少爷，要不要动手？侯文东身后站着的手下低沉问道。只要一声令下，异人所的人也没办法把人带走，甚至就连他们都得留下。侯文东看着罗阿秀开的车辆从自己面前经过去，也没有开口说话，就这么阴沉着脸盯着车子远去。傅海和孙静都松了口气，前面驾驶着车辆的罗阿秀也松了口气，这会手心里都是汗。刚才麒麟会的人如果对他们发动攻击，他们全都走不了。头儿，人接出来了。罗阿秀再次给莫秋霜打电话。莫秋霜嗯了声，说道：“先带着傅海去治伤，然后送到与迪卡城接壤的防线出口。”说完挂断了电话。龙小道望着不远处这只小股黑壳铁甲虫族群，自言自语嘟囔道：“看样子不杀都不行喽。”回来以后大家都已经聚齐。什么情况？孔雪桃看向龙小道。龙小道介绍说是黑壳铁甲虫，超成年体1只，成年体30来只，还有10来只幼年体，小股族群，总数量40几头的样子。孔雪桃眼神一亮，试探着问：“要不要杀？”一头黑壳铁甲虫，就算按照美金1货币点计算，最少也值10几万货币点。昨天猎杀过一头灰壳铁甲虫，猎杀难度并不高，40几头黑壳铁甲虫，以黑道家小队的战斗力，应该也能吃得下。除了孔雪桃以外，其他成员目光也都在眼巴巴地望着龙小道。龙小道道：“杀！”听到这个字，所有人脸上都浮现出笑容。什么时候出发？龙小道看了下时间，说道：“现在就出发，干完了回来还能吃午饭。”出发前，龙小道还是不忘叮嘱道：“大家都注意安全，如果出现意外，先退回来。都明白了吗？”明白。龙小道领着人朝着那群黑壳铁甲虫摸了过去。妈妈，石头太小，有没有块头更大一点的？有点轻，不趁手。慧慧手里举着一块比她个头大数倍的石头，至少有上千公斤重，不过在她手里给人的感觉轻飘飘的，就像皮球似的。说完朝着黑壳铁甲虫族群里抛了过去，咣当，一头成年体直接被巨石砸趴在了地上。小丫头脸上露出高兴笑容，握着小拳头做了个真棒的动作。龙小道皱了下眉头，吩咐道：“孝男，领着慧慧退到后面去。小姑娘家家的，怎么能从小就这么残暴？这么大的石头，黑壳铁甲虫倒是砸死了，但是被你这么轻轻松松把铁甲虫族群干掉，他们干嘛？看热闹吗？”第190章，老牛拉车只为卖货。慧慧抛出去的巨石惊扰了黑壳铁甲虫，然后在超成年体的组织带领下来，开始朝着农小道他们所在方向发起了冲锋。铁甲虫爬行速度很快，跟安装了双马达的铁皮坦克似的，横冲直撞下，成年人搂抱粗的巨木都架不住他撞一下子。铁甲之躯，龙小道召唤出铁甲之躯，抽出背后的重剑，朝着那只超成年体迎了上去。一剑分阴阳，开！咣当一下子砸在了超成年体黑壳铁甲虫的头顶上。本身铁甲之躯块头就比黑壳铁甲虫个头大，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下子就把6、7米长的冲过来的小个子按在了地上。砰！黑壳铁甲虫内部组织结构像是爆了开，就跟果冻被挤碎的感觉很像，但是整只铁甲虫外表并没有损坏，7孔流血，趴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了。孔雪桃无语了，心说小丫头不懂事，怎么你当大人的也不懂事？铁甲虫的尸体是要卖钱的，都给搅和成了豆汁，卖给谁家二大老爷去啊？把这身铁皮衣给脱了，咱们来狩猎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练技能。龙小道也知道，干笑2声，解除了铁甲之躯，对付小股的黑壳铁甲虫确实用不到穿铁甲之躯。巨火兽主攻战力就是龙小道、孔雪桃、王雪儿、王朝姐弟、张光亮、肖翠翠2口子，
以及12条 C 级妖兽玉蟒，还有远古巨鳄小黑。大刀骷髅都没召唤过来，10来分钟，这小股黑壳铁甲虫就被黑道家小队的人给吃了下来。头儿，这么多铁甲虫的尸体，咱们怎么弄走啊？王朝发愁地问道。放在这里，一夜过去，估摸着这些铁甲兽的尸体连根毛都不会剩下。龙小道想了下，苦笑着说：“还能怎么办？再次穿上铁甲之躯，充当搬运工。”这小股黑壳铁甲虫族群总计43头，那只超成年体内的肌肉骨骼组织已经让龙小道一招太极剑法给劈成了稀碎，但是没关系，蒸煮一下还是可以吃的，说不定味道会更好呢。至于其他的，除了会用大石头砸死的那只有些破烂以外，其他铁甲虫尸体保存的相对还是比较完整的。铁甲虫的甲靠，龙小道其实是可以提取到铁甲空间的，可以增加铁甲之躯的铁甲柔韧性。不过像这种铁甲虫，以后在野外应该能经常遇见，算不上什么稀罕东西。暂时他们也没有充足的人手剥壳提肉，干脆整只出售算了。先把铁甲虫的尸体搬运到迪卡城前面的广场上，然后用铁链子绳索捆绑到一起，能行吗？供应员看着成串的铁甲虫被龙小道给扛到了铁甲之躯的背上，忍不住苦笑着问。龙小道道：“行，怎么不行？迪卡城距离防线不过几公里的距离，我扛着20来只，重卡车再拉上几只，剩下的让铁甲战车拖着，一口气直接弄过去。”供应员犹豫下，点头说：“行吧，那你们早去早回。”龙小道没有犹豫，直截了当的说道：“大家一起走，迪卡城让风刀战士和大刀骷髅守着就行。总计也没几个人，野外随时可能会发生变故，把谁留下都不合适。反正回去一趟又不进登天市，问题不大。”路上，龙小道分别联系紫金眼跟莫秋霜，告诉他们要的货已经搞到了，赶紧来迪卡城方向出口接。倒没有说谁先到算谁的。紫金眼要100吨妖兽血肉，莫秋霜只要50吨，两个人加在一起也不过才150吨而已。龙小道觉得这43头黑壳铁甲虫的重量应该能超过150吨，重卡车的载重量是40吨，他拉上8只成年铁甲虫就已经有点吃力，以此推算，这些铁甲虫尸体的重量绝对超过150吨。从迪卡城吭哧吭哧像老牛一样拖着一串黑壳铁甲虫的尸体朝登天市入口方向行走着。想不出画面，可以抽象的想一想大闸蟹现在铁甲之躯后面就等于是拖着20来只像大闸蟹似的铁甲虫，只不过铁甲虫的个头很大。几公里的路程大概走了45分钟，有时候重卡车陷进泥土里，龙小道环的操控着铁甲之躯去给重卡车推车，这也让龙小道意识到在野外机动车辆的重要性，货物运输是个大问题。迪卡城距离登天市这么近，运送都如此吃力，如果在更远的地方，货物怎么运送回来？罗阿秀站在莫秋霜身后，看着由远及近的特殊组合，嘴都给张了开。最前面是铁甲战车，牵引着一大串铁甲虫，后面是辆重型卡车，在后面就是龙小道驾驶的铁甲之躯，扛着一大串铁甲虫，缓缓朝着城门口方向行来。他们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吗？罗阿秀忍不住嘟囔道。莫秋霜板着脸，苟不言笑地站在那里，轻声说道：“他们的实力一直都这么强。”更觉得震撼、不可思议的就是傅海女友孙静，以及他母亲赵淑英，还有满脸好奇的女儿傅文文。刚出来的时候，这家人心里还极为忐忑，在野外生活那不是找死吗？什么样的人能脱离登天市，独自在野外建立安全区，得需要多少人才能守得住？可现在看来，或许只是他们无法想象，并不是人家做不到。孙成虎身边站着陈乐，轻声问道：“黑壳铁甲虫的战斗力值评估出来了吗？”陈乐道：“已经评估出来了，灰壳铁甲虫的战斗力值在 4.5 左右，黑壳铁甲虫的战斗力值在5左右。因为转职者已经有了属性值，所以后期战斗力值评估全都是在人类属性值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一只黑壳铁甲虫的战斗力值跟一个属性值提升到5的玩家战斗力相当。人类属性值有4项，分别是力量、敏捷、体力、精神力。除了精神力不是必须提升以外，整体战斗力要力量、敏捷、体力其中2项都突破才算达标。例如说，力量4，体质2，敏捷3，那这个人的战斗力值就是3点，并不是4点。精神力是不计算在内的，因为精神力值提升是前面3项数值的10倍，是最为难提升的一种个人属性值。第191章，妖兽血肉价值高。大家都在啊，那就省得麻烦了。言归正传，今天现货现卖，现款现结。龙小道从铁甲之躯里面跳出来，走到众人面前，眯着眼睛笑呵呵说道：“什么价格？”莫秋霜面无表情的开口问道。龙小道目光看向他身后站着的罗阿秀，微笑着点了点头。大家虽然不是队友，但也还算是朋友。收回目光来，看向莫秋霜，含笑着说道：“价格随行就是呗。现在登天市妖兽血肉什么价格？”
莫秋霜想了想说：“黑壳铁甲虫的血肉大概2个货币点1斤。”紫金眼皱了下眉，因为2货币点1斤不见得能买得到，一般都是在卖 2.5 个货币点或者是3个货币点，如果是量大肯定是3个货币点以上。犹豫了下，开口说道：“按照事先联系约定的100吨妖兽血肉，每吨按照6000货币点计算。”龙小道笑了，哪能听不出来，这是自家老板娘不想看着自己吃亏。成，那就先卖给你。每头成年黑壳铁甲虫大概有5吨重，100吨给你算20头成年体，另外再给你10只幼年体，总共给我60万货币点就行。龙小道笑着说完，朝不远处的张光亮说道：“光亮哥，领着人给紫金眼女士清点货物，捡大个的挑。”紫金眼什么废话都没说，直接给龙小道赚了60万货币点，然后领着人去拿货。龙小道回过头来看向莫秋霜，笑着说道：“莫所长刚才说要多少来着？50吨是吧？1吨4000货币点，50吨20万货币点，同样10头成年体黑甲虫，没什么问题吧？”价格都没还，莫秋霜说2货币点1斤，那就2货币点1斤，原因是人家替咱帮了忙，龙小道顺手还他个人情，但是也仅限于此。莫秋霜皱了下眉，冷冷哼道：“龙老板觉得我莫秋霜像是那种会占人便宜的人吗？”龙小道耸了耸肩，摊手笑着说：“莫所，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谁跟谁啊？”末了，朝着身后剩下的黑壳铁甲虫尸体指了指，笑着道：“货不卖二主，剩下的都给你了还不成？值多少货币点，你自己看着给。”龙小道这也算是以进为退，毕竟现在卖妖兽血肉还是带皮的，真挺赚钱的。早知道狩猎妖兽这么赚钱，那早就开干了。30万！莫秋霜面无表情的给龙小道转账30万货币点过来。43只黑壳铁甲虫的尸体连卖带送，总计卖了90万货币点，这可比孔雪桃的预期高出了几倍不止。你就是傅海？龙小道收完钱，其他事情就不归他管了。这些黑壳铁甲虫的尸体都送到了家门口，剩下搬进去就成了，怎么搬、怎么分解之类的都用不着龙小道操心。傅海勉强笑着点头：“对，傅海，龙老板好。”他身边站着位颇有姿色的都市丽人，大概就是那从麒麟会太子爷手里抢过来的女人。傅海母亲赵淑英年近50，身体消瘦，听紫金眼说腿脚有点问题，但现在看来是已经被治疗好了。3人身前还站着个小姑娘，年纪比慧慧好像要大上一点，也挺可爱啊。正好以后慧慧也有个伴，省得天天就自己一个人玩孤单。龙小道朝着傅海点了点头，笑着说：“咱们该走了。”朝不远处王雪儿、王朝招手，示意他们把人带过去，自己则朝着孙成虎、陈乐2人走了过去。孙团长，有个不是太好的消息，野外凶兽妖兽已经开始有规模的进行迁移，陆陆续续开始有等级高的妖兽从野外深处来到外面平缓地域，这还没算那些有智慧的外来入侵种族，所以还请各位早做准备，顺便给城防军提个醒，省得他们被打个措手不及。当然也有可能人家早就监测到了，龙小道这就是多此一举。但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尽到了自己的提醒义务，良心上不会有什么亏欠，这就足够了。看着龙小道离开，孙成虎沉声问道：“他们占领的迪卡城安全系数评测出来了吗？”陈乐点头说道：“已经出来了，评测结果是 C 级，十分危险，并且在迪卡城附近或者内部极有可能隐藏着一只至少 C 级拥有精神操控属性的智慧型妖兽存在。C 级对于现在的人类而言已经是非常危险的地域。其实登天市一直对城市周边各种地域进行监测，毕竟登天市内有2000万人口，这不是开玩笑的，丢掉了登天市这个大本营，粗略估计2000万人口能活下来的或许不会超过1成，这还是在各种理论良性评估下的数据。这小家伙头挺铁的，哎，算了，咱们已经没心情关心别人，接下来要头疼的是咱们自己喽。孙成虎苦笑着，像这种铁甲虫族群，或许再过1星期就会出现在登天市城市防线周边。登天市的人都不想出去，没人想去涉险，可问题是现在已经不再是你想或者不想的时候了，而是没人去清理防线外面的各种妖兽族群，登天市防线就没办法抗住压力。陈乐点头轻声说道：“已经给委员会下达了协防令，接下来就看登天市委员会那边怎么调动起普通市民与那些家族势力的积极性。”孙成虎沉着脸低声骂了句：“不想城市防线被攻破，就得轮番过来防守。他们是人，城防军同样也是爹妈养的二郎。”回程路上，龙小道脸上并没有卖掉铁甲虫的喜悦，反而脸色有些阴沉。身旁的公引员看着他轻声问道：“你在担心登天市的防线？”龙小道点了点头，现在登天市防线依然是城防军为主力，这很危险，城防军的人手想要完全监管整个市区防线有点捉襟见肘，只要防线上同时有5个点遭受攻击，城防军就会露出防守薄弱区来。公引员点头轻声说道：“登天市领导不会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只要虚拟堡垒建造起来，
结果就会大大改善。龙小道轻声嘟囔了句：“虚拟堡垒也不是万能的呀。”第192章搞到第一桶金。到了，车子停到迪卡城前面的广场上，看着走出来的傅海等人，龙小道笑着说道：“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傅海声音里有些感慨。龙小道笑着说：“以前他属于谁我不清楚，但从现在开始，这里属于我，属于我们黑道家小队。”看着傅海，平静说道：“费老大力气接你出来，我也是有目的的。环境你们也看到了，咱们在野外，所以条件比较艰苦，并且咱也没法子养活闲人，来了都要干活的。”傅海点了点头，表示明白。我转职后的职业是一名铁匠，可以打铁，也可以制造跟铁有关的器皿，甚至是武器。龙小道走到他身前，揽着他肩膀拍了拍，笑着道：“你们呢，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刚开始会给你们10天半个月的适应时间。”说完，抬手朝着迪卡城外面指了指：“有没有办法修建一座楼梯，让人可以从外面直达迪卡城楼顶上面去？铁匠可不仅仅是能打造锄头铁锹，用得好可以干好多事情。”傅海一愣，干笑了下：“我试试，不过需要材料。”“没问题，周围有很多散落的车辆，都可以收集回来，你慢慢试验，也不是很着急。”龙小道说完，转头看着傅海女朋友，笑着问道：“美女，转职了吗？”孙静急忙点头：“转职了，我是一名华丽服装设计师。”龙小道一怔，抬手摸了下鼻子，好奇问：“华丽服装设计师是什么意思？”孙静苦笑着说：“就是在装备或者衣服上镶嵌一些饰品，或者想办法把一件衣服外形改变成看着更加高档华丽的样子。”龙小道华而不实，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哪还有心思穿什么华丽服饰？不过兴许以后会有市场吧。简单鉴定一下，这就是个花瓶，闲人废物，没什么大用处，至少眼下是没什么大用处。阿姨，您呢？龙小道把目光转向傅海母亲赵淑英。赵淑英头上有白发，但是面色很和善，给人种蛮亲切的感觉，就是身形有些消瘦，或许是跟长期营养不良有关系吧。我也转职了，是一名厨娘，会做饭。赵淑英有些拘束。龙小道含笑着说：“那以后我们这些人的伙食就要麻烦淑英阿姨了啊。”赵淑英急忙摇头：“不麻烦不麻烦。”龙小道目光看向傅海的女儿，笑着问：“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文文，傅文文。”小姑娘很大胆，也很沉稳，看着龙小道眼神坚定，倒不显得有什么慌乱。龙小道蹲下身，朝着傅文文招了招手。傅文文走过来之后，龙小道牵着她的小手，笑着问道：“今年几岁？”“9岁。”龙小道笑看着他说：“想不想要个小妹妹？”傅文文愣了下，转头看向傅海，目光顺带在孙静身上扫了眼，收回目光来，摇了摇头：“我妈妈不会再给我爸爸生了。”龙小道忍不住笑起来，抬手揉了揉傅文文的小脑瓜：“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转身朝着不远处铁甲战车的方向指了指：“那边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年纪的小妹妹，平常你们就在一起玩，妹妹还小，要你多照顾一些，懂吗？”傅文文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真乖。”龙小道起身笑着道：“过去跟慧慧玩吧。”傅文文朝着铁甲战车走了过去，车子里的慧慧黑色大眼睛早就趴在车窗上盯着这边瞧好久了。这会见那个陌生小姑娘走过来，高兴地嗷了声，咯咯娇笑着打开车门，自己跑了出去。龙小道收回目光来，望着傅海一家人，诚恳说道：“欢迎各位加入迪卡城营地。”转身朝着王雪儿招了招手，带着大家上去熟悉环境，挑选房间。“好嘞。”王雪儿把人带走以后，孔雪桃才走过来，娇笑着问道：“40几只铁甲虫卖了多少货币点？”他们并不知道龙小道以什么价格把铁甲虫尸体卖掉的。“90万。”龙小道笑着道。孔雪桃瞬间瞪大眼睛：“多少？90万货币点？”龙小道点头，笑着道：“对，90万货币点。我也没想到现在妖兽血肉在登天市内这么抢手。”孔雪桃眼睛闪烁着说：“何止是抢手，这简直就是在抢钱。要按照这个价格，咱们一天最少能赚100万货币点。等着什么呢？干脆去狩猎铁甲虫去算了，一天干掉50只，拉到登天市边缘去卖掉，一来一回100万货币点到手。”龙小道收起笑容来说道：“虽然妖兽血肉挺值钱的，但是没有销售渠道，出货可不是那么容易。”孔雪桃看着龙小道问：“今天2个出货渠道不能长期用吗？”龙小道一怔：“你是说紫金眼和莫秋霜？”孔雪桃眯着眼睛娇笑着说：“紫金眼那个小姑娘我知道，背后也有不小的势力，并且为人还蛮圆滑的，跟那些公子哥公主姐们关系都不错，自己又有手腕眼光，是个不错的代理人。至于莫秋霜，掌管着1人所，手底下人也不少，那么多嘴嗷嗷待哺，弄点副业，估计也会很愿意，并且有1人所执法者身份掩护，就算有人眼红手里的生意，也不敢轻易动他们。”龙小道想了下说：“今天紫金眼买走了100吨，
莫秋霜买走了50吨，估计也需要消化一段时间吧，毕竟货量不小。孔雪桃摇头道：“总计才150吨，这对整个登天市而言，9牛1毛都算不上。我敢这么说，只要咱们能把货运送回去，有多少，他们就能吃下多少。不信你就打个电话回去问问。”也不等龙小道说话，又继续说道：“现在是个真空时间，如果登天市有人嗅到商机，组织大量狩猎团队出城，到时候可就没有现在这么容易赚钱喽。咱们现在累一点，说不定就能搞到第1桶金。”第193章，趁热打铁。龙小道还没给紫金眼、莫秋霜他们打电话，问问他们更大的妖兽血肉量能不能吃下，通讯器就响了，是牛街牛宝打过来的。孔雪桃给了个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的眼神，转身走了。接通视频通讯，牛宝的虚拟影像出现在面前，两手叉腰，小嘴撅得老高。龙小道，你小子不厚道哦！开门见山，开口就骂，丝毫没有要省着龙小道的意思，这也是跟两人互相熟悉了有关系。龙小道哭笑不得，歪头打量着他，反问道：“说清楚，老子怎么就不地道了？要是说不清楚，回头逮住机会，非得狠狠打你一顿屁股不可。”牛宝板板着脸，冷哼说：“你还好意思问我啊？在野外打到好东西，为什么只通知了紫金眼和莫秋霜？是两个骚娘们背地里给了你什么好处，还是说你跟他们关系匪浅，背地里有一腿啊？”这位大小姐本身就是这种彪悍性格，逮住什么说什么，还真不太会拐弯抹角的。龙小道苦笑着道：“这事情你是真冤枉我。首先是我先给紫金眼打的电话，让他帮我学摸几个能用的人才，然后是莫秋霜，我托人家办事，人家让我从野外给他搞点妖兽血肉。”稍微停顿，试探着问：“妖兽血肉你们牛街也缺吗？”牛宝白他了眼，冷哼着道：“当然缺了，这种下肚子每天都要吃的东西，谁家不缺啊？”龙小道试探着问：“铁甲虫血肉现在登天市市场上什么价格？”牛宝哼道：“前2天没货的时候2、3个货币点1斤，今天市场上4.5个货币点1斤，9个货币点1公斤。”龙小道眼神一亮：“价格这么高？”高！牛宝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说：“高个屁啊！就这个价格，你没关系都还买不到呢。”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现在只有紫金眼和莫秋霜两家手里有货源，莫秋霜手里的铁甲虫血肉基本上都分给了市区里的公职人员，紫金眼手里的铁甲虫血肉流入到了市场上，但是抢购的人很多，想买到要凭关系。”龙小道想了下，试探着问：“我给你也搞一批回去，你愁不愁销路？”牛宝气乐道：“还愁销路呢？我们牛街自己就有多少人，内部就能消化掉。”然后盯着龙小道眨了眨眼睛：“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你能搞回多少妖兽血肉，我这边都能给你卖出去。价格方面，只会比紫金眼、莫秋霜那两个娘们给你的高，不会比他们给的低。”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脑海里浮现出孔雪桃刚才的话，或许第1桶金还真就得打个时间差，因为他们在野外能更早掌控那些妖兽族群的动向，这些东西不走出市区很难摸清楚的。行，这样你先去跟牛老爷子打个招呼，把通道打开，我现在看看能不能给你去弄点什么，等打到猎物以后会第一时间联系，到时候你组织人手来迪卡城方向出口接货。”龙小道咬牙说道。牛宝眼神一亮：“铁子，赶紧去，多多益善，价格你放心，本姑娘亏待不了你。”龙小道把视频通讯挂断了，朝着不远处的供应员走过去，把刚才跟孔雪桃和牛宝通讯经过讲了下。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道：“我的意思是，咱们真要趁着机会好好干一票，货币点不仅现实中有用，虚拟游戏里需求也很大。”供应员皱眉：“你想让整个小队都参与狩猎？”龙小道摇头说：“我的想法是，你们在营地里清扫周边隐患，我自己出去转转，打到什么，利用铁甲之躯直接搬到城市防线出口去，现金现结，直接卖掉。”供应员看着他说：“想法倒是挺好，但是危险系数呢？”龙小道笑了笑：“放心，打不过我就跑，绝对不会鲁莽，只打那些威胁性低的妖兽族群，比如说铁甲虫，危险系数低，利润还不错。”供应员知道自己拦不住他，既然龙小道想这么干，就只能由他。那你出去多注意安全，就孔雪桃跟着你，他是隐藏职业，战斗力不弱，算是个不错的帮手。供应员说完，转身朝着迪卡城内走去，不给龙小道反驳的机会。龙小道苦笑着摇头，他更倾向于自己独自出去狩猎，有铁甲之躯，机动性更强，但也知道供应员是担心自己，不放心龙小道自己外出行动。引员姐，小道哥跟孔姐干嘛去了？张笑南望着一前一后离开营地的龙小道和孔雪桃，凑到供应员身边，好奇询问道。供应员含笑着说：“狩猎。”狩猎？张笑南瞪大眼睛，他俩独自出去狩猎，为什么不叫上我们呢？在他看来，狩猎应该是黑道加小队的一项集体行动才对，怎么能独自前往呢？供应员道：“营地里要留守人手，至于其余的，
没有多说。张光亮、肖翠翠两口子把周围可用的铁元素都搜集了一遍，汽车残破外壳、铁架子、广告牌，反正附近能搜集的都搜集了回来，堆在一起，跟一座小山似的，数量不少。傅海利用自己的铁匠身份，使用技能开始打铁，从迪卡城下面抵达迪卡城楼顶，差不多50来米高，修建一座铁架桥，刚好可以从房顶连接到前面广场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朝着张光亮说道：“兄弟，钢铁不够用，还得搜集，数量越多越好。”稍微停顿，又朝着不远处指了指说：“如果钢铁材料足够的话，我想在外围建设一堵墙，把整个迪卡城都围在里面。”话让张光亮眼神一亮，咬牙说道：“明白。你先把铁架桥弄好，材料的事情交给我们。”抬头朝着楼顶上的王朝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下来干活。傅海看着远去的张光亮、王朝等人，又看向不远处巡逻的强壮卫兵，心里也有些澎湃。或许在野外也没有传说中那恐怖。第194章背山兽。发现了什么没有？孔雪桃站在一棵巨木树关，望着左边相距100米的铁甲之躯，对着手腕上的通讯器询问道。越往城区外方向走，树木越是密集高大，20多米的铁甲之躯在身高方面已经没有了什么优势。过了会，农小道的声音才传回来，没有发现什么体型庞大的妖兽，他们在寻找类似于铁甲虫那般体型庞大、有分量的猎物。因为需要运输的关系，体型过于小的猎物运送回去一趟比体型庞大的猎物运送回去一趟利润值相差很大。会不会是因为白天的关系，那些体型庞大的妖兽都在休息睡觉？农小道忍不住说道。孔雪桃沉默了会，看着就快下山的太阳，无奈说道：“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不会很大。妖兽都有自身的活动范围，俗称地盘。寻找半天都没有找到体型庞大的猎物，那或许说明这块区域已经没有体型庞大的生物存在，或者是有一头体型庞大的生物把那些体型相差不多大的妖兽都给从这个区域给驱逐了出去。时间不早了，撤吧。”孔雪桃看了下时间，轻声说道：“他们最好是赶在黑下来之前回到迪卡城营地，一个是避免意外发生，另外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迪卡城营地夜晚也需要有高手坐镇防守。龙小道也知道最好天黑之前回去，但出来转悠了2个小时都没有发现体型庞大的猎物，心里终归是有些不甘心的。走，等一下。”龙小道抬手指着西北方向：“你有没有发现那边那座丘陵好像在动？”孔雪桃朝着铁甲之躯指的方向看过去，那边确实有一座类似小丘陵的地方，高度几十米，宽度也有100-200米，很庞大，并且在后背上好像还长着青苔绿植。会不会是被山兽？孔雪桃脸色微微一变，轻声说道。龙小道看着那座好像在缓慢移动的山丘，好奇问：“什么是被山兽？”孔雪桃说道：“根据登天市勘探资料上记载，野外有一种巨兽，高达10米，长度有几十米，身上长满苔藓绿植，远远看着就跟一座小山似的，起名为背山兽。这种背山兽其实是一种巨型妖龟，善于隐藏身形，但是体型庞大又凶残无比，会兽食其他大型妖兽，往往吞进嘴里，会咀嚼稀碎，连皮带肉一起咽下。”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如果是背山兽，那这头背山兽可比记载中的背山兽块头至少大了10几倍不止呀。”龙小道注视着不远处的小山丘，确定它确实是在移动，并且移动就是上百米，然后又匍匐在原地不再动弹。高度上百米，长度100-200米，远远看就是一座小山。背山兽是什么等级？孔雪桃道：“以前背山兽只是1级妖兽，不过眼前的这个，如果论块头，已经跟9中校区里那头 C 级妖兽玉蟒差不了多少。”龙小道想了想说道：“也就是说，它如果是背山兽，等级最低也是 C 级。”孔雪桃嗯了一声说道：“就算不是 C 级，那最低也不会低于 D 级。撤吧。就算是 D 级妖兽，也绝对不是他们2个能干掉的。要知道9中防区内那条 C 级妖兽玉蟒，登天市可出动了几万人，猎杀了一宿，才把他给干趴下的。”龙小道却没动地方，若有所思地说道：“这里距离迪卡城有多远？”孔雪桃一怔，想了想说道：“大概有10公里。”龙小道看着不远处那座小山，它不是在移动，而是在啃食那片的巨木树冠。背山兽不是纯肉食妖兽，它是荤素不忌，有肉吃肉，有素吃素。也就是说，它距离登天市防线最多不超过15公里。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庞大的妖兽，如果进攻登天市防线，登天市能守得住吗？龙小道自言自语说道。孔雪桃呆了下，苦笑着道：“闲吃萝卜淡操心，你想的倒多，守不守得住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登天市2000万人，别说是一只背山兽，就算一口气过去100只都能干掉，无非是损失大小而已。到了该拼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需要上前线拼命，这方面登天市领导估计比谁都看得透彻。”也是。
龙小道咧嘴一笑，盯着不远处庞大的被山兽，突然说道：“就这么被吓走，我感觉有点亏。要不咱们试试他，看看他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孔雪桃还没等孔雪桃说话，龙小道已经拔出背上的重剑，朝着被山兽冲了过去。孔雪桃不放心，咬牙发动技能引入黑暗中，也遁了过去。被山兽的块头是真大，长度至少有200多米，高度将近80米，外表模样其实就是一只大龟，再形象一点，它更像是一只放大无数倍的大鳄龟。但是四肢包括脖颈、头都呈现墨绿色，几乎跟森林是一个颜色，所以迷惑性很强。远远看就是一座小山，直到来到山前，张开嘴露出里面成排锯齿形的尖牙，才知道这东西是活的，可不是什么小山。龟壳上的苔藓绿植都是伪装，甚至上面还有一些小型的半生兽，惟妙惟肖，乍一看根本就没办法绝。从被山兽身后，龙小道驾驶着铁甲之躯奔跑到了他身上。哦！被山兽反应很灵敏，一个摆尾扭动，差点把龙小道驾驶的铁甲之躯震动下去。站稳脚跟后，龙小道把手里的巨剑朝下面插了下去，咣当，下去半米深就被什么坚硬的东西给挡住了。是龟壳，被山兽的壳很厚，硬度是普通铁甲的10倍。快下来！孔雪桃焦急提醒道。随着孔雪桃的声音，一只巨大的头颅竟然从下面伸到了后背上，张开血盆巨口，朝着铁甲之躯就是一口。我靠，这脖子也太长了点吧？怎么从下面甩到上面来的？龙小道看着大鳄龟的脑袋，这龟脑袋最少隧道口那么大，后面的脖子得有200-300米长。第195章狩猎背山龟。龙小道驾驶铁甲之躯一跃而起，险险地躲过了背山兽的倾盆巨口。但是龟脖子很灵活，场景就如同巨蛇的身体，扭摆着一甩，巨大的龟脑袋朝着刚落下来的铁甲之躯狠狠砸了过来。龟脑袋上有一排尖锐的角刺，每一根都有3-5米长，啪嗒一下子砸到铁甲之躯上，巨大的力道直接把铁甲之躯给砸散架了。我靠！龙小道落到龟背上，忍不住低声骂了句，就单纯论这力道，这只被山兽的等级就不会低于 C 级。没事吧？孔雪桃在不远处焦急地问道。龙小道急忙回道：没事没事，你先别急着上来，我在上面引诱他，试着看能不能给他割脖。孔雪桃的攻击力不弱，如果孔雪桃能破防，就说明这傻大个的防御力并不是太强。如果孔雪桃都打不动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立马转头就得跑。孔雪桃迟疑了下，沉声说道：那你自己注意安全。说完，引入黑暗中，朝着被山兽伸出来长长的脖子冲了过去。铁甲之躯，龙小道再次召唤铁甲之躯，技能就是这点好，打碎了没关系，还可以多次召唤，并不影响战斗。一剑分阴阳，手中巨剑朝着面前咬过来的龟脑袋一刀劈了下去。这次攻击卯足劲，并且劈得很正。咣当，长度超过15-16米的巨剑劈在被山兽脑瓜子上，直接砍断了它上面数排倒刺。或许是吃了痛，巨大龟脑袋抬高起上百米，双目凶狠瞪着龙小道，像是要吃了它。哦！这时候整个被山兽都颤抖起来，半空中的巨大龟脑袋转了个圈，又瞬间朝下面缩了回去。通讯器里传来孔雪桃的声音，惊喜说道：能破防，他的皮肉防御力不是太高。稍微停顿，又补充说道：但是块头太大了，我手里的猎狗牙齿伤害深度有限。他把头缩了回去。龙小道迟疑了下，从被山兽身上一跃跳了下来，落到巨龟头前面。一人一龟四目相对，如同仇人相见，分外红眼。蹭，巨大的龟脑袋又伸出来，朝着铁甲之躯张开巨口咬过来。趁着这个机会，孔雪桃再次发动攻击，给他脖颈上留下一道血痕。不过破防归破防，伤害却不足以致命。被山兽的脖子有隧道口那么粗，又有几百米长，外层是厚皮，内部是肌肉组织，想要砍断甚至是割断，凭着10几公分长度的猎狗利牙根本就做不到。吃痛之下，背山兽也意识到了危险，又迅速把脖子和头缩了回去，躲在厚实的巨大龟壳里，阴森森盯着龙小道以及隐身在黑暗中的孔雪桃。通讯器里传来孔雪桃的声音：这家伙脖颈防御力不高，但是龟壳、龟脑袋、头顶以及周围角质很厚，防御力比较强，不容易破防。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道：也就是说，如果能把他引诱出来，铁甲之躯一剑能把他脑瓜子砍下来。孔雪桃想了想说：或许可以，但是这货貌似挺精明的，吃了痛估计不会再伸脖子出来了。龙小道想了想，解除铁甲之躯，让庞大的铁甲之躯融化消散在空气中，自己则暴露在被山兽面前，挑衅地朝他叫道：威尔，龟儿子，出来溜溜啊，缩壳里躲着算什么龟孙子？噗嗤！孔雪桃忍不住一笑，
这小子还真够阴损的，当着和尚的面骂人家秃驴。不过这被山兽也得听得懂你说什么呀？被山兽巨大的龟眼盯着农小道，却没敢再贸然行动。巨火兽！农小道看他诚心要装缩头乌龟，不肯出来，召唤火焰开始烧他。被山兽的龟壳以及龟脑袋附近的防御力比他脖梗强上几十倍，也就是说，进化到现在，他并没有把弱点全部进化消失。如果不把脖子伸出来，整体上被山兽的防御力确实达到了 C 级妖兽的标准，但是露出弱点，它的等级最少要下降2个级别。也就是说，被山兽的等级连 D 级估计都到不了，就算勉强能到，也是一直弱 D 级的水平。分析过后，农小道心里下了决断，今天不弄死你不行啊！块头大，有肉，很值钱，又在猎杀范畴内，不弄死你，弄死谁？挨了几下子，被山兽也吃了疼，竟然转身想要跑。想跑，门都没有。龙小道目光闪烁着，再次召唤出铁甲之躯，拔出巨剑，直接把他的尾巴钉在了地上。嗷！被山兽吃痛之下，再次伸出长长的龟脖子，朝背后的铁甲之躯咬过去。就在这时候，龙小道脱离铁甲之躯，急速跑到被山兽前面。铁甲之躯，再次把铁甲之躯召唤出来，趁着被山兽的龟脑袋没回来的时候，朝着他巨长的龟脖子一剑劈了下去。噗嗤！一剑破防，巨量的血液如同灌浆般喷涌出。被山兽好像意识到自己或许大限已到，把脖梗竖立起100米高，努力张开巨口，朝着地面上站着的铁甲之躯咬过来。死吧！龙小道眼神冰冷，并不躲闪，反而把手里的巨剑抡圆，朝着竖立起来的龟脖子用力扫砍了过去。咣当！被山兽的脑袋掉落在地上，瞪着巨大眼珠子，死的不能再死。死了！孔雪桃惊喜说道。龙小道脸上也浮现出笑容来，对，死了。这头被山兽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容易猎杀一点，也就是说明这些巨兽看似体型块头庞大，但是并没有想的那般难以猎杀。咱们直接拉倒登天市卖掉。孔雪桃试探着问。龙小道想了下，道：值钱的部位还是要留一些的，比如说龟脑花、龟血、龟心什么的。咦，它竟然是一头母的被山兽，还有一颗龟蛋。处理被山兽尸体的时候，龙小道惊喜地发现这只被山兽竟然产卵了，虽然不如 C 级妖兽玉蟒产了60多枚卵数量多，只有1枚，但也算是个意外之喜了呀。第196章抢手货，咱们得快点行动，眼看着天要黑了。孔雪桃提醒龙小道，他也很喜悦，毕竟狩猎到这个大家伙，或许能赚一炮大的，欣喜之余却还保存着理智。野外的黑夜里比想象中更为恐怖，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所以最好是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把被山龟的尸体处理好。夜长梦多4个字放在野外太合适不过了，别看被山龟块头这么大，荒野里放一宿，第2天再过来，估摸着骨头架子都不一定给你剩下。龙小道点头，召唤出铁甲之躯，拉着被山龟长长的脖子，试着用力气，发现可以拉动。这只被山龟最少有200吨重。孔雪桃看着龙小道，皱眉说，这里距离城市防线入口大概有15公里。龙小道想了想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把铁甲战车和大刀骷髅编队召唤过来，一起拖。孔雪桃心说，希望一切顺利吧，往后狩猎或许容易，运输反而成了让人抓头的事情，除非目光下意识的放到了那只被山龟蛋上面。被山龟的蛋个头很大，直径大概有3米，最少有上千斤重，当然跟他母亲的块头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龙小道牵引着被山龟尸体前往登天市防线入口，路过迪卡城的时候，把肢解下来食材都放到了营地里。不过因为时间过短，绝大多数材料还是留在了被山龟尸体上。龙小道联系牛宝，开门见山，你们牛街能吃下一只被山龟不？个头很大。牛宝眨了眨眼睛，好奇问，个头很大是得有多大啊？龙小道直接给他看了一眼背后铁甲之躯牵引着的被山龟尸体。牛宝目瞪口呆地张开了小嘴，巨兽，你自己杀死的？龙小道嗯了一声，说道，这头被山龟等级不低，从这块头上看，血肉对人体力量属性应该有大幅增强的作用。上次那头 C 级妖兽玉蟒不但能增强力量，还能大幅增强敏捷以及少量增幅体质属性，所以这只被山龟的血肉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牛宝犹豫了下，眼巴巴问道，这只大家伙你估计是什么等级的妖兽？龙小道道，最少是 D 级妖兽。牛宝啧舌，这才多久了，这小子就在野外猎杀了一头 D 级妖兽，野外简直是遍地黄金呀！你准备卖多少钱一斤呀？牛宝试探着问。龙小道笑着说，那条玉蟒血肉什么价格在卖？你又不是不知道。牛宝想了想说，这头大家伙的价格指定是卖不过玉蟒血肉的，我最多给你30、35货币点1公斤，行不呀？
龙小道皱了下眉头，牛街有点实力，但是相对来说，实力还是多少要差一点。他本来是想把这只背山龟连肉带壳整个打包卖给牛街的，但是听着牛宝这小妞的意思，有点吃不下，要论斤称。宝子，去问问你家老爷子，这头背山龟尸体800万货币点，能不能吃得下？行，就打包卖给你们。龙小道说道。800万？牛宝瞪着大眼睛，咬牙说道：行，我现在就去请示我爷爷，一会给你回消息。龙小道点头，最多等你15分钟，你这边没消息，我就要再联系其他买主。天快要黑了，我没时间耗着。牛宝板着俏脸点头，明白，最多5分钟。说完，掐断了视频通讯。龙小道拉扯着背山龟的脖子继续前行，一路上压到了成片成片的树木，在荒野中硬是犁出来了一条沟壑，俯视看就跟一条长龙似的。世间本无路，走多了就成了路。200米多宽，抹平森林巨木，确实可以当一条路来用。虽然坑坑洼洼的，可有路总比没有路强，不是？快看，远方是什么？程防军在龙小道拉扯着背山龟还有4-5公里远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行踪。快去汇报情况。是。不多时，消息就传到了孙成虎耳朵里。龙小道的铁甲之躯算是他的一款个人标志，样子比较好辨认。巨兽？你是说龙小道在野外今天又狩猎到了一只巨兽？孙成虎看着陈乐问。陈乐点头，大概率是这样。孙成虎眯起眼睛来，笑着说：这个小家伙是真能折腾，不是刚卖了一批黑壳铁甲虫吗？这次又狩猎到了什么东西？陈乐迟疑了下，说道：从体型上分析，应该是一只背山龟。背山龟？孙成虎脸上的笑容消散下去，瞪着眼睛问：你确定？陈乐道：8成可能。孙成虎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个小家伙到哪里了？陈乐嘴上笑容一闪过，说道：拖着那只巨兽正在前往迪卡城方向出入口，距离城市防线大概还有3公里。几只铁甲虫，孙成虎抹不开面子跟2个小辈去争抢，但是背山龟不一样，这是入等级的妖兽，体内的血肉对人体属性有很大增幅，城防军也需要这样的紧俏物资。走，咱们去看看。孙成虎领着人朝外面走去。一头背山龟？背山龟是地级妖兽吗？市政府内，王定川接到消息后好奇问道。李永琪苦笑着摇头，1星期前背山龟只是1级妖兽，但是体型只有龙小道狩猎到这只背山龟的10几分之一大小，单纯从体型上来看，背山龟已经进化到了 C 级。王定川笑呵呵地摇头说：不可能是 C 级的，以龙小道那小子的精明，如果真是 C 级妖兽，他绝对不会去碰，并且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单打独斗，凭借他那点人干掉一只 C 级妖兽，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李永琪苦笑着说：就算是一头地级妖兽，那价值也不菲。孙成虎应该会插一腿吧？王定川笑道。李永琪苦笑着说：不仅仅是孙成虎，市内各大家族势力已经闻风而动，赶了过去。铁甲虫血肉大家都不太当回事，但是地级妖兽不行，这可是能批量提升战斗力的食材。第197章整只出手。我爷爷说牛街拿不出800万货币点来，想问问你，分期行不行啊？牛宝联系龙小道，试探着问道。分期？龙小道忍不住笑了笑，直接点头说：行，怎么不行啊？只要牛老爷子肯答应把孙女押到我这里，想分期就分期。牛宝俏脸通红，交点白胎眼，气呼呼道：你这人还能有点正经不？跟你说正事呢。龙小道收起笑容来，一脸公事公办的模样说道：不押孙女，分期不行。都什么年月了，还想要分期？牛宝大眼睛望着他，解释说：现在货币点不好弄，我们牛街几千人都拿不出800万货币点来。这是实话，如果按照基本配额去赚货币点，别说是800万货币点，就是攒下100货币点都挺困难的。牛宝没说牛街具体要多少量，那意思牛家老爷子还在筹钱。挂了通讯视频，龙小道刚想着要不再联系紫金眼的时候，孙成虎就发来了视频通讯请求。孙成虎？城防军？龙小道眼神闪烁着，下一秒接通了孙成虎的视频通讯请求。孙叔，刚巧我想联系你呢，今天运气好在野外狩猎到了一只背山龟，这家伙虽然是母的，但是腰子也挺大的，回头给你割几斤，拿回去让婶子给你炖汤喝，熬熬补。接通通讯以后，龙小道没等孙成虎开口，先笑呵呵抢先说道：背山龟这么大的块头，城防军那边早就见到了，与其让人家问，还不如咱自己主动交代。孙成虎略微一愣，笑呵呵说道：那还真巧，实不相瞒，叔今天联系你，也是想打你这只背山龟的主意。龙小道眼睛眨巴了2下，试探着问：想要一部分还是全都要？孙成虎看着龙小道说道：这就要看你有没有应许别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城防军可以全都要。不是他要，是城防军购买。龙小道笑着道：只承诺分给牛街一部分，
估计他们也买不了多少，剩下可以卖给孙淑宁，但是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现款现结，最好是一次清账。孙成虎笑起来，这个你放心，差不了你小子的钱。价格方面，龙小道笑着说，这只背山龟块头大概有200多吨重，我割下去了点肉，但是应该影响也不会很大。跟牛宝说的是作价800万，整只都卖给他们牛街，800万货币点没问题。孙成虎略微考虑，就拍了板，行，一会我就到迪卡城方向，城市防线出入口了。龙小道也挺高兴的，背山龟卖给谁不是卖，卖给孙成虎，还能直接提升城防军的战斗力。至于牛街，已经给孙成虎讲得很清楚，这点事就不用龙小道再细说，回头指定会切一部分给牛街的人。背山龟想卖什么价格？刚挂孙成虎的视频通讯，龙阿勇那边就打过电话来，也没等龙小道开口，继续说道，一口价500万货币点打包，500万不行，那就600万，你小子给个痛快话。龙小道忍不住咧嘴一笑，阿勇哥对不住啊，背山龟已经卖给了城防军孙团长，价格是800万货币点。龙阿勇沉默少许，咬牙说道，1000万，我们龙家出1000万货币点，成不成？龙小道把眼睛一眯，笑呵呵说，勇哥，你应该对我也有点了解，已经跟孙团长定好了，为了100-200万货币点打我脸，这事情我可干不出来。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下次吧，下次有好货一定提前联系你们龙家。说完，龙小道挂断了通讯器。龙家老爷子望着龙阿勇，沉声问，小家伙怎么说？龙阿勇苦笑着道，对方说已经以800万货币点的价格把背山龟卖掉了，卖给了城防军孙成虎。龙家老爷子沉着脸，稍微皱了下眉头，起身道，走，去现场瞅一眼。龙阿勇跟龙小道算是有交情，可以直接打电话询问，至于其他人陌生的通话请求，龙小道都没有搭理。把背山龟牵引到城市方向出入口处，孙成虎已经在那里等着他。孙叔，转账呗。龙小道走过来后，丝毫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笑道。孙成虎目光注视外面庞大的背山龟，对身后陈乐吩咐道，给小道转账，价格1000万货币点。龙小道稍微一愣，诧异道，孙叔，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800万货币点吗？怎么又变成1000万了呢？孙成虎收回目光来，笑着道，龙家开出了1000万货币点的价格，孙叔我怎么好意思占你便宜呢？龙小道嘿嘿一笑，也没有拒绝，抬手给孙成虎比划了个大拇指，还是孙叔您讲究，以后小子有好东西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您。多200万货币点，龙小道肯定高兴啊，野外用钱的地方还多，他才不会傻的拒绝呢。孙成虎敢给，那他就敢要。对了，孙叔，牛街那边您照顾一下。龙小道嬉皮笑脸的说道。孙成虎点了点头，放心吧。走了。龙小道没再跟登天市内其他势力接触，直接转身离去。好货不卖二主，既然已经出手了，那接下来这只背山龟孙成虎怎么处置，就跟他再没有半点关系。孙成虎转身对陈乐吩咐道，尽快把这头背山龟拆解掉，另外如果谁想买的背山龟的话，可以卖，价格翻1倍，剩下一半分给城防军的兄弟们。陈乐眼神一亮，重达200多吨的背山龟，就算分出一半去，那还剩下100来吨，足够城防军兄弟们吃一顿的。要不就说姜还是老的辣呢，虽然多给了龙小道200万货币点，但是一到手就赚了半头背山龟。不愿意，货在城防军手里，由不得谁不愿意，谁想买就得依照城防军的价格来。孙成虎老奸巨猾，不会吃亏的。孔雪桃笑盈盈的说道。龙小道目光闪烁着摇头，咱们没有那个实力，所以只赚能拿到手里的钱就足够了。哥哥，你倒是知足。孔雪桃掩嘴娇笑，但是对于龙小道，内心中又忍不住高看了一眼，不贪心才能干大事。第198章，用妖兽血肉引流。咱们这么着干可不行。龙小道突然说道。孔雪桃稍微一愣，歪头望着他，好奇问，什么这么着干可不行？龙小道看着他，苦笑道，送货上门啊。2次交易都是龙小道自己像老牛似的把货品拉过来的，费时费力不说，还在无形中降低了身价。哪家大老板自己干得跟老牛似的，吭哧吭哧的充当牛车搬运工啊？那你想怎么干？孔雪桃点头问道。他也认为这么干效率不是很高，他的想法是尽早的把那枚背山龟的蛋培养起来，如果有一头背山龟当运输工具，那一次可以携带几百吨重的货物，速度还快，并且背山龟只要不莽撞，防御力是够用的。龙小道目光闪烁着说道，我记得王雪说迪卡城的货物仓储点距离咱们的营地并不是很远，或许在仓库里有冷藏设备。冷藏设备？孔雪桃是个心思通透活络的女人，龙小道稍微一点拨，她就能明白这小子想干什么。目光闪烁着问道，你想把冷藏设备搬运回来，把迪卡城改装成仓库？有了冷藏设备，野外狩猎到的货物就能长久保存，甚至还可以精细化分解。龙小道眯着眼睛嘿嘿一笑，咱们在野外混日子图的是什么？
赚钱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不赚钱的营地绝对算不上什么好地方。你说呢？孔雪桃看着他说，把迪卡城改装成仓库以后，你想从登天市引流人员过来？龙小道点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自古富贵险中求。在登天市，别说上了等级的妖兽血肉，就是普通妖兽血肉，现在什么价格？最少1斤也要个把货币点。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如果咱们能做到对外批发零售妖兽血肉，这里距离城市防线出入口也就5公里远，一来一回10倍利润，你说登天市那些商贾小贩们会怎么样？孔雪桃目光闪烁着，咯咯娇笑着说，会疯掉，这利润足以让人铤而走险。10倍利润放到哪里都是让人眼红的产业链，但现在只需要出市区走5公里的路程，对市区内的商贾小贩们而言，出来一趟只要回去就能有大把的利润。对迪卡城营地而言，人多了自然也就热闹了，有了人气，其他什么事情都好做。有搞头，但是速度要快，至少要趁着市区居民观念还没改观过来的时候就把摊子支撑起来。如果有人组织大量人手出城狩猎，甚至不用出城，只要清扫城市防线周边的妖兽凶兽，那在市区里妖兽血肉的价格必定会大降。孔雪桃说道。龙小道点头，兵贵在神速，赶集要趁早，这些道理他都懂。明天就去。回到迪卡城营地里的时候，天都黑了下来。看着连接迪卡城楼顶的高架桥，龙小道目光一亮，笑着嘟囔了句，这个傅海干的不错呀，是个人才。只用了1天，不，只用了半天，傅海一个人就把铁架桥的模子搭建起来，速度真不慢。回来了，吃饭吧。供应员抬头看了眼龙小道身后的孔雪桃，微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真香。比供应员做的好吃，并且是色香味俱全，能在野外鸟不拉屎的地方吃到这么一桌美味佳肴，绝对算得上是顶级享受。龙小道抬头看向赵淑珍，高兴地问，淑珍阿姨，这些都是你做的？赵淑珍腼腆地笑了笑，也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胃口。龙小道抬手给他点了个赞，牛逼，买1送1，算是捡着大漏了。赵淑珍在野外的作用可丝毫不比他儿子来的差，同时心里也记住了，往后身边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带个厨娘，可以让幸福加倍。淑珍阿姨，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迪卡城营地后厨厨师长，往后我们吃喝就都交给你了。说完，抬头对吞咽口水的众人笑着说，都瞅着我做什么？你们不馋吗？动筷子啊！哦！王朝怪叫了一声，兴奋地伸筷子朝红烧龟肉夹了过去。他早就馋得不行，这不是大家都等着龙小道和孔雪桃2人回来吗？味道是真香，吃得大家满嘴流油。又没有外人，不用拘束，往后你们跟大家一样，都是营地里的一员。龙小道看向傅海身边的孙静，笑着说，你的技能虽然现在用不上，但说不定以后能派上大用场。稍微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日常的时候你就帮着淑珍阿姨搭把手，能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回头我再帮你们弄本攻击性技能，争取提升一下自保的能力。孙静老老实实点头，龙小道看向傅海，笑着说，干得不错，铁架桥样子已经出来了。傅海把嘴里的肉咽下去，铁架桥现在就已经能用了，明天再加固一下就 OK。 我的想法是修建一堵墙，把迪卡城围起来，增加安全系数。龙小道眼神一亮，点头称赞道，好想法，能实现吗？傅海道，可以实现，但是需要钢铁，墙体越高越厚，需要的钢铁就越多。他是铁匠，所以修筑任何物体都需要钢铁做材料，如果有一名建筑师的话，2人配合就可以节省很多。龙小道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知道了，你先见着，咱们室内该弄的地方也尽量搞一下，现在主要是增加内部防御，外面不着急，可以等等再说。迪卡城内部满打满算，他们占据的实际地点也不足1/10。明白了。小慧会夹起一块水煮龟脑花，放到傅文文的碗里，吃这个好吃，还可以补充精神力。好。傅文文咬了一小口，入口即化，软软糯糯，还有股子奶香味，真好吃。妈妈说这些东西金贵，不让自己主动伸筷子去夹着吃。供应员早就看出来了，那盆水煮龟脑花基本上没怎么被动过筷子。别看贝山龟那么大块头，可脑子只有脸盆大小，算得上是难得的食材。第199章猎杀值。淑珍阿姨做的水煮龟脑花味道不错，大家都尝一下。供应员含笑着说道。大家犹豫了下，然后才主动动筷子。赵淑芬并没有把整个贝山龟的脑花都放上，毕竟脸盆大小也不小，只切了巴掌大一块，大概有2斤重，改刀切成了豆腐片大小。孔雪桃娇笑着说，这可是好东西，上次那条 C 级妖兽玉蟒的脑花是论克卖的，虽然贝山龟的等级不如玉蟒高，但是拿去市区卖掉，价格也不差到哪里去，物以稀为贵啊。他只是把价值讲了一下，因为这东西供应员不好讲，他在营地里要扮演大主母的角色。孔雪桃不一样，他什么都可以说。
背山龟的脑花可以提升精神力，效果应该不错，每公斤大概可以提升一个属性点。龙小道一怔，抬头看着孔雪桃，能提升这么多？孔雪桃娇笑道：“要不你以为呢？论克卖的宝贝，说它是乱世黄金都不为过。”龙小道点头，然后朝着赵淑贞道：“淑贞阿姨，背山龟的脑花应该还有不少吧？能人均分1公斤吗？”赵淑贞急忙说道：“够分，只是……”龙小道摆手打断他，说道：“回头都做了，每人先吃他1公斤，把属性值补上来再说，剩下的留给2个小家伙当临时解馋。”说完，抬头看了众人一眼，说道：“在野外生存，实力至上，贵贱的对咱们来说不是关键，把小队的综合实力提升上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转头看向孔雪桃，又笑着说道：“你不说那条 C 级妖兽玉蟒，我还忘记了，那条玉蟒的蛇胆还在铁架战车里放着呢。玉蟒蛇胆能提升什么属性值？”孔雪桃沉默少许，苦笑着说道：“那条玉蟒的蛇胆至少值100万货币点，最大可能是增强人体体质属性，对于其他属性应该也有少许增强作用。”龙小道转头对着赵淑贞笑着说道：“淑贞阿姨，待会吃完饭，你拿它泡酒，回头大家都喝点，试试效果。”小道哥万岁！张孝南突然高兴地叫了一声，这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有这么一个敞亮的老板，不应该是件该高兴的事情吗？其实小团队里，除了刚加入的傅海、孙静、赵淑贞他们对龙小道的性格不是很了解以外，其他人都知道龙小道为人并不小气。小队人手一条玉蟒幼崽做宠物，并且从地狱黑虎的血肉，再到大力蚁的血肉、妖兽玉蟒的血肉，他们几乎都是吃顶了的。所谓吃顶了，就是提升属性到了一个上限，再吃就没有作用了。简单来解释一下，任何一种妖兽血肉或者凶兽血肉对人都是有属性增幅作用的。人有4种基础属性，分别是力量、体力、敏捷和精神力。普通妖兽的血肉初期有可能对某一种属性提升很大，比如说地狱黑虎肉，地狱黑虎肉就可以提升力量和敏捷，敏捷其实就速度，还有少许体力属性加成。但是吃1公斤以后，把该提升的属性值提升上来以后，再吃就不会有提升作用，这就代表着吃顶了，或许还能再提升，但是需要食用1000百倍份额才行，并且提升速度不会太明显。基本上每一种妖兽血肉只需要1公斤就够，但是长期使用还是会微量提升属性值。像背山龟的血肉，哪怕龙小道都可以提升将近1000斤的力量，直接让龙小道的力量属性值达到了 4.2 点，也就是拥有了4200斤、2100公斤的力量属性。基础属性代表个人素质，对技能没有加持属性，可在关键时候依然可以保命，毕竟技能只有使用的时候才有用，除了被动技能，否则不可能时时刻刻生效。背山龟的脑花、妖兽玉蟒的蛇胆，在眼下的时间档口都是珍稀食材，可遇不可求的宝贝，普通人想要吃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对黑道家小队的成员来说，那就很简单了，也正应了那句话，跟着小道哥混有肉吃。一轮轮妖兽血肉的加持下，黑道家小队成员的属性值，哪怕最难提升的精神力都有2点以上，其他力量、体力、敏捷至少有3点。在登天市内，普通市民的属性值有2项超过1点的都算是高手。晚饭过后，龙小道把明天去探索迪卡城仓库的事情跟大家讲了下。根据王雪儿的消息，仓库大概距离咱们5公里，并且或许还会遇见一些居民区，我们可以顺便搜集一些有用的物资回来，比如说汽油、柴油、燃气等。傅海补充道：“老板，还有钢铁金属，咱们营地缺少金属资源。”龙小道点头道：“对，还有各种金属，顺道搜集些回来。”全员出发吗？张孝南眨了眨眼睛问道。本身人就不多，如果分队的话，那留守的人就会变少，人少就代表着安全系数要下降。风刀战士看似数量不少，但是数量和质量不是一个概念，风刀战士只是1级兵种，碰上高等级的妖兽抗不住的。龙小道迟疑了下，点头说道：“全员出发。”王朝问：“营地怎么办？”风刀战士留守。龙小道直接说道：“今天猎杀铁甲虫被山龟大概获得了12000多点猎杀值，可以再召唤一些风刀战士过来。关于猎杀值，也就是灵气值，狩猎妖兽、猎杀妖兽、凶兽等都会收集到龙小道手腕上的黑色腕表里面。一头铁甲虫大概可以提供50点猎杀值，40多只黑壳铁甲虫收集到了2000多点猎杀值。杀死背山龟大概收集了1万点猎杀值，也就代表着等级越高，块头越大，猎杀难度越困难，给予的猎杀值也就越多。从领主世界巨献1级兵种回来，一名风刀战士只需要100点猎杀值，12000多点猎杀值，龙小道能再次一口气巨献回来120名风刀战士。战力不够，数量来凑，再加上营地里已经有80多名风刀战士，风刀战士总数超过200名，已经有点声势了。第200章，一只女妖王。老板，我们留在营地里面吧。傅海看着龙小道笑了笑说：“我们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们是累赘，
也是事实，跟着你们出去只会拖后腿。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营地里不安全，外面同样也不安全，对我们说都一样，在哪里都是赌命，命硬在哪里都能活下去。龙小道抬头看着他，好一会儿才点头道：行，那就听你的。傅海说的没错，自身没有实力，待在哪里都是赌命，命硬运气好就能活下去，运气不好跟着谁，该是要奔赴黄泉还是要奔赴黄泉。公应元跟在龙小道身后，进到了房间里，大家都会心一笑，没有谁敢多说什么。就连龙小道都以为公应元是有点生理需求上的想法，对于这种事情他更是不会反对喽。现在小慧慧总算不会打扰好事了，高兴还来不及。公应元面色淡然地说道：迪卡城内有一只女妖王。龙小道愣住了，看着他诧异问：女妖王？公应元点头，并且他主动联系我了。龙小道收起嬉皮笑脸与色相，正色起来：是那个尸魁转化者吗？是，也不是。公应元先点头，然后摇头说：他可以转换尸魁，但是听着他的意思，他还有数名可以转换尸魁的手下。龙小道坐下来，看着他问道：他联系你，想表达什么诉求，或者说他想要做什么？公应元道：他想留在迪卡城内生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很喜欢这里，希望能跟咱们和平相处。和平相处？龙小道把4个字重复了一遍。和平相处的前提是实力对等。他之所愿意主动联系公应元，大概率是因为龙小道等人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存在，或者说已经对他起到了致命的威胁，才不得已主动出来想要和谈的。至于为什么联系公应元，这个营地里只有公应元的精神力超过了6点，哪怕就算龙小道精神力也不过才2.8点。他在哪里？龙小道试探着问。公应元摇头，对方没有说，但不会离开迪卡城范围，大概率是在地下3层停车场。龙小道犹豫了下，问道：现在能不能联系上他？就说我想跟他见一面。稍微停顿，又继续说道：我也希望大家彼此和平相处。公应元迟疑了下，说道：我去试试。说完转身朝房间外面走去。咯吱，房门打开，走了出去。其他人都有些意外，没想到公应元这么快就出来了。不用跟着我。公应元想要顺着扶梯下到5楼去，张光亮、萧翠翠2口子互相看了眼，第一时间跟了上来，目的是想护卫公应元的安全。公应元停下来，摇头说：不用跟着我，下面有隐患。张光亮提醒道。公应元微笑了下，点头：我知道，放心，无碍。说完自己顺着扶梯走了下去。单纯论战斗力，公应元并不差，甚至比其他成员都要强上许多，但日常他更多是充当后方补给站奶妈的角色，跟小队成员加血加防。公应元并没有在5楼停留，而是继续顺着扶梯朝楼下4楼走去。小道哥！看着从房间里走出来的龙小道，大家脸上都露出担忧的神色，不知道公应元这是上演哪一出。龙小道摇头示意没关系，自己则走到扶梯口，往下面望着。公应元一直顺着扶梯下到迪卡城1楼底部，才停了下来。噗嗤，周身升起橘黄色光芒，光明魔法护盾在黑暗中极为扎眼，借着光亮可以看到他周围4下里密密麻麻站满了尸魁，密集程度让人头皮发麻。这些尸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并没有攻击公应元。公应元站在那里也没有在移动，好像是跟谁在交流对话。什么情况啊？孔雪桃站在龙小道身后，往楼下眺望着，轻声问道。龙小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迪卡城底层站着的公应元，回道：在跟人谈判。谈判？周围一众人都是一脸懵逼状，难道迪卡城里还有别人？孔雪桃眼神闪烁着，好像想到了什么，迟疑了下，低声问道：用我下去看一下吗？黑暗中孔雪桃可以隐藏身形，等于是他的主场。龙小道摇头：不用，先看看再说。就算真跟那只女妖王起冲突，公应元也有自保的实力，下面不过是一群普通尸魁而已，很难伤害到公应元。大概10来分钟之后，只见公应元一跃而起，扑哧，身后竟然长出了一对5、6米长的炫彩光翼，如同女神一般，直接从迪卡城底层升到了迪卡城6层。龙小道知道公应元是在展示自己的实力，震慑那只女妖王。公应元落在龙小道等人身前，看着他皱眉说道：可以见你，但是他只许你一个人下去，不许有人员陪同，战宠也不许携带。龙小道笑了笑，问道：在什么地方？公应元板着脸皱眉说道：让你去地下2层，到时候会有东西指引你。停顿了下，又继续说道：我们可以等等，没有必要现在就下去见他。龙小道笑了下，轻声道：既然都已经聊好了，那就去看看，放心，我自己下去也没事。挥了挥手：你们都不用跟着我。说完从迪卡城6楼一跃而下，平稳落到底层地面上，敏捷属性直到3以上，这个高度就已经没有了什么挑战性，只不过没办法蹦上去，也不能像公应元那么炫酷飞上去。神圣护盾，
9面小光面盾出现在农小道面前，周身环绕。亡灵之火，一团绿油油的小型蘑菇云出现在农小道头顶上，光亮也照亮了周围的路径。农小道面色淡然，朝着地下层入口走去。所过之处，尸鬼都后退，让出来一条出路。这些尸鬼有人也有兽，数量极其庞大。